大夏魔都一栋顶级别墅内，一名青年缓缓睁开了眼睛。当他看清楚周围的环境时一愣，随后皱起了眉头。我不是在末日之战中战死了吗？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前世，陈锋正带领着大夏100万将士对抗着数不尽的天灾军团。正当整个大夏顽强对抗着几大天灾军团的首领时，被倒戈向天灾军团的樱花国顶尖强者偷袭，造成大夏重大损失。陈锋也在两方的围攻下，最终只能含恨陨落。然而他居然没死。想到这里，陈锋赶忙向墙面上的电子钟看了过去。2065年9月30日9点30分，我竟然回到了元宇宙公测前。陈锋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打开了他身上的附属光脑，浏览了一下光脑中的信息。他发现，无论是大夏新闻、短视频平台、论坛、贴吧等等，都是关于元宇宙的宣传。国家也鼓励所有公民进入到游戏元宇宙中。他死死盯着这些消息。现在全蓝星的人都不知道元宇宙的出现会对这人类有多大的影响，大部分人只是当作是一款顶级虚拟网游。但是作为重生者的陈锋，他知道元宇宙在游戏运营1年之后，游戏会渐渐与现实融合。在游戏融合现实世界后，游戏中的反派天灾军团也降临到现实世界，对所有蓝星的城市发动了进攻。虽然那时候玩家也继承了游戏中的实力，但是在面对无穷无尽的天灾大军，还是被打得节节败退。那时候人类被怪物击杀死亡，就是真正的死亡，人类已经无法像游戏里面一样复活。想到这里，陈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脑海中涌现出了前世的种种画面。蓝星无数的人类强者前赴后继冲向天灾军团，但是也只是在恐怖的怪物海洋内稍微激起一丝浪潮。随后城市被攻破，大量的人类被天灾军团击杀，死亡、恐惧、绝望在所有人类阵营里面蔓延。陈锋看了看外面美好的世界，眼神恢复坚定。前世已经过去，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陈锋相信这一世自己肯定可以凭借着前世对游戏的了解，提前做好布局，在这一世一定可以将最后的结局逆转，改变全人类的命运。向着卧室的另外一个隔间走去，到达隔间，看向房间内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台泛着元素能量的顶级游戏舱。这台顶级游戏舱可价值几千万蓝星币，也是游戏公司发行很少量的顶级游戏舱。这种游戏舱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利用游戏营养液，长时间在游戏内，游戏的模拟程度也达到了的100%。陈锋靠着父母留下来的数百亿家产，对于几千万根本无所谓。看到躺在地面上的顶级游戏舱，陈锋看了看光脑上的时间，距离元宇宙开服只有8分钟了。想到这里，他直接走到了游戏舱面前，经过瞳孔比对后，游戏舱开启，陈锋走了进去，瞬间启动了游戏。现实的意识快速传送到游戏界面。欢迎来到元宇宙，距离游戏开服还有7分钟。由于检测到您是最贵的至尊游戏舱玩家，您可以提前创建角色账号。您是否提前创建角色？一道黑色的数据团出现在陈锋的眼前，发出了一道机械的女声。陈锋一脸震惊，没想到自己竟然可以提前进入游戏。前世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谁可以提前进入游戏，不过想到自己都重生了，提前进入游戏貌似也不算什么。陈锋也毫不犹豫地对着黑色主脑说道：提前创建。这时黑色数据团再次发出了一阵机械女音，请选择你的游戏名称。是天。陈锋直接选择了前世的名字，由于自己提前进入游戏，也丝毫不用担心自己重名。黑色数据团再次闪动出一丝光芒，应该是记录好数据了。随后一道电子女声再次响起：角色创建中，角色创建成功。由于你是第1名进入元宇宙的玩家，可以进行一次天赋抽奖。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锋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屏，光屏上出现了一条条的天赋抽奖，有天赋直接开局，直接刀刀暴击的，开局附加攻速等等。天赋实在是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陈锋直接点击了抽奖按钮，只见巨大光屏上快速滚动起来，一个个天赋直接化为一道道残影，模糊不清。陈锋暗自祈祷，希望这是可以抽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天赋，随后点击了停止按钮。叮咚，恭喜你抽到 SSS 级天赋100倍奖励增幅。陈锋赶紧看向天赋介绍，100倍奖励增幅 SSS 级天赋。天赋作用，玩家获得的全部奖励都将得到100倍的增幅的效果。陈锋无比震惊，竟然是100倍奖励增幅，这不是代表自己以后的所有增益全部可以提升100倍？激动了许久，他的心情便再次平复了下来，自己都重生了，再加上运气好点，貌似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随后继续看向黑色数据团，请选择你的职业。黑色数据团刚说完，陈锋的眼前便出现了几大职业的图鉴信息：战士、法师、牧师、弓箭手、刺客、猎人、召唤师，7大基础职业出现在陈锋眼前。
每个职业都拥有各自的职业特色，在玩家等级达到30级、60级、100级后，可以选择自己职业的进阶形态，比如火法师，主要的就是爆发伤害；冰法师主要是团战控制为主，其他职业转职后也是各有特色。前世陈峰选择的是召唤师这个职业，虽然召唤师这个职业在前中期比较废，但是到了游戏后期，面对无尽天灾大军时，其他职业可以发挥出的力量，远远不如一个召唤师带着一群实力强大的小弟发挥出的作用大。陈峰前世也是凭借着强大的召唤兽横扫一方，加上这次觉醒了100倍奖励增幅，在前期肯定也不会弱，所以这一世他还是选择召唤师这个职业。第2章开局领先，我选择召唤师。随着选择落下，陈峰的人物面板上刻上了召唤师的字样。突然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你选择了召唤师作为自己的职业，成功触发了100倍奖励增幅。叮咚，你获得了召唤师隐藏职业转职卷轴精灵召唤师唯一，这也可以触发。陈峰呢喃了一声，看向飞向自己的古朴卷轴，一把接住。精灵召唤师唯一，使用等级10级，使用效果，使用后可以触发隐藏职业转职任务，完成转职任务后可以将基础职业召唤师转变为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介绍：精灵召唤师拥有召唤亲和力，能够召唤出更强更多的召唤物。自己原本选择的是普通职业，在100倍奖励增幅下，直接让自己得到了唯一的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隐藏职业在游戏中是非常难以获得的，何况自己这个职业还是唯一职业。唯一可惜的是，这个卷轴只能在10级才能使用，但是在自己100倍奖励增幅的加成下，自己到达10级应该非常快。将这张古朴的转职卷轴收起。叮咚，人物创建已经完成，是否提前进入游戏？进入游戏。瞬间，周围的环境变换，一阵刺眼的白光亮起，眼睛在经过一阵眩晕后，唰！陈峰的身体出现时，已经到达了新手村。叮咚，游戏地图加载完毕，已经随机将你安排到9528号新手村，祝您游戏愉快。随着耳边的系统提示音结束，陈峰开始打量周围的景色，和前世没有任何区别。在顶级游戏舱的100%模拟下，周围的环境仿佛人类的第二世界。这时复活祭坛处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玩家出现，看了看时间，自己大概比其他玩家早了5分钟进入游戏，要好好利用这个5分钟。边走边打开了游戏背包，初始的游戏背包比较小，只有30个格子，玩家提升到10级时，背包格子变为40个，提升到20级，背包格子可以变为50个，以此类推，每提升10级可以多10个背包格子。这时的背包内只有购买游戏舱赠送的顶级新手礼包，比起几千块钱的游戏头盔礼包，顶级游戏舱的礼包可以额外金币、装备和技能书。这也是陈峰前世花巨资购买的原因之一，只有在前期先人一步，才能在后期快人一筹。直接将顶级新手礼包打开，宝箱一阵光芒闪过后，叮咚，您打开了顶级新手礼包，获得金币1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金币1万枚。叮咚，您打开了顶级新手礼包，获得新手上衣白板，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装备野狼法衣青铜器。叮咚，您打开了顶级新手礼包，获得新手裤子白板，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装备野狼法裤青铜器。叮咚，您打开了顶级新手礼包，获得魔力法杖青铜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装备南瓜权杖黄金器。叮咚，您打开了顶级新手礼包，获得技能书召唤哥布林白板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技能书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厉害的哥布林，参考游戏毒奶粉。5道系统奖励的声音直接让陈峰懵逼了，100倍奖励增幅那么给力，开启新手礼包也得到了增幅。前期1万枚金币的奖励可以让前期买药水、材料、一些日常开销完全不愁，因为游戏前期并没有开放游戏充值功能。随后看向背包里的装备和技能书，野狼法袍青铜器，防御加10，血量加100，体力加3，部位上衣，需求等级 LV1，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无。描述：野狼皮毛制成的布甲，野狼法裤青铜器，防御加10，血量加60，智力加3，部位下装，需求等级 LV1，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无。描述：野狼皮毛制成的布甲，南瓜法杖黄金器，攻击加30，魔法，智力加10，释放速度正10%，部位武器，需求等级 LV1，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南瓜炸弹
使用后可以向指定方向丢出一枚3×3的南瓜炸弹，对目标造成50加智力5点的魔法伤害，并且眩晕范围内的敌人2秒，冷却时间60秒。描述：一颗神奇的南瓜制成的法杖，最好不要啃，因为它会爆炸。厉害了！这前面2件青铜装备没得说，这把南瓜法杖不仅加了高额的属性，还附带一个控制加范围伤害技能，属性非常不错。直接将背包内的3件装备全部装备在身上，最后看向获得的技能书。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学习等级 LV1，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30点 MP， 吟唱法术3秒后，召唤一只机甲哥布林协助作战。LV1级时，机甲哥布林会使用狼牙棒攻击，攻击有概率使敌人进入眩晕状态，攻击时有概率对自己附加移动速度、攻击速度的 buff。LV5级以上时附加投掷石头、3连投掷、扩散投掷技能。LV10级以上附加投掷爆弹，被动2被暴击。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智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6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60秒。满足学习条件，直接将技能书捏碎。技能书消失，已经将技能学会。看向技能列表多出的一个青铜矿的技能，满意的点了点头，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角色是天，等级 LV1， 种族人族，职业召唤师，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生命360，攻击56，防御28，魔法460，攻击速度1次每秒，1秒攻击1次，释放速度10%，读条加快10%分耗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 1.5 米每秒，奔跑移动3米每秒。属性力量5，智力23，敏捷8，体力8，魅力95，最高100，声望0，幸运1。装备南瓜法杖、黄金器、野狼法袍、青铜器、野狼长裤、青铜器。第3章，学习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玩家的基础属性都是有所不同的，法师、牧师、召唤师一般初始属性智力都比较高，最高10点。陈峰的运气也不错，主要属性智力10点满值，其他属性都是5点。在元宇宙中，对玩家的面板属性提升，除去装备属性的加成外，每提升一个等级全属性加1点。升级后拥有5点自由属性点，可以自由分配。1点力量提升2点物力攻击和10点生命值，1点智力提升2点魔法攻击和20点魔法值，1点敏捷提升2点物力攻击和0.01攻速，只增加主属性的数值，1点体力提升20点生命值和1点防御。属性设定也和前世完全相同。陈峰看了一眼就关闭了人物属性面板，向着技能新手技能导师处走去。人物的初始状态时，技能可以学习2个，每提升5级后可以多出一个技能栏。在每个新手村都有着各大职业的新手技能导师，每个玩家出生都要去学习一项基础技能，否则只能使用普通攻击打怪。对于战士一类的物理系职业还算好，对使用法术攻击一类的职业根本无法练级。但是在前世还是有很多玩家不知道新手可以学习技能，大量的法系玩家提着小木棍冲向怪群，被击杀好几次后才发现自己可以先学个技能再去杀怪，等到发现时，别的玩家几个等级都冲上去了。当然在新手村技能导师那里也只能学习到基础技能，想要学习到更高级的技能，只能自己获得技能书，比如说自己开宝箱获得的青铜技能书。来到新手职业导师面前，看了看眼前的萝莉女 NPC， 还是熟悉的样子，一身红色的头发，扎着双马尾，手上拿着一根红色法杖，边上还跟着一个水精灵，一脸可爱的模样，让人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导师。佩斯特召唤师导师看到自己靠近，眼前的小萝莉率先开口说道：“这位勇敢的冒险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看了看眼前的小萝莉，直接开口说道：“我想学习召唤师职业技能。”小萝莉导师看了看后，大眼睛眨了眨，直接说道：“学习职业技能需要10个银币哦，这里是1枚金币。”直接在背包里拿出了1枚金币，交给了小萝莉导师。金币瞬间消失，小萝莉随后将一大袋钱币找给了陈峰，陈峰也没看，直接收入背包。元宇宙的钱币兑换比例，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游戏里的金币也可以直接在游戏里面兑换现实中的蓝星币，兑换比例是1金币兑换10蓝星币。小萝莉导师在收下钱币后，法杖挥舞，跟着眼前出现了一块光屏，上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召唤师技能选项。勇士，你来选择吧。上前看向技能列表，召唤火焰精灵亚德言，白板级；召唤冰之精灵冰奈斯，白板级；召唤黑暗精灵瑟明特克，白板级；召唤雷之精灵雷沃斯，白板级。游戏初始阶段，玩家只能学习初始的召唤生物。
陈峰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伤害比较高的召唤雷之精灵雷沃斯。你的眼光不错，这是召唤雷之精灵雷沃斯技能卷轴小萝莉技能导师，直接一挥手将技能卷轴捏碎，一道金光飞入了陈峰的身体之中。就在技能入体时，叮咚，你成功学掌握了技能召唤雷之精灵雷沃斯白板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成功将技能品级提升。你成功掌握了技能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青铜级，学习技能也能触发。陈峰内心惊呼，按捺住激动的内心，脸上还是保持一脸淡定的样子，没有继续和小萝莉对话，直接离开了这个地方。在走了一会后，陈峰赶忙看向技能栏的技能介绍：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青铜级，学习等级 LV1，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40点 MP， 吟唱法术3秒后，召唤一只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协助作战。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会使用雷电魔法攻击，攻击有概率附加感电状态，攻击时有概率对自身释放闪电盾，闪电盾提供 10% 最大生命值的护盾，被敌人攻击时会反弹雷电伤害。LV5 级以上时附加闪电5连发， LV10 级以上附加技能雷霆万钧，可以使用雷霆力量攻击范围内的敌人，死亡爆炸使周围的敌人进入感电状态。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6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60秒。仔细的看完技能，陈峰大笑，在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下，直接让普通的雷系精灵的进化了一个等级，伤害更加高了。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攻击还附带感电效果，受到感电状态再次受到攻击的话，会额外受到一定数值的额外光属性伤害，这伤害也是和召唤物的等级有关。看完了技能属性后，关掉了技能面板，迅速向着远处走去。现在2个强力召唤物在手，加上自己黄金武器在手，现在什么新手怪物不是虐杀。片刻后，陈峰来到了新手村村长处，他要接一个很普通的新手循环任务。至于为什么要接普通的新手任务，因为新手村这个循环任务的后续可是有着隐藏任务的。村长正站在前面，走到他跟前，没有多余的废话，直接点开了对话框。村长，我想问一下，村子里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村长看了看，随即说道：勇敢的冒险者呀，村子里的农田经常遭受到野猪的破坏，不去击杀一些野猪的话，村子里这个冬季的粮食将会不够我们过冬。你愿意帮助村子去消灭一些野猪吗？叮咚，新手村村长向你发布新手任务，消灭野猪，是否接受？任务描述：帮助村子消灭农场北边的野猪，并收集30张野猪皮带给村长，你将获得铜币加100，经验加100。接受。第4章，2只青铜级召唤兽。接受完任务，赶紧向着村外农田区域走去。在前世，玩家做这个任务的人不是很多，毕竟这个野猪只是一个1级的怪物，玩家一般最多完成1次就不错了。但是其他人不知道的是，这个任务只要完成10次，就是一次性收集300张野猪皮，去村长那儿交任务，还能触发后续的隐藏任务。前世自己也是无聊，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一名玩家发的帖子，原来这样还能触发一个隐藏任务。完成隐藏任务后，那名玩家得到了一件特殊道具，直接起飞，一跃成为游戏大佬。但是这一世，自己要提前将这件隐藏任务触发了。告别了村长，向着新手村药剂商人面前，我想购买药剂。这时，一名胡子花白的药剂师 NPC 点了点头，一挥手，一排排的药剂列表出现在了陈峰面前。1级 HP 持续恢复药剂，使用后每秒恢复30点 HP， 效果持续10秒，被攻击时失去恢复效果，售价10银币。2级 HP 持续恢复药剂，使用后每秒恢复50点 HP， 效果持续20秒，被攻击时失去恢复效果，售价20银币。1级 HP 恢复药剂，使用后立即恢复300点 HP， 售价20银币。2级 HP 恢复药剂，使用后立即恢复600点 HP， 售价40银币。1级 MP 持续恢复药剂，使用后每秒恢复30点 MP， 效果持续10秒，被攻击时失去恢复效果，售价10银币。2级 MP 持续恢复药剂，使用后每秒恢复50点 MP， 效果持续20秒，被攻击时失去恢复效果，价格售价20银币。1级 MP 恢复药剂，使用后立即恢复300点 MP， 售价20银币。2级 MP 恢复药剂，使用后立即恢复600点 MP， 售价40银币。没有考虑，直接把2级直接恢复的药剂买了20组，一组20瓶，总共400瓶 HP 和 MP 药剂，总共花费160金币。放在背板慢慢的喝，毕竟自己不差钱，要是没有足够的血药和蓝药的话，自己的刷怪效率就会下降。交易完成，药剂师看到160枚的金币入账，心里乐开了花，他的药水直接被买掉了1/5，160金币在对游戏中的 NPC 也算一笔很大的财富了。看待陈峰的眼神也充满了感激。就在陈峰准备离开时，
药剂师 NPC 叫住了陈峰，说道：“勇敢的冒险者，请等一下。”只见这名老者缓缓地伸出手中的魔杖，向着陈峰缓缓地念着咒语。几秒钟过后，一道 buff 降临在陈峰身上。叮咚，你获得了药剂师沃顿的初级属性增强，效果提升人物全属性 1%， 持续1个小时。叮咚，你获得的药剂师沃顿的初级属性增强，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了终极属性增强，效果提升人物全属性 100%， 持续100个小时。这……陈峰直接茫然了，直接加了2倍的全属性。时间还持续了4天多，足够在前期将所有人甩得远远的吧。难掩内心的激动，对着药剂师拱手感谢。药剂师诺顿老脸一笑说道：“勇敢的冒险家，以后多来我这里消费，我都给你加 buff。”陈峰内心更是狂喜，用几个金币就可以换来如此逆天的 buff， 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药剂师诺顿要承包我的属性 buff 了。告别药剂师诺顿，陈峰径直朝着新手村农场走去。我来了！小野猪提着法杖来到村外的农田，果然看到一群又黑又大的野猪正在用着巨大的猪鼻子开心地供着地里的大白菜。没多久，几只野猪就将一块地里的大白菜全部拱出来吃掉。那么好的白菜，让你们这些黑猪给拱了，不能饶恕！陈峰上前，眼睛中自动出现一连串数据：野猪普通级，等级 LV1， 血量200，攻击10，防御2，技能拱你，野猪冲撞。描述：山上跑下来的野猪皮糙肉厚，喜欢破坏白菜，还会咬人，要小心它的獠牙。数据传来，野猪的属性还是比较强大的，血量比出生的玩家至少高了1倍，要是没有几个玩家一起，估计是干不掉它。但是自己不同，现在自己手上可是握着黄金武器，2倍的全属性加成，自己就算让100头野猪来拱自己，也不会掉血。直接吟唱技能：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很快，2个技能全部吟唱完毕，陈峰的身前出现了2个强大的生物。一只身穿铠甲，手上拿着比他身高还要高的巨大狼牙棒，这就是机甲哥布林。由于是哥布林种族的原因，个子比较矮小，但是这样看起来机甲哥布林更加的强壮。因为陈峰的属性得到了10倍的加强，2只召唤生物也得到了加强。机甲哥布林青铜级，等级 LV1， 血量600，攻击60，攻击速度 1.3 次每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 1.5 米每秒，防御10，技能加速重击，攻击时有 10% 几率使敌人进入眩晕状2秒，对白银包括品级以上单位无效。不愧是青铜品质的召唤生物，属性堪比 BOSS。 原本就很强大的召唤生物，偏向近战眩晕的战士，加上陈峰现在 100% 的属性加成，完全比一个战士玩家还要厉害多了。继续看向另外一只召唤物，身高大约2米，浑身冲刺着黄色闪电能量的能量体，这就是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青铜级，等级 LV1， 血量400，攻击75，魔法攻击，攻击速度 1.3 次每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米每秒，防御10，技能雷击闪电盾，攻击时有 20% 几率使敌人进入感电状态3秒，对白银包括品级以上单位无效，对感电的敌人额外附加光属性伤害。第5章效率刷怪。血量虽然没有机甲哥布林高，但是输出绝对堪比一个3级的法师，而且雷系的召唤兽攻击的频率比较快，妥妥的一个雷系法师加上前排的机甲哥布林，现在有输出又有前排，再来个召唤物可以奶的，就更加完美了。召唤师要想召唤军团强大，也是和各大召唤兽的配合有关系的，后期一个完美的召唤兽组合堪比一个顶尖的开荒队伍。现在这2个召唤物一出场，在气势上就拥有压倒性胜利。上吧，干掉拱白菜的野猪！指挥着2个强大的召唤兽分别冲向下方农田的野猪群。农场周围原本正在吃大白菜的野猪看到冲过来的1人2召唤兽，发出一声嚎叫，快速向着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冲了过去。只见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手指连续指向野猪时，野猪的头顶就出现了一道如同钢丝一般的雷线，劈在野猪的身体之上。75，感电152，直接2道伤害飘出，还没靠近的野猪就被电得外焦里嫩，倒下化为一丝经验飘向自己。而机甲哥布林也是拿着他那根巨大的狼牙棒狠狠地敲在另外一只野猪的头上，时不时就将野猪砸晕，没多久也将另外一只野猪敲死倒在地上，化为经验飘向自己。这2只青铜级别的召唤生物的属性要比这 LV1 级的野猪不知道强大多少，击杀的快也是理所当然。就这样继续让2只召唤兽分别攻击着农田附近的大量野猪。陈峰也是不是一个普通攻击飞向野猪也能打出很高的伤害。
一人2召唤兽分头行动，刷怪物的效率不要太快。75、74、65。随着一头头野猪纷纷倒在地面上，化为尸体，陈峰的系统面板上也不停跳出一阵阵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你击杀野猪，普通级，获得经验1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00点。叮咚，恭喜你击杀野猪，普通级，获得经验1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00点。没过多久，陈峰的等级就接二连三的提升。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2 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3 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所有初次选择职业的玩家在等级提升后获得的属性都是一样的5点自由属性点和1点技能点。在玩家等级30级后，自己的职业进行转职，转职后会根据转职后职业的强度获得不同其他人的升级奖励加成。但是陈峰拥有隐藏职业卷轴，在使用后就可以比其他玩家更多的属性奖励。在隐藏职业2转后，估计可以解锁更为强大的隐藏职业天赋。隐藏职业非常难以获得，反正自己前世见过的几大隐藏职业都是站在全蓝星巅峰的存在，当然自己前世没有隐藏职业也非常强大。看到多出来的10点属性点，召唤师主要加点就是智力，因为智力可以影响到召唤兽的属性，但是全部智力的话本体太脆了，要是召唤师被击杀，即使你的召唤兽再强大也会全部消失。前世的加点就是4点智力1点体力，既有强大的召唤兽属性的同时，自己的生存能力也大大提高，直接将8点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上面，再在体力上面加了2点，这样陈峰的召唤兽属性也得到了1点点的提高，自己的属性也提高了一部分。等到游戏中后期自己得到一些召唤师的保命技能后，再考虑全部智力加点，毕竟活着才有输出。陈峰将获得的2点技能点全部加在了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上面，目前还是以输出为主的，毕竟现在没有什么怪物可以破开他们的防御，技能点用在输出上可以加快升级效率。等到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等级提升到5级后，就能解锁技能闪电5连发，既可以直线攻击范围内的所有敌人，这样清怪就更快了。技能点虽然很是珍贵，获取方法也不多，但那是对普通玩家而言的。对于自己，陈峰知道各大品级别的 BOSS 手杀、副本手通等等，只要你能领先其所有人，就可以得到大量的技能点属性点，所以这点升级的属性带你陈峰加在这个青铜技能上完全无所谓。继续，陈峰将技能点加完后，再次指挥这2个召唤兽上去击杀野猪。现在由于自己等级3级了，击杀 LV1 级的野猪经验比较少，即使有着100倍奖励增幅，也没有提升的很快。陈峰准备收集完任务物品野猪皮就离开这里，去刷等级比较高的怪物。刚刚翻看第一个野猪的尸体时，系统奖励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叮咚，你捡起铜币2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银币2枚。叮咚，你捡起任务物品野猪皮加1张，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任务物品野猪皮加100张。叮咚，听到提示音的陈峰先是一愣，随后看下背包里面的任务物品，野猪皮已经有着100张静静的躺在背包内。没想到任务物品也可以触发100倍奖励增幅，这样下来自己的任务应该是直接可以完成了。想的没有错，虽然这个任务材料不是100%掉落的，但是只要掉落一次就是100张的野猪皮。很快陈峰将附近野猪的尸体全部摸了一遍，就得到了500多张的野猪皮。但是除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铜币和任务物品野猪皮之外，陈峰击杀光了这一片的野猪，愣是一个装备都没爆出来。第6章，我野猪呢？是真的元宇宙没有错，和前世的爆率基本相当。陈峰略微吐槽了一番，想到要不是自己新手礼包开出了技能书和装备，自己估计要拿着新手法杖，然后带着一个雷沃斯，现在估计还在征战野猪吧。陈峰摇了摇头，随后看了看时间，元宇宙的开服时间应该也到了。现在的新手村内外肯定充斥着大量的玩家，不知道和我同一个新手村的玩家看到这片怪区一只野猪都没了，表情会有多么奇怪。陈峰嘿嘿一笑，然后向着更高级怪区移动。陈峰想的没错，此时9528号的新手村聚集了大量的玩家，一群群的玩家在新手村的复活祭坛上冲了出来，接任务的接任务，买药水的买药水。元宇宙这真实程度真高啊！我的设备只是1万蓝星币一个的游戏头盔，模拟程度都那么高，妥妥的第2世界啊！太他喵的真实了！你看那女 NPC 导师的法杖真白啊！还有那个萝莉白你妹！赶紧去学技能吧，你口水都要滴到人家 NPC 的腿上了。一大群好奇的玩家都在兴奋地议论着，也有着一大群玩家想的是快速提高等级，学习完技能接了任务后，没有一刻停留的就冲向了农田的野猪领地。哈哈，冲啊！小野猪本大爷来杀你了！我的钱全部都买了游戏头盔，
听说元宇宙前期随便出一个装备都能卖好多钱，我赶野猪身上的装备再向我招手，冲啊！一夜暴富不是梦，我的大刀早就饥渴难耐了。元宇宙牛逼啊！我爱死这个游戏了。都精神点，听说新手的1级野怪野猪比玩家的属性还要高出不少，不能大意。一个工会管理模样的人对着手下的队员说道。一群无论是有组织的工会玩家还是散人玩家，个个都摩拳擦掌，怀着激动的心情冲向新手村的外围。但是当一群人兴致冲冲的来到农田的时候，所有人都直接石化了。周围一阵冷风吹过，原本应该在农田里供着大白菜的野猪一只都没有了。我尼玛，野猪呢？有人率先开口，周围的玩家都开始议论了起来。MD， 什么垃圾游戏？第一个任务就出现 bug， 垃圾游戏，客服呢？客服出来给爷解释一下。你们刚才不是还说元宇宙牛逼吗？周围的玩家纷纷开始抗议，也有玩家联系了他们工会其他新手村的成员，问有没有碰到这个 bug， 但是得到的回复都是正常的，这就让9528号新手村的玩家更不解了。因为元宇宙的刷怪时间需要5分钟左右，9528号新手村的玩家估计还要等好几分钟才能等到野猪刷新了。也有些玩家等不了了，冲到了 LV3级的野牛群去试试运气，不出意外的全部都被顶回了新手村。经历过几次后，所有玩家只能静静的等着1级的野猪刷新。而此时新手村野外，陈峰穿过了一条小河水，来到了一处山坡上，看着地下的草地上面出现了大量的野狼，正在草地上休息。陈峰眼睛一亮，一道侦察术瞟了出去，一连串的数据出现在陈峰的眼前。荒原野狼白板级，等级 LV5， 血量600，攻击25，防御2，技能撕咬、狼扑、狼爪。描述：平原上的野狼经常猎杀村子里面的牲畜，小心别惹怒他们，他们的头领很强大。虽然是 LV5级的野怪，血量和攻击也还算可以，但是对陈峰来说不算什么。关掉眼前的怪物面板，陈直接开始吟唱。几秒过后，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及光格雷灵，将2只召唤兽提前召唤了出来。指挥着就召唤兽就嗷嗷地冲向了荒原野狼。荒原野狼估计是刚偷吃了小羊，正在草地上美美的休息，危险降临了都还不知道。就在这时，几道雷电击中在他的身躯上，143、301，暴击，2道电光一闪而过。这次荒原野狼就掉了1半以上的血量，加了2点技能点的雷之精灵及光格雷灵等级现在是 LV3级，虽然还是有这一点等级压制，但是它的全面属性都得到了提高。运气真不错，那么小的法术暴击几率都触发了。随后荒原野狼带着感电的身躯爬了起来，看着冲过来的1人2宠物龇牙咧嘴，随后一声狼啸，招呼了周围的几只荒原野狼一起冲了过来。看着冲过来的几只荒原野狼，陈峰手中的黄金武器闪烁的金色的光芒。武器附带的技能南瓜炸弹，使用后可以向指定方向丢出1枚3×3的南瓜炸弹，直接将几头荒原野狼的范围全部覆盖。几只荒原野狼的头顶都冒出了一道伤害数字：415、425、417、418。南瓜炸弹直接将冲过来的4只荒原野狼全部都打掉了1半以上的血量，一只原本被攻击过的荒原野狼直接暴毙，化为经验，其余的3只也被技能眩晕3秒。随后雷之精灵及光格雷灵和机甲哥布林冲了上去，几下就再次将这3只野狼全部消灭。叮咚，恭喜你击杀荒原野狼，白板级，获得经验5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5000点。叮咚，恭喜你击杀荒原野狼，白板级，获得经验5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5000点。叮咚，系统4条奖励声音传来，本来就快要升级的陈峰，随着一道金光在身体周围升起等级，再次提升。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4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第7章黑铁 BOSS 首杀。短短几十分钟，等级提升到 LV4级后，还有 85% 的经验就能升到5级了。陈峰还是有点小开心的。到了5级就能再解锁一个技能栏，虽然现在还没技能书，到时候回去学个基础技能，在100倍奖励增幅下，至少也是一个青铜级别的召唤技能。召唤师对于装备的需求不如一个强力的召唤技能。看到继续冲过来的荒原野狼，陈峰继续指挥这2大召唤兽上前攻击，自己则在后面放普通的魔法攻击，没多久就可以击杀一只荒原野狼。这就是召唤师的好处，只要自己的召唤物强大，自己只要在后面猥琐输出就行了。没过多久就将附近的荒原野狼全部都消灭干净。不知不觉在100倍奖励增幅下，等级再次提升，等级到达了 LV5级。这时继续打 LV5级的野狼就没有经验加成了。越级击杀怪物
有经验加成。陈峰想要快速到达 LV 10级转职隐藏职业，就打算一边走向地图外，一边清理这周围的小怪，然后去往下一个练级点。要是能碰到 BOSS 就好了。根据侦查术描述的文字，这里应该是有这个 BOSS 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低声呢喃了一句，继续向着前方的荒原走去。一路上碰荒原野狼就将其击杀。就在陈峰又击杀了一头荒原野狼后，这头荒原野狼死亡前突然发出了一声哀嚎，哀嚎声传出老远，随后荒原一个小山坡的位置突然传来了一声更为嘹亮回应，啊呜！陈峰停下脚步，向着前方看去，只见他的视线边缘出现了一头比之其他荒原野狼还要大1倍左右的巨大野狼，浑身毛发更为浓密，好似非常愤怒地冲向了陈峰。难道是 BOSS？ 陈峰定睛向着冲来的巨大野狼看去，侦察术飞向了远处，随后陈峰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荒原野狼王黑铁级 BOSS， 等级 LV7， 血量1800，攻击120，防御10，技能疯狂撕咬，巨狼扑食，狼爪，狼王咆哮。描述：平原上的野狼王经常猎杀村子里面的牲畜，战斗力非常强横，一般不会出现。果然是 BOSS， 陈峰内心乐开了花。所有 BOSS 的首杀基本都能大爆，往后击杀次数越多，爆出装备的概率也就越低。原本黑铁品级的 BOSS 最多爆出来的基本都是黑铁装备，陈峰也不怎么看得上，基本也是过渡。但是有了100倍奖励增幅后，黑铁级别的装备至少也能增幅为白银吧。而且所有品级的 BOSS 全服首杀是有系统公告，还有丰厚的奖励，陈峰当然不能错过。黑铁级没有公告，他觉得现阶段应该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击杀任何 BOSS， 就算是黑铁级的也很难击杀。陈峰随后指挥着2大召唤兽冲向了荒原野狼王，对他进行了攻击。陈峰将升级获得的4点技能点全部加在了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上，如今的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等级已经达到了 LV5级，解锁了第2技能，攻击属性也得到了大幅提升。青铜级别的2只召唤物对阵区1只黑铁级的 BOSS， 陈峰还是认为很轻松的。很快，巨大的狼王和机甲哥布林就碰到了一起。巨大的狼爪狠狠地抓向机甲哥布林，机甲哥布林的巨大狼牙棒也狠狠地敲在狼王的头上。115、54，两个怪物的头上分别冒出了伤害数字。机甲哥布林由于等级还是 LV1级，在等级压制的情况下受到了比较大的伤害。但是随后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的大量雷电劈在了狼王的身躯之上，5道伤害数字挑出。闪电5连发的技能在攻击单体怪物时会集中攻击。154、154、154、259，感电，259，感电。最后2下攻击触发了感电伤害，略微计算了一下，现在 LV5级的感电伤害大约可以多造成100点左右的光属性伤害。如此多的伤害在荒原野狼王的头顶上跳出，直接让他的血条掉了2/3。残血的荒原野狼王身体之上还附加着感电的负面属性，丝丝电光在他的身上冒出。感觉到不对劲的他竟然产生了丝丝退意，双脚不停的后退。陈峰看到这一幕没有丝毫惊讶，因为他知道只要是 BOSS 都是拥有一定智能的存在，等级越高的 BOSS 拥有的智能越高。前世一些最终 BOSS 就如同超级智脑一样，比之人类的智商还要高上不知道多少。这个普通的黑铁 BOSS 产生一点畏惧死亡，陈峰没有感到丝毫奇怪。不过陈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狼王，在陈峰指挥下，机甲哥布林的大棒子早就抡了过去，运气也非常不错，触发了重击。狼王的头上直接出现了眩晕的标志，看到机会的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直接连续的发出雷电，在最后几道闪电的攻击下，荒野野狼王哀嚎一声，巨大的身躯直接倒地，砸在了地面上，溅起一地的灰尘。随后系统的奖励声音传来，叮咚，恭喜你击杀荒原野狼王，黑铁级，获得经验2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2万点。大量经验的涌入，陈峰再度升级。叮咚，恭喜你的等级提升至 LV6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升级提示音后，首杀的奖励提示音也响起。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黑铁级 BOSS 的玩家，额外获得奖励技能点1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加100点。100点技能点啊！陈峰还是不敢相信，毕竟技能点对于所有召唤玩家的作用不亚于极品装备。第8章白银级召唤兽黑暗骑士，装备有钱还是可以买到的，但是技能点就只有那么多。技能点在玩家前20级时，每次提升一个等级可以获得1点技能点，20级到30级每级可以获得2点技能点，30级到40级每次可以获得3点技能点，以此类推，升级到100级的话，玩家基本可以获得560点的技能点。想要其他方式获得技能点，
除了首杀各品阶的 BOSS 外，游戏中击杀高品阶的 BOSS、做特殊任务、副本奖励等也能获得一些技能点。后期高品阶的技能升级需求的技能点非常多。总之，想要将自身的技能等级都提高，就需要在游戏里不停的干。打开了人物面板，看到大量的技能点到账，没有犹豫，直接将2个召唤技能全部加到了11级，直到技能不能继续升级了为止。技能等级不能超过玩家等级5级。现在终于不愁技能点不够了，只要首杀不同品阶的 BOSS 就够了。收起法杖，将战利品一一捡起。叮咚，你捡起银币2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2枚。叮咚，你捡起装备野狼戒指、黑铁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狼王之剑、白银器。叮咚，你捡起技能书召唤骷髅、黑铁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连续的物品奖励在系统界面上弹出，当看到戒指装备和技能书时，陈峰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打开背包，如同6合彩开奖一般，查看戒指和技能书的属性。狼王之戒、白银器，攻击加10，敏捷加10，魔法加200。需求等级 LV6， 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狼吼。发动技能使5×5范围内的友方玩家单位提升 5% 攻击，防御提升 5%， 持续20秒，冷却时间60秒。描述：狼王晶核凝聚的戒指拥有狼王的能力。太好了，竟然是附带了辅助特效的戒指。戒指这个部位原本在所有装备部位中就是最难出的部位，何况还是带有辅助技能的，虽然属性一般般，但是非常适合现在的召唤师。直接将戒指戴到手上，随后看向技能书。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5，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120点 MP， 吟唱法术5秒后，召唤一只黑暗骑士协助作战。LV1级时，黑暗骑士会使用巨剑攻击，普通攻击有概率击退敌人，可切换盾牌防御。防御状态时，召唤兽正面所受伤害减少 50%。LV5级以上时，附加被动技能守护光环，可加快自身和范围内的友军 HP 恢复速度。LV10级以上附加技能，嘲讽对周围的生物进行嘲讽，强制攻击自身5秒，同时提升自身异常状态抗性。LV15级时附加被动技能，防御光环对范围内的所有友军生物提升一定防御。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120秒，主人自身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120秒。竟然是黑暗骑士，太好了！陈峰前世就拥有这个技能，召唤黑暗骑士。黑暗骑士在召唤大军中起到的作用就是充当 MT。MT 是游戏中肉盾的意思。虽然他是 MT， 但是在前期的他攻击能力也非常不俗，特别是在解锁完全部技能形态后。而且黑暗骑士的造型特别帅气，一身的古朴盔甲，别提多拉风了。直接将技能书拍碎，技能书化为流光进入体内，解锁第3技能，技能上多出了一个骑士技能图标，直接使用技能点将黑暗骑士的技能等级拉满。就这样，陈峰现在已经拥有3只等级 LV11级的召唤物了，瞬间感觉自己的实力再次得到进一步上升。想试试现在召唤兽的战斗力，陈峰直接将一瓶2级恢复药水喝了下去。恢复了 MP 的陈峰迫不及待地向着更高的野怪区域走去。几十分钟后，陈峰在路上一边赶路，一边击杀着沿路上的小野怪，在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下，很快等级再次提升到 LV7级，距离等级10级的门槛已经不远。现在元宇宙玩家的平均等级可能只有2到3级左右吧。不知道整个服务器的一些工会大佬和土豪富二代们，知道有一个玩家的等级达到 LV7时，他们会怎么想？看到自己快速提升的等级，陈峰不自觉地呢喃了一句。拥有100倍奖励增幅的他，才能以一己之力领先整个工会一起扶持的人。半个多小时后，陈峰终于来到了新的练级场所。这个地方的怪物等级达到了 LV10级，还没有其他玩家踏足，同样拥有着很大的机会可以碰到 BOSS。一旦能够将青铜级别的 BOSS 击杀，在100倍奖励增幅下，只要试出一件青铜装备，至少也可以提升为黄金装备。现阶段的黄金装备要是属性好一点的话，卖个几十万还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自己并不缺钱，但是青铜 BOSS 的首杀奖励是一定要拿的。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全服首杀青铜 BOSS 的话，至少有全新手村的系统通告。这些系统通告的唯一作用，就是让一个人的名声快速传播，对自己以后游戏内的发展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缓缓地向着平原内部走去，很快在陈峰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片茂密的丛林。进入丛林内部，周围的树木和地面之上出现了大量的蜘蛛。蜘蛛通体黑色，巨大的獠牙挂在前方，8只眼睛正四处打量着。吱吱吱吱吱吱，一阵皮革作响的声音传出，
可能是感应到周围有陌生人靠近，正在外围的蜘蛛好似变得非常不安起来。第9章剧毒蜘蛛首领。眼中灵光闪过，前方蜘蛛的数据传入脑中。丛林蜘蛛白板级，等级 LV10， 血量1000，攻击56，防御10，技能毒牙刺激喷毒。描述：巨型蜘蛛会用毒素攻击，攻击有 40% 几率使人中毒，每秒扣除20点的生命值，持续10秒。这个属性对于其他新手玩家不可谓不强，高达 40% 几率的中毒属性加上50多点的攻击，没有几个玩家配合是很难抗住他的伤害。但是陈峰丝毫不介意，刚好可以试试新的召唤物黑暗骑士的威力。陈峰手上的法杖举起，一阵吟唱后，召唤黑暗骑士。地面上黑色的法阵亮起，一个身穿铠甲手拿巨剑的古罗马骑士出现在身前。帅！黑暗骑士一出场，3只丛林蜘蛛就爬到了黑暗骑士的面前。由于黑暗骑士非常高大，巨大的蜘蛛在他的眼前就如同一只小鸡一般。很快，3只丛林蜘蛛的尖牙就啃在了黑暗骑士的铠甲之上。1 3道不破防的伤害数字在黑暗骑士的头顶跳出。此时黑暗骑士的等级已经达到 LV12 级了，对丛林蜘蛛拥有2级的等级压制，而且黑暗骑士的防御高达50点，丛林蜘蛛微弱的攻击肯定破不了防御，打的一点强制扣血还没有他的回血快。不愧是被誉为超强防御的黑暗骑士。几分钟后，随着黑暗骑士的巨剑一次次落下，周围的丛林蜘蛛很快都被一一击杀。在附近的最后一只丛林蜘蛛被击杀后，陈峰才收起法杖，向着丛林内部走去。继续行走了没几分钟，在击杀了一只丛林蜘蛛后，陈峰的等级再次提升。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8 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将5点属性点加了4点智力，加了1点体力，1点技能点直接无视，以后直接靠着奖励获得的技能点就够了。随后将技能点将3只召唤兽的技能等级全部提升到 LV13 级，3只召唤兽的属性再次提升了大约 1%。 在背包里掏出一瓶2级恢复 MP 药水，恢复了一下状态。召唤师真费兰买的 HP 药水一瓶没用到，不知道那个药剂师老头能不能让我将 HP 药水退了。状态得到恢复后，迈着步子走向了最后击杀的那只丛林蜘蛛，准备将铜币捡起来。就在陈峰翻看丛林蜘蛛尸体时，突然看到尸体的下方竟然出现了一件冒着铁色的鞋子。终于出装备了！击杀了如此之多的怪物，没有100也有90了，除了 BOSS 爆的小怪连一件装备毛都没看到。他都怀疑是不是系统给自己的幸运值太低了。叮咚，你捡起铜币3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银币30枚。叮咚，你捡起装备丛林布鞋黑铁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蜘蛛软靴白银器。将地面上的金币和装备都捡了起来，陈峰打开背包，看向了靴子的属性：蜘蛛软靴白银器，移动速度正 5%， 体力加10，智力加5，需求等级 LV10， 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无。描述：蜘蛛丝制成的鞋子非常的轻盈，这件白银装备属性很是一般，但是好歹加了 5% 的移动速度，勉强用下了，反正也不是靠自己输出。但是这件装备的等级需要 LV10 级才能装备，无奈只能先丢进背包，继续向着里面的丛林走去。现在陈峰在这里的目标就是快速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 LV10 级。时间流逝，随着丛林蜘蛛不断的被击杀，陈峰的经验条也在飞速上涨着，马上就要到达9级了。就在他想要继续向着里面击杀蜘蛛时，前方也一大块空地上刷新了一只体型明显比之前蜘蛛还要大上不少的黑色蜘蛛。陈峰眼前一亮，随后一连串的信息传到陈峰的脑海之中：剧毒蜘蛛首领，青铜级 BOSS， 等级 LV12， 血量2000，攻击130，防御35，技能毒牙刺激喷射毒液蛛网缠绕疯狂凿击。描述：剧毒蜘蛛会用毒素攻击，小心它的蛛网缠绕。我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刚刚击杀了黑铁级的 BOSS 就出现一个青铜级的 BOSS。 陈峰内心狂喜，元宇宙中低品阶的 BOSS 刷新都是看运气的，就像之前陈峰无意之间击杀了的哪只荒原野狼，可能和 BOSS 有什么特殊关系，直接就刷出了荒原野狼王。也有可能就是你将这一片的怪物击杀的比较多，也会刷出同类型的 BOSS。 这次刷出 BOSS 的概率可能是因为陈峰击杀足够多的丛林蜘蛛的原因。陈峰看向前方的蜘蛛，直接开始吟唱技能。几秒过后，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
连续将自己的3只召唤兽全部召唤了出来，随后就指挥着3只召唤兽。黑暗骑士移动速度最快在最前方，其次是机甲哥布林，最后才是法师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现在机甲哥布林的等级已经达到了 LV13级，所以现在解锁了其他2个远程技能形态，可以投掷石头和投掷爆弹。投掷石头的攻击速度非常之快，还能范围投掷，堪比一个小法师。爆弹就更不用说了，可以对目标造成一个范围性杀伤，伤害非常恐怖。现在的3个组合，一个近战，一个近战远程全能，一个远程法师，要是再来个治疗宠物的话，黄金 BOSS 来都得躺下。第10章连续2道公告。很快，冲在最前方的黑暗骑士率先和剧毒蜘蛛首领交上手。剧毒蜘蛛首领的獠牙比之前的丛林蜘蛛的獠牙至少大了数倍，只见巨大的獠牙狠狠地啃了下去。黑暗骑士见状，手上的盾牌举起，随后蜘蛛獠牙和金属盾牌撞到了一起，当的一声在撞击点散发出来。黑暗骑士头顶跳出了一个伤害数字51。与此同时，黑暗骑士的全身瞬间笼罩了一层绿色的毒素，将整个身体包围。叮咚，你的召唤物黑暗骑士受到剧毒蜘蛛首领的中毒效果，生命损失50点每秒，持续10秒。此时，黑暗骑士头顶上不断冒出减50的伤害数字，秒伤还是挺高的嘛。陈峰轻声呢喃，但是陈峰并不担心，这一点点伤害对于黑暗骑士的血条来说，直接可以无视，加上有着抵抗异常状态的技能，也扣不了太多的血。陈峰另外2只召唤兽的攻击的也纷纷落在剧毒蜘蛛首领的身上。咻咻咻，丢石头，滋滋滋，电击声，大量的石块和细小的电击不分先后的击中目标。110、56、135、154，仅仅一瞬间就对 BOSS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雷击降临的同时，还触发了技能的感电效果。此时，黑暗骑士巨剑直接一剑刺了过去，对 BOSS 造成了200多点的伤害。剧毒蜘蛛首领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顿时无比愤怒，向着3只召唤兽同时释放了范围性技能喷射毒液。剧毒蜘蛛首领的身体内弥漫出大量的毒素，3只召唤物和陈峰瞬间中毒，每秒受到了50点的伤害。但是这样的伤害也不能对着这一人3兽造成实际的伤害。3只召唤兽的攻击再次落在剧毒蜘蛛首领的身上，在拥有感电效果的这段时间，伤害猛增。机甲哥布林的爆弹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的闪电5连发，狠狠地落在剧毒蜘蛛首领身上。195、215，很快 BOSS 的血条亏空，可怜的青铜级 BOSS 就这样在3只召唤兽的围攻下化为了经验和装备，倒在了地上。看到倒地的 BOSS， 陈峰默默感叹，围攻的感觉太爽了。随后 BOSS 死亡的经验落在陈峰的身体上，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击杀剧毒蜘蛛首领青铜级 BOSS， 获得经验4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4万点。随着经验入体，陈峰身体连续冒出2道升级的金光。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9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10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等级直接提升到 LV10级，已经可以去完成隐藏职业的转职任务了。随后更多的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青铜级 BOSS 的玩家，额外获得奖励技能点1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加100点。随着技能点的再次入账，又一道系统提示在陈峰光脑面板上弹出，叮咚，9528号新手村公告，玩家是天击杀 LV12级剧毒蜘蛛首领青铜级 BOSS， 成为新手村首杀青铜级 BOSS 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是天经验值1万点，技能点加1，自由属性点加5，玩家声望加50点。叮咚，9528号新手村公告，叮咚，系统公告在9528号新手村整整刷了3遍，而后整个9528号新手村的玩家瞬间炸开了锅。这是天是谁？这怎么可能开服才几个小时？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击杀青铜 BOSS 了？这个是天，不会是开了吧？傻叉！你不知道元宇宙这款游戏是智脑运行的吗？怎么可能有人能开？是天大佬牛逼，我要做大佬的小弟。一群9528号新手村的玩家都在议论纷纷，大部分都被陈峰首杀青铜级别的 BOSS 吓了一跳，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但是毕竟只是新手村，公告影响并不是很大。不过当第2条大夏区公告响起时，所有的玩家都不淡定了。叮咚，国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等级达到 LV10级，作为国服第一个达到 LV10级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是天开拓者称号，玩家声望加100点。叮咚，国服公告，叮咚，也是3道飘红的系统公告，在全大夏玩家的系统光屏中飘过。这一次不单单是9528号新手村的人可以看到，而是全大夏的玩家都看到了，这次直接让整个服务器沸腾了。卧槽，
这个人绝逼开了，怎么可能升级有那么快？我尼玛，刚开服就进入游戏了，一刻都没有松懈，这才升到4级，居然有人到了10级，这能信？这也太变态了吧！这才开服多久？就算是几万人的工会一起提升，也不可能有那么快吧？嘤，是天大神求带，我愿意以身相许。去你的嘤怪！原本在9528号新手村的玩家，听到陈峰首杀青铜 BOSS 的消息，已经够震撼了，现在居然还是第一个达到10级的，简直是让无数玩家羡慕嫉妒恨啊！除了一些普通玩家以外，是天这个名字也进入了国服各大势力和顶尖玩家的眼中。一时间，国服关于是天这个 ID 成了所有大夏玩家热议的话题。第11章偶遇包场。陈峰看到6道系统公告后，并不在意，此刻的他只关心青铜 BOSS 首杀可以给自己爆出什么东西。赶忙指挥黑暗骑士将 BOSS 的尸体移开，露出了里面的银币和装备。叮咚，你捡起银币2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20枚。叮咚，你捡起装备丛林法袍青铜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银翼法袍黄金器。叮咚，你捡起装备丛林长剑青铜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剧毒长剑黄金级。叮咚，你捡起技能书重斩青铜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3连斩黄金级。捡起装备和技能书，直接查看了装备和技能书的属性。银翼法袍黄金器，防御20，血量500，体力加10，需求等级 LV12，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抵抗，受到伤害时可以抵挡50点伤害。描述：剧毒长剑黄金器，攻击95，力量加15，体力加10，需求等级 LV12，适用职业战士、骑士。附加特效剧毒，释放技能后下一次攻击必定造成敌方中毒，中毒的敌人每秒损失50点伤害，持续10秒，剧毒冷却时间60秒，对中毒的敌人额外造成20%的物理伤害。描述：剧毒炼化的长剑，触碰到就能使人感染剧毒，要十分小心。3连斩黄金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10，学习职业战士。技能效果：消耗 MP 100点，对敌方单位造成3次连续的物理伤害，第一击造成50%的物理伤害，第二击造成60%的物理伤害，第三击造成70%的物理伤害。技能冷却时间60秒，伤害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看到2件黄金装备和技能书，陈峰脸上充满了笑容，这次可谓是大丰收啊！法袍自己留着可以使用，黄金器剧毒长剑不出意料应该是现阶段最强的战士装备，技能书3连斩也是一样，都是极品中的极品。可不过陈峰并不缺钱，这些装备和技能书也是先留着，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和别的玩家兑换自己可以使用的技能书，实在不行就卖掉。陈峰将装备技能书统统收起，准备返回新手村领取隐藏任务时，这时他看到了自己的好友界面图出现了近1000万条的好友申请，倒是让他略微惊讶了一下。看了看，大部分都是求带，要个好友位置的信息，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会邀请信息。陈峰直接全部无视，将对方加自己好友的功能关闭了。对于其他大势力的邀请，陈峰并不心动，自己这一世的目标就是自己组建一个势力，将前世自己认识的好友和大夏强者都聚集到自己的工会下，这样在游戏降临现实的时候，自己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关闭了好友界面，他记得系统首杀还奖励了一个青铜宝箱和称号，还没查看。陈峰直接一遍赶路一遍查看。开拓者称号，携带等级 LV10，佩戴效果全属性加10，魔法恢复速度增加， NPC 好感度提升10点。描述：玩家率先达到 LV10级的荣誉象征。沉默了许久，系统真小气啊，这称号貌似没什么用，算了，加了点微薄的属性，勉强带上吧。陈峰也明白了，系统直接发放的奖励是无法得到100倍奖励增幅，将称号带了上去，外观还算不错，非常显眼。陈峰怕麻烦，直接将装备和名字、ID 等全部隐藏了起来。一路上没有任何停留，向着新手村方向走去。随着新手村越来越近，周围开始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些玩家。现在这个阶段，第一梯队的玩家大概5级左右。陈峰有些好奇，便打开了新手村等级排行榜，看到了等级榜第一的赫然是一名弓箭手，这个玩家等级已经达到了 LV7级，看来也是拥有着什么逆天天赋的玩家。看了看 ID 风行者，看到 ID 的一瞬间，陈峰陷入了回忆。风行者在前世是大夏10大高手之一，拥有神秘的职业天赋，在游戏后期好像还转职成了隐藏职业，实力非常强大。没想到我竟然和风行者在同一个新手村。
陈峰默默念叨了一句，作为前世同为守护大夏的好友，自己还是略微有些感慨。在前世风行者为了守护大夏，最后在面对天灾军团时没有丝毫退却，但是奈何实力有限，最终也是被天灾俘获，受尽折磨而死。这一世有机会的话，就将风行者拉拢过来吧。陈峰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加快自身的强大速度，不能让前世的悲剧重演。就在陈峰慢慢向着荒原野狼处走去时，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玩家，好似正在包场练级。只见一大群头玩家正在荒原路口处，好似在说着些什么。由于这条路是前往新手村的必经之路，陈峰也只能向着人群的方向走去。正当快要到达人群中时，周围玩家的说话的声音传了过来：“这里被我们血色帝国公会包场了，想要练级也可以，每人缴纳10枚金币的保护费，不然就给我早些滚。”站在路口处的一名战士玩家，头上顶着凤梨头的发型，长长的马脸非常具有标志性。此时他正一脸凶神恶煞地对着周围的玩家说道：“我们也是玩家，这里是公共练级场所，凭什么你们血色帝国公会要收10枚金币？”“是啊，是啊，10金币，我们打到现在也才几枚金币，你怎么不去抢？”见到有人率先开口，周围的玩家纷纷附和，想要进去练级。为首的凤梨头马脸战士看了看人群，眼神微微眯起，随后笑了笑，对着他身边的玩家使了个眼色。这时只见为首战士身边的2名身影突然消失。没过多久，只见最开始说话的那名青年法师背后突然出现了2道身影。在那名法师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道匕首发着渗人的寒光抹向了青年法师的脖子，另外一道匕首发动技能凿击，狠狠地插向了他的后背。85、160，暴击！2道物理伤害跳出，法师的血条亏空。这时他才反应过来，但是奈何自己已经进入了眩晕状态，无法动弹。随后2名刺客再次发动攻击，被刺，2道伤害数字再度跳出，青年法师直接化为白光，回到了新手村，只留下一具尸体和一把法杖。第12章，战斗开始。周围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等级 LV5级的法师也算第一梯队的玩家了，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直接就被2名刺客秒杀了。而且看到这2名刺客的手法很是熟练，看了看他们头顶上的红名，很明显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干了。怎么样，你们谁还想和他一样的下场的？凤梨头马脸战士踢了踢被击杀的法师尸体，将装备和钱币收了起来，笑着看向周围的玩家，脸上尽是嘲讽之色。周围的玩家看到后是敢怒不敢言，有的玩家直接上前将金币交易了过去，然后带着自己手下的几名队员进入了荒原。这才对嘛，干嘛非要比我动粗呢？还有没有人要进去的？上来交金币了。周围的玩家见状也很无奈，没办法，附近的练级区域只有这个地方刚好适合练级，再低一点的地方经验不高，再高一些的地方又打不过，只能走向前去将金币掏了出来，随后进入练级地。陈峰看见了后内心毫无波澜，这种事情他前世见的太多了，练级包场还只是基本操作，只要不要惹到他，他可不会没事，管这档子闲事。陈峰很快向着边上的小路走了过去，并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里。但是陈峰这一举动很快就被为首的凤梨头马脸战士发现，他开始仔细打量了一下这名隐藏了姓名的玩家，看了看样子应该是个法系职业，手上正拿着一根普通的法杖，并不起眼。但是随着他的目光扫视，很快发现了这名法系玩家不简单。只见陈峰的手上竟然有着一枚戒指，这让为首的战士眼睛之中露出了贪婪的目光。要知道，戒指、项链这2装备可是非常难出的装备部位，现在新手村里随随便便一个白板戒指都能卖到200-300金币，兑换成蓝星币可是2-3千块钱，都快顶得上普通人1个月的工资了。而且这人过来的方向是等级达到了 LV6级的怪物区域，这让他不由得多想了一下，难道是厉害的散人玩家？为首的战士立即有了拉拢陈峰的心思，便立即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走去。哎，小兄弟，你干嘛去啊？不进去练级吗？听到声音的陈峰眉头微皱，看向来人，终于看到了这名玩家的 ID 血色黎明。我回新手村并不练级。陈峰淡淡的回应，继续往前。见到陈峰并没有多大的反应，随即眉头一蹙，有些不悦，但还是变换了脸色，继续说道：哈哈，小兄弟，我是血色帝国公会的副会长，我看你眉宇轩昂，气度不凡，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血色帝国公会？我保证给你个小队长的身份当当。此时周围血色帝国公会的一部分玩家也走了过来，看向陈峰：你小子运气不错，被我们老大看上了，是你的福气。是啊，我们血色帝国公会在全国范围内可是有着几万名的成员，实力都是非常强悍的，你加入了我们有的是好处。对啊，你小子还在想什么？我们血色帝国公会里面的美女可是很多的哦。陈峰听到这里停下了脚步，微微戒备。
这些人话里话外都透露着一丝威胁的意味，对于血色帝国这种工会的本性，陈峰还是很了解的。自己要是说不加入的话，他们肯定会动手，但是就对面这几个人，他还完全不放在眼里。陈峰看向周围的玩家，呵呵笑道：“我并没有想要加入你们血色帝国工会的想法。”周围血色帝国工会的玩家听到陈峰如此说，顿时无比愤怒，真的是给脸不要脸。为首的血色黎明也皱起了眉头，对着手下下达了命令：“既然你不想加入，就只能将你身上的装备爆出来了。”随后，周围血色帝国工会的玩家纷纷向着陈峰包围而去。陈峰见状，嘴角微微扬起，手中法杖挥动，开始召唤。随着陈峰的技能开始释放，周围的玩家顿时大声叫道：“刺客呢？赶紧打断他的施法！”这名玩家刚刚说出时，陈峰的技能已经吟唱完毕。召唤机甲哥布林，随着六芒星的光芒闪过，一只拿着巨大狼牙棒，背后背着一个巨大箩筐的哥布林出现在血色帝国工会玩家的眼前。见到这一幕的血色帝国工会玩家纷纷震惊，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召唤兽，长得真奇怪。哈哈，他是召唤师，那就好办了。召唤师这种垃圾职业还敢叫嚣？看我上去灭了他！周围的玩家看到陈峰是召唤师后，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容。众所周知，召唤师这个职业是7大职业中最下水道的职业，玩的人很少。而且召唤师前期召唤出的怪物属性非常弱，连最低级的小怪都打不过，非常拉垮。很多玩家组队都是不要召唤玩家的，导致根本看不到太多的玩家选择召唤师。就算是玩家 PK， 召唤师施法还有很长的技能前摇，本体还脆，可能几下就被刺客切死，非常没用。但是他们这次碰到的召唤师是陈峰。看到周围玩家露出的笑容，陈峰无比熟悉，前世就有很多玩家看不起召唤师，他早就习惯了。随后周围的血色帝国工会的玩家也没有全部动手，只见这时候一名刺客玩家丢下一个烟雾弹，瞬间进入了隐身状态，缓步靠近到陈峰身边，随后白色的匕首泛着光芒刺向陈峰。第13章吊打血色帝国工会。看到这里，还在远处看热闹的散人玩家纷纷摇头，哎，又有一个人要被血色帝国工会的人击杀了。哎，10金币而已，破财消灾嘛，现在倒好，掉等级还要掉装备。没办法，年轻人争强好胜也难免，可惜了。陈峰并没有听到其他玩家的议论，他只看到向他刺来的匕首，但是他没有丝毫慌乱，继续吟唱召唤咒语。刺客看向还在施法的陈峰，嘴角微微上扬，内心冷笑：白痴，还在施法，不知道刺客初始就拥有打断技能吗？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达到那么高等级的。但是随后他的笑容戛然而止，只见原本还在陈峰前面的机甲哥布林以极快的速度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手中的狼牙棒高高举起，狠狠地砸下。好快！周围的玩家震惊。刺客玩家看到这里，想要收招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是他并不慌乱，一只小小的哥布林而已，让他攻击一下又能如何？但是当狼牙棒的攻击砸在他身上时，疼痛感传来，一道巨大的伤害数字在他的头顶跳出，342，直接将他的血条打空。一名 LV4级的刺客直接化为白光，消失在了人前。周围的玩家无比嘴巴长得可以吞下2根黄瓜。不是说召唤师的宠物很垃圾吗？召唤师不是下水道职业吗？这个召唤兽是怎么回事？正在一群玩家震惊之际，他的第2个技能再次吟唱完毕，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只见到一只通体金黄召唤物，表面雷光闪烁，炫酷的外表瞬间吸引了大量玩家注意。陈峰直接指挥着2只召唤兽向着人群中释放范围性技能。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身体内部雷光闪烁，很快在血色帝国工会的人群中释放了范围技能闪电5连。机甲哥布林也没有闲着，在背包里掏出了一枚又黑又大的爆弹，丢向血色帝国玩家的人群。很快血色帝国玩家的哀嚎声一片，被击中的都被秒杀，化为白光消失在原地。看到这一幕的血色黎明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这怎么可能？就在血色黎明愣神之时，召唤黑暗骑士。陈峰的第3只召唤物再度登场，黑色的法阵出现，一个身穿古朴铠甲的战士手拿巨剑缓缓地迈步而出。这时周围血色帝国的玩家开始绝望了，因为他们发现技能攻击随便打在任何一只召唤兽上都只能发出1点的强制伤害，而自己这边的只要被任何召唤兽碰到就是秒杀。这召唤兽难道是 BOSS 吗？一个个血色帝国工会的玩家发出悲鸣，也有清醒的玩家对这3只召唤兽发出了侦查术，想看看这3只召唤兽的等级和攻击。但是眼中传来的数据全部都是一连串的问号，这就让他们非常不解了。难道这召唤兽比自己等级高出5级？那这召唤师是多少级？还没等这玩家考虑清楚，就被黑暗骑士一剑劈下，化为白光消失，死得如此突然。其余成员
也处在震惊之中，就被空中大量的雷电击中，化为白光消失。此时还在远处的血色帝国公会的玩家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直到血色黎明也被一击秒杀后，这才引起他们的注意。操！什么情况？副会长怎么被杀了？远处那个高大身影是怎么回事 ？BOSS 吗？肯定是那个拿着法杖的人做的，给我杀了他，为副会长报仇！杀！瞬间，血色帝国公会的人开始组织起进攻，什么火球、箭矢纷纷飞向陈峰所在的位置。但是前方有3只 LV15级的召唤兽挡着，大量的攻击落在他们身上。1免疫，负1免疫，免疫，一连串的伤害数字升起，大部分全部都是免疫，要不就是1的强制伤害。血色帝国公会的人一脸难以置信：卧槽，这是召唤兽？为什么召唤兽的防御能有那么高？不是说好了召唤师下水道吗？但是游戏中偏偏出现了陈峰这个另类召唤师，不仅拥有着2个青铜、1个白银级别的召唤物，而且满技能等级全都满级，随随便便就能将这群人虐杀。随后召唤物大量的技能宣泄在血色帝国公会的玩家群中，无情地收割着他们的生命，所过之处白光漫天，装备飞舞。同时经过几次洗礼之后，血色帝国的玩家心态崩溃，纷纷四散而逃。陈峰指挥着3只召唤兽再度击杀了10几名逃跑的血色帝国玩家后，等召唤时间到了，才停下了追杀的脚步。见到这一幕的散人玩家全都被震撼到，干得漂亮！我早就看血色帝国的人不爽了，他们在每个游戏都占领刷怪点，老是欺负我们散人玩家。这个召唤师是谁啊？好强的召唤兽，是谁说召唤垃圾的？我要删号重玩了。真强！我已经将刚才血色帝国公会被虐的视频录下来了，待会就上传到论坛，让你们知道我们召唤玩家才是所有职业 T0 的存在。卧槽，兄弟你真狠，这下血色帝国公会脸丢大了，你就不怕他们律师函警告吗？此时陈峰转身将地面上的装备全部拾取，看了看属性，都是一堆垃圾装备，直接丢在地上，就只有血色黎明爆出了一把青铜的武器，勉强可以卖个几百金币。呸！真穷，副会长就拿个青铜装备说出来不丢人吗？陈峰呢喃了一句，随后就收起武器，继续向着新手村方向走去。第14章，村长的隐藏任务触发。此时在新手复活点的血色黎明满脸怒气走了出来，这次他们去包场的工会成员至少1半以上都栽在了那儿，全部掉了1级，这对于他们血色公会的损失不可谓不大，可惜他技不如人，没有任何办法。该死的是天，我血色帝国公会和你势不两立。因为陈峰将血色帝国的玩家击杀后，系统提示就可以显示出击杀玩家的 ID， 这才让血色黎明看到了自己竟然和全服第一个到达 LV10级的是天干上了。难道他的召唤等级都达到了10级以上？怎么侦查术都看不透召唤物的等级？不对，现在才开服，怎么可能获得那么多技能点？可是为什么他的召唤物那么强？就在血色黎明纠结之时，一名血色公会的玩家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对着他说道：报告副会长，刚才击杀我们公会的召唤师现在正在向着新手村走来，我们怎么办？血色黎明看到来人正纠结没有地方泄气，一脚就踹在了这名骑士玩家的胸口上，大骂道：怎么办？能怎么办？打又打不过，先报告会长再说。随后血色黎明打开了视频通话功能，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报告给了他们血色帝国公会的会长血色。在屏幕另外一头的血色看着这个没有什么大用的弟弟，怒声道：废物，一群人被一个人打成这样，你还好意思向我汇报？血色黎明听到大哥怒斥，顿时软了下来，可怜巴巴地看着屏幕前的血色说道：大哥，不是我们垃圾，是对面实在是太强了，他召唤出的怪物我们连破防都做不到，再说了他的等级现阶段应该是全服务器最高等级，我们很难击杀他。此时正在另一个新手村组织工会成员击杀一只黑铁 BOSS 的血色看向面前的弟弟，沉吟了片刻说道：这是先这样吧，现在也对付不了他，等到我们全部工会成员都出了新手村，再讨论怎么将场子找回来。听到大哥还是决定对付世天，他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再次说了几句后，两人挂断了电话。此刻血色帝国的会长血色看向前方即将被他们工会推倒的野猪王，面露狰狞。哼，一个散人玩家还敢对我们血色帝国工会动手，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游戏的。随即一个跨步上前，将一把泛着银色光芒的长剑捅向了野猪王，随后野猪王巨大的身躯倒下，化为了一地的装备。此时陈峰那边终于在穿过了几个练级区域后回到了新手村，此时新手村还是陆陆续续的有玩家出没，所有的怪物区域堆满了人，特别是新手村农田处，一只野猪刚刚刷新就至少要面对5、6名手持各种各样武器的大汉，还没有扑腾几秒钟立马化成了经验和材料。我去，现在游戏刷怪内卷那么严重吗？还好自己的等级领先他们，
要不然自己能不能抢到怪物还真说不准。陈峰默默吐槽，随后来到新手村村长所在的位置，点开了任务栏。村长大人，你交给我的任务我超额完成了，这是我获得的野猪皮。陈峰一股脑的将所有野猪皮都交给了村长，一共500多张，已经超的不能再超的完成了村长的任务。村长看到如此多的野猪皮，脸上的表情略微变化，随即恢复平静。勇敢的冒险者呀，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击杀了那么多的野猪，你的所作所为帮助了整个村子，请接受我们村子的一点小意思。叮咚，恭喜你多次完成新手村村长发布的任务，消灭野猪，获得奖励金币1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万枚，你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随着10万经验的到账，但是陈峰的经验条只是满级，并不能继续提升，因为根据自己前世的游戏经验，玩家到达10级后，经验值最多累积到等级11级满值经验，之后不再获得任何经验。因为玩家初始选择的职业算是职业的实习期，只有完成了转职任务，获得转职卷轴才能算得上正式转职，最后才能继续升级。玩家的转职任务都是要等级到达 LV 10级后，前往新手村的职业导师处领取推荐信的任务，然后再前往主城接受转职任务的考核，完成了就可以继续升级了。但是陈峰已经拥有了一个转职卷轴，而且是隐藏职业的转职卷轴，所以陈峰并不需要前往主城完成考核任务，只需要使用转职卷轴完成隐藏职业的任务，就可以成为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想到这里，陈峰打开背包，将最开始获得的隐藏职业卷轴拿了出来。精灵召唤师为1，使用等级10级，使用效果，使用后可以触发隐藏职业转职任务，完成转职任务后可以将基础职业召唤师转变为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介绍：精灵召唤师总有和召唤生物更好的亲和力，能够召唤出更强更多的召唤物。现将村长的隐藏任务先接了，到时候再将这个隐藏职业卷轴使用了。陈峰没有着急使用卷轴，这时村长的任务好似也触发了。勇敢的冒险者，你已经充分证明了你的耐心和毅力，而现在我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任务非常危险，你愿意接受吗？这时村长目光灼灼地望着陈峰，不用多想，肯定是隐藏任务触发了。为了人族，一点点的危险算什么？我愿意为了人族赴汤蹈火。陈峰一脸认真地对着村长说道。很好，勇敢的冒险者，在我们村子与暴风城的中心，有一片地域被一群天灾军团的傀儡所控制，时常有帝国的精英被同化，你愿意去除掉他们吗？叮咚，新手村村长向你发布了全服唯一隐藏任务，消灭天灾军团的傀儡，是否接受？任务描述：巫妖王这座其古龙王辛德拉控制的天灾军团傀儡正在侵蚀人族联盟，前去消灭他们，需要通关副本天灾古刹噩梦难度，并且任务期间只有1次机会，玩家等级不超过 LV 20级。系统提示音响起。接受。陈峰开心地点击了按钮，这可是全服唯一的隐藏任务，要是可以完成，任务奖励肯定是非常丰厚的，但是任务难度肯定非同一般，而且只有1次的通关机会，既然去通关的等级不能超过20级，现在自己才 LV 10级，保险起见，还是先将转职任务完成了，将等级提升到20级，再去将这个任务完成了。第15章摆摊收技能书。勇敢的冒险者，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此去路途遥远，一路上肯定风险重重，我这里有一枚破损的宝珠，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就赠送给你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说完，村长在怀里掏出了一枚晶莹剔透的宝珠，递给了陈峰。陈峰双手接过。叮咚，新手村长赠送你特殊道具破损的复活宝珠，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了复活宝珠。复活宝珠，神级特殊物品。效果：玩家死亡后可以原地复活，并且恢复100%的血量和蓝量，没有任何死亡惩罚。使用次数3/3，玩家死亡后消耗复活次数，复活次数消耗后每24小时恢复1颗。描述：有了它，死亡将不再恐惧。陈峰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这件特殊装备直接让你拥有了死亡3次的权利，而且不是一次性物品。即使重活一世，陈峰也觉得这件装备是目前他见过的属性最牛逼的装备，没有之一。缓缓地将宝珠收好，生怕被村长发现，他所赠送的宝珠已经修复了。多谢村长，我会尽快铲除天灾军团的傀儡，让他们不再危害人族。去吧，人族的未来正需要像你这样勇敢无畏的年轻人。告别了村长，现在这个隐藏任务还做不了，反正20级前都可以去完成这个任务，也不急于一时。陈峰径直走向了村子里的玩家交易区。新手村这个交易区是目前游戏里玩家买卖和交易的地方。陈峰现在还有一个技能栏没有学习，想要看看新手村有没有人拥有召唤师的技能书，顺便将背包里的黄金技能书和黄金武器
看看能不能卖了。现在背包里 LV12级的黄金常见，过了几天玩家等级上来了就能装备，现在出售的价值最高。虽然自己不缺钱，但是放着贬值，还不如直接卖了，要不就兑换成其他东西。黄金技能书出售不出售都无所谓，反正技能书基本不会贬值，后期应该还能涨点。这些东西以后自己也不会缺，毕竟自己拥有100倍奖励增幅。走了几分钟，终于到了交易区。陈峰直接在交易区中心位置坐下，看着周围三三两两的人群，人员并不是很多。在这里的玩家基本都是一些大公会的生活玩家，负责摆摊收购。这些人一般都代表了一方势力，也都不是差钱的主。你想想，几万人的公会一起打金，一人就算是10金币，几万人就是10万金币，加上玩家的新手礼包，多多少少都能开出点钱币，凑一起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当然也有一部分玩家纯粹是看热闹的，看看某些大佬爆了什么极品啊，某某大佬击杀了什么 BOSS 啊等等。交易区往往也是一些八卦消息爆发的场所。陈峰没有管那么多，他只是想要得到一本至少是黑铁级的召唤师技能书。随后漫步在玩家的摊位上逛了逛，运气不好，并没有任何召唤师的技能书出售，只碰到了一个出售青铜级的法师技能书。摊主说是新手礼包运气爆棚开出来了，可惜不是召唤师的。继续找了许久，陈峰决定放弃在摊位上找了，走到交易区管理员 NPC 处，点开了对话框。老板，我想要租用一个位置最好的摊位，位置最好的摊位费1个小时10枚金币。摊位管理员摸着他那天小胡子，对着陈峰说道。陈峰摸了下背包，掏出10枚金币递了过去。接过金币，摊主将一个摊位号牌和钥匙递了过去。第88号摊位在第5排中间位置，这个位置最好你直接使用钥匙就能进去，续租的话过来继续交费。接过号牌和钥匙，陈东直接向着摊位管理员指向的位置走去。来到摊位前，果然花钱的摊位连摊位占地位置都大了不少，位置也在交易区最中间位置。使用钥匙进入店铺，这时店铺内部出现了一块光屏，可以设置店铺名称和放置装备出售等功能。将招牌的字体改成了出售全服第1把黄金武器，收购召唤师技能书。因为是金币摊位，一般没有几个人租用，租用得起的基本都是出了很极品的装备，不然1个小时10金币可不是所有人消费得起。正因为这样，陈峰的摊子刚刚写出，就吸引了周围大量人员的注意。我去，这土豪是谁啊？怎么使用金币摊位收东西？他不知道现在金币兑换的价值吗？对啊，现在充值功能还没开放，1金币线下交易可以换至少100蓝星币。土豪的世界我们不懂。周围瞬间围起了大量的人群，当有人看向陈峰店铺的招牌时，顿时一大群人愣住了。我去，黄金装备，这个摊主吹牛的吧？现在才开服多久就能出黄金装备？我打赌摊主肯定没有黄金装备，要是有我倒立吃屎。卧槽，兄弟你真狠，万一摊主有呢？我先记住你的 ID， 卧槽，你的 ID 叫老八。陈峰看到周围也有一定的人群后，便在公屏上喊话：高价收黑铁及以上召唤师技能啊，有的别藏着掖着了。周围没有一个人回应，看来人还是不够多啊。随后将剧毒长剑直接摆了上去。黄金武器刚上架时，周围就有玩家点开摊位查看，这不看还好，一看之后差点眼睛都差点瞪了出来。天哪，竟然真的是黄金装备！此话一出，周围看热闹的玩家纷纷停止了交谈，全部都点击了查看摊位。片刻后，现场的玩家们全部都发出了一阵阵惊呼：系统开玩笑的吧？竟然是黄金装备！卧槽，真的是黄金装备，而且是黄金武器，牛逼啊！战士的现阶段的神器啊！说是全服最强，应该没有人有意见吧？上百的物理攻击，加上这中毒特效，给 BOSS 来上一刀，这简直酸爽！刚才倒立吃屎的老八呢？跑哪儿去了？第16章凌云公会。周围的玩家一开始议论，很快就吸引远处更多玩家。现阶段才刚刚开服没多久，大部分的玩家身上穿的都是白板黑铁装备，这个摊主竟然可以拿着黄金装备出来卖，这可是黄金级的武器啊！只要得到这件武器，你绝对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很多玩家纷纷开始幻想自己拿上这把黄金武器，在怪物群中大杀四方的样子。很快，这里的事情就引起了9528号新手村的轰动。在9528号新手村的公会大佬们全部都收到了手下的消息，纷纷放下手上的怪物，冲向了新手交易区，想要确定下事情的真实性。要是真的有黄金装备，他们肯定不惜代价也要将这件黄金装备买下。于是，原本人不是很多的摆摊区，一时间吸引了一大群的玩家赶来。随着摊位附近的人群越来越多，周围的大量吃瓜群众都开始谈论这件黄金装备究竟会花落谁家。各大的公会大佬、有钱的富二代们纷纷开始收集公会的金币以及召唤师的技能书。等着陈峰反应过来，
就发现了他四周的摊位以及被周围的玩家包围的水泄不通了。我去，竟然有那么多人！陈峰惊呼，他很清楚这把黄金武器会给这个新手村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想到有那么大。但是在其他势力眼里，这把黄金武器可不单单是一把武器那么简单。在他们的眼里，拥有了全服第一把黄金武器，就相当于拥有了一张移动名片，以后工会的发展就能更加轻松，在团队开荒阶段也可以带出更多的核心成员。陈峰略微思考后也就理解了，而他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利用黄金武器吸引其他人的注意，然后可以得到自己需求的召唤师技能。陈峰看着周围更多的人群，再次喊道：嗨嗨，黄金武器优先出售给拥有高品级召唤师技能书的玩家哦！周围大量的玩家看到神秘的摊主再次露头，喊话顿时变得更加激动了起来。摊主出来了，我想要这把黄金剑，你开个价吧，支持 PY 交易。摊主，人家也想要，你要是将黄金剑送给我的话，人家的武器都是你的了。摊主才不会看上你这只恐龙呢，摊主肯定喜欢我这样的，看我恶龙咆哮，嗷呜！去你妈的夹子！一时间，周围玩家热闹极了，陈峰却头疼了。周围的大量玩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不是正经想要买装备的，都是无聊凑热闹的。就这样持续了几分钟后，突然大量行动有序的玩家纷纷靠了过来，将一个个散人玩家驱散在一边。随后，一名40多岁的中年玩家走了进来，对着陈峰开口道：小兄弟，你这黄金武器怎么卖？我凌云公会愿意高价收购，而且只要你愿意出售给凌云公会，我还可以让你加入我们凌云公会。此话一出，周围大量的玩家议论更为激烈了。我去，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凌云公会的会长凌云天？真的啊！没想到竟然和他同一个新手村。摊主运气不错呀，加入凌云公会，在游戏内就可以横着走了，好羡慕。此时陈峰才看见来人，带着一脸和煦的笑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当看到他头上的 ID 时，陈峰内心燃烧出愤怒的火焰。凌云天在前世就是此人出卖大夏，为了自己的利益私下联合樱花国，在最终大战时背叛大夏，给国家背后捅了一刀，导致大夏国损失惨重。陈峰也是在那一战才陨落的。你这个卖国贼，还想买我的装备？陈峰内心愤怒无比，但是没有理由还不能发作。黄金装备不卖你！陈峰淡淡的开口说道。此话一出，原本周围凌云公会的玩家个个愤怒无比，纷纷拔剑相向，气氛异常紧张。要不是这里的安全区的话，估计就直接动手了。这时，为首的凌云公会的会长凌云天摆了摆手，顿时周围凌云公会的玩家纷纷退开。小兄弟，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凌云公会，我们凌云公会在所有游戏中秉承的都是和平友善的发展，才能成为现阶段大夏第一游戏公会。有时候游戏内的小摩擦是难免的，如果是我们那个公会的成员做得不好，得罪了小兄弟，我凌云天在这里和你赔个不是。凌云天的语气还是一样的平和，在周围的玩家眼里挑不出一丝毛病。但是陈峰根本不买账，这个凌云天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不知道干了多少龌龊事。黄金装备不卖你，你听不懂吗？陈峰语气加重了几分。那是为什么呢？凌云天问道。因为你长得丑。此话一出，原本一脸淡定的凌云天的脸色也微微一变，手上的法杖略微握紧，并没有当场发作。但是周围凌云公会的成员们瞬间不乐意了。操！你算什么东西？敢和我们会长那么说话？真的是给脸不要脸，我看你能活着出新手村吗？周围的手下还想说什么，再次被凌云天打断。既然小兄弟不想卖给我们，我们也不能强求不是，我们走吧。恢复了平静的凌云天吩咐了手下，一群人浩浩荡荡地走了出去。此时看热闹的玩家见状纷纷说道：摊主啊，你的路走窄了，得罪了凌云公会可不是什么好事。对啊，凌云公会在现实也是大夏第一集团，凌云集团财力可想而知。哎，估计以后摊主在元宇宙里要玩不下去了。听到周围玩家的议论，陈峰不以为意，本来就是要敌对的，不在乎早与晚。他现在在游戏中的实力根本不会惧怕任何人，至于现实里对付自己。陈峰笑了笑。第17章大夏女战神紫色蔷薇。刚走出人群的凌云天一行人，会长怎么办？一个头顶 ID 凌云战神公会的骨干对着凌云天说道：这点小事还需要问我吗？自己办吧。凌云天淡淡的回复，随后离开了游戏。凌云战神听到后心领神会，嘴角微微翘起，似笑非笑，随后对着底下的成员安排了几句，然后走出了新手村。陈峰看了看周围，依旧围着非常之多的玩家，因为之前凌云公会的事情，一众的玩家都开始好奇起陈峰的真实身份起来。什么样的大佬竟然连凌云公会的会长面子都一点不给？很多人略微分析了一下，也猜到了一些端倪。
因为摊位上出售的这件黄金装备是 LV12级的，现阶段最高等级的玩家应该是前段时间全服通告的玩家是天，只有他才有可能得到这件装备。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因为大夏国人口众多，难免会出现几个厉害的人物。再继续等了几分钟的时间，中途也不断的有人开价，召唤师的技能书也有2个人拿出，可惜是白板的技能书，想要兑换黄金武器，自己还是不愿意的。看来现阶段想要收到黑铁级以上的技能书还是不太可能。随后看了看时间，摆摊也有一会了，还是继续去升级吧。技能书的事还是过段时间再说，说不定自己就能爆出来呢。略微思考后，陈峰便起身收拾起摊位，准备将店铺关闭，看看转职任务怎么完成。就在陈峰刚收起摊位，准备离开之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等一下！”听到声音后，陈峰刚抬起的脚步放下，下意识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不远处，一名身穿女性战士铠甲，手持一把古铜色新手长剑，一张绝美的脸蛋，凝脂如玉的肌肤吹弹可破，高高的琼鼻，红润的双唇，那双灵动秀美的眼睛，加上身下那双傲人的双峰，配合上完美的身材曲线，简直是美的不可方物。在元宇宙之中，人物的角色和现实是1比1还原的，就是说你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的，在游戏中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名女战士在现实中也是1等1的美女，即便电视中一些女明星都没有眼前的人漂亮。此女一出现就引起了周围一大群玩家的关注，所有男性玩家纷纷露出了渴望的眼神，女性玩家则露出了羡慕嫉妒的表情。天啊，怎么会有那么好看的美女，简直是我的梦中情人。天啊，好像她也是来购买黄金装备的吗？可不是吗？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可是国服10大公会之一，蔷薇公会的副会长紫色蔷薇，人美钱多，她的双胞胎姐姐就是蔷薇公会的会长暮色蔷薇，也是个1等1的大美女。你看那个大长腿，那身材。紫色蔷薇没有理会周围玩家的议论，径直走向陈峰的面前。摊主，你看我这本召唤技能书行不行？能不能加钱购买这把黄金武器？说完便将一本泛着淡淡青铜光泽的技能书拿了出来。听到宛如夜莺般的声音传来，才将陈峰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打断。当然陈峰并不是痴迷于紫色蔷薇的美色，而是他认出了眼前的这名女玩家正是前世国服战士排行榜前10的唯一女性玩家。在前世的游戏中，紫色蔷薇和她的姐姐暮色蔷薇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都是排行前3的存在。2人在游戏里拥有了强大的实力，在游戏降临了现实后，也凭借着游戏继承的实力，很快就成为守护大夏一方的强者。在前世的大夏，这2个姐妹被人尊称为女武神和女法神，但是2个人的结局并不是很好。在陈峰陨落之前，由于天灾军团的首领巫妖王垂涎2姐妹的美色，派出了亡灵大军想要活抓2姐妹。2姐妹也被叛徒背叛，被围困在一座高山上。2姐妹自知不敌，又不想成为天灾的傀儡，暮色蔷薇使用了禁忌魔法，最终2人都陨落在大夏边界的那座山上，尸骨无存。经过此事后，2姐妹陨落的那座山也被后世的人类命名为蔷薇山，以纪念2人的功绩。陈峰没想到在这一世那么早就遇到了2姐妹之一的妹妹紫色蔷薇，以后有机会能帮助他们的话就帮帮吧。陈峰内心想着，毕竟在前世2人都是为了守护大夏而牺牲的，陈峰也想借着自己这是重生的机会，多帮助一些一心保卫大夏的人。陈峰的思绪回到眼前，看向紫色蔷薇手上拿着泛着青铜光泽的技能书。青铜级技能书，陈峰内心有些小激动。虽然在其他人看来，青铜技能书兑换黄金级别的武器肯定是兑换黄金武器的人吃亏，但是对于陈峰来说，自己刚好缺少一个技能，而且青铜级的技能书到了陈峰手上，经过100倍奖励增幅的情况下，直接就是黄金级的技能书。要是黄金级技能书，即使兑换5件黄金装备，陈峰都愿意，毕竟自己主要还是依靠召唤技能。对于黄金武器，陈峰倒不是很看重，等着周围的公会竞价太浪费时间了。再说了，自己也不缺钱，能够兑换自己可以使用的技能书再合适不过了。我们交易看看，让我看看是什么类型的技能书。陈峰一脸笑意地说道，和之前对凌云天冷漠的态度判若两人。紫色蔷薇也不墨迹，直接将交易的申请发送了过去。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在了陈峰的面前。叮咚，玩家紫色蔷薇向你发出交易申请，是否接受？接受。点击了接受邀请后，双方的面板上都出现了一块光屏。现在玩家只要将需要交易的装备材料以及需要支付的金币放上去，就可以完成交易。紫色蔷薇第一时间将青铜技能书放了上去。不过正当紫色蔷薇将技能书放上去的一刹那，无意间瞥到了交易人的 ID 时，玩家交易时会显示交易 ID。 你竟然是天！紫色蔷薇不由得发出惊呼，也不怪他如此大的反应，因为是天这个 ID 最近在9528号新手村的事迹实在是太出名了，
接连2次出现在系统公告上，有一次竟然还是整个大夏服务器的公告，因此才让紫色蔷薇看到交易面板上显示出 ID 时，忍不住的惊呼。然而陈峰就显得淡定多了。周围的玩家听到紫色蔷薇的惊呼声，顿时一惊。出售黄金装备的神秘摊主竟然是世天大佬，果然是世天大佬。我就说，除了世天大佬，谁还能爆出等级如此高的黄金装备？好羡慕啊！世天大佬不仅仅游戏打得好，看起来也好帅，好想为他生猴子。呸！你就算了吧，我怕你影响了世天大佬优良的基因。我觉得他面前的紫色蔷薇美女才配得上世天大佬。你别说，他们2个站在一起，还真的有夫妻相哎。周围的一圈玩家本来就非常好奇这个神秘摊主的身份，现在身份确认了，也引起了周围一大群玩家投来羡慕崇拜的眼光。不过也有一部分隐藏在暗处的玩家，在听到神秘摊主的身份就是世天时，脸上露出了一丝贪婪，随后身影慢慢后退，消失在了人群之中。第18章，黄金武器兑换青铜技能书。此时看到周围的玩家因为紫色蔷薇的惊呼，导致全部人都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陈峰也决定不装了，直接摊牌，我就是现在元宇宙第一人世天。看到亮出 ID 的陈峰，紫色蔷薇有些不好意思，愧疚地说道：“对不起啊，我没忍住，将你的 ID 说漏嘴了。”没事 ，ID 本来就是要给人看的。之前我怕有人说我装逼，你现在说出来了，正好给了我这个机会，我还要感谢你呢。陈峰笑着打了个哈哈，逗得紫色蔷薇花枝乱颤，惹得周围一大群男性玩家露出了羡慕嫉妒的眼神。好啦，你快看看技能书吧，看下还需要加多少金币，我去凑凑。紫色蔷薇轻笑着说道。陈峰这才想起正事还没处理，赶忙看向交易面板上的技能书。召唤植物精灵蓝池草青铜级，学习等级 LV5，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40点 MP， 吟唱法术3秒后，召唤一只植物精灵蓝池草协助作战。植物精灵蓝池草会使用藤蔓攻击，攻击有概率附加出血状态。LV5 级以上时附加技能飞叶快刀，向前方释放3道木属性物理伤害。LV10 级以上附加技能缠绕，可以使用藤蔓力量困住目标敌人。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6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60秒。卧槽，太好了，竟然是稀有的植物系召唤兽！陈峰眼前一亮，不由得小声惊叹道：植物类型的召唤兽即使在前世也是非常稀有的存在，因为植物系的召唤兽基本都兼顾了伤害控制，而且植物系的召唤兽的生命力也非常顽强。虽然这本只是青铜级的植物召唤兽，可是比之其他类型的白银召唤兽还要厉害不少。前世的陈峰就很想得到一本高品级的植物系召唤兽的技能书，但是自己刷了很久也没有得到。没想到自己这事竟然如此之巧，竟然能在新手村内得到。青铜级的植物系就如此厉害了，要是在100倍奖励增幅下提升到黄金级的植物系，会是怎样的存在？陈峰非常满意这本植物系的技能书，迫不及待地想要将技能书兑换过来。直接将黄金武器放在了交易栏中，对着面前的紫色蔷薇说道：“这本技能书我很喜欢，这把黄金武器你拿去吧，不需要加金币了。”虽然在现阶段，在不算自己的100倍奖励增幅来说，黄金武器的价值还是要高于这本青铜技能书，不过对方无非就是给一些金币什么的，自己根本不需要。而且自己将黄金武器给紫色蔷薇，自己是一点都不用担心的，毕竟以后有机会，自己也会多帮助原先这群大夏守护者们。看到陈峰如此果决，反之紫色蔷薇有点不好意思，这黄金武器的价值他哪里不了解，他竟然拿黄金装备兑换他的青铜技能书。那个是天大神，你确定吗？这个黄金武器的价值至少可以兑换好几本白银技能书了。少废话，换不换？不换我走了。陈峰焦急。换！穆瑶瑶赶紧点击了确定，2个人的交易顺利完成。那就谢谢是天大神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蔷薇公会帮忙的，你尽管说。穆瑶瑶美眸看向陈峰，显然也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开口对着陈峰感谢道。陈峰摆了摆手，不以为意，自己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经过100倍奖励增幅后的植物技能究竟可以变为什么，哪有空管这些，抬腿就准备离开。是天大神，等等，又怎么了？陈峰回头看向眼前的紫色蔷薇，能不能加个好友，有机会可以一起玩，我和我姐姐都是很强的哦。说完还不忘向着陈峰展示了一下刚到手的黄金武器。叮咚，玩家穆瑶瑶请求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略微思索后，陈峰点击了同意，自己游戏中的第一个好友出现了。看到好友列表多出了陈峰的头像，紫色蔷薇开心极了。好了，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走了，以后有品级高的召唤师技能随时联系我，我都收啊。说完，陈峰就准备离开，他还要学习新的技能呢，
然后就去触发隐藏职业的转职任务，哪有时间在这个女人身上浪费？穆瑶瑶见陈峰准备离开，赶紧提醒道：“是天大神，你要小心了。我听说你刚才得罪了凌云公会的凌云天，他向来是有仇必报的。而且现在你的身份也暴露了，可能不止他们一伙人想要击杀你。你最近还是别去城外了，这帮臭鱼烂虾我还不放在眼里。你拿了黄金武器，自己小心点。我姐姐已经安排工会的成员来接应我了，不用担心。那就行，我走了。”看到陈峰离开的背影，穆瑶瑶赶紧联系了姐姐，将事情完整的说了一遍。你放心吧，那个是天应该有些实力的，你不用太担心。我派出的人也快要到新手村了，武器你一定要拿好，现在还装备不上，别被爆了。好的，姐姐。说完后，两人挂断了通话。第19章，解锁第4技能，开启转职任务。陈峰此时也看了看周围，的确有不少玩家正在偷偷看着自己，而且这群人看向自己的眼神之中透露着一丝贪婪。在自己走出交易场的时候，这群人也跟着走出交易场。陈峰转头时，他们便四处走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来紫色蔷薇说的没错，果然有不少人对我有想法。哼，这群人想跟着就跟着吧，我现在还要做任务。凌云公会这群人没碰到就算了，要是碰到了，我不介意将他们全部杀掉。陈峰没有继续理会，将背包里的技能书拿了出来，将技能书捏碎，技能书化为绿光，飞向陈峰的身体。随后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学习了技能召唤植物精灵蓝池草青铜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成功将技能品级提升。你学习了技能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此刻陈峰的技能栏上多出了一个技能图标，技能图标上除了绿色的藤蔓外，中间上还有一颗血红色的花朵。左手点击向技能图标，看向技能介绍：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学习等级 LV10。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100点 MP， 吟唱法术6秒后，召唤出一只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协助作战。植物精灵魔界之花近身会使用刺藤攻击，远程会使用藤根攻击。攻击时有概率使敌人进入中毒和出血状态，并减缓敌人的移动速度。附带技能缠绕，使用藤蔓控制敌人。召唤物 LV5级以上时拥有技能释放毒虫，向范围内召唤毒虫攻击范围内的敌人。毒虫攻击和魔界之花相当，并有概率使敌人中毒。LV10级以上附加技能播撒种子，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向周围播撒2枚种子，一定时间后再次出现2只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只有主体可以播种，最多播撒3次。此召唤物无法移动。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24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120秒。不愧是黄金品质的召唤兽，这实在是太强了。看完技能介绍后，陈峰也忍不住感叹道：这个植物系的召唤兽拥有近战加远程的攻击方式，攻击附带3个异常状态，拥有一个控制技能减值全能。但是最强大的技能还是 LV10级后解锁的播种技能，只要给足够的时间，3次播种下来就是7株魔界之花。按照我现在的面板，召唤出的魔界之花也应该是堪比白银级 BOSS 的属性吧。想到自己在未来的战场上召唤出这朵魔界之花，然后主花开始播种，只要保护好种子，最后战场上出现7朵堪比 BOSS 的魔界之花，那个场景直接无敌了。唯一缺点就是这个植物系的召唤兽无法移动，但是超远的攻击范围也弥补了这一缺点。陈峰心内无比亢奋，直接将技能拉满。现在自己到达10级，解锁的4个技能栏已经全部点满了，终于可以开始做隐藏职业的转职任务了。打开系统背包，将隐藏职业卷轴拿了出来，看着手上闪着奇异光芒的古朴卷轴，陈峰直接将其一把捏碎。捏碎的一瞬间，点点星光开始环绕陈峰全身，好似一群小精灵在身上嬉戏。随后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成功触发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转职任务，拯救精灵少女。任务描述：单人进入特殊副本，营救被困的精灵少女，并将她带回到游戏世界。任务完成即可立即转职成精灵召唤师，此任务为唯一任务，限时24小时，失败将永远失去转职机会。任务难度未知。叮咚，任务倒计时已开始，任务剩余时间23小时59分59秒。提示音刚落，陈峰的任务界面上多出了一处指示坐标，就在新手村东侧的一处空地之上，估计在那里就能触发隐藏副本的进入条件了。为了保险起见，陈峰回到了新手药剂师诺顿处，补充了一下回蓝药水，随后就整装向着任务地点出发。第20章，打团不要召唤师。就在陈峰走出新手村的一瞬间，一名原本一直徘徊在新手村村口的玩家看到陈峰走出来的一瞬间，卧槽，终于出来了，可让我好等。随后打开了好友列表，发出了语音通话功能。嘟嘟嘟，通话接通。老大，是天，他出新手村了。
终于出来了，我知道了，你那边的人手也抓紧安排一下，直接截断他的后路，别让他跑回新手村。收到，这次肯定不会让他活着回到新手村。两人挂断了通话。此时，凌云公会的凌云战神开始指挥20几名公会的骨干成员埋伏在陈峰即将经过的小路两边，而在新手村方向，那名 ID 叫凌云百战的小队长也同样带着10几名公会骨干堵住了陈峰回新手村的道路。其实，自从他们老大凌云天离开交易区后，凌云战神就一直安排着一些核心成员，一直注意着陈峰的一举一动。当潜伏在交易区里面的玩家确定了那名神秘摊主的身份就是现阶段等级第1人是天后为首的凌云战神，想要击杀陈峰的心更加剧烈。这次要是能将是天这个等级榜第1的人给爆了，老大肯定会重重的奖赏我吧。凌云战神忍不住兴奋地想着。此时他就埋伏在道路两侧，看着不远处走来的陈峰，随着眼前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压抑在他内心的兴奋无法遏制。原本像陈峰这样的玩家，他们凌云公会也是想要拉拢的，但是在之前他们的老大就开口想要将其拉拢，奈何这个是天不识相，不仅不加入公会，连黄金武器都不愿意卖给他们公会。他们凌云公会叱咤游戏界那么久，何时受过这种气？遵循既然得不到就将其毁掉的方针，他决定在新手村将是天击杀几次，这样就能踩着他的名声直接扬名立万。而且凌云战神也认为，即使是天再强，也只是个下水道职业召唤师，自己公会那么多骨干，想杀一个等级比较高的召唤师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即使这样，做事谨慎的他还是安排了公会内30几名成员来参加伏击，准备让陈峰召唤出一只召唤兽后，让他先攻击自己的这方人，然后让他先红名，最后再击杀他，这样他在被击杀后爆出装备的几率就高达 80%， 反之则只有 20% 的几率爆出装备。想着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凌云战神的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兄弟们，先别动手，等是天召唤出一只召唤兽攻击了我们，他红名了，我们再动手，这样才能将他身上的装备爆出来。收到，收到，收到。就当陈峰走进凌云公会埋伏圈时，兄弟们，围了他！一声大喝过后，凌云战神带着20几名玩家在埋伏的道路两旁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挡在了陈峰的面前。随后凌云百战带着10几名玩家也冲了上来，将陈峰彻底包围。这时为首的凌云战神缓缓地走出，打劫，将身上的装备和物品全部交出来，本大爷就饶你一命。凌云战神嚣张地说道，一股山大王的气势爆发而出，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而现在他身后的20几名玩家全都露出了凶神恶煞的表情，手上的武器扬起，好似你敢说一个不字，这群人就会集体冲上来将你乱刀砍死。这里发生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原本就在这附近练级的玩家。快来，快来，又有好戏看了。是吗？什么好戏？看前面，凌云公会30几号人堵住了等级榜第1的是天大神。真的？这消息劲爆，我得赶紧联系我的朋友过来凑热闹。哇，30几个人堵一个人，凌云公会不讲武德。嘘，小声点，被听到你就完蛋了。哎，真可惜，等级榜第1的是天要掉1级了。此时一大群吃瓜群众纷纷摇头叹息，感觉陈峰这次肯定凶多吉少了。就在这时，一道另类的声音传了过来，不要小瞧召唤。就在前段时间，我在荒原的练级地就看到一个厉害的召唤师将血色帝国公会的50几号人全部杀回新手村了。说话的人正是当时亲眼目睹陈峰凭借3只召唤兽就将血色帝国公会50、60号人杀得四散而逃，而他也是一个玩召唤师的妹子。但是那时候的陈峰是隐藏 ID 的，所以除了血色帝国公会的人，没有其他人知道那件事是陈峰做的。此时周围听到这句话的玩家们纷纷大笑起来。开什么国际玩笑，一人能打50几号人，现在才刚开服多久，怎么可能？是啊，是啊，而且还是个召唤师。小妹妹，我看你是为你的职业贴金吧。你放心吧，除了是天大神外，我们打团还是不要召唤师。哈哈哈，我也不要。哈哈，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周围的玩家哄笑声连成一片，将那名召唤师 气得说不出话来。第21章，悲惨的凌云公会。此时远处的凌云公会和陈峰还在互相对峙着。怎么样，交还是不交？凌云战神轻蔑地注视着陈峰，早就将他视为囊中之物了。而陈峰则是被这群人的气质所影响，差点笑出声。就你们这些歪瓜裂枣，还学人抢劫啊？山贼台词会背了没？陈峰看着众人出言嘲讽，听到眼前的人都被包围了，还如此嚣张，周围的凌云公会玩家顿时怒气上冲，开始口吐芬芳。
垃圾！我看你是找死！老大别废话了，让我做了他！星星你个星星！但是因为凌云战神提前吩咐了，不能提前动手，必须等到是天红明了再动手，所以周围的人只限于骂骂咧咧，并没有提前动手。哼，这群渣渣还在等我先动手，刚好可以拿来实验一下我刚学会的召唤技能。陈峰见状也不客气，直接开始吟唱召唤技能，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不久后，只见陈峰的身前出现了一个红黑相间的魔法阵，魔法阵出现的同时，一朵含苞待放的巨大花朵出现。当整个花朵的身躯出现在地面上时，整个花苞绽放，一朵血红色的巨大花朵出现在大家眼前，颜色鲜艳而又妖异。整个魔界之花的体型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大，周围的藤蔓深深地嵌入地底，主干上长满了荆棘的倒刺，配合上血红的花朵，看起来有一种妖异的美。这是什么东西啊？周围的凌云公会成员看到如此妖异的花朵，顿时心生凉意。与此同时，花朵的中心位置突然吐出了2颗细小的种子，种子飞快地落在地面之上，种子迅速地生根发芽，开始成长。管它什么东西，它既然召唤了，等召唤物攻击我们，他一红明就一起干掉他。凌云战神此时冲在了最前方，开口大声吼道。周围的凌云公会玩家纷纷抽出了刀剑，做好了攻击陈峰的准备。哼，我怕你们是没有机会出手了。陈峰冷笑。魔界之花脚下的藤根飞速在地面之下挪动，突然以凌云战神为首的周围还有几位靠前玩家的身下猛地窜出了一根根长着倒刺的绿色藤根，绿色的藤根以极快的速度穿刺着范围内的凌云公会玩家。啊！我的屁股！啊！好痛！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荒原之上。啊！滚蛋！你怎么会有那么卑鄙的招数？当着如此多人的面被一只召唤兽爆了菊花，即使无赖如凌云战神一样也扛不住啊！还在一旁观战的吃瓜群众看到这一幕，全都露出了奇怪的表情，随后就是一阵阵的叫好声。卧槽，这画面有点酸爽，这确定是去幼儿园的车吗？这召唤物的攻击方式怎么如此诡异？活该凌云公会30几号人欺负一个人，现在踢到铁板了吧？对，特别是这个凌云战神，前段时间要买我一件装备，我不卖他就威胁我，哈哈！现在看他如此凄惨，心情舒畅啊！大公会都是一样，到处欺负我们散人玩家，这次也算他们倒霉。看到周围死状如此凄惨的凌云公会成员，即使是陈峰也感觉到菊花一紧，他也没想到魔界之花的攻击如此诡异，简直是杀人又诛心。凌云公会成员的哀嚎其实都是由于元宇宙的真实性，玩家在游戏内所有的触感和现实中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对于痛觉的模拟可以调低，但是即使调到最低值也会保留 30% 的痛觉，所以难免这些玩家如此痛苦。还没冲上来的凌云公会成员看到前方的队员如此惨状，纷纷不敢上前，联想到后身上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纷纷咒骂道：这孙子他妈的太缺德了，好卑鄙，好下流的攻击招式。有人在远处骂着陈峰，也有人开始观察这朵植物召唤兽的攻击模式。这朵花好像不会移动，我们远程攻击试试。好像是。近战玩家后退，远程玩家准备进攻。此刻终于有人发现了端倪，让原本慌乱的凌云公会阵地开始重新组织起来。大量近战玩家纷纷后退，远程的弓箭手法师纷纷站好队形，组成了一个小方阵。弓箭手、魔法师开始蓄力。就在魔法技能即将蓄力完成时，地面之下又出现了更多的绿色藤根，全部藤根突破地面泥土的阻碍，向着方阵中法师、弓箭手的要害刺去。啊！又是接连不断的惨叫，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出现了3朵菊花了？这时候，远处的吃瓜群众在看向战场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另外2个方位又出现了2朵魔界之花，3朵菊花联合起来，刚好呈现一个三角之势，将战场包围。3朵魔界之花，地下的藤根不停地在地下钻出，花朵上时不时飞出黑色的毒虫，不停地收割着凌云公会成员的生命。这时，凌云公会的玩家才察觉到不对劲，这个式神不是那么好杀的，要是再不跑，可能自己的下场就和前面的兄弟一样了。兄弟们，快撤！不知道谁率先喊了一句，这时周围还活着的成员如释重负，纷纷四散逃开。哼，现在想走，晚了。另外2株魔界之花也在战场的另一个角落生长出。这时5株魔界之花形成了一个更加紧密的包围，将想要逃跑的凌云公会成员全部困住。见到已经无路可走，凌云公会的成员纷纷绝望。你不能杀我们！我们是凌云公会的人，你要是杀了我们，
我们工会数万大军是不会放过你的，肯定要将你杀到退游。话音刚落，一道藤蔓穿过他的要害，直接暴毙而亡，死状极其凄惨。周围大量想要逃跑的凌云工会玩家也分别被几根藤蔓控制住，随后遭受了一样的待遇。有些不想要被爆菊的玩家纷纷自杀，化为白光回城。至此，过来埋伏陈峰的30几号凌云工会的玩家无一生还，不是被魔界之花藤根爆菊而亡，就是自己自我了断。看着战场之上如此强大的魔界之花，陈峰嘴角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上前依次将5朵魔界之花进行召唤解除，以免伤害到周围的吃瓜群众。而此时还在周围看戏的吃瓜群众看到这凄惨的一幕，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在战场里面的人不是他们。第22章进入特殊副本。这时陈峰开始打扫战场了，击杀完凌云工会的玩家后，地面上留下了一堆装备和药水，其中不乏一些泛着特殊光芒的装备。陈峰上前挑了几件泛着青铜光泽和白银光泽的装备捡了起来，反正自己装备还没齐，也没看属性，直接装备了上去。至于白板和黑铁装备，自己捡都懒得捡，完全浪费自己的背包格子，谁爱要就给谁吧。这场和凌云工会的战斗结束的速度很快，这让原本在远处的观战的玩家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陈峰全程只使用了一个技能，就将30几号玩家全部击杀。那株神秘的花朵如同地狱使者一般，所过之处无一生还，就是这攻击招式有点不堪入目。噬天大神这个召唤兽也太强了吧，不是说现阶段的召唤师只能召唤出几只垃圾宝宝吗？为什么是天大神的召唤兽那么强大？30个人竟然被一只召唤物给击杀了，简直难以置信。这时一旁的召唤师 MM 也是一脸小星星，爱了是天大神，实在是太帅了。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老公实力。我现在承认召唤师很强，但是天什么时候是你的老公了？明明是我的好吗？呸！你要点脸不？你是个男的。就在陈峰收拾好装备准备离开时，一大群玩家突然出现在了周围。凌云工会的支援那么快就来了，陈峰略微惊讶，首先想到的就是凌云工会的支援过来了。就在他准备继续吟唱技能召唤的时候，等一下，一道熟悉的女声传来，是他。此时紫色蔷薇在一众工会成员的中间缓步走来。你不是也想来打劫我吧？陈峰笑着开口。听到陈峰的话，紫色蔷薇掩面轻笑，怎么会呢？我带了那么多人是来保护你的，毕竟你以那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了一把黄金武器，但是没想到是天大神那么厉害，我这才收到消息，这群人渣就被你全部解决了。紫色蔷薇摊了摊手，表示很无奈。陈峰见状也是笑了笑，虽然他们并未帮上忙，但人家毕竟还是大张旗鼓的过来了，还是要感谢一下的。这帮垃圾而已，哪里用得到你自己来？随后陈峰看了看地面上的装备说道，为了感谢你们过来，地面上的装备我反正用不到，就全送给你们吧。紫色蔷薇听到陈峰的话后，看了看周围地面上的装备，至少还有5、6件黑铁装备和7、8件白板装备，这个阶段黑铁装备至少还能卖个几十金币，加起来也是不少的数字。看到陈峰随随便便就将那么多的装备丢弃不要，紫色蔷薇的小脸也露出了震惊的神色。这不太好吧？我们毕竟也没帮上什么忙。那就由你吧，我还要做任务去，装备不要的话，周围有的是玩家会要。陈峰也不想过多做纠缠，比起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隐藏职业转职任务还没完成。说完就直接转身离开。看着这一幕的紫色蔷薇，内心略微出现了一点挫败感，这个男人究竟是什么情况？每次和自己都说不上几句话就要走，这和其他男人完全不同啊！难道是我不漂亮吗？紫色蔷薇独自呢喃了一句后，便吩咐手下将地面上的全部装备收起，离开了这里。10几分钟后，陈峰终于到达了任务提示的坐标地点，他的身体也略微感觉到了一丝丝召唤的感觉，可能是和自己使用了卷轴有关。就在这时，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6芒星形状的传送阵，传送阵上流露出丝丝能量，应该是这里了吧？陈峰迈步走入传送阵的中心，很快传送阵的能量开始汇聚，白光闪烁后，他的身躯消失在传送阵上，随后传送阵的光芒的随之消失，地面恢复平静。此刻他的视线也在经历了一阵炫目过后，出现在了一个满是废旧残破的城市之中。叮咚，你已经进入特殊地区黑暗之城。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赶忙掏出背后的法杖，紧张的戒备着，环顾了一会周围，这时他才看清楚这个城市的大概面貌。只见到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到处充斥着不知名的黑色气体，破败的房屋耸立在地面上，摇摇欲坠，时不时飞出几只黑色的蝙蝠，好似宣告这周围还有活物。这里是……现在在他眼前出现的场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任何记忆中出现过，完完全全是个陌生的场景。看着周围陌生环境，
没有任何头绪，他只能打开任务面板，看向任务指示器能不能给予一点点帮助。当他打开任务指示器时，发现了任务指示器的图标没有任何变化，而且还发现了自己的好友栏也变成了灰黑色，不能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连结束游戏的图标也消失了。这让陈峰顿时有点慌了。这是什么任务？难道我完不成任务就将永远困在这里了吗？四处打量，周围的街道没有任何生物的气息。操！拼了！不就是一个隐藏职业任务吗？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还怕这个？陈峰罕见的爆了粗口。既然是任务，应该就有完成的希望。反正还有村长给的复活道具，他就不相信以他现在的实力，还有什么任务过不去。打定了主意，他决定对周围的房屋先进行探索。为了保险起见，他开始吟唱技能。几秒钟后，召唤黑暗骑士。黑暗骑士坚实的身躯出现在陈峰的眼前，直接让黑暗骑士单膝跪地。他一个箭步跳到了骑士的肩膀之上。嘿嘿，这样就安全多了。就这样，他指挥着黑暗骑士向着距离自己最近的建筑走去。第23章精灵少女希若若。陈峰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周围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怪物。就在这时，他的眼前的街道角落处出现了一个身穿破烂衣服的小女孩，只是这个女孩的身上穿着的衣服颜色略微有些古怪，竟然是红色的。红衣小女孩再配合上周围诡异的画风，难道我玩的是恐怖游戏吗？小黑，赶紧离开这里先。陈峰受不了这诡异的画面，赶紧催促黑暗骑士离开。但是就在他准备离开之时，那名坐在街道角落的红衣小女孩突然转过身来。想象的画面并未出现，只见小女孩正睁着大大的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陈峰。大哥哥，可以给我一点吃的吗？我已经好久没有吃饭了。这时陈峰才看清，这个小女孩的样貌大概7、8岁的样子，耳朵是长长的精灵耳朵，脏兮兮的脸上挂着几行泪水的痕迹，看起来可怜巴巴的。当他看向这名小女孩的 ID 时，他愣住了，没想到这就是任务需要拯救的精灵少女，这也太巧了吧。他感觉指挥黑暗骑士上前，快要到达精灵少女身边之时，一个飞跃帅气的落在他的面前，快速的在背包里翻找，很快在背包里翻出一块面包递给了精灵少女。诺，给你这个，你先吃。精灵少女看到面包后顿时眼睛一亮，接过面包后对着陈峰道了声谢谢，随后可能是饿坏了，几秒钟将这块面包消灭了，随后再次可怜兮兮的看着陈峰。我这里也没准备太多的食物。陈峰刚说完，就再次看到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正一脸期待的看着自己。陈峰略微思索后，灵机一动，将之前击杀野猪遗留下来的野猪肉取了出来，闻了闻还很新鲜，随即在周围的废弃建筑里面取了几块木头，控制着南瓜法杖释放了一颗小型南瓜炸弹，将木头点燃，随后将野猪肉架在火堆上烤了起来。几十分钟后，香喷喷的野猪肉就烤好了。不得不说，元宇宙的模拟程度实在是太真实了，连烤肉的香味都100%模仿了出来，让他的口水都不经意的流了出来。将烤好的野猪肉切开，分了一大块给精灵少女。看到肉食的精灵少女眼睛都直了，拿起烤肉就吃了起来。陈峰也拿起一小块放入口中咀嚼。没有调料，有点淡，野猪肉有点柴。陈峰自顾自地评价了起来。几分钟后，两人将烧好的野猪肉全部消灭干净。陈峰也坐在地上打了个饱嗝，随后才想起来任务还没完成，便对着精灵少女开口说道：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叫希若若，大哥哥你叫我若若就好了。我是被一个魔王带到这里的，已经困在这里很久了。精灵少女的话音刚落，她在陈峰眼中的 ID 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她的名字希若若。那若若，你知道我们怎么才能离开这里吗？陈峰问道。想要离开这里只有一个办法，只有击败魔王，我们才能出去。魔王就在整个城市的中心，那座最高的神殿内。那魔王实力如何？陈峰问道。听族里的长老说，魔王全盛时期好像可以随意灭杀史诗级的怪物。史诗级？陈峰无语，这系统不是来坑他吧？随意灭杀史诗级怪物，那这个魔王至少是神级 BOSS， 让自己一个未转职的10级小号来对付神级 BOSS， 这不是开玩笑是什么？看到陈峰的脸色如此不好，若若的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大哥哥，你怎么了？不舒服吗？陈峰见状叹了口气说道。魔王那么厉害，大哥哥，我和他实力相差太大了，我们看来是出不去了。若若听到这里咯咯的笑道。大哥哥，不用担心呢，还留在这里的魔王只是他万千分身之中的一个，本体早就回到魔界养伤去了，加上他为了抓我，实力大打折扣。现在留在这里的分身最多只有他实力的1/1000左右。他本来也没想着有人可以来到这里，也只是为了防住我。我只是一个精灵牧师，原本就没多少实力。真的吗？听到若若依依席话后，陈峰这才重拾了一点信心。真的呢，大哥哥，若若也想要出去呢，我在这里都不知道被困了多久了。好，哥哥这就将魔王的分身解决掉。
带若若出去。陈峰意气风发，迫不及待的想要和这个特殊空间的魔王一决雌雄了。哥，好的呢，哥哥，我们这就出发吧。走，出发。就这样，若若带着陈峰，两人迈步走向破旧城市的中心神殿。两人也是边走边聊，陈峰问了若若很多的问题，若若也知无不答。在一路上的聊天下，陈峰推断出若若的身份可能非常不一般。不说神秘魔王作为神级 BOSS 还不惜重伤，也要将他困在这个神秘的世界。单单和他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信息来看，他所了解的事情比他这个重生者还要多了不少。这个神秘的小女孩究竟是谁呢？就在陈峰思考之际，若若突然停下了脚步，回头对着陈峰说道：大哥哥，地方到了，就是这座神殿，魔王的分身就在里面。听到若若的话后，陈峰抬起头看向前方的建筑，只见这座建筑的位置刚好位于整个城市的中心位置，和四周破败的建筑不同，这座建筑的外表没有一丝破败感。抬头向上看去，整个建筑分为3层，第一层的面积最大，就好似一座小型金字塔一般耸立在天地之间。随着目光向下看去，第一层的中间位置，一个漆黑的大门正敞开着，里面看不清情况，整体看来好似一个张开大口的巨兽。好壮观的建筑，陈峰轻声感叹。走吧，大哥哥，我们还要早些出去呢。弱弱清脆的声音传来，打断了陈峰的感叹。陈峰轻轻地嗯了一声，随后看了看任务倒计时，距离领取任务后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半小时，确实得抓紧时间了。随后陈峰便拉着弱弱，两人快步走向了神殿大门。第24章神殿第1层。陈峰和弱弱跨入大门的一瞬间，周围瞬间亮起了一盏盏青色的油灯，将周围的一切全部照亮。这时候他才看清周围的情况，第1层是个非常空旷的大厅，大厅内的雕刻栩栩如生，虽然有些灰尘，但是仔细看去也不难想到这里曾经也是一个很辉煌的宫殿。只是诡异的是，整个宫殿的地面上遍布白骨，显得异常阴森恐怖。大哥哥，好可怕啊！弱弱呼吸急促的声音传来，一下子跳到了陈峰的怀里。陈峰见状，还能说自己害怕吗？当然不能。提起勇气安慰道：别怕，大哥哥有很多宠物。弱弱先下来，我安排我的宠物上前探探路。真的吗？真的，相信大哥哥。说完，弱弱才在陈峰的怀中回到了地面。此时陈峰也不敢大意，毕竟直到现在自己连一个怪物都还没碰到过，这非常不符合常理，唯一隐藏职业的任务应该是非常难才对。只见他手上的法杖挥舞开始召唤，不多时技能吟唱结束。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3只召唤物出现在两人的面前。哇，大哥哥真的没有骗我，这些都是大哥哥的宠物吗？弱弱开始兴奋的大叫。陈峰则是一脸黑线，你这小妮子轻一点不行吗？把怪物引出来怎么办？刚刚想完，只见周围的骨头架子便开始动了，大量的骨头开始组合变化，很快一具具穿着铠甲的骷髅组合站立起来，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骷髅士兵拿着腐锈的大刀挥舞的冲向两人。我去，那么多骷髅兵！陈峰发出一声惊呼，开始指挥召唤物冲向前去，双眼光芒闪过，一串数据出现在系统光屏之上。魔化骷髅士兵精英，等级 LV10， 血量1500，攻击100，防御30，技能嗜血致命一击。描述：死亡的人类士兵受到魔气的侵袭，成为了没有意识的白骨生物。魔化骷髅弓箭手精英，等级 LV10， 血量1200，攻击120，防御20，技能火焰剑。介绍：死亡的人类弓箭手受到魔气的侵袭，成为了没有意识的白骨生物，竟然是魔化的亡灵生物。陈峰呢喃了一句后，黑暗骑士率先和魔化骷髅士兵交上手。只见黑暗骑士一剑横扫而出，将冲上来的4、5只魔化骷髅士兵扫飞，撞向了后排的魔化骷髅弓箭手，造成了2次伤害。哇，大哥哥的宠物好厉害！弱弱在陈峰后面开心的大叫。陈峰刚想炫耀一下，只见远处大量的火焰箭矢如同雨点一样落下。快躲到哥哥后面！没有来得及多说，陈峰连忙一把将弱弱拉到了身后。谁死小萝莉都不能死，他死了自己的隐藏职业也就泡汤了。随后指挥黑暗骑士开启了盾牌防御，减免 50% 的正面伤害。随后大量的火焰箭矢落下，叮叮叮，大量箭矢撞到黑暗骑士的盾牌，发出了沉闷的金属碰撞声。这时黑暗骑士头上也冒出个大量的1加免疫，火焰箭一轮接着一轮，还好黑暗骑士的防御高，要是换了自己估计已经被射成刺猬了。这时陈峰的另外2只召唤兽也没有闲着，由于陈峰和黑暗骑士冲在最前方，
导致攻击向机甲哥布林和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的火焰箭矢并不是很多。只见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的身体雷光闪烁，大量的雷霆元素凝聚周身，雷之精灵的3技能雷霆万钧发动，大量的金黄色雷霆宣泄在魔化骷髅弓箭手阵地之上，轰隆隆，轰隆隆。很快被雷霆击中的区域，大量的魔化骷髅弓箭手倒下，化为白色的粉末飘洒在地面上。然而并没有任何经验奖励的提示，被击杀处也没有任何装备和钱币的爆出。看来在这个特殊的任务副本里，击杀的怪物是没有任何的经验和奖励的。陈峰摇了摇头，看着如此多的骷髅，有些惋惜，但也继续指挥着3大召唤物不断的击杀着骷髅军团。在几次雷霆万钧加上机甲哥布林爆弹的清理下，远程的魔化弓箭手基本都被清理的差不多了。没有了远程的威胁，在面对近战的魔化骷髅士兵，压力顿时小了很多，自己也能跟在后面输出。10几分钟后，周围的所有骷髅全部化为飞灰，消失在第1层的地面上。终于全部解决了。陈峰呼出一口气，看向周围大量的骷髅粉末。接下来是不是需要找到通往第2层的入口？陈峰对着若若问道。入口就在左侧，有一个台阶，但是台阶路口有一个守门人，实力非常强大。若若轻声的回答。好嘞，我们继续出发。走了，出发。就这样，一个青年身边带着一个小萝莉，快步走向第2层的入口处。第25章，击杀第1层守门人。陈峰带着若若慢慢的靠近通往第2层的路口，向着远处的路口看去，果然在远处出现一道模糊的高大身影。走近看了看，才发现了这个 BOSS 的身高至少有 2.5 米，头上顶着头盔和面罩，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一双眼睛冒着红光，代表着他是个活物。手上拿着一把破损的巨剑，正四处巡视着。陈峰的眼中流光闪过， BOSS 的信息出现在系统光屏之上。守门人雷吉尔，青铜级 BOSS， 等级 LV15， 血量5000，攻击210，防御80，技能剑气波、冲锋、重击、雷霆一击。描述：原本废墟之地的守城将军，抵抗魔王时牺牲，死后被魔王囚禁灵魂，成为了魔王的守门人。竟然是一个15级的青铜 BOSS， 属性野外的青铜 BOSS 高了那么多。看完属性后，发现了这个15级青铜级别的 BOSS 比之前12级的剧毒蜘蛛首领属性高了1倍之多，比一般的白银 BOSS 还要强上不少。但是陈峰没有丝毫畏惧，这个 BOSS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战胜的存在，但是他还不放在眼里。陈峰举起法杖开始吟唱：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一只只的召唤兽出现在周围，这次陈峰没有留手，想要快点将这个 BOSS 解决。若若，你躲远点，大哥哥要和他战斗了。若若乖巧的点了点头，躲到了角落。看到躲得远远的若若，陈峰也无所顾忌了，指挥着4大召唤兽冲向了 BOSS。感觉到动静的 BOSS 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发出一声怒吼：入侵者，死！守门人 BOSS 挥舞着残破的大剑，一道巨大的剑气破空而来。看着急速飞来的剑气，陈峰不敢大意，一个侧身躲过了剑气的攻击。剑气同样在召唤物的身边划过，很快就击中了背后的墙壁。轰的一声，一声巨响传来，只见陈峰身后的墙壁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剑痕。一击并未得手，守门人 BOSS 再次提剑向着陈峰冲来。哼，不自量力！4只召唤兽各式各样的攻击落下，大量的伤害数字在守门人 BOSS 的脑袋上飘出，短短一瞬间 BOSS 的血条就下降了一大截。该死的入侵者，我是不会让你过去了！受到伤害而无比愤怒的守门人 BOSS 手中大剑挥动，飞速的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BOSS 发动了技能冲锋，但是随后黑暗骑士突然出现，挡在了陈峰的身体前，举起了手上盾牌。砰！2道盔甲身影相撞，黑暗骑士和守门人 BOSS 都退后好几步，在各自头顶跳出伤害。守门人 BOSS 后退之际，魔界之花的藤蔓迅速围了过来，技能缠绕。虽然守门人 BOSS 奋力挥砍，但是藤蔓的数量非常多，很快 BOSS 就被藤蔓控制。随后在守门人 BOSS 被控制的时间内，大量的输出降临。守门人 BOSS 最后的血条亏空倒在了地上，同样没有任何的奖励提示。随着守门人 BOSS 的死亡，楼梯口处的一道结界缓缓破开，露出了一个路口。原来不击杀 BOSS 去不了2楼。陈峰带着若若缓步走向楼梯处，就在靠近守门人 BOSS 的尸体之时，原本一直很安静的若若突然拉住了陈峰。怎么了？陈峰疑惑地看向若若，若若没有回答。随后只见若若的口中开始吟唱，一会后她的小手上发出洁白的光芒，一道道圣光之力飞向守门人的尸体。
随后圣光之力中又出现了点点绿色，好似在净化着守门人的灵魂。陈峰震惊，竟然是自然之力加圣光之力。随后陈峰的记忆里开始搜索，突然想到的画面让陈峰的脑子里如同闪过一道惊雷。精灵少女会使用自然之力、圣光之力，难道若若就是游戏后期拯救大量人族联盟军队，曾经重创天灾大军的光明女神海若？陈峰彻底懵了，没想到此刻在他身边的小女孩竟然是以后整个联盟的信仰光明女神。这个大腿要是抱好了，以后在联盟自己不是可以横着走？陈峰无比激动，看着正在施法的若若，瞬间感觉这次的任务赚大了。任务奖励不奖励的无所谓，有萝莉就行。思考之间，守门人的尸体突然飘出一阵黑气，黑气似乎在圣光中挣扎，但是没过多久就消失在圣光的洗礼之中，应该是魔气被净化了。随后只见守门人的尸体动了下，一道灵魂体飘出飞向了远处，随后一起一丝奇异的能量回到了若若的身上。大哥哥，我刚才净化了他的灵魂，现在好了，我们走吧。若若笑着对陈峰说道。那个若若，你是牧师对吗？陈峰问道。呐，我是圣光牧师呢，我学过很多光明魔法和自然魔法。那你会不会辅助技能？给哥哥加一个。陈峰笑着说道。可以，但是大哥哥，刚才使用了圣光净化，我现在没有魔法力了，需要补充一些魔法力。若若有些愧疚的低声道。陈峰嘴角上扬，不就是魔法药水吗？我有的是。赶忙在背包里掏出了一大堆恢复 MP 的药水，堆在若若的前方。喝吧。不用和哥哥客气。若若看到眼前的大量的 MP 药水，也没有犹豫，开始一瓶一瓶的喝了下去。不知道是不是若若使用药物没有玩家一样的 CD 限制，没过多久，2组2级 MP 药水就被若若全部倒入了口中。吃完还不忘擦了擦嘴角露出的药水。我去，那么快就喝完了。陈峰看着眼前的若若，有点不可思议。恢复了一点弄点，可以释放几个技能了呢。那给大哥哥加个祝福。好的，大哥哥，我现在只能释放出初级的祝福术哦。说完，只见若若小手挥动，不一会儿，一道金色光芒奖励到陈峰身上。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对你释放了圣女的祝福，效果提升人物全属性 1%， 释放速度 10%， 攻击速度 10%， 移动速度 10%， 技能持续时间12小时。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对你释放了圣女的祝福，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了光之女神的祝福，效果提升人物全属性 100%， 人物潜能点基础属性，不包含装备加成，释放速度 1000%， 攻击速度 1000%， 技能持续时间1200小时。第26章解锁10倍攻速10倍释放。陈峰看到加在自己身上属性介绍后直接震惊了，等了足足过了10几秒，陈峰才在刚才的提示音下缓过神来。好家伙，10倍全属性增幅，10倍攻速10倍释放，这不是代表这个 buff 技能直接让我多了3条 SS 级天赋，而且技能的持续时间为1200个小时，时间换算过来的话，差不多可以用到游戏2转了吧。陈峰赶紧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看看自己现在的属性到底变态到什么程度了。角色是天，等级 LV10， 种族人族，职业召唤师，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 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青铜级，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生命6500，攻击1100，魔法攻击，防御330，魔法9500，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00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 1.5 米每秒，奔跑移动3米每秒。属性力量110，智力450，敏捷125，体力250，声望200，幸运未知。装备南瓜法杖黄金器，野狼法袍青铜器，野狼长裤青铜器，省略。我现在的属性比之强化后的守门人 BOSS 还要强大不少，那我的召唤物岂不是更加强大了？因为游戏中的召唤兽会根据玩家属性的成长而成长。关闭了人物面板，看向了若若，内心激动无比。你可真是我的小福星啊！陈峰激动地在他可爱的小脸上轻轻地捏了下。走吧，我可爱的若若，我们去第2层。陈峰迈出了自信的步伐，带着若若走向第2层的阶梯。走完全部阶梯，来到神殿第2层。两人刚刚冒头，只见头顶上突然砸下大量的火焰魔法球。陈峰见状已经无法躲避，赶忙将若若拉到怀中，护她在身下。
1，大量的不破防的伤害数字跳出，陈峰赶忙发动南瓜法杖的技能，向着火球飞来的地方释放了技能南瓜炸弹。2300，四位数的伤害数字跳出，直接将炸弹范围内的怪物全部清空。这时陈峰才看清楚周围的情况，原来第二层的周围全部都是拿着法杖的怪物。陈峰的侦查术触发，一串数据在陈峰的眼前出现：魔化瘟疫法师精英级，等级 LV15， 血量2000，攻击130，魔法攻击，防御30，技能火球术，火焰冲击。描述：死亡的人类法师受到魔气的侵袭，成为了没有意识的生物。这属性，我感觉我的普通攻击都能将它击杀。陈峰提起法杖，一连串基础法球丢了出去，连成了一连串的如同珍珠一般。召唤师牧师的攻击类似法师的攻击，也是远程。1100，还没等全部法球落到魔化瘟疫法师的身上，他就直接倒地化为粉末消失。哈哈，太爽了！没想到召唤师还能这样玩，决定了有机会写一本小说，就叫《网游之魔法加特林》。陈峰继续向着周围的怪物释放招法球，只要靠近的怪物全部被一连串的法球击杀。可惜法球一次只能击杀一个怪物，刷怪的效率还是有所欠缺。在第二层刷了几分钟怪物后，陈峰也玩够了，开始召唤小弟。陈峰举起法装缸开始吟唱，浓郁的雷系元素直接凝聚，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仅仅在一瞬间，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就出现在陈峰的眼前，释放速度快就是任性。现在陈峰的技能释放已经不需要读条，直接就可以召唤出召唤兽，这就是释放速度快的好处。查看了一下属性加强10倍后的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的属性：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青铜级，等级 LV15， 血量5000，攻击1400，魔法攻击速度 1.3 次每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米每秒，防御400，技能雷击闪电盾，攻击时有 20% 几率使敌人进入感电状态3秒，对白银包括品级以上单位无效，对感电的敌人额外附加光属性伤害，闪电5连发，向着直线发出5道闪电，造成范围性伤害，地方单位只有1个时集中伤害。雷霆万钧可以使用雷霆力量攻击范围内的敌人，死亡爆炸使周围的敌人进入感电状态。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的属性也跟随自己的属性一样得到了大幅提高。指挥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上前发动技能，一道群发技能释放而出，瞬间将周围的怪物全部秒杀。现在召唤兽的属性也跟随人物的智力属性增长而增长，所以现在召唤兽的实力也是之前实力的10倍。接下来就是大范围的虐怪，没过几分钟，在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的群体法术面前，第二层的小怪全部被秒杀。现在就该去寻找通往第3层魔王分身的路口了。现在的陈峰意气风发，再也没有之前的胆怯。魔王分身而已，要是我等级高了，即使本体来了，也要和你过2招。陈峰收起法杖，带着若若在第2层寻找着。第27章第3层魔王的邀请。终于在一个角落发现了通往第3层的路口，门口此时同样也有着一名守关 BOSS。 这个 BOSS 不同于第1关的守关 BOSS， 是个拿着法杖的法师。守门人霍克，青铜级 BOSS， 等级 LV18，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原本废墟之地的首席魔法师，抵抗魔王时牺牲，死后被魔王囚禁灵魂，成为了魔王的守门人。侦查术过后出现了一连串问号，看来是等级超过自身体5级无法查看 BOSS 的属性。不过现在的陈峰并不无所畏惧，现阶段的 BOSS 都是给他送菜的。直接指挥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发动技能，轰了过去，巨大的雷光在 BOSS 的头顶凝聚，随后大量的雷霆宣泄而下，轰隆隆，轰隆隆。BOSS 在雷霆的范围内遭受到了无差别攻击，1250、1264、1524，感电。大量的伤害数字在 BOSS 的脑门上跳出，他的血条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着。很快 BOSS 的血条亏空，身躯倒下。这怎么可能？这个悲情的 BOSS 到死也不相信，自己堂堂一介青铜 BOSS， 一个技能都没释放出来，就被一只召唤兽给秒杀了。随后陈峰带着若若上前，若若还是照旧超度着这个悲情法师的灵魂。超度完毕后，两人迈着步子进入了最后一层。两人步入最后一层，这回陈峰不敢有丝毫大意，先是召唤了黑暗骑士，提前一步进入了第3层探路。在确定没有任何危险后，带着若若进入了第3层。整个第3层没有前2层的空旷，反之地方还有些小，大概只有200多平方的样子。此时周围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
陈峰也发现了第3层中间的王座之上出现了一道身影，这应该就是魔王了吧？陈峰轻声呢喃了一句，眼中的光芒迸发。魔界之主暗王的分身，品级未知，等级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只是一具分身。我去，全是问号。陈峰顿时呼吸急促，赶紧将若若保护在身后，直接施法将全部召唤兽都召唤了出来，顿时整个楼层瞬间变得拥挤了不少。很快4大召唤兽靠近中间王座，将 BOSS 包围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的魔王不以为然，笑着对着陈峰说道：人类，你竟然可以来到这里，你很特殊，我们欣赏你，加入我魔族大军，我将带领你一统大陆，你可愿意？魔王的分身刚说完话，只见陈峰的系统面板上弹出了一道系统提示：叮咚，魔界之主暗王的分身邀请你加入到魔界阵营，如果同意，你将得到魔界声望加99999，可以直接转职为隐藏职业黑暗猎手成长型魔界套装一套，如果同意，人族声望下降到99999。提示：选择阵营后将受到规则束缚，人类阵营变为敌对。陈峰看到这条属性，直接选择了否。自己是不可能背叛人族联盟的，毕竟他重生的目的也是为了拯救现实世界，而且他对魔族的隐藏职业也不感兴趣。至于成长型装备，对他更加没用诱惑力。他有着100倍奖励增幅，游戏后期什么样的装备不能搞到手？当陈峰做出了选择，魔王的分身竟然直接开始变得模糊。人类，你会后悔的。不久之后就留下了一句话，随后消失不见。陈峰一脸懵逼，就这，我都准备来一场热血战斗了，魔王就这样消失了。陈峰嘟囔一句：大哥哥，可能魔王分身经过了那么久，本来就没有什么实力了，这一关可能就是考验你是否会背叛人类联盟，你选择了否，魔王分身自然消失了。此时在一旁的若若分析道：只能这样考虑了。此时王座的方向突然出现了一道传送门，应该就是回到游戏世界的传送门了。终于结束了，我们走吧。说完，陈峰便拉着若若走向了传送门。一阵白光闪过后，陈峰带着 NPC 若若回到了游戏世界。刚回到游戏世界，陈峰的任务列表就传来了一阵系统提示音：叮咚，恭喜你完成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转职任务，拯救精灵少女，获得职业认定，你已成功转职为隐藏职业精灵召唤师。随着一道七彩光芒在陈峰的身上升起，陈峰的职业面板上原本的召唤师消失，变为精灵召唤师。陈峰赶紧看向职业介绍：精灵召唤师唯一职业，职业天赋召唤兽强化，被动提升召唤兽的属性 20%， 限制解除，被动通灵召唤兽的限制解除，所有召唤物的数量不受限制，并且增加召唤物的 30% 的存在时长。召唤亲和，被动释放召唤类技能时，一次性可以召唤原本数量乘2。描述：后续转职后职业天赋跟随提升。陈风尘看完职业介绍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也太强了吧！即使重活一世，也没想到自己开局得到了隐藏职业会有那么强。召唤师最大的限制就是召唤的数量都是有限制的，但是限制得到了解除以后，只要 CD 够快就能无限制的召唤，而且召唤数量一次性就可以召唤出原先数量乘2，就是说原本可以召唤出一只召唤兽的，经过被动强化后就可以召唤出2只召唤物。如果一次性可以召唤2只召唤兽的技能，就可以召唤出4只召唤兽，而且提升了 20% 的属性，这战斗力直接提升双倍还不止啊！有着如此强大的职业，加上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只要发展起来和仇未来的危机，以后抓魔王当小弟，让巫妖王给自己当打手，岂不美哉？想到这里，陈峰就忍不住的笑出了声。第28章，若若的神级天赋。看到陈峰突然笑了起来，正在一旁的若若一脸问号：大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回过神的陈峰将职业介绍关闭，想到自己身边还有一个小萝莉，现在任务完成了，这个 NPC 小萝莉要怎么安排？若若呀，你的家在住在哪里啊？大哥哥送你过去好不好？听到此话的若若眼神突然暗淡下去，轻声的呢喃道：我的家乡在距离人类帝国很远的精灵之森，以大哥哥现在的实力还到不了那里。陈峰听闻后也有所了解，精灵之森林是位于大陆南部一与世隔绝的森林中，现在距离过去确实距离太长了，行走的话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到达。而且最主要的是，前往精灵之森的路途上有着超级多的高级怪物区域，都是到了游戏中后期才能探索的区域。现在的自己即使加强了那么多，但是在怪物等级和品阶的压制下，自己连摸掉怪物一点血都做不到。那这小萝莉 NPC 要怎么办才好？陈峰陷入了思索。就砸陈峰思索之时，小若若的原本抓着陈峰的小手突然松开，眼中突然泪光闪烁，委屈的走到了一边，低声说道：大哥哥，是不是嫌若若麻烦了？那若若自己走好了。
一边说一边就要蹲下，眼中的泪花好似马上就要爆发出来。这谁顶得住？陈峰现实中就最见不得小孩子哭了，没想到元宇宙里的小女孩要哭起来和现实里的简直一模一样。这时周围刚好有一个小队路过，看到了这幅场景，这不是天大神吗？他边上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卧槽，是天大神把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弄哭了。是天大神不会有什么不良嗜好吧？竟然那么小的女 NPC 都不放过。嘘，小声点，你不知道是天大神一个人就能杀的340凌云公会的核心玩家丢盔卸甲吗？小心是天大神真是你啊！这样啊，那我得赶紧溜。陈峰听到此话一脸黑线，他瞄的我是这样的人吗？抓紧拉起坐在地上的若若，出声安慰道：若若，哥哥没有嫌弃你麻烦，你要是愿意你就先跟着哥哥好了。听到陈峰的话，若若的小脸立马恢复，看了看向陈峰诺诺的说道：真的吗？大哥哥不会嫌弃我吗？大哥哥怎么会嫌弃你呢？陈峰满脸坚定的回答。就在这时，一道系统任务提示在陈峰的面板上跳出：叮咚，恭喜你触发唯一隐藏任务精灵少女的成长。任务描述：培养并照顾精灵少女希若若，当灵少女希若若等级达到 LV60级，触发下一任务。任务难度未知。任务奖励无。备注：玩家可带着精灵少女希若若一起练级，希若若将分享玩家 50% 的经验。看着自己触发的任务，陈峰脑子再次懵了一下，这画风怎么感觉一下子就变成了少女养成游戏了？陈峰看着眼前的少女，陈峰知道她是元宇宙后期剧情发展的关键 NPC 之一，而且她现在属于幼年期，肯定是可以成长的。即使陈峰前世混迹了那么多年都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说有遇到成长性 NPC 的情况，自己竟然碰到，是不是说明自己走了狗屎运？考虑到未来世界游戏融合到现实后，所有的 NPC 也如同现实中的人类一样，正义一方的人族联盟也会帮助现实中的人类抵抗天灾军团的入侵。而且自己要是将这个未来的光明女神培养出来，嘿嘿，那我不是可以在游戏里横着走？想到这里，陈峰的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小若若，快过来，哥哥这就带你回家。在游戏中照顾培养 NPC， 陈峰也没有任何经验，后面他在其他养成游戏的攻略之中才了解到，培养一个游戏 NPC 和现实世界差不多，也需要玩家给予食物和药水装备，基本上就和培养其他玩家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现阶段玩家死亡是可以复活的，但是 NPC 要是死亡，除了使用一些特殊道具的情况下是无法复活的。做好了攻略，食物什么的不需要愁，只要有金币，游戏世界也是拥有很多美食的。住房暂时还没有，游戏中的住房一般都不会对玩家销售，不过也不是问题，花费一些金币住在游戏内的旅馆就可以。陈峰一个人的无所谓，之前打怪都是在外面风餐露宿，但是有了小若若就不一样了，还是需要给予她好一些的生活条件，可不能委屈了她。其他方面的话，就是若若的安全问题。想到这里，陈峰调开了若若的面板。角色：精灵少女希若若，等级 LV1， 种族：精灵族，职业：圣光牧师，天赋：神灵祷告 SSS 级，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 级的怪物属性，生命之光，圣女的祝福，生命520，攻击48，防御24，魔法600，攻击速度一次每秒1秒攻击一次，释放速度 10%， 读条加快10%分耗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 1.5 米每秒，奔跑移动3米每秒，属性力量24，智力24，敏捷24，体力24，装备红色破布衣白板级，米色小短裙白板级，好感度999，依赖。看到若若的面板和他的面板都是一样的，但是基础的属性比之他之前还要高上好几倍。而且陈峰发现若若也有 SSS 级天赋，自己的 SSS 天赋100倍奖励增幅就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他的 SSS 级天赋究竟是什么呢？点开天赋属性介绍，神灵祷告 SSS 级，天赋作用：周围的怪物死亡后可进行范围性祷告，使其灵魂得到升华，祷告结束后得到信仰之力，自身全属性提升1点，对黑铁级 BOSS 进行祷告时自身全属性提升2点，青铜级 BOSS 进行祷告时自身全属性提升3点，以此类推。召唤物分身无效，技能上限未知。看到反馈回来的天赋技能介绍，陈峰更加吃惊了，怪不得看到若若对着2个青铜 BOSS 进行祷告，原来还有这作用。这项天赋不是代表了只要可以击杀大量的怪物和 BOSS 就可以无限获得属性，这得是多逆天的天赋。要知道圣光牧师也是有着输出技能的，而且对亡灵魔法天生有着克制的效果。看完后瞬间感觉自己的 SSS 天赋也没有那么强大了，
百倍奖励增幅也只是在游戏前期比较强大，但是在游戏后期，所有装备和 buff 增益全部都是顶尖的时候，那时候即使有着百倍奖励增幅，也无法继续提升。摇了摇头，关闭了弱弱的天赋面板，庆幸自己将弱弱救了出来。只要将弱弱培养起来以后，在游戏奖励现实后，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助力。第29章，离开新手村，收回思绪。现在自己的转职任务也已经完成，可以继续提升等级了。接下来，陈峰计划利用明天一天的时间，将自己的等级提升到20级先。在20级后，再将村长的隐藏任务完成，得到传说中的特殊物品。现在还有些时间，可以将弱弱的等级也提升上来。现在弱弱的等级和属性太差了，万一哪天魔王伤势恢复了，过来找麻烦怎么办？想到这里，陈峰将背包里的复活宝珠拿了出来，递给了弱弱。陈峰现在还是自信，整个元宇宙应该没有玩家可以击杀自己，而且就算被击杀了，自己还能复活。但是弱弱现在比较弱，复活宝珠放在他的身上，自己也能放心不少。大哥哥，这是什么啊？好漂亮，这是送给弱弱的礼物吗？此时的弱弱还不知道这件物品是什么。对，这是哥哥给你的礼物，你收好，千万别弄丢喽。弱弱一定会保管好哥哥给我的礼物的。说完就见到弱弱将复活宝珠收了起来，陈峰这才将心放了下来，将思绪收回。现在新手村附近的怪物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升级条件了，必须要到等级更高的暴风城才能快速的提升等级。既然想好了，没有停留，便带着小弱弱向着暴风城方向走去。沿途之中，陈峰时不时讲着现实世界的笑话，将小弱弱逗得咯咯直笑。有时候小弱弱也会一个人跑在陈峰的前面，玩累了就又跑回陈峰的怀抱继续前进。一路上两人都十分开心。没过多久，陈峰和小弱弱就走出了9528号新手村的范围，正式来到无人管辖的野外。叮咚，你来到未开发地点黑暗之森外围，作为首个探索该地图的玩家，奖励声望值加1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的声望值加1000点。系统提示音落下后，陈峰看向自己面板上的1200点声望值。前期声望值的作用不是很多，所以声望值奖励的任务也没多少。但是到了中后期，声望值的作用还是很多的，就像建立行会，在帝国购买一些特殊的物品和帝国发布的高级任务，都需要消耗声望值来领取。到时候声望值可以靠做任务和击杀不同阵营的怪物来获得声望值。这波探索地图就能白嫖1000点的声望值，还是很不错的。没有继续多想，此刻游戏内的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去，马上就要到晚上了，附近肯定是没有人家的，只能早些找个地方休息。穿过茂密的丛林，陈峰的脚步突然停下，看向前方。在两人的不远处，缓缓地出现了一道黑色的身影，正在缓缓地浮现。略微走近看去，只见一头黑熊出现在视线之中，眼中的数据闪过：魔化黑熊，精英级，等级 LV15， 血量1500，攻击50，防御20，技能熊掌，熊山压顶。描述：黑暗之森外围被魔化的黑熊已经丧失了理智，一定要小心。一只属性平平的熊怪。陈峰2个普通攻击估计就能击杀。陈峰没有连续的释放法球，直接控制好攻击频率，2发普通攻击的法球飞了出去。咻咻，1000，2道红色伤害在黑熊的头顶上飘出。陈峰此刻在弱弱的属性 buff 的加成下，他的魔法攻击高达1100多点。这个阶段随随便便的一次普通魔法攻击，就如同其他玩家的大招一般，短短1秒，前方的魔化黑熊就倒在了地上。巨大黑熊的身躯倒地，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叮咚，恭喜你击杀 LV15级魔化黑熊，精英级，获得经验15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5000点。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7500。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3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4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看到金色的光芒连续在若若身上飘出，等级一连提升了3级，直接到了 LV4级。咦， NPC 怎么不需要加属性？陈峰看到系统提示音，但是没有仔细看，他只看到显示若若的等级提升，但是没有任何属性点。随后看向若若的属性点，计算了一番才发现，若若的属性加点是全属性加点，提升一个等级直接加了全属性5点，比之自己1点1点的加强了太多，真变态啊！怎么感觉若若越来越像游戏里的主角了，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打工仔。陈峰默默吐槽了一句，继续走向野熊的尸体处，看看出了什么装备没。但是若若率先跑了上来，对着陈峰说道：
小熊太可怜了，我来给他做个祈祷吧。陈峰一拍脑袋，我怎么把这事情给忘了？若若祈祷是可以加属性的，赶忙让若若上前。只见若若上前后，很快黑熊的尸体一道灵魂体飞出，祈祷完成。我去，若若现在祈祷那么快的吗？陈峰记得在转职副本内祈祷 BOSS 的时候，至少还是花费了一些时间的，没想到这次竟然那么快。若若现在是范围祈祷，这些生物的灵魂不是很强大，只需要一会我就可以祈祷一群的生物，但是灵魂强大的生灵需要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但是随着我的等级提升后会更快。若若有些小自豪地对着陈峰说道。若若最厉害了。陈峰摸了摸若若的脑袋，以示鼓励，上前将魔化黑熊的尸体踢开，将魔化黑熊爆出的几枚银币收了起来，继续抱着若若向着丛林深处走去。第30章，偶遇白银 BOSS。 一路上时不时也能遇到一些野兽怪物，但是在陈峰变态的属性下，黑暗之森外围区域几乎没有哪一种怪物是自己一个魔法球不能解决的，要是有就给他来2发。很快在陈峰普通攻击的轰炸下，自己的经验值也在飞速上涨着，很快等级提升了2级，到达 LV12 级。与此同时，若若的属性也在他不停的祷告下飞度提升，等级也达到了 LV8 级。陈峰抱着若若就将周围的野怪清理的差不多，此时附近已经没有怪物出没的痕迹。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了。由于玩家和 NPC 的设定，在游戏内打怪也是会疲倦的。之前陈峰一个人无所谓，作为新时代3好学生的他，在学生时期通宵打游戏是很常见的情况。但是现在多了个若若，陈峰可不想让她熬夜，小女孩还是要做到按时睡觉、按时起床的。在最后击杀了一头魔化野狼时，陈峰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位于一棵大树的后面，洞口有着大量的藤蔓包裹，非常隐蔽。要不是刚好击杀的魔化野狼就倒在洞口，陈峰还不能发现这里。若若，附近没有人家，我们晚上就先休息在这里吧。陈峰对着若若说道。若若还是乖巧点头。陈峰将野狼的尸体处理了一下后，带着若若走向了山洞。刚进山洞，陈峰就发现山洞内部非常宽敞，四周的岩壁好似被什么力量开垦过一般，非常的平整。但是整个山洞内部一片漆黑，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让小女孩走黑路，这可不行。但是陈峰在背包摸索了一会，发现自己竟然忘记带照明工具了。想到自己一般都不休息的练机，好似也用不到火把等，所以就没有购买。这可怎么办？周围黑灯瞎火的。陈峰思绪了一会，脑子金光一闪，随后就开始吟唱技能，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地面上2座金色的法阵出现，2只带着金色雷霆能量的召唤生物出现，瞬间照亮了周围的山洞。嘿嘿，我真是个小天才。此时陈峰的极光格雷灵已经可以持续1分半的时间，想必进入山洞探探路的时间是够了，也防止里面有怪物。就这样，陈峰由极光格雷灵在前方充当照明，自己则抱着若若行走在后方，漫步走在山洞内部。就在2个走了大约1分多钟的时，前方正在探路的极光格雷灵身躯突然金黄色的电光闪耀，一道雷霆劈向了前方。轰隆隆，前方的地面巨石炸裂，碎末飞溅。有怪物！陈峰低声呢喃，随后看向了前方，只见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在陈峰的眼前。我去，好大的一头黑熊！陈峰眼中光芒闪过，前方怪物的数据出现在眼前。魔化黑熊王，白银级 BOSS， 等级 LV18，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曾经黑暗之森外围的王者，被魔化后已经丧失了理智，成为了只知道杀戮的傀儡。白银级 BOSS。 陈峰在看到 BOSS 的属性介绍后，内心无比激动。他没想到自己运气那么好，竟然在这里能碰到白银级 BOSS。要知道白银级 BOSS 可是能出白银装备的，在自己的100倍奖励增幅下，就是暗金级的装备，自己的现在的装备还一直都穿着新手礼包开出来的。此时前方的2只极光格雷灵已经和魔化黑熊王交上手了，大量的雷霆不停地落在魔化黑熊王的身躯之上，惹得黑熊王愤怒嘶吼。但是看得出来，黑熊王的血量非常厚，白银品阶的 BOSS 在级别上就比极光格雷灵高了1个品级。要不是陈峰现在有着10倍的属性强化，2只极光格雷灵还不一定打得过白银品级的 BOSS。 但是陈峰可不单单有着一只召唤兽，为了快点击杀魔化黑熊王，陈峰直接开始召唤其他召唤兽，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黑暗骑士，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接连的瞬发召唤技能，不同的法阵接连不断的出现，里面走出了一个个召唤生物，所有的召唤兽都是2个。一时间，原本还算比较宽敞的山洞瞬间变得拥挤了起来。但是并不影响召唤物的攻击，一连串的攻击不间断地落在魔化黑熊王的身上。很快魔化黑熊王的血条爆响，魔化黑熊王也感觉一熊难敌4手，何况还是那么多的召唤兽，大吼一声就想要朝着洞穴深处跑去。想跑？
陈峰哪能如他的愿，指挥魔界之花发动了技能缠绕，两株魔界之花大量的藤蔓迅速地抓住体型巨大的魔化黑熊王，任凭他如何挣扎，藤蔓始终缠得死死的，让他动弹不得。随后，其他召唤物的攻击落在魔化黑熊王的头顶，爆出大量的伤害。没多久，黑熊王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巨大的身躯缓缓倒下。砰的一声，溅起地面上无数灰尘。叮咚，恭喜你击杀 LV18级魔化黑熊王白银级 BOSS， 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万。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9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0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0级，成功领悟技能胜利之矛。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陈峰耳边响起。第31章，国服公告都刷妈了。陈峰还来不及关注其他，国服系统公告再度弹出。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白银级 BOSS 的玩家，额外获得技能点+2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200点。叮咚，国服公告，恭喜玩家10天击杀 LV18级魔化黑熊王白银级 BOSS， 成为国服首杀白银级 BOSS 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10天经验值+2万点，技能点+2点，自由属性点+10点，玩家声望+100点。叮咚，国服公告。叮咚，连续3道飘红的国服公告在所有国服玩家的系统界面飘出，国服玩家都麻木了。怎么又是这个10天？他是世界公告承包商吗？我尼玛，你怎么不关注下他是如何击杀 LV18级的白银级 BOSS 的？我才8级啊！正辛辛苦苦的打着小野狼，系统公告别给我推送这些好不好？我的自信心大受打击。世天爸爸求带，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儿子啊！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回家啃老。这3道系统公告再次让全大夏的玩家沸腾，大家都感慨大夏不愧是人才辈出的地方，这个10天实在是太强了。而此时，紫色蔷薇和他的姐姐暮色蔷薇正带领着一群公会的核心玩家，刚好将一只 LV11级的青铜野狼王击杀，大量的经验飞向紫色蔷薇的身体中，他的等级再度提升，已经达到 LV10级。太好了，姐姐我再提升2级就能装备黄金武器了。紫色蔷薇开心地看着自己飞速提升的等级，但是随后国服连续3道系统公告在两人的光屏之上跳出。叮咚，国服公告。叮咚，震惊！两姐妹听到系统公告后完全愣住了，周围蔷薇公会的核心成员也愣住了。这怎么可能？暮色蔷薇喃喃自语，一脸的不可思议。过了几十秒，暮色蔷薇的脸色才恢复正常，看向妹妹露出知性的目光，开口说道：以你之前和我说的事情来看，这个10天可能对你有些意思。你也知道元宇宙这款游戏对于我们家族的意义，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去多多接触它。紫色蔷薇听到姐姐的话后，小脸微红，轻声的呢喃了一句：知道了姐姐。暮色蔷薇点了点头，随即继续指挥公会的核心成员向着其他怪区走去。此时，这道系统公告同样出现在了其他公户大佬的眼中，所有人都好奇起这个神秘的10天究竟是谁，怎么会如此强大，都有了招揽10天意思。很多公会大佬都向这个 ID 发出了好友申请，可惜他的好友设置了无法通过输出 ID 添加，眼看加不上只能作罢。当然，国服公告的消息也传到了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公会的耳中。凌云天看到系统公告后没有任何的波澜，只是淡淡的和手下说了句：只是一个运气比较好的小家伙而已，不必在意。说完便继续带领公会的成员包场练级。而此时，血色帝国公会的血色看到公告后眉头微皱，既然已经交恶，如不加以限制，未来可能会成为心腹大患。吩咐下去，所有公会的成员只要发现10天的踪迹，尽快上报总部。公会所有小队长加速公会成员等级提升。血色对着公会的管理层下达了命令，一定要在他发展前期将他扼杀。当然，这些事陈峰自然不可能关注到。此时，他正带着若若在 BOSS 的尸体旁准备摸装备。依照惯例，若若率先从陈峰的怀中跳下，飞快地跑向 BOSS 的尸体旁，开始祈祷。只见若若闭眼，双手合十，开始吟唱咒语。几秒钟后 ，BOSS 的灵魂冲天起，随后一丝丝信仰之力融入到若若的身体之中，使若若的属性得到了提高。这次击杀了白银级别的 BOSS， 让若若的等级直接提升到 LV10级。除了全属性的提高外，若若还解锁了一个新技能。按照技能名称来看，可能是一个输出技能。打开若若的系统面板，查看项技能属性：胜利之矛。技能等级 LV10，技能效果：
消耗100点 MP， 向敌人投掷由圣光之力凝聚成的长矛，长矛可以穿刺敌人，给敌人造成魔法攻击乘100百分号的光属性魔法攻击伤害，并束缚敌人2秒。一定时间后，光矛会发生爆炸，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魔法攻击乘120百分号的光属性魔法伤害。陈峰看完技能，嘴巴长得老大，没想到若若不单单是个辅助，他第一个输出技能就堪比神技，能穿刺，能控制伤害还高。要是法师见了牧师这输出技能，估计要哭晕在厕所，简直是捡到宝了。陈峰开心的大笑。第32章收获。关闭了若若的技能面板，指挥黑暗骑士将魔化黑熊王巨大的尸体移开，将地面上的金币装备全部捡了起来。叮咚，你捡起金币2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200枚。叮咚，你捡起装备剧毒法杖白银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深海法杖暗金器。叮咚，你捡起装备荧光项链白银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深海之灵项链暗金器。叮咚，你捡起装备百花长裙白银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魔灵短裙暗金器。接连的系统提示陈峰的系统页面上跳出，这次大爆了，竟然出了3件装备。陈峰打开背包，看向装备的属性：沧海法杖暗金器，攻击加151，魔法智力加20，释放速度正20%，部位武器，需求等级 LV15， 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释放技能后有概率释放高于技能等级2级的技能。描述：省略，极品法杖，高达151点的魔法攻击，还附加了20点的智力和20%的释放。最主要的是，这把法杖释放技能时有概率释放高过你能等级的技能，对于召唤师来说非常实用。但是装备等级需要 LV15 级，现在还装备不上，只能先将法装丢进背包，等到自己到达 LV15 级后再说了。随后看向其他2件装备：深海之灵项链暗金器，攻击加30，智力加20，血量加500，魔法加500，需求等级 LV15， 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释放技能时有 30% 几率给范围释放一个水系治疗，回复周围单位500点生命值。特效2：释放技能时有 20% 概率重置此次释放的技能 CD， 技能内置冷却20秒。描述：省略，有概率重置 CD 的项链。陈峰刚好没有项链这个位置的装备， BOSS 竟然直接出了一件非常适合全法系职业的项链，不仅拥有高额的属性，单单血蓝就加了500点，还拥有群体回复技能。最适合召唤师的属性就是 20% 几率重置此次召唤技能的 CD， 也就是说，陈峰一次性召唤出2朵魔界之花时，要是触发了重置 CD 的属性，就能再次释放一次。因为隐藏职业的天赋自己没有召唤上限，这就是说自己运气好的话，就可以召唤出4朵魔界之花，随后魔界之花进行播种，时间足够的情况，最多可以出现28朵黄金级的魔界之花。想到28朵魔界之花在战场上肆意爆菊，不对，肆意屠杀的场景，陈峰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太变态了。但是同样是 LV15 级的装备，只能先丢背包，看向最后一件装备：魔灵短裙暗金器，防御50，血量1500，体力加30，需求等级 LV15， 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女性专属。附加特效：坚韧，可以抵挡500点的以下的任何伤害，高于500点时扣除500以上的血量。特效2：简易可低于装备穿戴等级5级穿戴。描述：省略，这短裙要是可以自己穿，貌似也很不错，可惜自己穿不了，将短裙在背包内取出，递给了若若。来，若若快换上新的小裙子。若若开心的接过了裙子，很是喜欢。她在魔王创造的特殊空间待了许久，原本普通的小裙子早就破了，现在有新的小裙子，女孩子的她当然高兴。若若找了个黑暗的角落，很快将装备换了上去。不久，她就蹦蹦跳跳的跑了出来，开心的说道：“谢谢大哥哥送的裙子。”陈峰点了点头，很是满意。等到多出点装备，得给若若也凑一套。将背包内的装备全部处理完毕后，陈峰使用之前的方法，点燃了一个火堆，将外围爆出的熊肉拿出来，开始了炭烤熊肉。陈峰自己游戏仓营养液的维持下，即使一段时间不吃东西也不会感到饥饿，但是 NPC 若若就不一样，现阶段的他还是需要每天进食的。烤了几十分钟后，烤熊肉的香气就在整个山洞弥漫，馋的若若口水都流了下来。大哥哥还不能吃吗？若若有点饿了。好了，再放点调料。陈东在熊肉上放了点新手村买来的调料，
美味的烤熊肉就完成了。切了一大块，分给了若若，两人就在山洞吃了起来。两人很快就享用完熊肉大餐，可能若若也比较累了，跑到陈峰的怀里，没多久就睡着了。陈峰看着睡着的若若，陈峰自己也深感疲惫，该休息的时候还是得休息，休息好了，明天才能以更好的状态提升自己的实力。想到这里，陈峰将怀里熟睡的若若放到山洞一处熊皮铺好的床上，看了一会后，若若并没有醒，这才放下心来。此时全身的困意袭来，便点开了系统界面，点击了下线。几秒后，陈峰的意识回到现实，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游戏舱，在卫生间中简单的冲洗了一下，洗澡的时候安排了别墅里的智能女仆机器人对整个房间进行了打扫。洗漱完毕后，陈峰就回到了自己的床上，沉沉的睡去，一夜无梦。第二天凌晨，窗户外的阳光洒到房间内，陈峰醒来，起身洗漱了一番后，将桌子女仆机器人准备的早餐吃掉，就回到了游戏舱内，进入了游戏。叮咚，欢迎回来。刚一上线，就听到系统甜甜的女声传来，意识来到游戏世界，身体出现在昨天晚上下线的山洞，赶紧向着边上的熊皮床上看去，此时竟然没有看到若若的身影，这可让陈峰着急了起来，赶忙四下寻找起来。就在准备走出山洞寻找之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此时洞口外的若若看到陈峰的出现，小丫头兴奋地奔向陈峰，一下子就跳到了他的怀中。大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陈峰抱着若若轻声安慰。哥哥是其他世界的人，有时候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哥哥怎么会不要你呢？那哥哥，若若能去你的世界吗？小姑娘一脸期待地看着陈峰。可以啊，等到有一天，哥哥一定带你去我的世界看看。陈峰认真地回答。好的，我们一言为定。来啦 ，Go！ 若若伸出了小拇指，陈峰也伸出了小拇指，这让陈峰不由得想到1年后的游戏降临现实的那一天，若若确实可以和他回到自己现实的世界，但是等到若若也能到达现实世界时，正是整个蓝星灾难降临时，不知到时候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番光景。第33章，来到暴风城。陈峰计划今天沿着黑暗之森外围走到最近的落叶镇。落叶镇是暴风城附属的小镇之一，只要赶到落叶镇，就可以使用传送魔法阵直接到达暴风城了。既然计划好了，也就不再停留，带着若若离开了山洞，沿着黑暗之森外围向着落叶镇走去。其实玩家在新手村时也可以不经过黑暗之森，有一条安全的官道，很快就能到达红叶镇。之所以绕着黑暗之森，完全是想要顺便提升一下自己和若若的等级。毕竟若若才 LV 10级，去到主城实力太弱了，反正自己有100倍奖励增幅，等级提升也快。两人一路上看到小怪就击杀，他们也在3个小时的时间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落叶镇。刚刚进去落叶镇，周围时不时的出现了一些玩家。此时新手村一些练级狂人的等级也达到了 LV 10级，都来到了落叶镇，准备传送到暴风城进行转职任务。陈峰看了看周围人群的方向，也跟着一起来到了传送阵。请选择传送地点。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旋即整个大陆地图映入眼帘，人族联盟的势力城市占据了1/3疆土，其他的1/3被兽人和精灵占据，魔族占据了一小块地方，整个天灾军团集中在西北冰川的一个角落，也占领了一块地方。而此时在红叶镇可以选择的传送地点非常的少，因为传送较远的地方需要更大型的传送阵，但是建造一个大型的传送阵需要大量的灵石，一座普通的传送阵建造就需要上千万的金币，帝国内的大型传送阵更是需要上亿金币，所以一般势力都是建造不起的，就像新手村就不可能配备传送阵，还需要到红叶镇才能传送到暴风城。我选择暴风城。陈峰直接做出了选择。暴风城位于整个大陆的中间位置，靠近魔兽山脉，也是人类、精灵、兽人、亡灵、恶魔5大势力的交汇点，是日后爆发战争最激烈的地方。整个暴风城周围的怪物区域的难度也非常大，但是对应的奖励也非常丰厚。叮咚，传送暴风城需要每人缴纳10枚金币。陈峰在背包内拿出了20枚金币，金币很快就消失在他的手上。叮咚，传送开启。一阵白光过后，陈峰和若若两人面前的场景一阵变换，就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城池中。向着四周看了看，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繁华的大殿之中，这个大殿的位置至少有几千平方。此时传送阵上的光芒不停闪烁，时不时有玩家来到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些应该都是周围新手村的高端玩家。大夏整个游戏人口有着数十亿那么多，即使一个新手村有一个人达到10级，现阶段能够到达这里的玩家也是数以百万计的。陈峰此时打开了游戏地图，直接向大殿外部走去。其他玩家可能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职业认证，自己已经完成，就不需要再次认证了。现在就是想办法给若若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先，不能总带着
若若睡在大街上吧。跟着地图的指示，向着暴风城的酒楼走去。几分钟后，两人就来到了酒楼的内部。尊贵的客人，这间院子每个月只需要缴纳200金币的价格。一名管家模样的 NPC 看着陈峰说道。陈峰掏出了1袋金币，交给了面前的管家。这里面是310枚金币，直接租1个月，先另外100金币，每天准时准点安排你们店里最好的食物送过来，还有10金币是你的小费，钱没了再问我要。管家接过金币袋子数了数，看到确实是310枚金币后，脸上的笑容更加讨好了。大人，这点小事交给我，您放心。说完就拿着金币退了下去。陈峰这次租用了一座最大的中式庭院，整个庭院占地大概300多平，庭院内有2个房间，一个会客厅，外部还有一个小院子。虽然价格贵了点，但是自己无所谓，要照顾好若若花点小钱而已。主要现在的声望和金币还不能购置房产，等有了房产，再将若若安顿在游戏中的房产内。游戏内房产的作用也有很多，现实中也有很多享受生活的土豪会在游戏中购买一套房产，然后自己在游戏内同样可以享受。这些玩家都不是以升级争霸为目的，单纯是为了在游戏里寻找乐趣。大哥哥，以后我们就住这里了吗？若若此时一脸好奇地看着周围。对，这里就暂时是我们的家了。听到陈峰说完后，小丫头忍不住欢呼雀跃了起来。太好了，若若也有家了。小姑娘在四周欢快地跑着，异常开心。陈峰见状，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看着眼前若若开心的样子，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吧。就在自己沉浸在这种感觉许久，门口处敲门的声音传了进来。大人，给您和小姐准备的午饭到了。只听到方才那名管家的声音传了过来。陈峰这才回过神来，都忘了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自己没有感觉，若若还是会饿的。进来吧。陈峰开口。这时只见门口处管家带着一大群仆从推着精致的食物走了进来，看着游戏中如此精致的美食，陈峰感慨果然有钱了，在哪里都能享受。大人，这里是给你和小姐准备的中餐，请您慢用，我就先告退了。陈峰点了点头，示意管家可以下去了。此时若若看着推进来的食物，眼睛都亮了几分，但是陈峰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动手的意思。陈峰看见若若乖巧的样子，笑了笑。快吃吧，这里都是你的。听到陈峰的话后，若若才拿起桌上的食物开始吃了起来。毕竟被困在异空间的她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吃到如此精致的食物了。陈峰则在边上默默地看着，享受着难得的安静时光。等若若吃完后，若若说自己有些累了，陈峰就将若若放在了房间休息去了。反正自己现在和若若是绑定状态，自己获得的经验无论在哪里，他都会分掉自己的50%经验，也没必要一直带着他。安顿好了一切后，陈峰独自一人走出了酒楼，向着暴风城的任务大殿走去。第34章初级区的隐藏任务。玩家在到达暴风城后，所有的 NPC 任务大部分都会发布在任务大殿内，这样就减少了玩家还需要到处跑图去寻找 NPC 领取任务的烦恼。毕竟整个暴风城占地极大，想要跑完整个暴风城，即使你走好几天也不一定可以逛完。陈峰此次的目的就是想要凭借着前世的记忆，将暴风城城主发布的一个隐藏任务给领取了。很快陈峰就步入了任务大厅，直接向着初级任务区走了过去。此时自己一眼就看到了初级任务区里面有着几十个玩家，全部都是匆匆忙忙的进来，然后又匆匆忙忙的离开。一大群刚进来的玩家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任务光屏上面的任务，都想着领取一些奖励高的任务。整个任务大厅分为5层，每一层分别代表不同的任务难度。第一层代表着初级任务区，所有玩家都可以进去领取。第2层中级任务区，只有玩家的等级达到20级并且拥有1000声望才能进入。第3层是高级任务区，只有玩家达到30级并且成功2转，声望拥有5000点才有资格进入。第4层是史诗任务区，这一层的任务就非常艰难了，要求也非常高，必须玩家达到60级并且3转声望值不低于5万点才能领取任务。至于最后第5层，一般很少发布任务，自己前世也没见到过第5层的任务发布出来过，可能是要求太高了，也没有普通玩家可以完成的原因吧。陈峰这时也抬头看向任务光屏，不停地寻找着第1层的隐藏任务的信息。只见到一条条任务时不时的被刷掉，这应该是被附近玩家领取了，要不就是雇佣 NPC 将任务取消了。就在陈峰抬头不停地翻看着任务时，好几条任务一直在上面，一直没有动过。咦，怎么那么多高星的任务都没有人接？现在任务光屏上，所有任务的后方都有着代表任务难度的星级，初级任务区域都是以最低1星到最高10星的任务难度作为区分。只见现阶段1-5星的任务时不时就有玩家领取，但是6-10星的任务极少有玩家领取。陈峰也仔细看了光屏上的任务介绍，立刻就明白了这些任务为什么没人接。这不是玩家不想接，而是实力不允许。想1-5星的任务还算比较简单，
基本都是击杀一些和自己等级差不多的怪物，要不就给某某 NPC 送信等等，对实力的要求也不算很高，任务失败了也没有什么惩罚。但是6-10星的任务就不一样了，一般都是一些比较紧急的，要不就是任务难度比较高的，为了防止一些玩家乱领取任务，导致任务失败，在领取任务的时候都需要扣除自己一定的声望值和一定的金币作为押金。要是任务完成的话，金币会奉还给玩家，也会得到一定声望值的奖励。任务若是失败的话，会扣除玩家一定的声望值，金币也不会归还给玩家。这就导致了如此多玩家，但是并没有人领取6-10星的任务了。陈峰此时就盯着高星的任务介绍看了起来，他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城主发布的隐藏任务好像是在6-10星之间的一个任务。护送药材任务难度，任务要求玩家需要护送药店一批药材到达白水镇药店，任务完成时间3天。注意事项：暴风城到白水镇路途之中需要经过荆棘山，此地常有山贼出没，山贼等级较高，非常危险，建议组队前往。任务奖励：经验值加1000，声望加150，金币加100枚。任务可领取人数20%。任务发布人：暴风城药店老板。任务要求：玩家需要支付金币50枚，声望值50点。任务失败，金币没收，并额外扣除声望50点。采集雪妇花和天青地白任务难度。任务要求：玩家需要前往北方冰封峡谷，沿着峡谷行走，找到生长在白雪内的草药、雪妇花和天青地白各100份，交给药店老板。任务完成时间5天。注意事项：冰封峡谷较为靠近天灾军团的势力范围，有几率被亡灵击杀。冰封峡谷处有着等级超过 LV30级的雪地白熊，碰到天灾亡灵和雪地白熊就赶紧跑吧，组人也没用。任务奖励：经验值加2000，声望加200，金币加200。任务可领取人数1。任务发布人：暴风城药店老板。任务要求：玩家需要支付金币100枚，声望值90点。任务失败，金币没收，并额外扣除声望90点。看完一系列的任务，陈峰发现的6-10星的任务也分为好多种，大部分都是一些采集和护送任务，和1-5星任务的区别就是，任务需要前往怪物区域的等级是现阶段玩家所不能承受的，所以并没有人领取。但是对于陈峰来说，这阶段的怪物区域完全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是有些任务比较消耗时间，他并不准备去做。陈峰再次寻找了大约3-4分钟，终于在光屏上看到了暴风城城主发布的任务：瘟疫的来源任务难度。任务要求：前往被瘟疫感染的安多哈尔小镇，击败瘟疫小镇的领主魔化狮王，并提取魔化狮王的血液，交给暴风城城主，用于研究瘟疫的疫苗。任务完成时间7天。注意事项：安多哈尔小镇已经被瘟疫完全感染，里面有着大量的亡灵生物，建议组队前往。任务奖励：经验值2000点，声望加300，金币加500枚。任务可领取人数1。任务发布人：暴风城主。任务要求：玩家需要支付金币100枚，声望值100点。任务失败，金币没收，并额外扣除声望100点。终于让我找到了，没有犹豫，赶紧将任务先接了下来，生怕被其他玩家接走。叮咚，你确定接受10星难度任务瘟疫的来源？确定。叮咚，需要支付100枚金币，并消耗100点声望，是否同意？是。叮咚，你成功领取了暴风城城主发布的任务，调查瘟疫的来源。任务剩余时间6天23小时59分钟59秒，请尽快完成。当陈峰看到自己的任务领取成功后，才松了一口气。这个任务虽然给予的奖励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但是他知道初级区中的10星任务刷新出的几率非常低，而且自己原本就是想来碰碰运气，看城主有没有将这个唯一任务发布出来，没想到自己运气不错，竟然让他碰到了。根据自己的回忆，这个任务完成后还有一个后续，但是具体的任务内容陈峰记得不是很清楚，毕竟他也是在攻略中看到的，如何去触发还是要靠自己在任务途中的发现。第35章，前往安多哈尔小镇。既然任务已经领取了，陈峰也没有继续停留，直接走出了任务大殿，向着传送阵走去。此时传送阵的入口，只见一名玩家缓缓地从传送阵上走了出来，边上还跟着6名玩家，陈峰则刚好和这帮人相遇。看了看迎面走来的7名玩家，并没有理会，径直向着传送阵走去。一阵白色的光芒闪过后，消失在暴风城的传送阵之中。此时7名玩家为首， ID 为单身硬汉的玩家突然开口，刚才走过去的玩家好像是天。老大，好像是啊，和副会长发过来的图片一模一样，而且 ID 也是一样的。身边的一名小弟在边上附和，走，去看看他那么着急去了哪里。说完，7人再次回到传送阵处，为首的单身硬汉上前对着管理传送阵的 NPC 露出了自己认为最友好的笑容，询问道：这位大人，刚才那名玩家去了哪里？能帮我查询一下吗？是这样的，刚才那名冒险家和我失散多年的弟弟很是相像，我想要去寻找他，不知大人能不能帮助一下？
说完，单身硬汉在怀里掏出了一袋金币，偷偷塞在了传送阵 NPC 的怀中。此时，原本正想拒绝的传送阵 NPC 看到突然塞入怀里的金币，仔细大量了一下，应该足足有100枚之多，脸上严肃的表情突然消失。是吗？本大人也是秉着做好事的原则，本来我是不能透露其他人传送的去处的。既然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那本大人就勉为其难的告诉你吧。刚才那名冒险者去了暴风城的附属小镇安多哈尔小镇。听到消息的单身硬汉嘴角露出笑意，看向周围跟着的成员，随后对着管理传送阵的 NPC 说道：“多谢大人。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去吧，别忘了我可是做好事才告诉你的哦。”是。单身硬汉赶忙点头，带着手底下的小弟离开了传送阵范围。走出了一段距离以后，单身硬汉立马打开了好友列表，对着置顶的一名玩家发送了视频通话。嘟嘟嘟，很快视频通话接通。此时单身硬汉的游戏光脑之上突然出来了一名大约28、9岁的青年，不正是血色帝国公会的会长血色吗？硬汉，有什么事？血色问道。会长，我发现是天的踪迹了。单身硬汉明显有些激动，说话都有些不利索。哦，是吗？他去向哪里了？血色并没有过多的惊讶。会长，刚才你是不知道啊，我刚从传送阵中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是天的模样，看到他好似很着急的前往传送。话还没说完，只见对面就传来了呵斥。挑重点说，他去哪里了？他去了暴风城的附属小镇安多哈尔小镇。好了，我知道了，工会给予你奖励的，你忙你的去吧。是，谢谢会长。说完，对面就挂断了视频通话。恭喜老大，第一个发现了是天的踪迹。是啊，老大的眼神真好，一眼就看出了是天那个小垃圾。周围的小弟对着单身硬汉进行了一顿彩虹屁输出。哼，这个世天真的是不自量力，还敢和我们血色帝国公会作对，简直找死！走吧，我们前往公会分部集合，准备去赌世天了。说完，这7人离开了原地。此刻，陈峰刚刚通过传送阵到达安多哈尔小镇的传送点，就看到了小镇的周围正聚集的大量的玩家，各自吆喝着寻找合适的队伍。11级骑士带队安多哈尔小镇外围，队伍有1名牧师 MM， 缺少1名高攻法师来的 M。10级战士求组安多哈尔小镇外围，150高攻击，药剂自备。安多哈尔小镇外围10人队伍配置齐全，却少1名大奶，来的速度上车。看着周围众多的组队玩家，陈峰直接拒绝了几个队伍的邀请，独自一人走向了小镇内部。根据现阶段来说，安多哈尔小镇外围非常适合现阶段玩家练级，而且在任务大殿也有一个奖励还算比较丰厚的3星任务，就是击杀哈尔小镇外围的亡灵骷髅。但是即使是哈尔小镇外围等级最低的，也是15级的亡灵骷髅，进入小镇内部后还有着20级的亡灵僵尸。以目前的玩家的攻击和防御，单刷外围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组队。随着陈峰独自一人走向了小镇外围的怪物区域，让原本想要拉陈峰入队的玩家议论了起来。这个人是谁啊？竟然敢一个人进入小镇外围，他是想要送死吗？看他装备好像挺好的，可能是某个大神玩家吧。你们不会不认识刚才那个人吧？他可是我们新手村的名人，是天大神啊！就凭你们穿的这些垃圾装备，还想邀请人家？做梦呢！我去，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是天大神啊！怪不得看到 ID 那么眼熟。是天大神难道要去单刷小镇深处吗？那里可是 LV20的亡灵僵尸，我们10人小队想进去试试，没想到连 LV15级的亡灵骷髅都杀得很吃力。是天大神可是可以单刷白银级 BOSS 的大佬，这里的怪对他来说肯定也是送菜。周围一大群玩家陷入了讨论，而陈峰早就离开了此处，向着小镇外围的怪物区域走去。第36章，进入小镇外围。此时外围区域已经有很多玩家正在这里刷怪，一名骑士正一次性吸引了1到2只亡灵骷髅，他负责拉住仇恨，后方的法师弓箭手负责攻击，牧师则是对着骑士不停的加血。在这样的配合下，一只只的亡灵骷髅被接连杀死。但是大量的队伍也只能在外围骷髅不是非常密集的区域游荡，要是略微深入后，一次攻击就有可能吸引到4只到5只的骷髅仇恨，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骑士拉不住仇恨，导致团灭。而现阶段玩家的技能也比较少，法师要是没有爆出技能书的话，只能学习2到3个基础的法术，释放完技能后就只能远远的释放普通攻击。陈峰没有在意周围刷怪的人群，略微观察了一下后，避开了正在刷怪的玩家队伍，独自一人向着小镇的内部走去。这次他的任务目标就是这个小镇内的 BOSS 魔化狮王。陈峰一边行走，一边向着周围的骷髅怪释放了侦查术，一串数据传到自己的眼中。亡灵骷髅，普通级，等级 LV15， 血量1300，攻击151，防御30，技能尸毒、瘟疫传播、撕咬。描述：
天灾军团最低级的亡灵生物。普通级的亡灵生物，陈峰并不放在眼里，直接开始召唤。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一阵短暂的吟唱后，两只法系极光格雷灵出现在陈峰的面前，随即就开始指挥着召唤物向着前方推进。一道道雷霆不停地在怪堆中爆发，一个个1000多点的伤害数字不停地在骷髅头上冒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秒杀。与此同时，陈峰的系统面板之上也不断地传来系统提示音。叮咚，恭喜你击杀 LV15级亡灵骷髅，普通级，获得经验15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5000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7500点。叮咚，恭喜你击杀 LV15级亡灵骷髅，普通级，获得经验15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5000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7500点。叮咚，这个时候在内部发生的动静立马吸引了外围练级玩家的注意。我去，那里是什么？怎么有人独自推进到那么深的怪区？好像是召唤师，难道是天大佬？这也太扯了吧！我们一个团5人，还只能拉着2只骷髅杀，他一个人拉着一群，这差距也太大了。大佬别走，求带啊！带升级1个小时100金币怎么样？背后的议论，陈峰也听到了，毕竟相距的并不是很远，但是自己可没工夫搭理这群人。随着一只只亡灵骷髅的倒下，原本密集的怪物区域在陈峰召唤物的推进下，出现了一段真空的空间。自己原本就快要提升的等级也再次提升。一道金色的光芒升起后，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4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听到系统的升级提示，陈峰直接打开了属性面板，将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点分别加在了4点智力和1点体力上。至于上涨的微弱属性，陈峰直接无视了。前期这点属性点的加成太低了，玩家1转2转后，经过职业认定，属性点的加成就会发生改变。继续指挥着雷之精灵向着小镇更深处推进。10几分钟后，周围的亡灵骷髅终于在雷之精灵的狂轰乱炸的情况下，全部倒地，化为了铜币和极少的装备。在100倍奖励增幅的加成下，陈峰的等级再次提升。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5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等级升到了15级，已经达到了沧海法杖和深海之灵项链的装备要求，没有丝毫犹豫，将2件装备换了上去。将新手村1级就开始使用到现在的南瓜法杖丢进了背包，将人物面板打开，将属性点加上，顺便将召唤兽的技能等级全部提升到 LV20级，召唤兽的整体实力再度上涨。看了看自己的属性，法术攻击比之前高了至少200多点，还解锁了项链的技能特效，瞬间有一种鸟抢换大炮的感觉。将地面上的装备和药水全部捡起，在100倍奖励增幅的情况下，一共获得了5件青铜装备，属性一般般，直接丢入背包，继续向着小镇内部走去。第37章击杀魔化狮王。继续向着小镇走了大约1000多米时，周围的怪物已经全部都是挂着腐肉的腐化僵尸，等级也到了 LV20级。腐化僵尸精英级，等级 LV20， 血量2000，攻击180，防御50，技能嗜血撕咬。描述：亡灵魔法师使用亡灵魔法制造出的亡灵生物。看了看僵尸的属性，不是这阶段玩家可以对付的，但是对自己来说还是不够看。直接释放召唤技能，准备开始平推。和之前的亡灵骷髅差不多的结局，只要被陈峰的召唤兽攻击到，基本就是秒杀。就这样，在经过几十分钟的召唤兽平推时间，周围的腐化僵尸也全都化为经验值和奖励。陈峰的等级直接提升到 LV16级，现在只差最后的 BOSS 魔化狮王了。但是这个魔化狮王出现的地点，可能在整个小镇的任何一个角落，比较难以寻找。只要找到这只魔化狮王，陈峰随便召唤几只召唤兽，就能轻易将它击败，自己的任务也能完成了。就在陈峰派遣召唤物挨个寻找之际，突然在小镇的中心位置发现了一个拿着法杖的 NPC， 好似正在炼制着什么。陈峰赶忙上前看去，看到的场景让陈峰微微一愣。魔化狮王正安静地站在这名 NPC 法师的一侧，没有丝毫动作，好似这名法师的奴仆一般。而这名法师正在释放魔法，将地面上尸体转化为亡灵。我去，这个 NPC 看样子不一般。陈峰轻声呢喃了一句，继续观看。就在这时，魔化狮王好似嗅到了周围有入侵者的气息，双眼迸发出血红的光芒，发出一声怒吼。我去，那么快就被发现了。这时陈峰眼中的正常树也探查到了2道信息：魔化狮王黄金级 BOSS， 等级 LV25，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被亡灵魔法改造成的强大生物。亡灵魔法师苏加德，黄金级 NPC， 等级 LV30， 职业亡灵魔法师2转。血量、攻击、防御、技能。省略。描述：小镇上最出色魔法师，因为热衷与研究亡灵魔法，导致被其他魔法师排斥，使他最后走上了背叛联盟的道路，现在已经是天灾军团的爪牙。卧槽！陈峰忍不住爆出了粗口，原以为就一只魔化狮王，没想到还有一个终极魔法师在等着自己，这尼玛只是初级的10星任务吗？都赶得上高级的20星任务了。这回陈峰不敢大意了，即使他现在有着10倍的属性加强，在面对已经2转的 NPC 还是不敢拖大，自己必须要将召唤兽先召唤出来。陈峰赶紧向着小镇的外围跑去，一边跑一边开始召唤技能。还好陈峰的释放的速度很快，在一阵施法过后，2个黑暗骑士就率先在黑暗法阵之中走了出来。而此时追来的魔化狮王也发出了一声怒吼，巨大的拳头狠狠地向着黑暗骑士身上砸来。轰！一道巨大的声响传来，等级加品阶的压制直接将一个黑暗骑士砸得倒退了好几步。还好黑暗骑士现在的伤害和属性都得到了加强，2个黑暗骑士也勉强能抵挡住魔化狮王的伤害。但是那名终极亡灵法师也在这时赶到战场。可恶，你别想离开这里！随后魔法师的法杖挥动，亡灵魔法降临，周围出现了绿色的法阵，4只身材高大的僵尸出现在战场。腐化僵尸精英级，等级 LV25，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亡灵魔法师使用亡灵魔法制造出的亡灵生物。陈峰此时也召唤出了其他召唤兽，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一时间大量的召唤生物出现在小镇的周围，召唤兽的攻击如同雨点一般飞向周围的亡灵召唤物。这时候战场上的召唤物比较多，开始占了上风，很快就将4只 LV25级的腐化僵尸全部消灭。魔界之花的种子也播种成长了起来，战场之上出现了4朵魔界之花。可恶，没想到一个初级召唤师竟然会有如此多强大的召唤兽，是我小看你了。此时那名亡灵魔法师见状不妙，便继续使用亡灵魔法。随着魔法师的施法，更多的亡灵生物降临到场上。亡灵的奴仆，我赐予你们狂热，将这里的一切碾碎。随着那名终极魔法师的施法，周围的亡灵怪物包括魔化狮王身体的速度暴涨。叮咚，亡灵魔法师释放了技能狂热，他所在范围内的亡灵生物攻击速度提升 30%， 移动速度提升 50%， 攻击力提升 20%。 周围大量的亡灵生物依靠着超高的移动速度飞速向着陈峰靠近，想要将陈峰先行击杀。想先击杀我，哪有那么容易？陈峰直接操控魔界之花释放藤蔓，将快要冲来的亡灵生物全部困住，然后大量的雷霆降落。刚才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时触发了项链的属性，刷新了这个技能，所以现在陈峰直接召唤出了4只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随着4道雷霆万钧的技能落在怪物群中，大量的数字跳出，直接将一大片的怪物全部秒杀。见状不妙的魔法师直接指挥着魔化狮王向着陈峰冲来，自己则是释放了法师的保命技能时空穿梭，向后移动了一段距离后飞速逃离。陈峰看见这个 NPC 竟然跑了，有些无语，自己现在去追也来不及了。那名终极法师跑得很快，而且前方还有一只魔化狮王挡着。算了，以后有机会碰到再说吧。这时战场上只剩下了一只黄金级 BOSS 魔化狮王。这只魔化狮王的攻击异常凶猛，血条也很厚，但是奈何双拳难敌4手，何况是如此多的召唤兽。几分钟后，这只 BOSS 终于在大量技能的围殴下血条亏空，巨大的身躯倒下化为一堆烂肉。第38章，让你们先打。随着 BOSS 的死亡，大量的经验值飞向陈峰。叮咚，恭喜你击杀 LV25级魔化狮王黄金级 BOSS， 获得经验6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60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7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8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30万。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3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4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5级，全属性加5点，
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15级，成功领悟技能圣光守护。大量的经验使得陈峰的等级连续提升了2级，已经达到 LV18级。若若在家躺着也升到了 LV15级，而且还领悟了新技能，等到回去了再看看他领悟了什么技能。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黄金级 BOSS 的玩家，额外获得技能点加2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加200点。叮咚，国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25级魔化狮王黄金级 BOSS， 成为国服首杀黄金级 BOSS 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是天等级加1，技能点加4点，自由属性点加20点，玩家声望加200点。黄金宝箱加1。叮咚，国服公告。叮咚，连续3条系统公告的发出，让整个大夏服务器的玩家仿佛经历了一次地震。此时，一个个玩家目瞪口呆地看着光屏飘过国服公告，在反复确认了多遍，确认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后，所有人都惊呆了。25级的黄金 BOSS 那么不要面子的吗？就这样被击杀了？是天大佬牛逼啊，天天上世界公告，我还以为我眼睛看花了，这次开服几天啊？怎么有人就能干掉黄金级 BOSS 呢？这肯定有问题啊！黄金 BOSS 都干死了，绝逼开挂了，请元宇宙官方给个解释。别乱逼逼，你有证据吗？外挂这东西早在几百年前就绝迹了，怎么可能开挂？卧槽，我方才就看着是天大佬进去，我是不是可以去看看 BOSS 的尸体？毕竟见着有份嘛。此时3条系统公告之后，在安多哈尔小镇外围，此时正聚集着大量的玩家，足足有几百名之多。妈的，竟然还是让是天将黄金 BOSS 击杀了！此时，血色帝国公会的大量核心人员已经全部到场，他们早早就沿着小镇外围快速向着小镇内部走去。因为陈峰将小镇内部的怪物全部清理了的缘故，只有少量的怪物刷新在小镇之中，所以进去小镇的道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大哥，现在是天刚刚击杀黄金 BOSS， 估计状态都不怎么好，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此时正在一旁的血色黎明说道：现在他估计正在捡装备，我们快点进去。这次我们有几百人，我就不信他还能长了翅膀飞了不成。保持好阵型出发。是。随着会长血色的命令，周围玩家排着长龙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靠近。这一幕立马被原本就在这附近练级的玩家看到了。这群人是要刷 BOSS 吗？这里面的 BOSS 不是刚刚被噬天大神刷掉？你傻呀，肯定是有人想对噬天大神不利，想要杀人夺宝。我去，几百个人杀一个人，能要点脸吗？那你没看到我们在新手村时，噬天一人随随便便击杀了30几号玩家，那么牛，那这场战斗可不能错过，我要进去看看。周围的玩家们窃窃私语，对于看热闹的事情都有着由衷的向往。而此时陈峰才刚刚将 BOSS 的爆出来的装备收入到背包之中，还没来得及查看，就发现了周围一大群玩家摆好阵势，将陈峰围在了里面。陈峰眉头微皱，看向周围的人群，很明显这群人来者不善。哈哈，是天，我也不废话了，你将你这次黄金 BOSS 爆出来的东西交给我，并加入我们血色帝国公会，以前你和我弟弟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如何？为首的血色看着陈峰笑着说道：不就是想要我身上的装备吗？我就在这里，何必假惺惺？上次50-60号都被我杀跑了，这次以为多带些杂鱼就能翻盘了？笑话！哼，我看你也不是一般人，我也就是说说，既然你不识抬举，我也懒得废话了，给我杀！血色一声令下，100多血色帝国公会的核心成员们对着陈峰发起了进攻。远程的法师技能、战士的冲锋、刺客的背刺等等，全都落在陈峰的身上，让陈峰的系统面板上跳个不停。叮咚，玩家单身硬汉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了0点伤害，对方已红名。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玩家不增加罪恶值。叮咚，玩家血色黎明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了0点伤害，对方已红名。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玩家不增加罪恶值。叮咚，玩家小苹果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了0点伤害，对方已红名。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玩家不增加罪恶值。与此同时，陈峰头顶上跳出了大量免疫的数字，密密麻麻，直接将陈峰的 ID 都遮挡住了。如今陈峰拥有10倍的超高属性，自身的属性早就不是这些等级刚到10级的玩家可以破防的，连一点的强制伤害都打不出来。血色帝国公会的攻击还在不停的落下，陈峰悠闲的在大量的技能之中闲逛，看到有一个弓箭手的弓箭射的比较歪，直接一个滑铲将技能接住。当整个血色帝国公会的玩家连续3轮的攻击落下时，看着头顶上不停的跳出免疫的字样，在周围的玩家都愣住了。第39章瞬秒100人。不远处围观这场大战的玩家也全部愣住了。这怎么感觉是天大佬
好像在故意接技能啊。这还是被认为是脆皮的召唤师吗？钻石 BOSS 也没有他的防御高吧。此时陈锋顶着大量的弓箭、火球，缓缓地走向了血色帝国公会的会长面前，法杖顶在他的头上。喂，你怎么不攻击我一下啊？你不攻击我是不是看不起我？再不攻击我，我可要反击了。此时的血色脸上写满了惊恐，手中的银白色长剑下意识地抬起，砍在了陈锋的身上。免疫，没有意外，还是免疫的数字跳出。好了，全都攻击了我一遍，已经给足你们机会了，是你们自己不中用，怪不得我，现在该我攻击了。话音刚落，陈锋便抬起法杖，开始释放召唤技能。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只见8只召唤生物出现，同时又触发了项链的属性。陈锋又召唤了一次机甲哥布林，场上一时间出现了10只等级 LV24级的召唤物，每一只都如同 BOSS 一般冲向了人群。轰隆隆，咻咻咻，滋滋滋，雷霆万钧、爆弹、地刺、挥砍，各式各样的攻击如同雨点一样落向周围的人群，很快就将周围的近100号玩家全部秒杀。每一次伤害的落下都是超过这些玩家生命上限的伤害。顿时整个现场一片清静，整个血色帝国公会100多号人仅仅在一瞬间全部化为白光回城，留下了地面上一地的装备和药水。地面上至少也有着8、90件的装备，其中不乏一些泛着青铜色、白色特效的装备，这完全是因为这些血色帝国玩家率先出手红名了的原因。这波过后，陈锋相信血色帝国公会在短期肯定翻不起什么大浪来了，因为有的玩家都被击杀回新手村了，身上的装备也是该掉的掉。搞定，完工。陈锋拍了拍手，上前看了看装备，随便拾取了一些品级高的装备，至于其他装备他也看不上，谁拿去算谁的吧，自己现在的背包也装不下了。随后就向着小镇的传送点走去。此刻还在愣神的吃瓜群众才反应过来，刚才的战斗结束的实在是太快了，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这装备我应该可以拿的吧。不知道是哪位吃瓜玩家突然冒出那么一句，将周围的玩家全部点醒了过来。卧槽，说个毛线抢啊！操，别挤我，再挤我就要怀孕了。等等我啊，给我留几件。哈哈，我拿到了2件青铜装备，为你砍我干什么？很快，一场抢装备的事件慢慢演变成了一场械斗，慢慢的地面上的装备变得越来越多，参加的人数也变得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几百人慢慢发展成几千人，到最后直接成了近万人的公会战。这场战斗打了整整1个下午，最后还是在几大公会都退了一步的前提下才平息了下来。当然主持人陈锋并没有关注到此次事件，他此刻回到暴风城后径直向着城主府走去。陈锋在前往的路途上看向了这次 BOSS 爆出来的装备：落日追魂手镯，钻石级，攻击加50，血量加1000，魔法加800，敏捷加50，体力加50，穿戴部位手镯，需求等级 LV20，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远程攻击时有 2% 的几率使自身进入无敌状态，3秒冷却10秒。描述略，附带了无敌技能的手镯。这手镯应该是给弓箭手量身设计的手镯，因为触发无敌需要高攻速才能更多的触发无敌时间。但是陈锋自从附带了增加10倍攻速的 buff 后，发现自己可以以和弓箭手一样输出，还差1级就能装备，先留着。随后看向另外一件装备：凋零腰带，钻石级，防御80，血量1500，体力加60，需求等级 LV20，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有 20% 几率闪避物理攻击。描述略，加了闪避的腰带，血量防御属性很高，还不错。最后看向一本技能书：召唤圣光精灵，钻石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20，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200点 MP， 吟唱法术8秒后，召唤一只圣光精灵协助作战， LV1级，圣光治愈，对范围内友军进行群体治疗，治疗效果受圣光精灵本身的智力影响，被动，本体受到光属性伤害时只承受1半的伤害。 LV5级，辉煌光环，对范围内的友军生物增加 10% 的攻击速度、移动速度、释放速度，并提升 10% 攻击。 LV10级以上附加技能圣光十字架，使用光之力向着前方释放一道圣光十字架，对怪物造成光属性真实伤害，并降低怪物 20% 的属性。 LV20级附加技能圣光囚笼，对前方范围内的敌人释放数道光属性伤害，并且控制敌人10秒，控制时间根据怪物实力强弱有所增减。幻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15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时，
技能冷却120秒。这个技能陈峰前世也拥有过，是个非常强大的辅助类召唤物。看技能介绍就能明白，这个召唤兽是带治疗、辅助、控制于一体的全能性辅助，非常给力。前世时，陈峰也是在很后期才拿到这本技能书，没想到这时竟然还没到20级就得到，开心的将技能书放回背包。此次爆出的装备和技能书运气不错，自己都能用，但是都需要自己达到20级才能用。第40章，获得建成令。随后，陈峰的目光落在了背包内全服公告获得的黄金宝箱。叮咚，是否开启黄金宝箱？是。金光闪过，宝箱缓缓打来，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开启了黄金宝箱，获得了工会令牌，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了建成令。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元宇宙第一块可以建立工会的道具落入了包裹里，闪闪发光，2条金色的龙纹浮现在令牌之上，栩栩如生，气势逼人。打开背包，将建成令拿了出来。建成令，特殊物品。作用：使用后可以向主城城主申请建立一个工会，并且可以得到指定范围内的一块工会驻地，玩家可消耗金币对行会进行建设。看到自己手上的建成令，陈峰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很明白现在这枚令牌价值。太好了，有了这块建成令，自己就可以早一步在游戏里建立自己的势力了。在游戏后期，一枚普通的工会令牌的价值也需要1万蓝星币左右，但是整个游戏服务器第一块工会令牌的意义却非比寻常，它的价值绝对要超过100万元以上，因为整个游戏第一个建立工会的往往都是最强的工会，何况这还是让工会有一块属于自己领地的建成令，其价值绝对超过了1000万，还是有价无市。要是前世，自己说不定会将这块建成令卖掉，毕竟自己不喜欢花费精力去管理整个工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但是这一世他别无选择，既然想要面对未来的危机，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有拥有一定的势力，才有抗衡末世的资本。想到这里，陈峰将手上的令牌放回了背包之中，向着城主府的方向走去。来到城主府的门口，原本门口的守卫还想要阻拦，但是当陈峰亮出了建成令后，守卫立刻退了下去，并且跑到了陈峰的面前，毕恭毕敬地带着陈峰向着城主府内部走去。几分钟后，陈峰就在守卫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豪华的宫殿门前。大人，请稍后，我容我进去禀报一下。守卫恭敬地对着陈峰说道。话毕，守卫就独自一人向着城主的内府走去。没多久，守卫就走了出来，恭敬地对陈峰说道：大人，城主有请。陈峰这才进入内府，此时内府的宝座之上，一位面色威严的中年男人端坐在上方，正看着陈峰。陈峰微微拱手，尊敬地说道：城主大人，我击杀了魔化狮王，这里是魔化狮王的血液。说完，将背包里的魔化狮王的血液拿出，交给了城主。城主微微一愣，随后看向狮王的血液。你竟然杀了魔化狮王！不错，暴风城的未来正需要你这样勇于冒险的强者。来吧，这是你应得的奖励。话音刚落，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完成实心任务，瘟疫的来源奖励经验值2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值20万点。你获得金币5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5万枚。你获得声望值3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声望值3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提升至 LV20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声望值超过1万点，联盟所有 NPC 好感度提升。叮咚，你的声望值超过3万点，联盟所有 NPC 好感度提升。到了连续的奖励提示声，不出意外，陈峰的等级终于到达20级。陈峰没有理会系统提示音，继续对着城主说道：城主大人，我在击杀魔化狮王时发现，魔化狮王竟然是一个叫做苏加德的亡灵魔法师操控的，我怀疑这个魔法师才是造成安多哈尔小镇瘟疫的源头。哦，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具体的说一遍。城主面带疑惑的说道。陈峰见到这里，知道城主的后续任务果然触发了，没有犹豫，直接将自己在安多哈尔小镇见到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叙述了一遍。随后只见城主的眉头微微皱起，好似在思考着什么，几分钟后才开口说道：既然这样的话，要是不解决了这个亡灵魔法师苏加德，必然还会出现安多哈尔小镇类似的事情，必须要击杀他。冒险者，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帮助我解决此事？叮咚，暴风城城主向你发布任务，后续击杀亡灵魔法师苏加德，是否接受？接受，果断接受了任务。任务面板上直接多出了一个任务：击杀亡灵魔法师苏加德，任务难度未知。任务要求：继续前往安多哈尔小镇，调查并找到亡灵魔法师苏加德，并将之击杀，将苏加德的终极法师勋章带回暴风城。任务奖励未知。第41章，建立新纪元工会。
那我就在城主府等你的好消息了。城主大人，我还有一件事。说完，陈峰就在背包之中拿出了建成令。你想建立工会城池的话，需要消耗1万金币和2万点声望值。城主直接说道。叮咚，是否花费1万金币、2万点声望，建立一座工会城池？陈峰也不意外，建立一个工会城池的话，不是谁想建立就能建立的，不单单需要建成令，还需要大量的声望点。但是还好自己有着100倍奖励增幅，完成了城主第一个任务，就得到了3万点声望值，2万点小意思。确定。系统扣除了2万点的声望值和1万金币，建成令也消失在自己手中。元宇宙第一个玩家工会就此诞生。叮咚，请为你的工会命名。新纪元。陈峰脱口而出，这个名字其实他也想了好久，最后选定了这个，代表着他希望自己能在未来创造人类新的纪元。叮咚，你建立了工会新纪元。叮咚，由于你使用了建成令，可以在指定区域选择一块城池作为工会驻地，驻地选择完成后，将在2天后开启怪物工程模式。与此同时，又是一阵系统公告传来。叮咚，国服公告，玩家是天建立工会新纪元，由于是第一个建立的工会，奖励工会等级+2。由于新纪元工会拥有驻地，将在2天之后开启怪物工程。叮咚，国服公告。叮咚，3遍国服公告直接刷屏。此时陈峰的面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选项：工会新纪元，等级 LV3级，会长是天1副会长501，团长505，队长010，精锐0100，成员0500。LV3级工会福利，所有成员获取经验值正 5%， 工会资金0。此时整个工会还只有陈峰这个光杆司令，但是他并不担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将前世大夏国服排行榜上的老友一一拉过来，就能拥有一批核心的管理层了。至于普通工会成员，陈峰并不着急，比较现在出了有职位的，自己也只能招募500普通成员和100精英成员，这批人作为以后的核心，还是要经过慎重考虑。总之，等将行会驻地选好了，就将骨干成员全部招募了，让这些人去操心。陈峰直接按照脑袋中的记忆，一边走向城外，一边输入着前世好友的信息。就在陈峰准备输入时，一道好友通话申请弹了过来，是紫色蔷薇发过来的。他现在找我干什么？带着疑惑点击了接通。大神，你竟然建立城池了！通话一阵温婉的声音传了过来。是啊，怎么了？要不来我的工会？陈峰半开玩笑的说道。我打你电话就是要加入你工会的呀。什么？你不是和你姐姐有工会了？怎么来我这？这不是还没有工会令牌吗？你就让我加入你的工会吧，到时候我姐姐报出了工会令牌，我再回去。陈峰思绪了良久，最终同意了紫色蔷薇暂时加入工会，毕竟他前世知道紫色蔷薇的为人，他的暂时加入也没什么问题。挂断了电话，陈峰开始在好友栏上输入了第一个 ID， 落入凡尘。陈峰虽然设置了拒绝陌生人私聊和加好友的权限，但是自己还是可以主动加别人好友的。若凡应该还刚刚出新手村吧？不知道他看到我的等级会不会吓一跳。若凡是陈峰的发小，而且2人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同班同学，直到大学2人才分开，没有在一所学校。在学校的时候，由于若凡身体比较瘦小，经常被欺负，都是陈峰帮他将欺负他的人打跑，所以2个的关系非常好。由于陈峰的年纪比若凡大了几个月，若凡就直接认陈峰为大哥，陈峰对他也是很信任的，直接在好友列表上输入了若凡的前世游戏之中的 ID， 落入凡尘，将好友申请发了过去。此刻，若凡正在暴风城附近一个练级地点，找了个野队正在刷怪，突然一条好友申请发了过来，让他一惊，随后就点开了好友列表。这不看还好，一看到加自己人的 ID 时，顿时不淡定了，赶忙同意了好友申请。这绝逼不会错了，等级 LV20肯定是天大佬，我竟然有天大佬的好友位了，哈哈哈！正处在激动之中的若凡赶紧对着好友列表发送了一条消息：是天大佬。陈峰看到若凡的反应，笑出了声：我是陈峰。我去，陈峰大哥，你没骗我吧？你竟然是元宇宙第一人是天，我这是抱到大腿了吗？哈哈，我建立了一个工会，你赶紧过来吧。陈峰发送了一个暴风城的位置坐标，没有多说什么，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工会的事情安排下去，2天后可是要怪物工程的，不能拖了。好的大哥，小弟马上来。若凡连忙退了也对，直接向着陈峰发过来的坐标赶去。陈峰继续想着之前大夏的英雄榜上面的榜单，一一将好友信息发送了过去。自己完全是按照记忆中的印象添加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好友都能搜索到 ID。他自己知道他的记忆力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也难免一些人和自己一样，不想要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关闭了好友申请的功能。对于这样，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能以后再慢慢将这些人拉入组织。但是大多数榜单上的好友，在开服前期也只是一般的普通玩家。很快陈峰就将脑子里的 ID 全部都加了一遍。与此同时，陈峰的好友面板上不停地出现一条条信息，一条条好友通过的信息出现，随之而来就是大量的私信，一直在陈峰的聊天窗口上弹个不停。由于一一回复实在是不可能，陈峰索性将所有通过申请的好友统统拉入了一个自己创建的一个公会群里。星际员工会核心群。叮咚，玩家落入凡尘，加入群聊。叮咚，玩家紫色蔷薇加入群聊。叮咚，玩家江南第一深情加入群聊。叮咚，玩家风行者加入群聊。叮咚，这次陈峰一共加了118名玩家的好友，此时已经全部被拉入了群聊。当陈峰终于将全部玩家拉入群聊后，自己再回头看向群里的信息，已经变得一片混乱。江南第一深情，我去，世天大神，这是邀请我参加公会的节奏啊！老实人，大神，我何德何能加入大佬的公会？我今天出门就踩了一坨狗屎，我就知道我今天要走运了，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风行者一脸懵逼的我，求解释，还有世天大佬能告诉我升级如此之快的秘诀吗？我抽到了 S 级天赋都追不上你，这也太打击人了。也奥奈我何？哇，楼上惊显 S 级天赋大佬，羡慕。紫色蔷薇，哈喽，老实人，我去，紫色蔷薇大美女也在，这是要闹哪出？群里不停的刷新着消息，没过多久，整个群聊的消息直接就是99加。第42章，邀请前世大神。随意看了一眼，整个群聊都在好奇陈峰为什么将他们拉入到一个群聊，还有自己是怎么知道自己 ID 的等等。当然，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有了世天大神的好友位，是个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此时看着群里的热闹，不停刷出的消息，有些头大，要如何解释呢？算了，越解释越麻烦，总不能告诉他们我是重生者，叫他们来是拯救世界的吧？说出来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信。陈峰准备直接将正事直接告诉他们，要是他们现在还不愿意加入公会，就算了，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直接在群公告里面编辑：世天，星际员工会需要招募人员，加入公会好处多多，我会分享如何快速升级，如何霸屏全服公告等等，后面你们就会知道。愿意加入的可以留在群里，不愿意的也可以退出哦。此话一出，瞬间整个群的气氛再次沸腾，没有一个人退出群聊的。风行者，我去，傻子才退啊！求会长告诉我升级的秘诀，我甘愿为会长马首是瞻。也奥奈我何？我宣布，我以后就是世天会长的第1号忠实小弟。江南第一深情，楼上太过分了，我才是会长以后的第1小弟，你只能当第2。小妍妍，会长好帅，可以带妹妹升级吗？紫色蔷薇，会长很忙的，姐姐带你升级。小妍妍，我只想要帅气的会长哥哥带我吗？消息内容再次刷屏幕，很快话题再次被带偏。就在这时，小胖子若凡来到了指定地点。老大，我来了，有什么指示吗？若凡一脸的兴奋。看到来人，陈峰也没有废话，直接将副会长的职务交给了他。这群人肯定一时间不会消停，我的目的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大夏最强的公会，人员我都找好了，至于建设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这可是你的专长。陈峰对着小胖子若凡说道。收到，能帮助到老大，我开心还来不及。若凡激动的回答，内心则是想着自己这大腿算是抱到了，成为游戏第1个公会的副会长，说出去多有面子。陈峰随后在背包里拿出了5万枚金币，交易给了若凡。若凡看着手上的金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5万金币什么概念？直接官方兑换都可以兑换50万蓝星币，私下交易的话还要翻10倍，那可是500万。我去，陈峰大哥，现在充值功能还没开放，你是怎么得到那么多金币的？这些金币是用于公会发展，招收了那么多人，现在整个公会到处都需要钱，这些钱先给你运作。好的，老大，交给我，你放心。公会还有一块城池需要建设，你让他们多招收一些信得过的玩家。说完，陈峰拍了拍屁股，直接消失在若凡面前。陈峰离开后也没有闲着，很快在游戏中登入了官方的论坛。此时论坛上热度最高的帖子赫然是关于自己的帖子：世天大神创建元宇宙第1公会星际元。内容就是关于自己今天创建公会的事情。这条最普通的帖子竟然还是付费帖子，观看一次帖子竟然需要支付1铜币，但是底下的阅读量直接飙升到了300万，评论也高达几百万条。这尼玛一条普通帖子直接就是300金币的收入，真是让人无语。陈峰也点了进去，随意点了几条看了看。霹雳搅屎棍第1公会啊，而且是天大神创建的，好想加入，大神给个机会。
小水果，世天大佬创建工会了，太好了，这下终于有了抱大佬大腿的机会。泡面大叔，别想了，大神的3级工会加上管理层也只能容纳大概600多名玩家，现在国服想要加入的玩家何止千万？你觉得你有机会吗？小水果，我真的好想加入啊，我可是世天大佬的忠实粉丝。一个个玩家都在这条帖子下面疯狂地讨论着。全服第一个创建工会本来就是一件令人轰动的事件，更何况这个工会的创建人还是现在风头正盛的陈峰。这要是因为工会和世天大佬搭上关系，以后自己在游戏世界还不得横着走？那些欺负过自己的挂名工会还敢对付他吗？这个些特权只需要加入了新纪元工会就能享受，谁不想要加入？而且加入工会，只要工会花钱，都会有一定的经验加成，等到工会等级提升，还有更多的好处。但是毕竟现阶段招募的人数有限，估计能加入的也是凤毛麟角而已。陈峰此时登入论坛，是为了依靠自己现在的名气，使用流量赚取点金币。很快就在论坛上编辑了一篇帖子，帖子的标题就是如何加入新纪元，底下的内容就是对于玩家的等级属性的要求，还有去哪里审核之类的信息。其实这也是一篇普通帖子，没有什么营养，他自己也没想着用这个帖子招人什么的，毕竟热度官方都给你打足了，自己也没必要继续加火。现在游戏充值系统还未开放，自己要不是靠着100倍奖励增幅想要建立一座城池，压根不可能，但是所需的金币还是远远不够，没钱怎么办？只有众筹最快了。很快帖子编辑完毕，并且将帖子设置了付费观看，查看帖子需要支付1枚银币的价格，按照现在私下的兑换比例就是大约1块钱，也不是很贵。游戏内的论坛和游戏账号是绑定的状态，所有发帖人的 ID 和自己游戏内的 ID 也都是保持一致的，在论坛花费的金钱也是使用游戏内的游戏币进行支付，玩家发帖赚取的收益有 70% 是发帖人所有，其余的 30% 归游戏主脑进行回收。发完帖子后，陈峰就退出了论坛，等着帖子火了收钱就行。此时自己刚好达到20级，已经可以去完成村长的隐藏任务了。要是等级再提升1级，就无法完成这个隐藏任务了。要是因为等级超了，无法继续完成隐藏副本，自己估计要哭晕在厕所。而且这个隐藏的副本任务，自己是可以带20名玩家进入的。手通噩梦难度的副本，不仅自己可以得到一件特殊道具，参加通关的玩家还能得到高额的奖励。想着正好可以培养一下工会里的玩家，就带上他们一道将这个任务做了。第43章集合下副本，想到就去做。陈峰很快将自己要去开副本任务的信息发到了工会的群聊里，在群里随机抽取18名幸运玩家，至于留了1名，自然是给自己的好基友若凡了。这条消息一经发出，很快工会群里再次传来了激烈的讨论声。风行者，哇，世天大佬要带我们打副本了，终于有机会可以见识到世天大佬刷怪的风采了，都别和我抢我预定一个位置。也奥奈我何，卧槽，我还没赶到暴风城，传送过来费用太高了，我还在跑路，这也太倒霉了吧！哇哈哈，楼上小学生，帮我一起随机一下抽到，机会给我，给你100金币。也奥奈我何，你才小学生，老实人，你自杀回复火点传送不就好了？江南第一深情老实人，你不觉得你话有点多吗？小妍妍，嘤，大神能带我一个吗？我好想看看会长游戏中的样子是不是比照片还帅。一群工会的玩家在群里激动地进行了谈论，这可是全服最强的玩家带自己下副本，而且还是手通副本。要知道现在元宇宙可还未开启任何副本的，自己要是可以跟着通关副本，不说手通的奖励，单是手通后自己的名字可以上国服公告，就别提多有面子了。因此这次下副本群里只要是能参加的都想要参加。最终经过抽签，也定下了一起下副本的人员，分别是落入凡尘、紫色蔷薇、风行者、江南第一深情、老实人、小妍妍等等，其他没有抽到的玩家也沮丧无比。不过没有关系，工会里的玩家也知道，只要现在还在新纪元工会里，以后就有的是机会。目前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现在可是有着一大群玩家想要加入新纪元工会而进不来，所以现在留在工会才是最重要的。抽签决定好了人选，陈峰就发送了任务的集合地点，随后自己就向着任务地点走去。很快陈峰率先到达了此次任务的地点，此时周围一个人都没来。先等等他们吧，自己在副本入口处坐着等着这群人的到来。在等待的时间，陈峰掏出了之前爆出来的技能书，一直忘记学习技能的事情了。现在 LV 20级了，又解锁了2个技能栏，圣光精灵先学习一个，另外一个等到爆出合适的技能书再学习。反正现在的召唤物也足够了，不担心召唤兽不足，直接将召唤圣光精灵的技能书捏碎，技能书化为白光消失，自己的召唤技能一栏又多出了一个召唤技能。这次副本刚好可以测试一下圣光精灵的属性。
再继续等了一会，很快第一个工会成员在远处缓步走来。等这个玩家走近，只见一个大约16、17岁，身高大概1.65米左右，身材娇小，有着一张漂亮可爱脸蛋的女玩家走来。陈峰看向这名玩家的 ID， 不正是工会里为数不多的女玩家之一小妍妍。小妍妍和紫色蔷薇风格完全不同，走的应该是可爱萝莉风。小妍妍也看到陈峰正看向她，没有一丝害羞，直接上前对着陈峰说道：“会长哥哥，好帅啊，比视频里面帅多了，不知道会长哥哥还缺女朋友吗？”陈峰听到后一脸黑线，自己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小妍妍在前世是一名刺客玩家，是大夏国服排行榜上赫赫有名的女刺客之一。前世在对待怪物入侵时非常冷血无情，没想到刚进游戏的她竟然是这样的。正当陈峰苦恼这个小萝莉时，紫色蔷薇手上拿着一把闪着金黄色光芒的长剑走了过来。“小妹妹，你一来就纠缠着会长，小心会长将你踢出去。”紫色蔷薇带着一丝敌意走了过来，站在两人中间。小妍妍也不甘示弱：“哥哥，姐姐好会打扮，难怪那么漂亮，难不成蔷薇姐姐就是你的女朋友吧？”“别乱说，我还单身呢。”陈峰无语。既然这样，姐姐可管的有点多哟。此时空气之中充满了火药味，还好这时又有一大群工会成员走来，看到已经早到的三人，这群人赶忙小跑了几步，到了几人身前。“哇，会长大佬，我是你的粉丝，能不能给我签个名？”“会长，你还没分享升级之道呢。”“谢谢，会长带我们升级。”“会长。”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快在一群人的讨论声之中，19个工会玩家全部到齐。好了，人也齐了，我们组队出发吧。陈峰上前喊了一声，将组队邀请发了出去。随着一连串的系统提升音过后，陈峰的20人小队组队完成。叮咚，你成功触发隐藏任务，消灭天灾军团的傀儡，即将进入副本天灾古刹。叮咚，天灾古刹副本开启，请选择副本的难度：简单、普通、困难、深渊、噩梦。噩梦。叮咚，你已选择了噩梦难度天灾古刹副本。由于你是副本开启玩家，此次进入副本不消耗金币。叮咚，你的队伍已经将进入天灾古刹噩梦难度，请在60分钟内击杀所有副本生物，超过60分钟后则视为副本挑战失败。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出现，陈峰带着的一行人全部进入了副本之内。第44章，进入噩梦难度副本。众人一进入副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塔楼式建筑，整个建筑散发着古老的气息。跟在后方的众人正警惕地看着四周，提防着四周的怪物。陈峰看了后方的工会玩家说道：“先和你们说好了，副本里面除了任何装备和物品，要是我需求的都和你们无关，还有不需要你们捡装备，你们只需要在副本入口等着通关就行了。要是出了你们职业的装备，你们可以拿1件，其余的装备都放到工会装备库，到时候使用贡献点兑换。这次噩梦难度的首通肯定会出大量的装备和好东西，经过自己的100倍奖励增幅，黄金级的 BOSS 掉落装备至少也是钻石级的。”陈峰这次带着一大群人过来通关副本，本来就是想着工会刚刚创建，可以提升一下工会骨干的实力，至于装备什么的，他们有需求可以给1件，多余出来的装备自己肯定先拿，其他用不到的就先放在工会装备库，用于使用工会贡献值兑换。要是让他们都养成了白拿的习惯，以后整个工会就会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奋斗，这可不是自己想要看到的。所以要提前和这群人先说好，让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好处他会给，但是也需要你做出相应的贡献，才能得到更多的。会长，你放心吧，我们都是明事理的人，你能带我们一起刷副本，我们就很满足了。对啊，装备什么的我不要，全部先贡献给工会，毕竟现在工会才刚起步，需要大量的装备支持，不能单靠会长一个人不是。对，出的装备我也不要，给工会。一众工会成员纷纷回应。陈峰笑了笑，点头表示了同意。其实自己也不用过多担心他们的人品，毕竟在前世都能发展成为守护一方的战神人物，其本身的实力刨除不算，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的人品。就像是前世的凌云天，实力再强又如何？他还不是背叛了大夏，成为了敌军的爪牙。若凡，我待会将装备捡了再丢给你，你直接拾取就行了。陈峰对着若凡说道。说完，陈峰便带着若凡向着古刹内部走去。向前走了大概几百米的路程后，副本内第一个怪物出现在陈峰的眼前，是一个身穿盔甲的士兵。陈峰眼中侦察术技能释放，随后一大串数据出现在自己的眼中。铁甲卫兵，青铜级怪物，等级 LV20， 血量10000，攻击421，防御235，技能重击重甲防御2连斩。描述：原本人类军团的精英卫兵被天灾军团打败死亡后，被亡灵魔法控制，成了天灾军团的傀儡，成了古刹的外围的守护者。
看到这个属性后，陈峰并没有意外，噩梦难度的副本怪物肯定要比野外的普通怪物强很多，但是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就是小意思。但是在一旁的若凡就看不到怪物信息了。卧槽，老大这个怪物什么属性啊？我竟然看不到他的信息。陈峰直接将怪物的属性面板截图发在了队伍频道里，看到属性的一群玩家顿时炸开了锅。风行者，我去，这属性也太强了吧，堪比 BOSS， 会长能打过吗？小妍妍，你在质疑我会长哥哥的实力？风行者，不敢，会长天下第一。紫色蔷薇，绿茶。陈峰没有回答群里的提问，直接战斗就能证明了，这种普通的小怪他完全不放在眼里，他只想快点通关这个副本。随即开始释放召唤技能，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召唤圣光精灵。短暂的技能吟唱后，场上出现了12只强大的召唤兽，其中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时触发了装备的特效，陈峰再次召唤出2只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出来。如今所有召唤兽的品质2青铜1白银1黄金1钻石已经是非常豪华的召唤兽阵容了，加上自身10倍的属性加上隐藏职业的召唤兽属性加强，每一只都拥有 BOSS 般的实力。陈峰直接跳上了一个黑暗骑士的肩膀之上，召唤师在没有坐骑的情况下可以骑乘一些体型大些的召唤生物，也算一个职业特色之一。随后便操作着大量的召唤兽向着副本前方的怪物群杀去。此时正在后方的公会玩家看到这壮观的一幕都吃惊了。风行者，这次才是我们会长的真正实力啊！老实人，每只召唤兽的气息竟都恐怖如斯，我有预感我们这所有人都打不过会长任何一只召唤兽。小妍妍，不需要你预感，哥哥永远是最强的。江南第一深情，哇，那穿着铠甲的召唤兽霸气啊！会长就坐在上面，我也想在召唤兽上看看下方的风采。一群人都不需要做什么，全都跟在了陈峰的身后，看着坐在黑暗骑士肩膀上帅气的身影，脸上露出了羡慕崇拜的眼神。此时前方的战斗已经打响，2只圣光精灵带着增益 buff 将周围所有的召唤兽属的战力全部提升了一个层次，所有召唤兽带着攻速移速 buff 不断的释放着攻击落向了怪群。咻咻咻，轰隆隆，噗呲噗呲，机甲哥布林、极光格雷林、魔界之花都有范围性的远程攻击，在陈峰的指挥下也分别散开落在了怪物群中，只要在攻击范围内的怪物全都死伤一片。随后连续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击杀 LV 20级铁甲卫兵青铜级生物，获得经验5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5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25000。叮咚，恭喜你击杀 LV 20级铁甲卫兵青铜级生物，获得经验5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5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25000。叮咚，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 16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级。由于是自己击杀的原因，可以得到较多的经验加成，其余19名玩家每人大概可以得到怪物经验的 60% 收益，也算不错了。看着不断倒下的怪物，陈峰只需要指挥黑暗骑士上前，然后自己再将装备一一拾取就行了。拾取后，陈峰也没看装备的属性，背包快满了，就丢向后方拾取等着的若凡。就这样，仅仅过了5分钟，外围的铁甲卫兵就被陈峰的召唤小队消灭的差不多了，遗漏的一些也安排2只机甲哥布林前去解决。第45章击杀副本第1关 BOSS。 继续向着副本内部走了一会，看到不远处的地面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甲虫，正在自己的洞穴之中爬了出来，啃食着前方的腐肉。这应该就是副本的第1个 BOSS 了吧。直接一道侦察术飞了出去， BOSS 的属性出现在眼中，噬魂甲虫，白银级 BOSS， 等级 LV 25， 血量15万，攻击900，防御500，技能地刺，召唤小甲虫，尖刺外壳，钻地。描述：天灾首领之一洞穴领主的小弟拥有很高的防御，坚硬的外壳，拥有近战反伤的效果，最好使用远程魔法攻击。看到眼中传来 BOSS 的属性，他记得这个甲虫 BOSS 是这个副本非常难缠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甲虫的防御和血量非常的厚，加上它可以吞噬周围的腐肉进行回血，血量降低时还会钻回洞穴进行回血。前世这个副本开放时 99% 的队伍都卡在这个 BOSS 这里难以通过，直到玩家等级上去了，学习了大量控制技能后，在 BOSS 血量下降到 30% 即将开溜时使用控制技能，随后大量的爆发伤害打出，才解决了这个首关 BOSS。
而自己的圣光精灵刚好有个强力的范围控制技能圣光囚笼，技能控制的时间有10秒之长，2只圣光精灵连续释放就是20秒。现在的他的召唤兽攻击已经全部到达2000点以上，圣光精灵的魔法攻击还是真实伤害，加上可以减少 20% 的 BOSS 属性，如此高的输出，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BOSS 会使用土遁。既然已经计划好了，陈锋也不再犹豫，直接指挥着大量召唤兽上前，开始了狂轰滥炸。3585，圣光精灵攻击减少 ，BOSS 抗性。4520， 3520，圣光精灵率先发动了圣光十字架，减少了 BOSS 20% 的属性。随后召唤兽的攻击就能大幅破防，血量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下降。几轮攻击之后，噬魂甲虫的血条已经下降到1半以下了。此时 BOSS 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连忙掉头向着地下冲去。很明显，他想发动技能钻地，但是陈锋早就计划好了，直接操控圣光精灵释放技能。只见圣光精灵体表一道白色的光束冲向天际，一道道金色的能量组成了一个囚笼，笼罩了噬魂甲虫 BOSS 所在的范围。随后，一座金色囚笼从天而降，控制住了移动中的噬魂甲虫 BOSS。噬魂甲虫还想要继续反抗的，不停地冲撞牢笼的底层，但是这可是钻石级召唤兽发动的技能，区区白银级别的 BOSS 肯定破不开。陈锋看到噬魂甲虫已经被控制住，没有迟疑，指挥其他召唤兽对其发动攻击。大量的攻击倾泻在噬魂甲虫的身躯之上，连续攻击10几秒后，这个以超高防御著称的 BOSS 最哀鸣一声，巨大的虫体重重地倒在了地面上，溅起了大片的腐肉。击杀的瞬间，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恭喜你击杀 LV25 噬魂甲虫，白银级 BOSS， 获得经验9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9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45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21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7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级。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8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级。随着系统奖励的跳出，陈锋的等级又提升了1级，小若若的等级也达到了 LV18级。他每次都能分走陈锋 50% 的经验，等级提升也很快。在远处观战的众人此时也都提升了1级，虽然他们没有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但是他们现在的等级才10多级，击杀了一个噩梦难度的黄金 BOSS， 等级提升了也说得过去。原来会长是这样刷怪的，怪不得首杀都是他的，实在是太强了。你们没发现吗？会长的等级又提升了，感觉他的经验比我们多了，而且跟着会长好像爆出的装备品阶都提升了不少。可能是会长开局抽到了逆天的天赋吧，会长实在是太牛了，这个大腿我抱定了。会长牛逼，会长是我心目中 YYDS。 这群人无聊，又在队伍聊天页面对着陈锋吹起了彩虹屁。陈锋并没有理会，指挥黑暗骑士上前将 BOSS 的尸体踢开，随后陈锋才将装备全部收了起来。第46章通关噩梦副本。叮咚，你捡起金币5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5000枚。叮咚，你捡起装备清风玄铁护肩，白银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血影无痕护肩，暗金器。叮咚，你捡起装备半人马首领护甲，白银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暗精灵骑士胸甲，暗金器。叮咚，你捡起技能书缓慢愈合，白银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快速愈合，暗金级。看到系统提示，除了2件战士骑士使用的铠甲自己用不上，也懒得查看属性了，直接将装备丢给了若凡。倒是这个技能让陈锋有所好奇，看名称应该是一个牧师的加血技能。陈锋将技能书取出查看了一下，快速愈合暗金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20， 学习职业牧师，技能效果消耗100点 MP， 施法后对一定范围内的一名队员使其快速恢复 HP， 基础恢复为100点每秒，恢复量会根据技能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每提升1级技能等级，每秒恢复量加10点，恢复持续时间30秒，技能冷却时间20秒。这牧师技能书还不错，1级技能就能恢复100点，30秒持续恢复就是3000点血量，现阶段也算不错了，给若凡吧，毕竟工会的事都是他在忙。陈锋随即将技能书交给了若凡，说道：这本技能书给你吧，你20级后学了，毕竟你是工会的副会长，对应的实力还是要有的。若凡看向手中的技能书，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但还是收下了。两人也没有多余的废话，陈锋将装备全部交易完毕，就继续向着古刹的中心走去。继续向内部走了一会，整个古刹的视线明显暗了许多，遇到的怪物也不再是铁甲卫兵，
而是拥有更高血量和防御的铁甲骑士。陈峰看了看周围昏暗的场景，担心会有怪物遗漏了。为了防止这次的副本有人死亡，就安排他们继续在外围等待，自己一个人继续前进。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召唤圣光精灵，重新将所有的召唤兽召唤了出来。这时古刹前方的骑士军团也感应到了有敌人的存在，都开始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发起了冲锋。一道道黑色的身影飞快地冲来，如同一道钢铁洪流，非常壮观。如此多的铁甲骑士同时发动冲锋，要是其他20人队伍遇到这情况，肯定会转头就跑。但是陈峰完全不慌，他开始指挥着魔界之花在地底发动藤根攻击，一道道锋利的藤根在地底下穿出，附带伤害的同时还影响铁甲骑士冲锋的速度。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则是负责天空上的攻击，2道雷霆万钧在天空之中凝聚，大量的雷霆攻击对着冲锋中的铁甲骑士造成巨大魔法伤害的同时，还让铁甲骑士附带了感电的效果。机甲哥布林则是不停地在他后方的背包里丢出可大量的巨大石块，时不时还丢几个爆弹。仅3个类型的召唤兽就在铁甲骑士的面前组成了一道密集的火力网，只要冲进来的铁甲骑士全部化为经验值消失，个别技能衔接，而漏过来的铁甲骑士也被严阵以待的黑暗骑士几剑劈死。这样的刷怪比之前还快了不少，因为都是怪物自己送上来，陈峰也是技能好了就继续召唤。没过多久，还能组织起来的铁甲骑士就没有多少了。他的等级也再次提升到了 LV22。等级提升后，陈峰将所有的召唤技能再次提升，现在所有的召唤兽等级都达到了 LV27级，召唤兽的全面属性提升了 2% 左右。继续指挥着大量的召唤兽向着古刹最中心的位置走去，不出意外，最后的 BOSS 应该就在里面了。再次向着古刹中心行走了2分钟，陈峰带着浩浩荡荡的召唤兽大军来到了一个石头砌成的大殿内。整个大殿周围没有任何生物，阴风阵阵，甚是恐怖。突然，副本大殿的中间升起了一口巨大的棺椁，棺椁的盖子被推开，露出了一双拥有巨大爪子的手掌。紧接着，一头拥有3米多高，整个身体泛着青绿色光芒的僵尸生物在棺椁里爬了出来。这不是魔化狮王加强版吗？陈峰看到这个 BOSS 有些惊愕，这个 BOSS 和之前在安多哈尔小镇击杀的魔化狮王简直一样，也是改造体。但是以陈峰的记忆，前世对玩家开放的第2个 BOSS 应该是一只骷髅骑士队长才对啊，怎么变成了这个？难道是因为自己是副本开启者，最后的 BOSS 也变了？带着疑惑，陈峰向着 BOSS 投放了侦查术。魔化狮王黄金级 BOSS， 等级 LV30，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被天灾军团的亡灵魔法师创造出来的人性兵器，之后被封印在此，等待第一个人将它唤醒。果然又是魔化狮王。陈峰嘟囔了一句，这个狮王对比之前的狮王顶级上高了5级。由于自己都看不到属性，但是在2者的介绍来看，制造这头的亡灵魔法师很明显要比之前的 LV30 的终极魔法要强很多，所以造出来的魔化狮王也不同。出现那么多狮王 BOSS 也很好理解，比较亡灵魔法可以制造出来的，其数量肯定不会少。自己在前世就不知道击杀了多少这种人形兵器，这还只在游戏里碰到第2头。不管是什么等级的魔化狮王，直接干就完事了，直接指挥召唤大军对这个魔化狮王进行了群殴。大量的攻击落下，4500，圣光精灵攻击5000、2150、1240。随着大量的攻击落下，陈峰发现对付这种亡灵生物，圣光精灵的光明系魔法的输出伤害特别高，应该是怪物本身的光属性抗性比较低的原因。这时怪物的攻击也落下，一爪子就拍在了黑暗骑士的铠甲之上。1501，一道高额的4位数伤害数字跳出，可以推算这个黄金 BOSS 的攻击至少在2000点以上。还好防御不算太高，比之前的第1层的甲虫还差了点。这时2只圣光精灵2道圣光治愈下来，直接奶满。就这样，前方2个黑暗骑士顶着，后方召唤兽输出，没过1小会 BOSS 的血条就掉到了1半以下。吞噬，如同老爷车发动机的声音在 BOSS 的口中发出。只见一道绿色光芒过后，周围的原本死亡的铁甲骑士的尸体突然飞向了 BOSS。之间 BOSS 一口一个嘎嘣脆，将尸体吞噬下去。与此同时 BOSS 的脑门上飘出了一道绿光。加5000，加5000，这 BOSS 竟然还会回血。陈峰操作让圣光精灵发动圣光囚牢，将 BOSS 的技能打断。果然在囚牢控制住 BOSS 的一瞬间，就将 BOSS 的回血打断了。这时 BOSS 也被控制无法移动，只能在囚笼里面不停地攻击着囚笼，想要跑出来，但是钻石品质的圣光精灵发动的技能哪里会那么好破解。此时周围的召唤兽对着囚笼里的魔化狮王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挥砍、雷霆、炸弹、藤蔓、
圣光十字架，通通不分先后的落在 BOSS 的脑门上。终于在技能的控制效果内 ，BOSS 的血条亏空倒在地面上。第47章天灾军团的邀请。噩梦难度就这，太弱了。陈峰略微得意了一下，随后在原地等待系统提示音的传来，因为副本首通也是有全服公告和奖励的。但是陈峰在原地等了好久，也没听到系统奖励的声音传来。怎么回事？难道系统 bug 了？不可能啊！元宇宙可是主脑控制的，前世那么久，自己从来没有听到过有 bug 之说。可是系统公告怎么迟迟不出？陈峰随即查看了一下自己经验条，令他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经验条一点经验都没涨。随即自己再度警惕了起来，肯定是这个 BOSS 还没死。再次指挥所有召唤兽上前，准备再来一轮鞭尸。就在这时，古刹内中心原本的那口棺椁突然立了起来，棺椁周围的符文闪烁，随后大量的黑暗能量在棺椁之内涌出。看到这里，即使陈峰也有点慌了。叮咚，你受到了龙威的影响，攻击速度下降 99%， 释放速度下降 99%， 移动速度下降 99%， 防御力下降 99%， 全属性下降 99%。 卧槽，这是什么情况？陈峰看到这条系统提示，一脸懵逼。难道有龙族降临到这个小地方了吗？不应该啊，这里还是人族联盟的地盘，而且还有神秘的龙域守护，应该不至于对他这个小人物动手才对。就在这时，只见原本古刹的棺椁已经消失不见，中间的位置黑色的能量开始凝聚，得赶紧出去。陈峰此时转身就想要跑，但是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渺小的人类，你很幸运。此时突然一道古老又寒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陈峰才回头看去，这一看直接让陈峰吓得毛骨悚然。陈峰的面前出现了一头巨大古龙，这头古龙全身笼罩在黑暗之中，巨大的古翼略微展开，如同蓝色火焰般的巨大龙眼正盯着自己。这时陈峰认出了眼前这头古龙正是天灾军团的终极 BOSS 之一，古龙王辛德拉。在前世作为天灾军团的终极 BOSS 之一，他所带领的古龙军团多次给人类城池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陈峰也是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他。即使在前世也不是这个 BOSS 的对手，何况是现在了，完全没有任何胜算，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大不了就掉一级了。人类，你的潜力不错，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加入天灾军团，我将许诺你成为我麾下10大天灾领主之一的身份，并赐予你一件神器。叮咚，古龙王辛德拉邀请你加入天灾军团，加入天灾军团后，你将获得隐藏职业死亡领主，是否同意？提示：如若拒绝，将会遭到古龙王辛德拉抹杀，等级下降10级。陈峰瞬间无语了，没想到自己那么受欢迎，竟然接连2个势力向自己抛出橄榄枝，想要自己加入。当然，陈峰是不可能加入了，他了解的天灾可不单单是这样，隐藏职业和神器只是一个诱惑，当你加入后，他们有的是办法控制你。前世樱花国就是如此，背叛了全人类，但是天灾军团冷血残忍，当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即使樱花国的国王在天灾阵营都如同猪狗一般的存在，他们的人民更是沦为亡灵法师的研究试验品。你拿了神器被控制，还不如自己自由的发展，以自己现在的天赋，以后击败他们还是有希望的。唯一心疼的就是选择拒绝后，自己辛辛苦苦提升的等级需要下降10级，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惩罚。现在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拖，毕竟这里是人族联盟的地盘，相信人族的强者肯定可以发现这里的异常，赶到这里的。可是怎么才能拖得等到人族强者过来呢？这让陈峰陷入了沉思。此时副本外，若凡、紫色蔷薇、风行者、小妍妍等20名玩家正在外面组队刷着陈峰遗留下来的一只小怪。老实人落入凡尘，赶紧来我！没看我没写了吗？若如凡尘，别急啊，我技能还在 CD， 你先嗑药。江南第一深情，我去。风行者，你的手速怎么那么快？我单身20年还没你的手速快，快告诉我你怎么练就的。风行者，呸！我这是开局抽到的 S 级天赋10倍攻速好吗？老实人，我去。大佬啊，你真的抽到 S 级天赋啊？我等 C 级天赋的只能仰望。这群人一边聊天一边刷着遗留下来的铁甲卫兵，也颇有击杀一个大型 BOSS 的视觉感。很快在这群人完美的配合下，这只噩梦难度的铁甲卫兵倒在了老实人的脚下。哈哈，爆装备了，赶紧拿起来看看。让我来。老实人，你这个非洲酋长肯定摸不出好东西。众人纷纷围了上去，想要将地面上的装备捡起。就在这时，所有人的脚步一致，随后系统提示音降临。叮咚，你受到了龙威的影响，攻击速度下降 99%， 释放速度下降 99%， 移动速度下降 99%， 防御力下降 99%， 全属性下降 99%。叮咚，
冲上前的众人全部停在了原地，动弹不得。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动不了？众人发出惊呼。完了，会长还在里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行，我要去救会长哥哥。可是我们动不了啊，我现在抬手都吃力。世天会长是无敌的，我们相信他。只能这样了，祈祷会长平安。第48章龙域守护者。此时陈峰还在想办法如何拖延这个强大的 BOSS， 自己可不想掉10级。人类，你在消耗本王的耐心，快做出选择，不然我就将你毁灭。这时古龙王辛德拉很明显不耐烦了，巨大的龙眼迸发出蓝光看向陈峰。陈峰此时也没有任何办法，脑袋狂转。伟大的古龙王大人，我很想加入天灾军团，但是我的家人兄弟还在人族的手里，不知道是否可以让他们一起加入。听到这句话后，古龙王的眼神之中的不耐烦很明显少了很多。还有人加入更好，自然可以，只要你的家人不是在人族的帝国和龙域，等到我的本体过来，都能将他们带回来。古龙王辛德拉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充满了自信。原来又是分身，陈峰心想。但是很明显，这个分身比之前魔界之主暗王的分身能量多了不知道多少倍，自己想要击杀他根本不可能。伟大的古龙王大人，不知道我能否看一下给我的专属神器的图鉴？陈峰转了个弯，继续对着古龙王辛德拉说道：可以，但是这是你最后一个要求，你看了神器图鉴，要是还不加入的话，我就直接抹杀你。话音刚落，一道神器图鉴出现在陈峰的系统面板上。末日裁决，哀伤之剑，神话传说。攻击加25500，力量加1675，敏捷加1900，攻击速度正100%。部位武器，需求等级 LV100，适用职业战士、骑士。附加特效，所有技能伤害提升 5%， 周围有友军时强化哀伤之力普攻时 12% 几率对目标造成 37.5x 主属性魔法伤害无内置 CD 450范围，每多2位友军英雄增加自身 1750x， 每队友军数量最多20人，攻击力增加自身 1x， 每队友军数量最多20人，技能伤害持续10秒，冷却75秒。看到这件装备的陈峰假装露出了贪婪的眼神，但是这装备他确实想要，这可是神话传说级的，这是要大后期才能得到的装备。看到陈峰露出了这样的表情，古龙王辛德拉没有丝毫意外，人类们都是贪婪的，他眼前的人也是一样。渺小的人类，怎么样？只要你加入了我们天灾军团，就能转职死亡领主。我再将这把剑的实力略微封印，让你现在就可以装备，直接就可以成为所有冒险者中最强的。古龙王辛德拉露出了一副骄傲自大的表情，感觉自己已经可以轻易拿捏这个人类了。陈峰此时已经无计可施了，心里不停地在骂娘，这人族联盟的强者怎么那么久了还不来，简直是太墨迹了。卧槽，我已经拖不住了呀！陈峰在内心呐喊。此时古龙王辛德拉的脾气也再次变得不耐烦了起来。人类，你已经消耗完本王的耐心，你再不做出选择，等待你的将是死亡。此刻古龙王辛德拉巨大的龙爪已经高高举起，随时可能发动攻击。拼了！陈峰指挥还在躲在一旁的圣光精灵，此时其他的召唤精灵的时间已经到了，只有2只圣光精灵是最后时间召唤的，还有一些时间。虽然圣光精灵也被龙威压制，但是陈峰在一开始就在操控2只圣光精灵蓄力圣光囚笼，希望可以给他再拖延一些时间。只见古刹的天空之中出现了一道道金色的能量，最终汇聚成了2座巨大的金色囚笼。2座金色囚笼飞速地向着古龙王巨大身躯笼罩而来，很快就将古龙王辛德拉困在其中。太好了！惊呼一声，开始缓慢地向着出口处移动。人类，恭喜你成功惹怒了本王，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好！一声巨大的龙吟声传来，很快就将2道圣光囚笼震碎，连控制古龙王1秒的时间都没有。陈峰见到这一幕绝望了，完了，BBQ 了，等死吧！陈峰此时已经决定不再反抗，反抗了也没用，还是死。只见巨大的龙爪挥舞而来，好似可以撕裂空间。就在龙爪以极快的速度拍向陈峰的时候，一道金色的光芒飞快地掠过古龙王辛德拉巨大的龙爪，直接将巨大的龙爪切断，掉落在地面之上，化为了一阵黑烟，消失不见。轰隆隆，轰隆隆！与此同时，巨大的声响传来，古刹的天空之中，一道无比炫目的光芒降临，如同一把利剑，将周围的乌云驱散。陈峰忍不住抬头看去，只见到一头巨大无比的金色巨龙扇动着巨大的黄金翅膀，缓缓地在天空之中盘旋而下。仔细看去，只见金色巨龙的头顶上竟然还站着一个女性人类，这是龙域的守护者！陈峰惊呼。龙域守护者可是整个人族最巅峰的战力，
他们才是天灾军团和魔界大军忌惮的源泉。没了龙域的守护，游戏中的人族联盟估计早就被天灾占领了。辛德拉，这里不是你的地盘，赶紧滚回你的冰霜堡垒去吧。这时，头顶上的少女率先发话。而此时，古龙王辛德拉看见来人后，巨大的龙头晃了晃，原本消失的龙爪再次出现，面露嘲讽之色。兰若，你这个蠢货，都是同一个位面的，你们为什么要帮助异位面的人？我们合作，直接统一2个位面，岂不美哉？到时候我们天灾和你们龙域2分天下，让你做整片大陆的王者，何必要依附于人类？哼，你这个龙族的叛徒，还有脸叫嚣！我迟早要杀到冰霜堡垒，将你清除。此时，那头巨大的黄金巨龙率先开口：巫妖王大人迟早要带领大军踏平整片大陆，到时候我才是龙族之王，你们才是龙族的叛徒！哈哈，你做梦！金色巨龙愤怒无比。小金，不用和他多费口舌，这只是他的一具能量分身而已。金色巨龙头顶上的女子开口说话，随后她手中的光剑瞬间变大。吼！一声龙吟响彻天地，一道金色的光芒形成龙气缠绕在金色光剑之上。破！随着一声怒吼，巨大的光剑携着雷霆之势向着底下的古龙王辛德拉砍去。轰隆隆！只见金色的光剑瞬间就洞穿了巨大的古龙身躯，巨大的身躯化为黑色的雾气，开始慢慢消散。总有一天，我们天灾军团定会踏平你们龙域。说完后，古龙王的身躯就化为虚无，消失不见。第49章噩梦副本首通。而此刻，唯一看到这一幕的陈峰忍不住的流了一声冷汗。这就是真正强者的战斗吗？看来前世遇到的还只是最弱的那一批。陈峰忍不住感慨。就在这时，巨大的金色巨龙身躯缓缓下降落在了地面上，在巨龙头顶的女子也缓缓飞向了陈峰。陈峰定睛看去，这才发现了这名女子的 ID 圣龙骑士兰若。而这时，那名女子刚好降落到陈峰面前，美眸看向陈峰。好美！陈峰感叹了一句。只见这名女子一袭白色的披风，雪腻的脸蛋吹弹可破，一双美丽的眸子里清澈无比，看着你时仿佛能洞彻人的心扉一般。而她手上握着一柄泛着金光的长剑，剑锋上浮动的一丝丝光晕，一眼看去就知道不是凡品。你好啊，冒险者。此时，兰若走到陈峰面前，开口说道。陈峰看得呆了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你好，圣龙骑士大人。兰若大人。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丝元素亲和力量。这时，在一旁的黄金巨龙开口。听到此话的兰若再次打量了一眼陈峰，眼中的蓝色光芒一闪而逝，随后笑着说道：没错，他有精灵传承，是个可造之才。说完又看向陈峰。冒险者，你是现阶段我见到过的最有潜力的人，你是否愿意加入光明联盟，驱散天灾，给人族带来和平和安宁？随着话音落下，陈峰的面板上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圣龙骑士兰若邀请你加入光明联盟，是否同意？提示：不同意无任何负面作用。我同意。陈峰没有丝毫犹豫，傻子才不同意呢。他本来就是为了消灭天灾军团为目的的，即使不是为了游戏，为了现实世界，自己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光明联盟。叮咚，你加入了光明联盟，得到了圣龙骑士兰若的认可，你得到了特殊物品智慧勋章。叮咚，由于智慧勋章为成长特殊物品，无法经过100倍奖励增幅。很不错，冒险家，等你强大一些了，可以来九霄城的圣龙谷找我，我会给你一些考验，让你变得更强。叮咚，圣龙骑士兰若向你发布任务：光明崛起，是否接受？任务描述：玩家等级达到 LV30级，并且完成一转任务时，到九霄城东方的圣龙谷寻找圣龙骑士兰若，他将给你考验。听到提示的陈峰直接呆住了，没想到自己在整个游戏大陆最强的一批 NPC 手上接到了任务。这种任务前世他都不敢想，估计以后也是做跟阵营有关的任务，奖励肯定不凡。接受，没有丝毫犹豫，将任务接了过来。我期待你来找我的一天。话毕，兰若纵身一跃，跳回了金色巨龙头顶。金色巨龙嘶吼一声，拍动巨大的龙翅，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陈峰缓缓抬起头，目送金色巨龙消失在天际。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们。陈峰的眼神之中充满了坚定。当巨龙飞走之时，时间好似恢复了流动，紧接着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恭喜你击杀 LV30魔化狮王黄金级 BOSS， 获得经验12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2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60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2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
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19 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级。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0 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级。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20 级，成功领悟技能洗礼之光。随着连续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将陈峰的思绪拉回现实，压力终于消失。陈峰查看人物的面板，随即发现龙威的效果已经消失，自己又可以快速移动了。被别人捏在手里的感觉真是不好受。也就在这时，陈峰的头顶之上刷出了3道巨大的飘红的条幅。叮咚，全服公告，玩家是天、紫色蔷薇、风行者、小妍妍、江南第一深情、老实人省略，成功通关噩梦难度副本天灾古刹，成为国服首个通关天灾古刹噩梦难度的队伍。奖励以上玩家等级加1，技能点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点，玩家声望加500点。噩梦难度副本首通宝箱加1，获得称号冒险之魂。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叮咚，全服公告。由于大夏服务器率先完成副本任务，大夏服务器天灾古刹正式开启，玩家到达 LV10 级以上，可在副本传送点进入挑战。叮咚，全服公告。叮咚，连续6道系统公告在全服所有玩家系统界面上跳出。陈峰这个小队不仅完成了首通，还提前开启了游戏最早期的副本，这无疑加快了整个国服玩家的发展进度。这直接让整个服务器的玩家沸腾了。星条国玩家 What the fuck， 大夏国这个队伍是什么鬼？我们伟大的星条国不是最强的吗？樱花国玩家大夏首通了，怎么不是我星条国爸爸先首通？泡菜国玩家参加副本队伍的人员都是我泡菜国的国人。阿三国玩家不可能，这是假的公告，伟大的神告诉我的。巴巴洋国玩家不愧是大哥。大夏 YYDS， 北熊国玩家身为战斗民族，我们也要加油了。第50章传奇级召唤技能。当然最为开心的还是大夏国的玩家，整个大夏服务器最早的开启了这个初级副本，对于所有大公会和工作室都是一个好消息。副本的开启意味着无论是升级还是打装备都比在野外快多了，他们的成长速度也会更快。虽然高难度的副本可能还刷不过去，但是低难度的副本还是可以挑战一下的。肯定是世天大佬开始带人了，都是他们星纪元工会的人，真的是好羡慕啊！我也想加入星纪元工会，躺着拿全服首通奖励，还能上电视，我真的是酸了。世天老公，我是你的心肝小宝贝啊，让我加入你的星纪元工会好不好？这次首通让整个大夏服务器超过 99.99% 的玩家都想要加入陈峰的星纪元工会。只要加入了星纪元工会，说不定就能抱上世天大神的大腿。但是外界的这些事情，陈峰一行人都不知道。这时还在副本里的人已经领取了副本首通的奖励，等级全部提升了1级，还得到了大量的属性点和技能点。噩梦副本的首通宝箱，所有人也全部开启。大部分人都开到了自己职业的装备，也有玩家开到了技能书、特殊物品等等。除了这些奖励，他们还获得了一个副本首通称号。当所有人看向称号的属性时，都惊讶了。冒险之魂称号，携带等级 LV10， 佩戴效果全属性加100，非战斗状态下移动速度正 50%。 我去，这个称号加了100点全属性，比我的黄金装备加的还多，简直极品啊！非战斗状态下移动速度加了 50%，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跑得不够快，赶不上世天会长的专车了。牛逼！再次感谢世天会长，世天会长牛掰，星纪元牛掰！在副本里的19个人都对陈峰充满了感激，仅仅在如此短的时间就让他们全身的装备鸟枪换大炮，自己的实力直接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这19个人还将自己获得的装备技能书等等截图发在了公会群聊之中，吸引仇恨。果然看到这些装备截图后，群聊中的玩家纷纷痛苦无比，恨自己的手气怎么会那么差呢？要是自己抽到了和世天会长一起进入副本的机会，现在上电视拿到奖励的人不就是他们了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而陈峰此时还在古刹内部，时间恢复正常后，召唤了黑暗骑士，将 BOSS 的尸体踢开，开始拾取这次通关的战利品。这次 BOSS 总共出了3件装备和1本技能书，一件钻石级的鞋子自己刚好可以用得上，直接将鞋子装备了上去。这次副本的大爆刚好也将陈峰的老装备都淘汰了一遍。看了看自己现在的装备，武器暗金级，护肩暗金级，上装黄金级，下装黄金级，腰带暗金级，鞋子钻石级，戒指白银级，手镯钻石级，项链暗金级，非常豪华。整理好 BOSS 的收获后，陈峰将噩梦难度的副本首通宝箱开启。
叮咚，您打开了噩梦副本手通宝箱，获得金币10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金币10万枚。你获得技能书召唤魔法师火焰瑞克，暗金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级。正好缺少技能，就给我来了一本传奇级的。陈峰很是期待，打开背包将技能书拿了出来。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级，学习等级 LV20，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200点 MP， 吟唱法术5秒后，召唤一只大魔法师路易斯协助作战。LV1级时拥有技能冰冻刺针，向着范围内的敌人释放冰系魔法，召唤大量的冰冻刺针，对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140% 的冰属性魔法攻击，并且有 20% 的几率冰冻目标3秒。LV10级以上时附加技能大火球，对范围内的敌人释放大火球攻击，对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200% 的火属性魔法攻击。LV20级以上附加技能召唤陨石，召唤3颗巨大陨石，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300% 的土属性魔法攻击，并造成一定2秒的眩晕效果。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智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20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60秒。卧槽，好强！陈峰忍不住惊呼。传奇品质的召唤师技能，而且是群体攻击的法师类召唤技能，加上这个法师类的召唤物，大范围其他怪的速度更快了。直接将技能拍碎，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的技能图标出现在技能栏，使用技能点将技能直接拉满。这次提升传奇级别的技能需要消耗技能点3点才能提升一次技能等级，还好陈峰的技能点还很多，完全不用愁。技能点满后，等到有机会再召唤出来，看看传说召唤兽究竟多强。现在自己的召唤技能已经有6个了，等级也在手通的奖励下达到了 LV24级，再提升1级又能解锁1个就能蓝。第51章收获颇丰。最后看到背包内还有一件勋章样式的物品，这才想起加入了光明联盟，兰若还给了自己一件物品来着，之前忘了，一直没有查看，现在才想起来，赶忙看向这件物品。智慧勋章，白板级成长性装备，佩戴等级 LV0， 佩戴属性无，附带效果成长，击杀黑暗阵营生物时可提升勋章的属性，每击杀10个黑暗阵营生物提升智力1点，最高提升10000点智力。当前击杀0100000，竟然是元宇宙4大勋章中的一个。陈峰看到这勋章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在元宇宙有4枚勋章，分别为代表力量的力量勋章，代表智慧的智慧勋章，代表敏捷的敏捷勋章，代表防御的防御勋章。这4枚勋章分别代表了现在游戏中的4项属性，当玩家将4枚勋章集齐，再将属性提升到最顶级时，就可以将4枚勋章进行合成，得到游戏中最顶级的装备秩序之证。陈峰没想到完成隐藏任务后，圣龙骑士兰若奖励的物品竟然是4大勋章之一。他还知道其他2枚勋章在哪里，其中防御勋章好像在魔族的魔王手上，敏捷勋章在精灵族的内，最后一枚力量勋章陈峰也不知道。算了，反正现在也集不齐，以后慢慢说吧。没有为勋章的事想得太多，毕竟想要集齐所有勋章还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慢慢再说吧。就在这时，在外围的若凡、紫色蔷薇等人进入了古刹内部，向着陈峰走来。会长，你实在是太强了，我对你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感谢会长，感谢会长。此时一群激动的工会成员在见到陈峰的一瞬间，再次忍不住对着陈峰开启了吹捧环节。没办法，这次自己赚的实在是太多了，不好好吹捧一下，总感觉欠了点什么。他们好一些人身上的装备都是由白银级直接换成暗金级，装备差一些的人甚至之前还穿着黑铁装备。此次陈峰带他们躺副本，怎么可能不感谢？会长哥哥，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我们都动不了了，我可担心你了。此时人群中最前方的小妍妍对着陈峰说道，他们那时候在外面时可是一点都动不了，而且好像看到了一头巨大的黄金巨龙生物在副本内出现过，估计那头巨龙就是让他们无法移动的关键吧。陈峰也知道他们肯定会问，还不想让他们知道那么多，他早就想好了说辞。刚才我的隐藏任务完成了，所以触发了一些剧情。听到这里，周围的工会成员更加羡慕了。会长哥哥好厉害，剧情竟然能触发神龙，妍妍好崇拜啊。小妍妍此时的眼神中充满了小星星。紫色蔷薇，死家子。绿茶。陈峰并没有理会众人，直接对着众人开口道，装备什么的都在若凡那儿，拿一件自己用得上的吧。你们这次实力的提升，我还想着你们能带动一下工会其他兄弟，后天就要怪物工程了，你们可以去招收点人。好的会长。收到会长。最后向着若凡交代了几句，让他将其他装备帮自己出售一下，
工会的事自己就当个甩手掌柜，直接交给了若凡。退出了副本，到达坐传送阵，回到了暴风城9楼。陈峰今天又高强度的打了一整天的游戏，虽然有营养液维持，但是想要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还是需要下线休息的。陈峰刚走进院子，就看到若若正在和院子里不知道哪里过来的一只小猫玩耍。若若听到推门的声音，知道是陈峰回来了，直接放下了手中的小猫，飞扑向陈峰的怀里。大哥哥，你怎么走了那么久？若若好想你。陈峰看见怀中的小女孩，脸上充满了溺爱，摸了摸若若可爱的小脸蛋。哥哥，需要在外面努力奋斗，才能更好的保护若若呀。说完，陈峰在背包里拿了一套暗金的牧师装备交给了若若，让她换上。这装备是陈峰在副本里爆出来，特意留了一套给若若。看到装备的若若开心的将装备接了过去。谢谢哥哥，若若现在也很厉害哦。听到这话，陈峰这才想起来自己和若若绑定，有一半的经验值都分给了若若。他现在的等级也到了 LV20级，还解锁了2个技能，还没查看呢。陈峰直接打开了若若的人物面板，角色精灵少女西若若，等级 LV20， 种族精灵族，职业圣光牧师，天赋神灵祷告 SSS 级，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生命之光，圣女的祝福，胜利之矛，圣光守护，洗礼之光，生命6000，攻击1500，防御1000，魔法4000，攻击速度1次每秒，1秒攻击1次，释放速度 30%， 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 1.5 米每秒，奔跑移动3米每秒，属性力量150，智力150，敏捷150，体力150，装备省略，好感度999，依赖看到属性后，陈峰倒吸了一口凉气。若若的成长实在太高了，还是没加 buff 的状态。要是自己没有属性加强的 buff， 已经被他完爆不知道多少条街了。反正若若强了对我也好，我就当个安静的打工仔吧。接着，陈峰打开了若若的2个技能介绍。圣光守护，技能等级 LV15， 技能效果消耗150点 MP， 使范围内的队友置于神圣的光晕之中，效果持续一定的时间，处于光晕之内的队友所受到的伤害会减少，并且不受控制技能影响。守护光罩被打破后会发生爆炸，对附近的敌人造成光属性魔法伤害，持续时间和光罩耐久受技能等级影响。技能冷却时间60秒。洗礼之光，技能等级 LV20， 技能效果消耗300点 MP， 在前方落下神圣的洗礼之光，给敌人造成光属性魔法伤害，伤害跟本身的智力有关。技能冷却时间20秒。一个辅助技能，一个伤害技能，不用多说，使用1个字概括：强。现在的若若已经可以独挡一面了，只要不是特别变态的 BOSS， 应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到时候怪物攻城的时候，一定要将若若带去，多获得点信仰之力，提升属性。陈峰做出了决定，看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防止猝死，还是先下线休息一波。若若大哥哥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休息喽，你也可以休息了，我们明天见吧。好的，若若也困了，哥哥早点休息。将若若安置好后，陈峰就回到了另一个房间下线。第52章，成为千万粉丝博主。一夜无梦，隔天清晨，闹钟响起了许久，陈峰才在床上醒来。可能昨天上线的时间比较久，醒来后还是很困，不想起床，没有着急上线，就躺在床上打开了游戏光脑，刷起了官方论坛。登录了游戏论坛之后，发现论坛上的帖子 80% 都是和自己有关的，随便翻了几篇看了看。论坛置顶处有一个标题，就是天大神带领新纪元工会成员首通噩梦难度天灾古刹为大夏服务器争光的帖子。点开帖子看了看，发帖人是大夏服务器的负责人，内容就是关于自己通关副本的事情。底下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吹捧自己的，有一部分想要加入新纪元工会的评论，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服务器玩家的评论，大部分都是说自己开挂、卡 bug 之类的，当然这是少数，陈峰也不去理会。此时陈峰将自己昨天发布的如何加入新纪元工会的帖子点了出来，由于是付费观看的帖子，想要看看一天时间自己帖子的浏览量。点开帖子后，令人吃惊的数据出现，他发现他这篇水帖竟然高达5000多万的浏览量，一个浏览量就是1银币，5000多万就是50万金币，扣除 30% 的抽成，自己一下子多了35万金币。现在果然是流量为王的时代，想要赚钱，只要你有流量。陈峰忍不住感慨，直接将里面的金币提取了出来。由于游戏论坛是和游戏本身绑定的，在现实中提现的金币是可以直接提现到游戏里，也可以提现为现实的蓝星币。但是
现在提现到蓝星币的就是傻子。现在私下的兑换比例都达到了1金币兑换100蓝星币的超高比例。游戏官网直接兑换只有1金币兑换10蓝星币的标准，傻子才在游戏官网兑换。要等到游戏兑换比例平衡，估计要等到开放充值系统后才会逐渐恢复正常。将游戏币提取后，陈峰继续在游戏论坛编辑了一篇帖子，标题就是天灾古刹副本通关攻略，然后将自己前世的攻略心得写在了上面，同样设置了付费观看，这次设置了10枚银币，并且标明了支持原创，未经同意禁止转载。将帖子编辑好，陈峰已经可以想象这篇帖子会给整个论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说到做攻略，谁能有自己厉害？就冲着只有自己带领小队通关副本这项条件，其他什么攻略大师的攻略都弱爆了。坐等收钱了。陈峰笑着将帖子发了上去，还没等陈峰退出论坛，这个帖子的浏览量就暴涨，短短5分钟就暴涨了500万的浏览量。浏览的数据还在快速不断的上涨，怎么会涨得那么快？陈峰有些疑惑，因为按照官方的流量推送，一般都是慢慢上涨，后期再逐级递增才对。好奇的打开了他的官方论坛账号，只见一个大大的金色认证出现在自己名字的后方，然后关注自己的粉丝数量竟然达到了5000万，而且粉丝的数量随着时间的刷新，还在以10万每分钟的速度上涨。我去，我就发了一条没用的谁帖粉丝就突破了5000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陈峰感慨，没想到自己现在的热度那么高。查看了下刚发布的帖子评论，小妍妍，哈哈，我是1楼，我才是世天会长的死忠粉，我已经组建了我们会长的粉丝群，欢迎大家进群，群号是125081。老人人，我去，1楼没了，来个2楼吧，世天会长 YYDS。把酒言欢，羡慕楼上，我也想加入新纪元公会。宝藏男孩，好贴，受教了，感谢世天大神。张发财，牛逼啊，世天大神爱了爱了。我去，小妍妍，搞什么？还建了什么粉丝群？我怎么没进去？陈峰吐槽，这帮人每天不好好练级，一天天的都在干什么？陈峰继续翻看了下评论，都是差不多的评论，随后就关闭了评论，查看了账号粉丝竟然突破6000万了，我会不会是一天涨粉最快的人了？陈峰笑着退出了游戏论坛，继续在床上躺了几分钟后起床，简单的洗漱一番就走出房间。此时别墅内的智能女仆机器人早就将早餐做好放在餐桌上了。一个人吃完了桌上的早餐，看了看时间，已经早上9点半了，该上线码字打怪了。进入游戏舱，瞳孔扫描完成后，再次进入了游戏。第53章，做任务。欢迎回来。一道甜美的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的意识回到元宇宙之中。此时门外已经传来若若和小猫咪玩耍的声音，起身走向院子。哥哥回来了，若若很想你呢。看到陈峰出现，若若迫不及待地冲到了陈峰的怀中，笑得将若若抱起，转了一个圈圈。嬉闹一番后，陈峰将若若放下，看了下任务列表，还有3个任务还未完成。一个是圣龙骑士兰若的任务光明崛起，这个任务需要自己的等级到达30级，并且一转后再去帝都的圣龙谷找他。自己现在的等级已经 LV24级了，今天一天加上明天的怪物工程获得的经验，应该就可以到达30级，再去完成转职任务就可以去圣龙谷了。这个任务做不了，先放一放。第2个任务是拯救若若时触发的后续任务，就是培养若若到 LV60级才会触发的后续任务，这个还很久远，到时候再说吧。随后看向第3个任务，击杀亡灵魔法师苏加德，这个现在没有限制，就是想要寻找 NPC 可能会花费一点时间，今天就先把这个任务先做了。既然决定好了，就直接出发。这次任务难度应该不是很大，以若若现在的实力带上他应该没什么风险，还能让他通过天赋提升一些属性。走吧，若若，今天哥哥带你去打坏蛋。打坏蛋吗？若若最喜欢打坏蛋了。听到今天陈峰竟然要带自己出去，若若开心的都跳了起来，冲向了陈峰的怀抱。就这样，在吩咐店里的管家准备了一些路上的食物后，两人迈步走出了旅馆，去往传送阵。中途联系了若凡，将背包里的30万金币交给了他，让他给工会城池好好建设一番。明天就是怪物工程了，现在建设城池需要大量的金币，这些金币应该暂时够用了。安排好工会的事，陈峰就带着小若若通过传送阵来到了安多哈尔小镇。再次来到小镇的路口，周围依旧聚集了大量的玩家。此时陈峰隐藏了个人信息，周围的玩家看不出陈峰样子，只当是一个很普通的玩家。带着若若进入了小镇内部。此时任务提示上显示，需要玩家前往小镇的粮仓进行调查，说可以查出 NPC 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的踪迹。顺着任务提示向着小镇的粮仓走去。此时
路途的周围还游荡着一些亡灵骷髅，刚好可以测试一下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的技能。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法术吟唱过后，一道身穿天蓝色长袍的女魔法师出现在自己和若若面前。只见女魔法师手中半月形的法装迸发着天蓝色的光芒，查看了一下魔法师路易斯的属性。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级，等级 LV29， 血量10000，攻击3500，防御1200，攻击速度 1.5 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60%， 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米每秒。技能冰冻刺针，向着范围内的敌人释放冰系魔法，召唤大量的冰冻刺针，对敌人造成自身法术攻击呈140百分号的冰属性魔法攻击，并且有 20% 的几率冰冻目标3秒。技能冷却时间30秒。大火球，对范围内的敌人释放大火球攻击，对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呈200百分号的火属性魔法攻击，技能冷却时间30秒。召唤陨石，召唤3颗巨大陨石，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呈300百分号的土属性魔法攻击，并造成2秒的眩晕效果，技能冷却时间90秒。不愧为传奇级的召唤物，属性真变态。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传奇品质的召唤兽，基础的属性就比较高，再加上陈峰自身属性的加成下，这只法师类型的召唤物的属性堪比史诗级的。召唤兽的品级区分，从最初品质白板级、黑铁级、青铜级、白银级，到中级品质黄金级、暗金级、钻石级、传奇级，再到高品质史诗级、传说级、半神级，最高的神级。关闭了召唤兽的面板，开始指挥大魔法师路易斯对着怪物群释放法术攻击。只见大魔法师路易斯开始施法，天空之中大量的水元素能量开始汇聚，形成了大量的冰刺，随后大量的冰刺向着地面开始了无差别的攻击。4958、4856、5002，所有攻击范围内的亡灵骷髅，只要被冰刺击中，没有丝毫意外，通通秒杀。仅仅一个技能的覆盖，就解决了10几亡灵骷髅。叮咚，你击杀亡灵骷髅获得省略。陈峰的智慧勋章也在周围亡灵骷髅的倒下，被动属性变成了13100000，智慧勋章的属性也由原本的加0点智力变成可加1点智力。这里经验是不多了，正好刷一下智慧勋章的属性。继续让大魔法师路易斯对着周围的亡灵骷髅释放技能，没有落过一只。5、6分钟后，周围的亡灵骷髅全都化为经验值和装备，消失在小镇的街道。这时刚好来到任务地点粮仓，直接向着粮仓内部走去。第54章，击杀亡灵魔法师苏加德。进入小镇的粮仓后，陈峰发现此时的粮仓里面的粮食都已经被瘟疫感染。根据自己前世的记忆，这段剧情应该是安多哈尔小镇在使用了外界的粮食后，才导致整个小镇的人民和士兵都被瘟疫感染，最终整个安多哈尔小镇沦为了天灾的怪区。而将粮食内散播瘟疫的罪魁祸首就是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现在只要找到是哪里运送过来的粮食，就可以找到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的据点。陈峰开始在粮仓里面寻找线索，没多久，陈峰就找到了所有的粮食标签上都写着一个地方：枫叶镇粮食中转站，应该就是这里了。果然，在陈峰拿起粮食标签后，任务面板也变成了前往枫叶镇的粮食中转站，找到亡灵魔法师苏加德并消灭他。接到新的任务提示，没有停留，直接来到传送阵，两人便传送离开了安多哈尔小镇。此时枫叶镇，叮咚，你来到枫叶镇。提示：此地已经被天灾瘟疫感染，存在大量的亡灵生物，非常危险，建议立即离开。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打量起了整个枫叶镇。枫叶镇和安多哈尔小镇一样，整个街道没有任何人族 NPC， 但是枫叶镇很明显要比安多哈尔小镇要大得多，不出意外，这里就应该是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的据点了。但是小镇实在是太大了，要是其他玩家可能找不到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的落脚的地点。但是陈峰记得，这个叛徒魔法师应该在小镇中心教堂的地下室中，只要找到了那里，将他击杀任务就可以完成了。没有停留，直接带着若若向着中心教堂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的也出了 LV20级的亡灵生物，也都被陈峰解决。陈峰的等级也提升到了 LV25级，距离30级只差5级了。随后陈峰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中心教堂。寻找了一番后，终于找到了地下通道的入口，也在地下室发现了正在做着魔法实验的亡灵魔法师苏加德。此时地下室的周围堆放着大堆的木架子，上面放满了各种颜色的液体瓶子，杂乱无比。此时在这些杂乱的物品中间，一个身穿法袍身材枯瘦的中年魔法师正在做着不知名的实验。陈峰带着若若慢慢走了过去，侦查术传来的数据：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终极魔法师，等级 LV30， 血量17万，攻击2100，防御800，
技能：黑暗禁锢、黑暗法球、狂热、召唤天灾僵尸。描述：小镇上最出色魔法师，因为热衷与研究亡灵魔法，导致被其他魔法师排斥，导致他最后走上了背叛联盟的道路，现在已经是天灾军团的爪牙。此刻的苏加德正在向着一口冒着绿色气泡的大锅里夹着什么东西，嘴中还在念着不明的魔法咒语，似乎在制造着什么不知名的药剂。但是随后他就看到了陈峰的到来。可恶，你怎么阴魂不散，又找过来了？苏加德冷冷地扫视了一眼陈峰，挥手就丢了一颗黑色魔法球。此时陈峰早就将黑暗骑士召唤了出来，挡在了魔法球前方。黑色魔法球击中了黑暗骑士，1501。击中黑暗骑士的一瞬间，黑暗骑士也被控制在了原地动弹不得。但是另外一只黑暗骑士直接向着苏加德冲了过去，提起巨剑就向着苏加德砍了过去，弱弱的圣光之矛也凝聚而出，向着苏加德扎去。958、1125，两道伤害数字在苏加德头顶上跳出，他的身躯也被定在原地2秒。但是随后只见苏加德在背包里掏出一瓶药剂，直接喝了下去，顿时绿色的光芒笼罩。加2000，一道绿色的数字将苏加德的血量回满。竟然有药剂，但是不知道你的药剂够不够了。陈峰冷笑一声，大量的召唤兽出现在地下室中。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召唤圣光精灵，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一共10只召唤兽出现在地下室，一下整个地下室变得拥挤了很多。可恶的冒险者，你不讲武德！苏加德大声嘶吼，随后大量的攻击如同潮水一般宣泄在被控制住的苏加德身上。805、1542、3520、4021。仅仅一轮攻击下，苏加德的血条就下降了1/4，而圣光精灵的囚笼控制时间长达10秒。第一只圣光精灵的控制结束了，第二只圣光精灵的控制又来了。就这样，在长达20秒的控制时间内，这名人族叛徒魔法师最后一滴血条被打空。天真的冒险者，我的死亡并不能改变什么。这片土地的天灾现在才开始啊！死亡前的苏加德最后喊了一句才倒下。第55章，有钱的 NPC。呸！废话真多。陈峰吐槽了一句，等待系统提示音的降临。叮咚，恭喜你击杀 LV30级亡灵魔法师苏加德，终极魔法师 BOSS， 获得经验8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80万点。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26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40万。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2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你的任务亡灵魔法师苏加德已经完成，请到暴风城城主处上交任务，领取奖励。随着系统提升音落下，陈峰的等级再次提升，将获得的潜能点用掉，随后所有召唤物的技能都提升到了 LV31级。将技能点加完，最后才看向这个魔法师爆出的东西。只见这时地面上大量的物品散落一地，陈峰上前先将他身上的终极魔法师勋章拿了下来，随后将地面上的东西一一捡起。叮咚，你捡起金币10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银币10万枚。叮咚，你捡起装备白骨戒指、黄金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梦幻水晶之剑，钻石级。叮咚，你捡起装备省略。叮咚，你捡起装备省略。叮咚，你捡起寄物品瘟疫药剂，未完成，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物品瘟疫药剂。叮咚，你捡起物品残缺的藏宝图，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藏宝图。叮咚，你捡起药水。叮咚，不断的有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也不知道这次得到了多少物品，这次这名 NPC 型 BOSS 和普通野外型 BOSS 还是有所不同的。野外 BOSS 击杀后是主脑系统发放奖励，但是 NPC 型 BOSS 则是和爆玩家差不多，可以爆出 NPC 身上20%的物品。所以这次爆的东西非常多，单单金币就有1000枚，如此计算，这个 NPC 身上至少还有5000枚金币，也算得上 NPC 中的巨富了。将所有东西捡起后，粗略计算了一下，大概20几件装备，经过100倍奖励增幅后，都是黄金以上的品质，还有一大堆药水，品质也不错，现在放出去卖至少能卖个几百金币一瓶。小若若，我们这次真的是大赚啊！陈峰看到满满一背包的东西，心中乐开了花。哥哥，我们发财了。若若的眼中也充满了笑意。随后将物品一件一件的整理好，品级低的直接无视，直接看向品级比较高的物品。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攻击加60，智力加50，力量
加50，魔法加1000，需求等级 LV 30，穿戴部位戒指，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瞬移，使用装备技能可以瞬间转移至自身50米范围内的任意地方，技能冷却时间240秒。描述省略，强，竟然是可以瞬移的技能，危险时刻的保命神技。陈峰欣喜地将装备放入背包，这件装备需要 LV 30级才能装备，等到等级达到 LV 30级，终于可以将自己戴了许久的白银戒指换掉了。继续看向其他物品，瘟疫药剂药品，使用效果对品阶不高于黄金的生物使用，亡灵系生物无效，可使其感染瘟疫，使其所有属性降低 80%， 每小时扣除 10% 的血量，直至死亡，可对范围内的 NPC 进行传染。描述亡灵魔法师苏加德制作的瘟疫药剂，这就是一切瘟疫的源头。提示：可将此药剂交给人族联盟，用于控制瘟疫，上交你将获得大量奖励。陈峰看懂这件物品后，考虑了很久，发现放在自己身上没有任何用处。黄金以下的生物，自己现在都是虐杀，根本用不到瘟疫药剂，主要是对亡灵系生物还没有效果。算了，到时候上交吧。要是能解决了瘟疫，奖励应该不会少。陈峰将药剂收起，随后继续在背包里翻看了一会，突然视线之中出现了一张金黄色的羊皮纸。这是什么？怀着好奇的心理，将黄色羊皮纸取了出来。藏宝图，特殊物品。介绍：可根据藏宝图上提供的信息，寻找到对于地点的宝藏。我去，藏宝图，这可是好东西。陈峰直接查看了藏宝图上绘制的信息。魔王的宝藏位于魔王山坐标1564521，155154处。宝图上还附有一幅清晰的山峰地图。看完介绍信息后，陈峰略微推算了一下地图所在的位置后，直接无语了。这地图标准的是很详细，也有这地点的图片，但是这张藏宝图所在的位置在魔界，而且还是很靠近魔王宫的位置，周围都是非常强大的魔王领地，现在想要去寻找这宝藏根本是不可能，除非自己那一天已经可以脚踩魔界，拳打天灾的时候才有希望去挖掘吧。现在得到了也是有点鸡肋啊。陈峰摇了摇头，将藏宝图放了回去，等以后有实力了再说吧。随后再在背包里翻看了一会，并没有其他新奇的东西后，陈峰将背包关闭。这次收获还是挺大的，等级提升了2级不说，还得到了大量的装备，等到将城主的任务交了，应该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看了看光屏屏的时间，已经快要中午了，若若估计也饿了。陈峰将背包里管家准备的食物拿了出来，交给了若若。若若，该吃饭了，吃完我们就回去。若若很是乖巧，接过陈峰手上的食物，立马就开始吃了起来，一点都不挑。若若还是挺好养活的，每天只需要花费几个金币的钱，就能拥有一个天赋如此强大而且又可爱听话的小萝莉 NPC， 实在是赚大了。第56章暴风城荣耀将军。等到若若吃完后，两人便回到传送地点，传送回到了暴风城。也是先将若若安置好后，陈峰直接向着暴风城城主府方向走去。来到暴风城门口，这次门口的侍卫看到陈峰后，连拦都没拦，直接笑着将陈峰带了进去。这就是声望高的好处。来到内院，就见到了正在处理公务的暴风城城主。此时的城主看到陈峰过来，连忙放下手上的文件嘛，直接走向了陈峰，笑着开口：勇敢的冒险者，你那么快就回来了，可是将那个可恶的人族叛徒给消灭了。陈峰在背包里将苏加德的终极魔法勋章和瘟疫药剂一起交给了暴风城城主。是的，城主大人，我已经将苏加德杀死，并且我还得到了苏加德研究出来的瘟疫药剂的样本。此时暴风城主看到交到自己手上的物品，脸上满是震惊，随后魔法力渗透查看了一下勋章，再查看了瘟疫药水，随后脸色大喜。太好了，冒险者，你这次对暴风城的贡献太大了，我都不知道如何才能奖赏你。陈峰听到后大喜，高额奖励要来了。这样吧，我以圣龙帝国暴风城主的身份，赐予你暴风城荣誉将军的称号，在暴风城内地位仅次于我，可以调动1万人以下的城卫军，还可以购买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暴风城的地产。叮咚，暴风城城主赐予你称号暴风城荣誉将军，此称号无法进行天赋增幅。还有这些是给予你这次完成任务的奖励。叮咚，你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击杀亡灵魔法师苏加德，奖励经验值1万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值100万点。你获得金币1万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00万枚。你获得声望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声望10万点。叮咚，恭喜你等级提升至 LV 27级，你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1点技能点，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50万点。叮咚，
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3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你获得了空间戒指，黄金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了空间戒指，钻石级。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停下，陈峰直接惊到了，如此多的奖励，简直一波起飞啊！还有好几样是无法经过天赋强化的特殊物品。陈峰看向背包里的所有物品，暴风城荣誉将军，称号，携带等级 LV20，佩戴效果1，所有属性加500点。佩戴效果2，可以免费使用任何传送阵。佩戴效果3，在暴风城 NPC 处购买任意物品，房屋时自动享受5折优惠的价格。佩戴效果4，可以指挥1万暴风城城卫军，但是无法离开暴风城领地范围。描述省略，不愧是仅此与暴风城城主的官职称号，直接加了500点的全属性，相当于陈峰现在属性的总和，比之前副本手通奖励的称号强了很多。但是手通称号有着在非战斗状态下移动速度加 50% 的属性，以后赶路还是用得到。第2条对陈峰没有多大用处，但是第3条就非常牛逼了，可以购买任意物品，还打5折优惠。最主要的是有资格购置所有暴风城的所有房产。暴风城虽然不比帝国主城，但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即使在游戏后期也是拥有着大量玩家在这里入住的。看到可以5折购买所有的暴风城地产，陈峰现在有了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但是需要非常多的金币，等到离开城主府自己再去想办法凑金币。至于第4条可以指挥1万数量的暴风城城卫军是什么概念，就等于陈峰现在就拥有了1万 LV50级的 NPC 打手。在现阶段，在暴风城谁能与我为敌？陈峰直接将称号佩戴了上去，只见炫酷的特效出现，整个人的逼格一下子就上来了。牛逼啊！这称号陈峰忍不住感叹了一声，继续看向其他物品。空间戒指，钻石级，需求等级 LV0， 穿戴部位戒指，附加特效，穿戴后可以获得50立方的储物空间。描述神奇的空间储物戒指，太好了，竟然是50平方的空间戒指！陈峰有些欣喜，之前很多装备都捡不起来，这下好了，有了这枚空间戒指后，就不会有装备放不下的烦恼了。50平方至少可以放几万件装备，没有问题。想到这里，陈峰直接将空间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和增加属性的戒指不冲突。看完了所有物品，陈峰便向城主起身告别。多谢城主大人。陈峰拱手向城主道谢。你帮整个暴风城解决了瘟疫，是整个暴风城的恩人，而且现在是暴风城的荣誉将军，以后就不需要城主的叫我了，我比你年长，你直接叫我乌瑟尔大哥就行了。话音刚落，暴风城城主的 ID 也变成了光明使者乌瑟尔。光明使者乌瑟尔是元宇宙中几位传奇 NPC 之一，不单单是整个暴风城的城主，同样是帝国圣光骑士团的团长，战斗力十分强大，在前世率领整个圣光骑士团击溃了数次天灾军团的进攻。陈峰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和这位传奇 NPC 建立了联系，实在是太意外了。那就多谢乌瑟尔大哥了，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行告退了。说完，陈峰便离开了城主府，直接向着暴风城事务大殿走去。第57章房产大亨。暴风城的事务大殿是处理整个暴风城各种事务的机构，有点像现实世界的办事处。陈峰此次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要看下现在暴风城的房产价格是多少。既然自己有了5折可以购买所有暴风城房产的权利，自己何不利用一番，也可以为了以后的工会发展做好准备。没多久，陈峰便来到了暴风城的事务大殿。此时进出此地的都是一些 NPC， 没有任何玩家进出此地，因为现在的玩家还没有资格在这里处理事情，但是陈峰已经有了，直接向着事务大殿内部走去。门口的守卫看到来人，原本还想拦截询问一番，但是看到陈峰头顶上炫目的称号时，顿时脸色大变，直接单膝跪地，拜见荣誉将军。看到地面上的守卫，点了点头，便走了进去。这是什么情况？我们暴风城什么时候出了荣誉将军了？好像还是一名冒险者。嘘，小声点，此等大人物可不是我们惹得起的，不想丢饭碗就好好站好岗。2个门口的守卫恢复了刚才的肃穆，站立的姿势也变得更加标准。陈峰刚来到事务大殿内部，大殿的事务负责官就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将军大人，我是办事大殿的总执事，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此时，一名 ID 为木耳的中年胖子恭敬地跑到陈峰身前恭敬道。陈峰笑了笑说道：我想要购买暴风城的商铺，大人请跟我来。木耳继续笑着说道，随即就带着陈峰来到了一处空间非常大的房间中。此时房间内正放着一个巨大的沙盒，上面有着整个暴风城的建筑模拟图。大人，上面就是我们整个暴风城的房产分布图了，绿色的房子就是可以还未出售的房产，大人可以先在上面选购。陈峰看了看整个暴风城的房产，
现在空余的房产还是非常多的，现阶段所有玩家的声望值都不足以拥有购买房产的资格，也只有少量的房产被游戏 NPC 购买。那么多房子，钱不够啊！论坛收费帖子，看看收入多少了。陈峰登录了游戏论坛，查看他发布的帖子。当他看到他帖子的浏览量，是惊呆了。此时他这条帖子的浏览量竟然高达10亿多的浏览量，看到这条帖子可提现金币额已经高达1亿金币。除去30%的手续费，自己可能获得7000多万的金币。要是现在兑换成蓝星币的话，就是70个亿，瞬间暴富。哈哈，现在游戏中不缺钱了。陈峰开心的大笑，将论坛里的金币全部提取出来，看向抢房商铺和房产的价格，基本都是几十万金币的价格左右。但是陈峰知道，这是游戏中房价最便宜的时候，因为游戏前期房产对于任何势力来还没有用处，他们各势力的生活玩家的等级也不高。但是在大量玩家都进入城市之后，玩家的等级上升一个阶段，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无论武器、装备、材料、药品等等都会得到暴涨。等到这时候，一些强大的生活工会就会开始购买房产，甚至有些大工会想尽办法想要垄断整个游戏中的房地产行业。等到那时候，整个城市的住房、商铺和酒楼都会得到飙升。游戏后期时，一间商铺的价格至少也得是几百万，地段好的一些地方甚至是几千万不止。而陈峰此时就是想要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提前将可以购买的房产全部购买了，然后赚取更多的金币。等到自己的金币赚得足够多了，再去其他主城将可以购买的房产全购买。然后等到大量的玩家进入了各大主城后，自己游戏中的房产无论是出租还是销售，都能让自己在游戏里面大赚一笔。想到这里，陈峰便对着木耳说道：“我要将暴风城可以购买的全部房产统统买下，你看下需要多少金币？”木耳听到陈峰的话，先是一愣，他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要知道，整个暴风城是可以容纳1000万玩家和 NPC 的大型城池，里面的房产价值即使放在现在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眼前的荣誉将军竟然那么有钱。大人，您是说暴风城全部的房产？木耳还是忍不住继续确定了一遍。对，你算下总共有多少金币？听到此话的木耳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荣誉将军是得有多富啊！但是他并不敢怠慢，迅速安排手下开始算了起来。几分钟后，手下拿着一叠厚厚的报告走了上来。大人，算好了，暴风城一共剩余的住房地契130栋，沿街商铺230家，酒楼15家，其余有商用价值的房子130栋，总共需要金币1亿2万千金币。您是暴风城荣誉将军，可以享受5折优惠，一共是6000万金币。陈峰随后接过报告单，随意看了看。叮咚，你是否花费6000万金币购买暴风城所有的商业地产？陈峰看到只需要6000万的价格惊呆了，自己还以为金币可能不够呢，没想到现在那么便宜，还能给自己剩下1000万金币，真的是太便宜了。陈峰感叹了一声，以后这个里的房产质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自己这波简直血赚。陈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确定按钮。叮咚，你获得了暴风城所有的住房地契130栋，沿街商铺230家，酒楼15家，其余有商用价值的房子130栋。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的背包中多出了大量的地契，直接将整个背包塞满，多出的也直接进入了陈峰的空间戒指之中。所有的店铺和住宅还是需要命名的，非常麻烦。直接在木耳处花费了50万金币，创建了星纪元商会，将所有暴风城房产统一归属了星纪元商会。这样子，所有的店铺如武器商铺就会直接命名星纪元武器店，卖药材的就直接命名星纪元药店，材料等杂乱的东西就会直接命名星纪元杂货铺等等。第58章星纪元商业帝国成立。现在店铺的事情搞定了，还缺少 NPC 帮手。这些店铺的管理和现实世界是一样的，也需要有个人去经营，不然就自己一个人还需要做任务、打怪、升级，哪里有时间管理店铺？所以招聘 NPC 是必要的。现在刚好有个现成的人事部总经理，在自己的面前，自己当然不能放过。木耳，我还需要招收点人手。陈峰看着木耳笑着说道。听到陈峰的话后，原本还处于震撼状态的木耳这才回过神来，再次露出职业一般的笑容说道：大人，我这里刚好有全暴风城的 NPC 求职信息，请您过目。木耳的话音刚落，只见到陈峰的光脑界面上就出现了大量 NPC 的招募界面，上面清晰地标注了各类型的商业 NPC 人才以及擅长的方向等等。这些商业 NPC 也分品阶的，品阶越高级，商业智能就越高，和人类开公司的模式基本一样，自己也可以雇佣高品阶的 NPC 对其他 NPC 进行管理，当然高品阶的 NPC 雇佣的价格也比较高。等级越低的 NPC 智能程度也就越低，但是也能用于其他方面，比如酒店的跑堂、
商铺打杂的武力值高一些的 NPC 也雇佣做保安和押送货物的人员。毕竟各行各业现在都被自己买了，缺少的就是人手，是个 NPC 都能在各自领域发光。看着密密麻麻的 NPC 列表，陈峰也没有刻意挑选，反正现在还有几千万的金币雇佣几个 NPC 还是花得起的。直接在排列表上将排名靠前的 NPC 一次性全部招募了过来，一共招募了30名特级商业 NPC 用于 NPC 团队的管理，100名高级 NPC 用于商铺的经营，200名中级 NPC 用于整个暴风城的物资收购，最后300名低级 NPC 主要负责商铺上货物运输和一下琐碎的小事情。这些 NPC 总共也才花费了陈峰500万金币，现在自己的商铺还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销售。陈峰的计划是将剩余的1000万金币让 NPC 用来收购玩家现在用不怎么到的材料、装备图纸、药方等等。现在这些东西的价格要远远低于装备，因为现在大家都不能凑齐材料打造装备，放在背包里也是占格子。现在有人收购，玩家自然乐意卖出，而这些东西就可以作为以后赚钱的方法。其他玩家收集不齐的材料，自己依靠 NPC 收购、发布任务等等都能凑齐，然后药方和装备设计图纸就可以让 NPC 制造药物和打造装备，然后再高价卖给玩家，形成循环，这钱不就源源不断的来了吗？在前世，很多玩家都是靠一间小的商铺就能做到在游戏中大赚一笔，然后在现实中买车买房，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的。现在的陈峰只是将这件事提前给扩大化了而已。计划好了一切，现在实施的时候了，单单有这些基础的东西还不够，单单暴风城的几千万玩家消费能力毕竟有限，还需要一些极品装备为噱头，吸引游戏其他主城的工会大佬来到暴风城消费。现在自己爆出来的极品装备就有了用途。要知道现阶段的玩家都是全民黑铁、青铜的时代，自己要是拿出黄金、暗金级别的装备，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利用装备的影响力，定能将其他主城的钱赚到自己的口袋。作为重生者，我实在是太聪明了。现在一切都计划好了，就差让所有玩家都了解到此事。这下自己6000万粉丝的游戏论坛账号又有用处了，感觉可以来一场游戏中的直播带货，肯定能大火。陈峰调出光脑，在游戏中打开了论坛，将背包里10几件黄金、暗金级别的装备做成了图鉴发了上去。帖子名称就是暴风城新纪元商会成立，成立大酬宾，特出售本人爆出的极品装备若干，欢迎各位工会大佬前来竞价。后面内容就是大量装备的截图和暴风城的坐标。帖子编辑好之后，陈峰直接点击了发送。帖子一经发出，都还没退出论坛，关注陈峰的大量粉丝们都涌进了陈峰的帖子下面进行评论和转发。陈峰随便点了进去看了看，小妍妍哥哥，成立游戏中的商业帝国了吗？真的好帅，不仅实力强，人长得帅，而且还那么有商业头脑，实在是爱了爱了。暴风法神，我去，那么多极品装备，我得赶紧去抢。老实人会长 YYDS， 紫色蔷薇会长，能不能卖给我姐姐几件求求了，可怜表情。暮色蔷薇，我已经前往暴风城了。小甜心是天大老实，装备能给我1件吗？我可以晚上帮你软床的哦。一大群的粉丝一发帖子就在下面疯狂的评论了起来。陈峰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短短的几分钟时间，转发这篇帖子的人数就达到了几10万，数据还在不停的上涨。陈峰打开自己的账号后台，发现经过1天的时间，粉丝数量已经突破到1个亿了。我应该是达到1亿粉丝最快的人了吧？陈峰笑着嘟囔道。现在全世界元宇宙的稳定在线玩家都超过了10个亿，注册玩家更是超过了100亿。现在全球也才150亿人口，基本除了不能进入游戏的幼儿和老人，基本都在国家的鼓励下进入了游戏。现在自己1天涨到1个亿的粉丝也合情合理。随便点击了一下账号，发现自己发帖以来，大量的粉丝私信出现在游戏面板，也有各大奢侈品品牌找自己发广告代言的，随随便便一条代言费就是几千万。但是陈峰并没有理会，这些小钱自己是看不上的，以后元宇宙里的商业帝国才是自己发展的方向。关闭了游戏论坛，回到游戏世界。第59章1万打工人。有了这些还不够，陈峰现在荣誉统帅的身份也不能浪费，自己还能指挥1万数量的城卫军，也需要好好利用起来。直接向着暴风城城卫军方向走去，中途带上了一名所有属性都是满值的特级 NPC 一起前往，很快就来到了暴风城的军部。此时一名身穿铠甲顶着 ID 城卫军独立团团长黎仲的 NPC 笑着迎了上来，见过荣誉将军。陈峰点了点头，在游戏中 NPC 也是有着军衔的，像陈峰现在在游戏中应该属于战区副军长的职位，而暴风城城主属于一个地方军队的军长，这个独立团团长黎仲属于一个团职，手下刚好有1万城卫军人马，属于独立性质的，刚好被暴风城城主安排给了陈峰。此时来的目的很简单，
他可不能让这1万 NPC 军队浪费掉。1万个人在现实去电子厂上班，1个月打螺丝的收益至少也有上百万，现在放在游戏中，自然也要发挥它的作用。陈峰直接将整个独立团安排了到外城击杀一些 LV20 左右怪物，他们这些城卫军可都是 LV50 左右的 NPC， 击杀这些 LV20 的怪物可谓是乱杀，再将所得的材料和装备全部都有，自己这个主管商业的 NPC 负责收集，然后销售到星纪元商铺中，只要分一部分金币给这些城卫军。他们这些城卫军原本就是吃死军饷，听到陈峰额外给他们提高收入，一个个开心的不得了，将所有的事情交代给了2个 NPC， 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实施了，等着收钱就行。经过这件事之后，在暴风城的一些玩家总能看到一大群 LV50 级的城卫军竟然组团在杀着周围一些 LV20 级小怪，让这些玩家疑惑不已。当然这也是之后的事情。陈峰在解决了这些事情后，时间也进入了晚上，今天没有怎么练级，但是身心更加疲惫，回到了和若若此时居住的酒店。刚回到酒楼，只见原先那名管家露着讨好的笑容在门口，好似在等着什么。陈峰有些疑惑，今天这管家怎么了？怎么跑到酒楼外面来了？也没有多想，直接走向了酒楼。刚走到酒楼门口不远处，大人，欢迎回来。酒店管家一脸讨好的看着陈峰。陈峰有些疑惑，今天这管家是怎么了？自己也没给他金币啊。怎么了管家？此时管家也看出了陈峰心中的疑惑，直接开口道，大人，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今天下午您就将这酒楼买下来了，您现在是我们星纪元酒楼的老板啊。这陈峰这才看向自己的系统界面，进入酒店后确实有着管理的界面，看来是下午收购时一不小心就将这家酒楼也一起收购了。陈峰笑了笑，没有继续多想什么，这样也挺好，不需要搬家了，自己和若若在这里生活的还挺开心的，就暂住在这里吧。吩咐管家忙自己的去，自己回到了原先的小院。若若看到陈峰回来，开心的跑了过来，一下子就跳到了陈峰的怀里。哥哥，你回来了呀？陈峰亲昵的摸了摸若若的头，笑着说，在家里乖不乖啊？我一直和小猫咪在玩，小猫咪非常可爱呢。说完还指了指远处的小白猫。陈峰看了看这只普通的小猫，笑了笑，有动物陪着若若也挺好，至少它不会很无聊。继续和若若在小院子里玩了一会后，见到若若有些困了，便带着若若进入了她自己的房间。在不久之后，若若就进入了睡眠。看到若若睡下之后，陈峰便走了出来，回到房间外，连续打了好几个哈欠。回到自己房间后，就直接下线了，意识回到现实世界。陈峰走出游戏舱，伸了个懒腰，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已经晚上10点多了。在游戏中，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陈峰走出房间，女仆机器人早就将晚饭准备好了。简单的吃了点晚饭后，回到浴室洗了个澡，处理了一下游戏舱的卫生，躺到床上刚准备休息。滴滴滴滴滴滴，光脑一道信息提示音传来，谁那么晚了发自己信息？陈峰打开了光脑，点击了查看，原来是若凡发过来的。若凡，陈峰大哥，工会城池已经建设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工会的等级已经提升到5级工会了，已经招收 LV15级以上的玩家至少1000人，原本的核心工会成员的等级也都提升到了 LV18级以上，现在领先全服所有玩家。陈峰看了若凡的汇报，笑了笑，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若凡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只需要一个平台而已。陈峰辛苦了，等怪物工程结束了，我们出去聚一聚。若凡，还有一件事我得向陈峰大哥汇报下。陈峰，什么事情？若凡，就是最近在工会驻地发现了好几个工会的人在附近游荡，好似在侦查这些什么。起初我们并未在意，但是发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我怕明天有人对我们工会的城池有想法。看到这条消息，陈峰的眉头皱起，因为怪物工程要是守城方的工会要是失败的话，这片城池就会变成无主之地，其他玩家就可以参加争夺，所以不能排除其他工会想要趁着怪物工程将这个工会占为己有的想法。但是这些人估算陈峰的实力应该还停留在之前的状态吧。他们不知道的是，现在陈峰可是暴风城的荣誉将军，是可以调动1万 LV50 级的城卫军的，这次守城自陈峰根本没有放在眼里。但是既然有人想要过来送点装备，陈峰也只能笑纳了。陈峰，放心吧，早些休息，明天有我在。若凡，好的，陈峰大哥，晚安。随后陈峰关闭了光脑，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第60章暴风城房东，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陈峰醒来，简单的洗漱了一番，吃了点早餐，就进入了游戏舱。欢迎回来。系统提示音过后，陈峰的意识回到了游戏世界。今天上游戏的时间还比较早，陈峰在房间内出来时，若若还在睡觉，陈峰也没有去打扰，反正现在距离怪物工程还有7、8个小时，等到怪物工程了再将若若带去就行了。直接走出了酒楼的院子，
打开了新纪元商会的管理面板。经过半天一晚的时间，此时商会的资金已经在原先的1000多万金币飞速提升到了5000多万金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飞速上涨。没想到钱来的那么快，看到商会上涨的资金，陈峰开心的笑了。没想到见效的时间那么快。其实资金上涨那么快的原因就是附近几个大型城池的玩家和 NPC 都来暴风城消费的原因。陈峰在论坛上发布帖子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很多公会都为了陈峰的极品装备，将原本其他公会的资产全部都转移到暴风城内，这让原本只有几千万人口的暴风城，仅仅在一晚上的时间就突破到了5000多万人口，直接让暴风城整体的经济上升了一个层次，房价也跟着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主导下，其他城池的 NPC 赚不到玩家的钱，也纷纷跑到暴风城做生意。这样的话，陈峰原本空闲的商铺和房屋就被其他城池的 NPC 租用了。现在的陈峰可以算得上是整个暴风城的房东了，这来钱的速度，实现一个小目标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看着飞速上涨的金币，陈峰不准备动用它们，留作商会所需要的流水。现在还是商会的发展期，需要不停的收购玩家手上的材料和物品，资金是现在必不可少的东西。自己可是计划着将元宇宙其他城池的房屋全部都收购的。陈峰打开了游戏财富榜，没有意外，自己现在的身价是全元宇宙中最富有的玩家，比之第2名玩家至少高了几千倍。估计还有3天，游戏充值系统就会开放了吧？陈峰低声嘀咕了一声。等到游戏充值系统开放后，陈峰金币上涨的速度会更快，到时候自己再将其他主城的商铺地产全部收入到新纪元商会。当然，陈峰怎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将自己的新纪元公会发招成为元宇宙中最强大的势力，要堪比整个 NPC 帝国，这样在面对整个天灾和魔族的时，自己才能有更大的资本保护大夏的国民。等到自己声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开始招募 NPC 军队，开始攻城略地。作为重生者，自己不想等着游戏降临世界才开始反抗。一句话说得很好，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自己有能力了，为什么不提前将天灾军团和魔界攻打下来呢？现在自己有着重生的优势，何不好好利用，将战场放在游戏中，早些解决自然是最好的。要是没有解决，等到游戏真正降临现实了，相信对现实世界的伤害也会降到最低。现在的新纪元就是自己发展实力的开端，相信用不了多久，新纪元的名号一定能打响整个元宇宙。当然，现在也只是设想，一切还是从自己的实力出发。先去公会城池看看吧。陈峰呢喃了一句，自己这个会长一直做甩手掌柜，城池都还没去过，有点说不过去。今天又是怪物工程，自己要去看看，将城池的防御做一些提升。陈峰来到暴风城传送阵，此时的传送阵管理员满脸堆笑。城内的大型传送阵是有传送阵守卫的，可以查看传送的人员信息，不然有邪恶势力通过其他传送阵传过来偷家就不好了，城外传送阵就没有人看守。将军，你想去哪里？我要去新纪元公会的城池。陈峰早就安排了若凡，在花费了几百万金币的后，建立了一个可以支持10几人同时传送的小型传送阵，目前也只支持暴风城以及附近几个小镇的传送。好的，将军，马上安排传送。陈峰进入传送阵内部，很快周围的能量水晶开始凝聚，传送阵法形成，在一阵白光过后，周围的景色一阵变换，就来到了一座巨型城池面前。第61章建造防御塔。整个城池依山而建，此时的城墙足足有30几米高，高大巍峨，气势非凡，即使远远看去也能感觉到城墙的坚固。四周的护城河还在建设之中，大量的 NPC 工人正在挖掘着。直接踏入驻地，此时的工会驻地里面，一栋栋楼房，一个个商铺都开设了出来，也吸引了大量的 NPC 入驻了城池内。在其中，陈峰也发现了一些新纪元商会的 NPC， 整个城池就如同缩小版的暴风城一般。会长，你来了！一道声音打断了陈峰的思绪。只见到一群新纪元工会的成员看到陈峰热情的打招呼，其中若凡也在里面。工会城池建立的不错吗？若凡。陈峰笑着对这个若凡说道。工会现在升级所需要的资源太多了，我们现在几千号玩家在刷，今天争取将工会提升到6级工会，这样可以招收的玩家就更多了。工会发展不急，等到怪物工程结束了，会奖励工会资源的，到时候可以直接提升到7级工会。可是，会长，怪物工程我们顶得住吗？按照游戏的发展的来说，怪物工程不都是游戏中期的时候开启的，我们那么早开启了会不会？几人工会的骨干成员还是有些担忧，害怕城池守不住。要是这次城池失守了，之前做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陈峰自己也清楚，怪物工程对于现阶段的玩家来说，基本是不可能守住的，但是他并不担心。他有着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他这次过来就是帮助玩家在城墙处建造防御塔。现在的5级工会
工会的管理层花费一些金币就可以建造5级的防御塔，在自己的天赋下，直接就升级为7级防御塔。7级的防御塔，无论是攻击和防御，都远远高于5级的防御塔。现在陈峰的金币非常多，只需要多建造一些防御塔，对于他们的防守压力就会少很多。我自有方法，你们先去任务吧，我到处逛逛。说完，陈峰便直接离开，向着城池中心的城主府走去。此时城主府内，因为陈峰是工会会长的原因，同样也是工会驻地的城主，他拥有城池所有的管理权限。陈峰在城主府调开了城池的防御面板，将可以建造的防御塔界面调了出来。建塔等级5级防御建筑，血量5000，攻击400，防御100，攻速3每秒。技能侦查，可以探查周围隐身单位。需要消耗材料：巨石5，木头100，能量水晶2，金币100。炮塔等级5级防御建筑，血量5000，攻击800，防御100，攻速1每秒。技能可造成范围性杀伤。需要消耗材料：巨石8，木头50，能量水晶3，金币150。天火塔等级5级防御建筑，血量5000，攻击500，防御100，攻速10每秒。技能可以对攻击范围内的敌军造成连续的火焰伤害。需要消耗材料：巨石5，木头150，火焰能量水晶2，金币200。天雷塔等级5级防御建筑，血量5000，攻击800，防御100，攻速1每秒。技能对范围内的敌军造成雷击伤害，击中有概率使敌人麻痹3秒。需要消耗材料：巨石5，木头50，雷霆能量水晶2，金币200。陈峰看了看，目前可以解锁的只有这4种防御塔，其余更为强大的防御塔需要工会等级继续提高才能解锁，不过也够了。材料上面不用愁，工会这2天刷任务已经刷出了足够的材料，只有能量水晶没有太多。但是陈峰也将新纪元工会收购的水晶带了一部分过来，应该足够建造个上千座防御塔。直接开始制造。叮咚，你消耗了，建造了5级箭塔，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建造了7级箭塔。叮咚，你消耗了，建造了5级炮塔，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建造了7级炮塔。叮咚，你消耗了，建造了5级天火塔，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建造了7级天火塔。叮咚，你消耗了，建造了5级天雷塔，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建造了7级天雷塔。叮咚，一颗颗能量水晶在陈峰的空间戒指中消耗掉，城墙上出现了一座座强大的防御塔，都是7级的防御，对比5级的防御塔属性高了至少 20%。就这样，陈峰1个下午的时间都在城主府建造防御塔，一座座防御塔在城墙的防御位置出现。第62章，怪物工程开始。此时正在城墙上建设的工会玩家看到后惊呆了。我去，这城池上面的是什么？防御塔吗？好像很高级的样子。让我查看一下属性。我去，竟然是7级防御塔，这伤害比我还高。我们不是5级工会吗？怎么可以建造出7级防御塔？肯定是世天会长，会长牛逼啊！你们看城墙上的防御塔，足足有几百座吧，还在增多。哈哈，这下怪物工程有信心了。来吧，让我看看怪物有多大实力。就在众人讨论之际，吼吼吼！终于在城墙外的山坡上传来一声声怪物的嘶吼，紧接着大量的怪物出现在玩家的视线之中。我去，终于来了，好多怪物啊，真壮观！城墙外第一批怪物刷新了，远远的看去，第一批的怪物都是 LV15级到 LV25级不等的野怪，基本都是来自周围的怪区，其中也不乏一些精英怪，应该算是天灾工程前驱赶到这里的炮灰。但是这样的小怪数量也是很可观的，分别从4面8方向着城墙的位置冲来。此时新纪元工会的玩家全都站在3面城墙之上严阵以待。由于陈峰这次工会驻地是背靠山壁，所以不需要管一面的城墙，只需要防守3面就可以了。这次蔷薇工会的暮色蔷薇也过来帮忙了，他们现在虽然没有建立行会，但是原本就是老牌的游戏工会了，手底下的人大概有1万左右，这次也过来了5000人马，他们负责西面城墙的防守，紫色蔷薇也在其中，他现在是新纪元几大团长之一，负责一块面城墙的防守。此时中间城门就由新纪元的2/3成员防守。现在新纪元已经加入工会的成员有1500人，但是外围成员有1万左右。这些人都是陈峰最早拉入工会的玩家找来的，他们有些人原本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势力，有些也带着10几号工作室的成员。在被陈峰拉入群聊之后，纷纷投靠了新纪元。当然能进入工会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员，
很大一部分都在等着工会等级上升再加入工会。此时2/3的人员，也就是8000人左右，由副会长若凡和团长风行者带领。因为中间的城门压力比较大，所以人手比较多一些。最后一面城门是4000人，由老实人和小妍妍带领。陈峰刚好落个清闲，带着小若若在城池里准备随时支援。不是陈峰不想拿经验，是他知道自己到达 LV30级后，未完成一转任务是无法获得经验值的。前几波要是自己的召唤物出手，估计整个工会拿不到多少经验，还不如把经验给他们，自己等着最后几波再出手拿经验。今天争取将等级提升到 LV30级。此次怪物攻城开始，除了大量的新纪元工会的玩家之外，周围的山头上还出现了很多看热闹的吃瓜群，他们都想要见证元宇宙开服以来第一场玩家的守城之战。就在此时，一众吃瓜群众之中出现了一名开着摄像光脑的玩家，此人正站在较为靠近城池的位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狗子。今天元宇宙第一人是天大神创造的工会新纪元守城之战，由我来给你们直播。大家可以看到现场非常危险，随时有可能死亡掉级，大家动动发财的小手，给主播点点屎黄色按钮，免费的为爱发电刷一下。再次感谢大家了。比心，此人就是现阶段元宇宙板块中非常火的主播之一，目前在猫牙直播的粉丝数量有1000万之多。这一直播间的出现，瞬间引起了大量没有在现在的玩家的加入，瞬间弹幕纷飞，小礼物不断。主播狗子看到这一幕，心里乐开了花。果然他这次来这里直播的选择是没有错的，一夜涨粉100万不是梦。就在这时，整个城池上的喊杀声开始，远处的怪物咆哮的声音不断的传来，可以看出此时怪物攻城的战况非常激烈。主播狗子的直播画面也随之切换到整个战场之上，只见城墙之上的新纪元工会的成员组成了一道道远程方阵，法师、弓箭手阵营大量的火球，法术和剑士带着破空之音不间断地向着第一波怪物攻去。几千人同时释放法术的场面非常壮观，法术和剑士落到第一波普通野怪上，连续不断的伤害数字在怪物脑门之上跳出。很快，冲在最前方的野怪纷纷被击杀在远处，化为经验、铜币和少量的装备。哇！大家快看，不愧是新纪元工会啊！感觉第一波怪物攻城完全没有压力啊！随着主播的介绍，在观看直播的玩家纷纷刷起了新纪元牛逼的字样，可以看得出新纪元的玩家的实力在现阶段的玩家可以算得上顶尖了。但是这时怪物群拥有远程攻击的怪物，在进入攻击范围后也向着城墙胜发动着攻击，但是玩家占据了地理的优势，加上7级防御塔的攻击下，很快第一波怪物在几十分钟后全部化为了经验、铜币和装备，留在了城墙外。第63章攻城第二波。而此时陈峰带着若若趁着第二波攻击还开始时，快速的将周围已经死亡的怪物进行灵魂超度。在短暂的施法过后，若若得到了大量的信仰之力，属性暴涨。而正在直播录像的主播狗子恰好录下了陈峰出来的一幕。快看，那个男人是谁？难道是新纪元工会的会长兼现阶段元宇宙第一人是天大神吗？好像是哎，我以为是天大神不在，第一波攻城都没看到。第一波这种级别的怪物哪里有资格让是天大神出手？我去，真的是天大神！我是你粉丝，我爱你是天大神。主播，你在干什么呢？赶快把镜头贴到我是天大神的脸上去，不然我取关了。正在狗子直播间的观众在确定了出现在下方的就是陈峰本人后，纷纷刷起了弹幕，要求主播狗子将视频画面给陈峰。狗子看到无数的弹幕乱飞，不敢怠慢，赶紧将光脑直播的画面对准了陈峰。真的是天大神，大神边上的小萝莉是谁？怎么那么可爱？是天大神好帅啊！新纪元的这群人怎么能让那么帅的是天大神亲自捡装备呢？然而陈峰看不到直播间的内容，在随后捡了几件装备后，就带着若若回到了城池之中。时间很快就到了10分钟，第二波的怪物攻城开始了。只见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山坡再次出现了大量的野怪，这波野怪依旧是周围练级区域的野怪，同样是被天灾军团驱赶而来的炮灰。但是这次攻城的野怪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质的提高，大量的普通野怪中间夹杂了大量的精英野怪，而且等级也提高了不少。看到数量众多的野怪群靠近，城墙之上的玩家都屏住了呼吸。天啊，好多怪物啊！看着这野怪靠近，怎么让我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是啊，这画面才是我梦中热血网游的画面。然而陈峰看到眼前的怪物时，内心毫无波澜，对比前世几百万几千万的天灾大军攻城时，那场面才是真的让人绝望。现在的画面对陈峰来说只能算是小场面。我要杀出去！玩玩，谁敢和我一起？我去，带上我！此时就在城墙处的几名骨干成员按耐不住心内的狂热，
想要下去和怪物来一场热血的拼杀。毕竟下面那么多的怪物嘛，不仅仅可以升级，还能爆出装备，机会非常难得。加上前几波的守城难度不是很大，工会里面的核心军团长也由着他们过去了。大量的近战玩家嘶吼着冲向了怪群。陈峰没有下去，因为这些怪物等级太低了，即使有着100倍奖励增幅，自己也得不到太多经验。而且这些野怪也不能算敌对阵营的怪物，对自己智慧勋章也没有加成，自己也懒得出手了。几分钟后，第二波的战斗就进入了白热化。城墙之下，大量的近战玩家向着怪物组织这一波一波的冲锋，城墙上的远程玩家无差别的释放着远程攻击，牧师则是在战士骑士玩家的后方不停地加着血，一时间各种声音充斥在整个战场。远处元宇宙大主播狗子也在继续做着解说，可以看到怪物攻城第二波的怪物已经开始攻击了，现在出现的有很大一部分的精英怪，但是还没有看到噬天大神出手，好期待噬天大神能出手啊！噬天大神什么时候出手啊？我想看噬天大神的召唤兽。直播间的弹幕疯狂地刷着想要看陈峰出手的弹幕。这次新纪元玩家的整体实力算是整个游戏中最强的存在，无论是玩家个人实力还是指挥者的调配，都展示出了一个强大工会拥有的凝聚力。虽然时不时都会有玩家不小心被怪物集火而挂掉，但是很快就有玩家补上缺口。三面城墙到此刻没有任何一只怪物靠近过，特别是木色蔷薇和紫色蔷薇那道城门，原本陈峰以为他们那道城门是最弱的，没想到因为他们蔷薇公会那边的玩家大部分都是女玩家，女玩家玩的又是以法师为主，就这样无数的法术如同雨点一般从天而降，形成了一道由法术组成的防线。他们目前是以最小的代价防守着整面城墙。就这样，第二波的怪物在经历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被全部消灭，所有的守城玩家得到了10分钟的休息时间。陈峰还是照旧带着小若若进入怪物群中。若若使用天赋技能，大量的信仰之力涌入体内。看到若若暴涨的属性面板，陈峰笑得感叹，这次拥有这天赋实在是太强了。第64章人马军团。10分钟后，吼！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马吼。陈峰向着远处看了一下，眼中的侦察术飞出。嗜血人马精英级，等级20，血量4000，攻击210，防御50，技能野蛮冲撞，战争践踏。描述4条腿的生物，以移动速度快著称。嗜血人马首领，白银级 BOSS， 等级20，血量4万，攻击520，防御150，技能野蛮冲撞，战争践踏，急速光环，嗜血。描述嗜血人马的首领可以让嗜血人马跑得更快。怪物的属性面出现在陈峰的眼中，这下远程消耗的优势没有了。陈峰呢喃了一句，半人马类型的生物以速度快著称，在全速奔跑之下，一些不是指向性技能很难命中他。果然，大量的嗜血人马在嗜血人马首领的急速光环的加持下，很快就突破了玩家引以为傲远程伤害防线。大量的人马冲击到城墙下发动进攻，城墙的耐久度急剧消耗。看到这一幕的吃瓜群众和直播间的玩家又开始了讨论。不得不承认，新纪元工会确实很强，但是面对等级和属性全面压制的怪物时，还是很难守住啊。是啊，这波半人马的等级已经 LV20级了，再加上如此快的移动速度，这波新纪元能不能守住悬了？不是还有噬天大神吗？我还没看到噬天大神出手，相信他能力挽狂澜的。噬天大神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现在需要防守的是3面城墙。根据我查看攻略资料来看，怪物攻城应该有5波怪物，这才第3波。5波吗？那这次新纪元很难守住了。现在才游戏前期，玩家拥有城池还是太早了。一众游戏分析师开始分析起新纪元目前遇到的情况，都认为新纪元这次很难守住工会城池。但是陈峰在第一时间看到怪物属性的时候，就直接工会频道里指挥所有近战玩家冲取出击杀嗜血人马，不能让他们继续攻击城墙。接下来的攻击还有2波，要是城墙耐久消耗过多，后面就没得守了。指挥完工会，陈峰直接向着蔷薇工会防守的城墙跑去，若若则是让他前往右侧城墙进行支援。他料到以法师为主的蔷薇工会在面对移动速度快的怪物时，原本拥有的远程优势将荡然无存。果然，在陈峰赶到左侧城墙时，大量的嗜血人马已经突破防线，正在不断的消耗着城墙的耐久度。会长，我们……此时负责左侧城墙防守的紫色蔷薇有些愧疚的说道：“没事，接下来看我的了。”说完，陈峰便举起法杖，开始吟唱召唤技能：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
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召唤圣光精灵，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一只只召唤兽在大小不一的法阵出现，带着强横的气息，在陈峰的指挥下分散向城墙四周。卧槽，那是什么召唤生物？这就是噬天大神的召唤兽吗？好帅的召唤兽啊！噬天大神的召唤兽怎么都是双倍的？噬天大神肯定是转职了什么隐藏职业，所以那么牛逼吧？噬天大神的召唤兽出现就稳了呀！牛逼牛逼！此时，一众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如此多的召唤兽时，纷纷截图分享这次直播的画面，导致主播狗子的直播间的人气再次暴涨，直播间的礼物不断。召唤兽在分散向四周后，大量的技能宣泄而出，瞬间就将原本失守的城墙夺了回来。一个个群体法术奖励到人马群中，黑暗骑士则冲向嗜血人马首领所在的位置。魔界之花配合着释放了缠绕技能，将 BOSS 控制。黑暗骑士巨剑不停地落下，配合着远程攻击，很快就将一头头嗜血人马首领击杀。一众嗜血人马在没有了嗜血人马首领的极速光环 buff 下，速度骤降。速度降下来后，时不时就会受到城墙上大量法术的攻击。就这样，大量的半人马在尘封召唤物和城墙上大量玩家的攻击下，全都化为装备和药水倒在地面上。看到个城门已经守住了，陈峰直接指挥召唤兽大军向着中城门处走去。此时中城门的战斗早已打响，也死亡了一些冲向 BOSS 的玩家。不过在一众玩家的努力在，也击杀了一只嗜血人马首领。在陈峰赶来之时，传说级召唤物大魔法师路易斯对着一头嗜血人马首领就是一招天降陨石。轰隆隆，3颗火红色的巨型陨石从空中降临，砸向地面。12594 12468 25499，法术暴击，3道法术伤害在 BOSS 的脑门飘出，直接将这只白银阶位的嗜血人马首领秒杀，顺带还秒杀几十只嗜血人马。近距离看到这一幕的新纪元公会玩家都惊呆了。我去，会长这是什么召唤兽啊？竟然恐怖如斯！这天降陨石的攻击，难道是神之力吗？我感觉我们一群人都打不过会长一只召唤兽。不用说了，会长永远的神。随后2个路易斯几道群体性法术倾泻在人马群中，只要被群体法术波及到的，全都化为装备药水倒下。至此，进攻中城门的人马军团也被尽数消灭，右侧的攻城人马也在弱强大的输出技能下被尽数消灭。第65章，一人足矣。接下来就是最难的第4和第5波战斗了。所有守城的玩家也得到了10分钟的调整时间。整个公会的成员在恢复状态的同时，也在统计战损。统计后，前3波守城总共挂掉了1000多名玩家，都是以近战玩家为主。复活后会进入半个小时的虚弱期，最后2波攻击这些人也用不上了。而且根据前世的记忆，最后2波的怪物应该就是天灾阵营的怪物前来攻城了。天灾阵营的怪物进行攻城的话，是陈峰提升智慧勋章被动的好机会。所以陈峰决定一人独守中间的城墙，其他2侧城墙让他们几万人先去守，配合防御塔应该也勉强能应付一段时间。是天，所有守中路城墙的人分为2波，分别去守卫另外2道城门。正面的城墙我一人来守。此道命令一出，公会群里一些新入会的成员顿时震惊了。一人守1道城门，这也太牛叉了吧！会长，这可是最后2波，你确定你一个人吗？一名新进公会的成员忍不住问道。陈峰看到消息，则是淡淡一笑回复道：放心吧，我杀完中间的怪会支援你们的。众人就这样，中路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着2边散去。慢慢的，中路只剩下陈峰孤零零一个人了。然而此时，在狗子直播间里的观众却炸开了锅。怎么回事？中间城门的人怎么都撤走了？难道他们不要这个城池了吗？只有噬天大神还在中城门，难道他是想要一人守住一面城门吗？卧槽，噬天大神牛逼啊！我已经感觉到热血沸腾了，一人独自面对海量的怪物潮水，这才是热血网游，想想就觉得帅。爱了爱了，噬天大神，我粉定你了！是天，牛逼！一时间，整个直播间都在刷着差不多的弹幕。原本火热的直播间人数也从之前的几百万人飞速上涨到1000多万人，连主播狗子也被陈峰的人气吓了一跳。看着陈峰一人站在城墙外的身影，有一种古代大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眼中充满了崇拜。终于在10分钟的时间过后，第4波的怪物开始在城池外围集结了。随着周围的怪物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怪物全部都没有着急进攻，都在远处好似在等待着些什么。咦，这第4波的怪物怎么迟迟没有动静？难道是被我们是天大神的气势吓得不敢发动进攻了？主播狗子在外围一直直播关注着战场上的情况。
陈峰此时看向远处的天灾怪物，也发觉了有些不对劲。难道这次攻城有天灾军团的 MQ Boss 指挥？就在陈峰准备直接杀到怪物集结处时，轰隆隆！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剧烈摇晃了一下，紧接着2道巨大的身影直接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一步一步走来。远远的看去，竟然是2只巨大的憎物，正拖着肥大的身躯，一只手上拿着缠着铁链的一柄巨斧，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倒钩，周围散发着恶臭。憎物黄金级 BOSS， 等级 LV30， 血量20万，攻击2500，防御800，技能吞噬尸体，疾病云雾，巨斧攻击，嗜血。描述：由许多支离破碎的尸体组成的巨型天灾生物，喜欢撕裂他们眼中的敌人，然后大口吞掉。2只血量高达20万的黄金级 BOSS， 这2只恶心的生物一出现，就直接将直播间的人吓了一跳。单单看着怪物恶心的样子，就令人不寒而栗。卧槽，黄金级的 BOSS， 一次性2只，我敢打赌，现阶段的玩家至少有90%的人不能破防。没想到第4波的怪物和最后一波的 BOSS 一起进攻了，这下新纪元工会不好受了。但是这2头黄金 BOSS 向着只有噬天大神镇守的中路城门走去，不知道他们的选择是不是对的。噬天大神无敌，吊打黄金 BOSS。 就在直播间的观众议论之时，周围出现了大量玩家的身影。第4波和第5波2波一起进攻，任凭是天再强，也是一个人，我就不信他还能守住3个城门。说话的人正是凌云公会的会长凌云天，而此时在他旁边的血色帝国公会的会长血色却露出了一丝丝担忧。这次事情过后，我们和噬天是真的结了死仇了。你也看得出现在新纪元公会正如日中天，这样真的好吗？血色兄，我们本来就和噬天已经结下了梁子，即使我们不对他动手，现在任由他们发展起来了，迟早也会对我们动手。这次只要能将他们手中的城池抢过来，元宇宙中我们2家联合还是最强的。凌云天看着血色说道。好吧，这次一帮你夺城成功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好处。放心，凌云天笑着说道。周围的玩家和直播间的人都看到了人山人海的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玩家集结在远处的山坡上，他们想干什么？主播狗子此时也看到了外围涌动着大量的人群，直播画面暂时切换向远处。这是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公会的人，难道他们对新纪元公会的驻地有想法？人好多呀，这次2大公会的主力都来了吧？看来是想趁着新纪元公会被怪物攻城后坐收渔翁之利，这样新纪元这次可就危险了，有如此多的怪物攻城，还有2大顶级公户虎视眈眈，只有2个。我看周围很多公会都对此次新纪元公会的驻地有想法。唉，看来今天新纪元的守城战要输了。一群现场观众看到后纷纷为新纪元公会叹息，他们都不认为新纪元在如此情况下还能守住城池。而此时新纪元公会和怪物的战斗也打响了，陈峰几人此时自然也关注到了远处的大量的玩家。老大，怎么办？现在局势貌似对我们很不利。若凡担忧地问道。陈峰笑了笑，看向远处正在靠近的怪物群。放心吧，这次定让他们有来无回。说完，陈峰便独自一人冲向了涌来的怪物潮水之中。第66章叛徒小妍妍。短暂的法术吟唱后，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召唤黑暗骑士，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召唤圣光精灵，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时触发了装备的特效，一次性召唤出了4个路易斯。14只召唤物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城墙的前方，在陈峰的指挥下分别向着城墙周围散去。进攻！陈峰心意一动，召唤物开始对着冲过来的怪物群释放的技能。巨大的爆弹、雷霆、冲锋、藤蔓、圣光、冰刺无差别地落向前方的怪物群。2510、2541、5124，大量的高伤数字在怪物群中跳出，只要被召唤物技能覆盖的，除了等级比较高的精英怪物，小怪无一例外全部被秒杀。此刻的若若也提着魔法杖，一道道绚丽的光明魔法落入怪群。现在的若若在收获了前3波怪物的信仰之力下，人物的全属性已经超过了1000，加上自己技能 buff 的加持，输出比陈峰本体也丝毫不弱，一人也能抵挡一面怪物的进攻。周围召唤生物血条下降，若若一道圣光魔法就能将它补满。那个小女孩是什么情况？怎么感觉输出和噬天大佬一样凶猛？好像是个牧师，我也是个牧师，怎么差距如此之大？卧槽，这萝莉我爱了，能成为噬天大神的左膀右臂都不一般。噬天大神的召唤兽也牛逼啊，每一只都是堪比外挂的存在。看来这次噬天大神独守中城门是稳了。噬天大神牛逼，
这时候，在远处的凌云天和血色也看到了下方战场上的情况。血色，这是天，那天我就觉得不对劲，我感觉即使现在我们几万人的队伍，想要对付他还是有点不太现实。凌云天怕什么？这次是攻城战，他一人能守得住一面城墙，他还能分身去往另2个城门吗？你看另外2道城门。血色听到后，远远地向着另外2道城门处看去。果然，2道城门面对连续2波怪物的攻击下，虽然人数有所增多，但是在面对无论是数量还是实力都远超自身的天灾怪物时，还是有些力不从心。要不是有大量箭塔和城墙的保护下，估计伤亡会更加严重。另外2道城门想要靠这些人守住，确实不可能，但是他们坚持到是天降中城门的怪物全部击杀，然后过去支援的时间还是做得到的。血色看向战局分析道：哈哈，你以为我这次来就只有这点准备？我早就在星际员工会安排了内奸，待会西城门就会打开，这次我一定要让星际员工会彻底瓦解。凌云天笑道。血色略微震惊，随后笑着看着凌云天，不愧是稳坐大夏第一公会如此之久的凌云公会，小弟佩服。凌云天看了看血色，时间差不多了，血色兄，我们一起去西城门准备入城吧。走。此时尘封方向，远处一只怪物在尘封召唤兽的洗礼下，全都化为了经验和装备。叮咚，恭喜你击杀 LV30级食尸鬼青铜级生物，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万。叮咚，恭喜你击杀 LV25级骷髅弓箭手黑铁级生物，获得经验8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8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4万。叮咚，恭喜你击杀 LV30级洞穴蜘蛛青铜级生物，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万。叮咚，随着大量经验的涌入，尘封的等级也快速得到提升。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26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1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27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2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点。叮咚，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30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5级，全属性+5点，全技能+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25级，成功领悟技能圣光惩戒。叮咚，由于你的等级已经达到 LV30级，你已成功触发转职任务1，一转职业认证。任务描述：前往暴风城职业圣殿寻找高级召唤师沙兰，他将给你发布一转职业任务。转职任务完成前将无法获得任何经验值。随着系统提示音不断的响起，在大量的怪物海洋之中，陈峰直接到达了 LV30级，而且触发了一转职业认证的任务。但是现在还在怪物攻城的时间，只有等到怪物攻城结束再说了。就在这时，嘟嘟嘟嘟嘟嘟，陈峰的好友语音弹了过来，打开好友列表，显示是若凡打来的。若凡现在不应该还在守城吗？现在打给我干什么？陈峰有些疑惑，但是还是接通了语音通话。老大，不好了，西城门失守了。就在这时，小胖子若凡急促的声音传来。哦，这样啊。陈峰显得很淡定。老大，你怎么还不着急？是小妍妍这个叛徒将西城门打开了，才导致大量的怪物进入西城门。而且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公会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冲了进来，现在的西城门一片混乱。小胖子若凡焦急道：老大，快来，我们已经坚持不住了，要是主城的石碑被摧毁，我们的守城就失败了。小胖子若凡再次说道：不用担心，尽量减少西城门的伤亡，就凌云公会他们还进不去城主府。可是此时若凡还想说些什么。放心吧，老大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你自己小心别被爆了就行，我击杀完2只黄金 BOSS 就来支援你。说完，陈峰直接挂断了电话，继续投入了战斗之中。第67章，凌云天和血色的末日。此时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公会方向，哈哈，凌云兄果然厉害，什么星际猿，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公会，遇到这样的战斗都不敢反抗。血色大笑，对着凌云天说道：只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已，不就有个是天吗？这次我要让他知道，这游戏是个团队游戏，
一个人实力再强又能怎样？我在各大游戏经营了那么久，实力强的散人玩家我见多了，不都是被我踩在脚下？不归顺就是死。凌云天得意地说道。会长威武，会长牛逼，会长永远的神。一种工会的核心成员纷纷附和。走吧，我们直接去城主府。世天现在还回不来，这里的怪物他们星际猿还需要抵挡一阵，只要拿下城主府，这个城池就是我们的了。凌云天说完便指挥着大军向着城主府方向冲去。很快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地集合在了城主府门口。太好了，这里没有星际猿的玩家镇守。果然和会长想的一样，星际猿只是个垃圾行会，我们杀进去这个城池就是我们的了。凌云天点了点头，准备进入城主府。就在这时，一道道身穿铠甲手拿制式兵器的士兵冲了出来，在前方排开战阵，将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公会的玩家挡在前方。这一阵仗出现，瞬间将周围的玩家吓了一跳。这是什么？难道是保卫城池的 NPC 吗？卧槽！你看哪个是暴风城城卫军的徽章？沃尼玛，真的是暴风城城卫军来这里干什么？而看到这一幕的凌云天和血色也感觉到不对劲了。不好，可能有埋伏，我们快撤！凌云天率先喊道，说完就带着大部队想要离开。来了，还想走？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让众人顿感不妙。只见城主府的范围内出现了一只强大的召唤生物，每一只都如同天神降临一般。而陈峰此时正坐在黑暗骑士的肩膀上，冷冷地看着凌云天和血色等人。凌云天看到陈峰冰冷的眼神，身体不自觉地一颤。世天，你怎么会那么快来到这里？难道守城的 BOSS 已经击杀了？陈峰看了看凌云天，嘴角微微上扬，笑着说道：区2个黄金 BOSS， 你以为我会打那么久？我早就在等着你们进入城池，再将你们一网打尽。什么？你是故意放我进来的？那……凌云天的话还未说完，小妍妍便带着几百玩家也来到了此地。凌云天看到这一幕，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开口说道：太好了，妍妍，快帮我一起干掉世天。小妍妍听到后冷笑一声：凌云天，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我早就是会长哥哥的人了，你还妄想我对会长哥哥动手？说完站到了陈峰身边。凌云天，你竟然背叛我！此时凌云天的表情扭曲，感到深深的绝望。小妍妍则是一脸淡定看着他。背叛？在你的凌云公会就当我是个花瓶而已，里面一帮大老粗老是想要对我不轨，长得还丑。在会长哥哥邀请我加入星际猿的那一刻，我的人和心就是会长的了，谁叫你们长得太丑，实力还弱呢？说完还不忘露出爱慕的眼神看向陈峰。你……凌云天恨得咬牙切齿，差点一口老血喷出。然而小妍妍根本懒得搭理他。世天，不要太过分了，我这里可是有几万人马，我们想跑出去你们也拦不住我们，不如商量下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听到此话后，陈峰大笑。算了，你以为我是公交车呀？想上就上，想走就走。话音刚落，陈峰拍了拍手，又有几千城卫军出现在人群周围，将整个城主府全部包围。看着装备精良的 NPC 城卫军，他们至此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暴风城的军队会帮助陈峰。什么叫绝望？这就叫绝望。在血色的脑海中回想到之前在小镇时的一幕幕画面，陈峰今天依旧坐在黑暗骑士肩膀之上，带着比之前更为庞大的军队，冷冷地看着自己。想到自己纵横游戏数十载，从来没有此刻感到过如此绝望的，都是这该死的凌云天将他再次拉入深坑。此刻的凌云天也是一样，看着陈峰看向自己的冰冷眼神，狠狠地打了个寒战，一脸苦笑地说道：说吧，你想要多少钱才能放过我？事已至此，凌云天也自知不敌，为了避免所有工会成员全都掉落一级，他想到了使用金钱解决的办法。听到这里，陈峰都懒得看他一眼，直接指挥 NPC 大军和召唤物大军对着被包围的凌云公户和血色帝国公会发动了进攻。凌云天和血色也受到了魔界之花的特殊照顾，藤根飞速地窜向两人。噗呲噗呲，1840 2286，伴随着4位数的伤害数字的跳出，可怜的2个公会的会长化为白光消失在人群，在复活点复活。叮咚，你被玩家世天的召唤兽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击杀，你已经死亡。由于这是世天的城池，他击杀你不增加罪恶值。叮咚，由于你已经死亡，你的等级从 LV18 级掉落至 LV17 级，你的装备金刚长剑白银器掉落。一阵系统提示音响起，凌云天和血色在复活祭坛复活。该死的是天！我凌云天发誓和你势不两立，不死不休！凌云天气急败坏的对着周围大吼。随后接连不断的人员在复活祭坛上出现，很明显都是被陈峰的召唤大军，要不就是 NPC 大军所击杀的。
随着大量的人在复活点复活，原本就不大的复活祭坛很快就将早一些死亡的玩家都挤了出去。复活点的白色光芒过后，周围的景色才慢慢显现出来。会长，这里的建筑好熟悉啊，我好像在那里见过。复活祭坛不都一样吗？这里应该是暴风城的复活祭坛吧？可是暴风城的复活祭坛比这里大多了。你看那边的士兵怎么和之前杀我们的城卫军有点像？随后一群复活的玩家开始打量起周围的一切，打量了半天后，他们发现这里竟然还是新纪元城池的内部。不好，我们快下线！凌云天率先下达了命令。就在一众玩家开始下线时，咻咻咻咻咻咻，铺天盖地的箭矢落下，一个个伤害数字在一众玩家的脑门上飘出，将原本还想下线的玩家全都打断。完了，战斗状态下不了游戏啊！我又死了！卧槽，这究竟是什么伤害啊！我又被秒了！一众玩家再次死亡，几分钟后又出现在复活祭坛之上。第68章，全都杀到0级。这次计划其实在陈峰收到凌云公会想要夺取城池的时候就计划好了。陈峰先是故意放凌云公会各血色帝国公会的人进入城池，然后安排 NPC 大军将这群人包围击杀，最后只需要改变一下城池的复活设置，玩家死亡后会在最近的复活点复活，然后只要不让他们下线，他们就会不停地被自己击杀，直到等级掉到0级，强制回到新手村，要不删号。凌云公会和血色帝国公会的人在前世本来就是游戏中的人渣，凌云公会在前世甚至背叛了大侠。陈峰早就在想着如何打压这两个公会，这次机会自然不会错过。就这样，几万的玩家又化为白光死亡，几秒钟后又在复活点复活，又被击杀又复活。在经历了几轮的等级下降后，陈峰才缓缓走来。看到陈峰走来，凌云天终于忍不住了，大吼道：“你究竟怎样才能放过我？”听到这话，陈峰摆了摆手，示意 NPC 停下攻击，脸上露出冷笑：“给你们一个机会，你将血色杀到0级，或者血色将你杀到0级，谁赢了你们公会的成员和你们，我不会继续动手。”话音刚落，没有丝毫犹豫，凌云天和血色的拳头分别向着对方招呼了过去。凌云天，你这个王八蛋，我来帮你，没想到你那么阴险，你不是也对我出手了？别装什么清高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去死吧！说完一拳轰出，打掉了血色10几点血。由于两人的武器都被爆了，只能使用拳头攻击，两大会长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不可开交。但是由于之前血色偷袭陈峰已经被干掉了1级，加上等级原本就还是凌云天高1级，在2级的等级差距面前，血色很快处于了下风。不久后就被凌云天击杀，这下等级差距更大了。血色，草！你不讲武德，兄弟们给我砍他！杀急眼了的血色开始命令公会的人对凌云公会发动攻击。1万多血色帝国公会的玩家收到命令，直接对身边凌云公会的人发动了攻击。凌云天，你搞偷袭，兄弟们也给我砍死他！就这样，几万人陷入了混战，死亡后直接复活在原地，复活后继续接着砍，两方人马等级飞速下降。陈峰则是淡淡的看着这一切。几十分钟后，战斗终于分出来胜负，所有的血色帝国公会的人全都掉到0级，装备全部曝光，被强制传送回新手村复活，消失在原地。经历过这次之后，血色帝国公会算是废了，从之前的1线公会直接变为18线小公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几千万，他们也失去了以后对元宇宙势力争霸的权利。而凌云公会的人还剩下了3、4千人。此时凌云天也掉了几级，但是身上的装备不知道在哪个玩家身上爆出来的，就随意穿上了，看起来非常滑稽，再也没有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是天？不，大佬，我已经将血色帝国公会的人全部击杀了，这次我能犯下如此错误，也是因为血色这个王八蛋的蛊惑，让我过来帮他抢城池，才得罪了大佬，都是我一时糊涂，求求大佬放我一条生路。凌云天此时满脸哀求的看着陈峰，看起来是那么无辜。妈的，该死的是天，你等着，等我这次回去了，我想尽办法也要将你搞死。但是凌云天的内心可不是那么想的。陈峰嘴角微微扬起，要是前世自己说不定还真会放了他，但是陈峰知道了这个凌云天的品性，自己就绝对不会放过他。我是不会亲自动手杀你，但是我没说我的召唤兽和 NPC 军团不能杀你。说完，召唤兽和 NPC 军团的攻击再次落下，一群凌云公会的人再次经历了被秒杀的命运。凌云天无命休矣。又被击杀了几次的凌云天无比愤怒，不甘受辱的他选择了直接删号重来。是天，你等着，我就不信你现实中也那么强，我迟早要找到你。放下狠话后，凌云天的身体数据消失，直接删号了。小妍妍此时走到陈峰的身边，会长哥哥，你要小心点了，那个凌云天在现实中的凌云集团很是厉害，他们所在的家族势力也非常庞大，我怕他真的会对你现实不利。
小妍妍满脸担忧地看着陈峰，个人再厉害，有国家法律厉害吗？只要在大夏的国土范围，还没有人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不必担心我。你有没有问题，他会不会报复你？听到陈峰竟然关心自己，原本大大咧咧的小妍妍倒是有些害羞了，小脸微红道：会长哥哥，你这是在担心我吗？算是吧。听到肯定的答复，小妍妍笑得更加开心了。放心吧哥哥，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呢。听到这话，陈峰也略微放心了一些，但是听到今天凌云天这个人渣所说的话后，自己不得不考虑现在在现实世界的问题。自己并不担心什么，但是若凡呢？自己不会管其他的一些人，但是自己从小到大的好友，万一因为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自己肯定会后悔。前世在游戏中的事情牵扯到现实世界的事情比比皆是，自己作为重生者怎么会忘了考虑到呢？现在自己又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反正现在自己的别墅比较大，要是能够将一些朋友全部接到一起，组成工会的工作室，自己也不用一个人孤单的在那么大的别墅中，又能保证其他人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当然现在也只能是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若凡肯定不会拒绝，但是其他人就不一定了。算了，以后再说吧。陈峰独自呢喃了一句。第69章，量力而行。就在陈峰刚刚说完，一道全服公告响起。叮咚，全服公告，恭喜新纪元工会城池成功在怪物工程中取得胜利，特此奖励工会等级+2，3天内工会升级资源翻倍，所有参加守城的新纪元工会玩家等级+1，金币+100，本职业白银宝箱1件，获得10%经验加成 buff， 基本 NPC 店铺入驻，行会将获得 NPC 店铺的30%收益分成。叮咚，全服公告。叮咚，随着系统公告落下，也代表着此次怪物工程的结束。一众新纪元玩家纷纷在城墙之上撤离，回到城墙内部。会长的召唤兽太牛逼了，仅仅几只就守住了我这边的城门。是天会长，强无敌！我感觉我这次躺得彻底，会长的召唤兽随意出手，就是一大片的工程怪物死亡，实在是太刺激了。我这次捡装备捡到手软，实在太爽了。不说了，感谢世天会长让我加入新纪元，我要去开白银宝箱了。世天会长 YYDS。 新纪元的玩家纷纷激动无比，之前尘封召唤物战斗的一幕幕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之中。对比之前直播视频看到的画面，亲眼目睹尘封的战斗更加让他们感到震撼。要是用几个字来形容尘封，那便是强无敌。这次怪物工程，大部分的工会成员除了系统奖励的1级奖励外，击杀怪物也升了1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升2级，直接让在周围观战的吃瓜群众露出了羡慕的眼神。此次尘封的收获也不算少，由于一人独守一面城门，等级直接提升到 LV30之外，在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下，2只黄金 BOSS 分别给他提供了3件钻石装备和1本技能书。一件钻法袍拥有减少5%技能 CD 的属性，还是非常不错了，直接换上了。随后就是一路上数不尽的黑铁、青铜装备了，陈峰也懒得捡了，反正自己现在的装备已经很极品了。对于这些即使经过天赋增幅也只是普通的青铜、白银装备，自己也懒得看了。陈峰直接在工会的群里安排道：你们安排去打扫战场，白银级别以上的装备捡了，低于白银的就别捡了，都是破铜烂铁，我们看不上。此话一出，群里刚加入的工会玩家纷纷感到啧舌。好家伙，会长不愧是全服第一人，现在连青铜装备都看不上了吗？要知道现阶段大部分的玩家身上穿的都是黑铁装备，极少数玩家拥有青铜级的装备，这些在全服玩家眼里的极品装备，在会长眼里竟然是破铜烂铁。会长这格局，这眼光，要是被其他玩家知道了，不羡慕死。就这样，一众工会成员一边暗叹，一边心里美滋滋的开始打扫战场。既然怪物工程已经结束了，陈峰就需要去完成其他任务了。工会的后续事情自己就交给若凡等人。首先摆在眼前的就是职业一转，不完成一次转职无法继续获得经验值。一次转职之后，人物的属性加成会根据职业任务的认证结果评定自身的职业星级。评定的主要作用是对玩家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加成不同。1星认证的话，自己的属性点加成可以上升 1%，2星可以上升 2%， 以此类推，最高的10星就可以使自己的属性点上升10。自身的属性提高，影响的就是召唤兽的整体属性。前世自己费了9牛2虎之力才完成了7星认证召唤师。陈峰通过城池的传送阵来到暴风城的职业圣殿，走进职业认证的大厅，找到高级召唤师沙兰。导师，我想进行职业一转认证。陈峰直接对着导师说明了来意。听到陈峰的话后，沙兰抬头看向面前的冒险者，当他看到陈峰头顶的称号时，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竟然是荣誉将军大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将军就达到了职业一转的程度，我愿意称将军为最强。高级召唤师沙兰对着陈峰拍起了彩虹屁，
没办法，这就是地位高的作用。随后，陈峰的光脑面板之上出现了10个不同难度的任务分级，分别是1星到10星的一转任务。叮咚，请选择一转职认证任务难度，1星、10星。提示：任务星级越高，难度越高，完成后职业认证等级也不同。所有任务实现1天，未完成任务自动失败，玩家3天后可重复领取。完成难度越高的转职任务，对应转职后的职业属性加成就更好。这就导致前世很多贪心的玩家在等级到达 LV30级后，都选择了自己无法完成的高星任务。最终的结果就是被高难度的任务无情的吊打，等级掉了不说，还浪费了3天时间。所以，作为重生者的陈峰明白，做人一定要量力而行。比如陈峰自己，他觉得自己完成一个10星任务应该不过分。我选择10星难度。叮咚，你领取了一转职业认证10星难度。任务内容：红叶镇属于暴风城的附属小镇之一，在1个星期之前被天灾军团占领，暴风城派遣大量军队前往收复，但是都失败了。红叶镇似乎隐藏着非常恐怖的天灾生物，请玩家尽快前往找出幕后的天灾生物并消灭它。任务奖励：职业认证，开放本职业专属技能。任务时间：23小时59分59秒。第70章转职任务，前往红叶镇。陈峰看了看任务详情，直接告别了沙兰，快速向着距离红叶镇最近的传送阵走去。请选择你的传送地点。红叶镇。叮咚，正在传送红叶镇，本次传送消耗0金币。随着系统声音落下，陈峰消失在了暴风城。片刻后，陈峰出现在了红叶镇外围的传送阵地点。这时，周围大量的军用帐篷搭建在传送阵周围，很明显，这里正在进行战斗。陈峰走进军营内部，向着最大的帐篷走去。此时，一名身穿指挥官服装的人出现在陈峰的眼前。陈峰赶忙上前询问：“我是暴风城派来支援你们的，请问现在是什么情况？”此时，这名指挥官听到是暴风城派来的人后，双眼顿时眯起，看向陈峰。这不看还好，当他看懂陈峰头顶上炫酷的暴风城荣誉将军的称号时，顿时大惊，直接单膝跪地：“将军大人，不知您到房请恕罪。”看到这一幕，陈峰直接将地上的指挥官拉起，让他继续回答。这时，这名指挥官才继续开口道：“在3天前，我们这支军队遭到了亡灵魔法师凯迪恩的袭击，导致了军队损失惨重。凯迪恩现在占据了整个红叶镇，还将红叶镇的土地变成了腐蚀之地，士兵现在都无法在红叶镇作战。”陈峰听到这名指挥官的话后，面色凝重。腐蚀之地是天灾军团使用特殊手段，使这片地区被死亡气息笼罩的。所有亡灵生物在腐蚀之地作战时会加快血量恢复，但是非亡灵生物在腐蚀之地上面会每秒扣除气血，根据腐蚀之地的等级，扣除的气血完全不同。这种区域只有牧师的驱散和精灵的特殊魔法才可以驱散其效果。看来这次来的亡灵魔法师凯迪恩可能还是有些实力的。陈峰呢喃了一句：“亡灵法师凯迪恩现在还在红叶镇吗？”陈峰问道。“我们军队一直盯着他，他还不敢出来，现在还在红叶镇内。”指挥官说道。听到指挥官说完后，陈峰也不再迟疑，直接向着小镇走去。“将军等等！”指挥官在后面突然叫道。“还有什么事吗？”陈峰疑惑。“将军，你要去侦查一番的话，还请带上这个。”说完，指挥官在包裹之中拿出了一小瓶药剂。陈峰接过药剂。“叮咚，暴风城城卫军副团长克劳德向你赠送了普通净化药剂1，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了高级净化药剂1。”陈峰看向药剂的说明。高级净化药剂，使用效果：使用后免疫腐蚀之地的伤害效果持续12小时，药剂冷却时间12小时。描述：省略。原来是免疫腐蚀之地的药剂，多谢了。陈峰接过药剂，对着凯迪道谢：“大人，客气了。凯迪恩的实力非常强大，大人要是见到了凯迪恩的话，一定要赶紧逃跑。我已经上报了暴风城总部，相信过不了多久，城主大人就会派遣圣光骑士团的成员过来的。”听到这里，陈峰才明白，原来是这位 NPC 觉得自己的实力太弱，不是那个亡灵魔法师的对手，提醒自己。“放心吧，我自有分寸。”陈峰回了一句，没有多说，其他直接向着小镇走去。在行走了几分钟后，终于来到了红叶镇的外围。此时原本充满生气的人类小镇已经遍布了黑色的气息。陈峰缓缓迈入红叶镇的范围。就在这时，黑色的雾气瞬间袭来，随后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进入腐蚀之地，受到死亡之气的侵袭，血量每秒下降50点，退出腐蚀之地5秒后状态解除。”果然是腐蚀之地。陈峰嘟囔了一句，将背包里的高级净化药剂掏出直接使用。只见身体周围出现了一道白雾，直接将周围的黑气驱散。“叮咚，你使用了高级净化药剂，免疫腐蚀之地的伤害效果持续12小时。”
其实按照陈峰现在的属性，直接召唤出圣光精灵奶几口就行了。但是这个 buff 一直纠缠在身上也很不舒服，反正药剂维持的时间很久，就直接使用了。在街解除了腐蚀之地的负面状态后，陈峰直接迈步走向小镇的内部。当看到小镇的街道之时，目之所及全都是暴风城士兵的尸体。看来在自己到达这里之前，这里应该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斗，最终结果可能是暴风城方大败而归的结局。怪不得看到之前暴风城副团长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军士了。陈峰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多想，直接在小镇中搜寻了起来。几分钟后，只见到2名牧师打扮的 NPC 正在街角抬着一名军士的尸体，两人都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好似也感染了瘟疫，走路都摇摇晃晃的，还是随时都有可能嗝屁。见到还有活着的 NPC， 陈峰赶忙上前询问道：“两位，不知道这里的亡灵生物都哪里了？”其中一名身材佝偻的牧师看了一眼陈峰，虚弱的说道：“可嗨嗨，就在镇子中心处。”“好的，多谢了。”陈峰拱手直接离开了此地。而在陈峰刚刚离开原地没多久，2个牧师撕开了面罩，露出了猩红的双眼和巨大的獠牙，直接将尸体拖到了不远处的小房间内。房间传出了咔嚓咔嚓的咀嚼声。第71章击杀凯迪恩。在向着内部行走了10几分钟后，陈峰来到了小镇的广场位置，但是想象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广场上除了一些垃圾残骸和血迹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怎么回事？难道天灾军团知道我要来都跑路了？陈峰小声嘟囔了一句。就在这时，原本安静的街道突然一阵阵腐臭味传来。陈峰闻到腐臭味的同时，下意识地抬起法杖，召唤黑暗骑士。在超快的释放速度下，2头黑暗骑士在黑色的法阵之中出现。就在技能释放出来的一刹那，一道黑色冲击波向着陈峰所在的地方冲来。有埋伏？陈峰下意识地出现了这个想法，立即发动了装备技能，瞬移了一个位置，躲过了此次攻击。冒险者，你的反应还挺快。一道年老的声音传来。陈峰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到周围大量的骷髅士兵、食尸鬼、洞穴蜘蛛浩浩荡荡将镇中心全都包围。而此时，一位身穿黑色法袍的男人坐在一只巨型洞穴蜘蛛上，缓缓走了出来。这个男人身高大概1.6米，没有头发，皮肤干瘪，眼窝深陷，手上拿着一根白色骷髅头法杖，身上若有若无的黑色气息缠绕，很有强者风范。看到此人的出现，陈峰直接一道侦察术释放了过去。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暗金级 NPC 生物，等级 LV38级，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亡灵魔法师凯迪恩修炼了极为可怕的亡灵魔法，非常危险。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眼中。结。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此时在一群天灾怪物的簇拥之中，居高临下的打量着陈峰。冒险者，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我看你骨骼惊奇，是个可造之材，只要你加入我们，饶你不死。凯迪恩自信地对着陈峰说道。你怎么知道是你包围了我？难道不是我一个人包围了你们吗？结，怪笑声再度传来。见过自信的，没见过你那么自信的，那就别怪我老头以多欺少了。小的们给我上！话音刚落，凯迪恩挥动骷髅法杖，一只骷髅召唤物在土地下爬了出来，配合着周围大量的亡灵生物，普通潮水一般向陈峰冲来。陈峰嘴角微微上扬，口中吟唱召唤咒语，随后一道道6芒星光幕在陈峰周围形成，大量召唤兽在光幕中出现。黑暗骑士率先挡在前方，将一只亡灵生物击退。看到如此多品阶不凡的召唤兽出现时，凯迪恩就有些惊慌了。这小子怎么会有那么多强大的召唤生物？话音刚落，陈峰的召唤兽开始对周围亡灵生物释放技能。轰隆隆，咻，噗呲，大范围的冰针、雷霆、爆弹、圣光等范围性攻击落在冲上来的天灾生物身上，高额伤害在他们头上飘出。没有一个亡灵生物可以撑得过一个技能的伤害，如果有，那就2个技能。短短10几秒的时间，原本潮水一般的天灾生物全部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地的装备。此时只剩下凯迪恩和他坐下的巨型蜘蛛，周围的召唤生物开始汇聚，很快就将这位暗金级 BOSS 和他的坐骑包围。坐下的巨型蜘蛛仗着有8条，直接将凯迪恩甩下，飞速向着后方跑去。没跑多远，2道闪电劈在巨型蜘蛛身上，2530。2550，直接将巨型蜘蛛劈成飞灰，消失在原地。这一幕直接将凯迪恩人都吓傻了。这尼玛伤害那么高吗？自己的伤害也做不到秒杀这个精英洞穴蜘蛛啊！看到周围包围过来的召唤兽，凯迪恩内心抽搐。等下，小伙子，那么多人欺负我一个老头。话音刚落，只见凯迪恩的法杖微动，
一颗小型黑色能量球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打向陈峰体内。叮咚，你背。亡灵魔法师凯迪恩紫金级 NPC 生物的一次性消耗品病毒炸弹命中，气血减少5000点并进去虚弱状态，所有属性下降 20%， 持续60秒。卧槽，搞偷袭！还好陈峰现在的血量已经突破了1万点，5000点的伤害并不能秒杀他。至于虚弱状态，才减少了 20% 的属性，在他高额的属性面前不伤大雅。这都不死，这冒险者有多少血？看到依旧生龙活虎的陈峰，凯迪恩震惊了，一个普通的冒险家竟然恐怖如斯。溜了！正当凯迪恩想要跑路之时，天空之上一道金色的囚笼出现，很快就笼罩了凯迪恩想要跑路的范围，将其控制住。随后大量的输出技能普通雨点一样宣泄在凯迪恩的身躯之上。3000圣光精灵真实伤害减少 20% BOSS 全属性，2300 4200路易斯攻击1800哥布林14只 LV35 级召唤兽的攻击落在 BOSS 的身躯之上，很快就造成了5万多点的伤害。凯迪恩的血条也瞬间下降了1/4，可以推算出这个暗金级 NPC 的血条在20万左右。别杀我！凯迪恩大叫。陈峰没有理会，继续发动攻击。在控制的时间内，连续的攻击落下，凯迪恩的血条亏空，被召唤兽群殴致死。第72章 NPC 又大爆了。与此同时，系统的任务完成提升传来。叮咚，你击杀了 LV38级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暗金级 NPC 生物，你已经成功将红叶镇的天灾军团全部消灭，成功完成了一转任务、一转职业认证，请到高级召唤师沙兰处完成转职。叮咚，恭喜你击杀 LV38级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暗金级 NPC 生物，获得经验4万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400万点。由于的你未完成转职任务，无法提升等级。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2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6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7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暗金级生物的玩家，额外获得技能点加3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加300点。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 LV38级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暗金级 NPC 生物，成为全服首杀暗金级生物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是天技能点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40点，玩家声望加1000点，暗金宝箱加1。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又是3道全服公告刷屏。国服玩家还好，他们早就被陈峰各种首杀公告整得麻木了，见怪不怪。但是不在大辖区的老外就震惊了。我得发，大辖区的玩家都那么强大吗？我们星条国最强者还在和白银级 BOSS 斗智斗勇，大辖区的世天就能击杀暗金级生物了。后里谢，神秘的东方国度真的是人才辈出？这不可能！星条国爸爸怎么还没上全服公告？在此重申，世天是我泡菜国国人，我们要去申请世天这个 ID 的版权。建议下次泡菜国去申请蓝星的所有权。其他公告奖励陈峰直接无视了，径直走向亡灵魔法师凯迪恩的尸体处，捡起爆出的物品。叮咚，你捡起金币5473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547300枚。捡起金币的一瞬间，陈峰略微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个紫金 NPC 那么富有，单单金币就有5000多枚。看来击杀 NPC 才是发财之道。陈峰忍不住感叹。叮咚，你捡起装备舞动蚕丝胸甲暗金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亡灵法袍传说。叮咚，你捡起装备骷髅凯恩的匕首暗金器，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死亡剧毒匕首传说。叮咚，你捡起物品生命精华低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物品生命精华高级。叮咚，你捡起物品省略。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在陈峰的面板上跳出。他打扫完周围的战场之后，打开背包查看获得的装备。亡灵法袍传说，防御加520，血量加3000，全属性加100，需求等级 LV35，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血量低于 10% 时触发 90% 免伤，持续10秒。描述省略，一件非常极品的保命装备，血量低的时候还能触发 90% 的免伤，相当于开了个小无敌。不错不错，但是装备等级要 LV35级直接放回背包。看向这件匕首的属性，这件匕首加了致命一击的概率，还附加中毒的特效，
中毒伤害按照怪物当前生命值的1%血量扣除，也算一件不错的开荒神器。奈何等级太高，谁也用不了，直接无视了。生命精华高级，类型消耗品，作用使用后玩家全属性增加200点。描述玩家最多使用高级生命精华10枚，同类型物品使用10枚后继续使用没有任何效果。果然是他，尘封游戏兴奋。元宇宙中的生命精华分为低级、中级、高级3种层次，前2种刚好在暗金级 BOSS 可以产出，至于高级生命精华都需要在等级达到 LV60 以上的史诗级 BOSS 和 NPC 才能产出。自己有了100倍奖励增幅，算是提前享受了。一颗就是200点全属性，等到尘封将一转任务上交了，实心的成长200点全属性可就是4000点的生命值和蓝量，400点的魔法攻击。尘封美滋滋的直接将高级命精华放入口中，高级生命精华入口即化，很快一股精纯的能量进入尘封的身体，一阵游走之后，很明显的感觉到自身的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叮咚，你服用了生命精华高级，全属性提高200点。看到自己任务面板上永久增加的属性点，加成的数值比自己手上的暗金器法杖还要高，有机会还要多猎杀暗金以上的 BOSS。 整理完全部的装备，这次转职任务一共出了13件装备，除了2件传说装备以外，周围的天灾生物也出了几件黄金装备，属性也还算不错。尘封计划等回到主城交给商业 NPC， 利用商会将这些装备全部拍卖出去，赚点小钱。没有继续停留，直接向着小镇外走去。第73章一转后的变态天赋。尘封缓步回到传送阵军营处，此时正在军营门口的城卫军副团长克劳德看到尘封如此快就从小镇回到军营，有些诧异，直接上前问道：“大人，难道亡灵魔法师凯迪恩并没有在小镇之内？”尘封停下看了克劳德一眼，摇了摇头说道：“他在里面。”听到这话，克劳德松了一口气，笑着说道：“将军大人的决断非常明智，凯迪恩的实力非常强大，现在我们知晓了他所在的位置，只要等到圣光骑士团的人过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凯迪恩进行围剿了。”就在克劳德刚把话说完，尘封直接在空间戒指里拿出了一枚泛着黑光的勋章。这是？克劳德好奇地看向勋章，当他探查到勋章的信息后，惊呆了。将军大人，难道你已经将？没错，亡灵魔法师凯迪恩已经被我击杀了。这枚是凯迪恩的终极亡灵魔法师勋章。听到尘封确定的话语后，克劳德身体一颤，差点跌倒。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死了，他们一个团的兵力都没有拿下凯迪恩占领的小镇，竟然被眼前他认为很弱的冒险家给击杀了。你前去收复红叶镇吧。尘封留下一句话后，径直向着传送阵走去，几秒后消失在传送阵的光芒之中，只留下发呆的克劳德看着尘封远去的方向，久久不能平静。7、8分钟后，尘封回到了暴风城的职业圣殿，直接来到召唤师职业导师沙兰处。沙兰看到尘封出现，眼神略微诧异，随后恢复恭敬：“将军大人，您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还有什么事吗？”尘封没有说话，直接将凯迪恩的勋章取了出来，交给了沙兰。当沙兰看到眼前的法师勋章时，眼神中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在仔细的探查了数遍，确认无误后，发出了惊叹：这位神秘的荣誉将军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那么快就完成了转职任务？要知道，红叶镇被亡灵魔法师凯迪恩控制了许久时间，暴风城多次派遣军队都没把红叶镇收复，这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要知道，这可是实行难度的转职任务呢，即使是他作为一个2转的召唤师，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完成。这个看似很普通的冒险者，竟然如此快的就将任务完成了。可以给我的职业认定了吗？尘封此时开口，打断了沙兰的思绪。哦，恭喜将军完成了1转认证。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完成任务1转职业认证，成功晋级职业精灵召唤师1转，实心。叮咚，你已成功完成职业1转，等级限制解除，你已自动学习职业专属技能。随着一道白色光柱在尘封身上升起，显示尘封的职业已经完成了1次转职。还没等尘封查看自己现在的属性面板，系统公告声响起，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世天成功完成实行1转任务，成为全服守卫1转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世天技能点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点，玩家声望加1000点，本职业暗金级宝箱加1。叮咚，全服公告，叮咚，3遍全服公告再次在玩家系统界面刷屏。妈了，我已经骂了，不多说了，是天大神牛逼！全服第一个1转，是天大神的等级已经30级了，我才13级，全球第一人在我们大夏，大夏牛逼，是天牛逼！我怀疑是天是元宇宙的亲儿子。
不是亲爹。陈峰没有理会系统公告，直接看向职业一转后天赋的变化。精灵召唤师一转实心，职业天赋召唤兽强化，被动提升召唤兽的属性 50%， 限制解除，被动通灵召唤兽的限制解除，所有召唤物的数量不受限制，召唤技能上限等级提升为不高于人物等级 LV 10级，增加召唤物的 100% 的存在时长，召唤亲和，被动释放召唤类技能时，原召唤数量乘5。描述：二转后职业天赋跟随提升。看完一转后的职业天赋介绍后，陈峰呆住了。这就是一转后隐藏职业的全新天赋吗？简直强到离谱！对比之前的初始天赋，初始天赋弱爆了好吧？所有召唤物的属性提升 50%， 加上现在自己的召唤技能可以提升到比自身等级高10级，也就是说自己现在可以拥有 LV 40级的召唤物。单单这天属性加成，陈峰都觉得自己实力至少增加了2倍。之前召唤兽在对战等级高过陈峰等级5级以上的怪物时，还是有不小的等级压制，但是在技能等级上升了10级后，能对自己召唤兽造成等级压制的怪物就很少了。而最重要的职业天赋就是召唤亲和释放出一只召唤兽时，直接由之前的2只变成了现在的5只。这次天赋的增强不仅仅是召唤兽个体实力的提升，还提升了数量。要是技能冷却时间再快一些的话，想到这里，陈峰倒吸了一口凉气。想到自己现在10倍的属性提升，加上逆天的召唤兽天赋，现在即使让他去击杀2转的 NPC， 自己都有信心。非常期待2转后的职业天赋。第74章，变态的面板属性。这次转职还解锁了2个职业专属技能。陈峰打开了技能列表，查看技能信息。鞭打精灵召唤师一转专属技能无法提升。技能介绍：消耗 MP 100点，无需技能吟唱，在手中形成一根能量长鞭，发动攻击，可对扇形范围内的敌人造成魔法攻击 100% 的真实伤害，对友方生物、召唤物攻击时只受到1点强制伤害。鞭打后所有的生物、召唤物进入亢奋状态，攻击速度增加 30%， 释放速度增加 30%， 移动速度增加 30%， 攻击力上升 10%， 效果持续60秒，技能冷却时间10秒。卧槽，这是神技啊！看完技能介绍的陈峰忍不住的赞叹了一声。自己召唤兽所有属性都不缺少，就缺少3速，这个辅助类召唤师技能刚好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别小看 30% 的3速加成，当自己的召唤物多的时候，一个范围性的鞭打下去，一群召唤生物都进入亢奋状态的场景，对于陈峰整个召唤兽大队来说，实力可不止一点点提升，刷起怪来简直不要太爽。而且这个技能对敌方怪物也有不俗的伤害，要是技能冷却叠加的够快的话，就可以一直释放这个技能。普通召唤师来说，这个技能可能伤害不会很高，但是在陈峰的手上就不同了。他现在的魔法攻击高达3000多点，一个鞭子的技能伤害过去就是3000多点的真实伤害，有几个小怪能顶得住？第一个专属技能都那么强大了，第2个技能究竟是什么呢？带着好奇的想法，点开了第2个技能的介绍。支配之阵精灵召唤师一转专属技能无法提升。技能效果：消耗一定量魔法阵值，根据召唤技能消耗的蓝量乘召唤的数量，召唤出一个巨大魔法阵，可以在魔法阵之中直接召唤出所有召唤兽，可触发装备效果。玩家可控制召唤兽是否召唤，并且玩家释放比技能时为霸体状态，免伤 50%。技能冷却时间20秒。这个技能也很厉害啊！陈峰感叹了一句。这个技能主要解决的就是召唤师一次只能召唤出1只召唤物，很容易被其他控制技能干扰。但是学习了这个技能就不一样了，不仅有霸体和免伤，而且一次性能将所有召唤物都召唤出来，非常的实用。关闭了技能介绍，使用技能点将全部的召唤技能提升到了 LV 40级，再将这次获得的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之上。现在自己的防御了已经够高了，要开始走召唤纯输出路线了。加点完毕，随后看向2个宝箱。叮咚，是否打开暗金宝箱？开启。叮咚，您打开了暗金级宝箱，获得金币5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金币5万枚。你获得本职业装备咒术师的扭曲法杖，暗金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童话之森传说。叮咚，是否打开暗金宝箱？开启。叮咚，您打开了暗金级宝箱，获得金币10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金币10万枚。你获得本职业装备断肠绝伤项链，暗金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荒冥项链传说。系统音后，陈峰看向背包里多出来的2件装备。童话之森传说，攻击加350，魔法智力加100，体力加50，释放速度正 30%， 部位武器，需求等级 LV 30，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属性1，
装备时，玩家主动释放技能，可以召唤出2只 LV40级传奇品质的牙签鸟。牙签鸟属性固定，无法成长，会自动攻击范围内的敌人，对附近的敌军造成穿刺伤害。属性2，所有召唤兽持续时间加20秒。描述：没有同化，人生会失去颜色，但是全是同化，人会变得不堪一折。很不错，拥有主动召唤技能的装备，非常适合陈锋的天赋。再增加了20秒的召唤兽存在时间，配合上天赋就是40秒。装备上这把法杖，在召唤兽持续时间内，陈锋都可以召唤出3波召唤兽。直接将原有的法杖换掉，看向另外一件装备：荒冥项链传说。攻击加50，智力加80，血量加800，魔法加800，释放速度正 20%。需求等级 LV30，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可以使 500px 范围内的友军生物增加100点的全属性。释放召唤类技能时 15% 多召唤出1只召唤兽。描述：省略强。看到装备属性后的陈锋忍不住惊呼。基础属性不算，这件装备的特效 15% 的几率多召唤出1只召唤兽，配合上自己隐藏职业的天赋召唤兽数量5，要是触发了+1的装备效果，再2的话，就能召唤出10只同类型的召唤兽，也刚好可以装备，直接将之前的深海之灵项链换下。这项链属性可很厉害，奈何属性没有这件高，只能舍弃了。装备好全部装备，点完属性点后，打开人物面板，查看自己一转后的人物属性。角色是天，等级 LV30，种族人族，职业精灵召唤师一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青铜级，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召唤圣光精灵钻石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鞭打一转专属，支配之阵一转专属，生命21300，攻击3318，魔法攻击，防御1390，魔法14840，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分耗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米每秒，奔跑移动5米每秒。属性力量590，智力1659，敏捷720，体力790，声望111850，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童话之森传说戒指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荒冥项链传说落日追魂手镯钻石级，铠甲亡灵法袍传说省略。查看装备详情。称号暴风城荣誉将军，全属性加500。徽章智慧勋章白银级成长性装备5841100000。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 1000%， 释放速度正 1000%， 基础人物属性正 10000%， 不包含装备。这面板我只能说还有谁？陈锋看到现在自己的属性，简直是法师看了心碎，骑士看了流泪。第75章成为侯爵。自己在各种 BOSS 的手杀、副本手通，并且使用了1枚高级生命精华的情况下，自己的智力属性达到了1659点。召唤师的智力就是决定了召唤生物强弱的关键，当然品阶越高的召唤兽基础属性越高，再加上自己现在一转天赋，在前中期直接无敌了。关闭了人物面板，陈锋看向自己的任务面板，圣龙骑士兰若的任务光明崛起已经达到完成要求了，玩家在等级达到 LV30级就可以前往人族的主城。陈锋现在的势力范围全在暴风城，自己的称号也只有在暴风城比较管用。要是想要正真的掌控游戏中的 NPC 的势力，还需要大量的声望值和金币。声望值自己现在已经拥有11万，放着也是浪费。这次前往帝都完成兰若的任务之前，刚好可以兑换人族帝国的爵位。至于金币，现在新纪元商会基本垄断了附近所有主城的来往生意，自己也有足够的装备用来出售，金币方面不怎么担心。想到这里，陈锋便直接告别了职业导师沙兰，离开了职业圣殿，向着暴风城传送阵走去。几分钟后，陈锋通过暴风城的传送阵来到人族的帝都九霄城，缓步从传送阵中走出。此时一片热闹的场景出现在陈锋的眼前，只见到大量的 NPC 出现在正来往于整个帝都之中，大量的 NPC 商铺林立，宽阔的街道时不时就有大量的 NPC 守军穿过。陈锋看了一眼后，就径直向着皇宫的方向走去。皇宫之中，陈锋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来到了一名身穿华服的中年 NPC 面前。陈锋看了看眼前的 NPC 名称，圣龙帝国丞相卡德加。陈锋看向卡德加的同时，
卡德加同样也看着面前的年轻冒险者。当查看到陈峰的称号时，原本平淡的眼神露出一丝丝惊异。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怎么会让乌瑟尔如此看重？卡德加内心暗自称奇。内心略微惊讶过后，卡德加才对着陈峰缓缓开口说道：“冒险者，你很不一般。乌瑟尔这家伙竟然授予你暴风城荣誉将军的称号。说吧，这次来找我什么事？”陈峰笑了笑回答道：“我想要兑换帝国的爵位。”卡德加听完后看了看陈峰说道：“哦，我这里有很多的爵位可以兑换，不知道你想兑换什么爵位？”说话间，卡德加将一本红色的名册递了过去。陈峰伸手接过，很快陈峰的游戏面板上出现了兑换爵位的列表。圣龙帝国男爵，消耗声望值1万点；圣龙帝国子爵，消耗声望值3万点；圣龙帝国伯爵，消耗声望值5万点；圣龙帝国侯爵，消耗声望值10万点；圣龙帝国公爵，消耗声望值100万点。当前 NPC 无法兑换。圣龙帝国亲王，消耗声望值500万点。当前 NPC 无法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消耗声望值1000万点。当前 NPC 无法兑换。陈峰看了看面板上的兑换信息，自己现在11万多的声望值，刚好可以兑换到丞相处可以兑换到的最高爵位。没有犹豫，直接开口说道：“我要兑换圣龙帝国侯爵。”听到陈峰的话，卡德加有些诧异。要知道自己作为帝国的丞相，处理着整个帝国的大小事务，也只是公爵而已。他面前这个年仅20几岁的冒险者，竟然开口就想要兑换圣龙帝国侯爵。可是偏偏这个年轻冒险者就有那么多的声望。好吧，这是授予你的爵位。叮咚，你消耗10万点声望，成功兑换圣龙帝国侯爵身份。随着系统提示落下，陈峰立即打开了人物面板。圣龙帝国侯爵人族爵位。爵位效果：1. 可展示侯爵身份，帝国内低于侯爵爵位的 NPC 要对其行礼表示尊重，不受侯爵爵位以下 NPC 惩罚判定。2. 侯爵拥有购买兼并立一座初级城池的资格。3. 可招募不大于10万人的 NPC 军队。描述：身份效果只限制于人族帝国境内，在其他势力范围之内会遭到敌方阵营的追杀。陈峰看完圣龙帝国侯爵的介绍，关闭了介绍栏。现在的他在整个人族帝国的身份就完全不同了。侯爵身份的第一条效果，除了能得到大量 NPC 的尊敬之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自己击杀了 NPC 或者玩家不会被低于自己身份的 NPC 通缉，只有帝国高于自己身份的 NPC 才能对自己进行审判，审判有罪后自己才会被 NPC 关入大牢。但是自己要是被其他玩家击杀了，那名玩家会遭受到整个帝国的通缉，相应的处罚也会更加严重。第二个效果就是自己现在可以购买和建设人族帝国境内的一座初级城池。初级城池的话，要高于自己的工会城池1级，比之暴风城这样的主城差了2级。这座城池建立好后，城池里的税收和出租土地的钱都会到达陈峰的背包里。当然，城池建立要赚钱才行，要是亏钱也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自己可以拥有不大于10万人的 NPC 武装，这相当于自己在人族帝国范围之内拥有了10万人马，可以用来进行攻城略地。比如之前被天灾军团占领的小镇，自己要是将它打下来后，就可以申请拥有这个小镇。敌对阵营的领土攻打下来，自己也可以利用 NPC 将城池占领，成为那个地区的新领主。总之有了身份之后，就拥有了更大发展的空间，自己已经不单单局限在一个主城之中。但是这一切的一切，自己拥有身份只是得到了一个开端，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你有钱。没钱，就算你的地位是帝国的皇帝，下面的军队照样能把你推翻，自立为王。第76章购买初级城池。但是目前这2样陈峰都有了，依靠自身的100倍奖励增幅声望值，只需要多做几个声望任务就可以了。至于金钱，陈峰建立的新纪元商会目前就是全服最大的摇钱树，越往后发展，每天进账的钱越多。陈峰有自信，在以后的发展中，自己一定能将整个人族帝国所有的商业项目统统垄断，到时候自己就能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想到这里，陈峰直接对着卡德加说道：“我还想购买一座初级城池，作为自己的领地。”哦，你还需要购买一座？什么？你要购买初级城池？陈峰的话音刚落，将原本在桌案上记录一些资料的卡德加吓了一大跳。初级城池虽然不比主城一般，但是普通的一座初级城池的价格也在上亿金币以上。即使是他，虽然是公爵的身份，每年的俸禄有几百万金币，但是想要购买初级城池作为自己的封地也是不可能的。侯爵想要买一座初级主城的价格可不低哦。卡德加忍不住说道：“没事，我有钱，您帮我看下那块领地还能购买吧？”听到这里，卡德尔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年轻人总是那么自信。跟我来吧。说完头也不回地向着皇宫另外一个房间走去。来到房间后，
卡德尔大手一挥，陈峰的视线之中出现了整个人类疆域，整个疆域中分别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池，这些城池正好包围着帝国的主城，将它包围其中。人族城池按照等级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帝都、九霄城、主城、暴风城、高级城池、中级城池、初级城池、驻地城池、新纪元工会驻地、小镇、安多哈尔、枫叶镇、村庄、各大新手村。现在陈峰侯爵的身份只能购买初级城池，等到陈峰的身份提升至公爵，就能购买属于自己的中级城池，提升至亲王就能购买一座高级城池，要是提升至并肩王就可以拥有一座主城。拥有城池和只有管理权限的打工人不同，拥有自己的城池是可以获得整个城池的收入的，就相当于自己私人财产。而像暴风城的城主光明使者乌瑟尔就是为帝国打工的，虽然有管理权限，但是赚的钱什么的都是上交国库。前世有所了解的陈峰知道，中级城池以上的城池售卖就需要帝国皇帝授权才可以出售给个人，公爵以上爵位兑换也只能由帝国皇帝亲自授予。陈峰看圣龙帝国几百座初级城池，陈峰看了许久，当看到一座城池后便立即做了选择。我选择天星城。听到陈峰做出了选择，卡德尔眼中一亮，然后沉声说道：你确定要选择天星城吗？那里可是靠近魔族领地的。作为帝国的丞相的卡德加自然对各大城池的现状了如指掌。天星城作为暴风城附近的初级城池之一，由于靠近魔界领地，所以常年遭受到魔界的侵扰，所以是目前初级城池中遭受战火最严重的。目前天星城还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所以卡德尔才会特意强调一次。然而陈峰听到卡德尔的话后，仍然面露微笑地说道：确定，我要购买天星城作为我的封地。听到陈峰确定的回答后，卡德尔摇了摇头。这座城池目前也是亏损，而且常年受到魔族的侵扰，城主都换了几个，帝国也不占你便宜。这样吧，这座城池以5000万金币的价格卖给你，并且给你配备1万人的军团，以用来抵挡魔族的入侵。叮咚，是否花费5000万金币购买天星城初级城池？购买后附送1万人的 NPC 军团。陈峰打开新纪元商会的资金池，看到此时总的资金池已经达到了1亿8千万金币，直接取出了6000万金币。确定。5000万金币消失在陈峰的背包。叮咚，你已经购买了天星城初级城池，你可以在城池管理界面对城池进行管理。叮咚，你获得了天星城初级城池1万城卫军 LV40 的指挥权。陈峰点开了城池的管理界面查看。天星城初级城池，可容纳人口25484215000000，军队1万，商业建筑535，空闲354，资产1511254，城池税率商业税率1/1000，农业税率1/1000。描述：由于常年战乱导致城池的人口急剧下降，商业农业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第77章前往龙域。看完城池的基础信息后，陈峰关上了城池面板。陈峰之所以要购买这座看似非常亏本的城池，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这座城池的地理位置位于暴风城和新纪元工会驻地的中间位置。如果新纪元工会驻地或者天星城受到了攻击，以自己在暴风城的地位，随时可以让暴风城的城卫军进行支援。而且在前世陈峰知道天星城的领地范围中有一座能量水晶的矿还未开发。那时候陈峰在天星城做任务的时候，无意接到了寻找能量水晶的任务。前世自己也将这个任务完成了，但是自己得到的奖励还抵不上整个能量水晶矿的1/1000。自己这事可不能便宜可 NPC 了，有钱还是要自己赚。只要将这座矿场开发出来，别说5000万了，即使50亿帝国都不会将这里出售出去。但是这里的一切属于陈峰的了，城池的商业农业低，陈峰有着新纪元商会的存在，根本不用担心，只需要将新纪元的分部设立在天星城几个，马上就能带动整个城池的经济。想到这里，陈峰直接点开了新纪元商会的管理界面，对着总管商业的 NPC 下达了指令，让他开始对城池空闲的商铺进行入驻，还发送了矿产的坐标，让他安排矿工前去探查。现阶段整个新纪元商会的 NPC 已经在总管 NPC 的招募之下扩展到了近2000人，根本不用担心人手不够。随后将背包里的1000万资金注入了天星城的资金之中，以用来填补欠款和维持城池正常工作的运转。接下来陈峰只需要等着城池发展起来就行了。陈峰关掉了管理面板，有了大量 NPC 帮忙运作，自己只需要下达一些重要的指令就行了。一切事情办完后，陈峰向着卡德尔告别，离开了皇宫。官职和城池都兑换完毕了，也该去找兰若触发任务了。就是圣龙城市的龙域，想要过去可不容易。龙域的传送阵是不对外界开放的，
需要骑乘帝都的飞行坐骑才能到达。陈峰一路步行来到帝都的飞行驿站，此时驿站处，一名小胡子服务人员笑着迎了上来：“拜见，侯爵大人。”陈峰点了点头，有些小得意，侯爵的身份那么快就享受到了。我要去龙域。听到龙域2个字后，小胡子管理人员的眼神明显一惊，随后又恢复正常。侯爵大人，前往龙域的话，需要皇帝陛下的手谕或者龙域的邀请才可以前往。陈峰听到后也是略微诧异，前世他也没去过龙域，也不知道有这些事情，但是自己有任务在身，应该算是受到了邀请，只是怎么证明呢？陈峰思索了片刻后，突然脑中一亮，兰若不是给了自己智慧勋章，应该可以证明自己得到邀请吧。陈峰在心里想着，便将自己佩戴在身上的智慧徽章取了下来，说道：“这是圣龙骑士给我的勋章，他有任务需要我去完成，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智慧勋章一出手，一阵阵龙气散发而出，可能是因为长期在龙域，才导致这件勋章有了丝丝龙气。小胡子服务人员看到勋章后，神色大惊，这龙气不正是龙域的象征吗？侯爵大人，这就足够了，您这边请。说完，小胡子服务员带着陈峰向着飞行驿站内部走去。一路上，驿站内大量的坐骑在周围出现，像陆地各类战马、马车，飞行单位像龙鹰、狮鹫、地精飞行器都是人族标准的坐骑。陈峰此时就来到了一只巨大的狮鹫面前。侯爵大人，这只狮鹫是整个驿站飞行速度最快的，让他带你去龙域，只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那就出发吧，一共多少金币？陈峰问道。侯爵大人，您是龙域邀请的贵客，能来我们驿站乘坐，我们就感到无上荣光，哪里还敢收您的金币？小胡子满脸讨好的说道。陈峰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他知道龙域对现在的人族帝国的重要性，要是没有龙域在背后支持，估计整个帝国都将不复存在。陈峰径直走向狮鹫的背上，此时狮鹫骑士早就在上方等候了。陈峰来到宽阔的狮鹫背上，找了座椅坐下，并系上了安全带。侯爵大人，我们出发了。陈峰点头，随后还在地面上的狮鹫拍动巨大的翅膀，向着天际而去。陈峰坐在后方的座椅上，感觉到迎面吹来的狂风，看着地下慢慢缩小的城池，自己也该搞一个飞行坐骑了，这样赶路的时间能减短不少。玩家在 LV30级后就开启了坐骑系统，但是陈峰这一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还没来得及去做坐骑的任务。自己前世也是记得有很多隐藏任务可以获得强力的坐骑，等到这里的任务忙完了再去出发。第78章光明崛起序章1。半个小时后，侯爵大人，前方就是龙域了，我们只能停在外围，接下来就要大人自己前往了。前方那名狮鹫骑士对着陈峰说道。陈峰睁开眼睛，看向远处场景，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宏伟的高山，山峰的顶端直冲云霄，大量的积雪将整座山1/2的位置全部覆盖，高山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雾气，更增添了一份神秘感。云雾之中，时不时可以听到巨龙的吼叫声。这就是龙域了吗？陈峰前世也没来过这个神秘的地方，感到很是新奇。很快，狮鹫就降落在山腰的一个小型的平台上。陈峰在狮鹫背上跳了下来。侯爵大人，我先告辞了。狮鹫骑士对着陈峰说道。陈峰点了点头，对狮鹫骑士告别。狮鹫发出一声鸣叫，扇动翅膀飞上高空，缓缓地消失在天际。人类冒险者，没想到你那么快就能到达龙域，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也就在这时，一道浑厚又熟悉的声音传到陈峰的耳中。陈峰连忙转头看去，只见到一个满是金色鳞片的巨大头颅出现在陈峰的面前，灯笼般大小的眼睛正看着他，而他的身体处于腾空状态，巨大的肉翼扇动下，下带起一片片雪花。还没等陈峰回答，金色巨龙再度开口：“快点进去吧，兰若大人在前面的小屋等你许久了。”说完，金色巨龙扇动翅膀飞离了这里。巨龙都是喜欢突然出现吓人吗？陈峰心里默默吐槽，向着前方看去，果然云雾中有一间不算太大的小屋正坐落在前方，要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到。陈峰径直向着小屋的方向走去。来到小屋前，只见一名人类少女正坐在屋外的院子之中。这名少女身着一袭白衣白裙，细腻的脸蛋在寒风之中好似吹弹可破，一双美丽的眸子清澈无比，看过来的目光好似可以洞穿灵魂。陈峰此时看得都有些呆了。冒险者，你来了。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将陈峰拉回现实。陈峰点了点头，对着兰若说道：“我已经达到你的要求，前来领取你对我的考验。”话音刚落，一道系统提声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完成任务，光明的崛起。”兰若看着陈峰，脸色略微有些凝重，说道：“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由人类、精灵、兽人暂时组成的光明联盟，对抗着天灾军团的入侵。
魔界虽然一直保持中立，但是也一直对人族的领土虎视眈眈。最近我在龙域感悟大陆的法则时，感觉到更强位面的力量正在崛起，虽然这感觉还是很微弱，但是我预感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更为强大的生物降临这片大陆，到那个时候整个大陆将迎来末日。陈峰听到这里内心微颤，兰若说的可能是游戏降临现实之后的事，难道除了天灾和魔界还有更为强大的异界生物？你感觉到你很特别，所以我选中了你，我会向你发布最困难的任务，希望你能接受住我的考验。兰若的话音落下，叮咚，圣龙骑士兰若向你发布任务，光明崛起序章1，是否接受？接受。随着任务的领取，陈峰的任务面板发生了改变。光明崛起序章1，任务描述：圣龙骑士兰若对你发起了最困难的考验，前往魔界的厄运山谷，找到当年战死的巨龙遗骨至少2副，并将它带回龙域。收集的巨龙遗骨越多，你等到的奖励就更丰富。任务时间1个月。竟然是前往魔界的任务。魔界属于大陆另外一个阵营，相对任务的难度就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希望你能帮我带回遗落在魔界的龙族遗骨，让他们在死后能回到龙域安息。兰若说道。我一定会带出精量多的巨龙遗骨。陈峰回答道。很好，这件东西你先拿去，虽然已经破损了，但是它依旧可以帮你感应到巨龙遗骨的气息，也可以让你将巨龙的遗骨装在里面，算是预支给你完成任务的奖励。兰若说完后，手中一道蓝色的光芒飘了过来，落到陈峰手上。叮咚，你得到了圣龙骑士兰若赠送的破损的盘龙戒指，天绝史诗，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盘龙戒指，神话传说。竟然是神话传送装备。听到神话传说的提示音，陈峰赶忙看向手中的戒指属性。盘龙戒指，神话传说。需求等级 LV0。穿戴部位，戒指。附加特效1，穿戴后可以获得10万立方的储物空间，可以储存活体生物。附加特效2，探测，可探测附近生物的气息。附加特效3，受到异常状态控制的时长减少 80%。附加特效4，群体传送，玩家可释放一个10×10的传送法阵降法阵，可对法阵内的生物进行范围500米以内的传送，装备内置冷却时间300秒。描述：远古强者使用秘法开辟的一处空间，并加持了空间魔法，拥有神秘莫测的能力。看到这件戒指的属性后，陈峰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如此大的空间，就是把整座山装进去都可以吧？最主要的还可以储存活体生物，这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生物空间，这属性就简直就是非常变态了。想想自己在次元之界里面藏着几个人族帝国的强者，来到邪恶阵营，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释放出来，简直是偷袭的神器。特效2就相当一个雷达，可以探测周围生物的信息，目前应该是用来感应巨龙遗骨用的。特效3可以减少自己被控制时间，特效4还可以释放群体传送魔法，能打能跑，非常的实用。陈峰直接将次元之戒装备在手上。之前的空间戒指同样可以当做一件空间储物品，但是需要先卸下盘龙戒指才可以直接读取戒指内的装备。我会派龙将你送回主城的，希望你能平安回来，我依旧在龙域等你。兰若说完后，手中的利剑挥动，几秒过后，一条身披银色鳞片的银龙出现在陈峰的面前。小银，你将这个冒险者送回帝都。银龙点了点头，巨大的身体匍匐在地面上。陈峰见状，赶忙跳了上去，抓着银龙的鳞片。银色巨龙肉翅挥动，很快就起飞，消失在天际。第79章，前往厄运山谷。几分钟后，一道巨大的龙吟声响彻整个帝都，一条庞大的银色巨龙缓缓下降在帝都的广场之上，瞬间就引起帝都一众 NPC 的围观。快看，竟然是巨龙！难道龙域的兰若大人来到帝都了吗？巨龙好帅啊，要是能摸一下就好了。你看，上面还有一个青年，难道是龙骑士？陈峰直接在银龙背上跳了下来。见到陈峰已经下来，银色巨龙翅膀拍动，快速升空，消失在帝都上空。看见巨龙离去，陈峰环顾四周后，发现自己如同猴子一般被一群 NPC 看着。这些 NPC 的眼神之中都露出了羡慕崇拜的神色。一条巨龙的影响力有那么大吗？陈峰呢喃了一句，没有理会周围 NPC 的议论，便向着传送阵的方向走去。就在陈峰迈步离开不久后，一名身穿华丽长袍的年轻男子出现在广场一角。龙域竟然派遣银龙护送这名年轻的冒险者，即使是我当年过去，也没有这个待遇。年轻男子沉思了片刻，这名年轻人和龙域的关系不一般，不能得罪，有机会一定要拉拢到自己这边。片刻后，年轻男子缓步离开了广场。当然，这名年轻男子最后的出现，陈峰并不知晓。陈峰打开了任务面板，光明崛起序章1的任务时间有足足1个月的时间，时间上很充裕，不着急马上去做。自己已经超长在线了一整天了，早就累得不行，为了防止猝死，还是要先下线休息一波。
回到暴风城9楼，若若此时也不知道去哪里玩了，陈峰也没有在意，他现在的实力自保绝对没问题。没有管其他的事，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点击了游戏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看了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9点多了。作为新世纪3好学生的陈峰又熬了一个通宵，累死了，睡觉，睡觉。走出游戏舱后，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当天下午，滴滴滴滴滴滴，闹钟的提示音响起，陈峰在睡梦中醒来，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3点了，赶紧上线。欢迎回来。意识回到暴风城9楼，首先打开新纪元的商会的管理面板，发现经过1天的经营，商会的资金已经突破3亿金币，直接安排商会的 NPC 继续对其他主城的空闲商铺和房屋进行收购。趁着现在价格便宜，有钱了就购买，金币不能放着贬值，要换作固定资产。安排好了 NPC 之后，陈峰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现在也应该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完成魔界厄运山谷的任务了。陈峰根据自己前世的记忆，知道这次需要前往的厄运山谷可能遇到的怪物太过凶险，因此自己并没有带上若若，让他留在暴风城，带着若凡他们几个升级，顺便也给自己刷一点属性。看了看任务需要前往的目的地，片刻后自己就有了明确的前进路线，然后又1个多小时的赶路时间，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厄运山谷。叮咚，你已进入魔界地狱，厄运山谷当前地图极度危险，建议立即离开。陈峰瞥了一眼系统提示，没有理会，继续向着山谷内部走去。没多久就来到了一处被树木遮挡的巨大洞穴。陈峰好奇地向着洞口看了几眼，突然盘龙戒指上传来奇异的召唤感，难道那么快就发现了巨龙遗骨了？继续向着洞穴内走去。几分钟后，洞穴内部迎面传来了一阵令人作呕的气味，不由得让陈峰捏紧了鼻子。就在这时，一双双血红的眼睛出现在漆黑的洞穴深处，定睛看去，只见到洞穴墙壁上爬满了一只只巨大的8角蜘蛛，每一只都有1人多高，巨大的獠牙挂在前方，很是恐怖。魔化厄运蜘蛛，白银级生物，等级 LV35， 血量6000，攻击1000，防御450，技能毒牙刺激，喷毒，蛛丝缠绕。描述：原本魔界厄运山谷特有的巨型蜘蛛吸收了不知名的能量，变得更加强大，经常偷袭路过的生物，需要小心应对。看来是这里肯定有不知名的东西，连怪物描述都不一样。陈峰直接开始吟唱技能，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很快5只带着电光的极光格雷灵出现，将周围的山洞照亮。自从一转后，还没看过现在召唤物的属性，直接看向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的属性。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青铜级，等级 LV40， 血量8400，攻击2500，魔法，攻击速度 1.8 次每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米每秒，防御650，技能雷击，闪电盾，闪电5连发，雷霆万钧，闪电爆炸。攻击释放技能时有 20% 几率使敌人进入感电状态3秒，对白银包括品级以上单位无效，对感电的敌人额外附加光属性伤害。现在极光格雷灵的虽然是青铜级召唤生物，品阶略微低了些，但是好在技能等级够高，加上天赋 50% 属性的加强，比之一般的黄金精英生物要高上不少。最主要它还是一个群体攻击的召唤物，5道雷霆下去一般的白银 BOSS 也受不了。陈峰直接指挥着5只极光格雷灵对着洞穴上的魔化厄运蜘蛛发动电疗，滋滋滋，5道金黄色的雷霆之力劈在魔化厄运蜘蛛的脑门上。2015， 2018， 2020， 5道雷霆万钧落下，一只只魔化厄运蜘蛛就在电疗下化为白烟消失。叮咚，恭喜你击杀 LV35 魔化厄运蜘蛛，白银级生物，获得经验12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2万点。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6万点。叮咚，省略5，一只魔化厄运蜘蛛在100倍奖励增幅的情况下可以减去若若分区的1半经验，陈峰可以得到6万的经验值，一共击杀了6只就是36万。陈峰看了看自己现在等级30级提升到31级需要120万的经验，一次击杀陈峰就将经验条上涨了1/3。看着地面上躺着的几枚银币，陈峰并没有去捡，直接踏着魔化厄运蜘蛛尸体向着洞穴更深处走去。第80章击杀传奇 NPC。 这个洞穴好似没有尽头一般，陈峰一直向着里面走了许久，越往里面走，洞穴的越宽敞，走到最后整个洞穴的高度足足有10几米之高，简直就像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一般。而且越往里面走，里面的魔化厄运蜘蛛也越多，偶尔还出现了几只变异了的魔化厄运蜘蛛白银级别的 BOSS，
不过对于陈峰而言，这些怪物完全构不成威胁。陈峰的等级也跟着提升到了 LV32级。又走了约半个小时的时间，远处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大殿，这应该走到山的中心了吧？陈峰呢喃了一句，走出洞口，来到前方的大殿中心。只见到巨大的大殿之中，一具巨大的龙骨正屹立在大殿中央，龙骨上一丝丝符文的能量正向外界扩散，很是神秘。陈峰手上的盘龙戒指，此刻的召唤感非常强烈，很明显，前方的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巨龙遗骨。陈峰上前，想要将巨大的遗骨装入次元戒指之中。渺小的人类，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就在这时，在龙骨后方，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头上长着2个尖角的魔族生物出现在陈峰的眼前。这个魔族生物一双深蓝的瞳孔正盯着自己。陈峰直接一道侦查书释放了出去。黑暗魔将克莱德，传奇级 NPC 生物，等级 LV45级，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魔界城堡的中的强大生灵会使用各种黑暗魔法，十分危险，不想要被他折磨的话，就赶紧跑路吧。我去，竟然是 LV45级的传说 NPC！ 陈峰惊呼一声，嘿嘿，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成为我的奴仆吧。黑暗魔将克莱德再次开口。黑暗束缚。只见克莱伊手中的出现了一根漆黑的法杖，法杖挥动，形成一道黑色能量汇聚成的大手，以极快的速度抓向陈峰。想抓我？没那么容易。陈峰一声低喝，发动了装备的技能时空穿梭，躲过了此攻击的同时，在原地释放了一转技能支配之阵。大量的召唤生物在法阵中走出，其中圣光精灵和魔界之花触发了装备的召唤数量+1的属性，直接出来10个圣光精灵和10朵魔界之花。这一次性的召唤算下来足足有40头召唤兽，这些召唤兽一出场就将原本宽阔的大殿占满。看到这一幕的克莱德无比震惊，你怎么有那么多强大的通灵召唤兽？受死吧！陈峰冷笑一声，开始操作召唤物对克莱德发动攻击。10只 LV40级的圣光精灵同一时间对克莱伊发动圣光十字架，其他召唤物也同时发动攻击。一瞬间，一道道金色的能量和其他元素能量攻击在克莱德身上。可恶！黑暗护盾！克莱德大叫一声，释放出黑色的防护盾。4000，减少20%属性。6000， 0，护盾抵挡。短短一轮的攻击下 ，BOSS 的血量就下降了6万多的伤害。由于圣光精灵是真实伤害，所以克莱德释放出黑色的防护盾没有抵消任何伤害。其他召唤物的攻击也将克莱德黑色的防护盾击破。瞬间，克莱德的血量就下降了1/10，可以推断出这个传说级 NPC 生物的血量在70万左右。受到剧烈痛苦的克莱德两眼发红，刚想要还手，只见10条藤蔓将他捆得结结实实的。魔界之花在捆住的同时释放了毒素，一时间克莱德满屏的负面状态。鞭打！陈峰发动了一转职业技能，赤红色能量鞭击中所有召唤物的这一刻，所有召唤物眼中顿时散发出赤红光芒，进入了亢奋的状态。机甲哥布林技能中原本就有加速效果，再次叠加鞭打的属性后，速度更是暴涨。只见到他拿着巨大的狼牙棒狠狠地敲击在克莱德的身体上，狼牙棒攻击的频率快如闪电，甚至产生了一道道幻影，正真做到了1秒5棒。其他召唤兽也是一样，都是一脸亢奋的神情，对着克莱德发动了攻击。只见到克莱德的血条猛掉，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克莱德的血条就不足10%了。可恶的人类，我要回去召集魔界大军，将你碎尸万段。刚摆脱控制的克莱德感觉局势不妙，放下一句狠话后准备跑路。嘿，还想跑？我看你是没机会了。叮叮叮，大殿上方一道道金色的能量汇聚，一座座囚笼形成，将整片区域覆盖。克莱德感到非常不妙，撒腿就向着洞穴出口处跑去。但是囚笼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何况还是10个圣光精灵同时发动攻击，很快囚笼落下，将逃跑的克莱德困在其中。克莱德在囚笼内部疯狂地释放黑暗魔法，试图挣脱囚笼的控制，但是囚笼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挣脱了一座，还有另外一座。此时大量的召唤兽也赶了过来，对着克莱德发动了攻击。不，你不能杀我！我的父亲是克莱德绝望怒吼。轰隆隆，一顿狂轰乱炸后，这只魔界传说级 NPC 生物连遗言都没说出来，当场暴毙。哗啦啦，黑暗魔将克莱德的身躯倒地，大量的装备、金币、技能书、药水爆了一大片。第81章，召唤黑暗魔龙。随着克莱德的倒下，大量的经验落在陈峰的身上，2道白光接连升起。叮咚，恭喜你击杀 LV45级黑暗魔将克莱德，传奇级 NPC 生物，获得经验10万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00万点。弱弱分走500万。叮咚，
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传奇级 NPC 生物的玩家，额外获得技能点加5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加500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3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技能点加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34级，获得自由属性点加5，技能点加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00万。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29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30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30级，直接完成一转，并领悟技能复活术。BOSS 死亡的一瞬间，一排的系统提示音刷出，一下子获得500万的经验，直接让陈峰提升了2级。不愧是传奇阶位的生物，经验就是丰富。紧接着又是3道全服系统公告。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世天击杀 LV45级黑暗魔将克莱德，传奇级 NPC 生物，成为全服首杀传奇级 NPC 生物玩家。特此奖励玩家世天等级加1，技能点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点，玩家声望加500点。叮咚，国服公告。叮咚，不是吧？世天大神竟然前往魔界杀魔界生物了，牛逼！恭喜世天大佬首杀传说生物，下一个该史诗了。世天大佬牛逼！世天大佬一转就能干掉 LV45级的传说生物，看来等到世天一统整个元宇宙大陆也不远了。世天大佬 YYDS， 传说生物说杀就杀了，我们还在辛辛苦苦打着同等级的小怪呢，这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总之这时全服的一个个玩家的内心都陷入了深深的震撼。陈峰这边只是随便扫了扫系统提示，便直接查看起了地面上大量的装备和物品，真不愧是高品阶的 NPC 生物啊，这下赚大发了。陈峰看着地面上的装备暗自啧舌。叮咚，你捡起金币50万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5000万枚。我去，这 NPC 不会是魔界富二代吧？爆出 20% 的金币就有50万，岂不是说他身上有250万金币？那么有钱。陈峰笑着将金币全部收起，继续看向地面上的装备。叮咚，你捡起物品省略。叮咚，你捡起物品省略。叮咚，你捡起装备省略。叮咚，你捡起技能书召唤金翅大雕传奇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召唤黑暗魔龙史诗级。听到提示音的陈峰先是一愣，随后直接看向技能书的属性。召唤黑暗魔龙史诗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35，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1000点 MP， 吟唱法术10秒后，召唤一只黑暗魔龙 BOSS 协助作战。LV1 即时黑暗魔龙普通会使用魔焰吐息攻击，对范围内的生物造成魔法伤害。LV5 级以上时附加技能龙吟，对范围内的生物造成短暂的眩晕。LV10 级以上附加技能魔龙火焰，对前方释放持续型火焰攻击，对命中的生物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150% 的多段魔法伤害。LV20 级以上附加技能龙威，被动，对范围内不高于史诗级别的生物造成威慑，降低该生物 20% 全属性。LV30 级以上附加技能魔法免疫，被动，免疫任何魔法攻击和控制效果。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永久存在，死亡再次召唤原召唤生物消失，技能冷却300秒。飞行 BOSS 类生物可骑乘0100单位。看完技能书的属性介绍，陈峰惊呆了，这不是给他量身制造的飞行坐骑吗？没有犹豫，直接将技能书拍碎。随着技能书的消散，陈峰的技能面板处多出了一个巨大的龙形图标，召唤黑暗魔龙。陈峰略微吟唱后，在地面之上出现了5头全身覆盖黑色鳞甲，身高足足10余米，并长着一双巨大肉翅的巨龙，太帅了！陈峰惊呼一声，查看了黑暗魔龙的属性。黑暗魔龙史诗级 BOSS， 等级 LV45， 血量30万，攻击5000，防御3000，攻击速度2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移动5米每秒，飞行50米每秒。技能省略。看完魔龙属性后，陈峰开心无比，不愧是 BOSS 类的召唤物，实在是太强了。超高的血量和防御，攻击力也非常不俗，可以当前排 MT 的同时又可以充当输出，主要它还可以充当坐骑使用。想到自己先前在帝都乘坐巨龙就能引起一片哗然的场景，这巨龙简直是装逼的利器啊！总之有了这个召唤兽，就是小母牛进家门，牛逼到家了。继续打开背包，将这次爆出来的装备整理了一番，最后统计了下，
这次黑暗魔将克莱德一共爆出了药水若干10件黄金装备，在100倍奖励增幅后都是钻石级，但是装备都不是自己能用的，只能等回去了再放到商会出售。第82章祖龙的祝福。陈峰整理好背包，刚准备上前将巨龙遗骨收起时，哈哈，我终于自由了！一道浑厚的声音突兀地响起。这时，只见到洞穴中央的巨龙骨骸上突然钻出了一个透明状的龙形魂魄。这些可恶的恶魔竟然妄图使用伟大的巨龙精魄制造黑暗古龙供他们驱使，实在是太卑鄙了。巨大的龙魂好似在回忆着些什么，继续说道。随后，巨大的龙魂低下头颅看向陈峰：“勇敢的冒险者，感谢你将我从恶魔的封印中救出。”陈峰听到这里，心里暗喜，有奖励。我是兰若大人派过来带巨龙遗骨回到龙域进行安息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陈峰恭敬道。说完，陈峰将手上代表龙域势力的盘龙之戒亮了出来。巨龙的龙魂看到陈峰手上戴着的盘龙戒指，随后感应一番戒指的气息后，巨大的龙魂好似变得非常兴奋。太好了，你既然是兰若派来带我们回到龙域的，而且兰若将盘龙戒指也给了你，那说明你就是被整个龙域选中的人。龙魂的声音变得有些激动。应该是吧，他说要考验我。陈峰回答。太好了，勇敢的冒险者，既然你是龙域选中的人，这件事也只有你能完成。我有一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有任务？您请讲，只要我办得到的，我一定帮你完成。陈峰说道。龙魂满意的点了点头。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整个大陆还只有人族、精灵、兽人、魔族和我们龙族，那时候天灾军团还未降临，所有的龙族也不是生活在现在的龙域，而是生活在祖龙城。但是后来次元空间开辟，巫妖王带着他的天灾军团入侵了现在的大陆，而且次元空间的开辟导致整个大陆承受不住巨大的能量，促使大陆分崩离析，祖龙城也消失不见。我们龙族也因为和天灾军团的大战损失殆尽。我希望你能借助戒指感应的力量，找到这座消失的祖龙城，将困在那里的龙魂解救出来，带回龙域安息。龙域的能量有机会将我们全部复活。说完，陈峰的系统面板出现了一道提示：叮咚，祖龙之魂向你发布隐藏任务，寻找祖龙城，是否接受？任务描述：神秘的祖龙城可能就在魔界东部厄运沼泽位置附近，寻找到它，并且将祖龙城的龙魂全部带回龙域，圣龙骑士兰若将给你丰厚的奖励。竟然是祖龙之魂发布的任务，那必须果断接受。这个任务陈峰前世都没有听说，奖励肯定不凡。接受。陈峰的任务面板上多出了一条任务：年轻的冒险家，我的龙魂形态维持不了太久了，为了感谢你，这是我现在能给予你的唯一奖励。说完，巨大的龙魂迸发出璀璨的白光，笼罩在陈峰的身上。叮咚，祖龙之魂对你释放了龙魂的祝福 buff 效果，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10%， 持续时间永久。叮咚，祖龙之魂对你释放了龙魂的祝福，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了祖龙的祝福 buff 效果，所有技能无冷却时间，持续时间永久。2道提示音在陈峰的面板上跳出，与此同时，陈峰的任务状态栏又多出了一道祖龙的祝福 buff。此时，释放完技能后的巨大龙魂好似身体被掏空，原本还很清晰的龙影瞬间变得空虚。年轻的冒险家，希望有一天我们还能再见。话音刚落，巨大的龙魂变得暗淡，几秒后，龙魂变为一个点，回到了巨龙遗骨之中。然而，陈峰则是看向技能效果，久久不能平静。所有技能无冷却时间，那岂不是说陈峰现在的蓝量够的话，召唤技能可以无限释放？传说中的无限火力降临。想到这里，陈峰直接连续释放了2次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果然，连续2次的技能释放了出来，除了有短暂的技能施法前摇外，没有任何技能冷却。卧槽，牛逼了！陈峰大笑，看了看自己现在的蓝量已经超过15000点，按照每只召唤兽200点 MP 消耗来算的话，自己在不嗑药的情况下可以召唤出75只召唤兽，加上嗑药召唤出上百只召唤兽，没有任何问题。想到以后蓝量提升了，自己只需要在战场之上不停地释放召唤技能，而大量的召唤兽就如同军团一般为自己攻城略地，想想那画面，简直是太强了。陈峰怀着开心的心情，操作盘龙之戒将巨大的祖龙遗骨收了起来，接着就按照原路返回了厄运山谷。刚回到外界，陈峰便打开了游戏地图，看向厄运沼泽的位置。在查阅了一会后，发现了厄运沼泽的位置需要穿过整片魔界大陆，来到靠近魔界之海的位置。路程要是单靠行走的话，估计自己走几个月都不一定能走得完。而且整个路途中间还有着大量的山脉、河流、魔界森林等各种复杂的地形，一不小心就会迷路。而且路途中的怪物分布也非常密集，
从 LV15 到 LV70级的怪物都有，非常的危险。当然，这也是对于其他玩家来说，陈峰现在可是有飞行召唤兽的存在，只需要避开一些魔界主城就行。粗略的计算了一下飞行的路线和时间，大概需要3-4天才能赶到厄运沼泽。看来最近需要长时间在魔界了。陈峰指挥一头黑暗魔龙降落在地上，一个飞跃就上了魔龙的背上。出发！黑暗魔龙巨大的翅膀拍动，很快就消失在天际。第83章被魔王通缉。就在陈峰飞离原地几十分钟后，一道附着着黑褐的火焰身影突然在魔界主城炎魔城之中飞了出来。浓郁的魔火将主城整片天空都照得无比明亮。这道火焰身影在主城上空短暂的停留之后，便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北方的天空疾驰而去。当这道恐怖的身影飞离主城上空后，原本躲在房间中不敢露头的 NPC 和魔界阵营的玩家们纷纷走出原来的庇护场所。我去，那是什么怪物？怎么感觉好强大的样子？好恐怖的气息，我离得那么远，都感觉快要被火焰烤焦了。还能飞行呢？难道是史诗级的 NPC？ 这都不知道。那个可是魔界10大魔王之一，整个炎魔城最强大的存在炎魔。什么？炎魔？难道是 LV80级的传说级 NPC？ 怪不得这气息如此恐怖。你们说这传说级 NPC 炎魔，那么火急火燎的去哪里啊？我们哪里知道，估计魔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吧。一众魔界阵营的玩家和 NPC 都在好奇，魔王此次出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厄运山谷，陈峰刚离开的洞穴中，一名身披黑色斗篷，头上长着巨大尖角的身影正在大殿中控制着周围的符咒。在那名黑色斗篷身影的控制下，符咒凝聚在眼前，一幅幅画面形成。画面上将陈峰如何击杀黑暗魔将克莱德的画面一一显现。黑色斗篷的身影看完符咒显示的影像后，愤怒无比。啊，可恶的人类，竟敢杀我的魔子，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洞穴中传出了一声愤怒的咆哮，大量的黑色魔火以黑色斗篷的人影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而去，将周围幸存的魔化厄运蜘蛛统统烧为灰烬。随后3道系统提示在所有玩家的系统界面中跳出。叮咚，全服公告，由于玩家世天击杀了魔界魔子 LV45级黑暗魔将克莱德，传说 NPC 生物魔王震怒，对玩家世天发出必杀令，玩家世天和所有魔界生物关系改变为仇恨。受到魔界的通缉，任何玩家只要在魔界击杀世天一次，将会在10大魔王之一炎魔处得到本职业黄金装备1套，隐藏职业卷轴1张。叮咚，全服公告。叮咚，3道系统公告在所有玩家的面板上跳出。我没有听错吧？世天大佬杀了魔界魔子？没有听错，世天大佬总在用全服公告提醒我们都是废物。这下世天大佬踢到铁板了，竟然把魔王的儿子杀了，牛逼啊！不就是魔王的儿子吗？敢对我是天大神不敬，就算是魔王是天大神都敢杀，真不容易啊！游戏开服那么久了，关于世天的传说永远没有停止啊！陈峰此时正在黑暗魔龙背上悠闲地看着周围的风景，被突然出现的全服公告吓了一跳。那个克莱德竟然是魔界魔子，怪不得那么有钱。还好我走得快，那魔王估计去过那个山洞了。陈峰心里想着，不过他也没有在意这次世界公告，反正魔王暂时还找不到他，至于遇到其他玩家，那就更不慌了，来一个解决一个，来一双解决一双。继续骑乘巨龙在厄运山谷中低空翱翔。根据任务提示来看，厄运山谷之中应该还有巨龙遗骨没有找到，反正前往厄运沼泽计划中的路线刚好需要通过厄运山谷，就直接让黑暗魔龙低空飞行，可以让盘龙戒指感应下方的丛林之中有没有巨龙遗骨，要是有的话就下去将遗骨带回龙域，要是没有也只能到祖龙城碰碰运气了。就这样，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陈峰都躺在黑暗魔龙背上度过，感受着高空中狂风呼啸的快感，时不时也能看到几只飞行魔兽在远处飞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头飞行魔兽敢靠近。赶路的时间总是无聊的，陈峰打开了商会管理界面，继续指挥 NPC 收购主城和帝都的房产，还安排了天星城的守将开始在城内招募士兵。陈峰现在有10万人的招募权限，不能浪费，毕竟现在新纪元商会的装备出产还是需要靠 NPC 军队来完成，自己由于领先其他玩家太多等级，加上又是越级杀怪，导致自己的装备虽然品阶很高，但是其他玩家都用不上，非常无奈。小若若此刻应该在带着新纪元的成员练级，不得不说现在小若若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工会所有玩家，即使是现在等级榜第2的风行者也和他差的不止一点点。陈峰这次出门没有带上小若若，主要也是出于对他安全的考虑，反正自己得到的经验他也有，加上和工会玩家击杀低等级的怪物同样能提升信仰之力，还能顺便提升新纪元的整体实力，一举两得，简直完美。就这样，
陈峰在龙背上无聊的过了半天时间。就在陈峰躺在魔龙背上快要睡着时，手上的戒指突然震动了起来，将陈峰惊醒。有情况。陈峰指挥黑暗魔龙降低身躯，缓缓地落在山谷高处的一块巨石之上。打开了游戏地图，看了下自己现在的坐标，这里应该快要离开魔界的厄运山谷了。陈峰跳下龙背，站在巨石处看向下方，只见到周围的树木耸立，一棵棵巨大的树木足足有30几米高，茂密的枝叶散开，将整片范围覆盖，在高空之中看不清地面的情况。陈峰只能选择下去步行探查。由于魔龙的体型过于庞大，要是在森林里面穿梭的话，难免会破坏一些花花草草。陈峰就没有打算让魔龙跟着下去，直接让他自己去其他地方溜达溜达。跟随手上戒指的提示，自己一人进入了下方的丛林。第84章，发现魔化绿龙的巢穴。跟随着盘龙戒指的提示，不断的在丛林之中穿梭，在行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戒指上传来的感应更加明显了。陈峰立马来了精神，向着戒指指示的方向走去。又穿过了一片茂密的丛林后，在陈峰的眼前出现了一处流淌着黑灰色并且散发着臭味的巨大瀑布。巨龙遗骨可能就在瀑布后面吧。陈峰看着手上的戒指判断道，没有犹豫，忍着恶臭向着瀑布的内部走去。在穿过黑灰色瀑布后，果然在瀑布后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山洞，整个山洞有数百米之宽。陈峰此时站在瀑布的洞口，就像一只渺小的蚂蚁一般，看向洞穴周围的结构，发现整个洞穴应该是被什么巨大力量撞击而形成的。在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整个山壁周围布满了青苔，但是隐约可以在青苔下面看到一些不知名生物残留的鳞片。那么大的洞穴，也只有巨龙大战的时候可能造成，里面肯定有巨龙遗骨。陈峰推断，随后便径直向着洞穴内部走去。随着不停的深入，洞穴内部传来的恶臭气息越来越大，周围的水流也由之前的灰黑色慢慢转变成了黑色，洞穴内部的视线也变得非常不好。陈峰不敢大意，召唤出了洞穴照明神器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5只散发着黄色电光的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一出现就将整个山洞照亮。再次召唤出了黑暗骑士，一个箭步跳到了黑暗骑士的肩膀之上。现在2只召唤兽的持续时间在装备和天赋的加强下都能维持4-5分钟，而且陈峰技能是无冷却时间的没了，再换一批就行了。陈峰一直向着洞穴深处走去，中途召唤兽的持续时间到了后便重新召唤出来。诡异的是，整个洞穴一路走来竟然没有碰到一只怪物，而且越往里洞穴内部的恶臭更为强烈，时不时还伴随着一阵阵腥风。好在陈峰直接将游戏内的嗅觉调到最低，不然真的不好忍受这股气味。继续走了半个小时后，终于来到了一处更为宽广的石洞。石洞内部各色各样的彩色矿石遍布，将原本昏暗的洞穴照亮。看向前方洞穴，想象中的巨龙遗骨并没有出现，而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只活生生的绿色巨龙。就在这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恭喜你发现了隐藏地点魔化绿龙的巢穴，作为首个探索该地图的玩家，奖励声望值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奖励声望值10万点。天灾降临的大战到现在，这巨龙究竟活了多久？陈峰看着倒在地上的似乎在沉睡的巨龙，脸上充满了震惊。一道侦察术飞了过去，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史诗级 BOSS， 等级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曾经祖龙手下的4大守护者之一，在与天灾一战中不幸身负重伤，在即将陨落之际，无意中喝下了带有恶魔血液的泉水，被恶魔之力魔化成为了魔龙。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因为伤势过重，无法移动，一直在绿龙的巢穴中待到了现在。竟然是一头身受重伤的巨龙。看到数据属性传来后的陈峰开始犹豫了，这头巨龙连等级属性都没有，肯定是超过自己等级至少30级以上了。而且现在在自己面前的可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巨龙 BOSS， 这种 BOSS 肯定比自己召唤出来的巨龙 BOSS 要强大得多。按怪物描述来看，这头巨龙全盛时期孤世传说级，甚至有可能是半神级别的。以陈峰现在的实力是想都不敢想，但是偏偏描述中显示这头龙已经是重伤形态了，自己是有机会击杀的。要不要杀呢？陈峰陷入了沉思。击杀这头重伤的史诗巨龙，要是失败的话，自己就要重新在人类主城复活，再慢慢的飞回这里，自己这几天赶路的时间可能就要浪费掉了。但是要是不试试击杀这头巨龙，自己好不容易得到巨龙遗骨的机会又没有了。击杀巨龙后，还有可能在这头巨龙口中问到祖龙城的线索，而且这头巨龙因为误食了带有恶魔之血的泉水，才导致了龙魂不能回到龙域之中，这头魔龙肯定也很痛苦。死就死吧，大不了再跑一趟，为了巨龙遗骨和奖励，只能拼一把了。陈峰下定了决心，看着眼前正在沉睡的巨龙，陈峰的眼神之中隐隐透露着兴奋，
现在是自己能够击杀这头巨龙最大的机会了。要是错过了，想要再击杀如此高品阶的 BOSS 巨龙，自己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打定了主意，陈峰开始将背包里的回蓝药水一并拿了出来，一瓶一瓶的喝了下去。MP 加1000，冷却中。MP 加1000，冷却中。MP 加1000。蓝条恢复满后，陈峰挥舞法杖开始召唤。支配之阵，7种各品阶的召唤兽，其中圣光精灵和魔界之花触发了装备的技能特效，召唤出了20个同类型的召唤兽。召唤牙签鸟，又是10只一个人大小的小鸟出现在陈峰的面前。支配之阵，这次没有召唤黑暗魔龙，因为它只能召唤一次，再次会将前一次的抵消，加上蓝耗实在是太高了，不如多召唤几个真伤的圣光精灵。又是35只召唤生物出现，其中黑暗骑士这次触发了装备的特效，出现了10个。现在场上出现了75只召唤兽，密密麻麻的站在洞穴中，召唤兽的持续时间最短的能维持3分钟。但是陈峰在连续释放了多次技能后，本身的蓝条已经空了。继续喝药。MP 加1000，冷却中。第85章大战魔化绿龙艾莫利斯。陈峰准备继续等药品 CD， 在召唤几轮召唤兽时，原本闭眼沉睡着的巨大龙头突然缓缓抬起，灯笼般大小的巨大龙眼缓缓睁开。人类，你竟敢闯入龙的领地！魔化绿龙艾莫利斯虚弱的声音传了出来，巨大的龙身也在缓慢的抬起，目光不善的看着陈峰。见状，陈峰也不再犹豫，拼了！大喝了一声，陈峰手中出现了一道赤红色的能量鞭子，鞭打，鞭子以极快的速度扫过了地面上的所有召唤兽。一大片减一点的伤害在召唤物的头顶上跳出，地面上75只召唤兽在被鞭子击中的一瞬间，全身上下直接泛起了赤红色的光芒，眼睛变得血红。进攻！陈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一只只召唤兽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头顶上释放各色各样的技能。轰隆隆，雷击、爆弹、藤蔓、冰刺、龙眼等召唤兽技能不分先后的落下。人类，你要是能杀了我，我也许还会感谢你，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已经被恶魔之血侵蚀，有些事情已经是我无法控制的了。话音刚落，只见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头顶上的2根巨大龙角发出2道能量射线，很快2道能量射线在他的头顶上凝聚，一道绿色的光幕照了下来，直接将整个龙身包裹了起来。叮咚，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发动技能绿龙结界，结界破坏之前无法对魔化绿龙艾莫利斯造成任何伤害，当前结界耐久度3000000030000000。就在结界形成的一瞬间，无数的陨石、雷击、圣光球龙、爆弹、藤蔓、龙眼等作用在绿色的结界之上。轰！巨大的声响传来，激起了一阵浓烈的灰尘。破了吗？陈峰面露期待之色。数秒后，烟雾散去，只见那道绿色的光幕依旧存在，但是那道光幕上流转的绿色光芒明显暗淡了一些。人类，不得不说你的通灵生物确实很强，但是伟大龙族的威严是不容挑衅的。好，魔龙火焰！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巨大的龙头抬起，随后张开他那张血盆大口，一道扇形的绿色火焰轰的一声喷了出来。这道绿色火焰覆盖的范围非常大，直接穿过了绿色的结界，向着陈峰的方向击射而来。不好！陈峰暗叫一声，这要是被击中了，很有可能被秒杀。黑暗骑士5重盾阵。陈峰心意一动，一个个黑暗骑士举着盾牌挡在陈峰的面前，3个黑暗骑士一组举盾，15个黑暗骑士一共在陈峰面前形成了5层盾墙。黑暗骑士在切换盾牌防御的情况下，可以减少 50% 的正面伤害。轰！绿色的火焰如同喷射器一般，持续的冲击在黑暗骑士的盾牌上。8954、9125、8952。几秒后，第1道黑暗骑士组成的盾阵化为飞灰，很快第2道、第3道、第4道、第5道全部被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的魔龙火焰击溃，15只黑暗骑士也化为一道道黑光，消失在洞穴中。看到被击溃的黑暗骑士，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停下喷射的火焰，看向被烧焦的土地。轰隆隆，又是大量的攻击降临。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在对陈峰释放魔龙火焰时，召唤兽一刻不停地向着结界发动攻击。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陈峰一声大喝，只见一只巨大的黑暗魔龙背上齐齐地出现10只传奇召唤生物大魔法师路易斯。原来就在魔龙火焰袭来时，依靠黑暗骑士短暂抵挡魔龙火焰的同时，陈峰便指挥黑暗魔龙飞向自己身边，并且使用了技能时空穿梭，跳到了一头黑暗魔龙的背上。其他召唤物也分别分开，落在了其余4头黑暗魔龙宽阔的背上。
5只魔龙和魔龙身上的召唤兽分别在5个方向对着结界发动了攻击。轰隆隆，又是一次联合攻击落下，将原本就暗淡无光的结界变得如同透明一般。很明显，这个结界已经要破了。你真的很狡猾啊！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看着在他头顶上飞着的5只黑暗魔龙，这叫战术！陈峰大笑一声，又喝了一瓶回蓝药水，加1000 MP。轰隆隆，15个大魔法师路易斯分别在5个角同时释放了天降陨石，45颗燃烧着浓浓火焰的陨石无差别地落在结界上。碎裂声，几颗陨石落在结界上时，原本就透明的结界化为碎末，消失在空气中。终于破了！陈峰开心大喊。此时天空之中，一道道金色能量组成了一座座金色囚笼，将整个洞穴覆盖。圣光囚笼，15座金色囚笼将魔化绿龙艾莫利斯整个覆盖。好！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在囚笼之中不停地挣扎，想要冲出囚笼。紧接着，地面上出现了一朵朵魔界之花，原本撒在周围的魔界之花种子，此时也成长完成。一道道藤蔓分别在各个角落将巨大魔化绿龙艾莫利斯捆得严严实实。加1000 MP。陈峰再次喝下一瓶回蓝药水，加上自身的被动回蓝，陈峰现在的蓝天已经恢复到3000加了。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再次召唤出15只大魔法师路易斯，蓝号200只。轰隆隆，45颗陨石从天而降，达到 LV45级的路易斯魔法攻击也达到了恐怖的6000多点。天降陨石的魔法攻击加成是 300%， 不算魔法暴击，一颗陨石造成的最大伤害就是18000多点，减去这头魔龙大概7、8千的防御，45颗陨石至少也能造成40、50万的输出。果然，在一群群召唤生物的攻击下，原本就虚弱无比的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变得更加虚弱不堪，巨大的龙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痕。第86章屠龙者。此刻陈峰看向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的血条已经不足 30% 了。愤怒无比的魔化绿龙艾莫利斯还在不停地挣扎，但是奈何控制技能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挣脱不开，加上周围的召唤物和黑暗魔龙不停地对他发动攻击，巨大的龙身时不时就有红黑色的气血流出，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反抗的力气也在逐渐减弱。见到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已经快要不行了，陈峰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魔化绿龙艾莫利斯血条 20%， 魔化绿龙艾莫利斯血条 15%， 魔化绿龙艾莫利斯血条 10%。 但是实际的战斗比想象中还要困难不少，就在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的血条只剩下 10% 时，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力量开始了更加剧烈的挣扎。我可是守护祖龙城的4大巨龙之一，我怎么可能败在一个渺小的人类手上？好！一道响彻天地的龙吟声传来，一道道声波向着四周扩散，在范围内的召唤物包括陈峰的血条都在不停的下降。2000 2000 2000，白色的真实伤害密密麻麻的在头顶上冒出。哼，强弩之末！陈峰冷哼一声，指挥圣光精灵向周围释放圣光治愈。加2000，加2000，加2000！无数圣洁的光芒降临在陈峰和一众召唤兽的头顶，直接抵消了龙吟的伤害。加1000 MP， 药剂 CD 刚好，陈峰便再次喝下了一瓶回蓝药剂。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短暂的技能施法过后，这次运气不错，又触发了召唤生物加1的装备属性。10只大魔法师路易斯整整齐齐地出现在黑暗魔龙的背上。陨石天降，轰隆隆，轰隆隆，30颗燃烧着火焰的巨大陨石再次落下，直接将魔化绿龙艾莫利斯最后一点的血条打空。在血条消失的一瞬间，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巨大的身躯如同小山一般倒在了地上，激起地面上一片灰尘。卧槽，这屠龙果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啊！陈峰此时看着倒在地上的巨龙，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刚才那一场战斗实在是太惊险了，自己要不是依靠祖龙那里得到了技能无冷却的 buff 和黑暗魔龙这类可以骑乘大量召唤生物的飞行类召唤兽，还有各类型召唤生物的完美配合下，根本不可能取胜。即使这样，自己也是险胜，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也就在这时，陈峰的光脑正中间位置连续几道金色的横幅刷出。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60级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史诗级 BOSS， 成为国服首杀史诗级 BOSS 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是天等级加2，技能点加20点，自由属性点加100点，玩家声望加10000点。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叮咚，全服公告，恭喜龙国区玩家是天，成为全服第一个屠龙的玩家，获得奖励声望值加10000，自由属性点加50，获得全服唯一称号屠龙者。叮咚，全服公告，恭喜龙国区作为全服第一个屠杀魔龙的大区，
该服务器所有玩家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1，技能点+1，3天内击杀怪物经验值正10%。全服首杀史诗 BOSS 的公告又连续刷了3遍。陈峰看着刺眼的全服公告，不由得摊了摊手，无奈道：“又是那么多全服公告，我这是想要低调都不行了。”此时，龙国区一个不知名新手村，凌云公会的会长凌云天又重新建立了一个号，在一群高等级玩家的簇拥下，正杀着新手村野外一只黑铁级野猪王 BOSS。就在一群高等级玩家将这只野猪王的血条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丝血皮时，凌云天拿着新手长剑一剑捅了过去，将野猪王 BOSS 最后的血条打空。野猪王 BOSS 巨大的身躯倒下，化为经验和装备。随着大量的经验涌入到凌云天的身体中，一道金色的光芒升起。大哥，按照这样的速度提升，相信用不了多久，你的等级就能重新回到元宇宙的第一梯队。此时，一旁的凌云战神说道。凌云天点了点头。上次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全部骨干成员都被杀到了0级。这次多亏了星条国天使公会的暗中支持，才让我们有了喘息的机会。凌云天说道。可是，大哥，这事情要是让龙国官方知道了，我们凌云集团可就真的废物。不就出售点数据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了，世天将我们整得那么惨，不报此仇，我心不甘。既然现在星条国的高层想要对世天动手，我不介意帮助他们一下。可是凌云战神欲言又止。没有什么可是，你只要跟着做就行了。要不是有天使公会多年的支持，你认为我们的凌云集团还能维持到现在吗？凌云天满脸怒气地看着凌云战神。是，大哥。凌云天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向着第二只残血 BOSS 处走去。就在这时，连续不断的系统公告在这群人的游戏光脑面板上跳了出来。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叮咚，省略5。听到系统公告的众人一阵惊愕，凌云天更是愣在原地。可恶，又是世天！一定要除掉他，一定要！凌云天愤怒狂吼。第87章，星条国的计划。此时，星条国五角大楼，天使公会地下会议室，一群公会高层正在开会。法克，怎么又是世天？这次竟然连史诗级的巨龙都能杀了！你们这帮废物！我们星条国投入如此多的资金进入元宇宙，你们就给我看这个！电话中，一道暴躁的声音传来：“总统先生，请您放心，我们已经找到对付龙国世天的机会了。相信过不了多久，总统先生会看到我们伟大星条国在元宇宙中崛起。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不能将这个世天除掉，你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是，总统先生，请您放心。嘟嘟嘟，对面挂断了电话。就在这时，一名金发碧眼、头顶大波浪的白人少妇，身着性感的包臀小短裙，扭着屁股就走了进来。将军，关于龙国玩家世天的资料已经传送过来了。这名大波浪进入房间的一瞬间，立马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一众议员、工会高层眼睛肆无忌惮地在这名大波浪身上扫视。很好为首的身着3星将服的中年男子高兴地开口：“此人就是星条国负责元宇宙项目的总负责人麦克·亚瑟将军。”将军，难道你有什么对付世天的计划了？一名中年秃头大胖子议员问道，说话间还不停地对进来的大波浪投去色眯眯的眼光。计划待会再说，我们先继续刚才的会议。亚瑟将军没有看那名议员，继续说道：“根据汇报的资料，龙国的世天之所以那么强，可能跟他身上一件特殊物品有关。为了我们星条国的伟大复苏，我们必须击杀他一次。”听到这话，底下一众议员和工会高层一片哗然。将军，不是我打击我方士气，龙国的世天在游戏中近乎无敌了。根据传过来的资料分析，即使我们派遣几十万玩家的军队，可能都对他造不成威胁。一名工会管理层有些担忧地问道：“是啊，世天的战斗力可能已经超过现阶段所有玩家，不知道多少个层次了。贸然对他动手，可能对我们星条国造成被动。我也觉得不能贸然行动。”此时，这名工会管理层的话得到了周围一众议员和工会骨干的认可。世天这个 ID 目前在元宇宙中几乎就是无敌的代名词，各种类型的 BOSS 手杀、副本手通，以及以一人之力成功的守住了游戏中期才能守住的怪物工程。加上前段时间世天击杀了 LV45级的魔界传奇 BOSS， 现在又击杀了 LV60级的史诗巨龙，更是让整个星条国高层认为，在游戏中想要击杀世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军，那你所说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呢？此时，一名工会骨干成员问道。我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亚瑟看向会议室的众人，显得很有自信。前段时间，相信大家也听到了魔界魔王对世天下达的通缉令，恰好我们天使公会的几名工会成员成功加入了魔界阵营，接到了这个任务。我们现在杀不了世天，但是魔界的魔王炎魔可以办到，只需要炎魔出手，世天必死无疑。可是
世天要是在人族的主城，我相信就算是魔王也不敢过去吧。有人再次质疑道。根据刚才传来的情报，世天就在魔界的范围，很有可能就在厄运沼泽附近做一个隐藏任务，所以我们只需要派人将世天的准确坐标交给魔王大人，相信魔王大人定能将世天击杀。只要他在魔界的范围内死一次，以他击杀魔子的罪名，魔王肯定会将他永远的囚禁在魔界的监狱中，永世不得翻身。这样下来，他这个号也就废了。亚瑟将军的话音刚落，在会议室的众人一片哗然。这样可就太好了，只要能除掉世天，我们星条国肯定能再度屹立在世界之巅。是啊，不愧是亚瑟将军，我等佩服。一众议员为亚瑟将军的计划不停地鼓掌。可是将军，具体的坐标要谁去寻找呢？毕竟厄运沼泽的范围还是很大的。我们的好蛋儿，绞盆机的服务器不就在靠近厄运沼泽的一个岛屿上吗？我早就让他们安排人前往厄运沼泽附近，只要是天一出现，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到时候再将坐标报告给魔王。到时候，嘿嘿。亚瑟看着众人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哦，伟大的上帝，亚瑟将军的计划实在是太完美了，我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世天被魔王虐杀的场景了，哈哈哈哈！来，为了我们的复兴干杯！干杯！却思第88章连升5级。厄运山谷洞穴中，此时陈峰那边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星条国盯上了，他此刻正在收拾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爆出的战利品。这次击杀完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的经验值直接让陈峰等级提升了3级，加上手杀史诗 BOSS 的2个等级奖励，陈峰的等级直接到达了 LV40 级。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连升5级，这升级的速度堪比火箭。陈峰上前将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爆出的装备和金币一一捡起，在100倍奖励增幅的情况下，一共得到了金币100万枚，传说装备1件，传说级别战士技能书1本，还有一堆品级不高的装备，等级又比较高。陈峰直接丢进了空间戒指里。陈峰重点查看了爆出来的传说装备：明日王者之戒，传说级，攻击加1500，智力加800，力量加500，魔法加8000，需求等级 LV65，穿戴部位戒指，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1，技能释放速度正 100%， 附加特效2，1到60级技能加1点，附加特效3，主动技能王者之怒，主动释放技能，对自身200米的范围内释放一次能量冲击，造成自身魔法攻击300的伤害，并且被攻击到的生物移动速度降低 30%， 技能内置冷却时间300秒。描述省略，装备属性还不错，但是自己用不上，只能先丢到空间戒指里吃灰。随后看向系统奖励的称号：屠龙者称号，携带等级 LV30， 佩戴效果1，所有属性加800点，佩戴效果2，佩戴此称号时免疫龙威的影响效果，佩戴效果3，佩戴此称号时对所有龙族造成的伤害正 100%。 描述省略，属性比之前暴风城将军还高了300点，还附带了免疫龙威的效果。要知道龙族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龙威可以降低对方的属性，级别差距越大，受到龙威影响的效果就越明显。现在自己拥有了这个称号，再也不用担心被巨龙吓到了。至于最后一条，那可就是对付龙族的强力杀招了，对龙族伤害 100%。 要是之前就有这个属性，对付魔化绿龙艾莫利斯就没有那么吃力了。直接将屠龙者的称号换上，随后将全部召唤兽的等级提升到了 LV50 级，获得的全部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上，然后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角色世天，等级 LV40， 种族人族，职业精灵召唤师一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 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青铜级，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召唤圣光精灵钻石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鞭打一转专属，支配之阵一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史诗级，生命28659，攻击4648，魔法攻击，防御1880，魔法23165，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3米每秒，奔跑移动6米每秒。属性力量900，智力2214，敏捷1020，体力1030，声望32850，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童话之森传说戒指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项链深海之灵项链暗金器落日追魂手镯钻石级，铠甲
亡灵法袍，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白银级成长性装备，6524100000，智力加652。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1000%，释放速度正1000%，基础人物属性正1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魔法值和血量一样，都突破2万大关了，现在应该可以直接释放出3轮召唤兽了。关闭了人物面板，将魔化绿龙艾莫莉斯的尸体收入盘龙之戒。随后看了看光脑中的时间，已经是深夜。赶路加打怪劳累了一天，明天就要离开厄运山谷，前往厄运沼泽范围了。那里的危险程度可比这里高多了，需要自己精力高度集中，还是要好好休息的。陈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应该没有什么危险，将黑暗魔龙召唤了出来，充当保镖，直接找了个角落原地下线。第89章开始扫荡厄运沼泽。意识回到现实世界后，简单的吃了点夜宵，洗漱完就躺在床上安静的睡去，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陈峰醒来，在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个人的卫生，吃了点早餐后就点击了上线。身体在下线的山洞中出现，玩家在野外下线时，身体会在野外滞留10分钟后消失，然后重新上线的话就会在原地出现。在黑暗魔龙的保护下，自己也是安全的度过了昨晚下线的10分钟。看了看周围的情况，自己昨天召唤出来的5只黑暗魔龙正躺在自己身边睡着龙觉。这帮懒龙，主人都起床打工了，他们竟然还在睡，可恶，必须要给他们鞭打一下。陈峰的技能发动，手中一道赤红色能量鞭子形成，干活了。10几米长的鞭子以极快的速度打在5头巨龙的身躯之上，原本躺着的巨龙头顶上冒出减1的伤害。这伤害数字的出现，瞬间将地面上的5头巨龙全身笼罩的红色的光芒，眼睛也变得兴奋无比，就像吃了伟哥一般。陈峰直接跳上离自己最近的一头巨龙，指挥着这头巨龙向着厄运沼泽飞去。几个小时后，由于陈峰在龙背上不停地释放鞭打技能，使得脚底下的黑暗巨龙的速度暴涨，原本需要4个小时才能到的厄运沼泽的边界，陈峰只用了2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到了。叮咚，你已进入魔界地狱，厄运沼泽当前地图极度危险，建议立即离开。陈峰瞥了一眼系统提示，有些无语了。好像自从进入了魔界刷怪以来，只要自己到达一个地方，系统就会跳出系统提示极度危险，建议立即离开。难道系统不能推算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吗？我现在超勇的好不好？陈峰在龙背上探头向着地面看去，只见到一层厚厚的雾气将整片沼泽的范围笼罩，根本看不到里面的场景。指挥黑暗巨龙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之上，在巨龙背上跳下，随后指挥5头巨龙分散在厄运沼泽范围内，开始寻找祖龙城。陈峰自己则是来到地面，召唤出大量的地面部队，对地面范围开始了大扫荡。毕竟厄运沼泽实在是太大了，要是一个人寻找，不知道要寻找到什么时候。就这样，陈峰在整片沼泽地上开始了疯狂的刷怪和寻找。厄运沼泽的外围区域，一群樱花国的顶级玩家正沼泽内击杀着 LV15级的沼泽河蟹，他们的头顶的 ID 上都有着同样的前缀野比。这群人为首的领导者正是野比公会的会长野比优太。野比优太是一名骑士玩家，由于骑士职业天赋的原因，在职业认证后，骑士就能拥有自己的坐骑。此时，他的胯下正骑着一头巨大的科莫多巨蜥。他所在的野比公会，在星条国天使公会的支持下，原本只是3流公会，一跃成为了樱花国公会之首。他们这次也是受了他们星条国爸爸的安排，在厄运沼泽等着陈峰的到来。菊桑，你说龙国的世天能来这里吗？野比优太坐在巨蜥背上，淡淡的开口。优太会长，龙国的城池距离厄运沼泽需要横跨整个厄运山谷，过来的话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想他还没那么快到达这里。ID 叫做野比菊晶的公会成员说道。为首的野比优太点了点头，转头看向另外一名公会成员。你上次在沼泽发现的隐藏的地点在哪里？优太会长，就在前方山谷处的一个入口。野比剑一兴奋地说道。你将你看到的场景和我说说看。嗨，野比剑一恭敬地说道。上次我们那片山谷转了一圈，发现整个山谷的范围内没有一只怪物，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然后我们深入山谷探查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墙，城墙上到处雕刻着飞龙的图案，材质也非常不凡。我想那里可能是一片隐藏的副本也说不定。索嘎，可能真的是一个隐藏的地点也说不定。通知下去，将整片山谷全部封锁，不要让其他人发现这里。嗨，第90章沼泽溶解怪。此时峡谷另一边，陈峰还在厄运峡谷中向着沼泽内部推进。周围的怪物看到庞大的召唤军团时，都吓得瑟瑟发抖，不敢出来。厄运峡谷这张地图的环境非常复杂，到处都是沼泽地和树木，加上浓密的雾气，就好像一座迷宫一般，一不小心就会迷失在里面。
幸好陈峰有着超级多的召唤兽开路，加上空中巨龙作为导航，也不至于在这片沼泽森林中迷路。就这样，他指挥召唤兽在这个地方探索了3-4个小时。就在他以为周围都没什么怪物的时候，沼泽地中的泥土突兀地出现了大量的气泡。几秒钟过后，一道道黑色的气体出现在陈峰和召唤兽的周围，直接对他发动了攻击。噗呲噗呲，大量的黑色泥土混合着黑色的气体，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陈峰飞来。好臭啊！他看着迎面飞来的泥巴，捂上了鼻子，想要闪避，但是突然脚下的位置出现了一只触手，将他的脚缠住，动弹不得。眼看前方的黑色泥巴就要落到自己的脸上，时空穿梭，陈峰无奈发动了装备技能，闪现离开了泥巴怪的攻击范围。这泥巴怪的攻击看似应该没什么威力，估计让自己破防都有可能做不到，但是这黑色的泥巴糊在脸上实在太臭了，他可不想被攻击到。闪开后，连忙一道侦察术投了过去。沼泽溶解怪，普通级，等级 LV40， 血量2000，攻击1000，防御0，技能霸体攻击，液体化，投掷，泥浆缠绕。描述：生物死在厄运沼泽后化为的怪物非常的难缠，而且数量巨多，会将路过的生物包裹并拖入沼泽之中，成为他们的一员。被攻击到的生物会进入诅咒加中毒状态，据说比较怕火。这40级的怪物属性好低啊！随便看了一眼怪物的属性后，吐槽了一句：这怪物的属性比之前在厄运山谷遇到的魔化厄运蜘蛛还要低，但是好歹数量还算不错，当刷级了。陈峰指挥自己身边的黑暗骑士上前发动攻击。2000，巨剑落下，一道伤害数字跳出，没有防御的怪物受到的是全额伤害，自然顶不住已经 LV50级黑暗骑士的一击。随后，陈峰指挥附近的极光格雷灵对周围大量的沼泽溶解怪发动了攻击。雷霆万钧，闪电5连，2个技能宣泄在沼泽溶解怪的身上，无一例外全都是秒杀。死亡后的沼泽溶解怪都化成一团黑色液体状的东西，留在原地。几十秒后，包围过来的近百沼泽溶解怪全都化为烂泥，倒在沼泽地中。就在陈峰准备继续向前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只见原本已经倒地的沼泽溶解怪突然又在泥地中爬了起来，继续向着陈峰扑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峰有些疑惑，脑子在飞速运转，想要在记忆中找寻这个怪物的信息。寻找记忆的同时，指挥召唤物将冲上来的沼泽怪物再次打成烂泥。不出意外，几秒钟后，沼泽溶解怪再次形成，又缓慢挪动向陈峰。眼见沼泽溶解怪离自己越来越近，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见到这个怪物一直击杀不了，在这浪费时间也不值得，准备骑乘巨龙离开。就在这时，一道系统击杀的声音传来：叮咚，恭喜你击杀 LV40级沼泽溶解怪，普通，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万。看着系统击杀的提示，殷晨风愣了一下，他想到自己刚才击杀了如此多的沼泽溶解怪，连一道系统提示音都没有，怎么突然就出现获得经验的系统提示？难道是卡了？陈峰疑惑地看向沼泽溶解怪死亡的方向，只见到一只死亡的沼泽溶解怪处有一团火焰正在熊熊燃烧，而且周围的沼泽溶解怪好似很畏惧一般，不敢靠近。这怪物需要火属性攻击啊！陈峰恍然大悟，知道这种怪物在将他击杀后，还需要将他液化的黑气使用火属性攻击将它燃烧掉。知道了如何击杀后，陈峰挥动法杖开始召唤拥有火属性攻击的召唤物。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机甲哥布林，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连续释放了4次召唤技能，10只机甲哥布林和路易斯出现在周围。机甲哥布林的大爆弹和路易斯的大火球都属于火属性伤害，刚好可以对付这些沼泽溶解怪。指挥20只召唤兽向周围发动攻击，大火球加爆弹的火元素组合，向着周围靠近的沼泽溶解怪飞去。2000，不停的有沼泽溶解怪被攻击到后，身上附着着火焰，倒地后火焰疯狂燃烧。不久后，原本液体化的黑气也化为虚无消失。叮咚，恭喜你击杀 LV40级沼泽溶解怪，普通，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万。叮咚，恭喜你击杀 LV40级沼泽溶解怪，普通，获得经验1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万。叮咚，5，果然还需要将黑气用火属性攻击将其燃烧掉，不然沼泽溶解怪还杀不死。
确定了如何击杀沼泽溶解怪后，将原本还在空中的5头黑暗魔龙召唤过来，对着地面上大量的沼泽溶解怪发动了魔龙火焰。第91章遇到樱花国玩家。轰轰轰！5头魔龙在高空向着沼泽地四周发动了魔火攻击，魔火攻击到地面的一瞬间，就将地面上数量众多的沼泽溶解怪统统烧死。陈峰自身的经验条也在快速上涨，他现在 LV40 级升级到 LV41级的经验需要400多万经验，击杀一只可以得到5万，就是说只需要击杀80只沼泽溶解怪就可以提升1级。但是周围的沼泽溶解怪何止几百，密密麻麻的都是，而且黑暗魔龙和路易斯的攻击都是群体攻击，击杀的效率也很高。随着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的等级也接连提升。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1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2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3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就在陈峰享受着经验狂潮的同时，大量的沼泽溶解怪死亡后燃烧的火焰，加上魔龙和召唤兽释放的火焰，短短10几秒的时间就将周围沼泽和森林点燃。几分钟后，周围大量的树木植被全部被燃烧殆尽。陈峰看着周围蔓延的大火，直接跳到了离自己最近的一头黑暗魔龙背上，防止自己被烤焦。就在陈峰升空时，突然眼中飘到了一个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白色图腾，那里是什么？赶忙指挥黑暗魔龙飞到近前查看。还没等靠近，陈峰手上的盘龙戒指便开始颤抖，这让他更加确定前方有东西。来到近前后，发现自己现在所处的地面是一块海拔比较高的山顶。看向下方，只见到阴沉的天空之中，地下是一片山谷，山谷外又是一片黑色的海洋。黑色的海洋上翻滚着巨大的波浪，不远处一道赤红色的岩浆之河，在灰黑色的大地上如同一条蜿蜒的火蛇，正扭动着爬向大海。而在山谷之中，正耸立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城池。难道那里就是祖龙城？陈峰内心狂喜，指挥黑暗魔龙向着地下飞去。就在陈峰即将到达祖龙城范围时，一道系统提示音突兀的传来：叮咚，前方受到不知名的结界干扰，无法通过飞行前往，继续飞行将受到结界的攻击。陈峰一愣，马上指挥黑暗魔龙降落到地面。对于这种事情，他也见怪不怪。前世一些强大的结界魔法确实有这样的功效，像人族主城和帝都肯定都是有强大的结界师布置了净空结界的。净空结界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敌军的空袭，当然你要是足够强大，就可以无视结界，直接将之破坏。不能飞，只能不行了。看着近在咫尺的城池，陈峰换上了冒险者之魂，撒开腿就跑了过去。10几分钟后，陈峰以每秒9米的超高移动速度，终于快要到达此行的目的地祖龙城。就在这时，一道傲然的声音传入陈峰的耳内：巴嘎亚洛，那边的小子，对说的就是你，这里被我们野比公会包场了，10项的快点滚，不然我就要动手了。此时，一名头顶 ID 野比雄贤的玩家嚣张地对着陈峰大喊。陈峰转头看向说话的人，只见到周围零零散散的出现了10几个身穿铠甲的战士、骑士玩家，看到阵营标识都有着一个类似姨妈巾的标志，竟然是小鬼子。陈峰看到这群人后，脸上瞬间变得冰冷。他原本就最讨厌樱花国的玩家，前世在游戏降临现实后，樱花国就率先背叛了整个蓝星，自己前世也是被樱花国和天灾军团两面夹击，才导致了自己的陨落。而且前世偷袭自己的一众人中，就有野比公会的会长野比优太，没想到这次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不好好打压一番，还真对不起自己。小子，你还不走，我们可就要动手了。边上的另外一名战士玩家看到陈峰迟迟没有动静，也开口呵斥道。周围的一众野比公会的成员们纷纷拔剑，怒目圆睁地看着陈峰，随时准备动手。陈峰也没有废话，提起法杖，直接就是一道普通法球飞了出去。这颗普通法球直接飞向为首的野比雄贤的头颅。4250，一道吉利的数字在野比雄贤的头顶跳出，直接将他的血条清空，化为白光消失。野比公会众人一时间全都小日子都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呆滞，很明显没有在刚才的画面上缓过来。好一会后，看着惨死的同伴，野比公会众人才在刚才的画面中回过神来。这弓箭手的攻击为什么那么高？还有这弓箭手怎么拿着法杖？怎么办？感觉对面好像很强的样子，我们要不要撤退？八嘎！我们武士道精神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要死也要战死。就在一众野比公会成员考虑要不要撤退时，陈峰冷笑一声：不用考虑了，我送你们回去。话音刚落，陈峰手上的魔杖已经发动了下一次攻击，
一道道魔法球在法杖中激射而出，落入人群。4250， 4250， 4250，一道道高额的伤害数字在野比公会玩家的头顶上跳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秒杀。10几秒的时间，周围除了陈峰就没有一个喘气的了。垃圾！小日子，等任务做好了，再好好收拾你们。陈峰收起法杖，径直朝着祖龙城入口处走去。第92章，进入祖龙城。樱花国复活点，光芒一闪，野比雄贤在复活点复活。纳尼？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被秒了？野比雄贤疑惑地看着周围，很明显他已经回到自己的主城复活点了。还没等他在疑惑中缓过神来，复活点又出现数十道白色光芒。一众野比公会的成员也在复活点复活。众人全都复活后，也和野比雄贤一样，一脸懵逼地看着周围的同伴。刚才那个强大的玩家是神灵吗？怎么如此恐怖？我只看到他的武器轻轻一动，我就回到复活点了，肯定是神迹。伟大的天照大神降临惩罚我们了。看到如同智障般的同伙，野比雄贤一阵无语，随即查看系统提示。叮咚，你被玩家是天杀死，你已死亡。由于是天不是本阵营玩家，他击杀你不增加罪恶值。叮咚，由于你已经死亡，你的等级从 LV15 级掉落至 LV14 级，你的装备骑士重铠青铜器掉落。我擦，不好了，击杀我们的是龙国的是天，不是什么弓箭手。野比雄贤激动的大喊：八嘎，熊桑，你是在侮辱我们吗？全蓝星都知道是天是召唤师职业，你认为召唤师不使用召唤兽能秒杀我一个千血骑士吗？我看你是被刺激了，脑子有问题。就是我看熊桑已经被龙国的是天下破胆了，没有一点点帝国武士的精神。熊桑，你已经忘却了信仰。野比雄贤无语。你们看看元宇宙这系统提示吧。一众工会成员对视一眼，看向系统提示页面。几秒钟后，这是为什么？是天不是召唤师吗？为什么不使用召唤兽就将我等秒杀了？他难道开了挂？对，他肯定开了挂。我们要向官方举报！举报！举报！是天这个挂逼！而此时，野比雄贤没有理会这群智障，向着会长野比优太发送了信息。野比雄贤，会长，不好了，是天已经来到厄运沼泽了。野比优太，纳尼？是天？野比雄贤，对，就是龙国那位是天。对方沉默许久。野比优太，你确定是天？野比雄贤，确定是他，并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野比优太，他所在的人类主城想要到达我们这里，至少需要好几个月，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到了？野比雄贤，他可能有一件空间法器吧？空间法器？野比优太先是一惊，随后思绪了一会，好像确实有可能。难道真的像星条国天使公会说的一样，是天身上有神秘宝物？说不定不止空间法器，还有可能有一件神器。想到这，野比优太好似醒悟了一番。天使公会让他们在厄运沼泽蹲守，以及如此快的时间到达他们的阵营范围，以及秒杀野比雄贤一行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现阶段所发生的一切。要是能将是天身上的装备留在我们樱花国，嘿嘿，那我们就不必对星条国言听计从了。到时候我们野比公会问鼎世界第一公会，什么天使公会，我才不会放在眼里。哈哈，此时的野比优太的脑子里冒出了这个疯狂的想法：不能告知天使公会那帮人，神器一定要留在我们野比家族。至于是天，这次我定会让你有来无回。随即开始安排截杀陈峰的计划。陈峰那边，此时他根据盘龙戒指的感应，已经来到了祖龙城的入口处。看到眼前的这座城池，已经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一片片城墙倒塌，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建筑都已经沉入地下，只有中间位置一座几百米高的大殿还屹立在整个城池的中心。即便这样，这座远古的城堡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宏伟，不难想象这座城池在辉煌时期是何等模样。陈峰来到城池的入口前，准备进入。一道透明的薄膜出现，但是陈峰手中的盘龙戒指发出一道微弱的光芒后，陈峰便进入了祖龙城内部。叮咚，你来到未探索的地点祖龙城，作为首个探索该地图的玩家，奖励声望1万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得到声望值100万点。刚刚进入的一瞬间，一道探索的系统提示音就传来过来。陈峰还没看清周围的情况，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拳头正带着破空声向自己砸来。看到砸过来的巨大拳头，陈峰下意识地释放了装备技能时空穿梭，身体出现在10米外的地方，随即一道侦察术投了过去。火焰石魔像，白银级生物，等级 LV48， 血量15000，攻击2500，防御1500，技能雷霆一击，岩石护甲，重击。描述：
龙羽魔法制造出的岩石守卫会进攻一切入侵的外来者，防御好高啊！看到眼中传来的数据，陈峰呢喃了一声，随即开始释放召唤技能。召唤黑暗魔龙。几秒钟的施法过后，天空出现了10道空间法阵，运气不错，触发了装备的属性被动，10只黑色的巨龙出现在头顶。城中可以飞行。陈峰没有继续释放其他召唤兽，这种级别的生物还不需要自己释放其他的召唤兽，黑暗巨龙是永久存在的，不需要浪费魔法值召唤其他的。指挥一头黑暗魔龙飞向自己，其余的黑暗魔龙向火焰石魔像发动进攻。魔龙一道道火焰吐息攻向火焰石魔像。4300、4300、4210，四头黑暗魔龙的吐息下去，直接将一只火焰石魔像的血条打空。等级达到 LV53级的黑暗魔龙，现在本身的攻击已经高达5800点，加上等级的压制，这些火焰石魔像根本挺不过几下攻击就倒在地上，化为石头粉末了。叮咚，恭喜你击杀 LV48级火焰石魔像，白银级生物，获得经验3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3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15万点。不愧是 LV48级的白银级生物，经验还是蛮多的。陈峰低声的呢喃了一句，继续指挥黑暗魔龙清理着外围的火焰石魔像。第93章祖龙城任务完成，一道道龙炎宣泄在火焰石魔像的身上。随着一只只火焰石魔像倒下，陈峰的经验条也在快速上涨。几分钟后，最后一只火焰石魔像倒下，陈峰身上一道金色的光芒升起，等级提升到了 LV44级，将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智力上，将召唤兽的等级全部提升到 LV54级。随后才上前将地面上火焰石魔像爆出的物品一一拾取。先是在最近的一头火焰石魔像处摸了摸，在100倍奖励增幅下得到了几枚金币和一件装备，直接将装备的属性拿在手上看了看。火灵铠甲，暗精器，防御加330，血量加2000，力量加140，需求等级 LV45，适用职业战士一转，骑士一转，附加特效减免 5% 的火属性伤害。描述：烈火中淬炼的铠甲，拥有一定的火焰抗性。虽然是暗精器的装备，但是属性一般般，等级需求还高，减少火属性伤害的特效也是鸡肋，直接丢进空间戒指吃灰。继续向着下一个火焰石魔像的尸体摸去，再次摸出了几枚金币和一枚圆圆的红色宝石。叮咚，你捡起材料火之晶核加1颗，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材料火之晶核加100颗。一阵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的背包中上直接多了一组红色的宝石。点开宝石的属性，火之晶核材料，作用：拥有浓郁的火元素能量，使用火之精魄锻造出的武器可附带火属性伤害，锻造出的铠甲可以获得一定的火属性抗性。竟然是火属性的锻造材料，没记错的话，这种材料在游戏中后期锻造装备时是很多玩家都非常喜欢加入的材料之一，其价格也非常的高，现在要是拿去市场上出售的话，价格肯定不菲。不多说，直接放入背包，向着下一具火焰石魔像的尸体走去。花费了几十分钟的时间，终于将这次击杀的火焰石魔像爆出的东西全部收入背包。仔细的算了下，这次一共得到了几千枚金币，暗金装备13件，火之晶核一共3800枚，也算不少的收获了。将得到的东西整理完毕，陈峰骑上黑暗魔龙，带着浩浩荡荡的魔龙军团，继续向着祖龙城内部走去。就在陈峰坐在魔龙背上，低空在偌大的祖龙城中飞行时，盘龙之界轻微抖动，一阵召唤感传来，有一股，赶忙指挥巨龙下降到地面，根据盘龙戒指传来的指示方向走去。不多时，在一处陷入地下的街道上，发现了一副巨龙骨架出现在眼前。只见到巨大的龙骨上沾着一丝黑色气息，骨头上一道道伤痕，显示着生前肯定经历了一场大战后才陨落至此。陈峰缓缓靠近时，原本倒在地面上的巨大骨骸好似感觉到什么似的，一道灰白色的龙魂在骨头上升起。人类，你是谁？为什么打扰本龙再次长眠？巨龙之魂看着陈峰有些戒备。陈峰亮出了手中的盘龙之戒，说道：我是受了祖龙大人魂魄的委托，来到这里，将上次天灾大战中陨落的巨龙遗骨收回，并带回龙域，让你们的灵魂得以安息。听到陈峰的话后，巨大的龙魂戒备的心稍稍放下，一丝丝龙气弥漫出。在龙魂感觉到陈峰手上戒指传来的气息时，巨大的龙魂轻微颤抖了一下。我等在抵抗天灾入侵时，我和我的同伴都遭受到了亡灵大军的袭击，死伤惨重，又遭到了冰龙王辛德拉的背叛，导致龙族差点毁灭。还好祖龙大人凭借祖龙城的力量将巫妖王打成重伤，龙族一脉才得以保全。
我等战死的龙族也因为次元空间爆炸，跟着祖龙城飘荡到此，无法离开。我就知道祖龙大人还没有忘却曾经守护龙族的战士。200年了，我的灵魂终于可以得到解脱。巨龙之魂激动地说道。其他巨龙的遗骨都在哪里？我要将所有的遗骨全都带回龙域。陈峰问道。感谢你，勇敢的冒险者。你将我的遗骨收到盘龙戒指内，就可以看到其他巨龙遗骨的位置。陈峰照做。下一刻，陈峰的任务面板更新。叮咚，任务寻找祖龙城任务更新完成，请按照任务标识的坐标寻找到祖龙城内的全部遗骨。当前任务进度1/13。陈峰打开任务面板，看向系统界面显示任务坐标，加上自己这个坐标，一共是13个，分别散布在祖龙城各个角落。先去近一点的位置寻找吧。陈峰根据系统的任务指示面板，将此次的路线规划好，随即驱动巨龙向着规划好的地点飞去。不一会又到了下一个地点，同样的方法将巨龙遗骨收起，再次前往下一个地点。终于，陈峰花费了半天的时间，将13具巨龙遗骨全部收集齐。叮咚，你的任务寻找祖龙城已经完成，你可以到圣龙骑士兰若处领取任务奖励。擦了擦头顶的汗水，呼出一口气，终于完成了。旋即看了看游戏中的天色，也已经变得灰暗，光脑中显示的时间已经是半夜12点了。先下线休息会吧，明天将中间的大殿探索一番，就回去交任务。打定了主意，安排10头黑暗魔龙守护在自己的身边后，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简单的处理了下个人卫生，洗了个澡，躺在床上就安静的睡去。第94章，发现火焰秘境，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陈峰起床，简单的对付了一下早餐，回到游戏舱内，再次进入了游戏。欢迎回来，意识再度回到游戏世界，随便骑乘了一头黑暗魔龙，便向着祖龙城的中心大殿飞去。在城内飞行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整个祖龙城的中心大殿上空。陈峰指挥黑暗魔龙缓缓地下降到地面上，看向整个大殿。整个大殿的外部都是使用一种不知名的材质制作而成，和之前外部城墙所用的材质完全不同，也没有任何破败的气息，就好像昨天刚刚建成的样子。整体风格有点类似现实世界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尖端就是外部结界的能量来源。陈峰向着大殿门口方向走去，发现大殿入口的位置大门紧闭，这要怎么进去呢？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开始尝试进入的方法。半个小时后，我去，什么情况？怎么都进不去？陈峰在半个小时内尝试了无数种方法，想要找到进入大殿的机会，大殿的入口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他甚至召唤出了召唤物，对门口不停地发动攻击，但是攻击了好几分钟，门口照样纹丝不动。就在陈峰准备放弃回去交任务时，他看到了原本大殿的门口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圆环状孔洞，这个孔洞在大门一个小角落，就如同戒指一般大小，不仔细查看还真的看不到。这难道是进入大殿的钥匙孔？陈峰上前查看了孔洞圆环的大小，然后对比了一下自己手上的盘龙戒指，发现了两者的吻合程度非常高。取下手上的盘龙戒指，放入孔洞之中。就在盘龙戒指放入的一瞬间，整个大殿好似被激活了一般，发出了耀眼的光亮。在一阵抖动之后，大殿的门口处的通道化为一道光幕消失，盘龙戒指也重新掉落回到陈峰的手上。看到如此奇异的场景，陈峰倒吸了一口凉气，看向内部通道。整座通道好似宇宙空间一般，散发着点点星光。陈峰进入大殿的内部，在踏入大殿的一瞬间，陈峰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原地。叮咚，欢迎来到隐藏副本火焰秘境，请在1小时内击杀副本里所有生物，死亡或者时间到达，副本失败，此副本是唯一副本，失败后无法再次进入。突兀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将陈峰吓了一跳，竟然是唯一副本。陈峰呢喃了一声，好似想起了什么。唯一副本顾名思义，就是只可以触发一次的副本，在元宇宙的介绍中有所提起，是非常难以触发的。当然，只要触发的唯一副本通关了，肯定可以得到高额的奖励。前世陈峰记得也有个玩家不知道做了什么任务，触发了元宇宙的唯一副本，但是据说副本的难度太高，在进行副本闯关的时候，任务失败了，导致虽然触发的唯一副本，但是没有通关，错失了取得高额奖励的机会。没想到这事自己竟然触发了，真的是好事一环接一环。至于副本的难度，陈峰现在是一点都不担心，以他现在的实力，只要不是目前各势力中最强大的存在，其他怪物陈峰现在还不放在眼里，只是送经验和奖励而已。打量了一下副本周围的环境，发现自己现在处于一片刺红的宫殿之中，地图周围有一道道龙头形状的建筑矗立在地图的上下两方，此时周围并没有任何一只怪物。陈峰打开了副本地图，发现了这个副本的通关模式有点类似闯关，
当你通关了一层房间后，才会有进入下一个房间的机会，不停的通过，最后一个房间就是本次副本的 BOSS， 只要击杀了最终 BOSS 就算任务通关了。此时陈峰处在副本的第一个房间内，没有任何怪物，应该是让玩家在这个房间内将自己的状态恢复满，好进行下一个房间的挑战。这样也好，自己不需要每个角落的寻找怪物，因为有的副本只要有怪物还在那个角落就无法通关，非常的浪费时间。支配之阵技能施法完毕后，直接向着第二关的房间进发。通过第一个房间的传送阵，白光闪过后，陈峰出现在了第二个关卡的房间之中。只见到远处一头头蜥蜴样子的怪物出现在眼前。火焰地龙，黄金级生物，等级 LV50， 血量2万，攻击3100，防御1500，技能喷火，龙尾攻击，利爪。描述：原本只是一只普通蜥蜴，受到龙气的影响，成为了地龙，现在是守护火焰秘境第二关的生物。沼泽地龙，黄金级生物，等级 LV50， 血量2万，攻击3100，防御1500，技能龙吼，石化。描述：原本只是一只普通蜥蜴，受到龙气的影响，成为了地龙，现在是守护火焰秘境第二关的生物。两种类型的黄金生物，火焰地龙是红色，沼泽地龙是绿色，比较好分辨。这种普通级别的黄金生物，陈峰还是不放在眼里的，直接指挥召唤物大军向前推进。轰隆隆，一道道范围性的攻击飞向前方地龙的脑门，伤害数字不停的冒出，没有任何意外，面前的地龙还没等释放一个技能，就倒地化为经验和金币。几分钟后，第一关的地龙就全都化为金币和装备，消失在副本。拾取完地面上的战利品，继续前往下一个关卡。白光闪过，第三关的怪物出现在眼前，是一只有着人类身躯，但是长着龙角的龙人，看样子应该是一个 BOSS。陈峰也懒得查看属性了，顶天了就是一只黄金 BOSS， 没有什么挑战性。对召唤兽释放了技能鞭打后，让召唤兽自行发动攻击。陈峰则是悠闲地坐在巨龙背上抠脚看戏。几十秒后，在一众召唤生物技能的狂轰乱炸之下，这一关卡的 BOSS 发出一声哀鸣，倒在了地上。大量的经验进入陈峰的体内，一道金色的光芒在陈峰体内升起。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5 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打开人物面板，将获得的潜能点全部加在智力上，顺便将召唤物的等级全都提升到 LV55级后，进入了下一个关卡。接下来的几道关卡，在陈峰大量召唤生物面前，基本活不过10秒就被全部秒杀，终于来到了副本最终 BOSS 的房间前。陈峰重新召唤了一轮召唤物后，便进入了 BOSS 的房间。第95章火焰领主苏尔特。就在陈峰进入房间的一瞬间，副本的景色突变，周围的场景一阵变换，原本的地面变得赤红。陈峰刚刚踏上房间地面时，一阵滚烫的感觉在脚下传来，他的头顶上不停地冒着500的伤害数字。叮咚，你进入赤炎之地，每秒受到500点火焰伤害，离开赤炎之地后效果消失。听到系统提示音后，陈峰看向周围的召唤物，除了飞行的魔龙之外，所有的召唤物头顶上也不停地冒着500的伤害。1秒扣500，10秒就是5000，即使是陈峰时间长了，也顶不住这持续的伤害。赶忙指挥圣光精灵释放了几道治疗魔法，将自己和召唤兽损失的血条拉满，随即指挥黑暗魔龙将自己和召唤兽全部带到了天上。离开地面后，受到的火焰伤害就停止了。这个时候，陈峰才开始打量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在高空往下看去，整个 BOSS 的房间就是一座火焰组成的大殿，四周的墙壁和柱子上都勾勒着无数火焰图腾。人类，没想到你居然能活着来到这里。就在这时，大殿的上方一道嘶哑的声音传了过来。陈峰皱了皱眉，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到大殿的王座之上坐着一道体型巨大的火焰身影。和普通的火焰身影不同的是，这道火焰身影全身披着铠甲，头戴火焰皇冠，手中一根赤红色法杖，很是耀眼。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级 NPC， 等级 LV60，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远古时期就存在的火灵，慢慢成长后成为火焰之地的君主，被邪恶的巫妖王通过召唤仪式召唤了他，并将他奴役，在与龙族的大战中被困于此，经过多年的消耗，实力大不如前，现在成为了火焰秘境中的首关 BOSS。 竟然是火焰领主！看到侦查术传来的信息，陈峰有点惊愕。火焰领主苏尔特在前世可是元宇宙大陆上为数不多的半神级 NPC 之一，手底下统御着100万火焰大军，所到之处无人敢与之匹敌。没想到自己竟然在这里遇到了，而且前世实力强横的半神级 BOSS 火焰领主，现在的实力竟然那么拉胯，已经下降成为了史诗级 BOSS， 而且还被困在秘境里。
不过根据陈峰的了解，他应该还是通过什么方法离开了秘境的。而且火焰领主苏尔特在后期还是得到了永恒之火，在吸收完之后实力突飞猛进，成为半神级生物，组建了元宇宙大陆又一个庞大的势力。而且因为巫妖王曾经奴役过他，导致火焰领主非常讨厌亡灵天灾，时常和天灾军团作战。俗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陈峰此刻已经不想将火焰领主苏尔特干掉，要是能将他收为小弟，貌似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就在陈峰想着将火焰领主苏尔特收为小弟的时候，苏尔特此时也是这个想法。他已经被困在这个秘境不知道多久了，好不容易来个冒险者，好像实力还算不错，还是有机会帮助他离开秘境的。人类冒险者，你能来到这里，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如果你臣服于我，并帮助我逃出这个秘境，我不但可以饶你一命，还可以让你成为我麾下火焰大军的统领。你觉得怎么样？苏尔特开口说道。陈峰撇了撇嘴，看向苏尔特，我可以帮助你出去，但是你出去后必须成为我的奴仆，需要和我签订契约，怎么样？苏尔特听完瞬间大怒，这人类还真的不自量力，我堂堂火焰领主，火焰之地的王，让我认这个年轻的人类为主人，开什么玩笑？我就算困在秘境一辈子，也不会认这个不知好歹的人类为主人。年轻人，你真的不知好歹，既然如此，我就让你见识见识火焰的力量。苏尔特冷冷地说道，他想要展现一点实力，好让眼前的年轻人知道他的厉害。只见苏尔特手中虚空一握，另外一只手上火焰元素凝聚，很快就凝聚出了一柄火焰巨剑。先让你尝尝火焰的滋味。话音刚落，他手中的火焰巨剑陡然变得巨大，携着巨大的热浪，狠狠地扫向空中的陈峰。陈峰见状也明白，不将苏尔特打败，他是不可能服从自己的。指挥黑暗巨龙降低高度，躲避火焰巨剑，随后指挥路易斯释放冰刺。10个大魔法师路易斯同时释放冰针，一瞬间就将房间的高温变得寒冷了起来。咻咻咻，一根根冰刺在大殿上空形成，以极快的速度扎向火焰领主苏尔特。苏尔特看向飞向自己的冰刺，另外一只手上的红色法杖挥动，一道道火焰能量在他周身形成了一面火焰巨盾。呲呲呲，一阵冰火交加的声音传来，不断的有冰刺撞击在火焰巨盾上，两道能量在不断消融。可恶，这人类召唤师通灵出的召唤物的实力怎么如此强大？看来我要使用全力了。苏尔特看到陈峰的召唤兽竟然能和自己保持僵持状态，有些震惊，但是随即又变得开心了起来。这个召唤师越强，帮助他脱困的几率越高。只见到苏尔特身上的火焰变得更加旺盛，手中火焰巨剑指向陈峰，一道精纯的火焰能量以极快的速度突破漫天的冰刺，向着陈峰轰去。轰隆隆，火焰能量击中大殿的房顶，使整个房顶都颤抖了起来，产生的灰尘将整个大殿笼罩。完了，用力过猛，别给打死了。苏尔特看向上方，感觉自己这次用力可能过猛，万一要是将这个人类冒险者打死了，他出去的希望可就再次破灭了。第96章史诗级 NPC 追随者。就在苏尔特紧张地看着陈峰所在的方向时，圣光囚笼，金色的能量在他的头顶汇聚，下一秒一座座囚笼向他笼罩而来。这是什么？苏尔特大惊，挥动火焰巨剑试图在囚笼之中挣脱。轰轰轰，大量的金色能量被苏尔特的火焰巨剑斩断，很快就要重新冲出囚笼摆脱控制。这火焰领主还是很强的吗？陈峰嘀咕了一声，开始再次释放召唤技能。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一连释放了3次技能，15道召唤法阵形成，15个大魔法师路易斯出现在黑暗魔龙的背上。冰冻刺针，加上之前10个大魔法师路易斯，现在一共是25个。他们同时释放技能，这下整个大殿就好似全是冰元素能量一般，甚至将地面的火焰温度都降了下去。那是什么？火焰领主苏尔特惊恐地看向大殿上空，此刻的他都感觉到周身的火焰能量在急剧消耗，连他手上握着的火焰巨剑的尺寸都小了1号。咻咻咻，无数的冰刺带着破空声向着火焰领主苏尔特袭来。火焰领主苏尔特见状，收起火焰巨剑，挥动火红色的法杖，将全身的魔法力都使用了出来，凝聚了比之前还要厚好几倍的火焰巨盾，妄图再次抵挡。但是现在可是25个传奇大魔法师路易斯同时释放的冰刺，他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果不然，火焰巨盾在坚持了几秒钟后就被冰刺击碎。在没了火焰巨盾的防御下，冰刺直接落在了火焰领主苏尔特的身上。啊！2451、2224、2512，一声声哀嚎传来，不断的有伤害数字在火焰领主苏尔特身上飘出，他身上的火焰也在不停的消退。很快，他原本巨大的身躯就变得娇小。怎么样？要不要成为我的奴仆？
陈峰此时落在地面上，看向下身已经被冰冻住的火焰领主苏尔特。我是伟大的火焰领主，我怎么？苏尔特话还没说完，又几道冰刺将他击中，他身上的火焰再次减少了几分。怎么样？陈峰再次提问。我还没等说完，冰刺又来了。臣服。冰刺消失不见。早那么说不就好了吗？陈峰一脸坏笑地看向火焰领主。你是我见过最强的冒险者，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求主人，你能带我离开这里。话音刚落，陈峰的面板上出现了一道系统提示。叮咚 ，LV60 级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级 NPC， 请求成为你的追随者，是否同意？叮咚，同意将 LV60 级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级 NPC 收为追随者后，可能会影响元宇宙现有大陆的剧情走向，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出决定。收了火焰灵族苏尔特会影响元宇宙大陆的剧情。我堂堂重生者加 SSS 天赋加唯一隐藏职业，你跟我说收个 NPC 作为小弟，让我慎重。以后自己可是计划收一个 NPC 军团，组成大军为自己所用的。直接无视系统，果断选择了同意。叮咚，恭喜你已经成功收服 LV60 级火焰灵族苏尔特，史诗级 NPC， 成为你的第一个 NPC 追随者。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获得 NPC 追随者的玩家，奖励技能点加时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1000点。叮咚 ，LV60 级火焰灵族苏尔特，史诗级 NPC， 与你的主仆关系已建立，可以在 NPC 管理界面查看追随者的面板信息。叮咚，全服公告，玩家世天成为全服第一个获得 LV60 级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级 NPC 追随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世天等级加1级，自由属性点加50点，技能点加10点。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叮咚，全服公告，全服第一个获得 NPC 追随的玩家已经出现，全服 NPC 追随者排行榜单开放，在得到 NPC 追随后，将根据追随者 NPC 的综合实力进行排行，每个月榜单前10的玩家将得到声望、金币、技能点的奖励。叮咚，全服公告。叮咚，瞬间6道全服公告连续刷屏，直接震撼了全服的玩家。这又是闹哪出？史诗 NPC 那么不要面子的吗？竟然成了世天大神的追随者。世天大神牛逼啊！竟然又给元宇宙搞出了一个最新的排行榜，666啊！不说了，谁能告诉我世天大神现在的位置？我要给世天大神送温暖。世天大神无时无刻用全服公告提醒我们努力是无用的。世天大神是我们龙国的，以后我们龙国绝对是最强的。世天 YYDS 龙国 YYDS 世天大神来我整容国强者。看到这6条世界公告后的一众玩家无不沸腾，有很多玩家感到惊喜的，有很多玩家嫉妒的，也有一部分玩家感到恐慌的。现在厄运沼泽外就有几万的野比公会的玩家在听到这条系统公告的时候，吓得话都不敢大声说。野比狙击，犹太会长，我们快跑吧！龙国的世天已经收服了 LV60 级的史诗 NPC， 要是他杀过来的话，我们这几万人可不够他看的。野比犹太，那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了杀世天，可是花了重金购买了可以在短时间内减少他90%属性的药水，没想到 LV60 级史诗生物竟然对他臣服了。他究竟在里面做了什么？野比雄贤，会长撒嘛，为了防止世天报复，我们还是尽快离开为好。我想他不会渡过海洋去追杀我们的。野比公会众人，撤吧。野比犹太看到此事已成定局，无奈地摇了摇头，叹气道：哎，不能将世天斩首在我们樱花国实属遗憾，那只能将这件事告诉星条国天使公会的人了。野比犹太无奈地摇了摇头。第97章，魔王赶来。没有办法，现在陈峰有了史诗级 NPC 追随者，即使一个人都能将他们整个公会的人员全部灭掉。他原本花了重金在另一名樱花国玩家手上买到了可以暂时减少玩家90%属性的药剂，有了这个药剂，他原本有着十足的信心可以将世天击杀掉，然后得到世天强大的秘诀。可惜啊，这个可恶的世天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竟然将 LV60 级的史诗 NPC 给收服了。可恶，可恶！野比优太无能狂怒。随后他只能指挥野比公会的玩家回到海岸对面的天元城。随着大量的公会成员撤离，此时祖龙城外围只剩下了野比优太、野比菊金和一众野比公会高层人员继续在外围的草丛蹲守。没有办法了，只能期待天使公会的人了。野比优太对着众人说道：优太会长，只要魔界的炎魔到来，世天即使有史诗 NPC 的追随，也必定要死在这里，到时候再考虑吧。现在天使公会也有人在我们的主城，先通知他们再说吧。嗨，炎魔城，你说的可是真的？一道沙哑的声音在炎魔城主府的大殿之中传了下来。哦，我的魔王大人，我以上帝欧部魔界之主的名义发誓，
千真万确，杀害少主的人就在厄运沼泽。此时大殿之下跪着一个闭眼黄发的白人青年，头顶挨地，天使汤姆正一脸胆怯地看着王座上的炎魔，小心地汇报着。他就是星条国几个加入魔界阵营的玩家之一，但是加入魔界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特别是在这个传说 NPC 炎魔的麾下服务，时不时就会遭受毒打。他作为魔界现在最底层的存在，任何一个魔界生命都可以欺辱他，但是为了星条国的任务，他只能在魔界忍气吞声。看你也不敢说谎，将坐标告诉本王，我要将他碎尸万段。炎魔在王座淡淡的说道。是，魔王大人，他就在厄运沼泽009528125081处。汤姆恭敬的说道。很好，这是给你的奖励，等我将那个杂碎杀了，回来再好好奖赏你。炎魔说完，向底下随意丢了一件黄金装备后，便从王座上起身飞离远去。汤姆激动地将丢在地面上的装备拾起，看了看装备的属性，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太好了，这段时间的苦总算没有白吃，竟然是黄金装备啊！汤姆如同抚摸爱人一般，抚摸着手中的黄金装备。此时，火焰秘境内，陈峰打开了 NPC 追随者的面板，角色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级成长型 NPC， 等级 LV60， 种族炎魔族，称号火焰领主，职业火焰领主，魔武双修，天赋火元素亲和 S 级，吸收火元素，强化自身属性，在火元素浓郁处可以回血。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 级的怪物属性，灵魂燃烧，焚化，火焰之剑，火焰护盾，岩浆冲击，召唤火魔，火山爆发，火焰锁链，省略。生命10086750000，被陈峰差点打死。攻击3万，防御8888，魔法3万，攻击速度1次每秒，1秒攻击1次，释放速度80%，移动速度普通移动3米每秒，奔跑移动6米每秒。属性省略。装备火焰权杖，火焰领主之戒，火焰领主的帝王套装，省略。忠诚度50，低于50可能会反叛。追随者 NPC 和小弱弱在自己面板上显示的位置是不同的，小弱弱可以算是平等契约，就像真实的朋友一般，最后一栏也是好感度，不是忠诚度。小弱弱绑定自己可以在自己这里汲取经验，然后成长。但是追随者 NPC 不同，他不能在主人这里汲取经验，除了主人给予东西外，无法在主人那里得到好处，所以两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看到火焰领主苏尔特，陈峰的心里略微有些小嫉妒了，血量竟然那么高，75万的血量相当于15-16个陈峰加起来的血量，而且凭什么你一个拿着法杖的法师还能使用近战攻击？这非常不公平啊！法师就好好的拿着法杖输出，别老整战士那一套。难道就因为你是 NPC 就可以开挂？陈峰撇了撇嘴，内心表示不服。随后在看到忠诚度一栏时，顿时满脸黑线。好家伙，这货还处反叛的边缘啊！这可不行，得好好敲打一下。此时的苏尔特并不知道陈峰可以看到他的忠诚度属性，还是一脸恭敬地看着陈峰，没有丝毫反叛的感觉。苏尔特，我呀怎么才能帮你出去？陈峰问道。主人，在这座神殿的后方有一座巨龙当年设置的结界，只需要打破就能带我出去了。苏尔特恭敬道。那你怎么不自己打破？陈峰疑惑。主人，我是被封印在此的，只要我攻击结界，就会被结界的能量反噬。主人，你是冒险家，可以攻击结界。苏尔特说道。你要是骗我，你就完了。陈峰此时不能完全信任苏尔特，他现在忠诚度才50，随时可能反叛，还是需要防着点的。主人，我可不敢。您如此英明神武，帅气强大，我想要追随你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欺骗主人？苏尔特对着陈峰吹起了彩虹屁。陈峰撇了撇嘴，没有理会，操作召唤物，先去试试再说。开始指挥黑暗魔龙向着后方的结界准备攻击。主人，又怎么了？陈峰问道。不知道主人能否帮我恢复点血量，我怕待会结界破碎波及到我。苏尔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好家伙，那么怕死？陈峰默默吐槽，随即指挥圣光精灵对苏尔特释放治疗技能，几道治疗术下去，发现血条不见上涨。这是怎么回事？主人，我的天赋技能想要提升实力和血量，必须使用火元素的物品才能让我恢复，这种治疗对我无用的。火元素的物品？陈峰好似想到了什么，在背包中将火之晶核拿了出来。喏，这可以吧？陈峰随手将一颗火之晶核丢给了苏尔特。见到火之晶核后，苏尔特眼睛大亮，死死地看着手上的物品，迫不及待地将火之晶核放到眼前。一道道精纯的火焰能量进入他的体内。第98章，忠诚的苏尔特。苏尔特原本暗淡无光的身躯瞬间变得明亮了起来，周身的火焰也变得浓郁。叮咚，
你赠送给火焰领主苏尔特一颗火之晶核，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加1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加100点。叮咚，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为150点，平淡。这也行。陈峰内心狂喜，要是这样的话，自己只需要多给他几颗火之晶核，岂不是再也不用担心苏尔特反叛了？主人，这东西还有吗？我还未恢复。苏尔特再次开口，这可不是我强行要给你的，是你自己要的。陈峰在内心想着，随后又丢给了苏尔特20颗火之晶核，很快又被苏尔特一次性全部吸收。叮咚，你送给火焰领主苏尔特一颗火之晶核，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加1，触发100倍奖励增幅。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加100点。叮咚，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为250点，普通。叮咚，你赠送给省略。叮咚，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为350点，亲切，省略7。叮咚，你送给火焰领主苏尔特一颗火之晶核，省略。叮咚，火焰领主苏尔特对你的忠诚度为999点，依赖，忠诚度已达上限，无法提升。随着系统提示音的不断响起，火焰领主苏尔特的血量也在持续恢复着。苏尔特，我对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怎么感觉不到一丝恨意呢？甚至还有一点点小依赖。此时，苏尔特的内心突然冒出了这种想法。原本他的计划是，只要自己出去了，找个机会就开溜。他可是伟大的火焰领主，生于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但是现在，他竟然没有一丝想要反叛的想法了。难道眼前的这个主人有着让人屈服的超能力？随着20颗火之晶核的能源被苏尔特一颗颗吸收着，在他吸收到第15颗火之晶核时，在吸收完的一瞬间，他身躯上的火焰变得极为旺盛，一股更为精纯的火焰能量在他周身迸发而出。陈峰此时也注意到苏尔特身上的异样，几秒钟后，迸发的火焰能量逐渐聚拢，回归到苏尔特的身上。叮咚，你的追随者 LV60级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成长型 NPC， 吸收了足够的火焰能量，等级成功提升到 LV61级，等级竟然提升了。听到系统传来的提示，陈峰略微愣神，这样就能提升？自己现在背包里可是有3800枚的火焰晶核的，要是全部用了，是不是直接能将苏尔特的等级提升到 LV70 甚至 LV80级，直接从史诗 NPC 突破到传说级 NPC？ 想到这里，陈峰的内心有些小激动，现在拥有一个传说级 NPC 追随者作为小弟，想想就有点小激动呢。感谢主人的赐予。此时火焰领主苏尔特一脸恭敬地看着陈峰，陈峰笑了笑，再次拿出了1000枚火焰晶核丢给了苏尔特。虽然这个东西确实值点钱，但是对于拥有星纪元商会的陈峰来说都是毛毛雨。见到一堆火焰晶核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他早就激动得说不出话。虽然以前他不怎么看得上这些东西，但是自从被巫妖王控制，然后被困在祖龙城秘境如此长的时间里，他是一点点火元素都没吸收啊，就像被饿了几百年的流浪汉一样。谁知道他这几百年是怎么过来的？现在的苏尔特已经为自己刚才做出的决定暗自欣喜。实在太令人感动了。苏尔特喜极而泣，陈峰满脸黑线，这还是传说中无敌的半神吗？没有理会苏尔特，等他慢慢吸收，自己现在要去试试怎么把秘境的结界打破了，带苏尔特出去再说。其实陈峰将苏尔特装入盘龙戒指里，应该也能带他出去，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等到副本1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后，系统判定任务失败，才能将自己传送出去，这样非常浪费时间，还不如直接试试将结界打破，要是不行就实施另一个计划。片刻后，陈峰来到大殿的后方，果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道半圆形的光幕，正好将整个大殿笼罩在其中。陈峰没有犹豫，直接挥动手中的童话之森，一道道法阵迅速在地面上出现，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召唤圣光精灵，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省略5。这次陈峰没有召唤低品阶的机甲哥布林和格雷林，现在他们的品阶有点跟不上自己现在的召唤兽水平了，对付一些普通小怪还行，对付一些高品阶的 BOSS 时，品阶上的压制让陈峰很明显感觉到这2种类型的召唤生物有点力不从心了。至于黑暗骑士，主要就是为队伍提供防御和充当肉盾，现在打不会还手的结界也没必要出来。密密麻麻的召唤兽出现在结界的周围，头顶上还有5只盘旋着的巨龙。第99章苏尔特突破。陈峰对着所有召唤物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大量的攻击宣泄在结界的光照之上。轰隆隆，叮咚，警告，你召唤兽 LV55级圣光精灵攻击了火焰秘境结界，对结界造成了5000点真实伤害，
结界破碎，此次秘境副本自动失败。当前结界耐久度99950001000000。叮咚，警告！你召唤兽 LV55级大魔法师路易斯攻击了火焰秘境结界，对结界造成了8888点伤害。结界破碎，此次秘境副本自动失败。当前结界耐久度99861121000000。叮咚，警告！叮咚，警告！叮咚，警告！省略72。一时间，无数的系统提示密密麻麻的在陈峰的光脑上跳出。我尼玛，没被结界反伤而死，差点被系统提示送走。赶忙喝下一瓶回蓝药水，加1000 MP。这3级回蓝药水的回复效率太低了，30秒只能回复1000点，都快要赶不上自己的本身回复值了。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触发了装备的特效，出现了10个御姐法师路易斯姐姐。陈峰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路易斯姐姐了，不仅输出高能控制，最主要的是长得好看，声音还好听，简直是完美的召唤生物。轰隆隆，又是30颗巨大的陨石落下，结界的耐久度狂掉。5分钟后，满屏的召唤兽将整个大殿全部占满，好多都直接站到黑暗魔龙背上进行输出了。许久后，最后一颗陨石落下，结界应声而碎。叮咚，你已将火焰秘境的结界击破，副本任务失败，玩家可以通过破损的结界回到原地。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陈峰悠闲地看着自己召唤大军，有些小得意。短短5分钟的站桩输出已经高达1000万了，只能说还有谁？就在陈峰准备回去叫苏尔特走路的时候，一阵浓郁的火元素席卷整个大殿。陈峰此刻在高空之上也感觉到下方的炽热，远远的看去，以一个圆点为中心，不停有火焰能量聚集。难道苏尔特要突破了？陈峰内心想着。又过了5分钟后，周围的火焰能量在渐渐减弱，在最后一点点火焰能量流进苏尔特的身躯之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的追随者 LV60级火焰领主苏尔特，史诗级成长型 NPC， 吸收了足够的火焰能量，已经成功提升为 LV70级火焰领主苏尔特，传说级成长型 NPC， 追随者的属性得到大幅提升。果然提升品阶了。陈峰笑着打开了苏尔特的信息面板，角色火焰领主苏尔特，传说级成长型 NPC， 等级 LV70， 种族炎魔族，称号火焰领主，职业火焰领主魔武双修，天赋火元素亲和 S 级，吸收火元素，强化自身属性，在火元素浓郁处可以回血。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灵魂燃烧，焚化，火焰之剑，火焰护盾，岩浆冲击，召唤火魔，火山爆发，火焰锁链，省略。强化版，生命1500000，1500000，攻击66666，防御18888，魔法55555，攻击速度3次每秒，1秒攻击1次，释放速度100%，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6米每秒，奔跑移动10米每秒。属性省略。装备火焰权杖，火焰领主之戒指，火焰领主的帝王套装，省略。忠诚度999。依赖。看到属性后，陈峰直接惊呆了，属性直接翻了1倍，这难道就是 NPC 外挂吗？为什么 NPC 的成长能那么高？陈峰表示不服，为什么系统不给他也发个这样的外挂？陈峰撇了撇嘴，想到还好这个 NPC 现在是自己的小弟，原本不平衡的心理略微好转了些。这时提升完成的苏尔特正屁颠屁颠地跑向陈峰，多谢主人，让我恢复了一些实力。苏尔特满脸讨好地看着陈峰，陈峰再次撇了撇嘴，总感觉苏尔特叫自己主人的感觉怪怪的。你以后叫我老大吧，主人的我很不习惯。陈峰看着苏尔特说道。好的，老大。苏尔特回答。陈峰点了点头。走吧，结界已经破了，我带你出去。是，老大。两人回到祖龙城的外围。走吧，先带你回我的城池。陈峰准备先将苏尔特带回自己的主城再说，他现在是个 LV70的传说 NPC， 只要有他在，自己的天星城就再也不需要担心魔界和天灾的侵扰了。自己外出做任务的这段时间，时常收到城池被进攻的提示，还好自己走之前强化了一下城池的防御，加上让城卫军首领出高薪聘请了几个高等级的 NPC 帮助守城，才化解了好几次危机。但是原本计划中的矿产就一直得不到发掘，这次自己将苏尔特带回天星城，我看谁还敢入侵。计划好了一切，陈峰召唤了黑魔龙，准备直接飞行回到人族主城。就在这时，苏尔特突然开口：老大！有一道不弱于我的气息就在祖龙城的外面，他可能对老大你有想法。什么？
你怎么知道？陈峰有些疑惑。我的天赋技能可以感觉到周围强大生物的气息，而且这道气息可能是魔界的。索尔特说道。魔界？可是魔王是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的？陈峰略微思考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之前在全服对自己发布悬赏的研魔，可是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准确坐标的？而且好几万的杂鱼也在附近。索尔特感应了一番后再次说道。听到这话的陈峰恍然大悟，原来是樱花国的杂碎将自己的坐标透露了出去，自己差点都忘了这件事了。本来自己都计划去樱花国服务器走一遭的，现在倒是让他们提醒了自己。魔王又如何？来这之前自己可能没有信心对付传说级别的魔王，但是现在自己不仅仅有一个实力不弱于魔王的 NPC 小弟，而且只要自己不死，自己的召唤兽大军也能够碾压魔王的。至于这帮樱花国的杂鱼，自己最垃圾的召唤兽机甲哥布林都够打他们全部了。老大，怎么办？要不要出手灭了他们？此时索尔特满脸的兴奋，几百年没有出手了，一出来就能碰到和他实力相当的魔王，自然要好好战一场，自然是干他丫的。话音落下，陈峰带着索尔特跳上了黑暗魔龙的背上，快速向着祖龙城入口处飞去。第100章被魔王堵门了。此时祖龙城外围，轰轰轰，一道道魔火轰击在祖龙城的结界处，迸发出一阵阵能量波动。但是整个祖龙城形成的结界可比一个普通秘境结界的耐久度高多了，一时间炎魔的攻击也如同石沉大海一般，不能对结界造成什么实质的伤害。可恶，这结界究竟是什么级别的？怎么连我都破不了？炎魔站在地上看向前方的结界，周围一群星条国和樱花国的玩家簇拥在一起，看着眼前这个无法匹敌的存在。好强的魔王啊！我感觉他一个手指就能将我秒杀。是啊，释放出来的威压就让人喘不过气来，只能用龙国一句经典名词恐怖如斯来形容了。魔霸呀！我们主城的最强 NPC 也不是魔王大神的对手啊，只有伟大的八岐大神才能与之匹敌。歪瑞古德就是要这样的效果，伟大的魔王大人一定会将龙国的挂逼是天给制裁了的。游戏世界的霸主还得是我星条国爸爸。一群星条国和樱花国的玩家看到如此场面，都忍不住互相吹嘘了起来，有甚者还在祖龙城外围开启了游戏直播。他们都想见证陈峰出来时被魔王如何吊打，然后被关押到魔界的监狱，让整个龙国失去陈峰这个精神支柱。直播间开启的一瞬间，几个热词就吸引了全球几个亿的关注量。没办法，无论是传说级别的魔王，还是全网拥有好几个亿粉丝的是天大神，都是自带流量的存在。当这两个人碰撞到一起，会发生什么？现在谁都不知道。有些有心人也在樱花国玩家的直播时发现了商机，纷纷向着厄运沼泽处聚集，想要通过这次的热度时间为自己涨粉。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这件事的热度就变得更高，一跃成为了整个元宇宙官网最热最火的事件。基本上全蓝星只要在玩元宇宙的玩家，基本都关注到了这件事。这件事很快也传到了龙国的高层。为什么陈峰的位置会被魔王知道？此时正端坐在会议桌左侧最靠前位置处，一名身穿笔挺的军装，肩膀上扛着3颗金闪闪的将星，虽然两鬓头发略微有些发白，但是挡不住一身威严的气势。此人正是龙国为数不多的上将之一沈建国，他目前也是元宇宙军方的总负责人。沈老，据我们龙组的调查，陈峰位置的暴露极有可能是龙国一个叫凌云集团的势力所为，而且这个集团长期跟星条国高层有着密集的数据交流记录，具体的证据相信用不了多久应该就能得到。底下一名大笑恭敬地说道：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难道不知道现在元宇宙对整个世界局势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吗？竟然出售本国的数据给他国，不用等什么证据了，直接将凌云集团的核心人员先控制了再说。沈建国一脸愤怒，他最看不起出卖国家而换取利益的人。沈江啊，陈峰能有现在元宇宙中有如此成就，肯定有着不一般的手段，相信这次他也能化险为夷。此时整个会议的主座上，一道苍老而又威严的声音传来：借统领吉言，现在我们在元宇宙确实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靠他自己了。沈建国一脸无奈地说道。根据全蓝星科学家对元宇宙这款游戏的研究来看，这款游戏以后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蓝星的命运，有些计划可能需要提前了。沈江，你要是有空的话，就去找下陈峰看看他是什么想法。统领老人再次开口。是，统领。沈建国回应。此时元宇宙官方直播间，大量的人涌入到了直播间中，一众龙国玩家看到自己目中的弑天大神竟然被魔王截胡在樱花国的地盘，很明显这就是樱花国想要将弑天从神坛上拉下来，顿时点燃了龙国人存在基因里对樱花国的恨意。整个直播间不停地刷出针对樱花国的国粹，樱花国的玩家也在直播间里开始了和龙国玩家的对喷。但是奈何弹丸之地，
人口就那么几个，连龙国一个省都不如。很快在网上他们就被骂得狗血喷头。此时陈峰正在黑暗魔龙上面将自己的状态恢复满，在面对等级高过自己35级的传说 NPC 魔王，自己还是不敢大意的。终于在飞行了一段时间后，轰轰轰，入口处的结界传来了一阵阵猛响声。老大，那道强大的魔气就在前方结界的出口位置了，他应该想要击破结界，正在不停地发动攻击。苏尔特缩小了1号后，站在另外一头巨龙背上，对着陈峰说道。陈峰点了点头，此时他也感觉到前方那道强大的生物气息了。他在刚才就已经在巨龙背上不停地召唤，因为现在的召唤物持续时间在提升 100% 召唤物时长的天赋的加成下，时间基本可以维持在5分钟左右。这样陈峰就能在巨龙背上开始不停地刷新召唤兽，一只黑暗巨龙的背上可以骑成100个单位的召唤物，5只就是500。当然由于魔法值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召唤出如此多的召唤兽。陈峰现在的魔法值已经达到了28000多，大概可以一次性召唤出大约100多只召唤兽。只见到黑暗魔龙背上一个个召唤兽的出现，陈峰准备再出去的一瞬间，就给外面的魔王来一个致命一击，随后就让苏尔特前去对付他，保险起见，自己还是辅助对付樱花国那些杂鱼。第101章，外界战斗开始。此时直播间内观战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个亿。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大战，特别是樱花国和星条国的高层都在死死地盯着直播间的屏幕，希望陈峰早点出现，然后被魔王秒杀掉。法克，世天不是怂了吧？躲在结界中不敢出来了？胆小鬼世天，快出来战斗啊！世天肯定是感觉到魔王散发出来的威压，躲在结界里面不敢出来了。哼，龙国第一人也不过尔。除了星条国和樱花国的一众高层外，其余一些歪果人玩家也秉承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开始在直播间中刷起了弹幕，这直接将整个龙国玩家都激怒了，又开启了新一轮的网络对喷环节。就在这时，结界的入口处5道巨大的身影在结界处飞了出来，几秒后，整个山谷上黑压压的一片，好似乌云蔽日。一众樱花国玩家，纳尼？天怎么突然黑了？这不是刚中午？难道要下雨了？应该不至于，刚才还是万里晴空。一众樱花国玩家抬头看向天空，你们快看天上，那是什么？好像陨石啊！哦，陨石啊！什么？陨石？快跑啊！轰隆隆，一阵地动山摇，无数的陨石在天空中急速坠下，狠狠地砸在炎魔所在的范围。数百名路易斯同时对着魔王释放了陨石天降，足足300多颗陨石将整片天际完全覆盖。猝不及防下，几颗陨石击中正在轰击结界的炎魔，炎魔的反应也算快，飞速地向着后方退去。但是覆盖的面积实在是太广了，加上不断有召唤物释放限制技能，使炎魔的速度锐减。紧接着一颗颗陨石击中了炎魔，将它砸到了地底。3250、3251、3333，不停的有伤害数字在炎魔的头顶飘出，陨石溅射的范围同样砸死了一群来不及跑路的樱花国和星条国玩家。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后纷纷震惊，好强，这难道是神之力吗？几天不见世天大神，他竟然又变强了。垃圾魔王竟然对我世天大神不敬，这就是你的下场，太炫酷了！你看世天大神骑乘的竟然是巨龙啊，好帅！我要是可以在龙背上感受一下，这辈子就值了。世天会长 YYDS 吊打魔王，一众网友震撼的同时，纷纷将直播间的视频上传到其他平台，导致全蓝星的玩家对陈峰的战斗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可恶的人类！一阵愤怒的咆哮在地面上的碎石堆中传出，轰！紧随而来的是一道燃烧着黑色火焰的身影，冲向高空，直指陈峰。卧槽！快看，这样魔王都还没死，这丫的也太强了吧！陈峰看向冲过来的身影，冷冷一笑，随即对着黑暗魔龙释放了鞭打技能，魔龙全身笼罩着赤红色光芒，速度暴涨，迅速退去。你的对手是我！一道浑厚的声音传了过来。只见到一道火焰身影在一头黑暗魔龙的背上跳了下来，在落地之前，身躯渐渐变大。落地后，一个身高数十米的火焰巨人出现在炎魔的面前。那道火焰巨人难道就是世天大神的追随者吗？好威武霸气啊！世天大神的 NPC 追随者不是史诗级别的火焰领主吗？怎么感觉这气势好像比天上的炎魔还要强大？快快快！现场还能喘气的人，快出来将属性截屏到直播间！速度，速度！随后果然有一道侦查术的截图出现在直播间的弹幕之中。当一众直播间的观众看到火焰领主苏尔特传说级 NPC 的字样后，纷纷震惊地张大了嘴巴。传说级 NPC 都成为了世天大神的小弟，我也是世天大神的小弟，
那岂不是说我等于传说级 NPC？ 一名新纪元工会成员的弹幕。楼上神逻辑，不过我也想成为是天大神的小弟，实名羡慕。快干死他丫的！之前嚣张的樱花国走狗呢，现在还嚣张吗？看到我龙国的实力，有没有吓尿？这帮小鬼子等着好了，等我们的是天大神解决了魔王，下一个就是你们了。哈哈！樱花国玩家，此时炎魔的身躯也变得庞大，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黑色火焰，正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火焰领主苏尔特。可恶！远古火灵，你为什么会效忠一个异世界的冒险者？此时炎魔手上凝聚了一柄黑褐色的长刀，不停地抵挡着火焰领主苏尔特的攻击。而火焰领主苏尔特一只手拿着火焰权杖，一只手拿着凝聚而出的火焰巨剑，不停对着炎魔发动的攻击。哈哈，卑微的魔界生物，我老大的风姿岂是二等可以看穿的？就你这样的魔界生物，长得如此丑陋，估计送上门我老大都不要呢。火焰领主苏尔特对着陈峰吹起的彩虹屁，还不忘嘲讽了一番炎魔。炎魔听到话气的不行，身体周围的魔火大涨，继续攻向苏尔特。一时间，两道火焰身影打得有来有回。此时的陈峰指挥大量的召唤兽对着炎魔发动了一次袭击之后，没有继续恋战，只留了几十只召唤兽在火焰领主苏尔特那边帮他打辅助。因为炎魔的防御实在是太高了，除了真伤的圣光精灵可以大幅破防外，就连路易斯最强的陨石天降也只能打出3000点的伤害，其他技能的伤害就更低了。所以陈峰没有留下太多召唤兽在火焰领主苏尔特那边，而是自己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召唤兽大军向着逃窜中的樱花国玩家追去。第102章炎魔跑路。与此同时，正在空中指挥黑暗魔龙追杀地面上樱花国玩家的陈峰感到有些许无聊，便打开了自己游戏的光脑直播。自己有一个1亿粉丝的账号，好歹也要利用，赚点直播收入补贴家用。游戏中玩家的直播是非常的方便的，只需要打开游戏中的光脑直播按钮，就可以开始游戏直播了。就在陈峰打开直播的一瞬间，原本陈峰的粉丝都收到了系统提示。什么？我没有看错吧？弑天大神竟然开启直播了，我要去看看。真的是弑天大神，他正在龙背上直播。哇，大神真的好帅啊！我是你的女粉丝，好想和大神一起在龙背上测龙奔腾啊！楼上的小妹妹，你注意点形象啊，不要乱开车。想要追求弑天大神的女粉丝，在魔界能排到天灾，还轮不到你呢。弑天大神，我是你的死忠粉，我一定要成为你的棒一。我才是，看我超能力！一时间，直播间里的屎黄色按钮为爱发电乱飞。陈峰看向自己的直播间屏幕，人数一下子就涨到了2个亿，弹幕上文字密密麻麻的，都完全看不到直播间的画面了。第一次直播是不是先来一个开场白啊？陈峰心想，好像他在看其他人直播的时候，主播都会来一段开场白来着。大家好，我是弑天，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也看到了，我孤身一人闯入了樱花国和星条国数万人的队伍之中，随时可能遭受到集火，非常的危险。希望大家可以动动发财的小手，给可爱的主播点点屎黄色按钮，免费的为爱发电刷一下，再次感谢大家了。比心！哇，我晕了！弑天大神竟然对我比心，我受不了了！屎黄色按钮在哪里？看我点爆你！发电！发电！为了弑天大神发电，直播间又是大量的礼物飞过。感谢乱世火落寞送的波波奶茶，客气了，发电就行了，哈哈！感谢爱吃乌日末的龚老师的催更服，感谢用户13156323的金币送花，感谢执手晚青丝的大量为爱发电，感谢喜欢石恒的颜蓝点赞，谢谢，感谢大家的礼物。陈峰看到满屏幕的礼物，内心狂喜。过了一会，陈峰将直播间的镜头对向巨龙前方的位置。哈哈，大家也看到了，前方逃窜的有数万名小日子。为了感谢大家的发电，现在开始，直播间里的玩家凡是刷一个为爱发电，我就将一个小日子送回城，2个发电就送2个。来，对小日子有怨气的，现在就是个报仇的好机会了。陈峰的话音刚落，直播间的各国玩家都炸开了锅。我去，有这等好事！我早就看小日子不爽了，我刷10个为爱发电，礼物飘过。感谢花吹的10个为爱发电，轰隆隆，礼物飘出的同时，一颗巨大的陨石砸了下去，砸死地面上一大群樱花国玩家，估计已经不止10个了。用力过猛了，砸死有点多。陈峰露出了无奈的表情，给我狠狠的砸死这帮渣渣，我刷100个为爱发电。这时，直播间又一个土豪刷出了100个为爱发电，感谢江大叔叔100个为爱发电。陈峰再次指挥2只路易斯向着地面发动了攻击，轰隆隆，轰隆隆，一片陨石雨砸了下去，樱花国的玩家又倒下一群。再次感谢。随着直播间观众礼物不断，底下的樱花国玩家一个个都死在陈峰的召唤兽技能下。没过多久，整个战场上几万的樱花国玩家都化为白光消失。
这直接导致了在直播间观看的樱花国玩家和星条国玩家愤怒无比，但是他们除了无能狂怒，没有任何办法。此时，周围已经没有一个樱花国的玩家了，但是直播间里的为爱发电还是不断的出现在屏幕之中。没办法，这届网友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几万小日子根本不够杀。这可怎么办？即使现在关闭了礼物打赏，自己也欠下了几十万发电了，这可如何是好？陈峰在黑暗魔龙背上略微思索。对了，樱花国的主城不就在海对岸吗？不如嘿嘿嘿。打定了主意，陈峰带着黑暗魔龙向着樱花国城池方向飞去。此时火焰领主苏尔特和炎魔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两个传说级别的 NPC 打架真的是地动山摇，不时就有攻击余波将远处的山岳震碎，河流改道，整个厄运沼泽大片的树木都被燃烧殆尽，底下的生物全都躲入沼泽内部瑟瑟发抖，生怕自己一个运气不佳被波及到后灰飞烟灭。但是两人的战斗中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出，火焰领主苏尔特已经占据了上风，因为最开始时陈峰的第一轮偷袭虽然没有将全部技能命中，但是也将炎魔的血条打掉了 20% 左右，加上圣光精灵给火焰领主苏尔特释放的辅助魔法，以及 LV55级的两头黑暗魔龙在天空中时不时的就来几发龙炎和龙吼，使得炎魔痛苦不已。可恶的火灵，有种等我恢复单挑啊，别让这些爬虫帮你。那么多人竟然还搞偷袭，不讲武德。炎魔眼中满是怒火，但是现在他也知道这场战斗他已没有胜算。哈哈，你不懂，用老大的话来说，这叫战术。像你们如此愚笨的魔界生物肯定想不出来，只有我英明神武的老大才能想出如此妙计，受死吧丑八怪。苏尔特说话的间隙，一手挥动火焰领主权杖，召唤出了10只火魔，另一只手挥动手中的巨大火焰剑砸向炎魔。炎魔赶忙举起手中的漆黑长刀，抵挡住苏尔特攻击过来的火焰巨剑，身体借助巨剑的冲击力飞速后退。就在炎魔退到一处山壁上时，突然一个飞跃冲天而起。可恶的火灵，可恶的冒险家是天，你们给我等着，我下次回来一定会彻底抹杀你们。这时炎魔留下一句狠话，场面话就开始转头向着来时的方向飞速逃窜。第103章进攻樱花国城池。此时的炎魔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状态非常不好了，再交战下去极有可能陨落在此，所以在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就一直在寻找机会逃离。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回到炎魔城，就可以去找魔界另外10大魔王一起对付陈峰和苏尔特。他相信没有一个魔王会任凭一个人类冒险家的发展的如此迅速，自己只是暂时撤退保存实力而已，不算逃跑。心里这样想着，他就觉得这件事舒服多了。但是在直播间看到这一幕的玩家们纷纷震惊了，特别是龙国玩家开始放肆的大笑。然而原本以为魔王无敌的星条国和樱花国玩家就好像吃了屎一样难受。哦，我的上帝，为什么魔王大人竟然跑路了？我的信仰再次崩塌，伟大的魔王竟然打不过龙国世天的小弟。雅灭蝶，魔王你走了，我们怎么办？救我！星条国爸爸，世天好像正在前往我们主城的路上。滚！不要乱说，为父没有你这样的逆子。哈哈，垃圾魔王，给我世天大神提鞋都不配。LV80级的传说魔王又能怎么样？竟然对世天大神如此态度，真的不识抬举。只会逃跑的魔王，哼！等着我世天大神一统魔界的那一天吧。全世界范围内，只要在观看直播间的玩家纷纷吐槽，很多人都对 LV70级传说级别的魔王跑路感到难以置信，也有很多玩家对陈峰现在的实力又有了新的认知。此时火焰领主苏尔特看到炎魔逃跑后并没有去追，因为炎魔的飞行速度还是挺快的，自己现在还不会飞行，即使坐上黑暗魔龙也追赶不上。其次是因为陈峰吩咐过，要是炎魔自知不敌逃跑，就没有必要去追，赶快来支援他那边。炎魔现在既然已经跑路了，自己也应该快速向陈峰的方向与其汇合。吼！一阵龙吟声传来，苏尔特的身躯变回3米多高，跳上黑暗魔龙的背上，向着樱花国主城的方向飞去。此时陈峰正带着2头黑暗魔龙来到了樱花国的城池上空。樱花国城墙上方站着密密麻麻的玩家合成卫军士兵，都在看着城池上空那道天神般的身影。会长，我们该怎么办？人家是天都打上门来了。此时野比公会的一众成员焦急地看着野比优太。野比优太无奈地摆了摆手，自己还有一瓶减少玩家 90% 属性的药剂可以使用，但是也得能用得到啊。现在世天乘坐这巨龙在天空中根本不可能释放到嘛。但是万军之中总有猛士，只见到一名身材略高圆与其他小日子的玩家站到了人群中间，1.7米，对着下方的玩家鼓舞道：身后便是我们的主城。我就不相信我们主城的数十万城卫军还干不过世天，他现在再强也只是一个 LV45级的召唤师，我们的城卫军可都是 LV50级的，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相信我们能战胜世天大魔王。
此话一出，将原本低迷的士气瞬间拉了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想要和陈峰一决死战。对，跟他拼了！我们城里的玩家还有数百万呢！我们大日子帝国主义万岁！万岁！万岁！一众樱花国的玩家在受到战前动员后，一个个变得异常兴奋，笔挺地跟着城卫军站在城墙之上，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大战。但是城池中幸存的星条国玩家一个个都想着怎么溜出去，但是被城池中的 NPC 强行拉了壮丁，无法出去。陈峰的直播间内，一众直播间的玩家看到陈峰独自一人就来到了樱花国的主城内，一个个又是吃惊又是兴奋。一时间，直播间的礼物纷飞，弹幕不断。由于火焰领主苏尔特和炎魔的战斗也在不久前结束，那一部分的人气也来到了陈峰的直播间。现在陈峰直播间已经吸引了数十亿的玩家观看。来，马上封盘了！现在为爱发电的数量已经超过900万了，和小日子有仇的可以刷一刷。老规矩，一个发电就击杀一个小日子。此刻，陈峰对着直播镜头卖力的吆喝：“是天大神，我再刷100个为爱发电！我可是把这个月老婆给我的零花钱都刷了，是天大神可要给我好好的干他丫的！我也刷10个，早就看这帮孙子不爽了，我也支持几个。”5分钟后，陈峰关闭了直播间的礼物打赏系统，查看了一下后台数据，为爱发电的数量已经突破了1500万，算上其他礼物的收入，已经超过5000万的收入了。好了，兄弟们封盘了，接下来就开始猎杀时刻。话音刚落，陈峰指挥龙背上的大量召唤兽开始进入城池的攻击范围，开始发动攻击。他来了，他骑着巨龙过来了。一名樱花国的玩家看到高空中巨大的魔龙身躯缓缓变大，正在不断的接近城池。别慌，远程弓箭手准备，远程法师准备。一众樱花国的玩家此刻变得异常团结，一个个玩家方阵和 NPC 方阵在城池中出现。此时人群中一名年轻的弓箭手玩家紧握手中的长弓，眼睛死死地盯着天空上方那道巨大身影，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滑落，紧张的心情不言而喻。他看向身边的一位工会老玩家说道：“前辈，我们能战胜龙国的噬天大魔王吗？”老玩家回头看了看问话的年轻弓箭手，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意，味深长地说道：“年轻人不需要紧张，你要相信光的力量，正义终究可以战胜邪恶，这次也不意外。”说完话后，这名老玩家背后好似出现了一道光芒，正照耀着这名年轻的弓箭手。这就是光的力量吗？我好像感悟到了。几秒钟后，轰！天空之中无数陨石落下，砸死一片樱花国的玩家和 NPC。仅第一轮攻击就将樱花国原本的士气彻底打入低谷。第104章，受到制裁的麦克亚瑟。原本还想反抗的玩家和 NPC 就如同失了魂一般乱作一团，这更好地印证了一句话：在绝对的火力面前，再坚强的意志也无济于事。妈呀，这是神才有的力量吧？都是野比工会的垃圾，没事招惹龙国的是天干吗？这次樱花国的损失，野比工会要负主要责任。快跑吧，传送到其他城池先，留在这里也是送命。没看到 LV50级的 NPC 城卫军都被秒杀了吗？溜了！轰隆隆，又是数道强大的魔火降临。黑暗魔龙的魔龙吐息早就将这座主城的所有传送阵摧毁，现在城池里所有的玩家和城卫军才是真正的插翅难飞了。随着黑暗魔龙不停地在主城上空盘旋，往往一个俯冲加龙岩就能带走地下数千樱花国的玩家和 NPC。 这场面看得直播间的玩家大呼过瘾。牛啊，仅一瞬间就灭了数千小日子，是天大神我粉了。爱了，我老公就是那么心狠手辣，不过我喜欢。谁说一人不能碾压上百万人的？是天大神就是最好的例子。打得好，杀光这里的小日子和星条国的垃圾。看到直播间画面的龙国玩家纷纷直呼过瘾，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此时正在直播间内的星条国高层看到陈峰的召唤兽如同天神下凡一般肆意屠杀着樱花国玩家和天使公会的玩家时，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深深的绝望。特别是一直在关注2场直播战斗的麦克亚瑟将军更是坐立不安。法克，龙国的噬天怎么会如此强大？那个废物魔王真的是太拉了，竟然临阵脱逃了。麦克亚瑟正在自己的办公室中无能狂怒，他知道这次事件的失败可能会对他造成巨大的影响。原本通过传送阵过去的几万天使公会的核心成员，现在已经在樱花国的城池中死伤殆尽了，他们现在还无法通过传送阵回来，等待他们的唯一结局就是被杀到0级，强制回到新手村。这些人要是全部降到0级，就等于账号废了，这损失可不单单是几万个号的事情。他们倾尽整个财阀的力量，好不容易将这些精英培养到了领先全球梯队的地步，没想到这一次出征就全部折在了樱花国。他背后的财阀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一切，可能就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说不定还会给自己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星条国背后财阀的手段了。不行，与其坐以待毙，我必须利用我现在还有的权利做点什么了。麦克亚瑟开始在办公室思考应对这件事的对策。然而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没等麦克亚瑟反应过来，只见大门就被一名黑人大汉踹了进来。你们是谁？亚瑟看到来人，感觉有些不妙。麦克亚瑟将军，经过国会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让你去非洲度假几天，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话音刚落，麦克亚瑟好似身体被抽空，一下子就瘫软到了座位上，面露绝望之色。完了，BBQ 了！这帮国会的渣渣动手的速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想到自己以后的时光可能就要在非洲度过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可能还会因为很多原因跟别人跑了，他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绝望。但是这一切在他的计划失败的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结局，很多人早就在觊觎他的位置，现在处理他也只是找一个比较合适的借口而已。陈峰自然不知道远在另一个半球发生的事情。此时他的直播间里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瞬间吸引了一众玩家的注意。可恶的冒险家，竟然肆意屠杀我的子民，你可知罪？一道愤怒的声音传到了陈峰的耳朵里。陈峰看向说话的人，只见到一个身穿武士皮甲，手上拿着一柄泛着绿光的匕首，脚下还踩着一只龙鹰的 NPC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当这个人出现的一瞬间，地下原本哀嚎一片的樱花国玩家顿时好像重拾了信心一般疯狂了起来。是他，我们樱花国能排得上前百的 NPC 强者，天元城城主岛武光熙。太好了，我们有救了！岛武光熙城主可是 LV60级的史诗级 NPC， 是天在没了传说 NPC 追随者的帮助下就是个渣渣。是啊，垃圾是天，我看你独自一人如何面对史诗级别的 NPC。 城主大人，干掉该死的是天！陈峰也仔细打量了一下来人，也认出此人的身份，就是下面主城的城主。这个城主前世在樱花国的玩家口中确实有着比较响亮的名号，但是到了后期天灾进攻樱花国城池时，首当其冲的就是樱花国的天元城。这名城主在天灾还未降临时，毅然决然地选择和城池共存亡。但是在他带领着数十万的城卫军准备抵挡天灾军团的进攻时，他看到了如同潮水一般亡灵生物，仅仅一瞬间就将他花费了数个月建立的防御工事尽数摧毁。直到这一刻，他绝望了，毅然选择了背叛人族联盟，成为天灾的走狗。也不知道为什么，樱花国城市的范围内有很多 NPC 和玩家都一样，在面对天灾军团时，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连一点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对于这种 NPC， 陈峰自然不会手软，别说他只是 LV60级的史诗 NPC 了，即使是半神 NPC， 陈峰在有能力击杀的情况下，肯定也不会放过。第105章，秒杀天元城城主。看着屹立在龙背上的陈峰，岛武光熙淡淡的开口：“你不会想要拖延时间吧？我可不会给你机会，我只需要3招就能将你击杀，我劝你好自为之。”陈峰笑了笑，没有和他废话，直接指挥黑暗魔龙背上的召唤兽对他发动了攻击。哼，找死！就凭 LV45级的小召唤师还想对我出手，你是没有机会的。话音刚落，岛武光熙的身影就在龙鹰背上消失，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陈峰后背，妄图发动偷袭。岛武光熙看向陈峰，好似处于懵逼状态，完全没有防备的样子，嘴角的冷笑更加明显了。哼，只是凭借有几只强大召唤兽的垃圾，职业克制是无法弥补的，去死吧！岛武光熙手上泛着绿光的匕首狠狠地刺下。就在岛武光熙以为自己的攻击即将奏效时，一道藤蔓突兀地出现在两人之间，藤蔓灵活地穿过岛武光熙的身躯，将他的手臂牢牢地控制在原地。这是什么？看到突兀出现的藤蔓，岛武光熙大惊，开始奋力挣扎，右手在脚上拿出了一柄副手小刀，不断地切割着藤蔓。一时间，大量的藤蔓也在岛武光熙的攻击下纷纷掉落。就在岛武光熙认为自己即将脱困之际，他的头顶上汇聚了一道道金色的能量，很快就形成了一座金色的囚笼，将他完全笼罩。其实早在岛武光熙发动攻击的一瞬间，陈峰就指挥圣光精灵和魔界之花直接对着自己所在的位置释放了技能圣光囚笼和缠绕。前世他玩召唤师的时候，不知道被多少刺客偷袭，所有的刺客基本都是使用一个套路，通过技能闪身靠近，随后释放凿击控制，再淬毒接剑刃风暴，一套技能下来，脆皮基本就是秒杀。陈峰自然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他早就预判了他的预判。此时陈峰看到囚笼中奋力挣扎的岛武光熙，嘴角露出一抹冷笑，将被控制的岛武光熙丢在城池外面的空地之上，随后指挥大量的召唤兽对他发动了攻击。轰隆隆，本身就是脆皮职业的 NPC
血量最多只有30万左右，又同时遭受100多只召唤兽的攻击下，仅仅一次集火的时间，这个史诗级 NPC 就直接暴毙倒在了地上，留下一地的装备和金币。在直播间里的观众原本还期待着噬天大佬能和这个史诗级 NPC 来一场古今绝伦的大战，可是这结束的也太快了吧，就这样秒了，这也太快了吧，比我男朋友还快。史诗级别的 NPC 就这样挂了，人家好歹也是个城主，那么不要面子的吗？才活了1集不到，噬天大佬牛逼啊，能不能将买挂的链接发我下，我也想买。哈哈，我看下次还有那个 NPC 敢在我是天大神面前装逼。不多说了，是天大神永远敌神。直播间内一片欢快的气氛，但是底下的小日子就绝望了。史诗级的高原城城主都被秒了，他们还有谁能接下召唤物的普通攻击？顿时底下的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都绝望了，所有的城卫军 NPC 更是全都放下武器投降了。在击杀岛武光熙的一瞬间，陈峰的面板上弹出了大量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你击杀 LV60级天元城城主岛武光熙，史诗 NPC 生物，获得经验30万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3000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6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7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15000000。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44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45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5级，成功领悟技能圣光劲盾。叮咚，由于你击杀了 LV60级天元城城主岛武光熙，史诗 NPC 生物高原岛国王室震怒，但是由于你是圣龙帝国侯爵，高原岛国王室决定不予追究，但是请你立即离开。随着系统提示音的不断响起，陈峰等级成功提升到了 LV47级，最后一道系统提示陈峰也没有理会，先将这个城池的樱花国和星条国的玩家屠杀光了再说。不就是高原岛国的王室吗？他们只是一个附庸在圣龙帝国的一个小王国而已，最强的 NPC 也只有 LV80的传说级护国大将。陈峰现在一点都不惧，打不了就跑路，他可是帝国的侯爵，他们拿自己没办法。但是这个细提示很给自己面子，陈峰决定只屠杀他们一个城池的，作为对樱花国的惩罚。谁叫他们运气不好，有那么一群找事的冒险者呢？继续指挥召唤兽对着城池内的玩家进行屠杀。至于 NPC 只要不主动进攻，自己陈峰一律都放过了。第106章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现在城池里面有魔龙屠城，陈峰压根不需要去管。陈峰来到死亡的天元城城主岛武光熙的尸体处，将他的尸体踢开，将一地的装备和金币一一捡起。叮咚，你捡起金币10万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000万枚。这个岛武光熙肯定是个贪官，那么有钱，我也算是为高原岛国除害了。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对自己的解释没有丝毫质疑。叮咚，你捡起装备好斗者的腰带，钻石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3000凡梦腰带，史诗级。叮咚，你捡起技能书召唤精灵守卫，钻石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史诗级。叮咚，你捡起物品天元城城主的私人宝库钥匙1，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天元城城主的私人宝库钥匙100。叮咚，你捡起省略石。随着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的背包中多出了大量的装备、药水和珍贵的材料。他重点查看了品级比较高的几件物品：3000凡梦腰带，史诗级，防御加260，血量加5000，全属性加150，需求等级 LV50，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1，背包存储空间增加50个。附加特效2，对范围内的友军生物提升10%的最终伤害。附加特效3，召唤生物持续时间增加20秒。描述略：50级极品召唤师装备，除了第一个特效对陈峰没有什么用处之外，第二个提升友军10%的最终伤害，相当于提升了召唤兽10%的最大输出。对于这10%的输出可谓非常关键，因为陈峰的召唤物实在是太多了，每个伤害都提升10%，提升的数据就不止一点点了。相当于路易斯原本可以打出1万点伤害，提升了10%的输出后，就是每个高出了1000点伤害。陈峰要是召唤出10个路易斯，就相当于提升了1万点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第三条同样适配召唤师的职业，
提升了20秒的持续时间。陈峰现在提升持续时间的装备有了2件，在天赋的加强下，所有的召唤物持续时间都超过了5分钟以上，时间久一点的都有6到7分钟。但是这件装备只有到了50级才能装备，先放背包吧。这次任务完成了，应该直接可以装备了。继续看向技能书的属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史诗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40，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500点 MP， 吟唱法术5秒后，召唤出一只精灵王伊加贝拉，史诗级召唤生物协助作战 LV1 及时拥有技能光能波刃，向前方释放一道能量光波，对命中的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200% 的光系魔法伤害，并降低 20% 的光属性抗性。LV10 级是拥有技能强化光环，被动强化友军所有召唤生物 20% 的属性。LV20 级时拥有技能精灵王的屏障，对友方单位释放一道100米乘100米结界屏障，所有在屏障内的友军单位进入无敌状态，屏障遭受攻击时将进行判定免疫史诗阶位以下的伤害，屏障持续时间20秒，冷却时间20小时。LV30 级时拥有技能灭世光线，向前方1000米范围内发射一道强力的光属性攻击，对命中的敌人造成10000点真实伤害，加自身魔法攻击 300% 的光属性魔法伤害。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30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60秒。看完召唤技能书的陈峰直接惊呆了，如此强大的召物简直是无敌的代表，不仅伤害惊人，还拥有提升召唤兽属性的被动。第3技能更是变态，可以释放大范围无敌屏障的保命技能，就相当于当时陈峰在击杀绿龙时的结界技能。在结界破碎前，所有在屏障内的友军和召唤生物都是无敌状态的，虽然技能冷却时间有点长，但是在陈峰的无冷却的外挂下，基本就是释放完了继续召唤再次释放，简直恐怖如斯。最后一个技能光看名字就很拉风了，向前方1000米的范围内释放出一道10000点的真实伤害，还混合着自身魔法攻击的伤害，这伤害简直变态。自己现在拥有20500点的魔法值，大概可以召唤出50只精灵王伊加贝拉，要是让他们排成一排，集体释放灭世光线，那酸爽的画面简直不敢想。有了这个召唤兽技能后，陈峰有信心下次再见到炎魔时，不借助苏尔特的力量也能将他打到逃跑，甚至击杀。美滋滋的将这个技能书拍碎，技能学习成功，直接将技能等级拉满，召唤出来，对着城墙里的小日子试试手。陈峰举起法杖，短暂的技能吟唱后，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10道彩色的法阵形成，法阵悬空飞出一道道高大冷漠的身影。陈峰赶忙查看精灵王伊加贝拉的属性，精灵王伊加贝拉，史诗级，等级 LV55， 血量20万，攻击8888，防御6666，攻击速度2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移动10米每秒，悬空状态。技能光能波刃，强化光环，精灵王的屏障，灭世光线。看完精灵王伊加贝拉的属性后，陈峰虽然有所准备，但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实在是太强了。试试技能的威力，陈峰忍不住内心的激动，指挥精灵王伊加贝拉对着樱花国的城池发动了灭世光线。只见到10个精灵王直接站成一排，他的右手高高举起，很快一道能量光波形成，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前方激射而出。啾啾啾啾，10道炫彩的光芒将周围照亮，仅仅一瞬间，灭世光线就攻击到了樱花国的城墙处。19999， 19999， 19999， 10道将近2万的伤害数字在城墙上跳出，仅仅一次攻击就将15万血量的城墙直接打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吓得正在经受水深火热的樱花国玩家更加绝望了。踏马的城墙都破了，还打个毛线？此时落在地面上的召唤兽大军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在城内展开了屠杀。实在是太强了，陈峰暗自啧舌。此时这一画面也瞬间惊呆了直播间的吃瓜群众，看到陈峰又解锁了如此强大的召唤技后，纷纷流露出了羡慕的神色。恭喜是天大神再添一员猛将，如此强大的召唤生物也只有是天大神才配拥有，是天大神永远低神，肯定是方才那名悲催的 NPC 爆出来的，这不就是给是天大神送温暖吗？爱了，好想继续为是天大神为爱发电。第107章收复天元城。几分钟后，苏尔德也骑乘着黑暗巨龙缓缓地落在陈峰的身边。主人，您果然料事如神，那个魔王跑路了。苏尔德一落地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陈峰面前汇报战况。陈峰点了点头，他也知道传说级别的生物厮杀一般不是拼命的话，只要一方想要跑，另外一方也很难将其杀掉。陈峰前世对这次过来的炎魔也有所了解，
他的战斗力在魔界10大魔王中虽然不是最强的，但是他却拥有只有半神以上生物才拥有的飞行能力，逃跑能力毋庸置疑。所以陈峰也早就料到了苏尔德不能将其击杀，只需要将他赶跑就行。这个传说的魔王 NPC 还是要留给自己，毕竟传说的 NPC 可不多见的，杀一个少一个，自己击杀还能得到首杀奖励呢。要是让苏尔德杀了自己的奖励就没了。此时城池里面的战斗也很快进入了尾声阶段。城池里的一众 NPC 发现，只要不主动进攻召唤物时，召唤物就不会主动进攻他们，这让原本在城池里的一众 NPC 心花怒放，纷纷打开了城门，走到了城池外的空地上。此刻的他们早就没有了战斗的欲望，毕竟城主都被远处的恶魔召唤师给秒了，他们这些以数量取胜的 NPC 还能有什么优势呢？无一例外，一个个 NPC 都老老实实地站在城外的空地上，等待着陈峰的发落。陈峰见状，便驱动黑暗魔龙和苏尔德一起缓缓地落在 NPC 大军的前方。此时一众 NPC 看到眼前的魔王召唤师和边上散发着强横气息苏尔德，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主人，要不要我一个技能灭了他们？苏尔德站在一旁露出了兴奋的笑容。这话一出，原本就不平静的 NPC 大军变得更加慌乱了，一个个露出了绝望的神情。陈峰瞥了一眼苏尔德，没有理会。谁目前是这里的最高长官出来？陈峰高声喝道。话音刚落，只见人群中一名身材还算魁梧，头顶着 ID 高原城城主那位团长霍格的 NPC 走了出来，恭敬地对着陈峰说道：大人，我目前是城卫军最高的长官，请您吩咐。陈峰看了看眼前的 NPC， 也没有其余的废话，淡淡的开口道：要么归顺，要么死亡。我等归顺。世天大人，从今往后，我们天元城的所有军队只服从您的领导。陈峰的话音刚落，那名副军团长连忙接话，看来早就想好，只有归顺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这些混迹官场的 NPC 个个都是人精，面前这个魔王之所以不杀他们，他们就知道自己肯定对面前的人有作用，跟随谁战斗不是战斗。像他们这种小国家，原本的政权就非常不稳定，时常就会发生政变，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跟随面前这个强大的冒险家，至少以后一般的人物不敢欺负他们了，何乐而不为？与此同时，陈峰的个人面板上出现了一道新的提示：叮咚，你受到天元城的所有 NPC 的拥戴，是否愿意成为天元城城主？叮咚，警告，同意成为天元城城主后，可能会导致元宇宙的格局和剧情走向发生改变，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陈峰没有丝毫的犹豫，就选择了确定，成为了天元城的新城主。叮咚，你做出了选择，你已成为了天元城的新城主。由于没有得到人族帝国的授予，此城池不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可能会受到包括人族在内等其他种族的进攻。陈峰看了看系统提示，也没有在意。他收复这座城池的主要原因就是打通魔界之海和人族帝国的传送通道。毕竟自己要是重新沿着厄运山谷再回到人类的主城，所需要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而且自己要经过的地点很容易遭受到其他魔王的埋伏。现在一个魔王陈峰没有什么畏惧的，但要是来3个4个，就不是现在的自己可以对付的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击杀了这个城主时，竟然爆出了如此丰厚的奖励，加上还爆出了城主的私人宝库钥匙，想必城主府私人宝库的奖励也肯定不少，自己不去查探一番，这趟不是白来了。想到这里，陈峰看向霍格说道：你知道你们城主的私人宝库在哪里吧？小的知道。霍格非常识时务，直接说道：让你的手下将城池里还幸存的冒险家全都清空，然后你带我去城主府藏宝库看看。陈峰催促道：遵命，城主大人。霍格短暂和手下进行了一番交流后，一众手下带着丝丝愤恨向着城内的樱花国玩家走去。此时樱花国的玩家也已经被杀得七七八八了，现在在城池里的都是等级还没被杀完的一些杂鱼。既然已经安排了 NPC 前去扫尾，陈峰便对着直播间的老铁道别，随后关闭了直播间。接下来陈峰便在霍格的带领下向着自己的城主宝库走去。第108章城主的私人宝库。城主大人，这里就是岛武光熙哦，不，这是您的私人宝库了，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就先行告退了。将陈峰带到目的地后，霍格就自觉地离开了。现在整个城池都是陈峰的了，自己城主的私人财产，自己一个做下属的能随便查看吗？显然不能。这一点在官场混迹了多年的霍格可不会犯糊涂。陈峰摇了摇头，没有理会离去的霍格，他现在早就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天元城的城主宝库上了。只见到此时城主的宝库位于城主府的一座地下宫殿之中，地下宫殿的入口处有一道金铁制成的大门，正紧紧地关闭着。陈峰在背包里拿出一把天元城城主宝库的钥匙，直接插入了钥匙孔中。咯吱咯吱，一阵机械转动的声音传来，面前的金铁大门缓缓打开，
眼前出现的一幕差点亮瞎了陈峰的 24K 钛合金眼球。只见到大约50多平的地下宝库，虽然空间不算大，但是里面密密麻麻的摆满了东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0口没有封上的大木箱子，箱子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金币。卧槽，那么多金币！陈峰两眼放光，自己果然没有猜错，这个城主肯定是个大贪官，竟然在自己的私人宝库收藏了如此多的金币。陈峰使用盘龙戒指将地面上的20个箱子的金币一一收起。叮咚，你获得了金币20万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2000万枚。叮咚，你获得了金币20万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2000万枚。叮咚，省略38。一共是40口箱子，每口箱子里面的金币是20万枚。经过100倍奖励增幅后，陈峰一共获得了8亿枚金币。这波干掉天元城城主算是大赚了。相比击杀 NPC 后得到 NPC 身上的 20% 金币收益，直接寻找到 NPC 的金币储存地才是最赚的。毕竟前者有 80% 的收益都没有到玩家的手中，后者得到的是 100% 的奖励。但是也需要玩家找到所谓的 NPC 藏宝地才行，毕竟不是所有 NPC 都那么有钱的。如果说一个主城的城主在不贪污的情况下，即使打工到死一辈子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多的财富，但是这些小国家的城主就不一样了。原本这个王国的法制就很薄弱，就导致了很多小国家的主城都是各自为战，就如同一方诸侯，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钱财。继续向着密室内部走去。此时陈峰看向密室货架上密密麻麻摆放着各色各样的装备，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得有100多件装备，还有书架上摆着的各色各样的技能书，足足有50多本。除此之外，还有非常多的珍贵图纸、材料、药材等等。陈峰简单的看了下，就一股脑的将仓库的藏品全部都收入了盘龙戒指之中。叮咚，省略。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在陈峰的耳边响起。几分钟后，陈峰打开了背包，估算了下在100倍奖励增幅下此次的收获。装备方面，这次一共获得了暗金级别的装备50件，钻石以上的装备30件，传奇装备13件，史诗级别的装备5件，其他装备若干。技能书方面，暗金级的技能书23本，钻石品质的技能书15本，传奇品质的技能书5本，史诗级别的技能书1本，还有无数的药材、材料和设计图，太多了，陈峰没有一一查看，到时候回到主城了再给 NPC 出售就行了。这次运气不错，史诗级别的2件装备和技能书陈峰刚好可以用得上。陈峰取出了2件装备：黑雾玄影长裤，史诗级，防御加300，血量加2600，智力加160，部位下装，需求等级 LV50，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1，释放黑雾，使敌人进入失明状态20秒，技能内置 CD 300秒。附加特效2，一次性受到高于 30% 生命值的伤害时，可触发黑雾护盾，护盾值为自身生命值的 30%。描述省略。是魔之灵护肩，史诗级，防御加280，血量加1500，智力加150，体力加100，部位下装，需求等级 LV50，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1，技能释放速度提升 50%。附加特效2， MP 上限增加 30%。附加特效3，降低周围怪物全属性抗性 10%。描述省略。2件属性面板还不错的史诗装备，第一件长裤是保命的装备，对敌人释放失明的效果，不管是跑路还是击杀都有很不错的效果，但是对高阶位的生物没什么效果。第二件属性特效就非常极品了，增加了目前最需要的蓝量上限， 30% 的蓝量加成，能够陈峰多释放出2轮召唤兽了。但是2件装备都是 LV50级才能装备的，只能先放回盘龙戒指中。最后看向史诗级的技能书，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史诗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502转学习，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500点 MP， 吟唱法术5秒后召唤一个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史诗级，召唤生物协助作战。LV1级时拥有技能召唤骷髅战士，发动技能复活1000乘1000米范围内的任意尸体成为骷髅战士。骷髅战士的等级和召唤者的等级相同，骷髅战士相当于该等级的普通生物。LV10级是拥有技能吸血光环，被动对500码的范围内友军在近战输出时可以附加 30% 伤害回复的光环。LV20级时拥有技能集体狂热，可同时对己方10个单位进行释放，提升被释放单位 50% 的攻击速度， 50% 的移动速度， 50% 的释放速度，释放单位每秒损失500点生命值。LV30级时拥有技能召唤深渊狮王，史诗级 BOSS， 召唤出一只和自身等级相当的史诗级 BOSS 生物，
召唤生物属性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50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500秒。太好了，竟然是亡灵系类的召唤物，而且类似召唤类的法系召唤兽生物。仔细查看了技能书属性的陈峰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亡灵系的召唤生物往往都不是追求个体实力，都是以数量碾压取胜，非常适合大型的战争。这就是人族在面对亡灵魔法师的时候非常忌惮的原因，往往都需要将亡灵魔法师率先击杀掉，不然一个存活着的亡灵魔法师就能带着无尽的亡灵生物杀来，非常的恐怖。陈峰记得前世的一场战斗中，天灾军团中派出了一名高阶位的亡灵魔法师，那名亡灵魔法师就躲在天灾大军中，不停地释放亡灵魔法，召唤出无尽的亡灵大军，导致人族方面不得不派出大量的精英高手前去围剿，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后才将其击杀。自己竟然也得到了召唤亡灵魔法师的技能，可惜的是需要等级达到 LV50级2转后才能学习，无奈也只能将技能书放回戒指中。第109章，弱弱得复活术。收拾完了全部战利品，陈峰便缓步离开了城主的私人藏宝地。此时外界的战斗已经结束，原本在城内的樱花国玩家和星条国玩家等级全都被杀至0级，回到最近的新手村重新练级了。陈峰没有继续追杀这些玩家，他来到了主城的管理界面，直接开始建造天元城和天星城的传送阵。由于建造的是一座小型的传送法阵，所以需要的时间不会太多，只要天星城将传送法阵的坐标同步到天元城就行。在建造传送法阵的时间里，陈峰使用超能力将原本破坏的城池进行了修整，顺便在城池的招募界面花费了一些金币，招募了大量的士兵。几个小时后，天元城通往天星城的小型传送阵总算建立完成。此时苏尔德恢复了正常人类的体型，来到陈峰的身边。老大，我在这个岛屿上感觉到了一股非常浓郁的火焰能量，这附近应该有一座活动的火山，在这里修炼有助于我的实力恢复，我想留在这里。那你就留在这里吧，刚好天元城也需要一个守护的人。陈峰点了点头，同意了苏德尔的请求。他知道前世他也是在一处活火山找到了永恒之火，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了。谢谢老大。苏德尔感激地看着陈峰。陈峰没有理会，缓缓地踏上了传送阵之中，消失在了天元城中。距离比较远的传送需要耗费的时间和能源晶石的数量就比较多，陈峰在高原城传送到天星城就足足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才到。一阵白色光芒过后，陈峰缓步在天星城的传送阵走出。恭迎城主归来。陈峰刚走出传送阵，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陈峰抬头看去，是城卫军的统领，边上星纪元商会的负责人 NPC 此时也恭敬地站在那里。陈峰点了点头，看向两人，自己现在是他们2个人的老板，他们对自己恭敬一点，貌似也没什么。紧接着询问了最近城池的商业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发展情况，2个 NPC 老老实实的汇报。根据汇报得知，现在整个天星城无论是 NPC 数量还是玩家数量都达到了1000万级别，城池的农业和商业水平都达到了次级城池的顶峰。现在天星城的税收已经从负债到每个月都能盈利几千万金币了。至于军事，在超能力的帮助下，天星城的军队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已经招募了10万人的军队，而且军队的士兵都装备了至少白银级别制式套装。听完汇报后的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对这2个 NPC 打工仔很是满意。城主大人，矿场的事情由于一直受到魔界军队的侵扰，使矿场一直没有得到开采，最近魔界大军也时常骚扰我们的边界，杀死了不少战士。城卫军统领汇报道。陈峰皱眉，没想到矿场没得到发掘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魔界，是那位魔王的军队。陈峰问道。禀城主，是炎魔城的炎魔大军。城卫军统领汇报。竟然又是他。陈峰有些愤怒，这炎魔有些不知好歹，找个机会一定要将他灭了。你们下去忙吧，炎魔城的事情我会处理的。陈峰说完后便离开了此地，向着暴风城而去。几分钟后，陈峰回到了暴风城的小酒楼中，此时若若坐在小院子里等着自己。看到陈峰进门的一刹那，立马扑到了陈峰的怀里。哥哥，你怎么这次走了那么久，想死若若了？一阵哭腔传了过来。陈峰看了看怀中的小萝莉，心里有点暖暖的。哥哥，这不是回来了吗？陈峰安慰道。下次哥哥去哪里也带上若若好吗？我现在可厉害了呢。若若抬起头对着陈峰说道。此时陈峰才注意到若若的从原本7、8岁样子已经变为了13、14岁的样子，在最近的战斗中也褪去了原本的稚嫩，她的等级达到了 LV45级，和自己的等级也相差无几。难道这就是萝莉养成计划？陈峰在内心想着，打开了若若的人物面板，发现她又领悟了好几个技能。NPC 就是好能直接领悟技能，重点查看了几个辅助技能的属性。复活术技能效果，消耗300点 MP 对范围内的友军单位释放，
当该单位死亡时，可以立即复活并恢复 30% 的血量和 30% 的蓝量，复活状态持续24小时，技能冷却时间24小时。新生圣歌技能效果：消耗500点 MP， 颂唱新生圣歌，为范围内的所有单位解除所有异常状态，并且持续恢复队友1000点每秒的 HP 和 MP。技能效果持续30秒，技能冷却时间120秒。复活术，没想到若若一转就能领悟复活术，这可是牧师很难得到的技能书之一。前世陈锋遇到过那么多牧师，都没见到过几个拥有复活术的。嘿嘿，有了复活术，这下便宜我了。若若，赶紧给哥哥加个 buff。陈锋嘿嘿的笑道。若若乖巧的点头，小手轻轻挥动，一道彩色的光芒进入陈锋的体内。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对你释放技能复活术效果。当你死亡时，可以立即复活并恢复 30% 的血量和 30% 的蓝量，没有任何死亡惩罚，技能效果持续24小时。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对你释放技能复活术，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了大复活术效果。当你死亡时，可以立即复活并恢复 100% 的血量和 100% 的蓝量，没有任何死亡惩罚，技能效果持续2400小时。哈哈，果然可以提升。听到系统提示音传来，陈锋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相当于自己有了2条命，再也不用担心自己被秒了。抱起若若，和他短暂嬉闹了一番后，陈锋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点击了下线。第110章任务完成，意识回到现实世界。走出游戏舱后，看了看光脑上的时间，已经晚上11点了。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就进入了睡眠。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陈锋在床上爬起，看了看时间，已经10点半了。昨天忘记设置闹钟，睡过头了。此时，女仆机器人已经将早餐准备好，并放在了客厅的餐桌上。简单处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吃了点早餐，就进入了游戏。欢迎回来。一道甜美的系统语音传来，陈锋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此时，他感觉到身体上有一个重物正压着自己，吓得他一个机灵，就在床上翻了下去。转头看去，只见到若若此时就躺在自己的床上。由于玩家下线10分钟后身体就会消失，若若可能昨晚就睡在自己下线的床上，导致自己今天上线的时候，若若就出现在自己的身上了。看到陈锋的身影出现，小丫头顿时眼睛一亮，兴奋地在床上蹦了下来，跳到了自己的怀中。哥哥，你终于回来了！小丫头甜甜的声音传到陈锋的耳中。陈锋起身将若若抱起，给她来了一套旋转举高高的动作后，逗得小丫头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若若，你怎么可以跑到哥哥房间来呢？我看哥哥一直都没出现，我以为哥哥消失了，我就一直在你的房间等你。陈锋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自己上线晚了，让若若以为自己又消失了，所以他一直在自己房间里等着。哈哈，哥哥在自己的世界睡过头了。陈锋打了个哈哈，懒猪哥哥。小若若可爱的嘟了嘟嘴。走吧，哥哥今天带你去做巨龙，顺便带你看一个漂亮的姐姐。陈锋说道。好呀，好呀，能跟着哥哥去哪里都行。若若开心的欢呼。陈锋捏了捏若若的小脸蛋，便带着若若离开了暴风城，向着龙域方向飞去。此时，两人在宽广的龙背上飞行。哥哥，好高啊，在大龙背上真舒服。陈锋看着在巨龙背上乱跑乱跳的小姑娘，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这可能就是哥哥看到妹妹开心后也会出现的满足感吧。这种温馨的感觉一直持续到了龙域上空。哥哥，那里就是龙域吗？好壮观啊！若若看向远处的高山，忍不住感慨。待会有更多的巨龙在山上哦，若若可不要被吓到。陈锋打趣道。我才不怕，我现在很厉害呢。若若亮了亮小胳膊上的肌肉。陈锋笑了笑，指挥黑暗魔龙降落到山谷的平台上。冒险家，你来了。刚刚落到地面，就再次见到了那头金色巨龙。此时他正躺在地上休息，感觉到陈锋等人的动静后，抬起巨大的头颅说道。但是当他看到陈锋身边的若若时，原本微眯的巨大龙眼突然睁开。这小女孩是……金色巨龙的话还未说完，远处传来一道温婉的女声。进来吧。陈锋看了看金色巨龙，想到巨龙可能已经看出了若若的身份，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是一个阵营，也不用担心什么。随即便带着若若迈步走向山谷中间的小屋走去。巨龙遗骨收集到了。兰若依旧坐在小屋前方的木椅上，看着陈锋和若若。陈锋点了点头，将盘龙戒指里的祖龙的遗骨和绿龙的遗骨取了出来，交给了兰若。巨大的遗骨在接触兰若手的一瞬间就消失不见。兰若也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储存法器。冒险家，你完成的非常出色。我还发现了消失的祖龙城，还在里面发现了13具遗骨，他们的龙魂也在遗骨里。说完，陈锋又将祖龙城发现的13具遗骨交给了兰若。兰若略微愣神，
美眸查看了下手上的空间法器。这座远古城池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许久了，没想到竟然被你发现了。不错，你的潜力超出我的想象。来吧，这是给予你的最高奖励。话音刚落，陈峰的系统面板上传来了系统提示：叮咚，恭喜你完成任务《光明的崛起》序章1，你获得奖励经验值30万，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值3000万，你获得金币1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万枚，你获得声望值10万，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声望值1000万。叮咚，恭喜你完成任务寻找祖龙城，你获得经验值50万，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值5000万，你获得金币1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万枚，你获得声望值20万，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声望值2000万。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8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49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50级，获得自由属性点+5，技能点+1，请合理分配。叮咚，由于你的等级已经达到 LV50级，你已成功触发转职任务职业2转。任务描述：前往九霄城职业圣殿寻找帝国高级召唤师爱丽丝，她将给你发布2转职业任务。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1500万。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46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省略2。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49级，全属性加5点，全技能加1点。随着大量经验的涌入，陈峰的经验条猛涨，等级一下就提升到了 LV50级，达到了职业2转的资格。第111章光明崛起的序章2。盘龙戒指已经提前给你了，我再给你一颗龙蛋作为你的奖励吧。兰若说完，手中出现了一颗火红色的龙蛋，缓缓地飞向陈峰。叮咚，你获得火龙蛋1，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火龙蛋100。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的空间戒指处直接多出了100枚火龙蛋。陈峰看向背包里躺着的一颗颗龙蛋，内心略微有些复杂。火龙蛋描述：使用后可以孵化一头 LV10级的白银品质幼年火龙，可飞行，玩家可对其进行培养，给吃的喝的，带着升级，最高培养至史诗级品质。这100颗龙蛋可就是100头火焰巨龙，这要怎么处理呢？自己有了黑暗魔龙了，这个火龙蛋给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用，给若若1头，苏尔德1头，自己还有98头。给新纪元工会。陈峰摇了摇头，现在他们的平均等级还不到20级，培养一头巨龙的费用可不少，在没有疯狂氪金的情况下，很多人目前还负担不起，自己也不想给工会做太多的慈善。毕竟自己平时已经让商会打造出一些黄金、暗金装备，都是以成本价优先出售给工会的成员了，自己再送龙蛋的话，可能就会让工会成员产生躺平的状态，也不利于工会的发展。思绪良久后，陈峰还是决定先将龙蛋带回天星城再说，自己可以先让 NPC 大军训练一批龙骑士出来，作为自己城池部队的尖刀力量。就在这时，兰若再度说道：冒险者，你是否愿意接受下一阶段的考验？在下愿意。陈峰立马点了点头，看来是光明崛起的下一序章要开启了。很好，在大陆西北方向有一片广阔的森林，那里居住着神秘的精灵族，你去寻找精灵族的半神马法里奥，他将给你新的考验。兰若缓缓地说道。随即一道任务提示的声音响起：叮咚，圣龙骑士兰若向你发布任务光明崛起的序章2，是否接受？接受。陈峰没有丝毫犹豫，接受了任务。光明崛起的序章2。任务描述：圣龙骑士兰若对你发布了最困难的考验，前往精灵之森寻找半神马法里奥，他将给你新的考验。任务期限30天。竟然是去寻找半神马法里奥，陈峰略微有些震惊。前世这个半神级 NPC 应该在游戏后期才会让玩家接触到，并会触发一系列的任务，这是自己竟然如此早就能接触到这个精灵族最强者。看来自从自己重生后，很多游戏的主线剧情都改变了。陈峰也没有过多理会，变就变吧，只要能让自己快速变强就不是什么问题。而且精灵族中有着4大勋章之一的敏捷勋章，只有自己集齐了4大勋章，并且将4大勋章合成为次序之证，才能突破元宇宙的限制，成为超过神的存在。告别了兰若，骑着黑暗魔龙离开了龙域。陈峰开始盘算下一步计划，前往精灵之森。还不着急，自己要抽空将若若的等级带到 LV60级之后，还会触发下一阶段的任务，到时候可以一起去完成。
他先将自己之前的2件装备是魔之灵护肩、史诗级黑雾玄影长裤、史诗级穿了上去，属性面板再次得到了大幅提高。技能书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史诗级技能书需要2转后才能学习，等到转职后再说。最后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人物面板，角色是天，等级 LV50， 种族人族，职业精灵召唤师1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青铜级，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召唤圣光精灵钻石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鞭打1转专属，支配之阵1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史诗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史诗级，生命35459，攻击6358，魔法攻击，防御2330，魔法483,147，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3米每秒，奔跑移动6米每秒。属性力量912，智力3025，敏捷1030，体力1140，声望3003， 2850，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童话之森传说戒指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项链深海之灵项链暗金器落日追魂手镯钻石级，铠甲亡灵法袍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白银级成长性装备8500100000，智力加850。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1000%，释放速度正1000%，基础人物属性正10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比之前 LV40 级又强了不少。换上2件装备后，陈峰的面板属性再次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特别是之前的魔法值已经达到了48000点。这下自己一次性召唤精灵王都可以召唤90几个，精灵王同时释放大招的话，就算攻击对方只有1万点的真实伤害，自己一轮的爆发伤害下去就是100多万。即使苏尔德遭受一次灭世光线的骑射，相信他也不会好受到哪里去。还有，现在自己的声望值已经3000万，已经满足兑换最高爵位的标准，反正留着也是留着。陈峰准备直接将圣龙帝国并肩王的爵位兑换了。既然这样想了，便关闭了自己的个人面板，带着若若直接向着九霄城皇宫飞去。第112章龙蛋换狮鹫。经过半个小时的飞行，陈峰和若若终于来到了九霄城的皇宫附近。由于皇宫区域除了一些大人物外是禁止飞行的，陈峰也不想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便带着若若缓步走下龙背，径直向着皇宫的大殿走去。几分钟后，经过重重守卫，终于来到了皇宫大殿，见到了圣龙帝国的帝王。陈峰带着若若略微对着王座上的皇帝行礼：“世天侯爵，不知道你今天来找本王所为何事？”王座之上，一位年轻的人族帝王正坐在王座上看着陈峰。“我想提升自己的爵位。”陈峰开口。“我不知道侯爵想提升到什么爵位。”话音刚落，陈峰的面板上再次出现了兑换爵位的列表。圣龙帝国男爵，消耗声望值1万点；圣龙帝国子爵，消耗声望值3万点；圣龙帝国伯爵，消耗声望值5万点；圣龙帝国侯爵，消耗声望值10万点；圣龙帝国公爵，消耗声望值100万点；圣龙帝国亲王，消耗声望值500万点。需要完成前置任务。圣龙帝国并肩王，消耗声望值1000万点。需要完成前置任务。陈峰看了看兑换上的面板信息，有些愣神。原本的他是想要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的，但是没想到还有前置任务。前世自己也只有兑换到了侯爵，对后面的兑换也不是很清楚。原本以为声望足够就可以兑换了，但是陈峰还是想要看看并肩王的前置任务是什么。陛下，我想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不知道我需要完成什么任务？陈峰开口询问。在王座上的帝王听到陈峰的话后，原本平静的脸色微微一变，随即说道：“圣龙帝国并肩王作为地位堪比本王的存在，单单在人族有极高的声望还不够，还需要为帝国建立功勋。世天侯爵，你确定要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的爵位吗？”话音刚落，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圣龙帝国皇帝莱恩向你发布任务，远征魔界，是否接受？”“接受。”“远征魔界。”任务描述：玩家需要领大军向魔界发动进攻，击杀魔界任意魔王，并占领一座魔界主城后，任务完成。注意，
击杀魔王后可能开启阵营战争，请谨慎选择。任务奖励：开启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资格，人族组成一座。任务期限60天。陈峰的任务面板出现了新的任务信息。陈峰看了看任务描述，竟然需要自己去击杀魔界的魔王，这任务难度可不是一般的难。不过陈峰这次来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召集人马，将威胁自己的炎魔击杀了。这个任务刚好和自己不谋而合。噬天侯爵需要击杀魔界的魔王，难度非常大，本王将会暂时给予你50万兵马协助你。大殿上的圣龙帝国皇帝莱恩再次开口。叮咚，你暂时获得50万帝国大军的指挥权，可以在系统军队管理界面进行操作。陈峰打开了光脑面板，果然这时自己的系统界面上出现了50万帝国大军的管理权限，加上自己天星城和高原城的15万军队，自己现在有65万大军了。65万打工人，这下发了。陈峰无比兴奋，点击了军队，让他直接进驻天星城，指挥大军开始对周围的怪物进行扫荡。现在自己名下的 NPC 大军已经成为了自己新纪元商会赚钱的主要来源之一了。多谢陛下。陈峰笑着感谢道。王座之上的圣龙帝国皇帝莱恩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噬天侯爵，你和龙玉的关系非常好，我有一个小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实现。陛下请说，能办到的我一定帮陛下完成。陈峰恭敬道。听到陈峰的回答，王座之上的莱恩很是满意，笑着说道：哈哈，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本王一直想要一只巨龙作为自己的坐骑，但是奈何龙域的巨龙都是不对外出售的，所以我想噬天侯爵能不能帮本王弄一颗龙蛋或者巨龙过来，当然本王会付一定的报酬，N至1000头狮鹫兑换一头怎么样？听到这话的陈峰脸色顿时大喜，但是很快又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下来，面露为难之色。陛下，我确实有机会在龙域兑换龙蛋，可是兑换的代价非常的大，这1000头狮鹫，那就2000头，这个2000头，5000，成交。陈峰一口答应了下来。5000头狮鹫啊，相当于自己拥有了5000个飞行单位，区区一头巨龙而已，自己可是有100头的，先换个10颗龙蛋再说。陈峰在空间戒指中直接掏出了10枚火红的龙蛋，放在了皇宫大殿之上。这10枚火红色的龙蛋出现在大殿的一瞬间，就将整个大殿照得明亮无比。此时还在王座上的圣龙帝国皇帝莱恩看到陈峰一下就释放出了如此多的龙蛋，激动的就在王座上跑了下来，随便拿起了一枚龙蛋，仔细的端详了起来。果然是龙蛋，太好了，这可就是10头巨龙啊！圣龙帝国皇帝莱恩开心的大喊，忍不住当场抚摸了起来。看来这个人族的皇帝想要一头飞行巨龙已经很久了。陛下，我那狮鹫……陈峰当场问道，生怕这帝国皇帝耍赖。我会安排人将5万的狮鹫送到你的封地的。是天侯爵，要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早些告退吧。本王要好好研究下这个龙蛋。开心的圣龙帝国皇帝莱恩拿着手上的龙蛋爱不释手，对着陈峰下了逐客令。陈峰笑着摇了摇头，带着若若离开了皇宫。第113章王之试炼。路上陈峰将1枚龙蛋给了若若，让她自己孵化，顺便将自己那枚没用了的空间戒指也给了她，里面放了1000万金币，应该够这个小萝莉使用了。既然是养妹妹，就应该富养，这点小钱陈峰毫不在乎。自己新纪元商会一天的收入就是好几个小目标，哎，有钱了就是那么任性。陈峰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先将自己的职业2转。这次前往魔界，想必风险肯定不会小，将自己的转职任务做了，隐藏职业的天赋肯定会再次加强，到时候对付传说级别的炎魔也就更加简单了。记得前世自己完成任务2转时，好像需要通关一个叫做王之试炼的副本，那时候到的自己在到达 LV50级后，身上穿了一套黄金装备，召唤技能也有2个黄金级的，这就让前世的陈峰膨胀的不行，想要挑战最高的实行转职难度，但结果就是自己卡在2转任务上足足1个多星期时间，还是没能通关实行难度的任务，最后无奈只能回到帝都重新去完成7星难度的任务，花费了3天时间，总算是摸透了副本的机制，才将2转任务完成。但是现在不同了，自己作为元宇宙最大的挂逼，简简单单的实行难度任务我会放在眼里？显然不会。这样想着，陈峰就来到了帝都的职业神殿。这个神殿的规模比之暴风城的规模大了至少1倍以上，门口一座座雕像矗立在神殿的周围，有战士、法师、骑士、召唤师等等，在元宇宙的历史上，人族联盟各职业的最强者都矗立在此。陈峰没有过多的关注，径直走向召唤兽雕像的入口处。很快，陈峰就看到了召唤职业导师。九霄城的召唤师职业导师和暴风城不同，她是一名精灵族的女子。由于精灵族的寿命比人族长很多的原因，此时在陈峰面前看模样只有20几岁的精灵族导师，可能实际年龄至少有上百岁了。但是这也不影响她的颜值，
只见这位精灵导师身披黑色法师长袍，手上握着一根翠绿色的法杖，大大的眼睛和一双精灵族独有的精灵耳朵，很是可爱。陈峰使用侦查术看了看导师的信息 ，LV70 级高级召唤导师爱丽丝，史诗级 NPC。LV70 级的高级召唤师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了。陈峰上前说道：“导师，我想进行职业2次转职。”听到陈峰的话后，爱丽丝才缓缓地抬起头来看向陈峰。想不到那么快就有冒险者2转了，不知道你要选择什么样的难度进行职业2转。爱丽丝说完，陈峰的面板上就出现了一连串的任务面板，1到5星的2转任务有好几个都是需要通关一些普通难度的副本，但是5到10星的转职任务都是通关同一个副本，区别是想要转职的星级越高，对应副本的难度就越高。陈峰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在光脑的面板上做出了选择。我选择10星的2转任务。叮咚，你成功触发了职业2转任务。任务描述：通关副本王之试炼噩梦难度，副本地点已标注。任务奖励职业2转10星成长。果然是王之试炼副本。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便告别了职业导师爱丽丝，向着任务标示的地点走去。根据任务提示的地点，经过短暂的飞行后，陈峰就带着若若来到了王之试炼的副本进入点。在进入副本前，陈峰一直在脑海中回忆着关于2转副本王之试炼的前世攻略。之所以需要回忆攻略，完全是因为这个副本不是简简单单的无脑刷副本，里面的所有怪物都有着不同的机制，必须要足够了解这个副本的机制，才能通关这个副本。作为5星到10星2转任务必须通关的副本，前世很多大佬玩家也是花费了至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研究透彻副本的全部攻略。而陈峰也是花费了好几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查阅了大量的副本攻略，加上后期的实战，才逐渐摸透了副本内所有怪物机制。有着前世的攻略，加上现在变态的召唤物输出，自己一次性通关应该是小问题吧。顺便开启直播和录像功能，让新纪元公会的玩家在挑战低难度副本的时候也有个借鉴。因为这个副本基本上是所有玩家都需要经历的副本，陈峰作为先驱者，提前给底下的公会成员分享一下副本攻略也合情合理。想到这里，陈峰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公会的游戏直播。陈峰在公会的群组开启直播这件事还是头一次，不得不说的是，现在新纪元公会的玩家数量已经突破了10万人，在陈峰 NPC 大军的帮扶下，平均的等级也到了 LV25级以上，赫然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1公会。现在陈峰开启直播的消息一经发出，兴奋的公会成员们便宛如潮水一般迅速涌入了直播间，一时间不明所以的公会成员们不停地在直播间内刷着弹幕。小妍妍，会长哥哥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公会了吗？好久没见到会长哥哥发言了。风行者，会长今天又想带给我们什么震撼的场面吗？期待。老实人，会长牛掰，会长666。紫色蔷薇，会长，我姐姐也申请入会了，求带哦。江南第一神情，奈斯，新纪元又添一名绝顶美女，求联系方式。紫色蔷薇，和你不熟，我们只给会长联系方式。众人，陈峰没有理会直播间里的弹幕，自己只要一出现，总会将话题带跑偏，所以自己索性就基本不在公会群聊中发言，直接上前触发副本。叮咚，王之试炼副本开启，请选择副本的难度：简单、普通、困难、深渊、噩梦。噩梦。叮咚，你已选择可噩梦难度王之试炼副本。由于你是第1个进入该副本的玩家，此次进入副本不消耗金币。叮咚，你已经进入王之试炼噩梦难度，请在30分钟内击杀所有副本生物，玩家死亡或者超过30分钟后则视为副本挑战失败。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陈峰就进入了副本内部。第114章风之守护。叮咚，你来到副本房间风之守护。陈峰一进入副本，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密闭的空间，整个空间内没有任何怪物，只有中间位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骑士雕像。一见到副本场景的公会成员纷纷开始猜测了起来。我去，会长在打什么副本呢？我来的有点晚，有没有好心大佬告诉我一下？我们也刚进来，看样子应该是一个很牛掰的副本吧。总之，看着副本的环境就不是我等可以觊觎的。会长是让我等见见世面，大家好好看，好好学，下线前多交一篇1万字的观后感。公会众人，现在在公会里面的玩家，除了最开始的骨干成员外，其余成员大部分都不是陈峰招募的，因为对于公会的发展自己从来不过问，直接交给若凡等人就行了。一些公会成员对陈峰这个神秘的会长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会长的性格是怎样的，是不是非常高冷，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直接问陈峰一些问题。一时间，大部分的弹幕都是互相在询问着世天会长在打什么副本，以及副本的难度怎么样等等。见状，陈峰也是笑着摇了摇头，心里想着自己还是第一次在公会里直播，
不能给工会成员留下一个高冷的印象，必须回到群众中去。随即便将直播切换到第一视角，并且开启了现场解说。风之骑士传奇级 BOSS， 等级 LV50， 血量60万，攻击8888，防御4000，石化状态免伤 99%， 技能前行、急速移动、风之律动、瞬移、急速斩击、沉默攻击。描述：王之试炼第一关的首关 BOSS， 具有超高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先是侦查术的数据传到了第一视角中，随即陈峰便开启了解说员的工作。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我这次正在挑战的副本是一个以后你们进行2次转职时必须要挑战的副本，它的名称叫做王之试炼。我也是在到达了 LV50 级后，在尝试了无数次副本后才得出了这个副本的攻略，这次也是借着直播的机会为大家展示一下。陈峰简单的讲解了一下副本的用处，也随便编了一个理由，让众人知道自己是如何才知道攻略的。缓了缓，给了直播间工会成员一点点消化时间后，陈峰便再次对着直播镜头开始讲解 BOSS 的打法和注意事项。王之试炼副本里的怪物都是以 BOSS 作为守关人的，只需要击杀了守关的 BOSS 就可以自动进入下一个关卡。每个守关的 BOSS 都有着特定的打法，就比如这关的风之骑士是一个类似于刺客职业的 BOSS， 非常克制像召唤师、法师、牧师一类的职业，因为他的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还能全程隐身，加上高额的攻击，几下攻击就能将你送出副本。陈峰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副本 BOSS 的属性和攻略，并将需要注意的信息发了出去。陈峰记得自己重生前就是被这个 BOSS 虐了不知道多少遍，没办法，职业克制太厉害了。但是这次陈峰压根不用担心，一切的恐惧都是源于自己的火力不足。整个副本的地点就那么大，任凭你的速度再快，我直接技能覆盖。就在这时，眼前的石像开始剧烈的抖动，原本处于石化状态的风之骑士慢慢复苏。见状，陈峰也不再停留，手中的法杖挥舞，支配之阵，他直接释放了最快的召唤技能。随着法阵的形成，所有的召唤兽都出现在自己的身边。就在召唤兽出现的一刹那，面前的风之骑士直接进入了隐身状态，以极快的移动速度向着陈峰发动了攻击。陈峰自然不能让他攻击到，发动装备技能时空穿梭，跳到了黑暗魔龙的背上，随即指挥大量召唤物对着整个副本开始了技能覆盖。轰隆隆，不断的有技能宣泄在地面上，风之骑士凭借着超高的移动速度在艰难的躲避着，但是奈何大量召唤物的攻击实在是太密集了，没过多久就被一道攻击击中，原本的隐身状态也在遭受到攻击后失去了效果。失去了隐身状态后的风之骑士就成了一众召唤物的靶子，不需要陈峰刻意的指挥，召唤物就能自己进入攻击状态。随着大量的攻击落下， BOSS 的血条也在快速的消耗着。几分钟后，随着最后一道技能落下，风之骑士的血条被打空，巨大的骑士身躯缓缓倒下，化为了数据消失。陈峰也直接进入到下一个关卡。然而看到 LV50 级的传奇 BOSS 就那么被秒杀了，正在直播间的工会成员个个目瞪口呆，对陈峰详细的介绍表示：脑袋我懂了，眼睛我看会了，身体会长实在是太牛了。 LV50 级的传奇 BOSS， 这种层次的怪物竟然在世天会长手下坚持不了1分钟。我怀疑会长在凡尔赛，我即使到了50级，哪里能对付得了这种阶位的 BOSS？ 这难度也太高了吧。没看到会长挑战的是噩梦难度吗？噩梦难度 BOSS 的阶位和血量都是翻了好几倍的，我们打普通难度估计 BOSS 是白银黄金级别的吧。哦，这样我就放心了。第115章骑士守护。叮咚，你来到副本房间，骑士守护。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来到副本的第2道关卡，又是同样的场景。此时副本中间的位置依旧矗立着一名身穿铠甲的骑士雕像，不同于第一个房间的骑士，这名骑士的手上拿着的是一柄巨大的铁锤。除了铁锤之外，他的身躯上时不时的变换着红色和蓝色的光芒，很是诡异。守护骑士传奇级 BOSS， 等级 LV50， 血量80万，攻击7777，防御5000，石化状态免伤 99%， 技能永久霸体，雷霆一击，重击，重锤突刺，反震。描述：王之试炼第2关的首关 BOSS， 具有魔法反伤和物理反伤。陈峰再次将 BOSS 的面板共享到了直播间内，随即开始了对这关卡的 BOSS 进行了解说。这一关的 BOSS 难点就是这个 BOSS 会永久霸体，而且 BOSS 的所有攻击有超级高的几率使人眩晕，玩家眩晕后再加上一套的连招，即使是 LV50 级以上的骑士也很难抗得住。但是最变态的是这个 BOSS 拥有的反伤属性， BOSS 身躯会不停变换颜色形态，红色形态时会反伤所有物理攻击，蓝色时会反伤魔法伤害，而且它的变换速度是非常快的，在释放技能的瞬间它就有可能变换到其他形态。要是这时候你的攻击还是落到了这个 BOSS 的头上，你
将会受到100%的反伤，而他将会获得所受伤害数值的血量恢复。但是这个关卡 BOSS 的反伤变化是有规律的，只需要自己摸清了规律，就能无伤通关这个关卡。陈峰耐心讲解着这个 BOSS 的机制和通关的要点。他记得前世这个 BOSS 开始是蓝色形态，5秒后就是红色，再5秒又是蓝色，5秒循环了3轮后就会变为更快的3秒一循环，需要玩家能够控制好技能释放的时机。陈峰现在的大部分召唤物都是以法术伤害为主，仅存几个物理的伤害不足以打出太多的伤害，所以陈峰准备等到蓝条结束了5秒的红条时间再集火攻击。此时处于石化状态的守护骑士和第一关一样，正在慢慢的苏醒。第一个蓝色状态，陈峰拥有5秒的物理输出。陈峰的召唤兽只有机甲哥布林和黑暗骑士，还有魔界之花的物理藤蔓属于物理攻击，这不是陈峰召唤兽的强项，但是陈峰还是召唤出了10只黑暗骑士，释放盾阵将守护骑士包围在中间。没有输出的目的就是单纯的将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不让它乱跑，省得影响后面5秒的法术输出。随着守护骑士的石化效果缓缓的消散，一个全身冒着蓝光，手上拿着一柄巨大铁锤的骑士在石化状态中苏醒过来。杀死入侵者！苏醒后的守护骑士很快就循着气息向着周围发动了攻击。雷霆一击，只见到巨大的铁锤狠狠地落在地面上，一道范围性的伤害以守护骑士为中心向着周围扩散。5201 5120 5112，大量的伤害在黑暗骑士的头顶上冒出，但是这点伤害还不能将黑暗骑士击杀。守护骑士见状，不停地在包围圈释放着普通攻击和技能，企图突破黑暗骑士的包围圈。当当当，巨大的铁锤狠狠地敲击在黑暗骑士的盾牌之上，传出了一阵阵金属碰撞的声音。黑暗骑士头顶不停地冒出4位数的伤害数字，但是短时间内还不可能突破防线。5秒时间即将到达时，陈峰便指挥大量的精灵王和路易斯早早的就将守护骑士包围。心里默默数着时间的读条，精灵王、路易斯、圣光精灵、极光格雷林的技能都在蓄力，现在产生将近70多头召唤物，而且都是以精灵王和路易斯这2个高爆发的法系为主。陈峰计划在5秒的时间内将守护骑士击杀。3、2、1，进攻！陈峰在心里默念。轰隆隆，啾啾啾，滋滋滋，大量的法术攻击宣泄在守护骑士的头顶。22000，精灵王攻击8950，路易斯攻击5000，圣光精灵800，极光格雷林。无数的伤害数字在守护骑士的头顶飘出，30个精灵王的输出就高达60多万点，加上20个路易斯的攻击，造成了17万点的伤害。圣光精灵的真伤也造成了5万点的伤害，技能还未全部落下，就直接将80万血量的守护骑士秒杀了。轰！守护骑士的身躯轰然倒下，陈峰和他的召唤兽直接传送到了第3道关卡。如此炫酷的大场面，直接让直播间内的观众傻眼了。80万血条就这样秒了，我尼玛估计要在副本里打1个月吧。恐怖如斯，恐怖如斯。第116章冰岩守护。叮咚，你来到副本房间冰之守护。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传送到了副本第3道关卡。此时副本的环境已经换成了一片冰雪世界。冰雪世界的中间同样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冰雕，冰雕中一名身穿天蓝色铠甲，手持一把冰晶长剑的骑士正站立在其中。陈峰率先释放了一道侦察术过去。冰之骑士传奇级 BOSS， 等级 LV50， 血量70万，攻击7777，防御4000，冰冻状态免伤 99%， 技能霸体攻击、寒冰剑气、冰龙破击、霜冻光环、冰霜护盾。描述：王之试炼第3关的首关 BOSS 会释放冰属性魔法，长期处于冰霜环境下将会成为冰雕。很快 BOSS 的数据传到陈峰的眼中，将数据同步到直播间后便开始了讲解。这一关的 BOSS 非常考验玩家的爆发输出，因为在 BOSS 的霜冻光环下，只需要10秒玩家和召唤物都会变成冰雕，而且 BOSS 的冰属性魔法伤害非常的高，范围也很大，要是被控制住了就很可能被他秒杀。所以大家在打副本前一定要购买一些解除异常状态的药剂。但是陈峰对于自己的输出毫不担心，而且黑暗魔龙是不受这个异常属性的影响的，使用黑暗魔火就可以破除冰冻的状态。陈峰的话音刚落，中间的冰雕就开始缓慢的抖动，砰的一声，冰雕应声而碎，冰之骑士向着陈峰冲了过来，原本碎裂的冰块碎片此时也化为了5根冰锥，向着周围召唤物飞去。紧接着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受到霜冻光环的影响，10秒钟后将进入冰冻状态，冰冻状态你的防御上升 50%， 冰冻状态持续5秒。系统提示音刚落
5道冰锥以极快的速度飞向周围的召唤物，冰锥在接触到召唤物的一瞬间，大量的寒气外露，将周围的召唤兽都冻结在了原地。此时，冰之骑士手中的冰霜长剑也迸发着蓝色的剑芒，向着陈锋扫了过来。陈锋见状也不敢大意，指挥黑暗魔龙一个侧身躲过了这道攻击，随即控制其他黑暗魔龙对着地下处于冰冻状态的召唤物发动了龙年，自己则是在黑暗魔龙背上释放了召唤技能，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彩色的法阵形成，10道悬空的身影在法阵之中缓缓走出。运气不错，触发了装备召唤物+1的特效，一次性就召唤出了10个精灵王伊加贝拉。此时，冰霜骑士冰霜光环的效果已经快要生效。陈锋指挥精灵王伊加贝拉对着下方的副本的范围释放了技能精灵王的屏障，一道道彩色的光幕出现在陈锋和所有的召唤物周围，所有人暂时进入了无敌状态，不受任何负面状态的影响。紧接着，地面上原本的召唤兽破冰而出，纷纷向着冰之骑士发动了攻击。冰之骑士释放了一道寒冰护盾，抵挡了几次攻击后就应声而碎，而在四周飞行的冰锥也无法攻击处于无敌状态的召唤兽。冰之骑士只是传奇阶位的 BOSS， 除了等待技能时间的到达，没有任何办法。是大范围无敌技能吗？一名工会成员在弹幕中问道。随即陈锋将技能状态共享了出去。发出去后，一众工会成员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别人的无敌技能都是短暂的，而且时间持续的很短，冷却时间很长。他们会长倒好召唤兽人手一个，还是大范围的，这个召唤物释放完了下一个继续，还能刷新召唤物重新释放，除非遇到超过史诗阶位以上的生物，不然没人能突破屏障，简直是恐怖如斯，骇人听闻，大惊失色。此时处于无敌状态的召唤物在加持了尘封鞭打技能的 buff 状态下，召唤物疯狂地向着冰之骑士发动了攻击。没多久，冰之骑士在大量的技能宣泄下化为了碎冰块，消失在茫茫冰原之上。陈锋也带着召唤物重新出现在下一个关卡。叮咚，你来到副本房间炎之守护。这时周围的环境再次发生了变化，从原本的冰天雪地变成了满屏的火焰世界。陈锋刚刚进入第4关卡的一瞬间，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你处于火焰灼烧状态，扣除100点生命值每秒，效果持续到通关此关卡。周围的所有召唤物和陈锋头顶上不停地冒出100的伤害数字，连黑暗魔龙处于空中都跳出伤害。这和苏德尔的火焰之地不同的是，这个火焰伤害是整个房间都有效果的，但是还好，伤害数值不是很高，每秒100点的伤害，圣光精灵释放几个治疗魔法就可以直接无视了。但是通过直播间第一视角观看的玩家就不淡定了，有点东西啊，每秒扣除100点血，我一个满血骑士才5000血，岂不是要我50秒内击杀？这尼玛也太难了。对啊，太变态了，感觉要随身携带一个大奶牧师。你看会长那只长着小翅膀的召唤物像不像361的奶妈？我去，还真是，我真想将我队伍里的 A 罩杯的奶妈换了。此时关卡的中间位置出现了一道带着火焰的骑士身影，炎之骑士传奇级 BOSS， 等级 LV50， 血量70万，攻击8888，防御5000，石化状态免伤 99%， 技能霸体攻击赤炎剑气烈火斩熔岩爆弹火焰十字斩。描述：王之试炼第4关的首关 BOSS 拥有强大的火属性攻击，受到多段攻击后会触发火焰大爆炸。侦查术的数据刚刚传来，一道火红色的身影就向着陈锋冲来。这关卡只需要注意跟炎之骑士保持好安全距离就行了，因为只要靠近炎之骑士，无论是玩家还是召唤物身上都会出现一个火焰爆弹的痕迹。火焰爆弹只要在身上出现了5个就会触发爆炸，每一颗爆弹的伤害，陈锋要是没有记错的话是5000点真实伤害，加一起就是25000点，基本可以秒杀 LV50级玩家了，当然陈锋这个挂逼除外。就这样，陈锋自身保持着和炎之骑士的距离，指挥大量召唤物对着炎之骑士发动了攻击。虽然召唤物会受到些许伤害，甚至一些低级的召唤物会暴毙，但是陈锋只要有蓝条的情况下，召唤物是无限的。几分钟后，在一众召唤物的群殴下，炎之骑士的血条亏空，化为了岩浆块消失，陈锋也随之传送到了第5个关卡，也是最终 BOSS 前的最后的一道关卡。第117章光之守护。叮咚，你来到副本房间光之守护。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锋和他的召唤物一起出现在一片白光照耀的房间。陈锋适应了一下周围的光线后，抬起头看向远处。此时这个的副本房间不和之前的房间一样，只有1道骑士身影，这个房间内竟然矗立着10道骑士身影。我去，这个房间竟然有10个骑士，难道都是 BOSS 吗？10个 BOSS 这怎么打？这时一众好奇的玩家在直播间刷起了弹幕。为了满足直播间玩家的好奇心，
陈峰对着面前的石化骑士释放了侦察术。光之骑士传奇级 BOSS， 等级 LV50， 血量40万，攻击6666，防御4000，石化状态免伤 99%。 技能霸体攻击、落雷、光芒闪耀、分身术、圣光守护。描述：王之试炼第5关的首关 BOSS 拥有强大的光属性攻击。BOSS 的数据传到了直播间的第一视角后，陈峰便开始了对这个 BOSS 的讲解。在击杀这个 BOSS 时一定要注意 BOSS 的光芒闪耀技能，要是被技能效果命中后，玩家就会陷入短暂的眩晕之中，有点类似某动漫的太阳拳。但是他在释放这个技能时有很长的前摇，大家看到光之骑士全身发光就赶紧背朝他，就不会眩晕了，随后就躲避一下落雷的伤害，再进行输出。仔细的讲解完后，陈峰开始指挥召唤物对着前方的光之骑士开始了技能输出。对于这个关卡的 BOSS， 陈峰觉得比之前的任何 BOSS 都要简单，虽然它的数量增多了，但是血条也少了，对于使用技能覆盖的他来说，10个和100个没有什么区别。5、4、3，陈峰默数着光之骑士的石化解除时间。轰隆隆，大量的召唤兽技能在陈峰的预判下提前向着石化状态的光之骑士射去。1秒钟后，技能覆盖了场上所有光之骑士。就在技能攻击到的一瞬间，光之骑士的石化状态刚好解除。没有任何意外，血量40万的光之骑士在被大量技能命中后，瞬间就被秒杀，化为了点点光芒，消失在房间内。陈峰也和他所有的召唤物直接消失在原地，出现在了最后的 BOSS 的关卡。这一幕让直播间的观众直接看傻眼了。我眼睛没看花吧 ，BOSS 怎么突然蒸发了？这一关的 BOSS 都还没见到新世界的太阳，就那么暴毙了，没有任何痛苦的死亡，也算善终了。会长这波召唤物的技能预判简直无敌。666，叮咚，你来到副本房间，王之守护。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宏伟的大殿，大殿的高处有一个巨大的王座，此时王座上正坐着一名身材高大的战士。只见到这名战士身上穿着厚厚的铠甲，头顶戴着象征着王权的头盔，头盔将整个面部包裹，只露出了一双眼睛，看不清面容。他的手上拿着跟他的身形差不多的巨大铁锤，背后火红的披风无风自动，身上没有一处不散发着强者的气息。看到这一幕的陈峰还是很淡定的，毕竟自己前世为了完成2转任务，面对这个 BOSS 不知道多少次了，见怪不怪。然而直播间里的工会成员看到这个出场画面，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尼玛，这是什么出场方式啊？还自带 BGM， 肯定是个狠角色呀！世天会长会不会翻车呀？总感觉这个 BOSS 有点强。怎么可能？我们世天会长是无敌的，小小 BOSS 也想起舞。世天会长，快将 BOSS 的信息发来看看，我们都好期待啊！期待+1，期待+2，期待+3。陈峰此时也看到了直播间里内工会成员的互动，直接将侦察术传来的信息截图共享在了第一视角。锤王波罗丁，史诗级 BOSS， 等级 LV60，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王之试炼的最终 BOSS， 小心他的铁锤。侦察术传来了一连串的问号。没办法，噩梦的最终 BOSS 等级要超过玩家转职等级10级了，无法侦察到所有的属性。但是虽然陈峰看不到属性，但是他对这个 BOSS 的技能熟悉无比。陈峰跳到了黑暗魔龙的背上，重新刷新了一下召唤物的数量。是谁？竟敢打扰本王长眠？一道深沉的声音在王座之上传了下来，代表这个 BOSS 已经进入了苏醒的状态。见此，陈峰也不敢拖大，圣光精灵直接对着的锤王波罗丁释放了大概范围的控制技能圣光囚笼。一道道金色的囚笼覆盖了锤王波罗丁的头顶，很快就将 BOSS 全部覆盖。感受王的愤怒吧！随着 BOSS 的话音落下，他手上的巨大铁锤狠狠地落在地面之上。轰轰轰！铁锤的撞击声充斥在整个房间内部，巨大的冲击波在铁锤的撞击下开始向四周蔓延，不停地冲击在圣光囚笼的笼罩范围。不多时，无数圣光囚笼应声而碎，化为光元素的能量消失在空气中。失去控制的锤王波罗丁再次释放技能。出来吧，我的卫队！话音刚落，只见到地面上出现了一队队石化的卫兵，足足有上百名之多。地面上的卫兵一手持巨盾，一手持长枪，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副本房间内。苏醒吧！锤王波罗丁手上的巨锤狠狠地落在地面之上，巨大的震荡波传遍了整个房间，所有在地面上的召唤物集体进入了眩晕状态，头上冒出了4位数的伤害数字。紧接着，原本还处于石化状态的卫兵一个个褪去了石化铠甲，整齐地排列在锤王波罗丁周围。第118章王之守护。见到这一幕的直播间观众纷纷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这 BOSS 貌似很强大的样子，连是天大神的
好像都进入了短暂的下风，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我去，会长不会有危险吧？这个 BOSS 好像很强。这个 BOSS 比会长还会召唤，直接召唤出了几百个卫兵，好像都是钻石级以上的精英生物。相信会长，他既然让我们学习攻略，自然就会有对付这个 BOSS 的方法。没看到会长还在高空安然无恙吗？会长加油，干死这个 BOSS。陈峰见到地面上的召唤物都进入了眩晕状态，这也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事情了。这个 BOSS 的每一次锤击地面都会造成大范围的 AOE 伤害，加上眩晕的控制效果，但是只需要不接触地幔就不会受到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飞到高空，当然要是没有飞行坐骑的话，就跳起来规避伤害和控制效果。此时大量的卫兵摆好了阵势，对着地下的召唤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不停的有伤害数字在召唤兽的头上跳出，几只血量比较低的召唤物当场暴毙。陈峰冷笑一声，重新在黑暗魔龙释放了召唤技能，地面的召唤兽在经历了一轮冲击后，召唤时间全部到达，回到召唤世界。此时空中重新出现了一批新的精灵王和路易斯，轰轰轰，大量的技能在龙背上宣泄而出，攻击在地下的卫兵和锤王波罗丁身上。一轮攻击下来，就将地面上处于冲锋状态的卫兵全部击杀。而在王座之上的锤王波罗丁似乎也感觉到了威胁，缓缓地在王座上站起，手中开始凝聚雷霆之力。陈峰此时的召唤兽的技能也同样落在他的头顶，免疫，免疫，免疫，无数免疫的字体在他的头顶飘出，很明显 BOSS 发动了无敌技能。紧接着他手上的雷霆元素大盛，一道道雷光在副本大殿落下。陈峰见状也不敢大意，精灵王伊加贝拉释放精灵王的屏障。陈峰操作了一个史诗阶位的精灵王，当场释放了群体无敌的结界技能，轰轰轰，无数的雷霆如同雨水一般宣泄在彩色屏障之上。叮咚，锤王波罗丁史诗级 BOSS 的雷霆万钧命中精灵王伊加贝拉释放精灵王的屏障，该效果无法打破屏障，此次攻击无效。叮咚，省略摁。此时屏障外部的攻势十分恐怖，只要一个走位不小心就有可能被 BOSS 的雷霆击中，但是陈峰处在屏障内部就显得很安逸。很明显锤王波罗丁的雷霆法术无法打破同为史诗阶位的精灵王的屏障，但是这一幕让直播间内的工会成员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卧槽，如此多的雷霆竟然无法伤及会长分毫，会长实在是太强了。世天会长真的太神了，我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总之任何词汇都难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会长才是真正的无敌之姿，牛皮牛皮，继续膜拜会长。外场的观众们瞠目结舌地看着直播间内发生的画面。要知道无敌技能是非常难以得到的，他们整个工会数十万的人，拥有无敌技能的玩家都只有寥寥几人而已。他们的会长竟然有如此大范围的全体无敌，这能不让他们震撼吗？原本他们也知道陈峰很强，但是没想到短短一天的时间，他的战斗力竟然会再次得到如此大的提升，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陈峰自然关注不到工会玩家的心理，他也很庆幸自己有这个无敌技能的存在，不然在面对如此雷霆，即使是他也有失误的可能。无数的雷霆在持续了大概30秒的时间后，总算停了下来。原本处于无敌 buff 的锤王波罗丁此刻应该也感觉到力竭，巨大的铁锤矗立在地面上。陈峰见状自然明白 BOSS 是释放了大招后进入了短暂的虚弱状态，这个机会他自然不能放过。随即再次召唤出了5只精灵王伊加贝拉，现在场上足足20个精灵王一齐对着锤王波罗丁发动了灭世光线。啾啾啾，20道彩色激光飞速的冲击在锤王波罗丁的铠甲之上。160451 161452 160551 20道伤害数字在锤王波罗丁的头顶飘出。仅仅一轮的攻击下来， BOSS 的血条就下降了1/3，又连续输出了几秒钟的时间， BOSS 的血条很快就掉到了50%以下。可恶的人类竟然伤了本王！在虚弱状态中恢复过来的锤王波罗丁开始在地面上开始疯狂的攻击，但是所有的伤害都是免疫的字样，他还是无法破坏结界。出来吧，我的卫队！看到自己一人无法突破尘封的结界，锤王波罗丁愤怒的继续召唤小弟，又是数百小弟的降临，但是这些小弟也只能充当炮灰而已。现在的锤王波罗丁已经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付陈峰了。就这样又经历了一次 BOSS 的30秒无敌加雷霆的攻击后，锤王波罗丁再次处于虚弱状态。陈峰把握住这次机会，指挥大量的召唤兽对着锤王波罗丁发动了最后的进攻。轰隆隆，无数的技能宣泄在锤王波罗丁的头顶，他的血条在以飞快的速度下降着，20%、10%、5%、0%。终于在 BOSS 恢复虚弱状态的最后一秒，他
他的血条终于亏空，巨大的身躯不甘地倒在了地上，溅起一片灰尘。第119章，变态的二转天赋。随着 BOSS 的倒下，陈峰的个人面板上出现了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你通关王之试炼副本，你将在10秒后自动退出副本。叮咚，恭喜你通关王之试炼副本，成功完成了2转任务，你的职业精灵召唤师1转10星，成功晋升为精灵召唤师2转10星。叮咚，你已经成功完成职业2转，等级限制解除，你已经成功学习职业专属技能，你的职业天赋得到提升。系统提示音刚刚落下，一道白色光柱在陈峰的身上升起，紧接着又是3道系统公告响起。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世天成功完成职业2转任务，成为全服首个2转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世天技能点加50点，自由属性点加200点，声望值加5000点。叮咚，全服公告。叮咚，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在所有玩家的面板上刷新。终于职业2转了。陈峰看着一条条崭新的系统提示，开心的呢喃道。此时还在直播间内的玩家也纷纷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见证了全服第1的玩家完成了2转，实在是太荣幸了。牛皮，说出去都很有面子好吗？我要赶紧和我的朋友吹一波。整个元宇宙的玩家们在看到3道全服公告后，先是一愣，随后仔细查看了一下全服公告的内容。原来又是天大神啊，不奇怪，不奇怪。世天大神竟然成功完成2转了，实在是太快了，我都还没1转。世天大神真的是妖孽一般的存在，我们已经和世天大神的等级差距越拉越大了。这还不算什么，你们没看到世天大神的职业转职都是10星评价吗？等级大家都能上去，但是职业评价才是真正拉开差距的地方。牛皮，1转10星评价，2转还是10星评价，世天大神永远敌神。一众玩家都惊呆了，要知道在星纪元里的顶级玩家已经尝试过1转任务的困难程度，他们绞尽脑汁跟转职任务死磕了许久的情况下，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获得了超过5星的职业认证。在全服排行榜上，除了陈峰以外，也只有星纪元的风行者完成了1转8星的职业认证。职业的星级评价对于玩家的属性提升，所有的玩家都有所了解。越好的职业认证，就代表属性点可提升的人物面板就越多，而且2转后玩家升级获得的属性点和技能点，也将和自己职业认证的星级有关。可以说，职业认证的差距就代表了以后人物面板的差距。10秒的时间很快就到了，陈峰独自一人被传送回到了副本外。若若第一时间迎了上来，跳到了陈峰的怀里。陈峰见状，赶忙关闭了直播间。哥哥，你完成转职了？若若在陈峰怀里问道。陈峰点了点头回答道，随即才想到自己还没查看转职后的职业天赋变化呢。将系统奖励的200自由属性点全部都加在了智力上后，陈峰点开了全新的职业面板。精灵召唤师2转10星，2转基础提升1，人物基础属性提升 10%， 再1转提升 10%， 2转再提升 10%， 2转基础提升2，等级提升后获得属性点为基础属性点和技能点10， 5点基础属性点10星职业认证。职业天赋召唤兽强化，被动提升召唤兽的属性 100%， 限制解除，被动通灵召唤兽的限制解除，所有召唤物的数量不受限制，控制距离不受限制，召唤技能上限等级提升为不高于人物等级 LV 10级，所有召唤物的存在时长为永久，人物下线或者主人死亡后消失，召唤亲和，被动释放召唤类技能时原召唤数量乘10，所有召唤物的品阶上升1级。描述：觉醒后职业天赋跟随提升。仔细看完最新职业的提升介绍后，陈峰直接愣在了原地。前2项基础属性的提升，他前世就了解。2转后的玩家和2转前的我玩家本来就是天差地别，玩家的2转就相当于 NPC 的一次大的进阶，属性提升一些也无可厚非。但是职业天赋的强化对于陈峰这个召唤师来说就非常变态了。第1条属性被动召唤兽强化就不用多说了，直接让召唤物的全面属性得到了翻倍的提升，就相当于原本只有40万血量的黑暗魔龙，在属性得到 100% 加强后直接达到了80万，对应的攻击力和防御也是同样的提升了1倍。至于限制解除，除了召唤的数量不受限制和技能等级可以高过玩家10级以外，又多出了1条全新的属性，所有召唤物存在的时长变为永久。这代表着什么？召唤物再也不会受到时间的限制，加上陈峰现在无限技能的 buff， 岂不是说自己只要蓝条足够就可以无限的释放召唤物？想到这里，陈峰忍不住释放了一次召唤技能支配之阵。法杖挥动，一个巨大的法阵出现在眼前，一个个召唤物在法阵之中出现。机甲哥布林、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黑暗骑士、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圣光精灵、
大魔法师路易斯、黑暗魔龙、精灵王伊加贝拉、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包括武器童话之森、传说的主动技能牙签鸟也一并召唤了出来。一共10种类型的召唤物被陈峰一股脑全部释放了出来。第120章提升的召唤物属性。怀着激动的心情查看了召唤物的属性，发现了全部召唤兽的属性都提升了 100%， 让原本只有青铜阶位的机甲哥布林和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的属性已经堪比白银级别的 BOSS 属性，而且他们的阶位也提升到了白银，原本白银的都提升到了黄金，对应的召唤物技能都得到了强化。黑暗魔龙的召唤限制在品阶提升到传说后，再次点击了召唤后，原先召唤出来的黑暗魔龙不会消失了，而且体型变得更大，可以骑乘单位从原先的100个单位变成了500个单位。还有2个史诗单位精灵王伊加贝拉和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他们在进化为传说阶位后，原本属性就上涨了将近2倍，再加上职业天赋召唤物属性提升 100%， 就相当于他们的属性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提升了4倍。他也万万没有想到2转后的职业天赋提升竟然会如此强大，随即点开了精灵王伊加贝拉和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2个召唤兽的属性面板。精灵王伊加贝拉传说级，等级 LV60， 血量 90.00 万，攻击 36.66 万，防御 2.5 万，攻击速度4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移动15米每秒，悬空状态。技能光能波刃，直线范围 IOE 伤害，强化光环，被动精灵王的屏障，无敌，现在免疫传说级以下的全部伤害，灭世光线，直线大范围 IOE 真实混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传说级，等级 LV60， 血量 70.00 万，攻击 30.66 万，防御 1.5 万，攻击速度2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移动5米每秒。技能召唤骷髅战士，发动技能复活1000乘1000米范围内的任意尸体成为骷髅战士。骷髅战士的等级和召唤者的等级相同，相当于该等级的白银生物。吸血光环，对500码范围内友军在近战输出时可以附加 50% 伤害回复的光环。集体狂热，可同时对己方20个单位进行释放，提升释放单位 50% 的攻击速度， 50% 的移动速度， 50% 的释放速度，释放单位每秒损失500点生命值。召唤深渊狮王，召唤出一只和自身等级相当的传说级 BOSS 生物，超级肉盾。看完2个提升品阶后的精灵王伊加贝拉和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的属性后，陈峰已经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原本史诗阶位就很变态了，没想到提升到了传说级会更加变态。现在2种传说级别的召唤物出现，陈峰已经彻底飘了。即使现在让陈峰去将整个魔界打下来，他都有着十足的信心。而且在职业天赋的加强下，所有的召唤物持续时间已经不受限制，也就是说自己要是想的话，可以无限的释放召唤兽，然后让召唤兽帮自己攻城略地，自己只需要在主城里面待着。想到这里，陈峰闭上了眼睛，平静了一下膨胀的思绪，再次挥动法杖，将圣光精灵、大魔法师路易斯、黑暗魔龙、精灵王伊加贝拉、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这5种召唤兽再次召唤3遍，魔法值不够了，陈峰才停止了召唤。只见到地面和高空又出现了足足150多头召唤兽，加上之前的1000多头召唤兽，陈峰现在的身边全都是召唤兽。看着眼前的召唤兽大军，内心感慨无比。要是我有无限的蓝条，我的召唤兽岂不是可以布满整个元宇宙大陆？他突然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将附近的几千头召唤兽统统储存在了盘龙戒指之中。盘龙戒指拥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有着可以储存活物的设定。接下来只需要不停地吃恢复 MP 的药剂，再将召唤出的召唤兽全部都放到盘龙戒指的空间内。想要使用的时候，连技能施法的前奏都不需要了，直接释放就完事了。而且召唤兽可以无限制时间带来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自己直接将全部召唤兽释放到各个炼级地点，加上自己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岂不是1天就能达到 LV99， 再完成觉醒任务等级突破到 LV100级成神呢？想到这里，陈峰就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又看了下自己2转后的人物面板，角色是天，等级 LV50， 种族人族，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实心，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白银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白银级，召唤黑暗骑士黄金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召唤圣光精灵传奇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史诗级，鞭打1转专属，支配之阵1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传说级，
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传说集，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传说集，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生命39005，攻击7539，魔法攻击，防御2560，魔法56445，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15米每秒，奔跑移动30米每秒。属性力量912，智力3225，敏捷1030，体力1140，声望3003， 2850，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童话之森传说戒指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项链深海之灵项链，暗金器落日追魂手镯，钻石级铠甲亡灵法袍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白银级成长性装备8500100000，智力加850。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1000%，释放速度正1000%，基础人物属性正10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瞬间感觉自己弱爆了呀！陈峰撇了撇嘴，确实自己现在的属性在和自己的召唤兽一对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第121章，游戏同步现实。最后查看了自己2转后获得的专属技能，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技能介绍：消耗1000点 MP 后瞬间释放，释放后使1万立方米的所有召唤物进入狂化状态。进入狂化状态后的召唤兽技能冷却时间减少100%，无冷却，召唤物所有攻击力上升100%，狂化效果持续30秒，技能冷却时间24小时。buff 加成无冷却，狂化结束后所有召唤兽直接消失。牛逼！仔细看完2转专属的技能介绍后，陈峰忍不住开心的大喊：又是一个绝佳的 buff 类技能，主要提升了召唤物的爆发伤害，所有召唤物的技能在30秒内无冷却消耗，加上100%的伤害加成，这是什么概念？这就代表了所有召唤物在被狂化后将集体化为30秒的法术炮台，按照精灵王3秒释放出1次灭世光线，30秒就能释放出10道灭世光线。就以3万伤害来计算，一只精灵王在30秒内就能造成30万的输出，要是10只的话就是300万，100只就是3000万。还有黑暗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他也同为召唤职业，要是无冷却的话，岂不是说他也能和自己一样，只要有蓝的情况下就能无限暴兵？想到这里，陈峰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现阶段还有谁能顶得住自己召唤物狂化后的输出？虽然释放后所有召唤兽会直接消失，但是对于无冷却时间的陈峰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没了再召唤一批出来就行了。关闭了技能的系统面板，陈峰对于这次的提升非常满意。看了看光脑上的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下午了。陈峰现在还有一个迫切的事情需要下线去确认。随即陈峰带着若若骑乘着黑暗魔龙飞回了暴风城。在回到自己的酒楼后，陪着若若在游戏中吃了一顿午饭，便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陈峰缓缓地在游戏舱中醒来，走出了游戏舱。然而这次意识回到现实世界后，他很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和之前下线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绝对不会错的，我在元宇宙中的实力已经和现实开始融合了。陈峰呢喃了一句，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好好尝试一番。他先是握了握自己的拳头，瞬间就感觉到自己现在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特别是自己现在的精神力，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数百米范围内的一切。继续走向别墅内的健身房，看了看摆放在地面上的杠铃，没有丝毫犹豫，将最重的几片杠铃片全都装了上去，并将卡箍固定好。看了看重量，两边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0公斤。先简单的试试吧。陈峰呢喃了一句后，便将双手握在了横杠的位置，略微用力，地上500公斤的杠铃就被陈峰轻而易举地提了起来，感觉还很轻松啊。随即陈峰放掉了一只手，还是可以稳稳地抓住，并且带着走动也不费丝毫的力气。哈哈，现在即使全世界前10的大力士加起来也没有我的力量大了吧。陈峰将杠铃轻轻地放下，随即开始了下一个项目测试。走到了一个拳靶子处，开始对着拳靶连续快速的出拳。啪啪啪啪啪，短短的1秒时间，陈峰的拳头连续击打在拳靶上足足有10次，这要是被现在的顶级拳王泰林看到，估计都要被陈峰现在的手速吓一跳。最后陈峰去外面的草坪测试了一下自己的速度，100米的距离陈峰只用了 6.6 秒的时间，相当于自己游戏中速度的一半。我的实力应该和前世一样，同步了游戏的 50% 左右。在做完一系列测试后，陈峰得出了结论：前世元宇宙就是这样，大部分玩家在等级达到 LV50级并且完成了职业2转，
就会同步50%的实力到现实世界。记得那时候，第一批实力同步的玩家还兴奋地将这件事发布在论坛上，但是并没有多少人相信。直到龙国官方正式公布了公告，说游戏中的实力可以同步到现实后，所有玩家才开始拼了命的升级。在那时候开始，元宇宙这款游戏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全民都在玩了。至于怎么同步100%的实力，就需要玩家达到 LV100级才能完全同步游戏中的实力。前世没有多少玩家同步到游戏中100%的实力，天灾军团就降临到现实世界了。起初只能依靠热武器消灭一些低级的亡灵生物，但是随着次元空间的开辟，越来越多强大的亡灵生物降临，导致了大部分热武器都失去了效果。只有足够当量的重型热武器和核武器才能对其造成伤害，但是由于次元空间所处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城市之中，要是投放了重型的热武器，消灭了一部分天灾军团的同时，死亡更多的还是人类。所以那时候还是靠玩家在游戏中继承出来的技能，开始和天灾军团展开了一次次大战。陈峰也是那时候开始崭露头角，慢慢的成为了守卫一方的战神之一。陈峰现在可以算得上从一个普通的弱鸡宅男变成了一个小超人的存在。陈峰也在做到兰若的主线剧情中隐隐的感觉到，这一世将要面对的灾难可能要比前世的天灾军团降临还要强大。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虽然在元宇宙中算是挺强大的了，但是现在要他面对天灾的最终 BOSS 巫妖王，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的。但是好歹自己这一世依靠天赋和隐藏职业，已经比前世不知道强了多少。只要天灾军团不提前降临的话，陈峰还是有信心将他们扼杀在游戏世界的。必须要加快自己的脚步了。陈峰低声自语了一句，理了理发散的思绪后，他就准备回到游戏舱内继续提升自己。就在陈峰即将进入游戏舱时，他脑海中的精神力清晰地感觉到别墅大门外来了一大群人。他调动精神力，仔细地查探了一下外面的人，竟然是他。陈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随即离开了游戏舱，向着别墅门口走去。第122章龙国上将的拜访。此时陈峰的别墅门口，一名身穿将服的龙国上将在一众特勤人员的保护下来到了别墅门口。此人正是之前龙国会议中下令抓捕凌云集团的上将沈建国，他同时也是目前龙国元宇宙的总负责人。你们都下去吧，我想小陈可能不想要那么多人打扰。沈建国开口说道。可是沈老您的安全，一众特勤人员纷纷对于沈老今天的举动很是不解。他堂堂一个国家的上将，竟然来拜访一个无名的青年，要是想要见谁，直接吩咐带过来就行了，何必亲自拜访？这件事情要是传到外界，不知道要惊掉多少人的下巴。可是今天这件事还就是发生了，这说出去谁能信？就很离谱。放心吧，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而已，而且国家也了解过陈峰，他的家族也有人给了龙国立下汗马功劳，我相信他也会帮助国家的。沈建国缓缓地对众人说道。一众特勤人员还想要说些什么时，原本紧闭的大门缓缓打开，里面出现了一个青年，正是陈峰。将军，你是来找我的吗？陈峰装作不知道，对着面前的沈建国说道。沈建国见状点了点头，露出了慈祥的微笑说道，你是陈峰吧？我是负责元宇宙的军方代表，有些事想要和你聊一聊。这样吗？那将军里面请。说完，陈峰便笑着对沈建国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见状，沈建国也不再犹豫，迈步走进了别墅的内部。陈峰同样邀请了外面的警卫一同进入。在一众人都进入到别墅后，陈峰才缓缓地关上了大门。别墅内会客厅，陈峰安排了别墅的女仆机器人，将自己认为最好的茶叶拿了出来，泡好放在两人的面前。茶水泡好后，一股白烟缓缓地升起，颇有国家领导会面的既视感。此时整个会客厅内就只有沈建国和陈峰。沈建国抬头看向面前的青年，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目光。陈峰此刻也看着面前的这位老人，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由衷的尊敬。前世游戏降临到现实后，大量的天灾军团入侵了龙国，正是这位老人不畏生死，亲自率领100万龙国将士对抗天灾。那时候龙国将士都没有在元宇宙中继承到很强的实力，但是他们在面对比自身强大数倍的亡灵军团时，还是做到了一往无前，永不退缩，即使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死亡。正是龙国的这些老一辈高层和数百万将士的付出，才给了如同陈峰一样的玩家在游戏中继承到了更为强大的实力。再后来，陈峰才能凭借着在游戏中继承的实力，成功的加入到了军方，一步步成为了守卫一方国门的大将。对于这次上将沈老亲自来找自己，其实他早就猜到了大概是什么事情。在下陈峰，见过将军。陈峰出于对面前老人的尊重，率先开口。正端坐在陈峰对面的沈建国看了看面前的青年，笑了笑说道，陈峰国家现在有个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将军请讲，
我等本来就受到龙国庇护多年，现在可以帮助到国家，自当效劳。陈峰认真的说道。帮助整个龙国本来也是陈峰重生后的计划之一，奈何之前还没有实力，现在有了实力，他自然不会推辞。现在龙国应该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提前找到自己，这样也好省得自己还要想什么方法来接触到龙国的高层。陈峰在内心想着。陈峰，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军方在这段时间内会有大量的士兵进驻到元宇宙中去，进驻后对于一些装备的需求非常的大，而你的星纪元商会基本垄断了整个武器、药品、材料等等的行业，所以国家军队进驻的时候，想要在你那里购买一些材料、装备、技能书等等，当然国家会以市场价、以现实货币交易给你。沈建国直接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说了出来。听到这里，陈峰也是略微有些明白了，可能是国家在研究元宇宙这款游戏时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比如游戏中实力和现实同步。在前世，有一些玩家在游戏第一次转职的时候，也有机会同步到游戏中的实力，但是那时候的同步率只有 5% 左右。但是这个消息也足够整个蓝星震撼了。可能就是这件事让整个蓝星的国家都做出了一致的决定，就是让服役中的大部分士兵除了守卫一些重要的目标和站岗外，其余的人都要进入到元宇宙中去发展。整个龙国现阶段的士兵是全蓝星最多的，足足有3000万。这3000万士兵即使只进入了2000万，所需要的装备和资源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现在游戏开服已经有1会了，即使前期有少量的军方人员入驻，但是想要快速带起上千万的 LV1级萌新，还是需要很大的资源投入的。作为目前全服最强的陈峰，国家自然想要得到帮助，帮助自己国家的士兵发展自然没有问题。毕竟我也是龙国的一份子，我的星纪元商会会以出售给工会成员的价格出售给国家军方。陈峰说道。他还不准备直接送装备什么的，如果这样子做，很可能会让国家觉得自己免费为爱发电，不利于今后的合作。但是价格太高，陈峰的内心也过意不去。所以陈峰就以培养星纪元工会的方式来帮助军方，这样子就不会有上述的烦恼了。第123章，尝试释放召唤物。听到此话后，沈建国直接激动地在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也没想到这次的谈判竟然如此顺利。他激动地上前抓住了陈峰的手，说道：“那我就替龙国3000万将士提前感谢你了。”陈峰也是站起来笑了笑，没有继续说话。还有一件事，我想有必要告诉你一下。沈建国再次开口。将军请说，关于你上次在元宇宙中坐标意外暴露的事情，你还有印象吗？陈峰略微思索后回答道：那次前往魔界时，不小心被樱花国的玩家遇到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被魔界的魔王发现了，不过还好，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沈建国笑了笑，继续说道：暴露你坐标的人，就是你游戏中的仇人凌云天做的，他出卖国家，长期将我们龙国的机密数据提供给星条国，不过现在整个集团都被控制了，为首的凌云天也被我们逮捕入狱。听到这话的陈峰略微有些惊讶，但是随即就恢复了过来。之前在祖龙城暴露坐标的事，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坐标暴露的，不然不会那么巧，在岛屿的对岸还能遇到樱花国的玩家。但是那时候的自己也没有多想，只当自己运气不好，被小日子偶遇了，才将自己的坐标暴露的，自然没有想到竟然是凌云天暗中搞的鬼。不过他现在已经被国家制裁了，就相当于人族后期少了一个叛徒，对于国家这个处理结果，陈峰还是很满意的。接下来陈峰和沈建国将军继续聊了一下具体怎么合作的事宜。半个小时后，最终达成了以下共识：龙国将在几天后直接任命陈峰为元宇宙中的荣誉将军。荣誉将军的作用就是可以指挥在元宇宙中的所有士兵，现实中也享受国家将军的待遇。这件事陈峰本来还想先拒绝的，毕竟自己一下子地位就提升到了相当于国家少将的层次，感觉有点快。但是沈建国将军说了，这是统领的安排，并且说国家不会亏待为爱发电的人，陈峰才接受了这个职位。游戏中陈峰需要做的就是优先将星纪元商会的装备出售给军方，而且要帮助军方弄几块工会令牌和建成令，就可以让军方的士兵自己发展城池。这几个条件对于陈峰来说也没什么难度，毕竟他现在的 NPC 大军可是有65万之多的，想要几块工会令牌和建成令还是很简单的。至于装备方面更加不用担心，到时候直接让军方的人对接星纪元商会的总管就行。接下来两人又聊了许久游戏中的事情，陈峰也将自己前世一些讯息告知了沈建国，但是没有过多的透露。现在国家已经发现元宇宙游戏的一些奥秘了，只需要跟随时间的发展就行了。聊完所有的事情后，陈峰留了众人一起在别墅吃了个晚饭，沈建国将军才告别了陈峰。送走沈建国将军后，陈峰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7点半了。算了，今天就不进入游戏了。陈峰呢喃了一句，他准备今天好好养足精神，明天开始在游戏中爆肝了。
现在自己的身体素质得到了大幅强化，也可以适应长期在游戏中了，只需要定时补充一下营养液就行了。想到这里，陈峰便回到了楼上的卧室，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澡，躺到床上刷了回论坛后，便进入了梦乡，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窗外的阳光洒进房间，陈峰很早就起来开始锻炼身体。游戏实力同步到现实后，需要身体进行短暂的适应，才能再发挥出全部的实力。体能锻炼就是最好的方法。几个小时的适应性训练后，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同步而来的力量。随即，陈峰开始使用意念在训练室尝试释放技能。玩家同步一定实力到现实世界后，是有机会释放出一些技能的，但是由于现在的同步阶段还只有 50%， 所以像一些装备和特殊物品暂时还不能同步到现实世界。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陈峰低声呢喃，召唤机甲哥布林。他的意念开始凝聚，很快一道微弱法阵出现在眼前。难道要成功了吗？陈峰内心大喜，开始调用更多的精神力凝聚在法阵之中，法阵的光芒变得更加清晰。就在陈峰以为自己即将在现实世界中释放出技能时，只见原本凝聚成型的法阵在坚持了不到几秒的时间后，光芒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剧烈的抖动了几下后，光芒消散。第一个召唤技能失败，还不错了，至少我能释放出法阵了。陈峰自我安慰道。随即，陈峰继续尝试释放其他召唤技能。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失败。召唤黑暗骑士，失败。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失败。召唤省略，失败。陈峰按照游戏中的记忆，挨个释放了自己的召唤技能，但是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放弃了继续召唤的想法。哎，白瞎了，我那么高的智力。陈峰默默吐槽，现在的他就好比一个满蓝的法师，但是却没有任何技能，无比的憋屈。他现在的智力也只能作为一个感知侦查的作用，还无法像前世游戏后期那样利用精神力幻化成武器，完成隔空操控物体、精神念力攻击、念力防御等等。哎，既然还不够强，只能回到游戏中继续加强自己了。叹了口气，收回了发散的思绪，便朝着卧室走去。第124章，安逸的刷怪。回到卧室，简单的冲洗了一下，陈峰便回到了游戏舱内。欢迎回来，依旧是甜美的系统女声。陈峰的意识出现在自己的房间中，来到院子，将正在和小猫玩耍的若若带出去，美美的吃了一顿，随后打包了一些可以长期储存的食物，就带着若若出城刷等级去了。不一会儿，陈峰和若若骑乘着黑暗魔龙来到了魔界的厄运山谷地区。这里的怪物比较多，而且等级也刚好适合现在的陈峰，加上这次领取了远征魔界的任务，想要练级的同时，也将炎魔和自己的恩怨解决一下，顺便将魔界的防御勋章搞到手。两人来到一处练级场所时，陈峰指挥黑暗魔龙缓缓下降，直接将一部分的召唤物在盘龙戒指中释放了出来，随即指挥他们自己去刷附近的小怪和 BOSS。 反正陈峰现在的召唤兽没有时间和距离的限制，之前自己早就想那么做了，奈何自己的召唤物最长的持续时间也才5-6分钟，你还没飞到另一个地点，召唤兽的时间就到了。现在召唤物的时间限制取消了，他可以到一个练级地点就释放出一批召唤兽，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地点，再次释放出一批召唤兽。等到召唤兽将这一片的怪物都刷完了，再让若若骑着他的黑暗魔龙前去祈祷，收获信仰之力，这样的计划简直完美。但是天赋加强后多了一条限制，就是自己下线后，所有的召唤兽都会随着自己的下线而消失。这一点让陈峰有一点点小失望，但是也无伤大雅，自己现在已经同步了 50% 的实力，至少在游戏中持续玩个10几天，问题都不是很大。等到时间刷下来，自己估计直接到了 LV99 级了，想到只需要挂机再主城，自己的召唤物在野区打怪，躺着就能提升等级，这不是现在所有人理想的练级方式吗？而且在未来，游戏融合到现实后，自己的召唤物将永久存在，每天都能释放大量的召唤物帮自己打工，想想就有一点小激动了。随即，陈峰继续召唤出来全部的召唤物，将自己的蓝条耗完，再让若若释放唯一的回蓝技能后继续召唤，将整个魔龙背上放满后，直接收入到盘龙戒指里，到达新的练级地点，再释放出一批召唤兽。仅仅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陈峰的召唤兽就遍布了附近所有的练级地点。但是想要遍布整个厄运山谷，还需要至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毕竟整个厄运山谷的地图非常的大，暂时还不能做到全方位的覆盖。就这样，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着。与此同时，陈峰的个人面板上时不时就会刷出大量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你击杀 LV50级厄运风狼普通级，获得经验6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6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西若若获得经验30万。叮咚，
恭喜你击杀 LV55级嗜血猫妖精英级，获得经验8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8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40万。叮咚，省略摁。就这样，陈峰在享受着经验狂潮的同时，也没有忘了培养若若。在一个区域的怪物死绝了的同时，陈峰就会派一只黑暗魔龙将若若带到那个地方，发动技能将无数的信仰之力变为属性，自己则是在原地不停的嗑药。他这次在商会中提取出了目前最高等级的回蓝药剂，每30秒已经可以恢复自身1万点蓝量了。但是这样在无限技能的前提下，他的蓝条还不够用。哎，要是有个蓝 buff 就好了。陈峰摇了摇脑袋幻想道。几个小时后，叮咚，恭喜你击杀 LV60级沼泽地龙黄金级生物，获得经验1万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00万点。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60级，获得全属性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请合理分配。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50%，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50万。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提升至 LV59级，全属性加50点，全技能加1点。就这就到60级了，效率真快啊！陈峰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自己一路从 LV50级升级到 LV60级，足足获得了将近5个亿的经验值。要知道自己在 LV40升级到 LV50都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哎，开了就是爽。陈峰得意地看着自己暴涨的经验值。值得一提的是，若若现在的人物面板在吸收了大量信仰之力的情况下，也得到了暴涨。随后，陈峰看了看自己现在召唤物的数量，在自己几个小时时间的疯狂嗑药召唤下，加上练级地点的召唤生物和自己现在空间内存储的召唤生物，足足有3万之多了。这3万召唤物还是以精灵王、黑暗魔龙、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为主的传说级别的召唤兽。特别是现在的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拥有召唤尸体成为骷髅兵的能力，基本他一只召唤物就能将整片练级点都变为亡灵骷髅的天下，非常的好用。继续嗑了一瓶蓝药，再次释放了一次召唤技能，几百只召唤兽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下方的练级区域，开始对周围的野怪展开了屠杀。陈峰则是带着若若在黑暗魔龙背上放置了一张桌子，摆上了一些水果，非常惬意地领略着魔界风光。至于地面上的装备，陈峰早就安排了人族 NPC 大军骑乘着狮就在拾取，也不能浪费不是。就这样，时间很快的过去。第125章魔王会议。魔界研魔城，刷刷刷，一道道闪电般的黑影急速闪过，迅速地出现在研魔城堡的门口。此时，城堡的门口正站着一位身披火焰铠甲的魔王，正满脸笑容地将一道道黑影迎进宫殿中。要是陈峰在这里的话，肯定一眼就能认出这个魔王，不正是当初跑路的研魔吗？许久之后，最后一道身影缓缓降临，进入到研魔城堡之内。至此，整个研魔城堡内总共出现了9道身影，这9道身影正是魔界的另外9大魔王。这些魔王基本都头长尖角，身材魁梧，只不过所有的魔王浑身都散发着一股邪恶冰冷的气息，让人不敢靠近。就在9大魔王全部端坐在大殿时，门外的研魔才缓缓地从门口走了进来，大殿的门也缓缓关闭。此时的研魔脸色惨白，身上还有几道伤痕，一脸的虚弱样子。主座边上的一位散发着冰霜气息的魔王见状开口嘲笑道：哈哈哈，研魔，我听说你竟然被一名冒险家打得那么惨，看来这些年你的实力没有任何进步，反而退步了。研魔来到左边的一个位置上坐下，随即看下说话的冰霜魔王回应说道：那名冒险家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只是他的手下火焰领主苏德尔实力比较强而已。远古的火灵，火焰领主苏德尔，他不是被巫妖王控制后在龙族和天灾大战时消失了吗？都有传言他早就死了。右边第一个位置的恐惧魔王听到研魔的话后有些不可置信。没错，就是那位远古火灵，我受伤的原因就是被那名叫尸天的冒险家和苏德尔偷袭造成的。研魔气愤地说道，很明显他对那天的失利很是不爽。你具体说说什么事？此时一直端坐在主座上的黑袍魔王突然开口。是，深渊魔王大人。研魔点了点头，随即将之前陈峰击杀魔子和厄运之海的事情一并说了一遍，当然将陈峰等人偷袭的事情故意夸大了一番。等到众魔王听完研魔的叙述后，纷纷露出了疑惑和震惊的神情。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冒险家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拥有和你抗衡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正在研魔座位边上的冰霜魔王再次开口，他对研魔所说的事情很是怀疑。冒险家这个外来群体，他也有所了解，他的冰霜峡谷就有很多的冒险家，但是他遇到的冒险家对他这种高高在上的魔王很是尊敬，他要是一个不开心，随意就能击杀任意的冒险家，
虽然他们好像有种不死不灭的状态，但是死亡后他们的实力就会大幅下跌。所以在冰霜魔王的认知中，冒险家虽然可以提升实力，但是提升的速度极为缓慢，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他们这个层次的。炎魔听到冰霜魔王的话后，并没有和他争论什么，继续说道：“你爱信不信，总之我在厄运山谷的符影处见到他时和真实见到他时，他能召唤出来的召唤物实力强了不止一个层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今天，根据我死去的探子传来的信息，那名叫做世天的冒险家已经进入魔界的厄运山谷了，可能不久后他就会前往各位的领地。”听到炎魔的话后，一众魔王愕然。笑话，他一个小小的冒险家竟然还敢来魔界放肆，顶多就算冒险家中的天才而已，难道不怕我们将他击杀，关入魔界牢狱吗？冰霜魔王表现得十分不屑。炎魔没有理会冰霜魔王，继续说道：“根据探子临死前的汇报的情况来看，他的实力又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估计冒险家世天的实力可能和我相当了。而且他还有着庞大的召唤物大军，要是让他继续发展的话，可能会威胁到我们魔界。”说完后，炎魔将一小段符咒记录的符影释放了出来。符影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记录了那名悲催的魔界探子在他刚刚靠近陈峰，释放了符咒准备侦查时，天空中就降下无数的技能，直接将他所在的范围覆盖，导致他当场暴毙。符咒也是在传输了这几秒的画面后，也被技能覆盖消失不见。见到这个短短的画面后，大部分魔王都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你这探子是什么实力的？有魔王问道。他是我的侦察小队队长，传奇级别的实力。炎魔回答。听到炎魔的话后，众魔王再次露出了震惊的神色。他们自问自己，在不出大招的情况下，也很难将传奇级别的精英生物秒杀。这个是天冒险家，胆敢进入我们魔界，还残杀我们魔界的生灵。要是我们还不出手，魔界的一众生灵怎么看我们？首座的深渊魔王开口说道：“有实力就能为所欲为吗？我们只要联合起来，照样能干死他。”坐在角落的吞噬兽魔王开口说道：“对，敢到我们魔界的地盘撒野，必须干他。”有魔王附和：“忍不了了，必须干他。”一众魔王纷纷义愤填膺地表示：“既然这样，事不宜迟，我们简单的制定一下作战计划。是天冒险家的实力确实威胁到了我们魔界，必须将他除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需要大家召集各自的魔界大军来拖住是天冒险家的召唤物大军，然后我们一起对付他。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深渊魔王此时在王座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炎魔，我同意。恐惧魔王，干他丫的，我也同意。众魔王同意。最后只剩下冰霜魔王还未表态。怎么，冰霜魔王你还有什么异议吗？深渊魔王看向下方问道。冰霜魔王，你们都同意了，那我也同意了。好，既然这样，我们大家就回去准备一下，2天后大家召集大军在炎魔城集合，将入侵魔界的敌人赶出去。是。至此，魔界众魔王的会议结束，除了冰霜魔王外，一众魔王忧心忡忡地回到了自己的魔王宫殿，准备2天后的讨伐行动。第126章智慧勋章升级。又过了许久，陈峰带着若若依旧在厄运山谷刷等级。然而在陈峰达到 LV60级后，所需求的经验值就更多了。由于最早的那一批怪物等级只有 LV50级左右，元宇宙中有一项设定，就是低于自身等级后，经验就会根据等级差按照比例减少。玩家在击杀低于自身 LV10级的怪物时，就不能获得任何的经验值了。再加上等级高的怪物死亡后刷新还需要一段时间，导致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陈峰才从 LV60级升级到 LV61级。然而就在陈峰的经验条刚刚到达满值时，若若的等级也紧跟着到达了 LV60级。与此同时，陈峰的任务面板再次出现了新的任务。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60级，恭喜你完成任务精灵少女的成长，并成功触发下一阶段任务精灵少女的觉醒。任务描述：帮助精灵少女希若若回到精灵之森，完成光明女神的传承。任务期限30天。终于再次触发关于若若的任务了。陈峰低语了一声后，看向自己到达10级后一直跟着自己的小萝莉。原本弱不禁风，遇到事情都会喊哥哥哥哥的她，现在也逐渐成长，成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小女孩了。一种满足的成就感在陈峰的内心升起。这次任务的目的应该就是将若若隐藏的力量觉醒，并且让她继承光明女神的神格，成为这个大陆为数不多的神之一。这样在未来的战争中，己方就多了一位神。而且这个任务刚好和兰若发布的光明崛起的任务一样，都要前往精灵之森。陈峰计划等到自己将魔界的防御勋章搞到手后，再去完成这2个任务，看能不能将精灵族的敏捷勋章也一并弄过来。想到这里，陈峰便关闭了任务面板，继续指挥召唤物向着魔界统治的方向推进。练级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65级，获得全属性点加10点，
自由属性点加50点，技能点加10点，请合理分配。不知不觉，陈峰的等级也来到了 LV65级。由于这段时间召唤物不停地清空着厄运沼泽的怪物，很快就满足了智慧勋章的升级条件。叮咚，你的物品智慧勋章已经满足提升条件，已经自动提升该物品。伴随着系统提示音，陈峰携带的智慧勋章总算提升成为了全新的装备。让我康康，全新的智慧勋章拥有怎样的属性？陈峰满心期待地将智慧勋章摘了下来，观察勋章的属性。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佩戴等级 LV0级，佩戴属性1，智力提升10000点，佩戴属性2，辉煌光环，被动，每秒恢复自身和周围友军 10% 的 MP， 佩戴属性3，真实之眼，被动，可以侦查所有隐身前行单位，佩戴属性4，法力护盾，主动释放后，玩家所受到的伤害由优先扣除 HP 改为优先扣除 MP， 当 MP 扣除为0时，法力护盾消失，改为正常扣除 HP。 佩戴属性5，感应，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感应到同类物品的存在。卧槽，牛逼！仔细的看完全新的智慧勋章后，陈峰的心里不由得乐开了花。这属性简直是为了现在的自己量身制造的，简直太强了。附加的属性1直接附加了自身10000点的智力，这个不用多说，这让自己的智力属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知道自己现在 LV65级总共的智力属性才4000多点，但是智慧勋章一件物品就让自己的智力提升了10000点，简直是牛逼到家了。这10000点的智力也让自己的输出瞬间高了3倍不止，而且那么多的智力属性也决定了自己的蓝量和召唤兽攻击属性的提升。附加的属性2，每秒恢复 10% 的 MP， 相当于自身携带了一个永久的蓝 buff，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因为没有蓝条而释放不出召唤技能了。至于附加的属性3，真实之眼的被动，在对付一些会隐身的怪物和刺客玩家时非常好用。还有附加的属性4，也非常的变态，简直完美的解决了所有法师是脆皮的噩梦，因为加智力只能提升 MP 值。这下好了，有了这个护盾技能，以后别人攻击自己，自己会优先减少 MP， 在 MP 扣完了才扣 HP， 再配合附加的属性2，相当于自己有了持续回血 10% 的 buff 一样，非常的逆天。瞬间感觉自己的战斗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陈峰忍不住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决定好好的欣赏一下。角色是天，等级 LV65， 种族人族，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白银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白银级，召唤黑暗骑士黄金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暗金级，召唤圣光精灵传奇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史诗级，鞭打一转专属，支配之阵一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传说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传说级，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传说级，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生命45500，攻击29040，魔法攻击，防御2710，魔法217,695，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6米每秒，奔跑移动15米每秒，属性力量1062，智力14125，敏捷1180，体力1290，声望3003， 2850，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童话之森传说戒指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项链深海之灵项链暗金器落日追魂手镯钻石级，铠甲亡灵法袍传说省略，没怎么更新。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智力加10000。 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1000%，释放速度正1000%，基础人物属性正10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 第127章召唤限制，简直是恐怖如斯。陈峰满意的对自己的面板点了点头，尤其是随着智力的提升，自己的魔法攻击和蓝量非常的赏心悦目。这样来说的话，我岂不是可以做到将自己的召唤物遍布整个魔界大陆？陈峰忍不住内心开始膨胀了起来，因为原本限制自己的蓝量已经被智慧勋章完美的解决了，加上自己现在恐怖的20多万魔法值，现在只需要站在原地不停的点击技能，要是蓝量没了，等个10秒钟的时间就能回满。想到这里，陈峰也不再犹豫，关闭了人物面板后，
便开始疯狂地释放召唤技能：召唤圣光精灵，召唤黑暗魔龙，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召唤省略恩。每释放一次召唤技能，都是直接出现10头召唤物，有时候也会触发装备的特效出现20头。这次释放的召唤技能都召唤了品阶最高的几种类型的召唤物，低级的都没召唤。现在这个阶段，低级的召唤物基本都是炮灰的存在，没什么实际的输出。就这样，陈峰不停地释放着召唤技能，大量的召唤物出现在他的身边。哈哈，这样释放技能实在是太爽了。看着周围越来越多的召唤物们，陈峰忍不住嘀咕了一句。就在陈峰开心地释放着召唤物时，2道突兀的系统提示将他拉回了现实。叮咚，你消耗了1000点 MP 释放了技能召唤黑暗魔龙，技能释放失败。叮咚，你当前智力可以操控的召唤物数量已经达到了上限，1点智力可以操控10只召唤物，请提升智力属性后再次释放召唤物。我特！随着召唤技能的释放失败，陈峰先是一愣，随后查看了一下刚才出现的系统面板，在他看到系统提示的一刹那，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尼玛！召唤物操控的上限。此时的陈峰郁闷无比，原本自己的美好计划就这样被系统制裁了。关于召唤师可以操控召唤兽上限这件事，陈峰前世也并没有听到过任何消息。毕竟前世自己也算的上世召唤师中的强者了，那时候自己才操控几百头召唤物而已，这是自己操控的都是以万为单位的召唤生物了。不过想到游戏和现实融合的情况，元宇宙这条设定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虽然职业天赋使自己释放召唤技能时不受数量的限制，但是召唤物之所以能被玩家所控制，听从玩家的指令也是需要玩家自身的智力属性来决定的。相当于玩家的智力属性就是控制召唤物的丝线一样，丝线不够了，自然不能控制更多的召唤物了。想到这里，陈峰也就释然了，毕竟现在可以控制的召唤物数量也不算少了，等到智力上升了，召唤物的控制上限就会增加了，不急不急。随即他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召唤物数量，总共141250只召唤兽，除了之前放在各个练级场所的除外，陈峰现在所处的环境密密麻麻的都是召唤物，还真的多一只都不给我。陈峰无奈的摇了摇头，将周围的召唤物一次性收入到盘龙戒指之中，和若若骑乘着黑暗魔龙前往了另一个练级场所。叮咚，你来到未开发地点冰霜峡谷，作为首个探索该地图的玩家，奖励声望值加1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的声望值加10000点。提示：此地图为魔王领地，极度危险，建议立即撤离。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携带着自己的召唤物大军降临到一个全新的地图中。要的就是新地图，召唤物们出来洗地了。依旧是不讲道理的开始释放召唤物，一部分召唤物出现后，指挥他们沿着地图一字排开，随后就开始向地图内部推进。陈峰之前的练级地点由于布置的比较早，加上自己的等级提升的实在是太快了，很多地方的怪物都低于自身等级 LV 10级以上了。低于10级后，即使击杀了也不能获得任何的经验，所以陈峰花费了一点时间来到了新的练级地点。而且根据自己前世的记忆来看，这个冰霜峡谷好像是10大魔王之一冰霜魔王的领地。既然来了，陈峰准备先从他开始下手，反正自己只要击杀了任意魔王就会开启阵营战争，反正都要杀了，就不在意从哪个魔王下手了。要说只能说这个魔王比较倒霉，谁叫他离人族比较近呢？想到这里，陈峰再次释放出了几万头的召唤物，在他的操作下，将所有的召唤兽分成了几个方阵。地面方阵的前排是黑暗骑士加亡灵魔法师召唤的亡灵方阵，后排是路易斯姐姐加精灵王的法术轰炸方阵，还有天空方阵是黑暗魔龙加圣光精灵方阵。天空方阵负责辅助加血，兼空中输出，并且限制对面的空中力量。而且这次陈峰还带上了人族帝国的施救军团和自己组建的火龙军团，地面部队也带了10万左右，为了方便占领魔界城堡后的管理工作。所有的一切安排完毕，大扫荡开始。叮咚，恭喜你击杀 LV 70级冰霜巨魔精英级，获得经验14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4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70万。叮咚，恭喜你击杀 LV 70级冰霜巨魔巫师精英级，获得经验12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140万点。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的 50%， 精灵少女希若若获得经验70万。叮咚，省略摁。随着系统提示音的不断响起，周围的魔界生物很快被陈峰的召唤物击杀的四散逃逸。第128章魔王跑路。这里的动静很快就传到了10大魔王之一的冰霜巨魔耳中。此时冰霜魔王的宫殿内，报告魔王大人，
外面的人族冒险者打过来了！一名冰霜巨魔头领焦急地对着王座之上的冰霜魔王汇报道：“什么冒险者？哪个冒险者有那么大的胆子，竟敢在我魔界的地盘撒野？”王座之上的冰霜魔王无比的愤怒。回禀魔王，是一名叫做世天的冒险家，他还带了数十万的人族大军，最主要的是他手底下的召唤物非常的强大。冰霜巨魔头领汇报道：“什么？你确定是叫世天的冒险家？千真万确，我手底下的巨魔战士都快要被他杀光了，竟然是他！”冰霜魔王低声呢喃了一句后，陷入了沉思。他此刻也是刚从炎魔城回到自己的封地，没想这还刚回来，会议讨论的冒险家竟然就来到自己的领地了。该死的冒险家！我还没去找他麻烦呢，他竟然敢找我的麻烦，刚好可以试一试他的实力。冰霜魔王在内心想着，一个冒险家能有多强？其他魔王肯定是自己吓自己。冰霜魔王本来就对之前炎魔给的情报不怎么相信，他一直认为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冒险家吗？他可是伟大的魔王，想要杀一只稍微强大一些的蚂蚁，不是很简单吗？何必大张旗鼓的去，自己一个人就能将他搞定？哼，胆小的家伙们，看我将这个冒险家抓到你们的面前，然后再狠狠地打你们的脸！说完，冰霜巨魔就带着一众核心手下向着冰霜峡谷的方向走去。很快，冰霜巨魔就来到了冰霜峡谷的出口。就在这里面，冰霜巨魔淡淡地问道：“是的，魔王大人，根据属下的推算，他应该快要出来了。”冰霜巨魔点了点头，立马安排了一众手下将整片区域包围了起来，准备在陈锋出来的一瞬间给他致命一击。这里发生的动静也吸引了在魔界阵营的玩家。我去，那里发生了什么？伟大的魔王大人怎么带着那么多手下？难道是其他魔王打过来了？别乱说，我们冰霜魔王在10大魔王中的战斗力也是前3的存在，应该没有人敢来这里。这样子说的话，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光明联盟那边打过来了。我去，还真有可能。最近我经常接到探查光明联盟的任务，先看看吧，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物降临。就在魔界阵营的玩家为此事产生了激烈的讨论时，轰隆隆，轰隆隆，冰霜峡谷的远处传来了好几声巨响。不久后，地面也开始晃动了起来。这是地震了？应该不会吧？游戏中也有地震，我是没有碰到过。但是那声响和震动是什么情况？难不成游戏中也有人炸山？不可能的，在游戏中地震的话，至少也要有个系统提示才对，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地震了。所以说，前方发生的动静不可能是地震，不是地震的话，难道是？意识到这里，一众玩家和魔界的 NPC 们纷纷集中注意力，死死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轰隆隆，轰隆隆，又是几声巨响。随着远处的声音越来越近，地面的震动也越来越明显。冰霜魔王大人，我感觉前方至少有不下于10万的恐怖生物。此时，正在冰霜魔王旁的魔界生物狗头军师分析道。冰霜魔王此刻心里也没了底，难道那名叫世天的冒险家真的有炎魔说的那么厉害，还是其他势力来进攻他的领地了？而在远处的玩家也都看热闹不嫌事大，开始逐渐期待起接下来的画面。好！就在这时，无数道响彻天地的龙吟声传来，随后天空中无数的黑暗魔龙率先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紧接着就是地面上无数的亡灵骷髅和巨大的深渊狮王，背后还跟着大量的亡灵魔法师。天灾再次降临了！为首的冰霜巨魔恐惧地惊呼了一声，随后他的双腿已经忍不住开始颤抖。经历过远古时期天灾大战的他非常清楚亡灵天灾的恐怖，要不是整个大陆的众神联手将巫妖王重伤，并将他们逼退到冰霜堡垒，估计他们魔界早就不复存在了。我得赶紧跑！此刻他的内心只有这个想法。然而就在冰霜魔王想要跑路时，远处又出现了一道道身穿铠甲手持盾牌的人族士兵。人族士兵？冰霜魔王整个世界观彻底崩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人族竟然会和天灾联合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绝无可能。可是这事情偏偏就发生了。王八蛋，人族竟然联合了天灾军团，妄图攻占我魔界！不行，我必须将这件事通知其他魔王，你们给我拖住他们！话音刚落，冰霜魔王的全身就迸发出一股寒气，随即便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城池方向跑去。一众魔王手下。就在这时，远处一头黑暗魔龙背上出现了一道英俊的身影，而且他的身边还有一位可爱小萝莉。这一幕很快就被周围的玩家看到。黑暗魔龙，小萝莉，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周围看热闹的一名玩家突然开口说道。不单单这名玩家有这样的感觉，周围其他黑暗阵营的玩家也同样有这样的感觉，只不过他们都被刚才的大场面震撼到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被那名玩家略微的点醒后，大家就全部想起来了。这不是世天大神和他的 NPC 妹妹吗？卧槽，
真的是天大神啊！他怎么来魔界了？难道他要攻打魔界？我的天！那我要背叛魔界，加入光明阵营了。不为了什么，就因为我是天大神的真爱粉。是天大神又变强了，我要是有他1/10的战斗力，我做梦都要笑醒。第129章，计划占领魔界。陈峰没有听到远处的玩家的声音，他此时在龙背上远远的就看到了一大群魔界生物正在前方集结。这不正好送经验吗？没有丝毫犹豫，陆空联合方阵很快就将技能宣泄在这群怪物的头顶。轰隆隆，技能覆盖过后，无数的魔界生物死伤惨重。叮咚，恭喜你击杀 LV70级冰霜巨魔首领，黄金级 BOSS。叮咚，无数的系统提示音响起，仅仅一轮的攻击就将来不及逃跑的魔界生物统统秒杀，化为虚无。这一幕让远处的玩家无比震撼，在他们眼中无比强大的魔界 NPC 和 BOSS 竟然在噬天大神的面前不堪一击，连强大的魔王此时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此刻的陈峰也不知道冰霜巨魔因为自己的恐怖战力早就抛弃一众手下跑路了。他也在刚才的那一次轰炸结束后，等级一路飙升到了 LV70级，等级提升的同时，本身的智力属性也得到了提高，可以操控更多的召唤物了。随即他再次释放了2000多头 LV81级的黑暗魔龙，装备技能等级+1，再次对着下方的 NPC 军团和召唤物大军下达了命令，将整个冰霜峡谷给我推平，将魔界拥有智慧的 NPC 留下，要是敢反抗的话就杀了。命令下达后，人族大军、亡灵大军、精灵大军、龙族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着魔王宫殿推进。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数万召唤物开始扫荡整个冰霜峡谷，没有一个魔界生物是召唤物的对手。召唤物大军技能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无一幸免。见状，还来不及跑的智慧魔物们看到如此场景，纷纷高举双手表示投降。对于投降的智慧魔物，陈峰也没有赶尽杀绝，击杀这些智慧魔物得到些微薄的奖励，陈峰根本看不上。他想要的是统一这片领地，本土的智慧魔物有着天然的优势，留下当自己的小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一部分的智慧魔物看到这个场景后选择了逃跑，然而他们的速度怎么可能比得过巨龙飞行的速度呢？无一例外，只要想要逃跑的智慧魔物都被天空中的黑暗魔龙追上一口龙炎喷死。有了先驱者做了榜样，原本还有想法的智慧魔物纷纷匍匐在地面上表示臣服。尘封的巨龙飞到一众魔界生物的上空，缓缓的下降，看向地面上的一众魔界 NPC 问道：有没有管事的？出来，我有话要问你们。陈峰的话音刚落，一个长着狗头人身的 NPC 颤颤巍巍的举起了手，看向陈峰。大人，俺是冰霜巨魔的军师，俺知道的最多。陈峰低头看了一下跪在地上的丑陋魔物，问道：你们的冰霜魔王去哪里了？狗头军师回禀大人，他跑了。陈峰眉头微皱，什么？跑了？跑了多久了？狗头军师见到大人召唤大军的一瞬间就跑了，头都没回。陈峰，魔王都那么怂的吗？自己都没将全部召唤兽释放出来，他就被吓跑了。陈峰暗自后悔，这次自己的行动有些冒失，不应该那么大张旗鼓过来。这下好了，魔王都被自己的召唤物吓跑了，这还怎么打劫魔王？摇了摇头，决定下次一定要将自己的召唤物都存在盘龙戒指中，等到来到魔王大本营了，再一次性全部释放出来，看他们怎么跑。随即继续看向地面上跪着的智慧魔物。那你知道冰霜魔王跑到哪里去了不？既然是冰霜魔王的军师，肯定知道冰霜魔王的一些计划，以及冰霜魔王的藏身地点。果然，狗头军师的回答给了陈峰一个惊喜。回禀大人，俺知道冰霜魔王肯定去找其他魔王会合了。就在下午，冰霜魔王大人刚刚回来的时候，就说后天要召集大军和其他魔王在炎魔城会合。哦，炎魔城？他们集合大军想要干什么？陈峰饶有兴趣地继续问道。大人，这件事和我没关系，我老实交代，求您放过我。放心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好好交代，我不会砍死你的。陈峰本来也不准备杀掉这些魔界 NPC， 毕竟魔界阵营还有很多玩家需要发展，要是杀光了魔界的 NPC， 谁来帮自己发展魔界？听到这话的狗头军师顿时有了底气。回禀大人，他们计划在后天中午的时候，将所有的魔界大军集合到炎魔城，然后对大人您进行讨伐。哦，竟然是这样。听到狗头军师的汇报后，陈峰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原本自己可能还要浪费时间一个一个魔界的打过去，这下好了，10个魔王齐聚，这不正好让自己省事吗？10大魔王总会有一个魔王的身上有防御勋章的吧？想到这里，陈峰就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有继续思考魔王如何对付自己。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陈峰现在在魔界唯一忌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之前在拯救弱弱时遇到的魔界之主暗王的分身。根据陈峰推测，
魔界之主暗王的实力很有可能是半神阶位的存在，但是在拯救弱弱时，他曾经说过，带走他的那位魔界之主暗王被精灵族打成重伤后已经消失很久了。即使前世陈峰也没见到过这个 NPC 出现，以此推测，这个魔界之主暗王可能早就嗝屁了，不然不可能让10大魔王各自占领了一块领地。这个所谓的魔界之主到现在还没出面过。既然这样想了，陈峰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先将魔界都占领了再说。第130章阵营战争开启。陈峰看了看周围还跪在地上的一众魔界 NPC， 挥了挥手说道：“臣服者生，反抗者死。”还是那熟悉的感觉，俺臣服。最前方的狗头军师率先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俺也臣服。”又一头 LV60级的传奇牛头人喊道：“我也臣服，我等臣服。”跪在地上的一众魔界 NPC 纷纷对陈峰表示了臣服后，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你已成功占领了冰霜峡谷，并且受到的所有魔界 NPC 的拥戴，是否愿意成为冰霜峡谷新的魔王？”叮咚，警告：同意成为冰霜峡谷新的魔王后，可能会导致元宇宙的格局和剧情走向发生改变，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看到第二条系统提示后，陈峰撇了撇嘴：“又是慎重，我做改变格局和剧情走向的事还少吗？作为元宇宙唯一的重生者加大挂逼，你告诉我占领一块小小的魔界领地，你叫我慎重？开玩笑，直接无视好吧。”随即陈峰做出了选择：“叮咚，你做出了选择，你已成为了冰霜峡谷新的魔王。由于没有得到魔界之主的授予，该区域可能会遭受到魔界众魔王的进攻。”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的人物面板上又多出了一块可以自己管理的魔界城池。如今的他已经拥有了人族的新纪元工会驻地天星城、高原岛国的天元城，再加上刚刚占领的魔界冰霜峡谷，已经足足有4块领地了。就在陈峰准备查看一下领地的权限时，几道全服公告响彻整个服务器。叮咚，全服公告：由于玩家是天成功占领了魔界冰霜峡谷，整个人族帝国振奋，特此奖励玩家是天金币加1000000枚，自由属性点加200点，技能点加50点，声望值加1000000点，所有人族 NPC 好感度大幅提升。叮咚，全服公告。叮咚，随着3道全服公告刚刚落下，还没等一众玩家反应过来，又有3道全服公告响起。叮咚，全服公告：由于玩家是天成功占领了魔界冰霜峡谷，导致整个魔族高层愤怒，玩家是天受到整个魔族的通缉，所有魔族阵营的 NPC 关系变为仇恨，击杀玩家是天将得到魔族授予的高额的奖励。叮咚，全服公告：由于人族势力占领了魔界领地，整个魔族帝国对人族帝国宣战，两族阵营战争正式开启。不同阵营的玩家可在对应 NPC 处领取阵营任务。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又是6道飘红的全服公告出现在一众玩家的光脑中，直接将2个阵营的玩家整懵逼了。沃特，是天大神竟然占领了魔界的城池，这是要闹哪样？法克，我刚刚加入了魔界阵营，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八嘎，我们主城刚没了，好不容易找了个新主城，你告诉我是天又要来攻占了？哈哈，小日子好惨，不过我喜欢阵营战争见。是天大神牛逼啊，我也想加入是天大神新收复的城池。开战！开战！我们龙国是属于人族阵营的，你们这些歪果人渣渣受死吧！是天大神一个人就足够将我们推平了，我们现在选择加入龙国还来得及吗？哈哈，运气真好啊！我们刚刚被是天大神收编，现在是属于是天大神的人。我去，羡慕！看到全服公告后，陈峰没有丝毫意外，自己占领了魔界城池，必定会触发魔界和人族的阵营战争。开启阵营战争本来也是陈峰的计划之一，因为阵营战争的开启是非常有利于玩家提升实力的。因为现阶段玩家可以做的任务非常的少，练级场所也只有那么几个，典型的狼多肉少。但是有了阵营战争就不一样了，所有玩家都可以在阵营战争中获得大量的任务，击杀敌对阵营还能获得贡献点和声望。有了贡献点和声望后，玩家就可以兑换自己需要的装备和技能书。可以说陈峰直接将这波福利提前了。再加上现在龙国的玩家因为自己之前完成手通副本和手杀魔龙，让整个龙国区域的玩家等级都高过其他国的玩家。其次就是装备和技能书方面，因为龙国区有陈峰的新纪元商会存在，所有的龙国玩家一直都是不愁装备的，只要有钱，什么样的装备都能在新纪元商会处买到。所以就造就了元宇宙中玩家的层级划分，第一层级只有一个，那便是陈峰，第二层级就是新纪元工会的人，第三层级就是龙国所有玩家，最后一个层级就是所有其他玩家。所以这次阵营战争的开启必定带动所有龙国玩家的崛起。没有继续理会阵营战争的事情，这些事自然有人族 NPC 去操心，
自己现在的首要事情就是查看一下冰霜魔王的私人财产在哪里，不知道有没有被他带走。随即，陈峰便转头看向狗头军师说道：“你是冰霜魔王的军师，那你应该知道他的私人藏宝库在哪里吧？”又是熟悉的感觉。小的知道。狗头军师看到自己有了新的作用，顿时来了精神，一脸讨好的看着陈峰。这可是他在新魔王面前立功的好机会，必然不能放过。就是不知道冰霜魔王那个混蛋有没有将宝物转移了。那你带我去看看。陈峰赶紧催促。遵命，是天魔王大人。随即，狗头军师便带着陈峰向着冰霜魔王的宫殿走去。等陈峰离开后，一众召唤物便自行散开，继续开始对周围的野怪进行杀戮。召唤物解除了时间限制后，升级就是那么安逸。而一众魔界 NPC 们则是以极快的速度跑回了城中，开始了各自的工作，生怕那个召唤物一不小心将自己当成了野怪给刷掉了。第131章，被吓坏的冰霜魔王。冰霜峡谷和炎魔城交界处的一片茂密丛林，此时一道白色身影急速闪过，白色身影闪过之处留下了长长冰道。这道身影子不是别人，正是10大魔王之一的冰霜魔王。此刻，冰霜魔王携带着自己全部身家，以最快的速度向着炎魔城方向跑去，实在是太可怕了，还好我跑得快。冰霜魔王一边跑一边心有余悸的呢喃着，回想起半个小时前在自己的领地冰霜峡谷看到那恐怖的一幕，现在回想起来，至今还能感觉到双腿忍不住颤抖。无论是庞大的天灾大军，还是天空中无数的巨龙，每一道气息都是不亚于他的存在。这是多么恐怖的战力啊！他扪心自问，自己可不是这些怪物的对手。原本的他还以为是天灾军团复苏了，想要占领自己的领地呢。直到自己城池被占领的一瞬间，才知道刚才那些恐怖的大军竟然是那个人类冒险家召唤出来的。那名冒险家召唤出来的生物，比炎魔那个家伙形容出来的还要可怕多了。就在之前，他还不相信炎魔所说的话，他认为不就是一个冒险家吗？能有多少实力？毕竟他作为魔界的10大魔王之一，在这个大陆上生存了不知道多久，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冒险家可以进步得如此之快，即使他们大陆最顶尖的天才也不可能做到。然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就被无数道恐怖的气息吓得根本没有继续战斗的欲望。上一次感觉到这种恐怖压力的时候，还是天灾降临的那段时间，没想到自己竟然再次感觉到了。对于危险有着敏锐感知天赋的他，仅仅一个照面就让他有了直接逃跑的决定。还好我的决定机智，我要是还留在那里，现在估计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那些召唤物绝对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必须叫上其他魔王，再加上所有的魔界大军，才有可能击败那名冒险家。心有余悸的冰霜魔王很庆幸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消息通知所有的魔王，让其他魔王做好准备。这样想着，他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感觉到的召唤物还只是陈峰召唤物的冰山一角而已。几个小时后，陈峰将冰霜宫殿里里外外都寻找了一遍，除了一些制式的魔冰装备外，什么东西都没找到，这让陈峰很是恼火。可恶，肯定是这个冰霜魔王觉得自己不敌，就将宝物提前收走了。陈峰看着前方空荡荡的魔王宝库嘀咕道，他没想到这个冰霜魔王竟然如此胆小，还没打呢就跑路了，同时也责怪自己干嘛将全部召唤物都一次性放出来呢？现在将魔王吓跑了，所以说做人还是低调点好。吃一堑长一智，陈峰已经暗自决定，除非真的打不过，不然自己绝不会一次性将所有的底牌召唤物全都暴露的。摇了摇头，没有继续纠结宝藏的事情，毕竟他现在的计划可是统一整个魔界，这些宝藏迟早是自己的，也不急于一时。随即，陈峰便离开了冰霜宫殿，开始吩咐手下将城池的传送阵先建造出来。毕竟现在阵营战争已经开始了，大量的玩家都能接到阵营战争的任务，现在能直接传送到魔界的传送阵可是一个都没有。自己将魔界传送阵造出来，单单玩家和 NPC 的传送费用肯定能大赚一笔，也算是弥补一下自己没得到魔王宝库的损失吧。哈哈，我真是个赚钱的小天才。想到这里，陈峰开心地将这件事安排给手底下的 NPC 去干，自己则是和若若前往冰霜城堡最好的一处酒楼，享用魔界美食去了。酒足饭饱后，看了看时间已经不早了，若若跟着自己跑了一天的图了，此刻的小姑娘早就困得不行，两人便直接在那座酒楼住了下来，休息休息，准备2天后开始征服魔界的计划。安顿好一切后，陈峰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后，陈峰在游戏舱中走了出来。自己这次依旧上线了一整天的时间，但是这次下线后没有感觉到一丝疲惫，这就是实力融合后带来的好处。哈哈，我感觉我还能通宵1个礼拜不猝死。陈峰笑着自己和自己开了个玩笑。虽然现在的身体素质已经可以做到几个月都不需要下线休息，但是个人卫生还是需要处理处理的。而且
陈峰也不准备一直在游戏中，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的，就偶尔通宵几晚，感受下以前通宵打游戏的乐趣。就比如今晚，就是一个通宵打游戏好时机。在处理完了个人卫生后，陈峰便再度进入了游戏，意识回到游戏世界。欢迎回来，甜美的系统提示音响起，陈峰出现在自己下线的魔界9楼。再次上线后，自己原本释放出来的低等级召唤物已经全部消失，因为那时候陈峰才 LV50 级召唤出来的召唤物才 LV60 级，原本练级的场所由于等级太低了，也没有什么经验了。这些召唤物依旧占用着自己的召唤名额，要是一个一个去将召唤解除，实在是太麻烦了。还好系统更改了机制，自己下线后，所有的召唤物在10分钟后都会自动消失。索性就利用下线召唤物消失的新设定，将之前低等级的召唤物刷掉，自己好重新召唤高等级的召唤物。也顺便将之前的魔化绿龙艾莫利斯爆出来的传说级的戒指明日王者之戒装备了上去，88张换下了梦幻水晶之戒钻石级。虽然少了一个保命神技瞬移，但是明日王者之戒的1到60级技能加1的属性太强了，当然梦幻水晶之戒陈峰也不会丢掉，当做换装来使用。做完了一切后，陈峰便再次开始了老母鸡下蛋模式，召唤了黑暗魔龙，开始向着 LV70 级以上的练级地点进发。第132章通宵做慈善。现在提升为传说级别的黑暗魔龙，飞行速度比之前快了好几倍，但是奈何 LV70 级以上的刷怪点分布实在是太分散了，有时候一个点到下一个点的直线距离都要飞行至少1-2个小时，一直花费了4-5个小时的时间，陈峰终于将会所有召唤物布置完毕。5万数量的圣光精灵、大魔法师路易斯、精灵王伊加贝拉和黑暗魔龙组成的陆空奶部队，被陈峰放在了 LV70 级以上的各大练级区，几乎将整个冰霜峡谷和炎魔城包围。这次由于没有召唤低品阶的召唤物，所以每个地区的召唤物清怪效率也很高，加上有奶系圣光精灵的存在，也不需要担心召唤物血量的损耗。现在自己的升级效率比之前至少快了数十倍之多，一番辛苦的赶路也没白费。现在系统面板上不停地刷新着获得经验的系统提示。叮咚，恭喜你击杀 LV73级冰原巨熊普通级，获得经验6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60万点。叮咚，恭喜你击杀 LV75级冰原魔狼普通级，获得经验65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65万点。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0级魔焰鳄鱼白银级生物，获得经验8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80万点。叮咚，恭喜你击杀省略 N。各类型的击杀提示音不停地在陈峰的系统面板上刷新，基本都是以 LV70 级以上的普通生物为主，也有少量的白银、黄金 BOSS。不过这些 BOSS 和普通生物掉出来的装备陈峰没有办法去捡，有一些浪费。NPC 大军半夜休息了，不知道工会和军方的人有没有人还在线的，要不让他们去捡。陈峰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毕竟这些装备可能现在对他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游戏中后期可是一笔巨富，而且除了装备外，击杀野外的怪物爆的最多的还是金币和材料，也是一笔巨富了。想到这里，陈峰便对着工会的群组和之前加了自己的军方负责人发送了一张图片，又加了一句消息：是天图片，击杀怪物的系统刷屏，你们要不要来魔界捡装备？这条消息一经发出，原本陈峰还以为半夜了没有多少人回复，毕竟大家都需要休息的嘛，谁会像自己一样玩游戏那么干，半夜还在努力升级。想到这里，陈峰叹了口气，为了蓝星的未来我实在是太努力了，被自己感动到了，为自己点赞。但是就在陈峰将消息发出的一瞬间，群组和军方负责人同时发来了消息，堪称秒回。陈峰满脸问号，我去，这帮人大半夜都不睡觉的吗？陈峰嘟囔了一句，便打开了信息列表。我去，会长又发福利了。会长，给我坐标，我马上就到。俺也来，捡垃圾这种事我门清。会长哥哥怎么还不睡？是不是寂寞了，所以一个人独自打游戏？妹妹可以陪你一起玩哦。会长的魅力就是大，我也是夜夜爆肝，怎么没有妹妹心疼我？兄弟，等你有我们会长1/10的颜值加1%的实力是会有的。楼上2位梦里都有，赶紧去睡吧，别和我抢捡垃圾的名额。果不其然，工会群聊的画风很快又被带偏了。陈峰无奈地摇了摇头，军方那边的回复则是非常干脆利落，直接就说会安排人手过来，不像自己工会这群人没事就会闲扯到其他事情上。看到有如此多的夜猫子通宵练级，陈峰也是有些许欣慰的。新时代网虫的优良传统没有丢，随即将自己在魔界的坐标发了过去，然后让他们先去魔界 NPC 处暂时领取一头飞行坐骑后一起过来。几分钟后，大量的玩家通过传送阵涌入了陈峰的新领地冰霜城堡。我去，会长这里的传送费用那么高，竟然要10金币一个人，换成蓝星币就是100块钱了。待会我要好好捡装备，弥补损失。
我差点因为没有10金币的传送费用错失会长的福利，还好我把我女儿的零花给全部兑换成了金币，我实在是太机智了。兄弟，不至于吧？100蓝星币而已。嘎嘎，打金赚的都被家里的母老虎没收了。兄弟，你好惨！一群工会的人在等待的时间里又互相扯了会皮后，陈峰才缓缓地来到了集合的地点。陈峰简单的将捡装备的区域划分好，随后还考虑到了几个骨干现在的等级太低了，就决定慈善做到底，拉了1000人个队伍，顺便带他们刷经验。组队模式下，在击杀怪物后，击杀者可以获得 50% 的经验值，其他的玩家可以获得经验的 50%， 而且还有工会组队的经验加成，一次性获得的经验也不会低。一众成员加入的一瞬间，几百道系统提示音就不停地在他们的面板上刷新，因为现在陈峰有5万多的召唤大军在周围的练级区域刷怪，他们击杀后，所有队友也能分到经验。由于队伍中的他们等级比较低的原因，陈峰击杀的都是 LV70 级以上的怪物，他们还能获得满额的越级杀怪经验。这些高额的经验值在他们的光脑中刷屏，直接让工会成员和军方的玩家嘴都笑歪了。他们当前等级的进度条就如同坐火箭一样快速上升，这一幕直接让一些懂事的老团员立马开始了彩虹屁环节。世天会长牛逼！世天会长永远滴神！这难道就是会长的升级模式吗？这也太爽了！1秒钟几百条的系统提示，妈妈，自从做了世天会长的高铁，我再也不想努力了。第133章系统强行拖剧情。一时间，队伍的聊天界面再次刷屏，大部分人都为获得高额经验不停地欢呼着，也有人默默地捡着装备，内心暗自感激陈峰，同时也有人好奇，会长明明没有动手，而且练级的怪物分布得非常的广泛，他是怎么击杀这些怪物的？难道他开了西外挂？陈峰也见到队伍频道中有人发出了疑问，想着这件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迟早大家都会知道，随即便将自己召唤物永久存在的消息说了出来，并且附上了召唤物正在自己刷怪的图片。这消息在陈峰的口中说出后，顿时引起了队伍中所有玩家的惊呼。人在城中坐，经验从天上来，这种刷怪的方式也只有伟大的会长才能办到吧，实在是太牛逼了！世天会长再次刷新了我的3观，好想一直跟着会长做一个只会吃经验的废物。而在队伍中，一些同为召唤师的玩家更是差点给陈峰跪了。为什么同是召唤师差距就那么大呢？就这样，原本安静的魔界地狱在陈峰的带领下变得热闹无比。陈峰的召唤物刷怪，工会和军部的玩家在各个野怪场所捡金币捡装备。由于都不需要做什么，众人就在队伍群组中热聊起了来。刷级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第2天的天就亮了起来。由于游戏中的时间和现实中的时间是同步的，就代表了现实世界此时也是凌晨。一直刷等级到现在，队伍里面所有玩家至少都提升了3、4级，甚至有一些等级低的玩家升了4级到5级。原本他们自己组队练级，想要提升2级的话，至少需要3到4天的时间，而跟着陈峰却只用了5、6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说，这波慈善活动让队伍里的一众成员乐得合不拢嘴。原本享受过这些待遇的工会玩家还好，那些没有被陈峰带飞过的军方成员更是被陈峰的实力所折服，也学着工会的老油条开始了彩虹屁环节。强，实在是太强了！我们要是也能加入新纪元工会就好了。是天将军牛逼啊！龙国的未来就要靠是天将军了。是天将军，是龙国的骄傲。就在这时，一道金色的光芒在陈峰的身上升起，随即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80 级，获得全属性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请合理分配。这升级速度实在是太爽了！陈峰看着快速提升的等级，一脸享受。短短5、6个小时的时间，自己就从 LV70 级提升到了 LV80 级，可以说是非常的夸张了。要知道，现在元宇宙中除去自己的新纪元工会外，最顶尖的玩家也才 LV30 级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这些顶尖的玩家都要为到达 LV50 级2转而努力很久。但是自己就不同了，不仅有100倍奖励增幅的天赋，再加上分布在数十个练级场所、数万召唤物，陈峰觉得自己可能用不了1天的时间就能达到 LV99 级了。就在陈峰脑海中幻想着这个美好的画面时，一道特别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击杀 LV75 级冰霜巨魔普通生物，获得经验60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60万点。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0 级魔化地龙精英生物，获得经验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0点。叮咚，提示你当前等级获得的经验值已达上限，继续击杀怪物将无法获得任何经验值，凌晨12点系统刷新后将会重新获得经验值。我尼玛！看到系统提示音后的陈峰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他前世纵横游戏数十载，
怎么都没想到元宇宙竟然还有经验值上限这个操作，这系统不是强行拖剧情吗？直接99级觉醒不香吗？竟然还给我来这一套！陈峰大晚上辛辛苦苦通宵布置了几个小时的召唤兽大军，没想到只刷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系统就告诉他经验不能刷了。这事情落在谁的头上不恼火？老子裤子都脱了，你就给我看这个！现在只能用无比憋屈来形容陈峰现在的心情，但能怎么办呢？系统设定是这样，自己也只能被动接受。这样就有了每天带小伙伴练级的理由了。自己每天因为100倍奖励增幅的关系，将一天的经验值刷满，估计也只需要3-4个小时的时间。其余的时间，自己要是去完成一些任务，貌似也不妨挂着队伍带龙国士兵和工会成员升级。想到这里后，陈峰的心情略微平静了一些。看了看时间，已经早上10点半了。那今天要不先睡觉去吧？这些夜猫子还没同步实力，刷了那么久了，可能他们早就累了，只是没人先开口，都不好意思而已。想到这里，陈峰就准备和他们说下线休息的事情。就在陈峰打开队伍聊天界面时，发现了队伍里的所有玩家都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个个正在群里聊得火热。我去，到底我同步了实力，还是他们同步了实力？怎么感觉他们一点都不困？陈峰在心里默默吐槽。算了，再带他们刷1个小时吧，搞完休息休息，明天就要前去解决魔界的事情了。陈峰不忍心打断众人的激情，决定再带他们1个小时就下线睡觉。叮咚，省略摁。1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一众工会成员和龙国士兵在欢快的气氛中度过，他们的等级再次提升了1级多，身上的背包和空间戒指也装得满满的，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哈哈，今天赚大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堪比我刷1个多星期的经验，感谢世天会长。是啊，我的装备都放不下了，能结识到世天会长已经用完了我余生的运气。哈哈，世天会长实在是太好了，我要是女的，肯定对你以身相许了，即使当小3小4我都愿意。再次感谢世天会长。一群人无比兴奋地对陈峰表达了感谢。反观陈峰看着如此多经验的浪费，内心无比心痛，在队伍里发了睡觉的消息后，便回到了魔界的酒楼中，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便进入了睡眠。第134章魔界提前进攻。此时魔界研魔城，按照昨天会议的计划，应该是明天开始对陈峰发动进攻的，但是由于冰霜魔王的领地被攻占的事情，让一众魔王决定将这件事情提前，也算是搞偷袭。此刻除了冰霜魔王外，一众魔王都分别带着手底下的数十万魔界大军和数百万的黑暗阵营玩家，集合在研魔城，准备对人族帝国开战。他们其实还能召集更多的大军的，只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有些魔界大军还未来得及赶到，但是玩家来的倒是非常多。看着眼前的千万大军，站在城墙首座的深渊魔王意气风发。哈哈，自从魔界之主暗亡之后，再也没有人能让魔界如此团结。我这是开创了魔界的历史。作为魔界现阶段的掌权人，他可是知道魔界许久没有那么团结过了，各大魔王都有各自的心思，从未在一件事情上达成过共识。但是这次大敌来犯，魔界终于再一次团结了起来，这让他感觉到了魔界复兴有望。本来时间充裕一点，我们还能集结更多大军的可惜了。此时一旁的恐惧魔王说道。深渊魔王也点了点头，他知道魔界这几年发展后的底蕴，这将近100万的魔界大军其实也只是魔界实力的一小部分而已，这些已经足够了。这次我们召集过来的都是魔界大军中的精英，对付人族冒险家绰绰有余，再加上我们10大魔王的战力，横扫人族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伟大的魔界精英不能有太多的损耗，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些冒险家为我们冲锋陷阵。放心吧，深渊魔王大人，这些白痴冒险家只要许诺一些微薄的奖励，他们冲得比谁都快。哈哈，利用冒险家解决冒险家，简直是妙啊！哈哈，没错，先将那名人族冒险家给灭了，再指挥大军对人族帝国发动攻击，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魔族的。魔族必胜，魔族必胜！数百万的魔界士兵气势如虹，一个个发出了震天的怒吼。深渊魔王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下达了命令：出发！旋即100万魔界大军和1000万魔界阵营的玩家开始向着冰霜峡谷方向开进。冰霜峡谷方向，大量的玩家通过传送阵来到冰霜城堡，他们都领取了相应的阵营任务，来帮助人族帝国守卫这座刚刚被陈峰占领的魔界城堡。这就是传说中的魔界吗？不，这里目前属于人族帝国，是天大神的地盘，不知道能不能亲眼见到是天大神。阵营战争开始了，是天大神肯定会出现的，着什么急额？到时候多杀几个黑暗阵营的玩家才是重点。好像黑暗阵营的玩家好些都是星条国、樱花国和袋鼠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这下报仇的机会来了。是啊，
上次他们在网络上逼逼赖赖，这次我们要对他们重拳出击了。哈哈，干就完事了。就在一众龙国的玩家讨论着阵营战争的种种时，不远处的平原中传来了一阵接一阵的轰鸣声。那边发生了什么？难道地震了？那漫天的烟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沙尘暴？不会吧，游戏中的沙尘暴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看那天上的黑影是什么？ UFO 吗？卧槽，是魔界的翼龙，他们提前来进攻了，快回城防守。魔界大军提前来了，不是有消息说明天吗？魔界不讲武德，搞偷袭。紧接着城内人族警戒钟声响起，原本聊天的玩家和 NPC 纷纷打起了12分的精神，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了准备。不多时，魔界生物大军集合，数百万魔界大军和黑暗阵营的玩家分别被几大魔王指挥着将整个冰霜城堡包围，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此时，一位身材魁梧的魔将顶着一对尖角来到深渊魔王的面前，恭敬地说道：深渊魔王大人，所有的大军已经将整个冰霜宫殿包围，随时可以发动进攻。很好。深渊魔王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先让魔王指挥一部分魔物和冒险家上去消耗一波之后，再发动总攻。是。领命后的深渊魔将将消息传达了下去。几分钟后，随着一道道令箭升空，众魔王同时下达了进攻的命令。瞬间，数百万的西方玩家被一群魔物带领着，对着冰霜城堡的城墙发动了攻击。杀呀！杀光龙国这些渣渣！报仇的机会来了！伟大的魔王大人一定能将前方的城池推平！杀！一时间，震天的喊声冲破天际，密密麻麻的玩家加上巨大的攻城魔物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不能让攻城魔物靠近，派遣施救军团。负责守城的将领发出了指令，旋即数千头施救骑士在城墙之中飞出，向着攻城的魔物发动了攻击。施救背上的骑士对着底下的攻城魔物发动了一道道魔法攻击，瞬间就击杀了数十头攻城魔物。然而并不是只有人族有飞行单位，远处的魔界阵营见状也派出了大量的翼龙，直接和施救骑士开始了空中对战。失去了空中单位的限制，地面上的攻城魔物变得肆无忌惮了起来，在周围玩家的掩护下开始对城池发动了冲锋。第135章龙国的意志，女神降临。此时正在城中的玩家和 NPC 军队一刻都不敢停地释放着远程攻击。随着城墙上接连不断的攻击落下，底下的玩家和魔物成片成片的倒下。但是魔物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加上魔物的平均等级都超过了 LV40 级以上，只有极少一部分的玩家可以做到破防，对付魔物基本都是靠 NPC 军队。现在城中暂时只有陈峰带来的10几万军队驻守，人族的大军此刻应该还在备战，还没有赶到。这就造成了有很大一部分血厚的攻城魔物突破了城中的防守，来到了城墙下方。攻城魔物手上巨大的狼牙棒不停地挥动，狠狠地砸向城墙的薄弱处。轰隆隆，轰轰轰，巨大的声响传遍了整片战场。一时间，原本就不是很坚固的城墙开始了剧烈的晃动，一些玩家没有站稳，一个踉跄跌落到城墙下，几秒后就被底下的魔物分尸秒杀了。哈哈，这里毕竟是我们魔界的地盘，我们的兵力是他们的数10倍，他们怎么守城？见到这一幕的深渊魔王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再次指挥令旗手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令旗手会意，手中的指挥令旗挥动，又一批次的魔物加入了战场。此时正在城墙之上的玩家看到满山遍野冲过来的魔物，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卧槽，又有大量攻城魔物攻击城墙了，这样下去城墙要失守。是啊，我们的 NPC 军队实在是太少了，压力有点大。要不是依靠城墙上的防御塔，可能我们连第一波冲击都守不住。怎么办？怎么办？接下来这波攻击，帝国那边要是再没有支援过来的话，我们可就都要死在这里了。死就死，就掉几级有什么大不了的？死之前也要拉几个樱花狗和星条狗做垫背。杀一个够本，杀2个赚了，杀3个血赚。此刻，绝境中的龙国玩家迸发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意志，一群不畏生死的骑士和战士纷纷冲出了城墙，面对超过自己数倍的敌人发动了冲锋，为的就是不让魔物攻击到城墙。然而，见到这一幕的星条国、袋鼠国、樱花国等国家脸上露出了奇异的神色。法克，这帮龙国的人怎么突然变得更猛了？难道他们都不怕死吗？就是一个游戏而已，有必要那么拼命吗？要是在我们星条国是没有人如此傻逼的，巴不得都躲在城池后面，谁爱上谁上，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简直难以置信。几秒后，大量龙国的玩家和魔物冲撞在一起，不断有白色的光芒升起，城墙之下无数龙国玩家的尸体很快就堆积成了一座小山。但是龙国的玩家前赴后继，前方一名骑士倒下，很快就有另外一个骑士跟上，一时间也拖住了魔物的进攻速度。
正在城墙之上的远程玩家见到这一幕，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全都痛恨自己开局怎么转职了一个远程职业。就在城中玩家奋力抵抗着魔界的进攻时，城中某处一道金色的光芒冲天起，很快就吸引了战场上大部分人的注意力。只见到背后长着一对光翼，手上拿着一根金色长矛的少女正漂浮在空中。这是天使吗？好美，一定是我们星条国的守护天使。太美了，这圣洁的光芒，我都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就在一众玩家感叹时，天空中的少女忽然动了。只见少女的周身金色的能量涌动，很快她的身边就凝聚出大量的金色长矛。圣光之矛。随着少女的话音落下，她手上能量凝聚的金色长矛率先甩出，紧接着身边的长矛也跟着飞了出去。咻咻咻！破空声传来，一时间大片的天空中，长矛就像雨点一样落在前方的魔物聚集处。15万，15万，15万！被金色长矛覆盖的范围，无数魔物痛苦哀嚎，大量的伤害数字在他们的头顶上跳出。被长矛击中的魔界生物无一例外都是秒杀，没有任何停留。空中的少女拍动翅膀，直接冲入了魔物聚集的战场，手上的金色能量幻化成一柄法杖，她的朱唇微张，短暂的施法后，忏悔之雷，一声娇喝，随即无数金色的雷霆从天而降，轰隆隆，又是一片魔物被电得外焦里嫩，倒在地上。这一幕让所有人都看懵逼了。这少女欧布女神好强，确实强，一个瞬息就秒杀了数千 LV70 以上的魔物，简直恐怖如斯，简直堪比是天大神。女神都冲到怪群了，我们也不能示弱，冲冲冲，干掉底下黑暗阵营玩家，冲！受到战斗鼓舞的龙国玩家和 NPC 们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武器，再次对着不远处的魔界阵营发动了冲锋。一时间，整个战场人流涌动，喊杀声震天。第136章，深渊魔王出手。此时，正在阵中观战的深渊魔王看向远处异常的战场，皱起了眉头。这少女难道是精灵族的圣女？她不是被暗王大人困在异次元空间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感觉到远处少女传来的气息后，深渊魔王有些疑惑。作为现阶段的魔界最强大的存在，很多魔王不知道的秘密他都知道，就比如正在战场上厮杀的少女，根据他的判断，应该就是精灵族的圣女。想到这里，深渊魔王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要是能将她带回魔界，相信暗王大人就能提前复苏了。随即，他便在王座上站起，身上的气势爆发，瞬息间就到达了战场的上空。没有多余的废话，巨大的黑色手掌凝聚而出，抓向眼前的若若。正在战斗中的若若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强横的气息，他不敢大意，只见到玉手中的金色法杖一阵变换，很快就变成了一柄长剑的模样，随即便挥动手中的金色长剑，狠狠地砍向抓过来的黑色大手。叮的一声，金色长剑和黑色手掌发生了碰撞，若若借着反冲的力量身形暴退，很快就拉开了和深渊魔王的距离。但是深渊魔王的攻势并未停止。魔火法球，话音落下，只见到深渊魔王的手上凝聚出一颗颗巨大的黑色光球，黑色光球上带着一丝火焰能量，以极快的速度飞向暴退中的若若。若若见状，手上的长剑再次变换成一张盾牌的模样，格挡在自己的身前。圣盾守护，轰隆隆，大量的黑球砸在圣盾上，发出一声声闷响，产生的冲击波将周围的冰层全都震裂，掀起一阵浓厚的冰雾。冰雾散去，圣盾依旧矗立在若若的身前，他抵挡住了这次攻击。不错，既然能挡住我暗火属性的融合技能，看来小姑娘还是有些实力的。深渊魔王发出了赞叹。但是这招不知道还能抵挡得住吗？只见到深渊魔王的手上出现了一柄泛着黑色电光的法杖，他手上的法杖挥动，连施法动作都比之前快了很多。元素轰炸，技能吟唱结束后，只见到天空中出现了大量的小型元素法球，小型的元素法球逐渐凝聚，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元素法球，直接向着若若所在的方向砸去。若若见状，扇动翅膀，快速向着一旁躲避。想跑？深渊黑洞！深渊魔王再次释放出了一道瞬发技能，远处的空中出现了一颗小型的法球，法球出现的一瞬间就开始向着周围扩散，很快形成了一个小型黑洞。小型黑洞出现的一瞬间便开始吸收拉扯周围的物体，巨大的拉扯力使若若也被波及到，一时间她飞行的速度骤减。与此同时，周围吸力产生的暗属性能量也不停地对她造成伤害，但是这次攻击的主体还是天空中那颗巨大的元素法球。眼见若若已经无法冲出法球的伤害范围，周围观战的玩家纷纷为眼前的少女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元素法球即将落到下的一瞬间，她手上的金色圣盾再次凝聚，不过这次她的身上还额外形成了金色的保护罩。圣光禁盾，
那面金色的盾牌再次放大，形成了一面堪比城门厚度的巨大盾牌，迎着天空中落下的元素法球而去。轰隆隆，黑色和金色的能量相互碰撞，产生了一道更为强大的冲击波，很快就辐散向四周。周围大量的玩家和魔界生物，只要被波及到一点点，直接当场暴毙。中心战场那两道激烈的战斗，很快就吸引了全部人的注意。一时间，很多玩家都忘记了自己还在战斗，全都将目光投向了战争的中心。因为相比于自身的战斗来说，顶层的战斗才是决定阵营胜负的关键。太强了，这难道就是 NPC 之间的战斗吗？那名黑袍的丑陋生物就是魔界的深渊魔王吧？那恐怖的气息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那名神秘的少女究竟是谁？怎么感觉都有点眼熟，好像是世天会长的 NPC 妹妹，叫若若来着。确实像，但是年龄和实力相差的太多了。若若的模样只有12、13岁，但是面前的少女至少有17、18岁了。确实，若若是个圣光牧师，战斗力应该没有那么恐怖才对。面前的战斗感觉比之前直播中火焰领主苏尔德和炎魔的战斗还要强上几分。不知道现在天使少女怎么样了？我感觉深渊魔王的战斗力貌似比他要强那么一点点。刚才那一道攻击的威力可不小。人族阵营的玩家在讨论战斗的同时，也在看远处的少女，因为自从两人的战斗开始，明眼的玩家都能看出，深渊魔王现在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天使少女一直都在被动防守。此时，高空中的深渊魔王看着下方因为爆炸扬起的灰尘，脸上露出了冷笑。哼，经受我全力的元素轰炸，即使是史诗级别的生物也会当场暴毙，现在即使他不死，也应该重伤了才对。深渊魔王在内心想着，随即身上的魔力外放，感知灰尘中弱弱的气息。就在深渊魔王的魔力覆盖下方的一瞬间，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令他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怎么可能？他的气息不但没有减弱，还在逐渐增强。呢喃了一句后，再次感应起下方的气息还是处于增强状态，这可让他感觉到一丝不妙。随即手上的法杖继续挥动，开始蓄力其他技能。元素轰炸、虚无之球、天雷、极冰盛宴，一个个技能在深渊魔王的法杖中释放出来。又是一副毁天灭地的场景，无数的禁咒就好似不要钱一般，疯狂地砸向地面。一时间，无数的玩家和魔界生物全都飞速逃离，来不及逃离的玩家全都化为白光消失，无数魔界生物当场暴毙。这里发生的动静很快吸引了远处其他魔王的注意。深渊魔王大人那里发生了什么？难道冒险家是天来了？10大魔王之一的恐惧魔王看向远处的战场。炎魔，应该是，我们赶紧去支援深渊魔王大人，这里就交给底下的魔将先。恐惧魔王点了点头，两人分别对底下的手下说了声，随即两道身影化为2道流光，消失在原地。此时其他魔王也感觉到远处的战斗波动，随即也停下了眼前战斗，直接向着能量波动传来的地点赶去。但是他们没有飞行的能力，只能召唤飞行坐骑前往，相对于其他2位可以飞行的魔王，速度要略慢一些。第137章3打1魔王不讲武德。回到战斗之中，烟雾散去，此时整个战场在深渊魔王禁咒的狂轰滥炸之下，使原本平整的土地变得坑坑洼洼，远处的冰山也被削掉了顶峰，甚至轰炸的中心区域直接变成了一道数十米的裂谷。不得不说，这样的战斗场面着实让观战的玩家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知道深渊魔王的战斗力很强，但是没想到竟然强得如此离谱。卧槽，这深渊魔王的战斗力简直恐怖如斯！我尼玛，这难道就是神灵级别战斗吗？刚才的天使少女怎么样了？如此攻击下，估计也不好受吧。是啊，可惜了那么漂亮的 NPC 妹子。噬天大神怎么还没来？即使来了也无济于事吧。虽然我是噬天大神的粉丝，但是我还是认为噬天大神在发展起来之前，还不是眼前魔王的对手。那就祈祷人族强者快点来吧。轰！就在此时，战场中心的裂谷处传来了一声巨响，将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集到一起。紧接着，裂谷底下一道金色的光芒冲天起，那道璀璨的金光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天空之中的深渊魔王。正在高空的深渊魔王瞳孔急剧收缩，此时他眼中的那道金色光芒正在不断的放大。接受制裁吧，圣光之剑！只见若若手中握着的那柄金色裁决之剑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深渊魔王的头颅砍去。不好！深渊魔王脸上充满了恐惧，他已经在这把裁决之剑上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彩色的光幕突然出现在深渊魔王的体表，将他的整个身躯都笼罩在内。随后裁决之剑狠狠地砍在彩色光幕之上，引起了光幕的震动，但是几秒过后，彩色光幕便再度恢复了正常。好险，还好我这个无敌技能还能抵挡住。深渊魔王松了一口气。
若若此时的表情也略微有了些变化，但是他手上的动作并未停止，继续举起手中的裁决之剑，再次劈砍在彩色光幕之上。依旧是免疫的提示跳出。哈哈，小姑娘，我承认你很强，但是和本王比还差了那么一点。说完，又是一道黑灰色的能量波攻击向若若。由于此时两人的距离太近了，金色长剑变化已经来不及了。见状，若若只能举起手中的金色长剑抵挡面前的黑灰色能量波。轰！一声爆炸声传来，若若的身躯暴退，几滴鲜血在她的手臂上流了下来，看样子受了点小伤。与此同时，周围又出现了两位魔王的身影，分别是恐惧魔王和炎魔。深渊魔王大人，这里发生了什么？面前的恐惧魔王率先问道。先别问太多，先帮助我将面前的女娃娃抓回去再说，她将是复苏暗王大人的关键。恐惧魔王的话还没说完，深渊魔王就打断了他的话，直接对着两人吩咐道。两人在听到此话后，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也开始了对弱弱的围攻。一时间，天空中技能纷飞，四道身影不停地变换着位置，无数的技能如同不要钱一般在天空和地面上绽放。我去，这魔王不讲武德，三个欺负一个妹子，就是这三个糟老头子坏得很，真不要脸。马德，我受不了了，我要上去支援天使妹妹。上面可都是超过 LV80 级以上的强大人物，你一个 LV25 级的小号上去，不就是化粪池里学游泳找死吗？是啊，还不如多干死几个西方国家的走狗。与此同时，魔界阵营的玩家也在观看着高空的战斗，看到处于优势的魔王们兴奋不已。古德，光明阵营不行啊，都没几个拿得出手的人物，你们玩家强有什么用？还不是要被伟大的魔王大人吊打？哈哈，就是，现阶段玩家不可能是魔王大人的对手，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伟大的星条国旗帜就能插遍整个元宇宙大陆。哈哈，为了我们的伟大复兴，冲啊！短暂的观战后，两个阵营的战斗又继续开始。与此同时，天空中的战斗也变为了白热化阶段。此时的若若在独自面对三大魔王时，很明显处于了下风。但是若若凭借着敏捷的身法，总是能不停地躲避着三位魔王的技能。可恶，他的速度怎么会那么快？以速度快著称的炎魔，也感觉到两人的速度差距不是一点点。小姑娘现在的实力应该达到传说中级的实力了。我们三个一起虽然可以压制她，但是想要活捉她，她还有一些难度。恐惧魔王在发动攻击的同时分析道：放心，他可能释放了某种可以暂时提升实力的技能，相信时间不会长久的，再坚持一下他就会落败。深渊魔王说道。好，三位魔王打定了主意，便不再肆无忌惮地释放技能了，只是跟随着若若，不让他突破他们的防御圈。现在若若的状态确实在急速下降着，原本双翼状态的他只有出入传说级的实力，在释放了技能后才暂时突破到了4翼，达到了传说高级的实力。原本以为能凭着这裁决之剑的真实伤害能秒杀深渊魔王的，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有抵挡住传说级别攻击的无敌技能。一时间，这里的战斗暂时陷入了僵局。第138章，瞬秒魔王帅气救场。又战斗了几分钟后，此时魔界10大魔王的其余7大魔王也赶到了战场。深渊魔王见状大喜，立马吩咐道：哈哈，来的正是时候，赶紧过来帮忙将这个女娃娃抓起来。听到命令的7大魔王催动脚下的飞行坐骑，和深渊魔王、恐惧魔王、炎魔三人对若若形成了包围之势。与此同时，若若的4翼天使形态也恢复到了双翼形态。哈哈，他的技能持续时间到了。恐惧魔王兴奋地说道：冰霜魔王、吞噬兽魔王，快使用限制技能，先将他控制住，记住一定不要伤了他。深渊魔王看向一旁的2位魔王吩咐道：是。2位魔王同时开口。寒冰之境。冰霜魔王率先将技能释放了出来。只见到以冰霜魔王为中心，周围的环境瞬间巨变，大量的冰晶在周围出现，使得周围的所有物体全都覆盖上了一层冰霜。若若此时周身同样被冰霜覆盖，飞行的速度骤减。好，重力束缚。吞噬兽魔王恢复了本体，变成了一只类似蛤蟆怪的生物，发出了一声巨吼后，前方很大范围的空间内出现了极强的重力束缚。若若也在冰霜和重力的双重束缚下，行动变得缓慢了起来。见状的魔王纷纷大喜，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我们联合释放结界，将他完全控制。深渊魔王大声指挥，随即其余8位魔王2人一组，纷纷散布到4个角落，开始释放结界技能。几十秒钟过后，四面赤红色的结界凝聚而出，将整个战场覆盖。此时若若也在结界之中。哈哈，结界形成了，这下看你怎么跑。不要大意，开始收缩结界。随着深渊魔王的指挥，结界开始缓慢的收缩。远处的玩家见状，立马开始担心了起来。完了，
天使少女被困住了。这帮魔界的渣渣，原本3个欺负一个就很过分了，现在竟然10个欺负一个，真丢人。可不是吗？魔界生物都不会感到羞耻吗？垃圾魔王，垃圾！等我噬天大神来了，直接踏平魔界。就在这名玩家刚刚发表完感言后，一道火焰身影率先冲了出来。放开主人的妹妹！话音刚落，只见到一道巨大的火焰剑以极快的速度横着扫向冰霜魔王和吞噬兽魔王的所在位置。不好！见状不妙的2位魔王赶忙停止了施法，向着高空跳去。2魔王以及其危险的距离，刚好躲过了这次火焰巨剑的攻击。呼，好险！2人松了一口气。就在2人以为躲过一劫时，天空中无数陨石、雷霆、地平线处一道道耀眼的白色光芒，向着战场激射而来。那是无数的玩家和 NPC 纷纷停下了手中的战斗，看向远处的奇观。不好，快躲避！反应过来的深渊魔王赶忙向着远处快速遁逃。周围的魔王看到遁逃的深渊魔王，也纷纷停下了手中的结界，开始向着远处逃去。然而技能到达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特别是还在空中的冰霜魔王和吞噬兽魔王，他们2个本来就是技能瞄准的中心，此刻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躲避这次攻击。眼见技能离自己越来越近，2位魔王纷纷释放了自己能释放的所有保命技能和攻击，想要在这片技能海洋中存活下来。冰霜护盾、5重寒冰墙、冰之堡垒、吞噬转化、重力空间，轰隆隆，巨大的爆炸声音，一时间无数的技能宣泄在2个魔王的身上。5000圣光精灵攻击真实伤害减少 20% 防御属性。95254精灵王攻击52561。路易斯攻击2012。格雷林攻击。无数的伤害数字在2位魔王的头顶上冒出，然而他们头顶上的数字只出现了几秒钟就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就是数道全服公告，在所有的玩家系统中刷新。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80 级冰霜魔王传说级 NPC 生物，成为国服首杀传说级 NPC 生物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是天等级+3，技能点加50点，自由属性点加500点，玩家声望加20000点。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80 级吞噬兽魔王传说级 NPC 生物，省略。连续6道全服公告后，一众没在现场的观众当场傻眼。卧槽，啥情况？噬天大神连续干掉2头传说级魔王，牛逼牛逼！噬天大神又开始包揽全服公告了，我已经不是震惊了，我已经开始麻木了。魔王什么的就是渣渣，在我噬天老公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有现场的人开直播吗？我想要看噬天大神的战斗。噬天大神已经开始屠戮 LV80 级的传说魔王了吗？期待。全服公告刷屏的那一刻，全服玩家都惊讶不已，一众没有亲临现场的玩家纷纷涌入到阵营战争的直播间内。然而在战斗的现场，轰鸣声过后，魔王的周围出现了大量强横的身影，无数的骷髅战士、深渊狮王、路易斯、精灵王、黑暗魔龙等等的召唤生物。没一会，一头遍布黑色鳞甲的黑暗魔龙缓缓地降落到弱弱所在地面上，一道英俊的身影直接从魔龙背上跳了下来，将天使形态的弱弱抱了起来。哥哥，你终于来了！此刻的弱弱好似找到了依靠，在陈峰将他抱起的一瞬间，原本坚强无比的内心一瞬间就融化了。这个时候，他只想好好的待在他的怀里，哪里都不想去。对不起，哥哥来晚了，让弱弱受欺负了。陈峰满脸歉意地看着怀中的少女。弱弱没事呢。弱弱依旧是如此乖巧。这一幕直接让观战的玩家，甚至是不远处的魔王看呆了。那是天大神吗？好帅啊！嘤，爱了，噬天大神这救场简直太帅了，我要是女主就直接嫁了。呜，的确，传说级别的2位魔王说秒就秒，简直是怒发冲冠为红颜，我粉了。天使少女好幸福，我也想有人为我这样。第139章深渊魔王的心思。人类阵营的玩家都被陈峰出场瞬秒2大传说魔王的实力而感到震撼。反观余下的8大魔王，除了深渊魔王外，其他魔王早就紧张的瑟瑟发抖了。恐惧魔王，我尼玛，这就是你说的实力和你差不多。这里每一只召唤物的实力都和我差不多，而且至少有数万召唤物，我打你个象拔蚌！此刻的恐惧魔王对着炎魔愤怒的呵斥。炎魔那时候确实和我差不多没想到他进步如此之快。恐惧魔王，完了芭比 Q 了，刚才我们都对这个超级无敌大魔王的女朋友动手了，这下怎么办？恐惧魔王面露恐惧的神色。痛苦魔王，我可没动手，我只是个观战的小弟。作为实力最弱的10大魔王之一，看到陈峰直接瞬秒了2位实力排行前5的魔王，
痛苦魔王表情苦涩，直接就戴上了痛苦面具。恐惧魔王，我呸！在座的都逃不了，赶紧想想办法呀！冰霜魔王和吞噬兽魔王都直接嗝屁了，还想活命的就赶紧想想办法。炎魔还有什么办法？好歹我们也是10大魔王，我们利用身后的100万大军拖住冒险家10天的召唤物，我们还是有机会干掉10天的。深渊魔王只能尝试和冒险家10天谈判，到时候是战还是和，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决定。此刻只有深渊魔王依旧保持着淡定。众魔王除了炎魔，只能这样了。正当陈峰准备继续杀几个魔王立威时，他感觉到身上的智慧勋章有些不对劲。他下意识地查看装备栏上的智慧勋章，此刻的智慧勋章表面上闪烁着蒙蒙的白光。这个传说级别的物品，自从在兰洛手中获得之后，除了自己完成10万杀敌时有过反应，其余时间就和普通装备无异。但是现在竟然开始冒白光了，不对劲！陈峰立刻查看了智慧勋章的属性面板，这一看顿时让他兴奋了起来。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佩戴等级 LV0 级，佩戴属性1，智力提升1万点，佩戴属性2，辉煌光环，被动，每秒恢复自身和周围友军 10% 的 MP， 佩戴属性3，真实之眼，被动，可以侦查所有隐身前行单位，佩戴属性4，法力护盾，主动释放后，玩家所受到的伤害由优先扣除 HP 改为优先扣除 MP， 当 MP 扣除为0时法力护盾消失，改为正常扣除 HP。 佩戴属性5，感应，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感应到同类物品的存在。提示：感应技能感应到500米范围内有同类物品的存在。陈峰仔细地查看了一下佩戴属性5，最后一行的技能提示，忍不住笑了起来。没想到魔界的防御勋章竟然就在这片战场之中，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随后看向远处还活着的8位魔王，不出意外就在这8位之中了。陈峰推测，在前世，防御勋章作为魔界权力的代表，一般都会在魔界之主手中，所以只要知道谁是现在的魔界之主，将他击杀或者让他自己交出，就能获得4大勋章之一了。想到这里，陈峰握了握拳头，魔界的勋章他势在必得。与此同时，正在远处的深渊魔王此刻也感觉到了身上略微有些异常，在他仔细地查看了一番后，也和陈峰一样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难道有其余的勋章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深渊魔王虽然不能和玩家一样看到装备上面的属性，但是他身上的防御勋章传来的感觉来看，那名冒险家所站立的位置应该有和他同一件物品。这让原本想要和平解决的他又有了一丝别样的心思。只要干掉他，拿到另一块勋章，我就成为超过暗王的存在。此刻深渊魔王的内心已经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想当年他在魔界之主暗王处得到了这块勋章，直接就从之前的传说初级战斗力晋升为传说高级的战斗力。要是能得到2件勋章的话，我岂不是能提升到半神的层次？想到这里，深渊魔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开始幻想起来。此刻的两人都对对方身上的勋章有了想法。陈峰在安顿好弱弱后，也不再犹豫，直接指挥大量的召唤物和手底下的65万 NPC 军团对魔界大军开始合围。不过他不准备将所有的魔界生物杀光，他想要的是将魔界统一为自己的势力，毕竟魔族也是元宇宙大陆的原居民之一，和陈峰一样，最终的敌人还是天灾军团。要是自己想要全部灭掉的话，在第一次出手的瞬间就可以击杀至少数十万的魔界军队。但是陈峰没有这样做，就是想要将这些魔界军队收为己用。然而远处的深渊魔王见状就不这么想了，面前的冒险家已经对他的统治地位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加上有一枚勋章可能在这位冒险家的身上，他就是想要找机会在万千召唤物的保护下将面前的召唤师一击必杀。与此同时，陈峰骑乘着黑暗魔龙飞到一众魔王的面前，冷冷的开口：所有的魔物要么臣服，要么死。听到这话后，众魔物当场懵逼了。好家伙，现在的冒险家都那么牛逼了吗？竟然敢公然威胁8位魔王，瞬间就让不远处的魔物大军开始躁动了起来。擦，不就是一个冒险家召唤师吗？竟然敢只身一人来到魔王大人们的面前，他不是找死吗？刚才被他偷袭得手了，现在膨胀起来了，不就仗着有几头召唤物吗？那么嚣张，我们魔界的魔军更多。对啊，魔王大人，干掉这个嚣张的家伙！魔王身后的魔界大军们一个个开始摩拳擦掌，好像只要魔王一声令下，他们随时就能冲上前去，将面前嚣张的人类冒险家撕碎了一般。第140章搞偷袭。没有理会后方一众魔界士兵的叫嚣，深渊魔王此刻缓步地接近着陈峰。不知道我等臣服之后，你要如何对我等？他正借着说话的空隙离陈峰更近了，此刻他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面前的冒险家肯定有他想要的东西。他现在的计划就是借着机会靠近陈峰，
使用必杀技将面前嚣张的冒险者击杀了。只要击杀了召唤生物的主人，他手底下的召唤物就会自动消失，这场战斗魔界就能胜出。然而，他的想法早就被陈峰识破了，因为感应是相互的，陈峰此刻也无比清晰地感觉到了，面前的这位魔王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既然想要的东西就在面前的魔王身上，他可不会麻烦什么，直接将其击杀就完事了。至于之前说的臣服就能活的话，完全是自己想要确定勋章所在的位置，也为了防止有勋章的魔王逃跑，所以自己才靠近的。至于自己的安危，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现在30几万的魔法值，想要做到瞬秒，我根本不可能。再加上有若若给的大复活术，即使死了也能复活，根本不用担心。就这样，心怀鬼胎的两人终于互相面对了。哼，自大的冒险家，我这就让你知道魔界的险恶。深渊魔王此刻的内心开始狂跳，这个距离下他不相信面前的冒险家还能有活命的机会，他现在可是即将达到传说级巅峰的魔王，面对一个只完成了2转的小小脆皮召唤师，还不是手到擒来。就在深渊魔王进入了他理想的攻击范围时，就是现在，死亡之爪。话音落下，只见到深渊魔王的手爪凝聚出一团黑色的魔火，手爪携带着魔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陈峰的脑袋抓去。看着逐渐接近的手爪，他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你身上的勋章是我的了。就在他以为面前的召唤师即将被他一爪子捏爆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只见到他的手爪和面前的冒险家中间好似出现了一道彩色的薄膜，这道薄膜刚好阻挡了还想要继续深入的手爪。这怎么可能？深渊魔王惊呼一声，攻击被面前的冒险家所阻挡，这让深渊魔王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自己知道他的死亡之爪虽然技能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是攻击力绝对超过他很多禁咒的攻击。他有自信，即使传说级别的无敌技能也应该可以破开才对，但是现在发生在他面前的场景直接让他震惊了。随即陈峰龙背上的召唤物直接对着面前的深渊魔王发动了攻击，深渊魔王只能快速后退。这时深渊魔王和陈峰那里发生的突变，也让一旁观看的众魔王倒吸了一口凉气。深渊魔王他在干什么？没看到面前的召唤师一瞬间就将2位实力强悍的魔王瞬秒了吗？他竟然不和他商量直接出手，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众魔王惊呼。陈峰此刻压根没有空管一众魔王的内心想法，就在深渊魔王发动攻击的一瞬间，他早就暗自让身边的精灵王们对自己所在的范围释放了数道精灵王的屏障。既然面前的魔王真的先动手了，那也就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直接指挥周围的召唤物发动了进攻。轰隆隆，无数声巨响传来，原本就处于周围的召唤物们直接对着一众魔王发动了进攻。无数的技能宣泄在8位魔王所在的范围，8位魔王奋力躲避，但是由于技能所覆盖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依旧有不少技能直接命中8人。啊！深渊魔王你在干什么？干嘛要对他动手？我他喵快死了！实力最弱的痛苦魔王在技能的海洋中煎熬着，脸上的痛苦面具更加多了。我们不是对手，快逃吧！恐惧魔王拍动背后的肉翅，想要逃离。都别想走！陈峰一声大喝，紧接着天空中无数的囚笼直接笼罩了整片天地，数千圣光精灵同时释放了圣光囚笼，那场面简直帅爆了！叮叮叮叮叮，无数的囚笼落下，原本想要逃离的魔王们纷纷被困在其中。8位魔王在囚笼组成的金色海洋中不停地挣扎。好！数千黑暗魔龙出现在空中，同时对下方释放了魔龙火焰，仅仅一瞬间就将整片地面变成了黑色魔火的海洋。这时处在囚笼之内的魔王只能释放着各自的加血保命技能，但是根本无济于事。几十秒后，第一位魔王支持不住率先倒下，地面上爆出了小山一般的物品。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80级暗夜魔王传说级 BOSS， 特此奖励玩家是天技能点加20点，自由属性点加200点，玩家声望加2000点。紧接着又是一位魔王倒下，爆出了一地物品。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80级魔王传说级 BOSS， 特此奖励玩家是天技能点加20点，自由属性点加200点，玩家声望加2000点。我投降！终于有一位魔王率先投降，正是实力最弱的痛苦魔王。虽然他的实力比较弱，但是好在保命技能比较多，所以活到了现在。我也投降！恐惧魔王也投降，他也快要坚持不住了。看到投降的两人，陈峰也没有继续攻击，直接将他们身上的囚笼解除，让苏尔德上前将两人带走。看到这一幕的另外2位魔王见状也投降了，陈峰依旧让苏尔德将其带走。至此，整片火海之中只剩下了深渊魔王和炎魔还在苦苦支撑。炎魔之所以没有投降，倒不是他不想投降，只是他知道即使自己投降了，面前的冒险家依旧会杀了他，所以他宁愿拼一把。第141章魔界之主暗王降临。炎魔，现在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的控制无穷无尽，我们两人必须联手才有可能逃出去。这时，处在囚笼之中的深渊魔王突然开口，对着旁边的炎魔说道：“我们要怎么做？”炎魔急切地回答：“此刻他的无敌回血技能已经快要用完了，再过一段时间还不能出去的话，他也要死在里面。我们一起释放技能，破开隔绝我俩的囚笼，然后在我这边的薄弱处一起释放技能冲出去。”深渊魔王焦急地说道，手中不忘对着他说的方向开始发动技能。好，炎魔回应道。紧接着，两位魔王同时向着对方的方向发动攻击。不多时，两人的身影终于汇聚到了一起。深渊魔王大人，快，我的无敌技能已经用完了，快一起释放技能逃出去！炎魔焦急道。就是那个方向，你先释放技能，我还有恢复技能，先帮你恢复一下气血。说完，深渊魔王缓缓地走到了炎魔的身后。多谢深渊魔王大人！炎魔感动得泪流满面。在这个时候了，深渊魔王大人还想着帮助自己，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突然在炎魔的身后传来：“死亡之爪！”噗呲，一只黑色冒着火焰的手爪出现在炎魔的胸前。炎魔看向胸前的恐怖手爪，满脸震惊。这是……轰！黑色的火焰很快就将炎魔全部的身躯覆盖，紧接着一股黑灰色的能量缓缓地传入到深渊魔王那柄黑色法杖的金盒上。别怪我，为了活命，只能献祭你，提前将暗王复活了。深渊魔王喃喃道。随着炎魔的身躯缓缓的缩小，黑色金盒上的黑色气体逐渐变得浓郁了起来。很快，黑色的气体就突破了圣光囚笼所覆盖的范围，向着外部渗透而去。此刻，在魔龙背上的陈峰也看到了下方的景象。这是什么？陈峰疑惑地问道。火焰领主苏德尔快速来到陈峰的身边，低头看向远处的异象，在感应了一番后，随即脸色大变。老大，不好了，下方的气息是半神阶位才有的气息，有半神级别的生物要降临了。陈峰听完后表情凝重。半神？魔界应该现在还没有半神才对，难道是魔界之主暗王复苏了？陈峰内心猜测。不过他并不担心，他现在手上至少还拥有数十万的传说召唤物还没释放出来，要是全部释放出来，即使是半神他也不惧。不管是谁，即使是半神也照杀不误。陈峰打定了主意，开始下令召唤物对着黑色的能量体发动了进攻。轰隆隆，无数的炫酷技能击中了下方的黑色气体，溅起一片灰尘。人类，你触怒了我！紧接着，一道愤怒的咆哮声在下方的灰尘中传了出来。与此同时，一道巨大的黑色能量身影缓缓地变大，直接突破了全部圣光囚笼，出现在陈峰等人的面前。陈峰看到面前的身影后，不自觉地回想到了自己之前转职隐藏职业时面对的魔王分身和面前的简直一模一样，随即一道侦察术飞了过去。魔界之主暗王，半神级，等级 LV90，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描述：统治魔界数千年的帝王，是魔界的精神象征，一直想要寻得突破成神的契机。果然是他。看到传来的数据后，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身边的若若见到这人的身影后，不自觉地挪动了一下脚步，躲在了陈峰的身后。哥哥就是他将我从精灵之森里抓出来的。若若小声地对着陈峰说道。陈峰点了点头，抓住若若的小手，别怕，哥哥会保护你的。此时，就在不远处的魔界大军看到眼前的巨大身影时，顿时变得热血沸腾了起来。伟大的神灵暗王，太好了，我们魔界即将再次复兴，干掉人类，一统大陆。暗王威武，暗王威武！底下无数暗王的忠实追随者开始了撕心裂肺的呐喊。此时，处于空中的暗王也看到了魔龙背上的两人，顿时露出了冷笑。哈哈，冒险家，我们又见面了。是啊，好巧，不过这次你不再是分身了，死了是不是真的就死了？暗王听到陈峰嘲讽的话语，并没有生气，依旧笑着说道：我以前的承诺依旧有效，只要你加入魔界，我手底下100万魔军由你统治，你将是我之下的魔界第一人。陈峰笑了笑，看向面前的暗王说道：我收你成为我麾下的第二小弟怎么样？不是我不想给你第一小弟的位置，只是第一小弟已经有人提前了。一旁的苏德尔摸了摸头，憨笑地看向陈峰。面前的暗王听完后冷笑一声：既然不归顺，那便去死吧。随即暗王直接对着陈峰等人发动了进攻。陈峰也不敢拖大，毕竟这次面对的是半神级别的生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翻车，所以陈峰决定全力以赴。黑暗魔光，呲呲呲呲！暗王率先释放了技能，只见到以暗王为中心，无数的黑色能量将整片区域笼罩，底下的生灵和召唤物在接触到黑光的一瞬间，头顶上就不停地冒出伤害。不仅仅是召唤物受到伤害，连不远处战斗中的双方阵营玩家也同样受到了高额的伤害。
什么鬼啊！我是魔界阵营的，怎么也攻击啊？我去，碰到就是秒大家快跑啊！我尼玛，这碉毛怪竟然是 LV90级的半神魔主，这怎么打？不讲武德呀！欺负我们这些萌新！一时间，整片战场变得混乱不堪，无数的玩家和 NPC 大军丧生。第142章，半神也不过如此。天空之中漂浮的暗王依旧向着周围释放着光和热，空中的陈锋也同样受到了几次伤害，但好在陈锋现在的魔法值抵消了全部的伤害，加上无数圣光精灵和弱弱的治疗术，这点攻击根本不痛不痒。随后，陈锋指挥数百头精灵王释放了精灵王的屏障，刷刷刷刷，数百道彩色的能量结界形成了超过1000米的能量护罩，直接将范围内的召唤物和些许玩家都保护在其中。免疫，免疫，免疫，免疫。这一刻，在被能量护罩笼罩的范围之内，所有的召唤物和玩家的头顶上也齐刷刷地冒出了免疫伤害的字体。精灵王的结界出现后，暗王的大范围攻击直接无效了。现在安全了吗？呜，终于活下来了！卧槽，噬天大神威武！这个技能牛批呀！如此大范围的无敌，简直绝了！略，垃圾魔主还想秒我？看我一个滑铲！这一刻，幸存下来的玩家们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神色，对天空中的陈锋充满了感激。也有玩家仗着结界的保护膨胀了起来，直接对着天空中的暗王发动了攻击，但是无一例外，连一点强制伤害都没打出来。外界更多魔界阵营的玩家无法进入到结界之内，因为他们不属于陈锋同一个阵营，只能在黑色的光芒下被烧成渣。与此同时，天空中的暗王也发现了自己的技能竟然无法突破面前的屏障，脸露出了一丝惊讶。陈锋则是直接将盘龙戒指内储存了10万加的召唤兽一股脑的全部释放了出来，全都是品质最高的黑暗魔龙、亡灵魔法师、精灵王伊加贝拉、大魔法师路易斯和圣光精灵。此刻他们如同开了闸的洪水，纷纷涌了出来。这个画面直接让魔界的所有生物倒吸了一口凉气。之前还不是这个召唤师的全部实力，这才是他正真的召唤大军。此刻的暗王看到如同潮水般的召唤物，也是眉头微皱。虽然他是半神阶位的魔主，等级比这些召唤物都要高一些，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现在恢复的实力也只有自己全盛实力的1/10而已。想要击杀10万加的传说级召唤生物根本不可能。这个深渊将我召唤出来是坑我啊！看来必须找机会溜掉。打定了主意，暗王开始一边战斗，一边开始寻找召唤物包围圈的薄弱位置。轰隆隆，战斗还在继续，但是现阶段的战斗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式。陈锋以几10万的召唤物开始对着前方数百万的魔界大军形成了反推。与此同时，大几万的召唤物也包围着战场中的最高战力魔界之主暗王。暗王此刻也不是很好受，虽然他能免疫所有的控制技能，但是无法免疫召唤物的伤害。要不是他的回复技能和保命技能多，恐怕血条早就被数万的召唤物打空了。而且即使他拥有大量的杀招，奈何召唤物的结界罩子实在是太多了，打破了1个又会出现10个，打破了10个直接出现了100个，简直无解。再这样下去对我非常不利。暗王下定了决心，他已经不能在面前的战斗中找到任何获胜的希望了，现在他必须找出突破口。只要自己能够逃出去，将实力恢复到半神巅峰，这些召唤物他压根不会放在眼里。想到这里，他开始对着一个方向疯狂地释放大招，禁咒、死亡黑洞、地狱之门、陨星幻灭。无数技能攻击向召唤物的同时，他也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技能产生的缺口飞去。暗王突然的爆发让那块地点的屏障来不及释放，短暂的出现了一小块的缺口。轰轰轰 9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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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由于没有屏障的覆盖，导致大量的召唤物直接被秒杀。这画面直接让底下的深渊魔王信心大增。不愧为暗王大人，即使没有恢复全部实力，依旧是恐怖如斯。冒险家召唤物再多有什么用？还不是被拿捏。就在他以为魔界之主暗王即将在召唤物群中杀几个来回的时候，只见暗王再次释放出数十道毁天灭地的技能，直接撕开了数万召唤物的包围圈，旋即他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消失在天际。这一幕直接看傻了众人。这是大招跑路的意思吗？我去还半神呢，简直垃圾！哈哈，还是噬天大神牛逼啊，他才是真神！人族的玩家看到这一幕后更为兴奋了，什么垃圾魔主没几个照面就跑路了。然而魔界那头100万的魔界大军看到这一幕后，原本的战意消失，集结成的战阵也化为虚无，一个个面露绝望之色。靠近战场的魔族大军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匍匐在地面之上，而还在后方的大军则是四散溃逃，他们精神支柱都落败了，他们哪里还有反抗的心思？随即
他们就被赶过来的人族大军一一押解，至于逃跑的魔界大军，则是有飞行单位前去抓捕。陈锋此刻也看向魔主跑路的方向，无奈地摇了摇头。想要击败出入半神级别的魔主还是很容易的，但是想要活抓的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毕竟半神级都是有飞行能力的，而且速度绝对要超过普通飞行坐骑很多。即使自己在外围布置了几万头的召唤物，但是半神想要逃离，在没有强力控制技能的前提下，基本没可能将其留住。自己现在的召唤物攻击很强，但是控制能力就不够看了。陈锋摇了摇头，没有理会逃跑的暗王。他这次的重点还是深渊魔王身上的防御勋章。想到这里，陈锋便看向被召唤物控制住的深渊魔王。看到陈锋飘过来的目光，深渊魔王满脸绝望。他怎么都没想到，半神级别的暗王还没开始战斗呢，就这样跑路了。也没想到这个冒险家竟然还有数十万传说级的召唤物大军。我现在说之前都是误会，还来得及吗？深渊魔王绝望地说道。你说呢？陈锋冷笑地看着面前的魔王。轰隆隆，随即无数的技能将深渊魔王所在的范围覆盖。第143章大丰收。深渊魔王在召唤物的技能雨中坚持了几分钟时间，直到所有的保命回血技能全都释放结束后，才不甘地倒下。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8级深渊魔王传说级 BOSS， 获得经验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0点。叮咚，提示，你当前等级获得的经验值已达上限，继续击杀怪物将无法获得任何经验值，凌晨12点系统刷新后将会重新获得经验值。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试天击杀 LV88级深渊魔王传说级 NPC 生物，省略。叮咚，全服公告。叮咚，随着全服公告的落下，现阶段的魔界最强统治者深渊魔王当场暴毙。这里发生的一切被所有在场的玩家所见证，即使没有在现场的玩家也通过现场各大主播的直播画面和短视频推送等等，几乎全程目睹了这次阵营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当他们看到陈锋以一人之力直接团灭了数百万魔界大军，还将魔界的战力天花板暗王打到跑路了时，无数玩家彻底沸腾。半神又如何？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直播看是天，牛逼！魔界老魔主跑路了，新魔主嗝屁了，现在是我人族的天下了。是天，是天，法力无边，是天永远低神。此时魔界的主要力量都被陈锋消灭或者俘虏，但是魔界的阵营战争还没有传来结束的提示，因为整个魔界大部分的有生力量还是处于魔界的城池之中。想要获得阵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占领所有的魔界城池。但是好在陈锋现在手底下已经俘获了4位魔王，接下来的主要工作可能就需要带着一众魔王将整个城池一个个收复就行。这些事情到时候安排苏德尔和魔王小弟去做。陈锋内心想着，接下来就是查收这次获得的所有奖励了。首先就是击杀魔王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和技能点了。击杀传说级别以上的生物是可以获得全服公告的，并且除了首杀传说级生物获得500点属性点外，其余的击杀还可以获得200自由属性点和20技能点作为奖励。陈锋这次一共击杀了6位魔王，加上首杀的500点自由属性点，就是1700点的自由属性点和170点技能点。技能点陈锋直接无视了，现在他的技能点太多了，根本用不完。但是自由属性点就不一样了，1700点自由属性点就代表了1700点的智力属性，多了1700点的智力后，相当于陈锋可以多召唤出17000只召唤物。陈锋的17000只召唤物可不是其他召唤师的普通召唤物，可都是堪比魔王属性的传说级生物，要是放出去，差不多都可以横扫一个大型王国。没有丝毫犹豫，将所有自由属性点全部都加在了智力上面，随即继续查看其他的战利品。这次一共击杀了大概数十万的魔界大军，基本上都是超过钻石阶位以上的，还有数千史诗级别以上的魔界将领。在100倍奖励增幅下，一共获得了1万多件 LV50、LV80 左右的传奇装备，还有近1000件 LV50、LV80 级史诗级的装备。其他品质低于史诗的陈锋都懒得查看其数量了。再加上击杀6大魔王，出了20几件传说级的装备和10几件神话级别的装备，这些装备才是陈锋真正感兴趣的。看着被自己捡到盘龙戒指内的10几件神话级别的装备，陈锋的内心开始再次激动了起来。一件一件的查看了装备的属性，当然对于自己无法使用的陈锋也懒得看了，只查看自己可以使用的。在查看了许久后，陈锋在10几件中挑出了自己可以使用的3件装备和一把武器。第一件装备，主宰者手镯，神话传说级，攻击加5000，血量加35000，魔法加55000，全属性加3000，穿戴部位手镯，需求等级 LV83，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1，附近1000米范围内的友军受到的伤害减少10%，受到的治疗效果提升12%。附加特效2，
自身所受到的伤害减少 10%， 包括真实伤害。不与特效一叠加。附加特效3：主宰之力，主动释放技能，恢复500码内所有友军生物自身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技能持续10秒，恢复超过的血量直接增加到生物 HP 上限，最高增加最大生命值 25%， 持续30秒，技能内置冷却30分钟。附加特效4：主宰之力，被动每秒恢复自身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恢复超过自身血量时，直接增加自身 HP 上限，最高增加自身最大生命值的 25%。不与附加技能3叠加。附加特效5：主宰光环，套装特效03：未激活。该装备会随着玩家的等级提升而提升，装备同类型的3件装备时，将获得套装效果所有属性得到提升。描述：唯有宇宙主宰才有资格佩戴。牛批！陈峰看到这件手镯的属性后，忍不住叫出了声，这才是真正的终极装备。附加的第1条和第2条相当于增加了自身和周围友军的伤害减免，这种光环类型的装备本来就非常适合召唤师，不需要多说。第3条和第4条的加成才是非常的变态，不仅仅可以给友军和自身增加血量的恢复，还可以增加最大生命值，简直牛批。至于第5条的特效，现在还无法查看，但是既然是首饰套，附加的光环肯定同样牛逼，还能根据自身的等级成长，直接就是完美的毕业装备了。没有犹豫，直接将主宰者手镯装备了上去，将落日追魂手镯换了下来。说来也惭愧，陈峰之前完全都是依靠天赋，对于装备什么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在自己等级都 LV83级了，身上还穿着 LV30左右的装备。第144章大换装。装备上后，瞬间感觉到个人面板得到了大幅的提升。随后看其他装备，主宰者项链，神话传说级，攻击加4500，血量加20000，魔法加65000，全属性加2800，穿戴部位项链，需求等级 LV83，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1：附近1000米范围内的友军受到的伤害减少 10%， 受到的治疗效果提升 15%。附加特效2：自身所受到的伤害减少 10%， 包括真实伤害。不与特效一叠加。附加特效3：主宰之盾，主动释放技能，提升1000米范围内的所有友军 20% 的防御，技能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30分钟。附加特效4：主宰之盾，被动提升自身 20% 的防御。不与附加技能3叠加。附加特效5：主宰光环，套装特效03：未激活。该装备会随着玩家的等级提升而提升，装备同类型的3件装备时，将获得套装效果所有属性得到提升。描述：唯有宇宙主宰才有资格佩戴。竟然又是主宰系列的装备，陈峰大喜，一下子出了2件主宰者装备，只差1件就能集齐装备的套装效果。这2件装备的属性加成都差不多，一个加血，一个加防御，都是很有用的属性。就是不知道最后1件戒指何时才能得到，同样也是将项链直接装备了上去。现在手上还有1件神话传说级别的防具和1把武器，陈峰也是一一查看其属性。深渊法袍，神话传说，防御加15000，血量加10万，全属性加3500，需求等级 LV90，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1：血量上限提升 30%。附加特效2：战斗中受到任何伤害时，返还所受伤害的 20% 给伤害造成者。附加特效3：减免1万点所受伤害。附加特效4：受到致命伤害时，将触发虚化效果，虚化状态下的玩家在20秒之内免疫任何伤害。玩家可以释放技能，但是无法使用普通攻击。技能冷却时间24小时。附加效果5：装备需求等级下降10级。描述：省略。一个保命能力非常强大的防具，增加血量上限，反伤，减免伤害。特别是最后1条无敌特效，相当于无敌20秒，非常的给力。至于不能普通攻击，对于召唤师和法师来说完全不受影响。不愧是神话传说级别的法袍，感叹了一句后，直接将深渊法袍装备了上去，将原先的亡灵法袍换掉，属性再次得到了暴涨。最后看向这次唯一爆出的1件武器法杖，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神话传说，攻击加20000，魔法智力加5000，体力加1000，释放速度正 100%， 部位武器，需求等级 LV100， 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1：统治自身范围内每多1个召唤物时，所有召唤物提升自身1点智力，最多提升5000点智力。附加特效2：魔法值上限提升 30%，
脱离战斗后每秒恢复最大魔法值 10%。附加特效3，玩家所有输出包含召唤物提升 20%。附加特效4，装备等级无级别限制。附加特效5，召唤混沌破戒之灵，主动技能释放混沌之力，召唤出一只强大混沌破戒之灵。混沌破戒之灵的等级跟玩家的等级一致，可以受到技能 buff、玩家天赋的影响。召唤物存在60秒，死亡或者时间达到时消失，技能内置冷却500小时。描述：混沌破灭后就存在的法杖。卧槽，牛逼！看完法杖的属性后，陈峰忍不住惊呼出声，这简直是为了召唤师量身打造的法杖。可以说，拥有这法杖，陈峰的综合实力之上要提升 30% 左右。不仅仅提升了自己个人的实力，还提升了召唤物的实力。可以说，这件装备要是给了 LV1 级的萌新装备上，它的综合实力简直堪比 LV50 级以上的二转玩家了。而且它还多出了一个召唤技能，和自己的所有召唤物一样，都受到自己职业天赋的影响。唯一遗憾的就是冷却时间需要500个小时。装备的内置冷却时间是不受自己祖龙 buff 的影响的，所以这种类型的召唤兽无法像其他召唤物一样无限释放。不过对于这个神秘的召唤物，陈峰还是很期待的。将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直接装备了上去，将原本的童话之森换了下来。还有最后一件物品，就是陈峰这次攻打魔界最主要的原因——防御勋章。防御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佩戴等级 LV0 级，佩戴属性1，体力提升10000点，佩戴属性2，专注光环，被动，提升自身和周围友军 100% 的物理防御，佩戴属性3，真实之盾，主动，释放后得到自身最大生命值 30% 的护盾，可以抵消真实伤害，护盾持续时间永久。护盾被打破后，周围的敌人将受到护盾数值等量的真实伤害，再次释放护盾需要在24小时之后。佩戴属性4，无敌金身，主动，释放后可以进入30秒的无敌状态，此状态无法被低于神阶位以下的生物打破，冷却时间24小时。佩戴属性5，感应，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感应到同类物品的存在。这就是深渊魔王死亡后爆出来最重要的物品防御勋章的属性。因为深渊魔王已经将勋章的属性刷到最高了，所以得到了也是解锁后的属性，等于不需要陈峰重新刷。陈峰看向防御勋章的属性面板，不由得感叹道：不愧是4大勋章之一，这佩戴属性简直强悍无比。第一条属性没什么好说的，和智慧勋章一样，直接加了自己的个人面板。这10000点体力就相当于10000点防御和15万的血量，堪比好几件神器。第二条属性专注光环更加变态，直接加了自身和所有召唤物1倍的防御。有了这个加成，在魔王要是不释放技能，单靠普通攻击，估计连召唤物的防御都破不了。至于第三条真实护盾，和增加 30% 的血量上限差不多，但是这个护盾是可以抵挡真实伤害的，而且被击破后可以对范围内的敌方生物造成护盾值相当的伤害，相当于拥有一次性的 100% 反伤，非常的恐怖。最后第4条无敌金身，又是一个保命技能，无敌30秒。这个技能的强大之处就是可以免疫神阶位以下的所有的输出，也还算不错。要是自己能将4大勋章都集齐，合成之后的属性那该有多变态。看完防御勋章的属性后，陈峰更加期待最后2件勋章的属性了。第145章膨胀的面板。将防御勋章佩戴上之后，陈峰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角色是天，等级 LV83， 种族人族，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 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青铜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青铜级，召唤黑暗骑士白银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黄金级，召唤圣光精灵钻石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传奇鞭打1转专属，支配之阵1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史诗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史诗级，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史诗级，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生命1052350，攻击94040，魔法攻击，防御1511010，魔法624,905，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读条加快10百分号10秒，只要9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10米每秒，奔跑移动30米每秒。属性力量10862，智力31125，敏捷10480，体力23880，声望 N， 用不完，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神话传说戒指，明日王者之戒传说级，项链主宰者项链神话传说级，主宰者手镯神话传说级，铠甲深渊法袍
神话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传说及成长性装备1000001000，智力加10000，省略。防御勋章，传说及成长性装备1000001000，体力加10000，省略。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1000%，释放速度正1000%，基础人物属性正10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相比之前的各项属性，几乎都是成倍的成长。特别是对于召唤师来说，最重要的几项属性：智力、体力、血量和蓝量。陈锋的血量在神话装备的加持下，已经破图了100万。对于没有加多少体力的他而言，算得上是非常的牛叉了。最主要的就是防御勋章带来1万点体力属性的加成，直接让陈锋现在的生命值和防御暴涨。现在的我的血量，即使后期全体加点的骑士，都不会超过我的1/10吧。其次就是陈锋暴涨的智力属性，这些智力直接让他的蓝量突破到了60万。要知道，现在的陈锋是拥有法力护盾的，现在他的蓝量就好比别人的血量，加上血量计算的话，他足足可以承受160万伤害的攻击。再算上各种无敌和免伤的情况下，自己现在堪比1000万血量的大 boss 了。而且3万多的智力属性让陈锋可以操控的召唤物增加到30万。想到这里，陈锋就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一波加强，我的综合实力应该堪比半神巅峰了。再次使用技能点将，所有的召唤物等级都提升到了 LV94级。召唤物的等级在品阶的限制下，没有达到神级品阶的召唤物最高提升等级为 LV99级，和玩家一样，需要召唤物突破到神级才能继续提升到 LV100级。不过以陈锋现阶段暴涨的智力属性，也让召唤物的属性同步暴涨。他估算现阶段的召唤物综合战斗力应该堪比传说巅峰的实力。而且如此多的召唤物，即使对付半神巅峰的 NPC 也绝对不在话下。不得不说，如今陈锋的实力，即使是他自己也感觉到可怕，内心继续澎湃了好一会，才缓慢平静了下来。处理所有的装备和属性点后，接下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的将所有的魔界城池完全攻占的问题了。陈锋在心里想着，虽然在自己强大的召唤物面前，攻占魔界也只是走个形式而已。陈锋也不着急，刚好可以利用残余的魔界生物锻炼一下龙国的玩家，毕竟光有面板没有操作的玩家，就好比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在面对真正的敌人时将变得毫无用处。既然这样想了，陈锋决定接下来的魔界阵营和人族阵营的战争，他将不再插手。将自己在人族帝国的事情处理完了后，就带小若若回到精灵之森，先将他的觉醒传承完成了。魔界这边让苏尔德和4大魔王将魔界其余的宝物都集中到冰霜城堡，等到最终决战时还是有很大用处的。值得一说的是，陈锋利用了同样的手段，将4位魔王都收到了自己 NPC 追随者中，再用了相同的办法将他们的忠诚度提升到了999依赖，这样就不用担心魔王会变成反骨仔了。半天时间很快过去，在处理完魔界所有的事情后，时间也来到了半夜。此刻众魔王和苏德尔前去收集宝藏，还至少需要好几天的。陈锋也不再等待，自己还有人族的最高爵位任务还没去交，想着先回到暴风城，明天再一并将任务清空，顺便开始招募人族大军。这样想后，陈锋便带着若若回到了的暴风城9楼。第146章危机。此时的若若再次恢复到了12、13岁的小萝莉形态。看到这里，陈锋有些好奇，便开口问道：若若，你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怎么一下子又变回来了？哥哥，这是若若的能力呢。我现在正常的形态就是现在的样子，但是我在战斗中就可以变换为天使形态。我现在最高只能变成4亿天使形态，实力相当于那个叫深渊魔王的家伙，可惜我只能维持5分钟左右，变回后就只有普通魔王的实力了。若若耐心地解释了一遍自己形态变换的原因。陈锋笑着点了点头，我家若若越来越强了呢，等到哥哥忙完了这里的事情，就带你回你的家乡。若若乖巧地点了点头，随即好像又想到了什么，大眼睛期待地看着陈锋，继续说道：哥哥，我回去后你还会带我回来吗？我不想离开你。陈锋听到这里，笑着摸了摸若若的头，说道：哈，只要若若还想跟着哥哥，哥哥自然会带你回来。听到陈锋的话后，若若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是一言为定，我才不会离开哥哥呢。哥哥还答应带我去你的世界看看呢。哥哥一定会带你去的。陈锋一脸郑重的回答。许久后，陈锋将若若哄睡，自己则是回到了隔壁的房间，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陈锋在游戏舱内走了出来，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个人卫生后，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就在陈锋在现实世界休息时，魔界一处山脉的洞穴中，一道黑袍身影正盘膝坐在一处石台上。可恶的人类冒险家，
等我恢复了实力，必将你碎尸万段。这黑袍身影不是别人，正是被陈锋打跑的魔界之主暗王。此刻的他气息非常虚弱，全身上下都是伤口，甚至有几处伤口已经深的可以看见内部的白骨，不断有黑色的血液在伤口中渗出。很明显，他在逃离时还是受了不少的伤害。他在逃出陈锋召唤物的包围圈后，在魔界找了一个还算隐蔽的地方，收敛了全部气息，开始恢复自己的伤势。就在这时，一阵时空波动后，一位头戴奇异皇冠，手上拿着一柄深蓝色符文长剑的男子突然出现。这名男子2米左右的身高，一双深邃的眼瞳，几缕白色长发披在肩头，脸上还有未化完的冰霜，此刻正缓缓地在一头冰霜巨龙背上缓缓走下。此刻陈锋要是在现场的话，肯定一眼就能认出眼前的冰霜巨龙，不就是之前想要拉拢他加入天灾冰龙王辛德拉吗？巫妖王大人，你怎么感觉到暗王的气息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冰霜巨龙已经幻化成人类的体型大小，跟在那名白发青年背后很是恭敬。在被众神联合重伤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冰封王座上恢复伤势时，领悟到了更强的法则，让我有所突破后，才能感觉到空间中任何细微的波动。巫妖王缓缓开口：“恭喜，巫妖王大人！”古龙王辛德拉恭敬的语气中充满了兴奋。只要他的主人巫妖王能恢复实力，他将再度指挥亿万亡灵军团，重新降临元宇宙大陆。等到那时，龙域算什么东西？当他杀到龙域的那一刻起，他将是整个龙域的王者。虽然有突破，但是王座之上能给予我的能量已经非常稀少了。想要恢复巅峰实力，必须吸收神之力。眼前的暗王将是我一统大陆的第一枚垫脚石。话音刚落，巫妖王就迈着步子向着暗王藏身的洞穴走去。与此同时，暗王此刻还在恢复伤势之中。突然，他感觉到了洞口处2道强横的气息传了过来。不好！暗王内心暗叫一声，随即气势爆发，向着山洞顶部急速窜去。轰隆隆！就在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外界的天空时，一道白色的结界出现，直接将他阻挡住。可恶！这是什么结界？暗王暗骂一声后，开始向着结界疯狂地释放技能。轰隆隆！无数的技能轰炸在结界处，爆炸声响彻天地。然而，当爆炸过后，白色结界竟然完好无损。就在这时，暗王的面前2道人影缓缓地出现，正是巫妖王和他的坐骑古龙王辛德拉。好久不见，暗王！巫妖王满脸笑意，率先开口：“是你，巫妖王，你怎么如此快就恢复了？你不应该还困在冰封王座之上吗？”此时，暗王脸上充满了惊恐。吸收了你的神之力，我将恢复得更快。巫妖王笑容更盛了，没有过多的解释什么，手上那把长剑的符文开始散发着阵阵蓝光。别杀我，我愿意臣服天灾，为天灾效劳。暗王惊恐地说道：“哈哈哈，你现在只是个小小半神初级而已，要是巅峰时期的你，我说不定还会考虑一下，但是现在的你只配成为我的祭品。”巫妖王的话音刚落，手中的符文长剑挥动，无数死亡的灵魂在符文长剑中倾巢而出，很快就将暗王的身躯包裹。暗王此刻也燃烧了全部潜力，奋力抵抗，但是很快就被无数的亡灵淹没。随即，巫妖王手中的符文长剑刺入暗王的身躯，之后长剑上的神秘符文光芒大盛，暗王的灵魂被直接抽离了出来，没入到符文之中。啊！不！被抽离完灵魂后，暗王的身躯缓缓地跌落到山顶的地面，溅起一片灰尘。一代传奇魔主暗王就此陨落。恭喜巫妖王大人，实力再度提高。巫妖王在接受到长剑中灵魂之力的反馈后，身上的气势增强了不少。他看向地面上暗王的尸体说道：“一代魔主的躯体不能浪费，将它收回吧。吩咐最强的亡灵法师将它制成最强的战斗傀儡。”是。随即，冰龙王辛德拉飞到地面，将暗王的尸体收了起来，然后变回了本体，回到了巫妖王的身边。接下来，先从精灵族下手吧。吸收了太阳之井的能量，我就能回到巅峰时期。到时候，即使是龙域的兰若，也将不会是我的对手。巫妖王自语了一句后，便骑乘着冰霜巨龙，开启了一个小型的空间之门后，消失在原地。此时，在睡梦中的陈锋还浑然不觉，游戏中的灾难可能要提前降临了。第147章，将技能带到现实。一夜无梦。第二天清晨，陈锋在睡梦中醒来，起床后简单的洗漱了一番，便来到了自家别墅后面那块巨大的空地之中。今天陈锋依旧想要尝试一下，现阶段自己的属性暴涨之后，能不能将游戏中的技能带到现实中来。先开始时长达1个小时的体能训练，为了就是让身体完全适应游戏中同步而来的实力。1个小时很快就过去，此刻的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自身暴涨的实力。随即，陈锋看向不远处空地中的一块小石头，尝试使用精神力将其托起。随着他的精神力缓慢的集中，一道肉眼看不到
但是自身可以感觉到的奇异能量波动，以陈峰为中心，向着不远处的石头笼罩而去。就在精神力触及石头的一瞬间，陈峰此刻就好像自己的双手触及到石头一样，可以感觉得到石头的触感。随后，陈峰尝试使用精神力将石头缓缓地托起。果然，在意识下达命令后，精神力就好似无数听话的士兵一般，将地面上的石头缓缓地托起。我成功了！看向远处托起的石头，陈峰开心的差点跳了起来，然后再次指挥精神力，控制空中的石头飞向自己。意识下达的一瞬间，石头开始缓慢地飞向自己。陈峰操控石头加速，石头就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其他方向飞去。再去试试别的。随后，陈峰再次利用精神力操控其他物品，也都成功了。太好了！只需要每天加强一下精神力的锻炼，相信不久之后，精神力控物、精神力形成防御、精神攻击等等手段就能随心所欲地施展出来了。陈峰此刻很是满足，自己现阶段的实力同步应该达到了 80% 左右，加上自己在元宇宙中智力属性的大幅提升，现阶段虽然不能非常熟练地掌控精神力，但是这也是时间的问题。想到自己没有在 100% 实力同步的情况下，就能掌握到前世数年后才能达到的地步，他此刻已经很满足了。接下来就要再次尝试能不能将召唤物召唤出来了。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便开始跟随脑海中的记忆开始释放召唤技能，依旧是从最简单的召唤技能开始。召唤机甲哥布林。随着意念开始沟通次元世界的召唤物，很快地面之上形成了10道青绿色的法阵。这次的法阵和第一次使用时不同，一出现就是非常稳定的状态。随即陈峰开始加大精神力的释放，只见到青绿色的法阵之中慢慢的出现了10道矮小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流逝，这10道矮小的身影在法阵之中慢慢的变得清晰。几秒钟过后，10只模样相同、身材矮小、长着一双长长耳朵、手持一根巨大狼牙棒的哥布林出现在陈峰的眼前。我成功了！陈峰开心的大笑了起来，看向此刻地面上出现的10只哥布林，陈峰开心无比。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一样，职业的天赋在现实中也是可以生效的，当然这一点游戏和现实也是一样，陈峰自己也可以控制召唤多少召唤物，只需要少释放一些精神力就可以控制召唤的数量。上前将10只哥布林进行召唤解除，他可不想哥布林被其他什么人看到了，还以为新物种降临了呢。随即开始尝试释放其他技能，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这次陈峰只召唤一只召唤物，召唤太多精神力消耗的比较多，反正是测试，没必要。这次只召唤一个召唤物，顺利程度比之前召唤机甲哥布林要顺利多了。几秒后，一只泛着电光的精灵就出现在陈峰的眼前。再次成功，这次成功让陈峰信心大增，随即再次尝试其他召唤物，召唤黑暗骑士，成功；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成功；召唤圣光精灵，成功。3种召唤物都没有费什么力气都成功了，直到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时遇到了一点困难，但是在陈峰的精神力虚脱前，总算是将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了出来。我去，召唤一只史诗阶位的召唤物，差点将我的身体掏空。陈峰感慨道，此刻的他满脸虚弱，身体内的精神力所剩无几。随即查看了下大魔法师路易斯的属性。属性图片，路易斯数据传到陈峰的眼中。目前阶段召唤物的属性相当游戏中1/10的实力，不过在现实世界也够用了。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召唤物持续时间也是永久的，也就是说，只要陈峰不将召唤解除，召唤物是和游戏中一样永久存在的。路易斯就不解除了，反正是人形的，别人看到了顶多就认为有人在 cosplay， 刚好别墅缺一个保镖，就他了。想到这里，陈峰便上前将除了路易斯外所有的召唤物一一解除。就暂时叫你小鹿吧，以后别墅的安保就交给你了。陈峰将其他召唤物解除后，回到原点说道：是，主人。路易斯回答。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想要召唤其他阶位的召唤物是不可能了，等明天恢复点精神力再说吧。陈峰内心想着。随后陈峰便带着路易斯回到了别墅的内部，让他自由活动去了。这时别墅的女仆机器人早就将早餐准备好，陈峰简单的吃完了早餐，洗了个澡，随后看了看时间，已经快要10点了。若若这个小妮子估计又在自己房间等自己了吧。陈峰笑了笑，回到游戏舱内，点击进入了游戏。第148章圣龙帝国并肩王。欢迎回来。甜美的系统女声落下，陈峰的意识回到了元宇宙中，他在昨天下线的床上出现。上线后，陈峰就看到小若若此时正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自己昨天下线的地方。见到陈峰的身影出现，小萝莉顿时眼睛一亮，兴奋地朝着床上扑了过去。哥哥，你今天怎么又那么晚？
若若小嘴微微嘟起，很是可爱。陈峰一把接住了扑过来的萝莉，看着面前的若若说道：“哥哥，在我自己的世界有点事，以后哥哥每天可能都要晚点来了，你自己可以出去玩一下。”啊，好吧。若若的脸上有些许失望。陈峰摸了摸若若的脸蛋，表示安慰。若若也很懂事，没有接着说些什么。走，哥哥带你出去。说完，陈峰就带着若若走出了房间，看了看自己的任务列表。圣龙帝国皇帝的任务进攻魔界已经完成了，只要去皇宫将任务交了，就能成为人族爵位最高的存在。这个最高爵位的主要作用是可以让自己招募更多的 NPC 士兵，拥有更多的 NPC 士兵就可以带动更多龙国的玩家。自己下一步计划就是将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然后尽可能的将天灾军团扼杀在游戏之中。这样想着，陈峰就带着若若出了门，通过暴风城的传送阵传送到帝都后，再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来到了皇宫之中。此刻圣龙帝国的皇帝莱恩依旧高坐在龙椅之上，但是在看到陈峰到来之后，立马就在龙椅上跑了下来，热情的来到陈峰的面前。是天兄，你终于来了，本王等你好久了。圣龙帝国皇帝满脸堆笑。陈峰看到皇帝现在的表情也没有任何意外，毕竟无论是哪位掌权人，见到强者都是很尊重的，何况还是自己这种超级强者。但是这画面直接让周围的 NPC 官员们都惊呆了，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这神秘的冒险家就是传说中的是天侯爵啊，真的是年轻有为啊！我听说他以一人之力干掉了6大魔王，还将魔界之主暗王给打跑了。卧槽，牛逼啊！不愧是帝国最强冒险者，以后对冒险者的态度一定要好一些，说不定以后就是超级强者。我现在都不敢随意发布奖励不高的任务了，冒险者这个群体太神秘了，得罪不起。此刻的陈峰自然不会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可能造成了人族所有的 NPC 对冒险者的看法。他正对着走下来的皇帝恭敬道：“见过陛下，我这次来是完成任务的。”好，不愧是天侯爵，那么快就完成了任务，本王将给予你最高的奖励。话音刚落，陈峰的系统面板上传来了任务完成的系统提示音。叮咚，恭喜你完成任务，远征魔界。帝国皇帝莱恩奖励你人族帝国主城一座作为你的私人领地，主城选择可在帝都管理界面选择，玩家拥有最高的管理权限，并开启圣龙帝国并肩王爵位兑换资格。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的面板上出现了一大片可以选择的主城信息。陈峰关闭了各大主城的信息，选择主城还不着急，回去了也可以选择，现在需要先将爵位兑换了再说。想到这里，陈峰直接开口说道：“陛下，我想先兑换爵位。”皇帝莱恩点了点头，随即陈峰的人物面板上再次出现了兑换爵位的列表。圣龙帝国男爵，消耗声望值1万点；圣龙帝国子爵，消耗声望值3万点；圣龙帝国伯爵，消耗声望值5万点；圣龙帝国侯爵，消耗声望值10万点；圣龙帝国公爵，消耗声望值100万点；圣龙帝国亲王，消耗声望值500万点。需要完成前置任务。圣龙帝国并肩王，消耗声望值1000万点。需要完成前置任务。没有任何犹豫，陈峰直接选择了兑换玩家可以获得的最高爵位。我想要兑换圣龙帝国并肩王。本王授予你圣龙帝国并肩王爵位。话音刚落，陈峰的人物面板发生了变化。叮咚，你消耗了1000万点声望值，成功兑换了圣龙帝国并肩王身份。系统提示音过后，陈峰看向自己的人物面板，圣龙帝国并肩王人族爵位。爵位效果1，可展示并肩王尊贵身份。帝国内除了帝国皇帝外，所有人族 NPC 要对其行礼表示尊重，不受除帝国皇帝外所有 NPC 惩罚判定。2，在人族发展城池将不受到限制。3，可招募不大于100万人族的 NPC 军队。描述：身份效果只限制于人族帝国境内，在其他势力范围之内会遭到敌方阵营的追杀。终于在人族得到最高的爵位了。陈峰的脸上充满了笑容。自己在晋升到并肩王后，就相当一个帝国的异姓王爷一般，是可以拥有很大的军权的。而且最主要的是，自己将可以不限制的发展城池，这一点在的2条效果上有介绍。也就是说，只要自己有钱，除了帝国最主要的几大主城之外，你都能使用超能力购买。简单的来说，就是拥有了圣龙帝国并肩王这层身份后，在人族境内原本限制冒险家的一些条条框框都不会影响自己。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将是可以制定规则的一群人之一。而且这次占领了魔界之后，自己在魔界能拥有的权力将是人族帝国的数倍，这相当于自己现在的势力已经遍布4大阵营中的2个，再加上若若作为精灵族的女神灵，以后自己将有机会坐拥3大势力来对抗天灾。
想到这里，陈峰便忍不住笑了出来，关闭了人族爵位面板，对着面前帝国皇帝莱恩行礼，表达的敬意。多谢陛下授予。不必客气，是天兄以后就是本王的兄弟，以后谁不给是天兄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皇帝莱恩对着底下众大臣说道。底下大臣会议，纷纷双膝跪地齐呼：拜见，是天并肩王！拜见，是天并肩王！第149章，氪金招募大军。告别了帝国皇帝莱恩，陈峰带着若若走出了皇宫。接下来这段时间将是自己大肆发展领地和军队的时间，陈峰在心里想着。随即他就来到了负责兵马招募的军营，他准备直接在帝都招募一些兵马。虽然直接招募高等级的 NPC 军士所花费的金币要比自己安排 NPC 在城中培养来的多得多，但是陈峰有钱无所，随即直接在商会中提取了60亿金币，准备支付招募士兵的钱。几十分钟后，陈峰抵达了此行的目的地。刚进入军营，一位身穿铠甲的将军 ID 叫做泽丁·斯奈德的 NPC 连忙跑到陈峰的面前，单膝跪地，恭恭敬敬地说道：见过是天并肩王。现在的陈峰在人族帝国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了，面前的帝都军团长可能在整个帝都的地位都是数一数二的了，但是见到陈峰，无论是爵位还是实力都远不如陈峰，自然需要对陈峰行礼。陈峰看了看单膝跪地的泽丁·斯奈德，笑着将其扶起说道：将军不必多礼，这次来到这里还需要将军帮个忙的。泽丁·斯奈德见状不敢怠慢，连声说道：是天并肩王请讲，能用得到末将的地方您尽管开口，能办到的我一定办，不能办到了我想办法也要办到。开玩笑，这个绝佳的机会他才不会错过，现在在他面前的冒险家可是堪比帝国皇帝的存在，而且他的实力还如此强大，要是能抱上这个大腿，他后半生的仕途绝对将是一帆风顺。陈峰此刻也没有多想，直接对着泽丁·斯奈德将自己这次过来的目的说了出来：我想在帝都这里招募一些军官和军士。听到陈峰的话后，泽丁·斯奈德眉头微皱，随即又快速地回答道：本来在帝国直接招募军士需要几大军团的将军一起批准，但是天并肩王您来了，我就独自做主了，成为军中最优秀的军士，您都可以随意挑选。泽丁·斯奈德这句话就非常有水平了，即说出了这件事确实是有困难的，然后自己帮忙可以解决，白赚了陈峰一个人情。陈峰此刻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心里想着这些智慧 NPC 的确是个人精。与此同时，泽丁·斯奈德快速地将一本厚厚的花名册递到了陈峰的面前。陈峰接过花名册后，系统面板上出现了一个军营招募的界面，上面密密麻麻地出现了帝国各个阶位的兵种分类，分别是地面部队、空中部队，还有英雄 NPC。陈峰先是查看了几个地面部队的界面。LV50 带盾步兵，普通兵种，招募金额500金币，后续50金币阅人。招募需求次级城池。LV50 火枪手，普通兵种，招募金额700金币，后续70金币阅人。招募需求次级城池。LV70 军团骑士，特殊兵种，招募金额2000金币，后续200金币阅人。招募需求主城。LV65 牧师，治疗兵种，招募金额800金币，后续80金币阅人。招募需求次级主城。LV65 女巫，控制兵种，招募金额800金币，后续80金币阅人。招募需求次级主城。LV70 破法者，特殊兵种，招募金额1000金币，后续100金币阅人。招募需求主城。前几页都是以地面为主兵种，价格也不是很贵。陈峰继续翻向后面的页面，这时出现在眼前的是几种类型的飞行兵种。LV50 蒸汽飞艇，运输装载单位01000，招募金额20万金币，后续维护费用2000金币月台。招募需求主城。LV70 巨鹰骑士，飞行兵种，招募金额5000金币，后续500金币阅人。售。招募需求主城。LV70 龙鹰骑士，飞行兵种，招募金额5000金币，后续500金币阅人。售。招募需求主城。LV75狮鹫骑士，飞行兵种，招募金额9000金币，后续900金币阅人。售。招募需求主城。这些都是人族帝国的飞行单位，招募价格和每个月的价格就要比地面步兵的价格高出很多了，毕竟飞行单位不仅仅需要开工资，飞行坐骑每个月的吃喝驯养的费用也非常的高。尘封城池中那80多头火龙，每个月至少要吃掉价值数百万金币的口粮，换做一般人还真的养不起。最后看向英雄 NPC 的分类界面。LV80 圣光骑士凯多，传说级，招募金额80万金币，后续8万金币阅人。招募需求主城，亲王爵位及以上。LV80 山丘之王穆拉丁，传说级，招募金额80万金币，后续8万金币阅人。招募需求主城，
亲王爵位及以上。LV80 大魔法师安东尼传说集，招募金额80万金币，后续8万金币阅人。招募需求主城，亲王爵位及以上。最后几页全都是英雄指挥官类型的 NPC， 都是传说级别的，这也是陈峰这次来招募的重点。因为相比于普通兵种，这些英雄 NPC 就不同了。这些 NPC 英雄在游戏中是可以成长的，在未来和天灾大战的时候，这些 NPC 只要击杀够多的敌对生物，等级和品阶都会得到相应的上升。有些天赋好的 NPC 英雄甚至可以提升到半神级别的存在。而陈峰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未来的战争中将这些 NPC 培养起来，而且自己现在手底下可以招募100万士兵，这些士兵的管理就需要用到这些 NPC 英雄了。第150章魔界藏宝图。在陈峰看完所有的英雄和士兵的价格后，他略微估算了一下，现在他已经拥有15万的人族大军，还可以招募85万人族大军，加上英雄 NPC 的价格，一次性需要支付给帝国的金币大概是50亿金币左右，后续每个月大概还需要支付至少5亿枚金币。看了看星际元商会每天的流水，都至少有50亿金币，这每个月5亿的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而且这些 NPC 军队陈峰在没有战斗的时候，他可不会让他们闲着，必须要让他们自给自足，比如让他们出门打一些玩家需要的装备和材料什么的。总之，陈峰招募了这些士兵，后续每个月需要的资金基本都不需要自己操心。就比如现在自己手底下的15万大军，除去守城的5万外，其余10万士兵基本每天都活跃在各大练级区域为自己打工。决定好了之后，陈峰便直接对着面前的泽丁·斯奈德说道：“我要招募85万人的军团，你按照上面的列表帮我安排吧。”话音落下后，陈峰将手上的名册递还给泽丁·斯奈德。泽丁·斯奈德听到陈峰的话后，先是一愣，脑子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随后接过花名册仔细看去。这不看还不要紧，看完招募的信息后，泽丁·斯奈德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弑天并肩王，你确定要招募那么多的军士吗？陈峰认真的点了点头说道：“没错，我就是要招募那么多的军士，这可是需要很多金币的。”泽丁·斯奈德担忧着说道：“除了帝国的皇帝，一般人哪里能一次性拿得出如此多的金币？”他此刻在想，要是面前的并肩王想要赊账，这可怎么办？陈峰也看出了面前 NPC 的担忧，笑着说道：“几十亿金币而已，我不差钱。”泽丁·斯奈德惊讶的点了点头。这次招募所需要的费用是52亿零50万金币，就算是天并肩王52亿金币吧。话音落下后，一道系统提示音在陈峰面板上响起：“叮咚，是否花费52亿金币完成此次招募？”是，没有丝毫犹豫就做出来选择。叮咚，你花费了52亿金币，完成了此次招募。招募的指挥官和士兵将在1天内到达您的主城。叮咚，你的城池军事力量得到提升。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刚取出来的60多亿金币就消失了52亿，只有8亿存款了，那就顺便将刚获得的主城提升一下吧。陈峰心想，随即打开了城池的管理界面，将自己麾下的所有城池的各项属性都提升了一遍，将自己背包仅剩的8亿也花得干干净净。呼，总算将钱花完了。陈峰呼出了一口浊气，接下来他便带着若若离开了帝都，通过传送阵来到了自己任务奖励选择的主城圣盔城。这座主城的地理位置处于人族帝国的西南方向，比较靠近精灵族的领地。陈峰来到城主府后，打开了城池的管理界面。圣盔城，人族主城，可容纳人口7505621010000000，军队50万，商业建筑5350，空闲1354，资产12508187760，城池税率，商业税率1/1000，农业税率1/1000。描述省略。这个城池总算是盈利的状态。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安排星纪元商会开始入驻到圣盔城，将全部空缺的商铺都利用了起来，也顺便将整个城池的城防都提升了一些，后期可能要经历战斗，主城的防御不能落下。就这样，陈峰在主城中足足忙活了1个上午的时间，才将所有事情忙活好。就在陈峰刚刚闲下来，准备和若若在游戏中吃个饭时，一道消息突然传到了陈峰的脑海：“老大，你要我们寻找的藏宝图地点找到了。”苏德尔激动的声音传到了陈峰的耳中。陈峰大喜回复道：“你们等等，我马上来。”苏德尔：“好的，老大。”现在的陈峰基本上啥都不缺，原本对这张藏宝图也不是很感兴趣。上次在离开魔界之前翻看盘龙戒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角落中的那张神秘藏宝图，这让陈峰的好奇心爆棚。刚好自己安排了苏德尔等人前去扫荡魔王的宝库，就顺便让他们帮助寻找一下藏宝地的位置。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如此快就寻找到了，这让陈峰很是惊喜。
不知道这埋在魔界最中心宝藏究竟是些什么。陈峰内心期待着，随即就带上若若前往了魔界。陈峰在路途中也顺便释放了几轮召唤物，让他们帮自己刷经验，毕竟今天的经验值还没刷满。就这样，原本3个小时的路程，陈峰大概用了至少5、6个小时，才终于来到了魔界中心的魔王山脉。陈峰带着若若在黑暗魔龙背上跳了下来，苏德尔和6大魔王立马迎了上来。老大！就在前面的山崖处，位置很是隐秘，没有藏宝图，确实很难找到。苏德尔看着陈峰恭敬道：“主人，藏宝洞口是我飞过去才发现的。”恐惧魔王立马接上，对着陈峰邀功。此刻的他已经非常识趣的进入了小弟的状态，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陈峰麾下至少第2小弟。要是可以的话，他还想超过苏德尔，成为陈峰手底下第1小弟。但是这都是要在成为第2小弟后才能实行的伟大计划。很不错，陈峰赞许的点了点头。见状，周围的其余5大魔王，包括苏德尔，纷纷眼前一亮。他们通过之前的战斗，了解到陈峰恐怖的战斗力，即使强大的半神暗王都被他几个回合就打得落荒而逃。更可怕的是，通过这2天和苏德尔的相处，他们都了解到陈峰最恐怖的不是现在的战斗力，而是超越他们想象的成长速度。听苏德说，就在前不久，他主人的实力还和他不相上下，但是仅仅过了几天的时间，就成为了超过半神强者的存在。这让侥幸在陈峰手下活过来的魔王们对陈峰更加尊敬了。眼见恐惧魔王此刻已经走在了他们的前面，其他魔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接下的时间里将陈峰对自己的印象做出改变。第151章，进入藏宝洞。在了解完藏宝地的全部信息后，陈峰就带着若若骑乘着黑暗魔龙离开了原地。几分钟后，2人便在指引下来到了山脉悬崖的一处洞穴前。这个洞穴的位置处在悬崖边上，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洞穴周围也有很多的藤蔓围绕着，不仔细查看确实不可能找到洞口。应该是这里了吧？陈峰轻声呢喃了一句，然后拿出了背包中的藏宝图，仔细和面前的环境做对比，确认无误后，指挥黑暗魔龙向着洞口处飞去。吼！脚下的黑暗魔龙听到命令嘶吼了一声后，便向着洞口的位置开始俯冲。不到20秒的时间，一个高约10米、宽度5米的长方形山洞出现在2人的面前。陈峰眼神闪烁，带着若若在黑暗魔龙的背上跳下，然后让魔龙自由活动去了。这个洞穴的大小还不适合黑暗魔龙进入，所以接下来的路只能步行前往了。呼呼！2人刚刚进入山洞的入口处时，很清晰的就能感觉到洞穴内部传来的阵阵微风。看来洞穴内部可能还有其他生物啊！陈峰小声的嘀咕了一句，就带着若若迈入了洞穴内。进入洞穴内部数十米后，周围的光线慢慢的暗淡了下来，继续向着里面行走了大概几百米的距离，周围的环境变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哥哥，好黑啊！若若躲在陈峰的身边，小手拉着陈峰的衣角，小声的说道：“哥哥，马上开灯。”陈峰回应了一句后，便在盘龙戒指内释放出了5头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极光格雷灵出现的一瞬间，就将整个山洞照亮。哈哈，雷之精灵还是一样的好用呀！陈峰笑着调侃道，自己开局最强的输出召唤兽已经逐渐跟不上自己的步伐了。现在的极光格雷灵虽然等级挺高，对付一些低品阶的小怪伤害还算可以，但是在对付高于自己3个阶位以上的怪物时，伤害很明显跟不上了。所以陈峰一直将它做移动的照明工具使用。有了极光格雷灵在前方充当照明开路，2人前进的速度也快了不少。继续向着洞穴内部行走了大概20几分钟的样子。滴答滴答滴答，一连串的水滴声传到了2人耳中。若若，哥哥，附近难道有水吗？陈峰也疑惑，这个洞穴一直进来后一直很干燥，怎么会有水滴声呢？随即2人便向着声音的源头看去，只见到一个长相怪异的人脸突兀地出现在山洞顶部。那滴答滴答的水声就是在面那张人脸怪物的嘴巴位置滴下来的。啊，哥哥，那是什么怪物？若若吓了一跳，躲到了陈峰的怀中。陈峰一脸黑线，这小妮子和魔王作战的时候一点不怂，怎么遇到个小怪就这样了？见状，陈峰一道侦察术飞了过去。人面魔蛛，黄金级普通生物，等级 LV80， 血量8万，攻击9000，防御5000，技能撕咬、蛛网束缚、剧毒之牙。描述：魔王山脉中特有的一种蜘蛛，因为背部花纹很像人类的面孔而命名。一连串的数据传到了陈峰的眼中，属性很是一般，就是长得可怕了点。他对面前的小怪给出了评价。与此同时，山洞顶上的人面魔蛛感觉到了生物出现的气息，一个飞跃落在了地面之上，张开巨大的獠牙，向着2人冲了过来。陈峰见状，指挥5只极光格雷灵释放了闪电5连，25道金色的雷霆向着冲来的人面魔蛛落下。
滋滋滋，3500， 3500， 3500。第一道雷霆击中后，使得人面魔蛛的速度骤减。随后，更多的雷霆落下，直接将人面魔蛛的血条清空，他的尸体当场爆浆，倒在了地上，留下一地青绿色的血液。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0 级人面魔蛛，黄金级普通生物，获得经验。好臭呀！随着人面魔蛛的死亡，他的尸体处散发出的恶臭，让陈峰和若若都忍不住捂住了口鼻。咚咚咚咚，就在气味散发出去的一瞬间，山洞内部传来了一连串肢体爬动的声音。数秒后，只见到整个山洞内部无数的人面魔蛛向着散发着尸体臭味的方向赶来。看到这一幕的陈峰也忍不住头皮发麻。我这是捅了蜘蛛窝了吧？陈峰低声的呢喃了一句。随后，他在盘龙戒指中释放了其他各类型的召唤兽，加起来总共5、6头的样子。没办法，地方太小，无法全部释放，但是对付面前的人面魔蛛应该足够了。雷霆万钧、灭世光线、大火球兽等等群攻技能一个接一个的释放了出去，高额伤害的数字不停的冒出，只要被技能和普通攻击击中的人面魔蛛，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直接爆浆而亡。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0 级人面魔蛛，黄金级普通生物，获得经验省略 N。无数道系统提示在陈峰的面板上响起。数分钟后，山洞中的人面魔蛛终于不再继续向外冲了。看向山洞处无数爆浆的怪物尸体，陈峰忍不住眉头一皱，这味道实在是太上头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若若点了点头，也不去祈祷增强属性了，跳到一头精灵王的身上，继续向着洞穴内部走去。第152章魔蛛母皇。在两人行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在视线的末端看到了洞穴的尽头。远远看去，只见到山洞的底部好似有一座白色的石门。终于到了，陈峰吐出了一口浊气，看向前方。这个山洞好深。若若在边上附和道。陈峰点了点头，随即两人继续向着前方走去。不久后，两人终于来到近前。此时出现在两人面前的是一道很深的沟壑，刚好挡住了前往石门的去路。只见到沟壑的周围布满了白色的丝状物，各种类型的魔蛛正在上面爬来爬去，远远的看去就像一个个蠕动的黑色的小点，让人毛骨悚然。指挥召唤物顺手解决了靠近的魔蛛。两人迈步走到近前，低头向着沟壑下方看去，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只见到一只体型巨大的蜘蛛正趴在沟壑底部，和普通蜘蛛不同的是，它的全身都被奇异的符文覆盖，非常诡异。好大的蜘蛛！陈峰忍不住惊呼了一声，随即一道侦察术飞了过去。魔蛛母皇，传说级 BOSS， 等级 LV89， 血量、攻击、防御，技能天罗地网、疯狂凿击、蛛丝束缚、喷射毒液、孕育蜘蛛、号令万蛛，省略。描述：魔王山脉中最恐怖的生物，要是不小心落入到他的领地内，即使是魔王也会被无数的蛛兵啃食干净。竟然是传说级别的野外 BOSS， 陈峰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这个应该算是他碰到的野外 BOSS 中最强的一个了。看来想要前往对岸，必须击杀面前的魔蛛母皇了。既然这样想了，陈峰也不再犹豫，将盘龙戒指中的召唤物释放了出来。刷刷刷，一头头召唤物出现在洞穴内，直到将整个洞穴都放满了后，才停止了释放。进攻！陈峰一声令下，一众召唤物对着底下的魔蛛母皇发动了攻击。啾啾啾！5道炫彩的光线率先打破了山洞的黑暗，轰击在魔蛛母皇的身上。灭世光线！22500， 22500， 22500！轰隆隆！路易斯姐姐的技能紧随其后。陨石天降！5520， 5520， 5520！受到攻击的魔蛛母皇瞬间震怒，8只蜘蛛眼不停地转动，很快就锁定了目标。随后，巨大的獠牙喷射出2道墨绿色的剧毒液体。15500， 15500！周围数十只召唤物的头顶同时出现了5位数的伤害数字。与此同时，被毒液击中的召唤物全身都被一道墨绿色的光芒覆盖。叮咚，你的召唤物 LV95 级大魔导师路易斯受到剧毒液体的侵蚀，每秒扣除5000点生命值，效果持续30秒。叮咚，你的召唤物省略15。接连不断的系统提示出现在陈峰面板之上。剧毒的伤害好高，这一下至少要减少召唤物15、6万的血量。不过好在我的召唤物血多，继续指挥召唤物发动了攻击。又是数道攻击落下，魔蛛母皇的血量再次减少了10%左右。与此同时，沟壑内大量的人面魔蛛也爬上了洞穴的高台，向着陈峰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眼看数千头人面魔蛛至少有数百只突破了召唤物的防守，冲向了陈峰和若若两人。只见若若
手上幻化出了一柄金色的法杖，开始吟唱起技能。忏悔之雷，无数道金色的雷霆落下，轰隆隆，8万，8万，8万，只要被击中的人面魔蛛全都被秒杀。见到这一幕的陈峰震惊的张大的嘴巴。若若，这到底是牧师还是法师？就在这时，数头比普通人面魔蛛还要大上1倍的蜘蛛 BOSS 在技能落完的瞬间冲了出来，扑向两人。就在陈峰准备指挥召唤物将其秒杀时，若若再度冲了出去，手上的金色法杖幻化成了金色长剑，刷刷刷，数道金色剑芒掠过，冲上来的数头人面魔蛛瞬间就被大卸8块，死的不能再死。看来还得是战士。就这样，在一众召唤物和若若的配合下，周围的人面魔蛛全都被消灭，只剩下魔蛛巢穴底部的魔蛛母皇。但是他也在一众召唤物的围攻下，还剩下 30% 的血量。吱吱吱！就在这时，魔蛛母皇全身亮起紫色的光芒，随即一张巨大蛛网在魔蛛母皇的腹部飞出。这个技能覆盖了整个洞穴，加上释放速度很快，根本无处躲避。紧接着，陈峰和整个山洞的召唤物都被魔蛛母皇的技能所覆盖。叮咚，你受到 LV89级魔蛛母皇的技能天罗地网控制，破开技能控制前将无法移动，无法使用人物技能，无法使用物品。与此同时，魔蛛母皇的腹部位置不停涌动，噗噗噗，数万枚青绿色的球状物出现在周围。随即，魔蛛母皇又发出了吱吱吱的声音，很快周围数万枚球状物破开，里面出现了人头大小的小型蜘蛛。自爆诸兵，普通级，等级 LV0， 血量100，攻击1，防御0，技能自爆，自动寻找目标，进入范围后发动毒素爆炸，对范5乘5围内的所有生物造成1000点真实伤害。描述：魔蛛母皇繁殖出蜘蛛的一种，数量非常的恐怖。我去，数万自爆蜘蛛，要是被集火爆炸到，伤害直接超过1000万了。而且在天罗地网加毒液侵蚀的配合下，这 BOSS 简直恐怖如斯啊！陈峰皱了皱眉，倒也不是担心自己，虽然自己被限制了移动和释放技能，但是自己现在的魔法值加血量已经超过了160多万，加上免伤的属性，估计让数千以上的自爆诸兵同时在自己身边爆炸，自己都能安然无恙。只是这些密密麻麻的小蜘蛛冲来，可能会对若若造成不小的威胁。就在陈峰思考如何应对时，数万的自爆诸兵已经如同潮水一般向着两人所在的方向冲来。轰轰轰！前方召唤物存在的地方，时不时就有毒爆声响起，都是数千自爆诸兵围着一头召唤物开始疯狂的自爆。处在最前方的召唤物在疯狂的自爆下也出现了死亡。第153章击杀魔蛛母皇，进入藏宝地。此时魔蛛母皇还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自爆诸兵，自爆诸兵也在不断的爆炸声中接近着两人。不能释放人物技能，刚好可以试试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附带的召唤技能。想到这里，陈峰便直接打开了法杖的技能图标，果然此刻的法杖技能图标还是亮着的，没有犹豫，直接点击了释放。召唤混沌破戒之灵。点击的一瞬间，陈峰手上的紫黑色法杖光芒大盛，随即周围的空间好似出现了10道空间裂缝。数秒后，10个全身漆黑，手上拿着一柄赤红长刀的生物出现在陈峰的眼前。混沌破戒之灵，半神级，等级 LV85， 血量110.00万，攻击10.66万，防御15.5万，攻击速度4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移动15米每秒，奔跑30米每秒。技能黑暗风暴，直线范围 IOE 伤害，造成物理攻击 200% 的伤害，并且击飞命中的目标。混沌之力，免疫神级以下所有控制效果，并且强化下次普攻为基础伤害的5倍30秒一次。地狱漫步，无视物理阻挡，可随意穿梭在敌军之中，并留下一道黑色火焰，对穿越过的敌人造成 150% 的物理伤害，并对沿路的敌人每秒造成持续的 100% 物理伤害的灼烧效果，火焰持续10秒。混沌之眼，大范围 IOE 真实混伤，召唤出混沌之眼，对50米范围释放强大的破坏之光，对周围造成灼烧效果， 100% 真实伤害。半神召唤物，牛逼了！看到这个召唤物的属性传来时，陈峰兴奋的大喊。之前还以为法杖的主动技能最多能召唤出传说级别的召唤物，没想到竟然是半神阶位的，这让陈峰非常的意外。这可能和我的职业天赋强化了1级召唤物的品质有关。陈峰猜测道。看到半神阶位的混沌破戒之灵随意的穿梭在魔蛛母皇的蜘蛛丝中，如入无人之境，陈峰脸上露出了笑容。随即指挥混沌破戒之灵使用地狱漫步，很快就接近了魔蛛母皇的周身。数道黑暗风暴的技能清场，将范围之内所有的自爆诸兵全都消灭干净，然后10道混沌之眼同时释放。
106699 106699 106699数百道伤害数字在魔蛛母皇的头上跳出，几秒的时间过后，他仅剩的血条直接清空，巨大的身躯轰的一声倒下，爆出了一地的装备和金币。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8 级魔蛛母皇，传说级 BOSS 获得。叮咚，全副公告，玩家世天成功击杀 LV88 级魔蛛母皇，传说级 BOSS。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86 级，获得全属性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87 级，获得全属性加10点，自由属性点加50，技能点加10，请合理分配。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大量的经验直接让陈峰的等级提升到了 LV87 级，今天直接在 LV83 级升级到了 LV87 级，昨天升了 LV5 级后经验值达到了上限，今天升了 LV4 级后刷怪经验也同样到达了上限。与此同时，陈峰和召唤物身上的束缚也消失不见，没有魔蛛母皇的符文能量加持，蜘蛛丝再也不能继续控制住陈峰和他的召唤物们。召唤物解脱控制的一瞬间，就对周身的自爆诸兵发动了攻击，数秒后，洞穴所有的自爆诸兵都被陈峰击杀消失不见。在解决了全部怪物后，陈峰将击杀传说 BOSS 和升级获得的400点潜能点全都加在了智力上后，再将魔蛛母皇爆出来的装备一一收起。查看了一下收获，这次自己击杀魔蛛母皇一共出了3件装备和一本战士技能书，其中只有1件鞋子自己刚好可以装备，重点拿出来查看了一下。千蛛碎影子之利齿战靴，传说级，移动速度正 50%， 防御加8000，体力加3000，智力加5000。需求等级 LV90， 适用职业法师、牧师、召唤师。附加特效1，技能伤害提升 20%。附加特效2，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100%。附加特效3，蛛网束缚主动释放，向着前方技能范围内释放100×100的蜘蛛网，对命中的单位造成10秒的限制效果，技能内置冷却240秒。描述省略，属性不错的鞋子刚好可以将原本的史诗鞋子换掉。陈峰直接换上了这件装备，属性得到了小幅提升。接下来就是石洞最后的宝藏了。呢喃了一句后，便抓着蜘蛛丝向着头顶的平台上爬去。爬上高台后，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石门上刻画的古朴纹路，纹路的周围时不时还有一丝丝黑色能量流转，应该是某种结界产生的能量波动才有的效果。而且平台的周围除了石门前有一根半人高的石柱外，周围什么都没有，很明显打开石门结界的机关可能就在石柱上。陈峰两人直接走到了石柱的面前。哥哥，我们要怎么进去啊？若若抬着他那疑惑的小脑袋看向陈峰。我也不知道。陈峰此刻也是一脸的茫然，貌似除了这个半人高的石头柱子周围并没什么异常，结界的机关可能就隐藏在石柱之中。想到这里，陈峰便开始仔细打量起这个石柱，只看到石柱上和石门一样，上面也有一样的奇异符文。陈峰在看到这个熟悉的符文后，顿时眼前一亮，这不是之前在厄运山谷那个山洞中遇到的符文一样吗？陈峰最早见到这个符文还是自己刚进入魔界那会，他在那个山洞中看到了附着在祖龙遗骨上的符文，就和面前的一样。难道这个宝藏是魔界的某位大人物放在这里的？但是存活的魔王好似都不了解这个宝藏的样子，难道是死了的那几个？陈峰猜测道。随后他开始尝试将面前的石柱转动、挪移、旋转、滴血，总之电视剧里面打开机关的方法陈峰都用了一遍，但是足足折腾了10几分钟的时间还是没能成功。这究竟怎么才能破解？陈峰陷入了沉思。第154章发财发财。此时在边上的若若看不下去了，走到跟前说道：哥哥，要不让若若试试？陈峰转头看向小妮子，一脸的狐疑，自己可是精通电视剧中千万种解密机关的方法，自己都实验不出来，他能行？虽然是这样想的，但是陈峰还是让小妮子试试，让她碰一碰壁。行吧，你试试。说完陈峰便退了下去，看眼前的小妮子怎么操作。只见到若若走到门前，与此同时她的手中幻化出一柄金色大锤，随后在陈峰惊讶的目光下，高高的举起手中的大锤，狠狠地轰击在石壁之上。轰轰轰！数道攻击后，原本看起来结实无比的石门顷刻间符文溃散，石门也在那一刻倒下，出现了一个通向内部的通道。见状的陈峰直接愣在了原地。哎呀妈呀，我怎么没想到还可以这样，这下脸丢大了。陈峰此刻在内心吐槽着自己，如此简单的方法自己竟然都想不到，简直无语至极。而此刻的若若正兴奋地扛着比他的身体还要大好几倍的铁锤，满脸笑意地走到陈峰的面前说道：哥哥，我厉害吧？此刻的他就像一个小孩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后，等待着家长的表扬。
陈峰满脸假笑地摸了摸若若的小脑袋，以掩饰自己的尴尬。我们家若若最棒了，现在门开了，我们还是先进去看看吧。陈峰赶忙岔开了话题，随即两人直接进入了石室内部。叮咚，你进入隐藏地点魔界之主暗王的宝藏库。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直接当场愣住。卧槽，竟然是暗王的宝库，这下发了。他兴奋地喊了一句，魔界之主暗王可是统一魔界数百年的强者，在天灾还未降临时，他也算得上大陆天花板强者之一。可以想象他数百年来积累的财富将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陈峰此刻早就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想要快点前去一探究竟了。两人快步走进了宝库之中，在进入的一瞬间，好似就触发了什么机关一般，石殿周围的灯台纷纷亮了起来，映入眼帘的就是石殿里堆积如山的珍宝。哈哈，果然发财了，发财了！陈峰此刻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二傻子一般，兴奋的大喊大叫。若若此刻一脸黑线，他的哥哥原来是个财迷。看着眼前由金币组成的小山随意堆积在地面之上，无数铠甲装备密密麻麻地放置在一边的货架，每一件都闪着耀眼的光芒，给了陈峰极强的视觉冲击感。这里的装备全部加起来，至少可以装备一个加强师吧？陈峰忍不住想到，随意拿起一件装备查看了一下属性：混元武士的煞血铠甲，史诗级，防御加5000，血量加30000，力量加15000，体力加1000。需求等级 LV80， 适用职业战士、骑士。附加特效1省略，附加特效5混元武士征战套装1/5未激活。描述省略，竟然是前世玩家的主流套装之一。看完这单件属性的陈峰忍不住惊呼，边上的应该是一套。随即继续查看附近几件装备的属性，发现都是同一类型的史诗装备，很快就凑成了一套。继续查看货架上其他装备后，发现了都是80级别的各类型史诗套装。这要都是套装的话，至少得有数千套吧。陈峰看着面前数不胜数的装备，呢喃了一句：若若，快来帮哥哥收集装备。陈峰丢给了若若10几枚史诗级的空间戒指，这种级别的空间戒指这里多的是。若若乖巧的点头，接过戒指后开始和陈峰一起将货架上的套装都装到一起。就这样，陈峰和若若两人足足用了至少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将整个石殿内部的装备都收集完成。陈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最后和若若一起统计了一下这次的收获。LV50级、LV70级的各职业史诗套装总共2000多套， LV80级以上的各职业史诗套装足足有1500套，其他散件装备不计其数，陈峰也懒得一件一件查看了。有了这些等级的装备后，玩家50级到100级的装备基本上都不用愁了。而且这些套装的属性都非常不错，特别是 LV80级的史诗套装，在前世都是玩家后期的毕业装备之一。这些装备刚好可以用来培养新纪元和军方的人，至于自己的话完全用不上。目前单件的神话传说装备属性还是非常逆天的，没必要换了。两人在收集完装备后，也将地面的金币和能量矿石也都收集了起来。收取这2样也足足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最后算了一下，一共得到了1000亿枚金币和数不清的能量矿石。金币的话，陈峰现在不怎么缺，钱太多了，基本都用不完。但是能量矿石就不一样了。陈峰现在各大主城的城防都需要用到能量矿石，比如城池的结界、防御塔、机械飞行器等等，每天都是惊人的消耗。之前陈峰都是依靠天星城矿产勉强维持，有时候还需要花费金币进口，但是在自己扩展城池后，这消耗暴涨，根本不够使用。这次的大丰收可谓解决了陈峰的燃眉之急。第155章噬魂面具和时空精灵。就在陈峰开心地将宝藏地的东西一件一件都收集到自己的空间戒指时，哥哥那里是什么？若若一句话将陈峰吸引了过去。顺着若若的手指向的地方，陈峰向着里面看去，只看到在成堆的宝物中间，3根1人高的石柱屹立其中，上飘正浮着3件物品。和之前杂乱堆放的物品不同，这3件物品好似被悬空符咒特意放置的，一看就是区于别其他物品的好东西。两人来到石柱前，才看清石台上的3件物品。第一件物品是类似面具的装备，第2件是一本技能书，最后一件物品是一张古朴的卷轴，一看都不是凡品啊。陈峰小声呢喃了一句，右手直接抓向了最靠近他的那张面具，紧接着装备的属性传到了陈峰的光脑面板中。噬魂面具，普通级，特殊装备，全属性加1点，需求等级无等级限制，部位面具，使用职业所有职业，特殊效果1伪装，可以重新伪装面容 ID， 特殊效果2噬魂，可以吞噬同品级的装备提升品级，目前品级提升度01000。描述
神秘莫测的面具拥有无限的可能。陈峰的眼中金光一闪，内心大喜，这竟然是一件非常稀有的成长型装备。而且根据这件特殊装备的附加效果来看，这件面具具有改变玩家 ID 和面容的功效，这样岂不是说自己以后可以拥有多个身份？想到这里，陈峰想立即测试一下装备的效果，随即直接将噬魂面具戴在了脸上，然后发动了面具的技能伪装。在技能发动的一瞬间，可能是因为第一次释放的原因，陈峰的系统面板上出现了一个类似其他网游的捏脸界面，玩家可以在上面随意的改变容貌。捏个啥呢？陈峰思考了片刻后打定了主意，随即他按照自己的脑海中的想法开始捏脸。数分钟后，一张绝美的脸蛋出现在陈峰的光脑面板之上，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非常不错。将这个面容进行了保存后，再次发动了技能伪装。只见到原本神秘的面具上一阵光芒变换，很快一张冰冷圣洁的女性面孔出现。啊哥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和我变身了一样？若若看到了陈峰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嘿嘿，怎么样，哥哥漂亮吧？陈峰一笑，原本冰冷圣洁的气氛消失，一个中二少女的气质出现。随即陈峰拿出一件可以当做镜子的装备照了照，是他喜欢的类型，只是这中二的气质是怎么回事？吴哥哥喜欢这样的话，若若可以变成这样的呢？若若红着脸在陈峰身边小声的嘀咕。陈峰没有听到若若小声的嘀咕，直接看向装备第二个特效。这件装备可以成长的关键应该是第二个技能吞噬吧。想到这里，他点击了装备上的吞噬技能，随即面具上出现了一个漩涡特效。叮咚，放置与噬魂面具同品级的装备，吞噬值达到满值后自动进化到下一阶段，属性得到提升。什么？既然要同品级的，高一些不行吗？陈峰现在可是连黄金装备都懒得装在背包的，更何况白板、黑铁、青铜装备了。无奈只能关闭了技能效果，等到回去拿几件白板和青铜装备再说了。接下来陈峰取下石台上的书籍，定睛看去。召唤时空精灵半神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80，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2000点 MP， 吟唱法术5秒后召唤一头时空精灵半神级，协助作战。省略：召唤兽的属性固定，可以受到玩家的智力、体力、职业天赋的影响。召唤生物存在20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24小时。竟然是半神级别的时空精灵！看完技能介绍后，陈峰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半神阶位的召唤物，要是自己天赋强化的话，岂不是可以达到神灵层次？刚好陈峰满足这本技能书的学习条件，没有犹豫，直接将技能书拍碎，一道蓝金色的流光没入到陈峰的体内，技能学习成功。直接花费了数千技能点，将召唤时空精灵的技能等级拉满，随即直接释放技能。法术吟唱数秒后，10道空间之门在宝藏地出现，紧接着10只长着精灵翅膀的小精灵出现在陈峰和若若的眼前。好可爱啊！哥哥若若看到可爱的时空精灵，爱不释手，上前让一只时空精灵停在了他的肩头。陈峰则是一脸期待地看向时空精灵的属性。时空精灵神级，等级 LV97， 血量1000万，攻击10万，防御8万，攻击速度10次每秒，释放速度正 100%， 移动速度移动20米每秒，飞行状态。技能1：时空炸弹，指向性技能，时空精灵向周围扔出5枚时空炸弹，对命中的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100% 的魔法伤害，并在5秒后发生爆炸，爆炸会对50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 300% 的魔法伤害，受到伤害的敌人将受到 50% 的减速效果，持续10秒，技能冷却时间60秒。技能2：时之波动，辅助加速技能，时空精灵释放后，包含自身在内100米范围内的所有友军单位都会获得 20% 的技能冷却缩减，持续20秒，无法叠加，并且提升周围友军 50% 的移动速度、释放速度、攻击速度，持续20秒，5秒后返还范围内所有友军 50% 的伤害回复，技能冷却时间600秒。技能3：时空静止，大范围控制技能，时空精灵释放后，对自身周围1000×1000的范围内的敌方生物造成20秒的强制控制效果。技能4：时空之门传送，时空精灵释放后留下一个时空坐标，坐标永久存在，再次释放时，释放的坐标将和之前的坐标连接，玩家可快速前往预留的坐标处，时空之门永久存在，玩家可操控解除。看完时空精灵的属性后，陈峰虽然有所准备，但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按耐不住脸上的喜悦的神色，实在是太强了，兼顾了伤害、辅助、控制加传送，简直无解。陈峰忍不住说了一句。至于前2个技能不需要多说，但是对陈峰的提升不是很大。
第二个技能减少周围召唤物 20% 的技能冷却还有点用处，但是第三个技能就不一样了，因为陈锋现在最需要的控制技能，第三个技能时空静置是一个强控技能，这种强制控制是无法使用净化效果解除的。当时在和暗王战斗时有这个技能的话，他是绝对不可能逃脱陈锋手掌的。第四技能时空之门，这个类似传送阵一样的技能，相当自己可以在大陆任何角建造传送阵了，还不用花费任何金币，非常的方便。随即陈锋直接指挥一头时空精灵，直接在原地释放了一个空间坐标，只见到藏宝地处的空间出现了一阵波动，随即陈锋操控这只时空精灵时就和这里的时空产生了联系，只需要再次点击技能就能立马在两地建立传说门。陈锋眼前一亮，心里乐开了花，有了这个技能以后再也不用浪费时间跑图了。第156章转职第二职业。技能也学了，该看看最后的一张卷轴究竟是什么了。陈锋直接伸手将最后一个石柱上卷轴取了下来。第二职业转职书，特殊物品，使用后消失。作用：使用后玩家可以转职第二职业。看完这简短的介绍后，陈锋先是愣了一下，随即大喜，难道我将是元宇宙中第一个双职业拥有者？想到这里，陈锋直接将第二职业的卷轴使用，果然陈锋的人物面板出现了一个空白的职业选项。随即陈锋开始琢磨自己第二职业转职什么好了，自己在收刮暗王的宝藏时也获得不少隐藏职业的转职卷轴，刚才一直没有查看，现在刚好可以挑选一个比较牛逼的隐藏职业了。转职一个战士类的隐藏职业。陈锋在翻找隐藏职业卷轴时考虑着，要是转职战士、骑士一类的职业，刚好可以弥补召唤师职业本身比较脆的短板，也可以让自己拥有近战的能力。想到未来大战的时候，一群超级强者突破了召唤物的重重阻碍，来到了陈锋身边，准备对他下手时，他直接在背包里掏出长剑和他们对砍，对手一脸懵逼的表情肯定很搞笑。但是战士骑士的加点都是以力量和体力为主的，自己高额的智力属性直接就泡汤了。还有自己现在的装备都是布甲，战士和骑士是要穿重甲和板甲的，虽然也有不错的套装重甲和板甲，但是属性和自己的神话传说还是差了不少的。转职弓箭手、刺客，算了，敏捷是自己最低的属性，暂时也没有好的武器，能适配自己属性的职业可能就只有法师、牧师了。牧师本来是个不错的选择，非常的适配自己的召唤兽，可以给他们加 buff， 但是若若已经是最强的牧师职业了，自己再转职就浪费了。要是转职法师的话，刚好可以适配自己的所有装备和智力属性，而且法师转职后的智力属性加成还能提升自己召唤物的属性和召唤的数量，自己也拥有了输出技能，岂不是完美？总之第二职业首选就是法师、战士，第二选择骑士，最后实在没有好的隐藏职业就选择弓箭手和刺客吧，毕竟自己主要职业还是召唤师，第二职业也是锦上添花而已。想到这里，陈锋便翻看起空间戒指中的隐藏职业卷轴。几分钟后，终于找到了，陈锋开心的大喊，刚才收入的装备和技能书实在是太多了，大量戒指还没整理，导致非常的杂乱。不过还好陈锋还是翻出了一张法师类的隐藏职业转职卷轴。禁咒法师为1，使用等级10级，使用效果：使用后可以触发隐藏职业转职任务，完成转职任务后可以直接转职为隐藏职业禁咒法师。介绍：拥有毁天灭地能力的法师。毁天灭地，一看这职业介绍就很牛逼。陈锋嘴里呢喃了一句，随即直接将卷轴撕开。刺了。随着隐藏职业卷轴的消失，其中蕴含的能量没入陈锋的体内，随即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成功触发隐藏职业禁咒法师转职任务，魔力的源泉。任务描述：单人进入特殊副本暗黑雷鸣废墟，击败副本内所有生物，且被攻击的次数不能超过20次，即可立即转职成禁咒法师。此任务为唯一任务，限时24小时，失败将永远失去转职机会。任务难度未知。叮咚，任务倒计时已开始，任务剩余时间23小时59分59秒。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陈锋的任务界面出现了一处新的坐标，这个坐标和之前转职精灵召唤师一样，依旧在新手村一处的空地上。想到自己现在 LV87级，还要去完成 LV10级的特殊副本任务，陈锋就忍不住想笑。当初拯救若若的时候，自己才10级，费了好大力气才完成了转职。我这次不是降维打击吗？笑着摇了摇头，先将宝藏地的东西拿完再说吧。又过了1个小时，在若若的帮助下，终于将整个宝藏地的全部物品都收集在盘龙戒指内。两人都坐在角落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第一次捡装备捡到满头大汗，真是幸福的烦恼。要是将这件事告诉工会的人，他们肯定会说我高级凡尔赛了。随即陈锋操控时空精灵留下一个空间坐标后，便带着若若离开了魔王山脉。第157章，工会中的渣渣。将若若安顿好后，
陈峰戴上伪装面具，独自一人回到了9528号新手村。此时的新手村依旧人来人往，大量刚刚进入游戏的玩家正在各个练级点打着小怪，还是热闹依旧啊。陈峰笑了笑，没有打扰周围练级的玩家，独自一人向着转职任务的地点走去。这次陈峰使用噬魂面具的伪装技能改变了自己的容貌，加上没有骑乘黑暗魔龙，所以也不会有玩家认出陈峰。他此刻也只是想快点将第2职业的转职任务完成后就下线休息。就在陈峰快要到达新手村的副本目的地时，一声大喝传到了陈峰的耳中：“你不知道这里被包场了吗？还敢过来！”此时一名 ID 挥刀斩阎罗的战士玩家冲着路过的一个小队喊道：“又是包场！”陈峰笑了笑，没有理会。在游戏中这种事实在是太平常了，一些公会包场练级也是正常现象，自己也没空管这些小事。就在陈峰准备直接离开时，又有数道声音传来，吸引了他的注意。哟呵，不错呀，队伍里还有个妹子，来，到哥哥这里来，哥哥带你练级。只见小队中的一个长相还算中上的召唤师 正躲在人群中，一脸紧张的看着面前的大汉。喂，听到没有？没看我大哥叫你啊？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他可是星纪元第54附属公会的小队长，看上你可是你的福气，还不过来？这时边上的挥刀斩阎罗再次叫嚣道。为首的那名玩家 ID 叫做停车风铃晚的法师，听到手下的吹捧后更是得意，继续说道：没错，小妹妹，我们来组个 CP， 明天哥哥就带你加入星纪元公会。这话一出，顿时引起周围一大群玩家的热议。我去，加入星纪元公会啊，这可是我的梦想，可不是吗？在星纪元公会的福利不要太好，现在连军方都加入了。国家前段时间证实了元宇宙这款游戏在2转后就能同步一部分实力，有极少的人甚至1转都能同步一部分战斗力，现在在游戏中都比现实还要重要了。可不是吗？现实中想要变强只能通过游戏变强，但是在游戏中想要快速变强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加入星纪元公会。星纪元的成员在噬天大神的带领下，一天的升级速度堪比别人1个月。那召唤师 要是这样就能进入星纪元，那可是赚大发了。是啊，实名羡慕。众人议论的同时，陈峰也缓缓地走到了人群中，默默地关注着。面前的人既然提起了自己的星纪元公会，就和自己有关系了，而且看样子好似在利用自己公会的影响力，在做一些惹人诟病的事情，这可不是陈峰可以忍受的。她是我的女朋友，凭什么和你组 CP？ 难道星纪元公会就能随意欺负我们散人玩家吗？这时召唤师 边上的一名男骑士站了出来，看向不远处的众人。哼，一个区8级的骑士也敢侮辱我们星纪元公会，我看你真是母猪玩电线，火花带闪电，我看你是真的不知好歹，兄弟们上做了他。随即数十名大汉玩家向着6人队伍包围了过去。闲杂人等，不想死的赶紧走开。话音刚落，6人队伍中的4个人连忙向着后方退去。小峰啊，不是兄弟们不帮你，我们工作室可得罪不起星纪元公会。6人中为首的那名 ID 辉煌一生的法师玩家，在路过2人身边时说了一句后，便摇了摇头，走到一旁看着事态的发展。停车风铃晚见状，脸上的笑容更加猖狂了。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的女朋友过来，不然我让你们出不了新手村。这句话一出，那名召唤师 更加紧张了。她和她的男朋友也是在得知了元宇宙这款游戏可以强化现实中的实力后，才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游戏中。但是没想到，刚刚将等级提升到8级，就在游戏中遇到这种事情。小峰哥哥，要不我们下线吧，不玩了。召唤师 看着他身前的骑士玩家，小声说道：放心吧，即使被杀到0级，我也会站在你的面前。骑士玩家看向身后的召唤师，一脸坚定地说道。召唤师 见状也只能乖巧地点头。哈哈，还真是郎情妾意，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侮辱我们星纪元的人必须付出代价，兄弟们上去做了他。话音刚落，数十位大汉纷纷抽出了手中的武器，向着面前的骑士玩家冲了过去。去死吧，臭小子！就在众人以为那名骑士即将被乱刀砍死之际，一道彩色的屏障出现，挡住了10几个人的围攻。免疫，免疫，免疫！10几道免疫的字体在那名骑士玩家的头顶跳出，让发动进攻的一众玩家当场愣住了。远处的停车风铃晚见状，大声怒斥：娘西痞，都没吃饭吗？一个8级的骑士都砍不动。大哥，可能这小子有无敌技能，砍过去都是免疫。一名玩家说道。听到这话的停车风铃晚顿时来了精神。无敌技能啊，一件拥有无敌技能的装备，无论等级多少，至少价值数十万金币，兑换成蓝星币可就是数百万，足够让他挥霍好久。太好了！
一定要将他身上的装备爆出来。想到这里，他便亲自来到那名骑士玩家的跟前，指挥剩余的手下将面前的骑士团团围住，不让他有机会逃脱。我改变主意了，将你身上拥有无敌特效的装备交出来，就饶你不死。停车风铃晚看着面前的骑士，缓缓地开口：“我没有你说的装备。”骑士回复道：“不交是吧？那就不能怪我了。等你技能结束，依旧是死。”停车风铃晚恶狠狠地威胁道：“是你想要我的无敌技能装备吗？”陈峰这时缓缓地走了过来，出现在人群中。第158章，略微惩戒。为首的停车风铃晚见状，先是一愣，随即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只见一名长相普通的玩家出现在他的眼前。“你是谁？”停车风铃晚略微有些戒备地看向来人。陈峰此时也是将自己身上的装备特效全都隐藏了，加上使用了噬魂面具的伪装特效，在别人看来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玩家而已。他暂时也不想因为这里的一点小事而暴露自己。我也是一个散人玩家，看不惯你仗势欺人而已。陈峰随意找了一个理由说道。陈峰的话刚说出，顿时引起周围的玩家一阵大笑。哈哈，这个时代竟然还有圣母想要帮助别人。哈哈，就是，我们是新纪元工会的人，我劝你好自为之，不然你别想离开这个新手村。停车风铃晚恶狠狠地威胁道。这时周围的一种玩家也纷纷劝道，散人不可能是大公会的对手的，何况还是弑天大神的新纪元工会，你还是早些离开吧。是啊，兄弟听哥一句劝，有些事情你把握不住，要是得罪了新纪元这个庞然大物，以后无论是在元宇宙中还是现实世界都会混不下去的。一群观战的玩家都认为陈峰可能是一个无知的愣头青，妄想着在游戏中仗剑走天涯。陈峰则是笑了笑，没有多余的回答，自己根本不想对这些小号动手，毕竟他现在是站在游戏最顶端的男人，一个成年人谁会在意一个3岁的孩童的话语。但是周围停车风铃晚这群人就不怎么想了，看到陈峰也没有动手的意思，纷纷猜测面前的这名玩家可能也只有10多级而已。虽然等级比他们高一些，相信也不会高太多，他们现在的人数可是有着巨大的优势，面前的人没有直接动手，肯定也是有所忌惮。大哥，他身上的装备看起来不错，戒指、项链、手镯子这些首饰都有，可能是现实中一个富二代，我们要不要？挥刀斩阎罗对着停车风铃晚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停车风铃晚看了看周围增援过来的兄弟，顿时有了底气。他丫的想要当英雄，让哥哥先给你上一课。随即他做了一个进攻的手势，只见到在陈峰周围的几名刺客玩家纷纷释放了技能前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中。周围的法师和弓箭手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随时准备发动攻击。陈峰见状冷笑了一声，这群人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回去后看来要让若凡好好整顿一下附属工会的人了。给我杀！停车风铃晚看到周围的玩家都做好了准备，随即下令发动了进攻。顿时陈峰周围的刺客玩家纷纷现形，手中的匕首冒着寒光，向着他的弱点狠狠地刺去。远处的法师和弓箭手将自己最强的单体攻击释放了出去，战士骑士玩家发动了技能冲锋，同样锁定了陈峰所在的位置。不得不说，他们这群人的配合还算不错的，近战远程的攻击衔接的没有丝毫缝隙。不远处的停车风铃晚更是露出了一丝冷笑，等级高一些又怎样？我们几十个控制职业可以将你控到死，让你根本出不了手。就在他幻想着能在面前这个愣头青身上爆出一件极品装备，回到线下会所嫩模的时候，让他惊讶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到他们的攻击还未落下，对面的那名法师玩家就动了。陈峰挥动手中的法杖，一颗颗法球如加特林一般在法杖上宣泄而出，攻击覆盖了周围所有向他发动攻击的玩家，包括不远处的停车风铃晚。咻咻咻！在众人还处于懵逼状态时，眼前的白光一闪过，现场就只剩下了一地的玩家尸体。周围观战的众人一脸懵逼，刚才发生了什么？我都没看清，这群人就死光了。面前的这家伙可能是游戏中的隐藏高手，等级肯定也不低，估计隐藏了信息，就是不知道来新手村干什么。等级高又怎么样？能有是天大神高吗？得罪了新纪元的人，什么大神都保不住。是啊，好可惜。与此同时，新手村的复活点，数十道白光亮起，停车风铃晚和挥刀斩阎罗等人出现在祭坛之中。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的不可思议。我尼玛，刚才发生了什么？游戏 bug 吗？我他喵的突然就死了。那个人肯定开了，瞬间我们都死了。对，肯定开了，不然我们怎么会死得那么快？就非常离谱。此时停车风铃晚也在复活祭坛处走了出来，和周围的人一样一脸懵逼。难道刚才那人等级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高？他在内心想到，随即查看了一下被击杀的系统提示，发现自己是被一个不知名的 ID 击杀的，而且对方只使用了普通攻击。
这难道是游戏中隐藏的大神？停车风铃晚在心里想着。就在这时，边上复活的一众小弟簇拥了上来。大哥，怎么办？我们好像踢到铁板了。是啊，大哥，刚才那货拿着法杖就将我等击杀了，估计等级不低啊，有可能是民间的高手。大哥，要不要通知上面的人？大哥，一群小弟在停车风铃晚的边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停！停车风铃晚大声的呵斥。众人停下讨论，看向停车风铃晚。都是一帮废物，叽叽喳喳有什么用？管他是什么隐藏的大神，难道比我们会长是天大神还厉害？这话一出，在场的小弟纷纷认同的点了点头。对啊，在我等报出新纪元工会的名头后，竟然还敢击杀我等，我看他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对，必须报仇，给他点颜色瞧瞧。对，众人全都愤愤不平了起来，感觉先出手的不是他们一样。停车风铃晚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停下。众人停下后，他继续说道：这件事事关我们新纪元的脸面，必须找回场子。相信他暂时还不会走远。我已经让我的姐夫叫了新纪元工会的总部人员，相信不久就能来到我们新手村。到时候，嘿嘿，大哥牛逼啊！姐夫竟然是总工会的人，这下稳了，大哥永远敌神。干死那个挂笔！听着一众手下的吹捧，停车风铃晚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第159章前世好友。此时新手村的练级点，谢谢哥哥，要不是你，我们可能就要被他们。那名召唤师满脸感激的看着陈峰。陈峰摆了摆手，随意道：没事，你们最好带点补给，在野外练到10级，然后早点进入主城，这样他们就不好找到你们了。他嘱咐了一声后就准备离开。这位兄弟加个好友吧，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定当报答。那名骑士见到陈峰准备离开，赶忙说道。与此同时，他将好友申请也发送了过去。叮咚，玩家小风残月请求加你为好友，是否同意？准备离开的陈峰在听到系统提示传来的玩家名称后，突然停下了脚步，随即又查看了一遍添加自己的 ID 名称，又看向加自己好友的那名男骑士，竟然是小风。陈峰小声的呢喃了一句。小风残月这个 ID， 前世的陈峰可谓熟悉无比。在前世，小风残月和陈峰一样，同为守护龙国一方的大将。两人在经历了无数生死战斗后，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陈峰在组建新纪元工会时也邀请了他，但是系统显示并没有这个 ID， 当时陈峰也没有在意，只以为是他屏蔽了好友申请，没想到这事竟然以这样的方式遇到了他。这个世界还真的小，他也没想到自己无意中的一个小举动竟然帮助了自己的前世好友，笑着摇了摇头，并点击了好友同意申请。由于陈峰是用伪装出来的 ID 加的好友，他在小风残月的好友显示界面也是这个 ID， 加上隐藏了自己的等级，自然就没有让他看出什么端倪。见到好友申请通过了，面前的小风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兄弟，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先走了。陈峰笑着点了点头，没有挽留和帮助他们什么，有些事情完全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面。在两人离开后，陈峰就在最近的暴风城安排了几名 LV50级以上的 NPC 在暗中保护，省得他们在成长起来前再受到什么迫害。顺便也让若凡在合适的时机将两人招入到工会之中，这样他们无论在游戏中还是现实中的安全都能得到保障。安排好了一切，陈峰没有管周围议论的玩家，径直向着转职第2职业的任务副本走去。就在陈峰离开不久，周围的玩家中一名战士玩家打开了好友群组，发送了一条消息：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哥，那人刚刚走，应该是去新手村东面的位置做什么任务，我也不敢跟得太近，怕被发现。此人正是停车风铃晚小队的成员之一，之前因为没有第一时间在现场，所以也没有被陈峰攻击到，现在被安排监视陈峰的动向。停车风铃晚，待会总部的大部队就会赶过来，你先看着点，这次事情结束就安排你正式进入新纪元的附属工会。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哥放心，我一定将他看得牢牢的。数分钟后，陈峰来到了这次任务的目的地，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和之前转职精灵召唤师一样的小型次元裂缝。就是这里了吧？小声的呢喃了一句后，便直接跨入了小型次元裂缝之中。随着陈峰的消失，不远处的草丛之中，之前那名战士玩家再次出现。奈斯，这次加入新纪元附属工会有望了。呢喃了一句后，他向着好友界面发送了位置坐标。副本中，叮咚，你已经进入特殊副本暗黑雷鸣废墟，请在1个小时内消灭副本所有生物，超时或者玩家死亡副本任务失败，再次挑战需要在6个小时后。提示：副本任务倒计时59分59秒。2道系统提示音在陈峰的光脑界面响起，他也被传送到副本内。陈峰向着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周围的环境全都是由一块一块沼泽组成，
而且沼泽地的周围也有着大量的灌木丛，让人看不清那一块地面是安全的，那一块是沼泽地。不过这些对拥有飞行坐骑的陈峰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释放黑暗魔龙，直接在盘龙戒指的空间内释放出了一头黑暗魔龙。吼！一声龙吟声传来，巨大的黑龙出现在副本的空中，陈峰指挥黑暗魔龙降落在地面，自己跳了上去。随即黑暗魔龙拍动巨大的肉翅，缓缓地升起。出发！陈峰下达了命令。随即黑暗魔龙开始了对这个副本的横扫。轰轰轰！黑色的龙炎宣泄在副本的地面之上，地面上的怪物只要碰到的一瞬间全都化为飞灰消失不见，连尸体都没留下。没办法，地下的生物等级实在是太低了，高一些的都只有 LV15 级，在 LV97 级的传说及黑暗魔龙的降维打击下，别说尸体了，连爆出来的物品都承受不住龙炎的高温，纷纷融化消失。不过这些低等级的物品陈峰也懒得捡，消失就消失了吧，看不上。一路的横推下，在副本内部只用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陈峰就来到了副本的尽头。前方应该就是副本 BOSS 的所在地了吧。陈峰定睛看去，只见到副本远处的山体下方出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丧尸。没错，就是丧尸，和外国拍摄的丧尸模样差不多，但是它的体型要比电影中的丧尸要大上好几倍，而且它的周围还有一层冰霜组成的光环。冰霜盗尸者，白银级 BOSS， 等级 LV18， 血量2万，攻击150，防御60，技能撕咬、爪击、霜冻光环、嗜血狂热。描述省略。这个属性对于10级的新手玩家来说可能算得上噩梦，但是对陈峰来说，面前的 BOSS 可能连他一个普通攻击都受不住。此时这个 BOSS 周围还有不少红色、蓝色的丧尸围在他的身边，看样子应该是这个丧尸王 BOSS 的一众小弟正在保护着他。殊不知他们的领地早就被外界过来的大怪逼陈峰给入侵了。作为一个新手 BOSS， 你也挺惨的，就让你无痛苦死亡吧。随即指挥黑暗魔龙释放了技能魔龙火焰，紧接着比之前大上好几倍的魔火宣泄在底下的丧尸群中，仅仅一瞬间，丧尸组成的尸墙就气化消失。处在副本最深处的 BOSS 感觉到一股热量传来，就在他疑惑热量哪里传来时，天空中的魔龙火焰就覆盖了下来， BOSS 瞬间就被秒杀，连尸体都没留下。BOSS 族第160章被自己人围了。紧接着一道完成任务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完成隐藏职业禁咒法师唯一的转职任务，通关暗黑雷鸣废墟，你已经自动转职第2职业禁咒法师唯一，你可在法师职业导师处学习基础技能。叮咚，你的等级已经超过1转职业认证，你已成功触发禁咒法师1转任务法师1转认证。任务内容，请前往暴风城寻找终极职业导师罗莉安，他将给你发布职业1转认证的任务。随着数道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的人物也升起一道金光，代表着他的第2职业禁咒法师转职成功。哈，这也太简单了吧，让我看看第2职业的职业天赋是什么。陈峰开心的就准备打开人物的职业面板查看其天赋是什么。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一道咒骂的声音传了过来。操，这小子终于出来了，让我们好等。听到声音的陈峰先是一愣，随后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转头看去，只见到周围密密麻麻的出现了至少数百名装备各异的玩家。仔细看去，这些玩家身上的装备都非常的豪华，至少都是黄金级别以上的装备，甚至有些玩家身上还有钻石、传奇装备的影子，而且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工会标识星纪元。陈峰见到这群人后，就好似想到了什么一般，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原本开心的心情也全部消散。这时那名之前被陈峰瞬秒的玩家停车风铃晚在人群之中走了出来，此刻他的身前还有一名等级达到了 LV45 级 ID 叫做悲苏清风的战士玩家。这名战士玩家很明显区别于其他玩家，他全身的装备至少都是钻石级以上，特别是他手上的那把武器传出来的特效和气息显示，至少是一柄史诗级别的长剑。新手村附近出现如此震撼的一幕，瞬间就吸引了周围一大群玩家的注意，特别是看到了刚才走出来的那名战士玩家身上穿着的装备，更是让周围的吃瓜群众倒吸了一口凉气。卧槽，快看那名战士大佬手上拿着的武器，难道是传说中的黄金武器？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那武器的特效至少是史诗级的，我上次在游戏视频中看到过。我去，这是真的吗？史诗级的武器至少也得上千万蓝星币吧，这也太好了吧，要是能让我摸一下我都知足了。你没看到这群人都是这样的装备吗？他们可都是星纪元工会总部的人员，这些装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可高攀的存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还只是刚入门而已。卧槽，
那么牛逼的吗？我也想加入星纪元工会，成为一方大佬。你也得配啊！话说你们都没关注星纪元工会的各位大佬来我们9528号新手村干啥？难道只是为了耍酷？这句话一出，周围大量的吃瓜群众纷纷附和，都在猜测这群大神来这里的目的。是啊，这群大佬来我们新手村干嘛？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来找之前击杀星纪元玩家的那名散人大神。刚才在现场目睹了陈峰瞬秒数十人的一名玩家说道：“哦，对，我想起来了，那件事就发生在10几分钟之前，我就在现场。没想到星纪元工会来人那么快。是啊，中间被包围的玩家就是那名散人大神吧？这下他可惨了，得罪了星纪元，即使是之前10大工会的会长，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年轻人就是冲动，不计较后果。”此时，一群吃瓜群众都在为陈峰之前的举动感到惋惜。然而，刚走出来的那名手持史诗武器的战士玩家，在看到陈峰手上戴着的龙形戒指时，早就吓得不敢说话了。他就是之前有幸跟随陈峰在魔界练级的数千玩家之一，也因为跟过陈峰的原因，他现在在星纪元工会中也属于核心成员。借着核心成员的身份，他就将他小舅子不到10级的小号拉到了星纪元大量附属工会中的一个，并且安排了一个小队长的位置来做。这次他听说有人竟敢击杀他们附属工会的人，还将他的小舅子也击杀了，这让他愤怒无比，随即就召集了数百工会成员来到新手村，准备围堵那名散人强者。但是当他来到现场见到那名散人大神时，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名散人大神竟然有和自己会长的同款戒指。随即再使用了一次侦查术，在看到系统界面传来的一连串问道时，让他更加确定内心的想法，绝对不会错的。高于我等级5级的在工会里面也不多，而且我都认识，而且当初会长也隐藏了装备特效，他在释放召唤物的时候，戒指处那枚龙形戒指总会亮一下，我观察得非常仔细，和面前这人戴着的戒指一模一样，而且其他装备在隐藏特效的情况下也感觉差不多，肯定是会长使用了什么更改 ID 和容貌的道具才这样的。悲苏清风在仔细查看了面前那名玩家的装备后，得出了结论。第161章开始现实修炼。就在这时，身后的停车风铃丸走了上来，看向陈峰的眼神中充满了嘲讽之色。姐夫，就是这逼杀了我，快帮我干掉他！悲苏清风在听到他小舅子的话后，顿时内心无数头草泥马飞过，这尼玛坑人坑到家了呀！随即愤怒的悲苏清风一巴掌就甩到了面前风铃丸的脸上，并大声呵斥道：废物东西，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是谁吗？竟敢如此放肆！这一巴掌打了下去，让周围没见过陈峰的玩家全都愣住了，这尼玛什么情况？这反转也太快了吧！被打倒在地的停车风铃丸捂着红肿的脸颊，一脸的不可思议。姐夫，你这……他的话还没说完，又被悲苏清风一脚打断。谁是你姐夫？你这个赔钱玩意，我马上就和你姐离婚，让他这个伏地魔好好回家扶持你。悲苏清风一说完，头都不回，立马满脸讨好的走到陈峰面前。会长是我没有管教好手下，请您责罚。这一幕让周围吃瓜的玩家纷纷愣在了原地，这又是闹哪出？星纪元还有踢不动的铁板？这事情反转的太快了吧？难不成那名散人是世天大神的亲戚？卧槽，这八卦新闻得好好看看。你是怎么认出我的？陈峰也是有些意外，自己的 ID 和容貌都改了，竟然还能被认出。听到陈峰肯定的回答，悲苏清风更加庆幸自己细致入微的观察。世天会长，您强大的气势是无法掩盖的。陈峰瞥了他一眼说道，这件事你的干系很大，我会让工会的管理层对你做出处罚，至于那几个人渣我也懒得管，就交给你处理了。话音刚落，陈峰便召唤了黑暗魔龙向着远处飞去，只留下还处于懵逼状态的众人。我去，黑暗魔龙难道那是会长？就是啊，这可是会长的标配。那我们刚才想干什么？卧槽，这下完了，都是这帮垃圾。这时不远处的悲苏清风垂头丧气地走了过来，对着众人说道，将那帮人渣杀到0级，然后我们回到工会等待管理层的惩罚吧。话音刚落，悲苏清风便一剑砍在了面前的停车风铃丸的身上，一个暴击伤害飘出，停车风铃丸当场暴毙，化为白光消失。随即周围的众人纷纷动手，将愣在原地的外围成员纷纷砍死，紧接着他们继续向着新手村的复活点走去。这件小事对陈峰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对于整个星纪元工会来说，将是一次整顿所有成员的大地震。毕竟现在的游戏已经不是之前普通的游戏，在全蓝星官方集体通告了游戏中的实力能缓慢的同步到现实后，几乎所有人都将游戏作为第一世界，一天在游戏中的时间远远的超过了在现实世界的时间。而且
蓝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将全部的人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对元宇宙的研究和开发中，导致全球的人类除了婴儿和太老的老人之外，都加入了元宇宙中，真正的做到了人人都玩，不玩才怪。整个游戏的热度也是空前的高。暴风城9楼，陈峰小声的降落在9楼内部。若若此时已经休息了，陈峰回到自己房间后便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简单的处理了个人卫生后走出卧室。女仆机器人早就在自己光脑的控制下将自己的夜宵准备好了。这时一身凉快法师装的小路易斯依旧端坐在不远处。我推断的没有错，即使意识进入游戏，召唤物依旧不会消失，召唤物在现实中才是真正的永久存在。陈峰看到小路依旧存在，做出了判断。等到陈峰的身体逐步适应游戏中的实力，以后他可以控制的召唤物将会越来越多，实力也将会越来越强。吃完夜宵后，陈峰回到卧室，开始了同步精神力的修炼之中。现在的他空有同步而来的实力，但是还无法全部发挥出来。想要进一步增强自己，除了在游戏中增强自身以外，还需要加强现实中的修炼。现在的陈峰即使不休息也没有什么大碍，所以他准备利用晚上下线的时间强化自己现在的实力。至于现实中的修炼也很简单，像陈峰这种在游戏中以智力为主的职业，只需要加强精神念力的控制和使用就行。他只需要在别墅的房间内对着外界开始浮散精神力就行，浮散的越远就代表实力越强。前世的陈峰在游戏中智力属性虽然没有这是强大，但是经过数年的生死战斗后，他的精神力可以浮散的范围甚至可以超过数万公里。只是这是在游戏中继承实力的时间还太短，想要到达前世的实力，估计至少还需要许久。想到这里，陈峰便摒弃了自身的杂念，开始集中精神力，向着别墅周边缓慢地浮散开去。数秒后，精神力就浮散了整个别墅周围数百米的范围。此时的陈峰感觉还是很轻松，之前在刚刚2转时他就达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也并不难。精神力继续向外扩散，数秒后，精神力浮散的范围扩大到了别墅周围数千米的范围，依旧不是很吃力。周围一些花草昆虫的一举一动也都在陈峰感知之中，他甚至可以控制1000米内任意物品的移动，只要不是太重。精神力持续向周围浮散，直到覆盖的范围达到了1万米时，陈峰终于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了，可以控制的物体的数量也开始减少。精神力浮散至2万米，陈峰只能控制小一些的石头。精神力浮散3万米，压力暴涨，无法控制任意物品。此时陈峰也被暴增的压力累得满头大汗，应该还能强一些的。陈峰咬牙坚持。第162章，禁咒法师的天赋。数个小时后，难道这就是我的极限了吗？陈峰此刻已经将自己的精神力扩散到了32512米了，在到达这个范围后，他连继续扩散1厘米都做不到了。现阶段精神力的极限应该就只能到达这里了，再继续扩散可能会让自己精神力受到不可磨灭的损伤，不能继续了。陈峰在心里想到。前世他就了解过，很多人在游戏同步实力到现实后，不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盲目的想要激发自己的潜力，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都在修炼时受到了非常巨大的伤害，后期的实力再难前进一步。陈峰本来就不是一个冒进的人，所以他也不会犯这种错误。在精神力稳定下来后，陈峰便保持这种状态，开始了精神力强化的过程。时光流逝，很快1个晚上的时间就过去了。陈峰此刻依旧沉浸在精神力的修炼之中，短短1个晚上的修炼，他的精神力再度上涨，所能浮散的范围超过了35000米。要知道，陈峰这35000米可是向着全方位扩散的，越往后扩散所需要的精神力就越多。最终，陈峰在定格到35500米时停止了精神力的修炼，将所有外放的精神力收回。呼精神力的修炼果然是最消耗意志的。陈峰吐出一口浊气，在地面上起来，看向原本的地面早就被自己的汗水浸湿。来到浴室，将自己身上的汗渍冲洗干净后，便来走到了锻炼自身体魄的空地之上。陈峰现在在游戏中继承的力量、敏捷和体力同样也比游戏中任何玩家的属性要高，所以他不准备放弃自身体魄的锻炼，毕竟强大的体魄也是有利于精神力的发展的。我现在的肉身防御，常规的热武器估计已经伤不了我了，但是一些大杀伤性的热武器估计还是承受不住。陈峰自己推测道，他现在在游戏中体力属性在防御勋章的加成下，已经和自己的智力属性差不了太多了。但是装备耳环勋章暂时还不能具象化，所以属性暂时不能同步到现实。等到游戏全属性同步到现实后，陈峰相信以自己的属性，即使是人类最强的武器蘑菇弹也能轻易的接下。又是半天的时间过去，很快就来到了中午。陈峰在体能训练中恢复了过来，该上游戏了。他对自己呢喃了一句后，起身回到了卧室中洗了个澡，便回到了游戏舱中，点击进入了游戏。欢迎回来。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的意识出现在暴风城9楼的房间里。
今天若若没有在自己的房间内出现，估计是出去玩了吧。前段时间陈峰在新纪元中找了个和若若年纪相仿的一个小萝莉，让他俩有空就一起玩，省得因为自己现实中的修炼而让若若无聊。昨天转职禁咒法师的天赋都忘了查看了，陈峰呢喃了一句后便打开了自己第二职业的面板。禁咒法师唯一职业，职业天赋1，魔法之力，魔法基础攻击力增加 50%。 职业天赋2，魔法源泉，魔法恢复速度增加 50%。 职业天赋3，魔法掌控，释放任意技能时魔法消耗减少 50%。 职业天赋4，魔之律动，释放法术技能时技能效果2。描述：职业一转后天赋属性提升。看完禁咒法师的职业天赋介绍后，陈峰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强，实在是强！这天赋不愧是唯一的法师隐藏职业。4条天赋基本涵盖了法师职业不可或缺的全部。第一条天赋很好理解，直接加强了法师技能 50% 的基础攻击，这相当于原本陈峰释放出的一个技能可以打出10万点的伤害，再得到了魔法之力这项天赋加强后，就可以多发出5万点的伤害，相当于15万伤害。第二条天赋魔力源泉就是加快自身的法力值恢复速度，刚好可以再次提升陈峰自身的魔法恢复。因为之前是每秒 20% 的恢复，在 20% 的基础上再提升了 50% 后，差不多再次提升了 10% 的恢复速度，现在就是每秒提升了 30% 的魔法恢复速度。在法力护盾的技能下，这 30% 的恢复速度相当于提升了自身的保命能力。以陈峰现在70万的魔法值来算，每秒恢复魔法值 30%， 就是每秒可以恢复21万自身蓝量。有了这个恢复速度，谁还能秒我？陈峰笑道。至于第3条天赋，这个倒是很一般，减少魔法值的消耗，直接跳过。第5条就比较变态了，法术技能释放后乘以2，就是自己释放一次禁咒的情况下，可以出现2道技能效果，相当于技能拥有双倍的输出，怪物也将得到双倍的快乐。这还只是一转的职业天赋，要是完成了2转，然后觉醒了，是不是更加无敌？陈峰忍不住内心狂热了起来。先将今天的经验值刷满，然后将禁咒法师一起完成2转后，再前往精灵之森将任务都完成了。打定了主意，陈峰便不再犹豫，组上工会和军方的数千人队伍后，骑乘上黑暗魔龙就向着炼级区飞去。又是1天1度的刷经验环节，实在是爱了。我想天天跟着会长刷经验捡垃圾。嘎嘎嘎，再次感谢世天会长。在组成1000人队伍后，众人又在队伍的谈论组对陈峰开始了彩虹屁环节。当然陈峰也是直接无视，在自己召唤物可以永久存在后，他就每天拉一个1000人队伍带他们升级捡装备，因为自己一个人的话，每过几个小时经验值就会达到上限，与其浪费了经验，还不如共享给工会和军方的人。反正他现在刷等级又不需要自己动手，将怪放到一个炼级场所后，直接前往下一个场所就行了，有点类似与老母鸡下蛋模式。这次陈峰还特意安排了小风残月和他的女朋友召唤师 加入了工会，还特别照顾他们，让他们加入到自己的刷级。估计今天1天的时间，2人就能直接到达 LV30级，然后1转。第163章第2职业2转。安排好一切后，陈峰便开始在各个炼级地区释放召唤物，其余的工会成员则是骑乘着工会的飞行坐骑，在各大炼级场所捡装备。这次陈峰在到达一个炼级场所后，就会释放一只时空精灵，并将炼级地点的坐标进行标记，下次就可以通过时空之门直接进行传送，就不需要在布置召唤物时浪费大量的时间。做完了一切后，陈峰就留下众人，自己向着暴风城职业圣殿飞去。他这次要将禁咒法师1转和2转任务都完成了，然后以最强的形态前往精灵之森。数分钟后，陈峰来到暴风城职业圣殿，和以前一样领取了一个职业时薪的转职任务，和之前转职精灵召唤师的时薪难度差不多，也是去完成一个和天灾的阵营任务。不多时，陈峰就将1转时薪的任务完成，个人属性增加了 10%。精灵召唤师和禁咒法师转职后的职业加成都是可以共享在人物面板上的，所以现在陈峰全属性加成高达 30%。 紧接着就是前往帝都的职业神殿，领取了王之试炼噩梦难度副本，依旧是全图秒杀。数分钟后，叮咚，恭喜你通关王之试炼噩梦难度副本，你将在10秒钟后自动退出副本。10、9、8、7、3、2、1。叮咚，恭喜你通关王之试炼噩梦难度副本，成功完成了2转任务，你的职业禁咒法师1转时薪成功晋升为禁咒法师2转时薪。叮咚，你已经成功完成2转，成功学习隐藏职业专属技能，你的职业天赋得到提升。随着数到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的身上升起一道金光，代表着他的第2职业成功2转。哈哈，
那么轻松就完成了2转，基础属性又增加了 10%， 简直美滋滋。陈峰心情大好，随即打开了禁咒法师天赋的详细介绍。禁咒法师2转实星，2转基础提升1，人物基础属性提升 10%， 2个职业2次转职都是实星评价，总共基础属性加成 40%。 2转基础属性提升2，等级提升后获得属性点提升为基础属性点和技能点10， 2个职业相加后每次升级提升属性点为100点，且50级后基础属性点系统直接补足。职业天赋1，魔法之力，魔法基础攻击力增加 100%。 职业天赋2，魔法源泉，魔法恢复速度增加 100%。 职业天赋3，魔法掌控，释放任意技能时魔法消耗减少 100%。 职业天赋4，魔之律动，释放法术技能时技能效果5。描述：职业觉醒后天赋属性提升。陈峰仔细看完第2职业2转后增强的天赋，自己基础的提升已经高达了 40%。 第2条属性点的提升刚好针对自己2转50级后的属性点，从之前的每提升1级可以获得50点自由属性点和10点技能点，增加到每提升1级可以获得100点自由属性点和20点技能点，而且还补足了之前 LV50 到现在 LV88级的伪转职第2职业的属性点，相当于自己多出了1900点的自由属性点。这系统可真是良心啊！陈峰笑着将多出来的自由属性点全都加在了智力上，加上刚才升级获得的100点自由属性点，自己的智力直接暴涨了2000点。现在我的面板肯定又是一次大提升了吧？随即打开了自己的个人面板，角色是天，等级 LV89， 种族人族，第1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实星，第2职业禁咒法师2转实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第1职业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白银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白银级，召唤黑暗骑士黄金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暗金级，召唤圣光精灵传奇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史诗奇鞭打1转专属，支配之阵1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传说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传说级，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传说级，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召唤时空精灵神级。第2职业技能省略，生命 135.1W， 攻击 11.5万，魔法攻击，防御 17.1万，魔法 74.8万，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 1000%， 移动速度普通移动10米每秒，奔跑移动30米每秒。属性力量10932，智力31125加2420加5000，敏捷10550，体力26950，声望 N， 用不完，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神话传说戒指明日王者之戒传说级项链主宰者项链神话传说级主宰者手镯神话传说级铠甲深渊法袍神话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智力加10000，省略。防御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体力加10000，省略。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 1000%， 释放速度正 1000%， 基础人物属性正 10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 简直碉堡了。看完自己的人物属性后，陈峰露出了一个满意的表情。他现在的全方面属性已经堪比前世觉醒后的自己了，这要是2个职业同时觉醒，他的属性岂不是更加的变态？第164章，送你一样东西。现在魔界阵营的任务还在继续，但是对于没有顶尖力量的魔界来说，胜利也是牢牢的掌控在陈峰的手上。陈峰也暂时不想将阵营战争提前结束，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锻炼一下龙国全体的玩家，让他们在未来面对天灾时至少不会像前世那样恐慌。接下来需要前往一次精灵之森了。现在还有2个精灵之森的任务，分别是光明的崛起序章和精灵少女的觉醒。这2个任务在游戏中算是2大主线，一个是龙域最强者发布的，一个是关乎到未来的光明女神，都是未来应对天灾最强大的力量。要是天灾降临的时间和前世一样的话，给我们龙国发展的时间还很充裕。前世在元宇宙开服1年后，处在冰封王座上的巫妖王才开始缓慢的苏醒，等到那时候，处于极北冰原天灾军团才开始缓慢入侵游戏和现实世界。所以以陈峰现在在游戏中掌握的势力，
在1年的时间内，要将10亿龙国玩家都变得很强，他还做不到。但是将新纪元和全体龙国士兵培养成游戏中的顶级强者，他还是做得到的。因为按照现在的进度，自己加上 NPC 的帮助下，新纪元和龙国士兵平均等级已经快要到达 LV50 级了。跟随自己一直挂机着的一批人，估计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就能将等级提升到 LV99，再将觉醒任务做了完成满级。装备方面，在收集了整个魔界的宝藏后，给数万人直接装备顶级套装的难度还不是很大，一切都感觉在跟随着自己的节奏在走着。想着想着，陈峰便回到了暴风城的酒楼。此时若若早就收拾好一路上的行李和食物，在院子处等着了。见到陈峰出现，小丫头眼睛一亮，迅速地跳到了陈峰的怀中。哥哥，我们要出发了吗？若若那软糯的声音传到陈峰的耳中。陈峰抱起小丫头后说道：哥哥带你回家。若若乖巧地点了点头，在陈峰的怀抱中跳了下来。哥哥，闭上眼睛，若若送你一样东西。陈峰看向面前的小萝莉疑惑道：你能送我啥东西？哥哥现在可是大富豪哦。若若嘟了嘟嘴继续道：哥哥，闭上吗？陈峰见状只能闭上了双眼说道：好吧，谁叫你是哥哥的小公主呢？就在陈峰闭上双眼的一瞬间，一股温热的感觉传到了他的嘴唇上，感觉到什么的他立马睁开了双眼，想要将其推开。然而就在陈峰睁开眼睛的一瞬间，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圣洁而又绝美的女子。此时这名女子正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轻微的跳动，脸上因为害羞而产生的红晕，使得面前的女子更多了一丝风情。感觉到这紧贴在身上的柔软身体和已经环抱在腰间的双手，即使陈峰再迟钝，此刻他也明白了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可这还是游戏中啊，而且若若还是给 NPC， 难道这一世就要交代在游戏里了？卧槽，我该怎么办？感受着身前家人传来的心跳声，陈峰的理智告诉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是他的双手忽然不听使唤，直接抱起了面前娇躯，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几个小时后，啪！陈峰一个狠狠的巴掌打在自己的脸上。我这都是做了些什么？若若是个 NPC 呀！陈峰对自己刚才冲动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懊悔，虽然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哎，既然已经这样了，以后要好好对若若才是。陈峰的内心其实早就对若若有了些许不一样的感情，只是碍于一些东西，一直都没有突破那层窗户纸。懊悔了一会后，看向还处于熟睡中的若若，轻轻地帮她盖好被子后便走了出去。前往精灵之森的计划可能要明天才能实行了。随即想到自己转职了禁咒法师后，除了几个转职送的技能，还没学习任何法师技能呢。自己现在各个职业的技能书都非常多，到商户总部随意挑选几本就行。这样想了，陈峰也不再犹豫，召唤了时空精灵，打开了一道空间之门，直接迈入了空间之门内。新纪元商会暴风城总部，一群顶级 NPC 和负责商会管理的玩家正在会议室开会。关于这个季度各主城的业绩目标，大家认领一下。负责商会运营的 NPC 总管在会议室主座上说道：我们暴风城的业绩指标怎么又涨了？老黄，这算什么？你看我天星城只是一个次级城池，业绩目标都快要超过你们主城了。呸！谁不知道你们有个矿脉啊？现在有几个主城的经济能和你比？我觉得给你的指标还定低了。我去，我们工会就是一个驻地城池指标也那么高，这样不行，老纪你得给我降一点。就在众人都在为了这个月各自的业绩指标吵得不可开交时，会场的中间一阵能量的波动突兀的传来，随后在会议室的中间出现了一道时空漩涡。那是什么？突变的异象让还在争吵的一众管理层全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纷纷愣在原地。不好，是时空法术！保卫！保卫！有人入侵！见识比较广泛的总管老纪慌忙喊道。随即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不久后，一批批身穿铠甲，平均等级超过 LV70 级以上的精英士兵出现在会场的周围，很快就将整个会场围得结结实实。一众 NPC 士兵严阵以待，看着时空之门的方向，随时准备进攻。而这个时候，会场内一众高层更是吓得冷汗直流。卧槽，何等强者竟然能开辟空间之门到此，所欲何为？难不成想要对我等不利？尔等渣渣，强者何以在乎？汝等先看之。第165章，众人造反。就在这时，时空之门处传来一阵波动，随即一道超级无敌宇宙第一大帅逼闪亮登场。没错，正是陈峰。给我进攻！不知哪里传出来的声音，让众人原本就紧绷着的那根神经瞬间断掉，手中的武器和技能不自觉地释放了出来，大量技能纷纷飞向刚从空间之门出来的陈峰。看向飞来的攻击，陈峰满脸问号。就在攻击即将落下时，他周围出现了一道法力护盾。免疫，免疫，免疫！
叮咚，玩家风行者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0点伤害，对方已红名。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玩家不增加罪恶值。叮咚，玩家小妍妍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0点伤害，对方已红名。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玩家不增加罪恶值。叮咚，玩家紫色蔷薇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0点伤害，对方已红名。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玩家不增加罪恶值。叮咚，暴风城卫军张三对你进行了攻击，对你造成0点伤害。接下来10分钟的时间，你可对他进行反击，击杀此 NPC 不增加罪恶值。省略 N， 无数道免疫伤害的字体连成了一排，直接将陈峰的 ID 都遮挡住了。众人见状，纷纷露出震惊的神色。风行者，卧槽！我全身史诗套都不能破防，这尼玛是什么怪物？落入凡尘，别说你了，连 LV80级的 NPC 都不能破防。紫色蔷薇，可能是之前的魔主来报仇了。小妍妍，怎么办？怎么办？只有会长哥哥才能对付那个魔主，老实人还能怎么办？快去请示天佛祖！众人发动攻击的同时，疯狂在工会群组里艾特陈峰。小妍妍，是天工会会长，会长哥哥，有坏蛋魔主欺负人家，快来救我！可怜巴巴的表情。风行者，是天工会会长，是真的会长，魔主打到我们新纪元商会总部了。紫色蔷薇图片游戏截图。几个管理层将这个消息发送到工会群组的一瞬间，就将整个群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卧槽，魔主还敢出现？难道不怕我们世天会长报复吗？看来这个魔主就是插兜撒尿，根本不服啊！没错，等到我世天会长降临，让他知道什么叫真实。垃圾魔主，我看他是屋子里挂葫芦，真把自己当爷了。团长们一定要小心啊！很快，在舆论的作用下，陈峰已经被当做了魔界之主、暗王之类的敌人。这也不怪他们，谁会没事情突然搞出个空间之门降临？在电影中这样出场的基本都是大反派。与此同时，陈峰将自己看到的游戏画面也截图到了群组之中。是天图片，是天，你们不觉得这画面有点熟悉吗？众人看到陈峰在群组里回话了，顿时激动了起来，纷纷点开了群组中的图片。小妍妍，咦，确实有点熟悉的感觉。难道会长在经历什么史诗级的战斗，没空过来支援？风行者，那怎么办？魔主现在还没发威，要是发威了，我等皆不是对手。众人又开始了议论。紫色蔷薇，可嗨嗨，会长发过来的画面是不是和我们在的地方有一点点相似？观察细微的紫色蔷薇看出了一丝端倪，对着面前的众人说道。这一句话说出后，众人才纷纷反应了过来，都仔细的看向陈峰发过来的图片。风行者，我去，这不是我们会议室吗？小妍妍，以这个角度来推算的话，我们攻击的人岂不是？众人快停手！面前的人是会长。风行者赶忙喊了一句。周围的管理层和 NPC 听到风行者的喊话后，立马停下了手上的攻击动作，紧张地看向前方。烟雾散去，一道熟悉的人影出现在众人的眼中。众人无语，搞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起来了，就很离谱。难道几天不见，朕的大亲王了？陈峰此刻也是一脸懵逼，自己不就是图个方便，传送过来拿几本技能书而已。这群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开始攻击，要不是自己将截图发到群里，不知道还有多少攻击要落到自己身上。这究竟是？陈峰正想要发问，话一半都还没说出来，一道身影突然跳了出来，正是新纪元的5大团长之一风行者。我尼玛，谁叫我踹出来的？原本处在人群后面的他，不知道被谁一脚就踹到了陈峰的面前。嗨嗨，会长你怎么来了？风行者脸上露出了自以为最亲切的笑容，内心已经将踹他出来的人暗骂了数百遍了。陈峰见状便直接问道：你是不是想要造反，然后继承我的遗产？风行者一听，直接就戴上了痛苦面具，无辜道：不是啊，会长，我对会长的忠心日月可见，待会长修成大道，自会让我等一起升天，我何必做此等不义之事？陈峰看到风行者吃瘪的表情，内心也是大爽，他自然知道他们都是误伤，他也只是配合气氛演出而已。嗨嗨，鉴于风行者怂恿攻击会长的事情，责令今日下线前上交一篇2万字的检讨给副会长作为处罚。陈峰忍住内心的狂笑，对着面前的风行者说道，说完后便立即向着商会储藏室走去，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在陈峰离开之后，处在 NPC 身后的众人顿时放声大笑了起来。哈哈，风行者你也有今天，你不是喜欢让人写检讨吗？现在轮到你了。哈哈，加油，2万字的检讨而已，也就5天的更新量。我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不是很好笑我都不会笑，除非实在忍不住。哈哈，
风行者满脸黑线。第166章，学习法师技能。当然，这件事也只是个小插曲，作为生活中一个小小的调味剂，也能让自己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此刻，陈峰也来到了新纪元商会专门用来存储技能书的地方。值得一说的是，现在新纪元商会的发展规模，赫然已经将整个人族帝国的经济全部掌控在手中。现在无论是玩家还是 NPC 都离不开新纪元商会，整个商会的各类商铺遍布整个人族联盟。现在魔界的部分城池也有了新纪元商会的影子。当然，这也是建立在陈峰的个人实力和地位之上的。陈峰他也清楚，元宇宙这款游戏里面所有的 NPC 和怪物，其实是在宇宙中真实存在的。蓝星上的所有玩家之所以能100%模拟进入游戏，其实是通过游戏舱将自己的意识投影到这块大陆上，所以玩家的感官都非常真实。而投影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蓝星所有人都能得到进化，以对抗游戏中的异世界文明带来的冲击。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元宇宙这款游戏其实是宇宙对蓝星文明的一场考验，只是考验若是失败的话，整个文明就会消失在宇宙的长河中。陈峰继续在货架上不停地翻阅着各类高品级的法师技能书，挑了许久，终于找出了几本还不错的技能书。禁咒、流星火雨、传说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80。学习职业法师。技能效果：消耗5000点 MP， 法术吟唱10秒后，召唤覆盖1000米范围的流星火雨，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每秒10000点加自身魔法攻击300%的技能伤害，技能效果持续10秒，技能冷却时间600秒。不错不错。大范围的输出型技能，学了。陈峰直接将技能书拍碎，自己法师的第一个技能学习成功，随即看向第二本技能书。禁咒、冰封风暴、传说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80。学习职业法师。技能效果：消耗10000点 MP， 法术吟唱10秒后，召唤覆盖500米范围的冰霜，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冰封的控制效果，技能效果持续30秒，技能冷却时间1200秒。又是大范围的控制技能，学了。没有犹豫，再次将技能书拍碎学习成功。随后看向第三本技能书。空间穿梭史诗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50级。学习职业法师。技能效果：消耗500点 MP， 使自身瞬间出现在自身智力 0.1 米的任意范围之内，技能冷却120秒。竟然是法师特有的保命神技。看到这本技能书的介绍后，陈峰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之前2本传说级别的技能书跟这本技能书完全没有可比性，有了这个技能的存在后，在自身无 CD 的 buff 加成下，无论是追击还是逃跑都是堪比神技的存在。在前世，时空穿梭这个技能也是非常难以得到的，陈峰认识的法师中也只有一个拥有这个技能，这就让这名法师得意的不行，毕竟法师除了这个技能就没有其他位移技能了。总之，这个技能大大的加大了法师职业的存活率，简直堪比神技。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手上这本技能书捏碎。金色的流光没入陈峰的体内，他的技能列表上多出了一个跳跃的黄色小人图标。试试，好用不？呢喃了一句后，陈峰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技能时空穿梭。技能发动的一瞬间，陈峰就在自己意识的操控下出现在了商会总部外的大街上。不错，瞬移的距离还挺远的。随即继续发动技能时空穿梭。技能发动的一瞬间，陈峰的身体再次出现在暴风城另一个街道上。时空穿梭，再次释放技能咻咻咻。陈峰不停地释放时空穿梭，周围的空间波动接连不断的产生。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只大黑耗子飞过，就在我的眼前？这时，一名大街上的路人甲拍了拍边上路过的路人乙玩家说道：什么？大黑耗子？我怎么没见到？路人乙回答：咻咻。陈峰再次瞬移出现，又再次消失。卧槽，我又看到了，就是那种大黑耗子很大的那种。路人乙：有病？喂，我没在开玩笑，是真的。爽啊！无 CD 配合上无限位移，简直爽到爆。陈峰兴奋地在暴风城中穿梭，仅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在城东穿梭到城西。这技能带到现实，我岂不是地表最强外卖云了？20秒1单来算，1小时就能送180单，每单5元，1个小时就能进账900，月入20万不是梦。陈峰疯狂地想着。又继续玩了一会后，陈峰通过瞬移回到了新纪元仓库，还要继续挑选技能。又过了半个小时，再次选择了几个大范围伤害技能、单体控制和几个保命的护盾后，才结束了这次技能学习。这次都过来了，顺便也将噬魂面具提升到传说级品质。想到这里，他直接位移到储存装备的宝库，开始挑选装备。
现在装备库在自己和手底下 NPC 的不断努力下，里面的装备已经数不胜数了，一眼看去根本看不到边际。这个商会仓库也在数次的扩建下，变得足足有现实中一个足球场大小。随便拿一点点装备，估计就足够升到传说级了吧。想到这里，陈峰便开始在这琳琅满目的装备海洋中选取各个品级的装备。第167章提升噬魂面具。然而，让陈峰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他找遍了整个商会仓库，传说到白银品级的数不胜数，唯独没有白板、黑铁和青铜品级的装备。我去，那么大的装备仓库，竟然连最低级的装备都没有。陈峰默默吐槽。不过想想也对，现在的白黑青三件套早就淘汰了，也没有人会囤积这些装备。玩家们打到这些品级的装备，不是直接丢了，就是回到城池后卖到装备收购商那儿换几枚铜币和银币，谁会留着占背包格子？没有这些装备，只能自己去打几件了。想到这里，陈峰就起身准备前往附近的练级点打几件。就在陈峰准备出发时，他好像又想到了些什么，突然停下了脚步。不对啊，我有100倍奖励增幅打出的白板装备都会变成青铜的，自己去了打不出白板和黑铁的装备，只能指挥 NPC 去了。呢喃了一句后，对自己暴风城的1万士兵下达了命令，让他们开始收集1000件白板、黑铁和青铜装备。没过多久，一名 NPC 军士就拿着一枚空间戒指出现在陈峰的面前。噬天并肩王，你需要白板、黑铁、青铜装备已经全部收集完成。那名 NPC 程卫军单膝跪地，将手上的空间戒指交到陈峰的手上。陈峰笑着点了点头，接过了这枚空间戒指。不错，你退下吧。是。随即那名军士退了下去。并肩王要这些没用的装备做什么？这名军士有些疑惑，但是也没有多问。陈峰将空间戒指带了上去，查看了一下里面的物品，果然里面出现了3堆分类分好的装备。现在就开始将装备进阶吧。陈峰直接发动了噬魂面具的技能吞噬。装备技能发动的一瞬间，只见到装备的界面处出现了一道小型的漩涡。有过一次经验的陈峰直接将空间戒指内的100件白板装备取了出来，放进了漩涡之中。随着装备一股脑地进入到漩涡之中，噬魂面具装备上的漩涡开始旋转了起来。数十秒后，进入漩涡的装备消失不见，紧接着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你的特殊装备噬魂面具白板级成功吞噬白板级装备100件，距离提升至黑铁级进度100-1000，一件才提升1点进度啊！那以后提升到神话传说，岂不是要1000件传说级别的装备？陈峰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要是真的和自己想象的一样，这件装备的烧钱程度不亚于购买好几座城池的价格。希望钱花下去能等到相应的属性吧。陈峰继续将剩下的900件装备一股脑的都丢进了漩涡之中，即使贵点，至少前几个阶段的装备陈峰无所谓。随着白光不停的闪烁，白板装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依旧是10秒的时间，陈峰放入的900多件装备全都消失在漩涡之中。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的特殊装备噬魂面具白板级成功吞噬白板级装备900件，距离提升至黑铁级进度1000-1000。叮咚，你的特殊装备噬魂面具白板级已满足装备晋级条件，已经自动晋级为噬魂面具黑铁级，装备属性发生变化，你可在装备栏查看。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赶忙看向黑铁级的噬魂面具。噬魂面具黑铁级特殊装备，全属性加10点，等级需求无等级限制，部位面具，适用职业全职业，特殊效果1伪装，可以重新伪装面容和玩家 ID。 特殊效果2吞噬，可以吞噬同品级的装备提升品质，目前品质提升度01000。描述：神秘莫测的面具拥有无限的可能。只晋升到了黑铁品质，除了全属性略微有些变化外，还没什么本质的提升，而且提升的全属性才加了9点。陈峰忍不住为是否提升这件装备而考虑了起来。付出了1000件同品级的装备才提升了9点全属性，其他没有任何变化，即使是地主有余粮，也要考虑一下底下长工的情况。黑铁和青铜装备刷都刷了放着也是浪费，先提升到传说再说吧。属性有一点算一点，蚊子少也是肉呀。随即陈峰将空间戒指的全部黑铁装备都丢入了漩涡之中。10秒后，叮咚，噬魂面具的品级提升到了青铜，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1000件青铜装备放入。叮咚，几分钟后，最后1000件史诗装备被陈峰丢入了噬魂面具的漩涡之中。叮咚，你的特殊装备噬魂面具史诗级成功吞噬史诗级装备1000件，距离提升至传说级进度1000-1000。
叮咚，你的特殊装备噬魂面具史诗级已满足装备晋级条件，已经自动晋级为噬魂面具传说级，装备属性发生变化，你可在装备栏查看。随着最后2道系统提示音的落下，陈峰的噬魂面具终于提升到了传说级。陈峰迫不及待地点开了噬魂面具的属性面板。噬魂面具传说级特殊装备，全属性加4000点，等级需求无等级限制，部位面具，适用职业全职业，特殊效果1伪装，可以重新伪装面容和玩家 ID。 特殊效果2吞噬，可以吞噬半神级以上生物的神之力，用来提升品质，目前品质提升度0100。特殊效果3隐匿，主动释放时可以使自身包括在内500米范围的所有友军生物和物体进入隐身的状态，持续时间永久，主动发动攻击或则被攻击到隐身状态消失，也可以自主解除。特殊效果4感知，主动开启后可以感知1万米范围内的所有生物。描述：神秘莫测的面具拥有无限的可能。第168章龙国扩军。在看完最后多出来的2条装备特效后，陈峰的眼前一亮，芜湖牛逼啊！不仅仅增加了4000点的全属性，还多出了另外2条特效。前2条特效没什么好说的。第3条特效，释放技能后最大可以使500米范围内所有生物都进入隐身的状态。这个技能代表什么？代表自己释放了召唤物后，可以让范围内的召唤物都进入到隐身状态，非常适合搞偷袭。要是将这个技能应用到实战之中，自己数万的召唤物集体隐身，冲到对面主将的位置，然后集体出现发动技能。想到那名敌军主帅一脸懵逼的样子，肯定非常的搞笑。而且所有隐身类技能运用的好的情况下，也可以躲避一些指向性的技能，毕竟隐身后技能就无法锁定目标了。不知道隐身的效果怎么样？想到这里，陈峰便释放了技能隐匿，然后只见到他的面具上出现了一道透明的光幕，很快光幕就覆盖了陈峰的整个身躯，覆盖的同时他的身体直接消失在原地。消失了。他抬起自己的手看了看，果然什么也没有看到，看向身体的其他组织依旧是什么都没有。这特效牛了。陈峰开心地跳了起来，依旧没有让自己的隐身状态消失，去其他地方试试看看。想到这里，陈峰便向着商会其他地方走去。这个时间段正是新纪元商会最繁忙的时候，周围不停地有 NPC 和玩家路过。陈峰此刻就站在楼道口的位置走来走去，但是周围的玩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卧槽，简直比刺客的前行还牛叉！刺客的前行状态虽然也是隐身状态，但是他那种隐身的效果在移动的状态下很容易被玩家识破，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所，雪地、草地，前行根本没什么用处。然而陈峰在不停走动了许久，地面上连一丝印记都没有，这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真实的隐身噬魂面具，虚假的隐身刺客。还有第4条特效，陈峰也一并测试了一下，就是在技能开启时，自己的脑海中会出现一个类似于现实世界的高科技雷达一样的东西，可以探查到周围所有生物和物体。这个特效在没有高科技的元宇宙大陆相当于开了个透视挂，非常的好用。噬魂面具这件装备应该还能继续提升，可惜吞噬的效果已经需要击杀半神以上的生物，然后吞噬他的神之力才能继续提升。现阶段的半神陈峰也才碰到一个，而且还让他跑了，想要遇到其他的半神，在天灾完全复苏前简直不可能。陈峰摇了摇头，没有继续纠结，毕竟现在的噬魂面具也很强了，人要学会知足，至于继续进化的事以后再说吧。关闭了2个技能的效果，陈峰指挥时空精灵打开了一道通往暴风城9楼的空间之门，回到了9楼小院之中。回到9楼后，他发现若若依旧在休息，估计之前数小时的战斗累到他了，陈峰也没有进去打扰。看了看时间，一天又过去了，今天的经验也早就刷满了，自己的等级也提升到了 LV90 级，再提升9级就能去完成最后的觉醒任务了，该去现实修炼精神力了。想到这里，陈峰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点击了下线，意识回到现实世界，顺意到外面吃点大餐吧。修炼前，陈峰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一下自己新获得的技能时空穿梭，随即他的心意一动，时空穿梭，咻的一声，陈峰出现在别墅外的一座高楼之上。卧槽，真刺激！我现在岂不是比星条国科幻电影里的奇异博士还厉害了？陈峰继续发动技能，咻！这次瞬移的位置比较远，直接出现在数公里外一间24小时营业的机器人餐厅门口。还好现在是晚上11点了，不然别路过的路人看见了，肯定以为见鬼了。哈哈，这技能真好用！陈峰开心的大笑。进入餐厅后，除了几个值班的餐厅服务机器人外，周围只有零星4、5个人正在用餐。陈峰进入餐厅，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便打开了光脑，开始了扫码点餐。先来个红烧肉，我的最爱，再来个韭菜补补，
最后来个西红柿蛋汤搞定。下完单后，他就在餐桌上等着机器人服务员上餐。在等待上餐的时候，陈峰无聊地刷着光脑中的论坛。点开论坛后，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基本都是一些国家发布的大事件，比如龙国宣布开始大规模扩军的计划，计划在原有3000万士兵的前提下，再增加2000万士兵，用于投入元宇宙游戏中。这条消息是龙国官方在前不久发布的，在发布当天就成为了热搜第一，而且连续保持到了今天，依旧是热点事件之一。陈峰也有些感兴趣，便点进去看了看。只见帖子的内容除外，还有一则视频，视频是陈峰的熟人沈建国将军拍摄的，内容是鼓励所有龙国的适龄青年和预备役的士兵们积极加入到国家军队之中，而且国家在对军人的福利和待遇方面做了大幅的提升。最后的结尾就是一段热血沸腾的军队宣传视频。这条视频看完后，连陈峰也忍不住热血澎湃了起来。卧槽，我没有看错吧？我们国家再次征兵2000万了。楼上你没看错，不仅仅要扩招，而且原本的1000万预备役士兵也将转正，加上现役的2000万，我们龙国以后将拥有6000万士兵。6000万，即使和西方各国开战也用不到那么多人吧？国家是想要在元宇宙建立什么样的势力？不管国家建立什么势力，反正支持就完事了。龙国 YYDS 支持，我要报名，俺也要报名。映入眼帘的评论都是龙国网友一片沸腾的景象，纷纷无条件的支持国家这一举措。第169章魔都王家。对于龙国扩军的计划，也有部分外国网友对此持反对态度，特别是一些西方的官媒账号纷纷在帖子中指责龙国。法克，龙国这是想要干什么？有了10天一个挂逼还不够吗？还派遣军队进入到游戏中，这是影响游戏平衡的举措。对，强烈抗议，要求主脑对龙国服务器进行制裁，不但要制裁他们服务器，重点要制裁10天这个挂逼，强烈要求龙国官方撤销这个决定，并且在国际上道歉。与此同时，一大堆龙国威胁论的帖子应声出现，都是西方各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无一例外都在指责龙国官方扩军的目的是想要称霸蓝星。毕竟现在游戏实力能同步到现实的事情已经不再是秘密。然而龙国的网友也不是吃素的，纷纷在网上和他们开始了互喷模式。垃圾，你们没这个凝聚力就指责我大龙国，我怕你们是石勒制。就是，现在我们龙国崛起了，你们慌了？6000万正规军对付你们这些渣渣，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我们根本不屑好吗？哈哈，看我们大龙国扫路河，一统八荒。没错，这帮西方的跳梁小丑总是在嫉妒我们龙国崛起。陈峰有感而发，心中对西方各国的表现表示鄙夷。这些西方的领导层向来都是只顾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都秉承了能打压就打压，不能打压就制裁。就是他们这些想法，才导致了整个蓝星长期处于内斗之中。在前世天灾降临了后，一些西方的国家的领导者依旧是鼠目寸光，只顾自己自保，有甚者为了自保，竟然选择背叛整个人族联盟，岛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他们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凄惨的，就像樱花国的国王被天灾当作奴隶，国民也被天灾军团肆意杀戮。总之，在他们没有了利用价值后，灭亡的比许多小国还快。就在陈峰津津有味地看着帖子的内容时，餐厅的门口一阵吵闹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中。陈峰关闭光脑，向着窗外看去，只见到门口处一群人正围着一名身材高挑、容貌绝色的女子，好似在说着些什么。当陈峰看到这名女子的面容时，不由一愣，这世界也太小了吧，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紫色蔷薇。看着他一人在门口，好似正和这群人对峙着什么时，陈峰一眼就看出了紫色蔷薇有一些麻烦。随即他就在座位上起身，缓步走向餐厅门口。薇薇，我喜欢你好久了，你怎么就不愿意见我呢？这时人群中间，一名全身衣服都是名牌，手上还带着一块价值数百万劳力士的长脸男子对着面前的紫色蔷薇说道：不是说了和你不熟了吗？为什么你就那么喜欢死缠烂打呢？紫色蔷薇厌恶地看着面前的长脸男子。怎么会呢？我们可是同学啊，而且你也知道我对你的心意，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你以后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长脸男不依不饶，你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我现在要回家，请你让开。话音刚落，紫色蔷薇就径直向着人群外走去。操，给你脸了是吧？老子跪舔了你那么久，你竟然还是这个态度，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无情了。兄弟们，将他给我绑到车上。长脸男子右手一挥，在他身后走出2名身着黑色西装、眼戴墨镜的光头大汉，拦住了紫色蔷薇离开的道路。穆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想干什么？这里可是魔都。紫色蔷薇愤怒地看着面前的2人。哼，魔都的警卫局局长就是我舅舅，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你
也要跟我过一晚才能回去。长脸男子一脸坏笑地看着紫色蔷薇，动手！旋即2名大汉的手抓向面前的紫色蔷薇。就在2人的手即将触碰到紫色蔷薇时，一道无形的能量波动以极快的速度作用在2名大汉的身体上。砰！在接触的一瞬间，2名大汉的身体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倒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倒在地面上。那里发生了什么？周边的路人听到不远处发生的动静，出于好奇，纷纷向着声音传来的地点靠近。而就在近前的马脸男子见到这一幕，直接愣住了。什么情况？有脏东西！就在他愣神的瞬间，一道英俊的脸庞出现在紫色蔷薇的面前。嗨，好巧啊！一道充满磁性的声音传了过来。面前的紫色蔷薇先是一愣，随即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到一名帅气而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你是会长？短暂的失神后，紫色蔷薇惊呼出声。陈峰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否认。太好了，没想到我能在这里遇到你。紫色蔷薇满脸激动，直接向着陈峰所在的位置靠了过去，顺便挽住了陈峰的手说道：王丽，这就是我男朋友，我劝你好自为之。陈峰这一幕刚好被不远处的马脸男子看到，顿时气得他火气上涌。王八蛋，快将微微的手放开！陈峰，你不觉得是他抓着我吗？找死！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了个女人得罪了我，我让你不能活着离开魔都！长脸男威胁道。陈峰听到后笑了笑，随即问道：你谁啊？长脸男听到陈峰的话后，以为他怂了，自信的说道：我是魔都王家唯一继承人王丽。说到魔都王家还有自己的名字时，他还故意加重了几分，生怕别人没有听到似的。果然，此话一出，顿时引起周围看热闹人的一阵惊呼。卧槽！魔都王家？难道是魔都第一世家的那个王家？好像是真的。你看他后面的豪车，这可是价值5000多万的法拉利拉法，而且这个牌照绝对不会错的。我听说王家在魔都黑白通吃，势力很不一般。那面前的青年惨了，王家可不能轻易得罪，何况还是王家未来的继承人。你们的意思，家族势力大就可以为所欲为？卧槽！青年兄弟，小心被真实了。家族势力大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第170章，王丽的报复。王丽看到周围人都露出了羡慕而又讨好的眼神后，更加得意了。在很多场合，只要别人听到自己是王家的人后，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反应。怎么样，知道本少的身份还不快滚！王丽恶狠狠地看着陈峰说道。但是他没有发现，他面前的陈峰就像看傻子一般的看着他。哦，你叫王丽？不好意思，还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你马上就要无力了。话音刚落，陈峰一个箭步上前，一把就抓住了面前的王丽，将他拎小鸡一般的拎起。王丽被陈峰的突然发力吓了一跳，双脚在空中不停的挣扎，嘴中还不停的大喊：你想干什么？我要是有个3长2短，我的家族是不会放过你的。陈峰看向面前的王丽，嘴角微微翘起，单手挥动一把就将王丽丢到了离他们最近的垃圾桶中，来了个倒插葱。打扰我吃饭还那么会装，给你丢垃圾桶里好好的装。留下一句后，也没有理会被他甩飞的王丽，带着紫色蔷薇回到了餐厅继续吃饭。而周围的路人见到这一幕，纷纷露出了一个惊讶的神色。我去，那兄弟那么猛的吗？在别人自报家门了，还那么肆无忌惮？难道他就不怕王家报复，还回去继续吃饭了？牛掰啊！估计等到王少反应过来，肯定会真实他。是啊，年轻人总是冲动，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一般人都得罪不起的人物吗？可能是荷尔蒙刺激的吧。那个美女确实漂亮。就在这时，被丢进垃圾桶的王丽在好一会后才被不远处的保镖拉了出来。陈峰这次并没有对他们下重手，只是略微惩戒而已。毕竟以陈峰现在的身份，对这种世家子弟，他根本不会放在眼里。王少，你没事吧？其中一名保镖看着一脸狼狈的王丽，小声的询问道。废物！全身都是残羹剩饭，王丽一脚踹到了保镖的肚子上，以宣泄心中的怒火。从小到大，还他没受过这种气，没想到今天竟然被一个屌丝教训了。走，跟我去叫人，今天必须要把场子找回来。是。话音落下，王丽就一瘸一拐，狼狈地回到他的超跑上，一脚地板油后扬长而去。此时，餐厅内部，陈峰依旧在大口地扒着饭。会长，谢谢你。紫色蔷薇满脸感激地看着陈峰，举手之劳，有人敢欺负我们工会的人，我都会出手。陈峰随意摆了摆手，并不在意。那个王丽在魔都还是有一些势力的，我怕待会他还会回来报复。紫色蔷薇有些担忧地说道。有我在，不用担心。陈峰也没有刻意解释什么，继续扒饭。紫色蔷薇见状也不再继续说什么，他知道陈峰在游戏中实力很强，
肯定是在游戏中继承了一部分实力到现实中的。只是在他现在的设想中，即使继承了实力，也应该就比普通人强那么一点而已。数分钟后，陈峰吃饱喝足，走吧，我先送你回去。陈峰准备先将紫色蔷薇先送回去，省得他的中途又遇到什么意外。紫色蔷薇乖巧的点了点头，心中略微有些期待。就这样，两人走出餐厅，打了一辆出租车，向着魔都的别墅区驶去。一路上，两人也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陈峰也在紫色蔷薇的口中了解到，她的全名叫穆紫薇，现在是一个人住在他爸妈给他买的别墅内，空闲的时间基本不出门，都在玩游戏。这次出门只是为了参加他们的大学同学会，然后就遇到了之前一直追求他的大学同学王丽，然后就有了后续的一些事情了。陈峰笑着摇了摇头，紫色蔷薇看样子和自己差不多，也算得上一个资深游戏宅女。时间很快过去，出租车师傅一路风驰电掣，很快就来到了穆紫薇的别墅区门口。然而就在两人刚下车后不久，周围突然驶来数辆面包车和一辆劳斯莱斯，准确地停在了两人的面前。车门很快打开，车上跳下来20几名身穿黑衣的大汉。这些大汉一个个凶神恶煞，手上都拿着棍棒砍刀，仅仅一会就将陈峰和穆紫薇围了起来，明显来者不善。穆紫薇见到这一幕，她原本就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当场就吓懵了，身体不自觉的就躲到了陈峰的后面。陈峰见状，眼神微眯，心里想着这帮人还真来找麻烦了。这时不远处的那辆劳斯莱斯车门缓缓地打开，走下来一位头上包着纱布，脸上有些淤青的青年，这不正是王丽吗？王丽一下车就开始破口大骂：操！小王八蛋，敢抢本少爷的女人，还敢打本少爷，今天必须把你废了！与此同时，劳斯莱斯车上副驾驶位置上也跑下来一人，手上不知道在哪里拿出来的简易折叠板凳，一脸讨好的将板凳放在王丽身后，然后看着陈峰两人大声的呵斥道：对，既然敢和王少爷抢女人，我看你是9台压路机坏了一台，8个压路。王丽此刻的表情再度恢复了得意，看向穆紫薇的表情也不再掩饰。薇薇，本来也不想对你这样的，但是你给脸不要脸，我那么有钱有势你不选，选了那么个穷屌丝，等我将这个屌丝收拾了，让你晚上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实力。王丽话音落下，周围的数十位大汉就想对陈峰动手。等等，一道温婉的女声传来，让众人的脚步一顿。第171章军方的到来。王丽的眉毛一挑，饶有兴致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问道：怎么后悔了？此时穆紫薇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直接从陈峰的身后走到了他的身前。王丽，这件事都是因为我可以给你道歉，但是请你不要伤害他。这话一出，连陈峰也当场愣住了，好家伙，突然就被保护了。不过穆紫薇的表现还是很令陈峰感动的，明明他也很害怕，但是在别人威胁到自己时，他竟然还能挺身而出。但是他不知道，以陈峰现在的实力，别说是这些地痞流氓了，即使是人类中最强的特种兵军团，也不是他的对手。随后陈峰的手握住了面前穆紫薇的手，将她拉到自己的身后说道：身为你的会长，怎么能让保护我呢？看我的吧。可是他们的人那么多，手上还有武器，我担心你。穆紫薇此刻的内心还是有些许慌乱。放心吧，就他们几个还伤不了我。陈峰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来一个自信而又阳光的笑容。好吧，那会长你一定要小心点。然而这一幕让不远处的王丽看到后更加愤怒了。好家伙，都这样了还敢在我面前秀恩爱，看我不废了这对狗男女。刀疤，卸下那个小子的一条手臂再说。王丽对着身边的那名刀疤光头男吩咐道。光头刀疤男领命，随即对着手底下的小弟大声呼喝：他喵的都聋了吗？没听到王少发话了吗？还愣着干什么？听到命令的10几名大汉面露狰狞之色，提着手上的砍刀棍棒就冲了上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砰一声中国88式狙击步枪特有的声音传了过来，紧接着就是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冲在最前方的那名混混手掌的位置爆出一阵血花，手上的武器也应声落下，他哀嚎着倒在地上不停地翻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让除了陈峰以外的人当场傻眼，一个个都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就在这时，远处的街道警笛声大作，一辆辆军用猛士和军用运兵车接连不断地在众人的身边停下。运兵车上率先跳下来一个个荷枪实弹的龙国士兵，很快就将王丽一群人全都包围。竟然是龙国军部！王丽和那名刀疤男见到这一幕，忍不住惊呼了一声，内心出现一股不好的预感。放下武器，蹲下，都蹲下，双手抱头！一声声怒喝响起，士兵手中黑洞洞的枪口纷纷对准了那群混混。周围的混混哪里见过这个场面，
在见到枪口的一瞬间，纷纷双腿发软，抱头蹲了下去，手中的武器丢了一地。长官饶命！我们都是好人，别开枪。是啊，我家3代贫农，上有老下有小，求求长官网开一面。我们投降了，别开枪。见到这一幕的王丽嘴巴张得足以塞下2颗鸡蛋，自己不就是带人围了一个臭屌丝吗？怎么连军方都出动了？难道那个家伙是龙国某位大人物的后代？想到这里，王丽就忍不住后背发凉。而一直在陈峰身边的穆紫薇也是瞪大了双眼，呼吸急促。他也没想到军方竟然会来人。就在整个场面已经被赶过来的龙国士兵控制时，不远处又疾驰过来一辆军用吉普。吉普一路飞驰而过，最后一个帅气的漂移停在了众人的眼前。随后，只见到吉普车上下来一个肩扛2杠3星的上校军官。下地后，他一路小跑来到了陈峰的面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道：“报告陈将军，狼牙特战大队队长陈毅奉命保护您的安全。”陈峰见状点了点头，没有任何意外。他早就知道沈建国将军安排了一个特战队保护自己的安全，毕竟自己现在可是堪比国宝级的人物。这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这帮人渣就交给你处理了。军方既然来人了，这些地痞流氓自然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陈峰也不想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是。上校军官再次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见状，陈峰便带着穆紫薇径直离开了此地。而趴在地面上的王丽看到离开的2人，更加断定了自己的猜测。不行，要是被军方带走了就完了，我必须想点办法。就在这时，为首的上校缓步走了过来。王丽见到有机会，便高声大喊：“首长，都是误会，我是王家的唯一继承人，我舅舅是魔都的公安局局长，我爸还认识你们军部的陈师长，这次你要是放了我，我们王家必有重谢。”说完后，还不忘将手上那块价值100万元的劳力士取了下来。首长，只要你放了我这块100万的手表，就是你的了。我再承诺给在座的各位兄弟一人100万。听到此话后的上校军官眼神微微眯起，看向说话的王丽，缓步走了过去。王丽见状，以为自己的话奏效了，顿时内心大喜。然而，当那名军官走到王丽近前时，只见他突然一个鞭腿，一脚就踢到了王丽的腹部，直接将他踢飞出去数米远，让他倒在地面上痛苦的哀嚎。你知道刚才的是什么人吗？他可是龙国 SSS 级别的保护目标，别说是你认识陈师长，就是你父亲是陈司令都没用，全都铐起来带走。听到这话的众人脑袋如同一声惊雷炸响，身体不自觉就瘫软了下去。龙国 SSS 级别的保护目标是什么概念？只有国家元首和最顶尖的科技人才有的待遇，他们怎么都想不到面前的屌丝人物竟然是如此大人物。完了，无命休矣。第172章举办比武大会。在周围的混混都被军部的士兵全都押解离开后，陈峰和穆紫薇也漫步到了别墅的楼下。会长，刚才那些士兵怎么会保护你？穆紫薇忍了许久，才鼓起勇气问出了他的疑问。陈峰看了看面前的穆紫薇，笑着说道：“我们工会不是和军部有合作吗？军部也有大量的人在我们工会，所以军部派一些士兵保护我应该也很合理。”哦，这样呀。穆紫薇点了点头，有些将信将疑。好了，送你到家了以后，你自己还是要小心点。陈峰说完后，便立即转身想要离开。穆紫薇看了看即将离去的背影，鼓起了勇气叫了一声：“会长。”陈峰疑惑地转过头来：“怎么了？”只见到穆紫薇双手拉着衣角，低着头小声地说道：“那个，我家也没人的，会长有空要不上去坐坐？”说完这句话后，穆紫薇的头埋得更低了。不聊，我还有事有空再说吧。陈峰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之中，只留下愣神的穆紫薇。哎，难道是我不够漂亮吗？穆紫薇摇了摇头，便向着别墅内部走去。陈峰自然知道穆紫薇对他的意思，但是他现在已经有弱了，对于穆紫薇他并没有其他的情感，所以他也不准备给他希望。没有继续思考其他，在走出别墅区的范围后，陈峰再次发动了技能时空穿梭，就回到了自己的别墅。此时，小鹿正在房屋外巡逻，见到陈峰归来后，微微躬身：“主人，你回来了。”陈峰点了点头。根据这几天的相处来看，所有的召唤物会根据品级和属性的不同，所对应的智商也不同。就比如面前的小鹿，在智商方面和正常的人类差不多，就是暂时不了解人类现实的文明，而已需要学习。小鹿，那么晚了，不需要巡逻了，你也去休息吧。以陈峰现在的实力，在蓝星中想要伤他，除非动用大杀伤性武器，不然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好的，主人。小鹿听到陈峰的指令后，没有犹豫，直接就向着别墅内自己的房间走去。陈峰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洗漱了一番，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后，便再一次开始了冥想。时间很快过去，在一个晚上的冥想后，他的精神力可以延展的范围达到了37000多米，比之前多了将近2000米。按照这个速度，将全部实力同步也只是时间问题。
陈峰在冥想中醒来，感觉此刻自己的精神无比舒畅。又进行了数个小时的体能同步训练后，陈峰便回到了游戏中。欢迎回来，依旧是甜美的系统女声传来。陈峰来到暴风城的院子中，若若也在院子中陪着那只小白猫在玩耍。今天的若若不再是之前的小萝莉形象，可能因为某种原因，现在已经变成了17、18岁的样子，和她战斗时候的天使形态一样，唯一不同就是背后没有翅膀。此刻，若若见到陈峰出现，顿时眼睛一亮，兴奋的一下子就扑到了陈峰的怀里。哥哥，一声软糯的声音传来，陈峰当场麻了，双手不自觉的就抱紧了怀中的家人。就在两人准备再发生点什么的时候，一道消息传到了陈峰的脑海：老大，魔界众魔王的宝藏都收集完成，暂时都存储到冰霜城堡了，你要不要前去查看下？消息是苏德尔通过主仆的意念联系发送过来的。没想到那么快就收集完成了，陈峰心想，随即回复道：我马上过来。苏德尔，好的老大。哥哥，怎么了？若若依旧在陈峰的怀里小声的问道。众魔王的宝藏都被苏德尔他们找到了，让我去看看。陈峰回答。那哥哥先去吧，正事要紧。陈峰点了点头，正事要紧。说完他便抱起怀中的娇躯，向着房内走去。啊，哥哥你……若若满脸娇羞，脑袋埋在陈峰的怀里不敢抬起。数个小时后，陈峰满意的在房间内走出。正事办完了，该去看看魔界众魔王的私人宝藏了。自己呢喃了一句后，他便释放出一头时空精灵，开启了通往冰霜堡垒的时空之门，直接迈入其中。冰霜宫殿藏宝库。陈峰之前已经考虑到魔界所有魔王的宝藏可能将是一个恐怖的数量，所以提前命人将之前冰霜魔王的藏宝库彻底扩建了一番，就是为了放置众魔王的宝藏用。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扩大了数倍的宝藏库，竟然还是不能将所有魔王宝藏存在里面，有些宝藏甚至直接堆积在了宫殿外。没想到魔界众魔王的私人宝库竟然有如此之多。看着眼前数不胜数的物品，陈峰感慨。不过想想10大魔王统一了魔界数百年，有一点点资产也可以理解。这些装备和武器刚好可以用来培养龙国的顶尖玩家，以应对未来的危机。将这些装备和技能书直接赠送给龙国玩家。陈峰脑海中刚出现这个想法，就被他自己给否定了。这样做虽然能加快龙国玩家的发展进度，但是非常不利于玩家自身的成长。到了游戏后期，很有可能会造成玩家空有属性，但是没有对应的实力。这样的人即使再强大，在面对天灾军团降临现实时，也可能成为一个连武器都拿不起来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培养出来也是浪费资源，甚至有可能还会成为自己的敌人。斗米养恩，担米养仇，这个道理陈峰也是知晓的。要如何利用这些装备提升所有龙国玩家的综合实力，并且还能让他们继续向着变强而努力，这就成了陈峰现在需要思考的事。思绪良久之后，对了，何不在龙国的势力范围举办一场比武大会？陈峰的脑海中突然就有了这个大胆的想法。元宇宙这款游戏因为是游戏主脑直接控制，是没有任何游戏运营人员的，所以就不像其他游戏一样，时不时就会有官方推出一些活动项目，比如其他游戏中非常火热的活动之一，玩家的 PK 大赛。第173章比武大会的准备。但是游戏中的玩家和一些大公会是可以组织一些线下和线上活动的。前世就有很多游戏大公会和财团都会利用自己组织的一些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名气，以此吸引游戏中一些散人玩家的加入。就比如现在的陈峰，他就想要组织一场覆盖龙国范围的比武大赛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将一些隐藏在游戏中的大神玩家招募到自己的行会中，同时也可以借着活动的奖励帮助一些玩家快速成长，简直一举两得。但是想要举办一场国服性质的比武大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现在全龙国的玩家至少有10亿之多，即使只有1/3的人员参加，这场比武大会也是一场巨大的工程，只能寻求公会众人和整个人族帝国的帮助了。好在陈峰在人物帝国内拥有超高的地位和权力，再加上自己新纪元公会数万玩家的配合，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想到这里，陈峰也不再犹豫，直接传送回到了新纪元公会驻地，召集了一众公会管理层和一些高等级 NPC 准备开会。数十分钟过去，所有人都赶到公会会场，短暂的寒暄过后，众人落座。陈峰此刻端坐在主位上，看着底下熟悉的人影，直接就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这次召集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准备拿出一些装备、技能书等物品，在国服组织一个比武大会的活动，来吸引一些玩家加入到新纪元，也顺便帮助国服有潜力的玩家快速成长。此话一出，顿时将原本安静的会议室变得热闹了起来。什么？会长想要举办比武大会？是不是相当于玩家之间的 PK 赛啊？对，而且还是国服性质的，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我们公会貌似不缺人，也不缺强者吧？是啊，
会长为什么弄这个？大部分人都对陈峰这个做法表示不理解。吸引玩家加入到星纪元公会，只要在玩元宇宙的人都知道，星纪元公会有超好的福利和待遇，连龙国军方都有人加入其中。有这样的福利和背景，不说100%的人想加入到星纪元公会，至少得有99.999%的人都想要加入到星纪元公会。所以，以现在星纪元公会的影响力，吸引一些玩家加入根本不需要这样麻烦。至于帮助一些玩家加快成长，别开玩笑了，在这个利益至上的时代，谁没事会无缘无故帮助他人啊？所以在陈峰说出这件事的时候，众人都充满了疑惑和不解。会长，这样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此时，会议室内中的工会副会长落入凡尘率先将众人心中的想法在会议中提了出来。两人是现实中的好友，由他率先提出众人的疑惑也非常合适。见到有人带了头，一众管理层也纷纷开始进言。对啊，会长，我们工会连附属的工会都至少有数百个了，根本不缺人。要是您的装备太多了，完全可以内部消化啊，根本不需要帮助其他人。是啊，内部消化的话，会长还能赚取一些金币。附属工会中有的是有钱的大老板，只要会长想马上联系装备出售。除了大部分的玩家表示不解之外，一众 NPC 也对陈峰这个决定表示了疑惑。当然，他们疑惑归疑惑，要是他们的会长坚持要搞这个活动的话，他们还是会无条件的支持的。毕竟他们现在的地位和实力都是陈峰给的，他们只是单纯的为陈峰感到不值而已。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陈峰在整合了整个魔界的装备后，现在手上的装备数量早就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预计。这些装备即使给全工会人手一套，都还有大量的不足。再加上他们都不知道未来即将面对的危机，所以这样想也属正常。毕竟在游戏降临现实后，自己再强也只能守护一方安宁而已。要是整个龙国的实力都上来了，相对应的伤亡就会降到最小。陈峰一直以来的理念就是有多大实力办多大的事情，他现在有实力了，也不再只局限在培养自己工会的前提下了，他想帮助整个龙国都强盛起来。当然，这些帮助不会白白的给予，也需要他们在自己创办的比武大会中获得一定的名次，才能得到自己的扶持。想到这里，陈峰继续说道，比武大会这件事我考虑了好久，举办是必须要举办的。至于你们的疑惑，我现在还无法给你们解释什么，总之有利于我们国家培养顶尖人才就对了。陈峰此话一出，会议中的所有成员都愣住了，他们会长考虑的竟然是国家层面的东西了。什么是格局？这就是格局。底下瞬间就有人觉得自己和陈峰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了。这时，一名军方的代表突然起立说道，我支持会长，本来就是会长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有什么可以疑惑的呢？与此同时，小妍妍也起身说道，我也支持会长哥哥，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只想着自己，你看看会长哥哥的格局，再看看你们的。就是，我支持。会长接下来需要干什么就安排吧。支持。听到众人的反应后，原本有所疑惑的若凡等人略微有些尴尬，笑着说道，哈哈，小了，是我们的格局小了。是啊，会长心系龙国，乃我等楷模。接下来会长安排吧，需要用得到我们的地方尽管说。众人再次你一言我一语，整个会议室的氛围再度变得热闹了起来。既然这样，这件事就那么定了。陈峰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比武大会的运营确实还需要你们的帮助，我这里有一套比武大会的计划方案，你们可以看一看。陈峰说完，就将自己心里的计划通过文件的方式发送到工会的管理群组之中。NPC 的话，到时候让玩家再去传达就行了。第174章，前往精灵之森。计划的方案也非常的简单，无非就是在龙国服务器内开始对各个次级城池举行海选，然后在各城池中选出10强，再进入到所属主城，再选出前10强，最终由各大主城的10强角逐出国服前100、国服前10、国服前3以及国服最强。然后赛事也分为团体赛事和个人赛事。奖励方面，只要进入各个次级主城的前10，就能得到本职业的黄金套装和本职业技能书1本。主城10强的玩家可以得到本职业的钻石装备武器1套加2本技能书5万金币，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到新纪元序号前10的工会中。至于全国100强的玩家，将获得本职业传奇装备武器1套，再加上3本技能书加10万金币，并且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到新纪元总工会之中。至于国服前10，就是在100强的基础上增加首饰装备，前3甲的除了全套的装备和技能书外，还可以得到陈峰的特别培养。总之，比武大会大概的框架就是这样，细节方面再加优化一下。有了 NPC 和新纪元众人的联合举办，陈峰相信赛事将会很顺利的举行。会议室的众人在看完陈峰的计划书后，也是露出来佩服的表情。不愧是会长，运筹帷幄，我等佩服。必须的，
会长简直是文治武功样样精通。陈峰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停止吹捧的环节。他现在已经超脱了这等低级趣味。还有一点，总工会的人员都不要参加了，装备什么的你们也不缺，你们主要负责宣传和大会奖励的发放。奖励到时候我会安排苏德尔都运送到圣盔城，到时候那里也将是这次决赛的总会场。收到。计划制定完成后，众人也领取了各自的任务，纷纷下去开始忙活了。陈峰则是直接打开了他现在快10亿粉丝的账号，在游戏的论坛上发布了自己即将举办比武大会的帖子。这条帖子一经发出，顿时就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这些粉丝也在看完帖子之后纷纷点击转发，这也使得帖子的热度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冲到了各大平台的热搜第一。世天大神竟然自掏腰包举办比武大会，他这是想要救济我们吗？滋，世天大神这做法我粉了。只要次级主城比武大会获得前10，就能有机会进入到新纪元，我要报名参加，俺也要报名，冲！而且帖子还特别说明了新纪元总部的人都不会参加，这一点让龙国区一众工会和个人摩拳擦掌了起来。毕竟其余龙国区玩家的整体实力还是相差无几的，只要新纪元这些变态不参加，他们这些高玩有信心在比武大会中获得名次。一时间，整个龙国服务器的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报名狂潮。没办法，陈峰帖子上给予的奖励实在是太丰厚了。然而一些其他服务器的老外玩家看到龙国服务器即将组织一场比武大会，特别是看到陈峰许诺出的高额奖励后，纷纷不淡定了。法克，为什么我们服务器没有像是天一样的大神？这帮高层简直是在吃屎！我现在改国籍到龙国报名参赛还来得及吗？强烈要求世天大神开通我们整龙国的报名权限。然而这些老外的强烈要求自然不会得到满足，还会受到龙国玩家的一阵怒喷。陈峰虽然现在有着大量的资源，但是他还不准备支援其他国家，毕竟现在局势未定，龙国尚且还未全部满足，哪里有余热帮助其他国家？陈峰那边，他在发布了帖子后，便带人来到了各地的主城，依靠自己在人族里面的地位，解除了一系列对比武大会的限制，还顺便拉了几个赞助。一系列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后，陈峰便决定不在人族阵营逗留，准备前往精灵族将弱弱的觉醒仪式完成，顺便将敏捷勋章也一并带回来。唰的一声，凭空出现了一道时空之门，陈峰迈步进去，直接就回到了暴风城的9楼。弱弱见到陈峰回来，便扑了过去。现在的弱弱已经可以一直保持少女的形态，看着怀中的家人，陈峰感慨万千，小萝莉终究被自己养成了。摇了摇头，清理了一下脑海中的思绪后说道：我们出发吧。弱弱依旧乖巧的点头，仿佛任何事他都会支持陈峰一样。陈峰见状，在弱弱的额头亲吻了一下，便释放了一头空间精灵，打开了最靠近精灵之森的那道时空坐标。时空之门形成之后，两人迈步进入圣盔城。陈峰和弱弱一起迈步走出，目前陈峰标记最近的点就是这里，接下来只能依靠黑暗魔龙了。因为精灵族还未和人族开启传送阵，加上陈峰也没有去过，没有空间印记，时空精灵的空间之门就无法连接，所以就只能用飞行的方法前往了。想到这里，陈峰便在城池中释放了一头黑暗魔龙，在两人跳上龙背后，黑暗魔龙拍动巨大的肉翅升空后，缓缓消失在天际。在升空后，陈峰打开了大陆的地图，计算了一下前进的路线。圣盔城到精灵之森中间隔着巨大的迷雾山脉，如果没有飞行坐骑，单靠步行的话，想要到达精灵之森至少需要个把月的时间，这还是建立在自己不迷路的前提下。现在依靠黑暗魔龙走直线，也至少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接下来就需要长时间的赶路了。陈峰感慨。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为期不短的赶路时间。第175章，突如其来的危机。接下来这段赶路的时间，除了在路途上无聊的时间外，沿途路过一些高等级怪物区域时，他也会停下来将召唤物释放出来，用来获取每天的经验上限。自己增长经验的同时，还能带动在组队状态的玩家升级，这样下来，即使这些人在组织比武大会等级，也是可以持续提升。陈峰在达到 LV90 级以后，由于双职业的关系，所需要的经验是普通玩家的2倍。就算他每天都将经验刷满，等级提升的也没有像之前一样一天连冲好几级，现在一天只能提升1级，后续等级上升一天可能1级都提升不了。在赶路的空闲时间里，就和弱弱在龙背上玩耍，也一直在关注比武大会的情况。比武大会在经历了4天的时间后，已经完成了次级主城的海选。想要完成这次比武大会，估计还需要6-7天的时间。他原本也计划在10天的时间内将比武大会结束，然后和魔界的阵营战争差不多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所有的光明阵营的玩家都将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励，综合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目前的发展
好像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想到这里，陈峰忍不住露出了笑容。7天后，叮咚，你来到了未开发的地点精灵之森外围。作为首个探索该地图的玩家，奖励声望值加1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的声望值加10000点。终于到了，陈峰呼出了一口浊气。在经过了7天的空中飞行后，两人终于来到了弱弱的家乡精灵之森。这段时间，两人不是在龙背上赶路，要么降落到地面，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直接休息。陈峰这7天的时间里也没有下线，都是直接在游戏中休息。现在体质好已经无所谓了。陈峰的等级再从之前的 LV90 级来到了 LV95 级。若若也是在感觉到故土的气息后，小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神色。我们走吧，陈峰说道。两人继续向着精灵之森内部飞去。整个精灵之森其实是非常大的，即使现在已经到达了外围，但是想要达到中心的精灵神殿飞行的话，至少也需要1天左右。还好若若凭借着感应能准确地判断出位置，这让陈峰省了不少的力气。然而就在两人跟随着感应飞行了数个小时后，不远处的河流边上突兀地出现了数据腐尸。那是……陈峰疑惑，精灵之森怎么会有腐尸？难道……陈峰不敢多想，直接操控黑暗魔龙降落到地面之上，带着若若向着腐尸所在的位置走去。来到近前之后，令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只见到整个森林底下密密麻麻的出现了大量的腐尸、骷髅架子、食尸鬼等等天灾生物，甚至在不远处的精灵楼房上还有一头死亡的冰霜巨龙。很明显，不久前这里经历了一场大战，天灾提前苏醒了。陈峰心里冒出了这个想法，因为前世游戏降临现世前，也是从精灵族被天灾进攻才缓慢开始的，而且如同冰霜巨龙、毁灭者等高等亡灵生物都在这里出现了，很明显天灾的确提前复苏了。想到这里，陈峰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要是天灾现阶段降临的话，对于所有人类和 NPC 将是一个毁灭性的灾难。因为现在除了自己，所有的玩家都还没达到前世的水平。要是现阶段游戏和现实世界完全融合，即使自己依靠数十万的召唤物能保住龙国的部分地区，但是数以亿万计的亡灵生物终究会对现实世界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还好现实中还没有融合的消息传来，估计还有一定的时间，必须让国家提前做好准备了。想到这里，陈峰便立即打开了和沈建国将军的通讯方式。嘟嘟嘟，数秒后，语音通话接通。小陈怎么了？一阵喧闹的声音传来。此时沈建国应该在组织军方参加比武大会。沈江，有一个事情必须和你说下，你先找个没人的地方。陈峰说道。沈建国听到陈峰严肃的声音传来，知道是大事，便不再犹豫，直接来到了一处安静的酒楼中。好了，周围没有人了，小陈有什么事你就说吧。陈峰缓了缓后说道，我在游戏中发现一些超出我们认知的事情，我希望沈江做好心理准备。你放心，我都活了大半个世纪了，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小陈你有什么就说什么。沈建国回答道。陈峰见状也不再犹豫，将前世会发生的一切一股脑说了出来。沈建国听完后，虽然提前有所准备，但是他还是被陈峰所说的话语震惊到了。小陈，你说游戏降临现实，未知的灾难即将降临，全蓝星危机是真的吗？他此刻也被陈峰的话语雷得不行，要不是他对陈峰有所了解，其他任何人和他说这件事，他肯定会认为对方是个疯子。游戏中那名神秘的 NPC 告诉我，这些事肯定会发生，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在游戏中融合实力到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陈峰找了个比较合适理由来说服沈建国，毕竟现在游戏中的实力能同步到现实已经不是秘密，然后游戏完全同步到现实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果然在陈峰说完后，通话的那头沉默了许久之后才继续说道，那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将所有龙国人迁移到内陆比较集中的地区，并建立一座堡垒，将可以利用的全部军事实力集中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应对这次危机。陈峰一股脑的将自己大概的设想说了出来，他现在也只是想尽可能多的将人口集中，然后自己就可以最大范围的保护龙国人民。这件事牵扯太大了，我必须和统领商量一下。沈建国说道。陈峰也没有意外，那么大的事，凭个人是没有人可以做主的，必须要龙国全体高层同意才行。尽快，我有感觉给我们的时间应该不多了。放心，我立马去找统领做决定。沈建国回复。随后两人挂断了通话。第176章，偶遇神秘灰袍精灵。该去调查一下精灵之森究竟发生了什么了。陈峰打定了主意，便带着若若向着森林内部走去。两人一路沿着天灾生物死亡的方向一直向里，越向里面走去，周围的尸体越多。但是两人也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除了天灾生物的尸体外，没有发现任何精灵族战士的影子，连尸体都没有。这就非常反常了，要是大战的话，双方应该
都有损伤才对。就在两人继续向着森林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轰轰轰，前方突然传来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将两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哥哥，前方有一个很强大的精灵族人，若若小声对陈峰说道，他们应该在战斗，我们先去看看。若若也是摆了个知道的手势，没有说话。说完，陈峰便立即发动了噬魂面具的前行技能，准备先去侦查一番。一阵光幕落下，陈峰和若若都进入了隐身的状态，随即两人便向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靠近。果然，当两人来到一处溪水旁时，就看见了数量庞大的天灾生物正在围攻一名灰袍身影。只见到那名灰袍身影头顶有一对长角露出，尖尖的长耳，手持一柄翠绿色精灵法杖，正不断地释放着技能。在他的控制下，周围的树木纷纷化为一个个树人，向着不远处的天灾冲去。然而天灾那边同样有数个亡灵大魔法师，也在不断地释放着亡灵魔法。一头头魔化狮王、骷髅战士等等亡灵战士都带着血红的双眼向前冲去。很快，两方的召唤物大军就交织在了一起。但是很明显，树人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冲来亡灵大军，往往树人一个拍击就能将周围的一大片的骷髅战士全都拍成粉末，血量厚一些的魔化狮王也经受不住几下。奈何亡灵大魔法师那边的天灾生物源源不断的出现，这场战斗一时间也进入了僵持状态。埋骨地召唤的怎么样了？单单我们这几人想要拿下他还不太现实。这时，为首的那名亡灵魔法师询问道：“世僧还在召唤，应该还需要一些时间。之前好几座埋骨地都被面前的精灵破坏了，真的是可恶。那我们先拖住他，不能让他再破坏我们的计划了。”是。几名亡灵大魔法师话刚说完，只见到一名亡灵魔法师直接在空间介质处释放了一团黑色的气体，黑色气体在落到地面的一瞬间就开始向着四周扩散而去。很快，周围的植被在黑色气体的侵蚀下迅速枯萎，仅仅数秒的时间，周围绿意盎然的地面直接就变得死气一片。与此同时，面前的树人只要处在黑气的范围之内，头顶就不停地冒着4位数的伤害数字，整体的战局再次变得焦灼了起来。这让那名灰袍法杖男子变得略微有些焦急了起来。可恶，这帮天灾的杂碎，要不是我的神力枯竭了，岂能让你们拖在这里？就在这时，雪冰元素所凝聚的雪花在那几名亡灵魔法师的周围出现。下雪了？他们的脑海中同时冒出了这个想法。下一秒，禁咒冰封风暴。仅仅在一瞬间，以那几名亡灵魔法师为中心，周围一大片的区域都覆盖了厚厚的5层冰霜，包括周围数量巨多的亡灵生物在内，全都被冰霜控制在原地，一动都不能动。禁咒流星火雨。紧接着，天空中再次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陨石，这些陨石上都带着炽热的火焰，狠狠地向着地面砸来。轰隆隆，1008600 1008600 1008600。在冰火两重天的侵袭下，一连串超过100万的伤害数字出现在那几名亡灵魔法师的头顶。瞬间，只要在技能覆盖的范围内，所有的亡灵生物，包括那几名强大的亡灵魔法师，全都当场暴毙，死的不能再死。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5级亡灵魔法师雷百特斯，传说级 NPC， 获得经验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0点。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2级亡灵魔法师哈波利特，传说级 NPC， 获得经验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0点。叮咚，恭喜你击杀 LV83级亡灵魔法师奥哈里康，传说级 NPC。省略在系统提示音落下后，原本数万的亡灵召唤物也在失去主人的控制后，纷纷倒在了地上，消失不见。陈峰和若若此刻也跳了出来，在两人落地的一瞬间，若若释放了一个大净化术，将周围的土地上的黑气全都驱散，恢复了原状。这一幕直接让不远处的灰袍精灵当场呆住了。这是什么战略？传说级的亡灵魔法师在没有释放任何保命技能的前提下直接暴毙，即使是神也不过如此吧。还没等灰袍精灵惊讶多久，陈峰带着若若就来到了他的身前。见到陈峰走近，灰袍精灵握在手上的法杖紧了紧，脸上露出了警惕的神色。别怕，我们是人族派来的使者，不知道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陈峰微微一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然而面前的灰袍精灵依旧死死地盯着陈峰，警惕之心没有丝毫减少。但是就在他的眼神的余光瞥到陈峰身后的若若时，眼中突然闪过一丝欣喜。你是精灵圣女？陈峰在听到面前精灵对若若的称呼时，也是略微一愣。他没想到面前这位神秘的精灵竟然可以认出若若的身份，看来他在精灵族的地位不一般。随后，陈峰对着身后的若若点了点头，若若会意走了上来，身上圣洁的气息散发而出。第177章光明崛起序章3。在感知到若若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时，面前的灰袍精灵更加激动了。
连忙将自己身上那件隐藏气息的袍子取了下来。取下袍子的一瞬间，面前精灵的容貌和 ID 就显示了出来：精灵族大长老马法里奥，半神级。当陈峰看到来人显示的 ID 时，忍不住惊呼出声，竟然是他！这也太巧了吧！他的光明崛起序章这个任务刚好需要完成他的考验，没想到刚进入精灵之森就遇到了。但是此刻的马法里奥并没有理会陈峰，他径直走到若若的身前，单膝跪地说道：圣女，你总算回来了。现在整个精灵族正在遭遇大难，许多半神长老都死在天灾的手上，只有我拿着精灵族的至宝逃了出来。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圣女，实在是精灵族的幸事。说完还一脸期待地看着若若。若若见到这一幕后，则是一脸慌张，赶忙躲到了陈峰身后。这个看起来比他大了不知道多少的老头竟然给他下跪，这让他很不适应。马法里奥见状也是有一些尴尬，赶忙看向陈峰。陈峰见状直接上前说道：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帮助圣女完成觉醒传承，不知道大长老能否告知要如何完成。他将此行的目的说了出来，他认为精灵族的大长老应该知晓一些关于传承的事情。话音刚落，只见到马法里奥脸上的表情变得略微有些难看，摇了摇头说道：哎，圣女觉醒需要经过太阳井的洗礼，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现在太阳井已经被天灾占领，想要帮助圣女完成觉醒，必须将太阳井内所有的天灾消灭，但是凭借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我要是可以将全部的天灾消灭呢？陈峰听完后淡淡的回应：你虽然你有些实力，但是太阳井内的天灾可不是刚才那些杂鱼，即使我全盛时期也不是对手，你还是不要带着圣女去送死了。好家伙，原来是嫌弃我刚才展现的实力不够。陈峰有些无语，他竟然被这个 NPC 鄙视了。既然这样，看样子我得表现一些实力出来才行了。随后陈峰也不再犹豫，直接将盘龙戒指里存储的数万神及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一股脑的释放了出来。刷刷刷刷，一个个黑白精灵如同蒲公英一般向着四周散去，一会的时间就布满了整片天空。与此同时，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身上的神级气息散发而出。马法里奥见到这个场景，当场就呆住了。这都是神级通灵生物。没错，我还有很多万，要不要一起释放出来？不用了，不用了，已经很震撼了，再释放老头子的心脏受不了了。马法里奥连忙说道。那么这个任务非你莫属。话音落下，一道系统提示音就传了过来。叮咚，你已经成功到达了精灵之森，你的任务精灵少女的觉醒发生了改变。任务描述：前往精灵族圣地太阳井，消灭太阳井周围驻守的所有天灾生物，帮助精灵少女希若若完成光明女神的传承。任务期限5天。提示：太阳井区域目前由强大的天灾 BOSS 镇守，极度危险，死亡将受到未知的惩罚，请谨慎前往。嘿，任务到手了。陈峰你呢喃了一句。他之所以一定要将任务领取了，是因为陈峰知道第一次进入太阳井这个副本是需要玩家有前置任务的，不然就无法通过副本的传送阵进入。陈峰现在属于这个副本的开阔者，只要他完成了这个开拓的任务，其他玩家才有资格进入。现在还有一个任务光明崛起序章也需要去完成，也一并领取先。想到这里，陈峰继续上前触发任务。大长老，圣龙骑士兰若让我来寻找你，完成并完成你的考验。听到陈峰话语后，马法里奥先是一愣，随即立马恢复了过来，继续说道：没想到你竟然还是兰若大人选中的人，怪不得那么强大。陈峰点了点头，没有否认。很好，有了你的帮助，我相信我们精灵族一定能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马法里奥满脸激动。现在精灵族正在遭受亡灵天灾的入侵，附近就有大量士僧正在召唤天灾埋骨地，要是让他们召唤成功的话，他们的亡灵大军都将通过埋骨地出现在精灵之森，必须要在他们召唤仪式完成前尽可能的破坏天灾埋骨地。冒险者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完成这项考验。叮咚，恭喜你完成任务光明崛起序章2，已经成功触发下一阶段的任务光明崛起序章3，是否接受？接受。没有丝毫犹豫接受了任务。光明崛起序章3。任务描述：精灵族大长老马法里奥，半神级，对你发布了最困难的考验，尽可能的破坏精灵之森周围的天灾埋骨地，至少破坏10座，并收集埋骨地的建筑碎片上交给精灵族大长老马法里奥，以防止天灾军团通过埋骨地直接降临。任务期限3天。提示：天灾军团已经开始在精灵之森召唤大量的埋骨地，越早前去破坏面对的亡灵生物将会越少。看完任务介绍后，很明显光明崛起序章3的任务比较紧急，所以陈峰决定先将光明崛起这个任务先完成了，再去完成太阳井的副本。这样决定了，陈峰也不再犹豫，直接说道：事不宜迟，我们抓紧出发吧。抱歉，
冒险者，我在逃出精灵神殿时受了很重的伤，要不是依靠神力保护，恐怕我早就陨落了。现在我需要在这里恢复一下，无法跟随你们一起了。马法里奥有些愧疚地对着陈锋说道。陈锋也没在意，现在有他没他都一样，只是怕他在这里又被天灾军团发现而已。既然这样，大长老你注意安全，我快去快回。话毕，陈锋将周围大部分的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收回了盘龙戒指中，各留下了数百只用来保护马法里奥。做完一切后，陈锋便带着弱弱骑乘黑暗魔龙向着远方的天际飞去。第178章扫荡天灾基地。一路上，陈锋一直开启着噬魂面具的感知技能，在感知开启的状态，以陈锋为中心的1万米范围之内都能被陈锋的技能扫到，这样就大大的解决了寻找目标的烦恼。飞出去没多久，两人就在距离自己9000米的范围之内感知到了一处区域有天灾活动的痕迹，随即陈锋便向着那块区域飞去。天灾军团的一处营地内，为了伟大的巫妖王大人能彻底觉醒，我们得抓紧占领这片领地了。此时亡灵祭坛上，一名全身都是符文、身上挂着数条次序锁链的骷髅生物通过召唤出现在现场。他正是巫妖王手下最强的几个天灾 BOSS 之一冰霜巫妖哈根达斯。他不久前刚在冰霜堡垒被巫妖王成功唤醒，这次被派遣到精灵之森外围，负责将这片地区完全占领。哈根达斯大人，派遣出去的侍僧都已经开始召唤仪式了，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大军就能降临这片大陆。这时祭坛下一名亡灵魔导师对着哈根达斯汇报道。哈根达斯听到后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说道，精灵族已经失去了太阳井的支持，他们自身的神力也维持不了多久，现在的精灵族就是我们的天下，我们天灾必胜，必胜，必胜，好，必胜，必胜，好。底下无数天灾生物发出了兴奋大吼。然而就在这时，轰隆隆，数道爆炸声在不远处响起。不是让你们做实验的时候小心点吗？怎么又发生爆炸了？哈根达斯愤怒的吼声在祭坛上传了下来。天灾的亡灵魔法师做一些实验时经常会发生爆炸，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这次的爆炸他们也认为是某个亡灵魔法师实验失败才产生的动静。快去看看怎么回事。是。底下的亡灵魔法师听到命令后迅速朝着爆炸声传来的方向走去。轰隆隆，还没等那名亡灵魔法师走出去多远，又有数声爆炸声传来。哈根达斯，一众天灾智慧生物。就在众亡灵愣神之际，不远处的天空中，无数陨石和雷霆黑压压地向着地面袭来，恰好就覆盖了刚走出不久的亡灵大魔法师。轰隆隆，吱吱吱，1008600 1008600 1008600，大量超过100万的伤害数字在那名亡灵魔法师的头顶上跳出，这名悲催的传说级亡灵大魔导就这样毫无痛苦的死亡了。这一幕直接将祭坛上的哈根达斯吓了一跳，谨慎胆小的他赶忙释放了数道结界和护盾。极冰结界，冰霜护盾，数道天蓝色的光幕和护盾在他的周身形成。与此同时，远处的爆炸声音也越来越近。究竟是谁？难道精灵族还有半神的存在？就在哈根达斯考虑疑惑之时，远处的天空中一道黑色的影子缓缓地变大，数秒后，一头巨大的黑暗魔龙出现在眼前。龙族！魔龙出现的一瞬间，天空之中又降下无数道技能风暴，有雷霆、陨石、冰雹、火雨等禁咒法术如同不要钱一般向着地面袭来。轰轰轰！技能落地的一瞬间，地面上无数天灾生物全都当场暴毙而亡。此时陈锋在魔龙背上不断地弹出系统提示，叮咚，你已击杀省略 N。 瞬秒这些天灾生物的同时，周围的天灾建筑物也一并被陈锋摧毁。现在应该至少摧毁了7座埋骨地了吧。陈锋呢喃了一句，便看向自己的任务列表。自从刚才告别马法里奥之后，陈锋依靠噬魂面具的感知技能，很快就能找到附近的天灾基地。确定了目标后，他也不啰嗦，直接飞到天灾基地的上空，直接对着地面释放禁咒。数十道禁咒下去，不单单是天灾建筑，连同天灾生物也一并秒杀，没有给他们丝毫挣扎的机会。在这样的高效率下，陈锋花费了半天多的时间就破坏了7座亡灵埋骨地，在破坏埋骨地的同时，也击杀了不少传说级的天灾 BOSS， 这也让他的自由属性点增加了1万多点。真希望多来点传说 NPC 啊！看着暴涨的自由属性点，陈锋额外开心。就在他准备降落到地面上，将地面上爆出来的物品一一收集起来时，他的眼角瞥见了一个绿点，依旧在噬魂面具感知的范围之内。有人竟然能在我的禁咒轰炸下还活着！陈锋疑惑地看向不远处的地面。此时原本平整的地面早就被陈锋的禁咒轰炸得不成样子了，地下无数坑坑洼洼的裂缝和燃烧着火焰的破碎建筑，妥妥一副末日景象。就在那座祭坛的废墟之中，有一道骷髅身影收敛了全部气息，
分散倒在废墟底下的骷髅堆中，任谁过来看他都只是一个散了架的骷髅士兵而已。陈峰此时也没发现周围的异常，没看到还有生还的天灾生物了。难道是魂面具的感知也出现了错误？陈峰仔细看了数遍都没看到还有活物出现，要是继续覆盖禁咒的话，大部分的物品可能会被摧毁，这陈峰可不能接受。麻蛋，直接派遣召唤物扫荡一遍不就好了？陈峰一拍大腿，想到了这个绝佳的方法，随即他便开始释放召唤技能：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召唤混沌破戒之灵，召唤时空精灵。刚好自身的智力也有所增长，自己召唤，顺便也能补充一下召唤物的上限。第179章尘封之死。连续吟唱后，地面上密密麻麻的出现了数万头召唤物，随即陈峰指挥召唤物一字排开，径直向着战场内部开始扫荡，自己和若若则开始拾取地面上的战利品。然而此时躲在骨头堆中的哈根达斯在看到不远处排开的召唤物后，满脸黑线。这人类捡装备就捡装备啊，召唤那么多通灵生物干什么？看到越来越近的召唤物，他此刻骂娘的心都有了。按道理没有人可以察觉到自己绝密的伪装才对，自己凭借这招不知道躲过多少次生死危机，可是这次怎么感觉失灵了？这个时候陈峰一边捡着装备，一边向着雷达感知的方向靠近，周围有召唤物包围着，也不怕怪物逃脱。显示就在这里了，怎么依旧没有任何生物的气息？陈峰看着噬魂面具感知显示的位置，内心充满了疑惑。然而此时的哈根达斯早就遭不住了，这人类都踩到他的手了。可恶可恶，我堂堂半神境沦落到如此境地。他此刻在心里怒骂，要不是刚才那震撼的场面让他吓得不行，他早就将面前的人类给碎尸万段了。等等，这家伙是个召唤师，只要我将他灭掉，他的召唤物也将不复存在，我岂不是能绝处逢生？哈根达斯眼中寒光乍现，他认为现在是击杀面前冒险家绝佳的机会。想到这里，原本散落在周围的普通枯骨通过地面缓缓地将能量传送到那只被踩住的骷髅手掌上。很快，原本那只毫无生气的骨掌有一丝丝蓝光在骨掌上流转。就是现在！哈根达斯骷髅头发出来一声大喝，紧接着周围的骷髅骨体开始迅速向着头部聚聚，那只被陈峰踩在脚下的手掌更是用力向上握去。死亡禁锢！只见到一道黑色能量通过骨手直接作用在陈峰的身躯之上。251201。与此同时，陈峰的系统面板上传来了一道系统提示：叮咚，你受到冰霜巫妖哈根达斯半神级的技能死亡禁锢控制，无法移动，无法释放技能，无法使用物品，技能效果持续20秒。哈哈，中招了吧？组合完成的冰霜巫妖哈根达斯兴奋地看着面前的陈峰，手上的冰元素能量疯狂的汇聚，使得周围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空气中甚至都覆盖了一层冰霜。哈哈，去死吧！禁咒死亡冰球！只见哈根达斯的手上飞出来一颗深蓝色的冰霜法球，那颗法球飞行的速度非常的缓慢，但是其中蕴含的冰霜能量连在远处的若若都感觉到了。哥哥小心！若若焦急地喊道，她瞬间就完成了4亿天使变身，然后化为一道金色流光向着陈峰身前冲去。休想靠近冰霜领域！话音刚落，只见到以哈根达斯为中心，周围数公里的范围都被冰霜所覆盖，若若的身前更是出现数道冰墙阻挡住了她的去路。与此同时，飞向陈峰的那颗深蓝色冰球也来到了陈峰的身前。咔嚓咔嚓，大量的屏障瞬间碎裂，连阻挡法球1秒的时间都没做到。突破了屏障的束缚后，法球直接爆开，无数冰晶无差别的直接作用在陈峰的法力护盾上。121042 242084，法术暴击121998 258451，法术暴击。超高频率的伤害在陈峰的头顶冒出，仅仅一瞬间，维持法力护盾的魔法阵被打空，法力护盾也在一瞬间消失。紧接着，伤害直接作用在陈峰血条之上，仅仅一瞬间，陈峰的血条被打空，当场倒在了地上。陈峰倒下后，冰晶的能量还未消散，依旧冲击向不远处的地面上溅起一片灰尘。哥哥，若若看到陈峰在自己面前倒下，伤心的大哭了起来。哈哈，死在我的终极技能下，作为一个冒险家，你也有足够的资本自傲了。哈根达斯看向面前的景象，自傲地说道：他死了，接下来就是你了。哈根达斯转过身，看向被困在原地的若若，手中的冰霜能量汇聚，只有传说终极的实力也敢在本神面前放肆。此刻的哈根达斯早就忘掉了他之前还躲在骷髅堆中瑟瑟发抖，现在他就是这片天地的主宰。死吧！
就在他技能凝聚成功的一瞬间，一道空间波动覆盖而下。仅仅一瞬间，哈根达斯周围的空间就好似被凝结一般。此刻的他释放技能的手还高举在空中，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竟然一动不能动！哈根达斯头上的冷汗直冒。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怎么可能啊？你明明死在我的禁咒之下了，现在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哈根达斯无比震惊。陈峰笑了笑，举起了手中的法杖。你不知道有复活术吗？话音落下，陈峰法杖上的各元素能量开始汇聚。冒险家，别杀我，我有无尽的财宝都可以给你，我还可以成为你的奴仆，饶我一命。哈根达斯感觉到陈峰法杖上传来的恐怖气息，赶忙求饶。然而陈峰不以为意，这个冰霜巫妖哈根达斯生性狡猾，前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族强者，他的许多好友都死在他的手上，这一世也算是提前报仇了。哈根达斯见到陈峰不为所动，脸上的恐惧神色更加浓郁了。死吧！元素风暴，5道炫彩的技能落在冰霜巫妖哈根达斯的身上。856210 1752145法术暴击1850564法术暴击854512。大量超过7位数的红色伤害数字在冰霜巫妖哈根达斯的头顶跳出，仅仅数秒，他的血条就掉了1/3，血量还挺厚的。陈峰呢喃了一句，指挥另一只时空精灵再释放一层时空禁制。哈根达斯看到自己再度被控制，彻底绝望了。冒险家，杀了我没有任何的作用，等待你的将是无尽的黑暗。黑暗你妹！数个禁咒同时释放，轰！冰霜巫妖哈根达斯最后的血条消失倒在了地上。第180章半神手杀。叮咚，恭喜你击杀 LV97级冰霜巫妖哈根达斯半神级 BOSS， 获得经验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0点。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击杀半神级 BOSS 的玩家，额外获得技能点加20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点加2万点。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10天击杀 LV97级冰霜巫妖哈根达斯半神级 BOSS， 成为国服首杀半神级 BOSS 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10天等级加3，技能点加500点，自由属性点加2000点，玩家声望加200000点。叮咚，全服公告。叮咚，随着3道国服公告的提示音落下，所有看到公告的玩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LV97半神，我 TM 想都不敢想，噬天大圣竟然干掉了，貌似还是天灾最强的几大 BOSS 之一，噬天真正的封神了。各品级的 BOSS 首杀都是噬天大神的，现在只差是神了，神级 BOSS 而已，只要他敢出现亮出血条，他就得死。试问元宇宙的 BOSS 中，谁还能与噬天一战？噬天大佬牛逼，666 66666。一众玩家讨论的同时，也纷纷期待起陈峰何时能是神。此刻的陈峰没有理会全服公告，他现在看着多出来的2400点自由属性点，内心大喜。首杀半神就是爽，一下子就上涨了2000点自由属性点，直接将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智力上，又可以多储存24000头召唤物了。这次击杀的是半神级 BOSS 的半神之力应该可以用来提升噬魂面具吧。想到这里，陈峰便直接来到了 BOSS 跟前，点击了噬魂面具的技能吞噬。技能发动的一瞬间，一道比之前强大数倍的漩涡在面具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出现。很快在冰霜巫妖哈根达斯的头部位置，一团深蓝色的灵魂火焰飘出，灵魂火焰在飘出的一瞬间就朝着天空急速飞去。但是还没飞出多远，就在噬魂面具吞噬之力的控制之下，缓缓地向着面具漩涡所在的位置靠近。那一缕灵魂火焰感觉到噬魂面具上产生吞吸之力，仿佛变得非常恐惧一般，开始了奋力的挣扎，想要逃离开去。但是一切都是徒劳，只见到噬魂面具的漩涡瞬间增大，更为强大的吸力形成，仅仅数秒的时间就将那团深蓝色的灵魂之火吸收到漩涡之中。短暂的时间过后，漩涡消失，系统提示音也传到了陈峰的耳中。叮咚，你的特殊装备噬魂面具传说级成功吸收神之力，距离装备提升25-100。陈峰听到系统提示音也是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个冰霜巫妖哈根达斯的神之力竟然如此强大，直接提升了噬魂面具25%的能量。之前陈峰以为噬魂面具从传说级提升到神话级，需要的神之力和吸收装备提升的进度一样，一次只能提升1点呢。没想到这次提升的竟然还挺多。这样子计算的话，击杀这种高级别的半神只需要5个就能将噬魂面具提升到神话传说级别。想到这里，陈峰就忍不住兴奋了起来，多来几个半神 BOSS 不是就能完成装备提升了？就在这时，不远处的若若也突破了限制冲了过来，直接扑到了陈峰的怀里，小声的抽泣：“哥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若若此刻依旧保持着4亿天使的形态，那圣洁却带着泪花的小脸，让陈峰忍不住想好好亲上2口。哥哥没事，不是有你的复活术吗？赶紧再给哥哥加一个。这次陈峰也是心有余悸，没想到这个哈根达斯隐藏的那么深，几个技能直接就将自己秒了。要不是有复活术，自己今天这次算是栽了。若若听到后，乖巧的点了点头，离开了陈峰的怀抱。随后他的手上幻化出一柄金色的法杖，短暂的施法后，一道彩色的光芒没入到陈峰的体内。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对你释放了技能复活术，效果：当你死亡时，可以立即复活，并恢复 30% 的血量和 30% 蓝量，没有任何死亡惩罚。技能效果持续24小时。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对你释放了技能复活术，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了大复活术效果。当你死亡时，可以立即复活，并恢复 100% 的血量和 100% 的蓝量，没有任何死亡惩罚。技能效果持续2400小时。我再将之前祝福也给哥哥重新刷上一遍吧。话音落下，若若的小手挥动，一道祝福 buff 又重新落到了陈峰身上。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对你释放了圣女的祝福，效果：提升人物全属性 1%， 释放速度 10%， 攻击速度 10%， 移动速度 10%， 技能持续时间24小时。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对你释放了圣女的祝福，触发100倍奖励增幅，您获得了光之女神的祝福，效果：提升人物全属性 100%， 提升人物潜能点的基础属性，不包含装备加成，释放速度 1000%， 攻击速度 1000%， 技能持续时间2400小时。2道 buff 加完后，他手上的那柄金色法杖也消失不见。陈峰看着自己全新的 buff， 还是忍不住抱起他亲了2口。当初收养这个小妮子实在是赚大了。第181章，召唤暗黑精灵。收拾完其他后，接下来就是查看冰霜巫妖哈根达斯爆出来的物品了。这次是全服首杀半神级别的强者，对于爆出来的物品，陈峰还是很期待的。上前将地面上的装备和物品都收了起来。叮咚，你捡起金币100万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亿枚。叮咚，你捡起装备统治者指环传说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装备主宰者戒指神话传说级。叮咚，你捡起装备省略摁。叮咚，你捡起技能书省略摁。叮咚，你捡起技能书召唤死亡骷髅传说级，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技能书召唤暗黑精灵半神级。随着数道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的盘龙戒指中多出了大量装备、技能书和材料。粗略估算了一下，单单这个半神级 BOSS 就给陈峰贡献了10多件传说级的装备，2件神话传说装备，10几本技能书数不清的珍贵材料。用不到的装备和技能书，陈峰只是淡淡的扫了一眼，也没有刻意查看，到时候放到公会中评价出售就行了。他只重点查看了自己用得上的那几件装备和技能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技能书，召唤暗黑精灵半神级技能书，学习等级 LV80， 学习职业召唤师，技能效果消耗1000点 MP， 吟唱法术6秒后，召唤一只暗黑精灵半神级，协助作战。暗黑精灵普通攻击会释放黑暗法球进行攻击 ，LV1 级时拥有技能死亡禁锢，向周围释放10颗黑暗法球，对命中的敌人造成10000点真实伤害，加自身魔法攻击 200% 黑暗系魔法伤害，并且是敌人禁锢10秒。LV10 级拥有技能省略，召唤生物，随着主人的实力提升，召唤生物存在300秒，死亡或召唤时间到达消失，技能冷却180秒。半神级别的技能书，学习后在天赋技能的加强下，自己岂不是可以达到神级？这是陈峰第2个神级召唤物了，第1个时空精灵就已经恐怖如斯了，他很期待这个召唤物究竟有多强。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技能书拍碎，一道黑色的流光没入陈峰的体内。叮咚，你已成功学习召唤师技能召唤暗黑精灵，直接花费技能点将召唤黑暗精灵点满。随后看下一旁的若若说道：“给你看看哥哥的新召唤物吧。”好呀，好呀。若若满脸期待。旋即，陈峰法杖挥动，开始吟唱召唤技能，召唤暗黑精灵。数秒后，10道黑色6芒星法阵在天空中形成，10只长着黑色翅膀、全身覆盖着神秘符文的黑色小精灵出现在2人的眼前。陈峰赶忙查看暗黑精灵的属性：暗黑精灵神级，等级 LV100， 神级100级上限，血量1500万，攻击15万，防御13万，攻击速度每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0米每秒，急速移动40米每秒。飞行状态，技能1，暗之禁锢，向周围释放10颗充满黑暗能量的法球，
对命中的第一个敌人造成2万点真实伤害加自身魔法攻击300%黑暗系魔法伤害，并且使敌人禁锢15秒，技能冷却时间60秒。技能2：折磨之影。释放技能后，诅咒一块100立方米的区域，对范围内的敌人每秒造成自身魔法攻击300%的魔法伤害，技能持续15秒。目标血量越低，造成的伤害越高，最高400%的魔法伤害。目标持续受到10秒的伤害时，将使目标100%进入到诅咒状态，所有属性下降20%，诅咒状态持续20秒，技能冷却时间60秒。技能3：黑暗之盾。为友军释放一个魔法保护盾，护盾持续1分钟，魔法保护盾会吸收固定10万点魔法伤害，多个技能无法叠加，护盾在被打破前控制技能无效，并且在护盾破开后会让周围的敌人受到5万点真实伤害，技能冷却时间300秒。技能4：灵魂汲取。被动技能，暗黑精灵对敌人造成的所有魔法伤害会转化伤害值的20%为 HP。技能5：黑暗锁链。释放技能后，将周围200立方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释放黑暗枷锁，对被枷锁命中的敌人造成30%的减速效果。被枷锁命中的敌人每秒将受到自身魔法攻击300的魔法伤害，被黑暗枷锁持续连接5秒后会受到魔法攻击600的爆炸魔法伤害，并且短暂眩晕敌方5秒。敌方跑出暗黑精灵200米范围后，技能中断，技能冷却时间300秒。陈峰在看完暗黑精灵的属性和技能介绍后，忍不住的激动了起来。强！不亏是神级的召唤物。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都是神级召唤物，基础属性差不多，但是暗黑精灵比时空精灵多了一个技能。暗黑精灵这个召唤物比较偏向输出加控制，第一个技能就是控制加伤害，虽然不是指向性的，但是好在释放的发球比较多，而且命中后控制时间长达15秒，而且这个技能刚好可以配合第二个伤害技能使用，只要被控制敌人基本上都要吃满2技能的伤害，还能让敌人触发诅咒的状态全属性下降20%，非常的变态。至于第3个技能才是现阶段陈峰最想要的技能，高达10万的魔法护盾，只要陈峰召唤物技能衔接的好，基本就算免疫所有的魔法伤害，当然真实魔法伤害无法免疫。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在魔法护盾被破除之前，自己是不受控制效果的影响，相当套了一个魔免护盾。当时要是有这个护盾技能在，哈根达斯偷袭陈峰释放的控制技能就无法对他奏效了，自己也不可能被他控制后整得那么狼狈。至于暗黑精灵的第4个被动技能，没什么好说的，相当于他拥有20%的魔法吸血，可以增强他自身保命的能力。最后第5个大招就比较牛逼了，群体持续伤害加群体控制加爆发伤害，技能形态应该算得上非常完美。有了这个神级召唤物，自己以后的保命能力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了。陈峰开心的呢喃着，怎么样，哥哥的新召唤物炫酷吧？以后他们都会保护你。谢谢哥哥。若若脸上露出来幸福的笑容。第182章主宰者套装。看完技能后，陈峰在背包中取出了自己可以使用的那枚戒指，查看了起来。主宰者戒指，神话传说级，攻击加5000，血量加15000，魔法加70000，全属性加2500，需求等级 LV93，穿戴部位戒指，适用职业全职业。附加特效1：附近1000米范围内的友军受到的伤害减少10%，受到的治疗效果提升11%。附加特效2：自身所到的伤害减少10%，包括真实伤害，不与特效1叠加。附加特效3：主宰之魄，主动释放技能，提升500码内所有友军生物30%，最终伤害能持续30秒，技能内置冷却30分钟。附加特效4：主宰之魄，被动提升自身30%，最终伤害，不与附加技能3叠加。附加特效5：主宰领域，套装特效03：未激活。该装备会随着玩家的等级提升而提升，装备同类型的3件装备时，将获得套装效果所有属性得到提升。描述：唯有宇宙主宰才有资格佩戴。强！看完属性后，陈峰忍不住大笑了起来。哈哈，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竟然直接爆出了主宰者套装的最后一件。这样子，我的套装效果不是就能激活了？赶快装备上！陈峰满脸期待地将明日王者之戒传说级卸下，将主宰者戒指神话传说级佩戴了上去。佩戴上的一瞬间，陈峰的系统面上就出现了一道提示：叮咚，你已成功佩戴主宰者系列装备3/3，你已成功激活了主宰者系列装备的套装效果，你可在装备界面查看套装属性。叮咚，你激活了主宰领域。系统提示音落下后，陈峰的周身出现了一个领域的特效，非常的炫酷。陈峰直接打开了领域的效果介绍：主宰领域套装特效3/3，激活。套装效果1：
以佩戴者为中心，1000米范围内所有友军生物所受的伤害减少 10%， 自身有效，所有敌方生物防御力降低 10%。套装效果2，以佩戴者为中心，1000米范围内所有友军生物全属性提升 20%， 所有敌方生物全属性下降 20%。套装效果3，主宰的庇佑，主动释放技能后，在施法者周围形成一道100×100的防御结界，结界耐久度为100万点加自身全属性2点的耐久值。耐久性消耗完之前，在内部的生物不受到任何伤害和控制效果，结界持续存在600秒，技能内置冷却时间24小时。牛逼！陈峰在看完自己的领域介绍后，忍不住赞叹了一句。套装效果的介绍虽然简短，但是每一条属性都非常的变态。比如第一条套装属性，免伤 10%， 加上其余3件各 10% 的免伤，单3件首饰套就提升自己家召唤物 40% 的免伤。免伤属性是可以免疫所有伤害的，包括真实伤害。有了如此高的免伤属性，现在自己所有的召唤物都可以称之为血牛。第二条套装属性，直接加强了自身单位所有召唤物的属性，也降低了对面多有敌方单位的属性，一来一回相当于提升了自身召唤物军团 40% 的综合实力，也非常的变态。最后第3个主动技能是类似之前击杀魔化绿龙时他释放的结界技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保护类技能，就是冷却时间有点长，其他没什么缺点。总之，这套装凑齐之后，陈峰的综合实力再次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关闭了装备面板，陈峰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欣赏了起来。角色是天，等级 LV98， 种族人族，第一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10星，第二职业禁咒法师2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第一职业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 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白银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白银级，召唤黑暗骑士黄金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暗金级，召唤圣光精灵传奇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史诗级，鞭打1转专属，支配之阵1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传说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传说级，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传说级，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召唤时空精灵神级，召唤暗黑精灵神级。第二职业技能禁咒元素火雨，禁咒冰封风暴，禁咒死亡黑洞，禁咒雷霆风暴时空穿梭，元素融合2转专属，省略。生命 145.1 万，攻击 15.5 万，魔法攻击，防御 18.1 万，魔法 100.8 万，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 1000%， 移动速度普通移动10米每秒，奔跑移动30米每秒。属性力量13522，智力52866， 14240，敏捷13140，体力29540，声望 N， 用不完，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神话传说戒指，主宰者戒指，神话传说级项链，主宰者项链，神话传说级主宰者手镯，神话传说级铠甲，深渊法袍，神话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智力加10000，省略。防御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体力加10000，省略。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 1000%， 释放速度正 1000%， 基础人物属性正 10000%。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领域主宰领域，不错，非常强大了。看完自己膨胀的属性，陈峰忍不住赞叹了一句。第183章，获得敏捷勋章。陈峰关闭了自己的人物面板，打扫装备的工作也已经完成。这次击杀半神级 BOSS 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接下来还要破坏更多的埋骨地。想到这里，陈峰便对着还在拾取一些低品阶装备的若若喊道：“我们走吧，还有周围还有好几座埋骨地在等着我们。”若若听到后，乖巧的点了点头，又顺手拾取了几件钻石装备，才蹦蹦跳跳的回到了陈峰的身边。旋即，两人按照噬魂面具指示的方向继续踏上征程。就在这时，大陆最北方的极寒之地，一座冰封的山脉顶端，一位满头白发、头戴死亡桂冠的中年人类正端坐在冰封的王座之上。他的上方，一柄蓝灰色的符文长剑正悬浮在他的头顶上空。只见到那柄长剑中的符文能量正源源不断的溢出，随后缓缓地没入到冰封的王座之上。随着能量的汇聚，
冰封王座上的裂缝也在缓缓的闭合。许久之后，轰！一声巨响传来，随后冰山附近的冰屑四散飞舞，一股强大的能量传遍整片冰川。与此同时，王座上那名白发男子也缓缓地在冰屑中走出。这时，半空中的那柄符文长剑好似感觉到了主人的召唤一样，化作一道深蓝色的流光出现在那名白发男子的手中。吸收了如此多的神之力，终于又有了破开虚空的能力了。看着手中的长剑，白发男子忍不住轻轻地抚摸了上去，就像抚摸自己的情人一般。是时候复活我的所有大军了。白发男子自语了一声，便提着剑向着王座外走去。此刻，陈峰花费了1天多的时间，终于将精灵之森外围所有的埋骨地全部清理了一遍。他打开了任务列表看了看，这次总共破坏了23座埋骨地，击杀普通天灾生物和天灾 BOSS 无数，自身的等级也在第2天重新刷新经验值后达到了 LV98 级的 75%， 距离 LV99 级只差 25% 的经验了。这次将任务交了，差不多就能达到 LV99 了。陈峰在心里想着，这是自己完成满级所需要的时间，比之前是不知道提早了多久。不过这是天灾的危机降临的速度也加快了不少，得抓紧时间了，总感觉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想到这里，陈峰直接让时空精灵释放了时空之门，回到了马法里奥处。马法里奥见到陈峰突然出现，先是一震，随后立马就在地上站了起来，问道：“勇敢的冒险者，见到你实在是太让我开心了，不知道你这次摧毁了多少座埋骨地？”说完后，他还有些期待地看着陈峰。陈峰看向他，缓了缓后说道：“我将精灵之森外围全部的埋骨地都摧毁了，并且我还派遣了我的召唤物在原地镇守。现在，除非巫妖王亲自降临，不然他们无法再次夺精灵之森外围了。”陈峰说话的间隙，将任务物品、埋骨地建筑碎片都交了上去。看到陈峰递过来的埋骨地碎片，马法里奥赶忙使用侦查术扫过。在扫过任务物品的一瞬间，他原本还有些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开来。不愧是圣龙骑士兰若大人看中的人，看来你真的有希望拯救这块大陆。马法里奥说完，便在自己的空间戒指处拿出一枚闪耀着奇异光芒的勋章。奖励来了！陈峰看着那枚徽章，有些兴奋。你得到了精灵族的认可，这件精灵族的至宝也只有你配拥有，希望你能带着这件至宝阻止即将到来的危机。说完，他就将手上那枚勋章递了过来。陈峰双手将那枚勋章接了过来。与此同时，2道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你得到了精灵族的认可，所有精灵族人对你的态度改变为亲切，你获得了特殊物品敏捷勋章。叮咚，由于敏捷勋章为成长特殊物品，无法通过100倍奖励增幅。太好了，第3枚勋章终于到手，现在距离合成秩序之证就只差1枚力量勋章。陈峰兴奋地看着手中的勋章。敏捷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佩戴等级 LV0 级，佩戴属性1，敏捷提升10000点，佩戴属性2，极速光环，被动技能，提升自身和周围友军 30% 的移动速度， 30% 的攻击速度， 30% 的释放速度。佩戴属性3，风之阵壁，主动技能，在自身周围释放一个10米乘10米的气流之墙，将自己包围，气流之墙可以阻挡所有远程攻击、飞行道具，锁定技能形态持续10秒，技能内置冷却60秒。佩戴属性4，疾风步，主动技能，释放后可以进入120秒的急速状态，移动速度提升 300%， 冷却时间24小时。佩戴属性5，感应，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感应到同类物品的存在。和其他勋章一样，敏捷勋章主要提升的是玩家敏捷和速度方面。虽然这次勋章的基础属性给自己加成不是很大，但是附带的3个技能还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第一个被动的光环技能，直接提升了 30% 的3速，这种类型的光环技能非常适合召唤物非常多的召唤师职业。第2个技能风之阵壁，按照介绍来看，应该是一个可以阻挡脱手类技能和远程普通攻击的保命技能，只是不知道技能效果如何，现在马法里奥还在等有机会再试。至于第3个技能疾风步，目前对自己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有着无限时空穿梭的存在，这个类似疾跑的技能可能就用不怎么上了。看完属性后，陈峰直接将敏捷勋章佩戴了上去，自己的敏捷属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可惜我不知道最后的力量勋章在哪里，要不然合成秩序之证就会快很多。陈峰有些遗憾地说道。第184章太阳井外围。陈峰还没思考多久，马法里奥再次对着陈峰说道：勇敢的冒险者，你如此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这里是你完成任务的奖励。话音刚落，陈峰任务完成的提示音也紧接着响起。叮咚，恭喜你完成了任务光明崛起序章3，你获得经验值1000万，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值10亿，你获得金币1000枚，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金币10万枚，你获得声望值30万，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声望值3000万。
随着系统10亿经验值的涌入，陈峰的经验值也在一瞬间到达100%，身上的金光也在一瞬间升起。叮咚，你的等级成功提升至 LV99 级，获得自由属性点加100点，技能点加20点，请合理分配。叮咚，你的等级已经达到上限，无法再获得任何经验值。完成觉醒任务后，将直接提升至 LV100级。由于你的等级成功达到 LV99 级，已经自动触发双职业觉醒任务“死神的试炼”。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不断的在陈峰的系统面板上响起，他的任务面板上也多出了一个职业觉醒的任务。终于来到了满级的门槛，要是没有每天的经验限制，我可能用不了2天就能升到 LV99 级吧。陈峰看着自己归零的经验条，忍不住在内心想到。多谢大长老了。陈峰礼貌地拱了拱手。客气了，我现在的实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要团结残余下来的精灵部族，可能就要在此告别了。说完后，马法里奥还看了看陈峰身边的若若。圣女就交给你了，冒险家。大长老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陈峰满脸坚定。看到陈峰坚定的神色，马法里奥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他一个跳跃就消失在了森林之中。等到马法里奥完全消失后，陈峰也将发散的思绪收了回来。我们走吧，该去帮若若你完成传承了。若若乖巧的点头。随后陈峰便带着若若骑乘上黑暗魔龙，向着精灵之森深处飞去。在陈峰赶路的途中，突然收到了一道语音通话。陈峰看向好友列表，发现是沈建国将军打来的，没有犹豫，直接点击了接通。接通的瞬间，通话中一道深沉又略带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小陈，最高会议已经一致决定，按照你的计划开始实施了。龙国的各大军区也在集中军力，堡垒也开始建设了，但是想要完全将所有人都集中到内陆，可能还需要至少10天的时间。陈峰听到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国家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跟沈老的努力分不开，不然任凭陈峰一句不确定的话，就让整个龙国数十亿的人民集体搬迁，是多么不可能。沈老，你放心，你今天做出的决定，在以后将会拯救无数龙国人民。要是真的如你所说，我宁愿我这次所坚持的是错误的。沈建国笑着对通话中的陈峰说道。陈峰也笑着回答：希望吧。两人挂断了通话。陈峰看向面前乌云蔽日的天空，不自觉的就握紧了手中的法杖。叮咚，你来到了未探索地点精灵圣地太阳井。提示：当前地点已经被天灾军团占领，极度危险，建议立即离开。此时陈峰和若若降落到一片灰暗的环境之中，环顾四周，到处都是已经死亡的参天大树，使原本充满生机的森林变得死气沉沉。根据陈峰前世的记忆，这里应该是精灵族的净土才对，没想到竟然变成了这样。我们进去吧。陈峰也没有浪费时间，有噬魂面具的感知效果，太阳井周围的天灾守卫力量他一览无遗。旋即释放了10几只时空精灵和几百路易斯，开始对外围的天灾基地发动了进攻。轰隆隆！不久后，战斗正式打响，无数召唤物的技能落到了不远处的天灾基地之中。该死的，谁敢入侵我安纳赛隆的领地？进攻发动的一瞬间，基地中就有一道暴躁的声音传遍整片战场。紧接着，天灾基地内飞出一名全身包裹着黑气，背后有着一对恶魔翅膀的恐怖生物，出现在一众召唤物的面前。底下的拥有智慧的天灾生物看到飞出来的身影，顿时信心大增。是安纳塞隆大人，太好了！该死的人类冒险家竟然敢偷袭我们天灾营地！安纳塞隆大人，快将他解决！小小的人类冒险家也敢放肆！处在天灾基地内部的亡灵生物疯狂地叫嚣着。而陈峰见到这名飞行而来的天灾 BOSS 时，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神色。随即一道侦察术飞了过去。恐惧魔王安纳塞隆，半神级 BOSS， 等级 LV95， 血量，受到不知名力量限制，无法查看属性。攻击、防御、技能。描述：三大恐惧魔王中排行老2的人物，天灾军团的高阶恶魔的统领之一，实力非常恐怖，建议立即逃离。果然是半神。陈峰在看到侦察术传来的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就抑制不住地露了出来。他的侦察术只是想要查看一下对方到底是不是半神阶位以上的 BOSS， 有没有神力给自己的噬魂面具吞噬而已。至于属性，陈峰都懒得看，现在的他别说是半神了，即使是神级 BOSS， 陈峰也有一战之力。此时恐惧魔王安纳塞隆也发现了对他释放侦察术的小不点人类。渺小的人类，你不在你人族帝国好好待着，来这里是想要感受恐惧吗？恐惧魔王安纳塞隆满脸嘲讽意味地看向陈峰，他可不认为这个渺小的召唤师依靠一些召唤物就能打败他。第185章恐惧魔王三兄弟。然而陈峰都懒得和他打嘴炮，直接命令召唤物发动了进攻。
时空静置，面前的数头时空精灵率先释放出了控制技能，顿时很大的范围都覆盖了一层的透明薄膜。为数众多的天灾生物，包括那名恐惧魔王安纳塞隆，都在时空静置的覆盖范围之内。我怎么动不了了？被控制住的恐惧魔王安纳塞隆内心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紧接着，尘封的法杖挥动，禁咒陨石火雨，禁咒神罚之雷，禁咒灭世神炎，禁咒死亡黑洞。大量禁咒如同不要钱一般，直接甩到了对面的脸上。轰轰轰！954528 1912315，法术暴击！1893216，法术暴击！995214。对面的天灾生物除了恐惧魔王安纳塞隆之外，全都触之即死。恐惧魔王安纳塞隆也好不到哪里去，血量在禁咒组成的海洋之中狂掉。短短数秒的时间过去，恐惧魔王安纳塞隆的血条就已经见底了，但是在最后一丝血条时，血量就不再下降，很明显触发了某些装备的被动技能，让他短暂的进入了无敌要么免伤状态。然而陈峰并不在意，他场上的时空精灵足足有数百之多，一人一发的控制就足够将面前的 BOSS 控制到死，让他短暂无敌又能怎样？时空静置。在第一道时空静置的控制时间即将结束时，又是一道控制技能叠加了上去，还能叠加控制。再次被控制的恐惧魔王安纳塞隆瞬间脸都白了。原本他还想着依靠装备触发的被动熬到控制时间的结束，只要控制时间一结束，他就有大量保命技能可以使用。虽说可能不是面前冒险家的对手，但是他自认为逃跑还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他没想到面前渺小的人类召唤师竟然如此强大，特别是面前看似渺小的白色精灵释放出来的控制技能，竟然让他没有一丝丝反抗的余地。看着陈峰手中的法杖再次挥动，周围召唤物的技能再次蓄力，他慌了。他才被巫妖王唤醒，正准备好好享受一番，没想到出场第一战就碰到了面前这个变态。你不能杀我，我可是伟大的高等恶魔统领，杀了我的大哥不会放过你的。恐惧魔王安纳塞隆惊恐的声音传来，搞得不杀你，你们就能放过我似的。陈峰冷笑，技能还在蓄力等待面前 BOSS 的无敌时间结束，然后直接给他致命一击。就在恐惧魔王安纳塞隆无敌即将结束的时，轰轰轰！不远处的天空中出现了数道赤红色的闪电，伴随着闪电的降临，两道差不多体型的恶魔生物急速飞来。见到不远处飞来的身影，被控制的恐惧魔王安纳塞隆脸上再度露出来兴奋的神色。小子，你完了，我大哥和三弟来了。陈峰此时也看见了飞来的道身影，模样和面前的恐惧魔王差不多，应该也是天灾的高等恶魔，估计也是半神。这不是强行送人头吗？陈峰的嘴角微微扬起，正愁噬魂面具没有神力吞噬呢，这下倒好，一下来了3数秒的时间，两道急速的身影就来到了近前。陈峰也是两道侦察术飞了过去。恐惧魔王迪瑟洛克，半神级 BOSS， 等级 LV97， 血量受到不知名力量限制，无法查看属性。攻击、防御、技能。描述：3大恐惧魔王中排行老大的人物，天灾军团的高阶恶魔的统领之一，实力非常恐怖，建议立即逃离。恐惧魔王马瑟里，半神级 BOSS， 等级 LV94， 血量受到不知名力量限制，无法查看属性。攻击、防御、技能。描述：3大恐惧魔王中排行老3的人物，天灾军团的高阶恶魔的统领之一，实力非常恐怖，建议立即逃离。数据传来的同时，2名恐惧魔王也看到了目前战场上的情况。当他们看到被控制的恐惧魔王安纳塞隆时，顿时怒了：小子，赶紧将我二弟放了，不然你将面对无尽的恐惧。这时为首的恐惧魔王迪瑟洛克对着陈峰大声呵斥，不愧是3兄弟，都喜欢先口嗨一波。陈峰在心里想着，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止，直接将数发禁咒释放了出去。找死！见到面前的人类依旧发动了攻击，处在高空的2名恐惧魔王愤怒无比，同样释放了技能迎了上去。地狱火雨，轰轰轰！只见到2名天灾恐惧魔王同时施法，原本乌云密布的天空之中出现了一道道青绿色的光芒，正急速向着地面冲来。与此同时，陈峰指挥的数头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同时向2位魔王释放控制技能，但是2位魔王甚至看都没看底下的召唤物，他们可不认为召唤物还能对他们造成威胁。然而吃过亏的安纳塞隆急了，小心别被那个白色小精灵控制，不然就完了。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时空精灵的技能施法已经完成，直接向着2位恐惧魔王释放了出去。一道透明的屏障以急速飞向2位恐惧魔王，快躲开！2位恐惧魔王在听到安纳塞隆焦急的喊叫声时，也不敢大意，当即释放了保命的位移技能，迅速出现在技能范围之外，躲过了这次攻击。
紧接着10几道青绿色的地狱火落到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的控制范围，在落到时空精灵的时空静止的一瞬间，全都停滞在原地，一动都不能动。这是时空法术。两位恐惧魔王见到如此奇异的一幕，纷纷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时空类型法术是各系法术中最神秘而又强大的，特别是技能控制的效果，只要命中很难逃脱。还好对面人类召唤师只能召唤几十只而已，要不然我们可就遭殃了。两位魔王很是庆幸，在他们的认知中，这种强大召唤物，一般召唤师可以召唤的数量绝对不会很多，而且召唤物释放技能后，肯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继续释放。这次他们运气不错，即使躲过去了，就不用再担心接下来还会受到控制了。3D 一起开启无敌技能，在无敌技能的期间释放大招，先将那些时空精灵秒掉，这样面前的人类就不足为惧了。为首的恐惧魔王老大对着不远处的老三说道。老三点了点头，同意了老大的观点。旋即两人身后的肉翅拍动，以极快的速度交汇，两道光晕在他们的身上显现，与此同时身上的恐怖气息弥漫而出。去死吧！群魔践踏，超大符臭尸群，地狱火降临，连续不断的技能覆盖了面前数十只时空精灵。轰隆隆！虽然时空精灵还是在尽力躲闪，但是技能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加上有很多群体控制技能，数十只时空精灵很快就被一道群体控制，紧接着就是无数地狱火召唤物加上技能法术的覆盖。负99万，负108万，负110万，不断有伤害数字在召唤物的头顶飘出，不多时，面前数十只召唤物就在技能的狂轰滥炸之下化为流光，回到了次元世界。第186章，数万召唤物集体出动，终于解决了。看着面前的数十头时空精灵被自己全部消灭，两位恐惧魔王忍不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而此时被控制的安纳塞隆和底下还幸存的天灾生物见到这一幕，纷纷吐出了一口浊气。太好了，我还以为我们这次完蛋了，运气也太不好了吧，这次可是我被唤醒的第一战，没想到那么惊险。难道现在的人族都那么强大了？我记得以前很弱鸡的，现在稳了，没有了召唤物的召唤师就是弱鸡，我上午也能将他干掉，干掉他恐惧魔王大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恶魔军团的厉害。底下数千名幸存的高级天灾恶魔纷纷叫嚣着，在他们看来，那名人类召唤师很明显已经是他们恐惧魔王的囊中之物了。有些高级恶魔也为自己的劫后余生感到庆幸，纷纷感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然而就在这时，陈峰骑着黑暗魔龙缓缓地飞到了他们的上空，和面前的两位恐惧魔王对立。见到这一幕，面前的两位魔王有些诧异，这召唤师没了召唤物还敢冲到近前，脑子坏掉了？人类乖乖的受死，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要不然……为首的恐惧魔王刚想放一句狠话，然而还没等他说完就被陈峰打断了。这下你们都逃不了了吧？陈峰的话音刚落，面前的恐惧魔王顿时懵逼了。面前的人类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都逃不了了？难道有埋伏？仅仅一瞬间，面前恐惧魔王的老大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作为存在了数万年的天灾智慧生物，他的智商是非常高的。面前的人类召唤师在被解决了所有召唤物后，竟然不提前跑路，竟然还敢冲到他们身前。很明显，这人类还有不为人知的底牌，这底牌很有可能对他造成极大的威胁。不好，我们快退，离这个人类远一点。想到这里，两名天灾恐惧魔王立马抽身暴退。在他们看来，不管对方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总之自己先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说。哈哈，到现在了还想跑？晚了。陈峰大笑一声，手上的盘龙戒指光芒闪动，仅仅一瞬间，数万时空精灵、暗黑精灵、精灵王、亡灵魔法师、路易斯等等召唤物一股脑的冲了出来，就好像倒豆子一般。与此同时，周围的森林之中也同样出现了数万的召唤生物，全都是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见到这恐怖一幕的恐惧魔王们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为了击杀10几头召唤物就动用了全部实力，这场面上至少也得是数万召唤物吧。完了，地面上原本还嚣张无比的天灾生物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纷纷瘫软了下去。这一次陈峰的召唤物没有丝毫保留，直接火力全开。轰隆隆，啾啾啾，滋滋滋，一时间整片天幕都被召唤物的技能所覆盖，所有的天灾生物包括3位恐惧魔王都在技能的覆盖范围之内。30万09,600 58万6410 85万8541，法术暴击48万5621，一连串超过6位数的伤害数字在地面上无数天灾生物的头顶上跳出。仅仅一个呼吸的时间，底下的低于半神阶位天灾生物和安纳塞隆纷纷暴毙死亡，也只有刚过来不久的2名半神恐惧魔王还在苦苦支撑着。但是
他们也在时空精灵的技能控制下根本动不了，只能成为陈锋的活靶子。紧接着，数百道击杀传说皆为怪物的全服公告在所有玩家的光脑面板上刷新。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89级恶魔领主哈登，传说级 NPC 生物，奖励玩家自由属性点加200点，技能点加20点，玩家声望值加1000点。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95级恐惧魔王安纳塞隆，半神级 BOSS， 奖励玩家自由属性点加1000点，技能点加100点，玩家声望值加1000000点。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85级恶魔术士洛克，传说级 NPC 生物，奖励玩家自由属性点加200点，技能点加20点，玩家声望值加1000点。叮咚，全服公告！省略第187章全元素风暴。全服公告足足数有100条之多，直接让全服的玩家惊呆了。别人的全服公告可能几天几个月不见一次，陈锋的全服公告直接刷了好几分钟。有没有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世天大神的国服公告刷屏的时间比我男朋友时间还久？第一次见全服公告能刷那么久的，是天大神牛逼！酸了，是天大神光全服公告获得的属性点比我升级到现在获得的还多。我尼玛，你们没发现是天大神击杀的都是天灾阵营的 BOSS 吗？这不是说明是天大神正和游戏最终的势力决战？卧槽，好像真的是哎！是天大神也不开个直播让我们见识见识大场面，好让我们长长知识。就是是天大神求开播，只要大神开播我就刷100个为爱发电。全服的众人纷纷为看不到陈锋击杀这些天灾 BOSS 的画面而感到惋惜。然而此刻的陈锋看到面板上接连上涨的自由属性点，心里乐开了花。粗略地估算了一下，面前这座天灾基地至少有130多位传说级 NPC， 加上3位半神级的恐惧魔王，这次击杀下来至少能让自己的属性点上涨将近3万点。这3万点的自由属性点对陈锋来说可是能多召唤出30万召唤物。心里美滋滋的将全部自由属性点都加到了智力上，智力属性再次经历了一次暴涨。这时看向底下痛苦挣扎的2位半神 BOSS， 陈锋不由得露出了冷笑，都毁灭吧。说完，陈锋手上的法杖挥动，一股全元素的能量在天空汇聚，超级劲咒全元素风暴，轰轰轰！一时间电闪雷鸣，水火相融，一副毁天灭地的场景出现在这片天空之中。整片天空都变得灰暗了下来，数不清的巨大陨石、天火、冰雹、雷霆、风刃从天而降。看到天空中传来的强大威能，2位天灾恐惧魔王的脸上充满了绝望。不，元素风暴降临到地面的一瞬间，周围的高山树木直接化为碎末，处在风暴中心的2位魔王更是死得不能再死。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94级恐惧魔王马瑟里，半神级 BOSS， 奖励玩家自由属性点加1000点，技能点加100点，玩家声望值加1000000点。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是天击杀 LV97级恐惧魔王迪瑟洛克，半神级 BOSS， 奖励玩家自由属性点加1000点，技能点加100点，玩家声望值加1000000点。直到2道全服公告在陈锋的系统面板上跳出，宣告了这2个半神 BOSS 的死亡。风暴散去，被全元素风暴轰炸后的地面变得满目疮痍，没有一块是完好的，有些地方甚至整块地皮都被掀了起来。禁咒法师的2转专属技能元素融合，没想到那么强。陈锋看到这恐怖的场景，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这个技能之前一直没有释放过，今天也是头一次释放，是2转的专属技能，可以将数个技能融合释放。陈锋这次将5个禁咒融合在一起释放了出来，没想到威力那么大，他甚至感觉到自己要是在里面也会被瞬间撕碎。收拾了一下发散的思绪，陈锋开始收拾地面上的战利品。最后经过了数个小时的拾取，终于将地面上所有的物品都一一收集了起来。最后陈锋做了一个统计，史诗装备足足300多件，传说装备50多件，神话传说10件，技能书10本，2张战士隐藏职业转职卷轴，金币、材料、药水若干。其中2件神话传说的布甲装备陈锋刚好用得上，属性也不错。其中1件加了个群体防御的光环，但是和防御勋章的光环冲突了，不过也无伤大雅。技能书好多本，其中有1本半神级召唤师技能书召唤地狱火，属性非常不错，拥有魔法免疫和灼烧的技能，主要是作为一个肉盾战士的存在，陈锋也是直接学习了。学习成功后顺便召唤了出来，查看一下属性。地狱火神级，等级 LV100， 神级100级上限，血量2500万，攻击10万，防御28万，攻击速度每秒攻击3次，释放速度30%，移动速度普通移动10米每秒，
急速移动20米每秒。技能1：虚空灾火。被动技能：地狱火会对周围10米内的敌人每秒造成2万点加最大生命值 0.1% 的持续法术伤害。技能2：地狱之拳。地狱火向前方挥拳，对面前举行区域的敌人造成 30% 减速，减速5秒，以及自身攻击 200% 的物理伤害。技能3：天崩之摧。地狱火从天而降，对50×50区域内的敌人造成自身物理攻击 200% 的物理伤害，并击飞一敌方1秒。技能4：魔法免疫。被动技能：地狱火为岩石类生命免疫所有魔法控制效果，并且免疫 50% 的魔法伤害。技能5：邪能契约。主动释放技能后，提升 30% 的移动速度，并且每秒恢复 6% 的最大生命值，效果持续10秒。被动：永久提升物理魔法抗性。属性还算不错，一个坦克类的召唤物。陈峰看完地狱火的属性，给出了评价。现在陈峰学习召唤物技能对他的提升已经不是很大了，毕竟有时空精灵、暗黑精灵、精灵王等召唤物的存在，已经不缺输出和控制了，多了这个召唤物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至于其他自己用不上的东西，陈峰也没有细看，到时候直接出售给军部，要么内部消化就行了。值得一提的是，噬魂面具在吸收了3名半神的神之力后，提升进度达到了 65%， 这3兄弟没有之前半神巫妖哈根达斯提升的多。收拾完了一切，陈峰便带着若若前往这次的目的地太阳井。第188章直播太阳井副本。不久后，两人终于来到了精灵之森的中心区域。此时，两人的面前位置出现了一个表面浮现着点点星光的传送阵。就是这里了，陈峰呢喃了一声，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拉着若若的玉手，大步流星的就踏了上去。紧接着，一道七彩的光芒出现，直接笼罩了两人。叮咚，该地区为隐藏副本入口精灵圣地太阳井 LV99 级，该副本开启时的默认难度为噩梦难度，需要解锁对应任务后才有资格进入，正在检测玩家是都拥有进入资格。叮咚，检测您拥有进入精灵圣地太阳井的资格，是否立即进入副本中？提示：该副本为特殊主线副本，副本挑战失败将会影响整个元宇宙的剧情发展，玩家也将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请谨慎考虑后做出决定。进入。陈峰没有丝毫犹豫，要是自己都没有能力通过，谁还能通过？叮咚，你已成功做出选择，将在10秒后进入副本内部，请做好准备。10、9、8、7、1。叮咚，副本已开启，消灭副本内所有天灾生物，并击败副本最终 BOSS， 帮助精灵少女希若若完成光明女神的传承后，副本任务完成。副本时间无限制，精灵少女希若若或玩家人物死亡后，副本挑战失败。随着面板上系统提示音不断的出现，陈峰也逐渐开始全神贯注了起来。紧接着，两人直接被传送到了一个直径大约数千米大圆盘处，整个副本都被一道透明的结界所包围。平台之上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只有平台最中间的位置有着一座数米高的祭坛，那个祭坛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太阳井了。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咚，第一波天灾生物将在30秒后刷新，请在10分钟内消灭所有天灾生物，超过时间还存在的天灾生物，每一只将强制扣除玩家和精灵少女希若若最大生命值 5% 的血量，玩家死亡或者精灵少女希若若生命值为0时任务失败。提示：副本期间，由于精灵少女希若若需要感悟诀传承的法则，将无法回复血量，无法移动，释放技能，直到击杀副本最终 BOSS。 系统提示音落下后，陈峰向着身后看去，果然此刻的若若被定格在了原地，身后的4对天使翅膀缓缓地飘动，眼睛闭合，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好似在沉睡一般。此刻陈峰也是略微想起太阳井这个副本。太阳井副本是类似一个防守副本，玩家在副本内充当的角色相当于一个防守天灾怪物的英雄，守卫的对象自然是若若。陈峰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天灾生物会分成5路，连续不断的向着自己所在的位置发动攻击，时不时也会有天灾 BOSS 混合在其中发动攻击，玩家需要守卫5波的怪物才能面对最终 BOSS， 直到消灭了最终 BOSS 才算通关副本。前世这个副本也算后期非常难的副本之一，因为副本内的天灾生物每次出现都是数以千万计的，而且玩家在击杀了这一波全部的副本怪物时，过个30秒时间，更强的下一波就会出现，给玩家准备和恢复状态的时间就非常的少，一波接着一波，所以这个副本非常的难。他记得自己前世时，为了通关这个副本，后续有通关奖励，不知道研究了多久，看了多少攻略，才在一个大神发的视频帖子上找到了通关的心得。这个攻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大神的队伍在通关各个难度关卡时的心得。视频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攻略，就是这个队伍总会在即将击杀完当前这一波怪物时，总会留下一只残血的怪物，然后由一名移动速度快的刺客或者弓箭手拖住这个小怪，
拉怪只要不超过10分钟就行，这样所有人都能在这段时间里多补充一些状态，以接受下一波的怪物攻击。虽然这个可能会非常浪费时间，但是在当时开荒时期，玩家的整体装备也不是很豪华的前提下，也算得上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了。只是以陈峰现在的实力，完全不需要这样做。他巴不得这5波的怪物集体进攻，自己也能快点将这个副本通关了。想到自己即将无聊的等上至少1个多小时的时间，陈峰就有些心里烦躁。怎么就不能给伟大的 VIP 玩家来个加速呢？陈峰无情吐槽。对了，刚才还有人发喇叭想要看我直播来着，反正无聊，要不就开个直播，让他们见识见识以后的副本，顺便也可以展示展示肌肉，让别国的玩家断了对龙国不利的念头。想到这里，陈峰也不再犹豫什么，直接在光脑界面开始操作了起来。由于有了数次直播的经验了，陈峰对于游戏直播的操作那是了如指掌，数秒的时间就将直播间开了起来。他也顺便登录了游戏官方论坛，将自己的直播链接发了上去，用来吸引更多的玩家前来看他的直播。毕竟直播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顺便也能收点免费的为爱发电，不是？就在大量玩家看到陈峰开启直播的消息时，顿时轰动了，纷纷涌入到陈峰的直播间内，做好观看大场面的装备。当然，早些看到陈峰帖子的玩家也会如同炫耀一般，将这个链接的内容转发到他所熟知的所有好友和群组之中。就这样，短短的时间里，陈峰再次直播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瞬间就吸引了大量的玩家进入到陈峰的直播间之中。我去，弑天大神终于又开直播了，距离上次魔界的直播好似过了好几个世纪一般。对，强烈请求，哦不是跪求，陈峰大神能多开直播，让我们也长长见识，看看游戏中的大场面。礼物、书架、订阅走起，兄弟们！你一个发电，我一个发电，弑天大神永不断电。第189章副本第1波瞬秒。一时间，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观众们一进入到直播间就惊喜的大喊大叫。他们的弑天大神终于再次开播了，这可是无数的粉丝朝思暮想的事情，现在终于再次实现了。所以一个个都兴奋的开始在弹幕上刷屏。一时间涌入的人气加上弹幕数量过多，差点直接导致直播间崩溃，还好直播的服务器短暂进行了加强维护，才让直播间保持了顺畅。与此同时，陈峰的直播画面也迎来了副本的第1波天灾生物，一众玩家也在激动过后开始被陈峰直播间出现的怪物吸引住了心神。这时只见到陈峰骑乘在一头黑暗魔龙的背上，在高空中静静地俯瞰着地面，而此时的地面上无数怪物在圆台周围的传送之门处源源不断的出现。粗略的看去，第1波的怪物至少都得有数万的规模，而且还在不断的出现。陈峰此时也只释放了数千头召唤物，不是他不想多释放召唤物，而是即使多释放了召唤物，也是要等到怪物一个一个在传送之门中出现，反正都是秒杀，何不少一些，还能让直播间的观众多看看以后的敌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快看，弑天大神竟然被天灾怪物包围了，难道这次又是绝地反击吗？这一开始就是高潮，后面岂不是要我们直接软掉？这场面算什么？我可是看过弑天大神一人独占100万大军，瞬间就将100万大军杀得丢盔卸甲，那场面才是真正的高潮。牛逼啊，好想高潮一次。弑天大神能满足我吗？你们都在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的样子？直播间的玩家们在看到现场的局势后纷纷惊呼了起来。龙国的玩家还略微好一些，经历了数次阵营战争，加上时不时就能听到星际员工会的成员大肆宣扬他们的会长多么牛逼，多么秒天秒地，所以在龙国玩家的心里，陈峰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要是不见到如此场面，他们反而觉得不真实。他们的是天大神，每次的战斗就应该惊天地泣鬼神。然而还处于石器时代的外国玩家就不同了，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大场面啊？这次有幸见到，不得聚精会神好好的欣赏欣赏。副本内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过去，第1波生物都在陈峰的有意操控下全都集中在了一起。看着地面上密密麻麻至少有大几万的亡灵骷髅，陈峰露出了冷笑。来1波瞬秒吧。他在心里想着，先给直播间的观众来1波开胃菜，顺便给他们提神。想到这里，他来看底下的召唤物，随即指挥数百精灵王围在一起，都朝向怪物汇聚的方向抬起的右手。灭世光线，啾啾啾！数百道彩色光线组成了一个超大的光柱，向着面前的亡灵骷髅群中激射而出。轰轰轰！785400，1624570，法术暴击，775620。巨大光柱所过之处，只要触碰到亡灵骷髅，都会发生剧烈的爆炸，无数道超过70万的伤害数字在他们头顶上跳出，无一例外都是秒杀。这一秒杀数万的亡灵骷髅的画面，直接让直播间内的观众倒吸了一口凉气。副本内的骷髅军团呢？
怎么突然就被蒸发了？我特，难道我和噬天大神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瞬秒数千传奇级骷髅军团，噬天大神究竟到达何等层次？卧槽！我眼睛一睁一闭就错过了大场面了，真的是太牛逼了！666，直播间内的一个个观众看到这壮观的场面，纷纷直呼过瘾。直播间内的为爱发电不断，屎黄色按钮乱飞。陈峰看到暴涨的人气值，也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波操作还算可以。紧接着，30秒的倒计时很快过去，第二波的天灾怪物也开始在周围向着陈峰所在的位置靠拢。快看快看，又一波怪出现了！这次他们会以怎样的状态被噬天大神秒杀？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个副本内的怪物如此快的时间就再次刷新，全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直播间画面之中。弹幕都在讨论着这一波怪我会以怎么的形态被陈峰秒杀。陈峰也看到了由腐尸军团组成的天灾大军正浩浩荡荡的袭来，这些腐尸嘴中还啊呀发出瘆人的叫声，就像现实中的生化危机一样，很是恐怖。这一波的怪物还真是令人恶心啊！陈峰小声的嘟囔了一声，随后就是考虑使用那种类型的召唤物，将面前的恶心的腐尸秒杀了。略微思考后，那就用魔法来打败魔法，去把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短暂的技能施法后，10名拿着骷髅法杖的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出现在众人的视线范围之内。咦，这召唤物是什么？怎么没怎么见过？这时，直播间内的观众有人提出了这个疑问，一时间许多人纷纷在弹幕中附和，也表示疑惑。的确，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这个技能，陈峰只在学习前期召唤了几次后，后期确实很少召唤了。有许多玩家确实没有看到过这个亡灵系召唤物。陈峰之所以不经常召唤它，倒也不是这个召唤物不够强大，单纯的就是因为这个召唤物散发出来的亡灵气息有一些恐怖，召唤出来的话会吓到一些小孩子。若若就表示很不喜欢，所以陈峰就很少召唤它。然而这次若若正在觉醒，自己正好也可以将这个传说级的亡灵魔法师拉出来溜溜，让直播间内的观众开开眼。第190章，强大的深渊狮王。果然，在召唤出来后，大部分观众就表示了疑惑。好在直播间内有许多见识过陈峰攻打魔界时释放过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这些玩家直接当场做起了解说员。哦，原来亡灵召唤物，怪不得长得那么瘆人。噬天大神怎么才释放了10个亡灵魔法师？这一波的怪物估计得有数万之多吧？难道就凭10只召唤物对抗数万天灾腐尸？这也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吧！可能噬天大神还会派遣其他召唤物支援的吧？不然数万腐尸一人一口，这10位亡灵魔法师也会被啃得骨头都不剩了。是啊，估计噬天大神还会有后手准备的。直播间众人看到陈峰只召唤了10只召唤物，就像对抗数万的天灾腐尸时，纷纷表示不可置信。然而，陈峰就是准备让10位亡灵法师来对抗数万天灾腐尸，让直播间的众人了解，在自己这方遇到亡灵法师时，一定要不惜代价，第一时间消灭，要不然即使他现在只有一个，只要过一小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亡灵生物出现，将你守护的基地踏平。此刻，只见到不远处的腐尸兵分5路，向着各个路口的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处涌去。每个路口只有2名亡灵魔法师镇守，陈峰其他召唤物都退到了后方，他自己也只是在天空中淡淡的看着底下的一幕。怎么回事？噬天大神怎么不释放其他召唤物了？每个路口就只有2个亡灵魔法师召唤物，噬天大神这是想要干什么？我去，总感觉又能看到震撼人心的大场面了。期待+1。见到陈峰就释放了亡灵法师来镇守这波怪物，直播间内的观众纷纷表示了疑惑，但是疑惑的同时也开始期待起接下来的直播画面了。副本内，就在无数腐尸急速接近亡灵魔法师时，只见到10名亡灵魔法师整齐地举起骷髅法杖，开始吟唱亡灵魔法。短短数秒的时间，副本的空间内突兀地出现一道青绿色的空间裂缝，紧接着空间裂缝处一只巨大的绿色手掌一把抓住了空间裂缝的外壁。吼！一阵大吼声传来，一只体长5米多、身上充满了绿色健硕肌肉的怪物出现在一众腐尸的前方。深渊狮王传说级，等级 LV99， 神级100级上限，血量999万，攻击 9.9万，防御 6.6万，攻击速度每秒攻击3次，释放速度 20%， 移动速度普通移动20米每秒，急速移动40米每秒。技能1，亡灵之躯，被动，免疫大部分负面效果，中毒、流血等，在腐蚀之地中回血速度大幅增加。技能2，分裂攻击，被动，深渊狮王的普通攻击会附带分裂效果，
攻击一个单位时，会对周围5乘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方生物造成自身攻击50%的伤害。技能3：死亡冲锋。深渊狮王锁定目标，向前方发冲锋。冲锋时会对路径内的敌人造成自身攻击100%的物理伤害，对命中的目标造成自身攻击300%的物理伤害，并且眩晕周围的敌人5秒。技能冷却60秒。技能4：吞噬。深渊狮王可以吞噬低于传说阶位的血肉类生命，对其造成秒杀效果，并且根据吞噬数量和品阶回复自身一定的血量。吞噬的数量根据怪物的体型和品阶有关，吞噬一定数量后需要消化1天的时间才可再次吞噬。这正是亡灵魔法师的大招召唤深渊狮王。我尼玛，这是绿巨人吗？好长，好大！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纷纷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与此同时，第二波的腐尸也和亡灵法师召唤出来的深渊狮王交上了手。只见到数百的腐尸围着面前一只深渊狮王，在他粗糙的皮肉上不停地啃咬着。212、251、245，数百道不痛不痒的伤害在深渊狮王的头顶上冒出，有些腐尸甚至牙齿都咬崩了，也无法破开深渊狮王的防御。但是深渊狮王就不同了，只见他缠着铁链的砍刀，一刀挥舞下去，就是一片腐尸倒下，分裂的效果。有些甚至还抓起数头腐尸，直接塞进嘴里，疯狂的咀嚼，发出了卡呲卡呲的声响。紧接着，身后的亡灵魔法师一道法术凝聚而出，只见到深渊狮王的头的眼中的红光芒大盛，嗜血而又狂暴的感觉渗透而出。好，受到亡灵法师技能的狂热的加持下，深渊狮王攻击的频率变得更高了。刷刷刷刷刷，1秒的时间内连续挥出了5刀，直接将面前的腐尸全都砍翻在地，无数残肢内脏在天空中乱飞。而且在亡灵魔法师吸血光环的加成下，深渊狮王的血条根本一点都没掉。就这样，深渊狮王在亡灵魔法师的辅助技能加持下，从怪物的起点一路砍到了怪物刷新点门口，还在不停地挥舞着大刀。这血腥的一幕直接让直播间的观众都差点将隔夜饭都吐了出来。滋滋滋，元宇宙的直播画面也太真实了吧！确实，这画面代入感实在是太强了，我已经将我带入到直播画面中了。这亡灵魔法师召唤出来的绿巨人也太强了吧！一路从南天门砍到了北天门，这大砍刀什么牌子的？我也想买一把用来拍算。弑天大神，召唤物中的召唤物都那么强，简直无解。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开了眼界，单靠10只召唤物就能敌过数万桶等级亡灵腐尸，真的是牛逼。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赞叹起尘封召唤物的强大。不久后，在深渊砍王不停的挥砍下，地面上终于只剩下了10头深渊狮王、10位亡灵魔法师以及一地的尸体残骸。叮咚，你已经成功消灭副本第2波天灾生物，第3波天灾生物将在30秒后到来，请做好准备。系统提示音传来，接下来即将面对的将是第3波天灾生物。第191章，无尽骷髅海。陈峰没有记错的话，第3波的怪物应该是由几名增物 BOSS 和食尸鬼组成的大军，数量不会少于3万。果不然，在30秒的倒计时结束后，传送阵位置每1秒都会出现数量超过100头的食尸鬼和为数也不少的史诗级增物 BOSS。我去，这一波竟然直接出 BOSS 了，而且出怪的数量也增加了不少。之前每一路都是几十几十的出来，现在都是数百数百的出现，这副本的难度也太大了吧？是啊，里面任意的小怪都能将我秒杀。弑天大神究竟在通关什么级别的副本？直播间的名称不是有吗？是一个叫太阳井的副本，貌似也是游戏大后期的副本。现在除了弑天大神，没有人能够进入，他现在算得上是单人开荒吧？卧槽，单人开荒，牛逼！快看，绿巨人和里面的怪物交上手了。随着副本内的战斗继续，一众玩家再次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副本之内。此时依旧是10头深渊狮王加上亡灵魔法师的组合对抗着第3波食尸鬼加增物 BOSS 的组合。但是这次的战斗就没有前面那波战斗轻松，因为这一波的食尸鬼同样拥有吸血光环的效果，攻击深渊狮王的同时也能恢复自身的血量，加上食尸鬼拥有技能狂暴，在开启后攻击速度和开了狂热状态的深渊狮王差不多，加上血膏防后的增物，一时间战斗暂时陷入了僵局。这下弑天大神应该要重新释放召唤物了，这一波的怪物数量和血量比前一波多了很多，加上有 BOSS 在，很有可能会突破防守进攻到后方。直播间内有玩家在观察了一会后做出了评价，然而众人依旧没有看到陈峰其他召唤物有移动的痕迹，他本人也在空中专心操控着直播画面，没有丝毫动作。这就让一众直播间的玩家十分不解了，难道弑天大神还不准备释放其他召唤物来解决这波怪物吗？然而此刻陈峰内心想的是，亡灵魔法师真正的实力还没展现出来呢，召唤其他召唤物自然能将面前所有的怪物秒杀，但是这样的话众人还是不能认识到亡灵魔法师的恐怖，这不是他想要的。
亡灵魔法师真正恐怖之处是他能操控无尽的骷髅海，尘封前一波击杀的腐尸尸体在这一刻就有了大用。看着面前堆积在一起足足有数万的食尸鬼，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差不多了。随后10位亡灵魔法师突然停止了远程攻击，站在原地高举骷髅法杖，开始吟唱法术。随着技能持续的释放，原本地面上的腐尸尸体开始缓慢的蠕动，一只身穿铠甲、手持砍刀盾牌的亡灵骷髅出现在副本的地面之上。仔细看去，这数千米范围的高台上，足足有数万骷髅战士密密麻麻地站在一起，向着不远处的食尸鬼和憎恶冲去。与此同时，亡灵魔法师手上的法杖持续挥动，狂热的 buff 在骷髅战士的头顶冒出，在狂热和吸血光环的加成下，战场的局面是瞬间逆转。亡灵魔法师召唤的骷髅大军对阵太阳井副本内的亡灵食尸鬼，一时间场上的战斗进入的白热化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刚才亡灵魔法师释放技能使万尸复活的震撼场面也被直播间内的观众记录了下来。这些观众在震撼的同时，也将这一画面传播到各种贴吧、论坛和游戏视频网站上，一时间这个视频在各大网站疯狂转载。亡灵魔法师实在是太强了，一人就能召唤出千军万马，可不是吗？未来和天灾军团开启阵营战争时，我们就要面对亡灵魔法师，要是不提前击杀的话，会非常麻烦。是啊，难道这次弑天大神之所以只释放了10个亡灵魔法师来对抗数万天灾怪物，是想告诉我们亡灵魔法师的恐怖之处？肯定是啊，弑天大神真的用心良苦。看到直播间画面的玩家们纷纷对亡灵法师有了新的认知。这个时候，地面上的战斗也将进入尾声。尘封的骷髅大军在有后方亡灵魔法师的辅助下，即使有大量的骷髅战士倒下，但是只要有尸体亡灵魔法师，就能再次召唤出大量的骷髅。现在副本内的怪物战线已经被骷髅军团稳稳地控制在出怪口。数分钟后，最后一波食尸鬼加憎恶的组合也被周边的骷髅大军淹没。叮咚，你已成功消灭第3波天灾怪物，距离下一波你有30秒的准备时间。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第3波的怪物全都倒在了地上，化为了一地的尸体。终于第4波了，还有2波就是最终 BOSS 出现了。陈峰自己呢喃了一句，随后他决定在后2波不再留守，前3波节目效果已经拉满了，最后2波让召唤物随意输出吧。想到这里，陈峰直接让身后数万召唤物集体冲到了近前，堵在了刷怪的传送阵之前。第192章第5波冰霜巨龙。30秒的时间很快过去，第4波的怪物也如约而至。这次天灾出现的怪物是不死族的毁灭者和石像鬼，其中石像鬼是空中单位。这些怪物出现的一瞬间，直播间内的观众都露出了疑惑的神情，纷纷表示没见过这2种天灾生物，纷纷在弹幕中刷礼物询问。玩家噩梦之翼送出100个为爱发电复言，求是天大神共享怪物属性。玩家爱吃笋片炒海参的阿峰送出10个大宝剑复言，铜球铜球。陈峰也是在一众弹幕之中看到了大量玩家的所求，便对着前方的怪物释放了2道侦查术，并将侦查传来的怪物属性同步到了直播间之内。天灾石像鬼，史诗级精英生物，等级 LV95， 血量 120.5 万，攻击 5.10 万，防御 2.30 万，技能急速飞行，加快 100% 飞行速度，持续20秒。石化，化为石像状态，防御上升10倍，无法移动攻击。狂化，攻击速度提升 100%， 自身受到伤害增加 30%， 持续10秒。波刃攻击，释放1道波刃，对敌方单位造成自身物理攻击 150% 伤害。描述：天灾中仅次于冰霜巨龙的飞行单位，以数量巨多著称，达成一定规模后，甚至可以击杀巨龙。恶魔毁灭者，传说级精英生物，等级 LV95， 血量 181.5 万，攻击 7.10 万，防御 3.50 万，技能嗜血，技能开启获得 100% 吸血，技能持续10秒，分裂攻击，近战攻击对周围的单位造成 30% 的范围性伤害，抗性皮肤，免疫一定的魔法伤害，致命一击，有 20% 几率打出5倍伤害。描述：天灾军团中最强的地面单位之一，拥有强大的近战实力。陈峰将2种天灾生物的信息传到了直播间的画面中，看到这2种天灾生物强大的属性和变态的技能后，直播间直接炸开了锅。这也太强了吧！精英生物都是超过100万的血量，感觉随便来一只就能屠杀我们一座城的玩家。的确，这些怪物可不是我等可以觊觎的。弑天大神还要面对数以万计这种级别的生物，简直恐怖如斯啊！我们和弑天大神的差距恐怕隔了数个版本之多。弑天大神究竟达到了何等层次？不知道何时能看到弑天大神人物面板公开的那一天。一众玩家瞠目结舌，对陈峰现在的实力更加好奇了。
陈峰当然也看到了直播间一众好奇的玩家，想要知道自己现在的面板属性。但是陈峰现在还不想公开自己的人物面板，倒也不是害怕别人知道了后会对自己有什么别样的想法。毕竟以自己现在的属性，就是让元宇宙所有的玩家加一起来砍自己，自己可能连一点点血都不会掉。至于不想公开自己人物属性的理由，可能就是不想打击到这群努力奋斗的玩家而已。反正他是这样想的。接下来第4波的怪物虽然属性和技能都非常的强大，但是在陈峰召唤物的大量 AoE 伤害下，一个个没开出什么技能都倒在了地面之上，证明空有属性和实力，手不够长也没用，所以长手范围广的法师才是永远敌神。许久后，第4波的怪物也在陈峰召唤物技能的狂轰滥炸之下化为了碎肉，即将迎来副本最终 BOSS 前的最后一波。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太阳井副本的最后一波应该是天灾最强的冰龙军团来进攻。陈峰短暂的思考后，想到了前世自己在面对太阳井最后一波怪物时的场景。他记得那时候自己也是刚刚突破到 LV95 级，身上一套80级的史诗套，加上有几只比较厉害的召唤兽，内心早就膨胀的不行了。组了个20人的强力队伍，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杀到了副本最后第5波。本以为以自己队伍的实力挑战最后一波的怪物应该是简简单单，但是在怪物出现的那一刻，众人直接傻眼了。好家伙，只见到大量的冰霜巨龙如同遮天蔽日一般出现在副本的高空，他们每一头都是史诗级 BOSS 的实力。陈峰带领的20人小队也只坚持了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快速的被送回城了。要知道，他那时候带领的小队虽然不能算是国服最顶尖的，那至少也得是超一线的队伍。没想到在第5波时，竟然不到5分钟就全部被送回了城。自从那次之后，陈峰好久都没去攻略太阳井的副本，毕竟冰龙军团实在是太强了，他认为所有人在职业觉醒前肯定打不过。不过这一世就不同了，自己已经成为元宇宙第1挂逼，只要有 BOSS 胆量血条，他就敢直接将他秒了，小小冰龙而已。陈峰信心十足，将盘龙戒指内数万头黑暗魔龙释放了出来。同为龙族 BOSS， 黑暗魔龙的品阶在职业天赋的加强下是传说阶位的，加上后方有其他召唤物的辅助，击杀史诗阶位的冰霜巨龙简直手到擒来。好，就在这时，一声龙吟打破了副本内原本的平静。副本30秒的倒计时很快就过去，传送之门中一头头巨大的冰霜巨龙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之中。只见到每一头冰霜巨龙双翼展开，至少有数百米的宽度，巨大的龙身不断地向着周围散发着寒气。直播间的观众看到画面中出现的巨大古龙，纷纷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们本以为前几波的怪物已经天下无敌了，没想到还有更强的。我尼玛，这波倒好，直接上巨龙了。这巨龙我听说至少都是史诗级的 BOSS， 数量如此多的史诗巨龙，不知道是天大神还顶不顶得住。切，小看我是天大神，史诗又如何？他是即将是神的男人，是天大神，强无敌。于此，陈峰也释放了一道侦查术，查看了一下号称天灾最强兵种冰龙的信息。冰霜巨龙，史诗级 BOSS， 等级 LV95， 血量 500.0 万，攻击 13.10 万，防御 5.50 万。技能1，冰霜吐息，普通攻击时释放一道冰霜吐息，攻击建筑时会使建筑进入冰冻状态，吐息连续攻击生物5次时会使生物进入冰冻状态5秒。技能2，龙吟，龙族发出愤怒的吼叫，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短暂的眩晕。技能3，龙族威严，对周围敌人造成一定威慑，降低被威慑敌人 20% 的全属性。技能4，疾冰盛宴，对周围释放大范围的冰霜吐息，造成自身攻击 200% 的冰属性伤害，并造成5秒的冰冻效果。技能5，抗性皮肤，免疫一定的魔法伤害和控制效果。描述：天灾军团中最强的天空单位没有之一，见到他就代表着死亡。第193章，粉丝遍布全球。还不错，虽然是史诗级的 BOSS， 实力已经堪比传说级的 BOSS 了。陈峰看到传到眼前的属性后，忍不住评价道。而此时，副本内的战斗也拉开了序幕。副本的出怪传送点，5个传送点每秒都能释放出10条冰霜巨龙，数十秒下来，副本内已经被冰霜巨龙的身影完全覆盖。加上陈峰同时召唤了数万的黑暗魔龙也在天空中飞舞，一时间，陈峰直播间内的第一视角全都是黑白色的巨龙身影。玩家原本在游戏中见到一只巨龙都非常难得，这次陈峰的直播间内直接出现了数万头巨龙，那画面感实在是太强了。只见到黑白两方的巨龙在天空中开启了互喷模式，黑色白色能量交错落在对方的龙身上，也有不少冰龙吐息溅射到地面的亡灵骷髅，只要被溅射的亡灵骷髅纷纷被冰龙强大的吐息瞬秒一大片化为骨粉消散。这万龙大战的战斗场面直接将直播间内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这才是游戏的大场面啊！长见识了，之前一网红博主曝光巨龙1v1的场面就足够震撼了，这下直接数万巨龙对战。我要将直播间的画面分享出去，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史诗级大场面。一时间，直播间内的观众都被这震撼的画面所折服，陈峰直播间内的在线人数也突破了10亿大关。顿时，直播间内屎黄色按钮乱飞，为爱发电等礼物不断。直播如此高的热度，也吸引了一些外国高层的注意。此时，星条国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有了世天这样强大的玩家，龙国的崛起将无可阻挡。为什么我星条国就不能出一个与之比肩的呢？此时，一位年纪50多岁、身体有些发福的金发白人男子，正在办公室内看着陈峰的直播画面。他正是星条国现任总统特拉普。在元宇宙这款游戏确定了能将实力同步到现实后，他也立马就投入到了游戏之中。毕竟他现在也年过半百，现在游戏可以让他拥有第二春的机会，他怎么可能错过？他现在在闲暇之余就会进入到游戏中，依靠现实中的权力，他已经突破了 LV30级，并且运气不错，在游戏中继承了些许实力到现实中，这让他信心倍增，更加爱这款游戏了。他在玩游戏的同时，他有时候也会观看游戏直播，学一些操作技巧和攻略什么的。这次他观看陈峰的直播，完全是因为陈峰超高的人气。然而，就在他看到陈峰在游戏中秒天秒地时，他顿时被深深的吸引。也就在看到陈峰召唤出数万黑暗魔龙之后，才有了刚才的感叹。他也从想要打压龙国的陈峰，到慢慢的认可他。原因也没有其他，陈峰现在的实力和成就实在是太惊人了。现在就是他以全国之力来追赶陈峰，估计没有个1年半载的时间是不可能超越他的。而且还是在陈峰完全停留在原地的情况下，但是这样的情况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实中也是一样，当两人差距不大的时候，弱的一方往往会因为嫉妒想方设法的超越强的那一方。但是当两方的差距如同天堑一般，弱小的一方永远只会仰视强者，完全不会有其他念头。现在星条国总统就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和龙国争锋的念头，连针对陈峰的计划也完全取消了，甚至现在的他还是陈峰的忠实粉丝。古德，世天大神实在是太强了，礼物走起，这次的榜一定是我的了。特拉普的话音刚落，无数礼物飞起。感谢星条国总统特拉普的100发超级大宝剑，非常感谢。陈峰看着刷屏的礼物感谢道：我去，这大哥名字真土，还星条国总统，我还樱花国祖宗徐福呢。哈哈，人家大哥可能是为了搞笑，毕竟星条国那位总统也非常的搞笑。哈哈，果然大哥都很幽默。快看那名星条国总统特拉普和高卢基国总统开始争抢榜一了，真牛啊！牛逼牛逼！世天大神粉丝已经遍布全蓝星了。战斗还在持续，这无数冰龙组成的军队也确实给陈峰数万的召唤物大军造成了不少冲击。不过这也是因为陈峰没将神级召唤物释放出来的原因。毕竟都是瞬秒的话，开启直播也没什么意思了，还是要整一些各国观众喜欢看的，等到最后一波及 BOSS 时再全力以赴也不迟。即便如此，陈峰的黑暗魔龙军团也稳稳地压制住了冰龙组成的军团。在地面上亡灵魔法师狂热和陈峰光环的加持下，一头头黑暗魔龙就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一口口龙岩疯狂的吐下。黑暗魔龙吐息2次，冰霜巨龙可能才能吐息1次。这还是陈峰没释放鞭打的前提下，要是召唤物叠满他的攻速 buff， 估计黑暗魔龙都可以以1敌5。就这样时间流逝，许久后最后一波的冰龙也刷新完毕，但是在出现后没几秒就被黑暗魔龙包围。无数龙炎集火攻向仅剩的数十头冰霜巨龙 BOSS。212520，412520，435410，暴击！大量伤害冒出，5头冰霜巨龙很快就只剩下最后一头，而且还是残血的。至于陈峰为什么没有直接击杀的原因，是他想做好完全的准备，然后再开启最后一波的攻击。因为陈峰也不知道，他这是作为副本开启者最后需要面对的 BOSS 究竟是什么级别的。根据他对比前世小怪的难度推断，最终 BOSS 很有可能是超越半神巅峰的强大存在，甚至很有可能是神级 BOSS。而且在副本里也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最主要的是若他现在处于觉醒的关键阶段，陈峰可不想他有任何意外，所以这一战陈他准备全力以赴。第194章副本最后的 BOSS。 陈峰开始指挥一头黑暗魔龙吸引住最后一头冰霜巨龙的仇恨值，并不发动攻击。黑暗魔龙的血条要是快消失了，就会有数之圣光精灵释放回血技能将其回满。消灭最后一波怪物，剩余的时间还5分多钟，时间方面还很充裕，可以让我有足够的时间释放召唤物，并且加好状态。每一波怪物强度不同，给的时间也不同。想到这里，陈峰便开始在盘龙戒指内开始释放自己储存起来的召唤物大军。刷刷刷刷，一头头召唤物出现在副本的圆盘之上，
随后又在陈峰的指挥下缓缓地向着四周散开。散开后又会有其他批次的召唤物出现，随后又散开，依次循环。足足过了3分多钟的时间，陈峰的召唤物还在不停地释放。此时召唤物已经遍布整个副本内部，连天空中也全是召唤物。差不多了。陈峰看着满屏的召唤物，满意的点了点头。再释放能也站不下了。粗略的估算了一下，现场估计超过了15万的召唤物，都是史诗级以上的召唤物，基本兼顾了伤害、输出加回血。这满屏召唤物的出现，自然也吓坏了面前的玩家。见识过陈峰恐怖召唤物的新纪元玩家还好，没见识过的歪果人玩家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王德发，世天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召唤物？好像还没有时间限制。后力邪，这也太变态了，这让我们这些玩家怎么玩？强烈要求削弱世天。楼上傻屌。傅毅，古德，看世天大神的直播又让我长见识了，原来召唤师还可以这样玩，牛逼！世天永远低神。而此刻正在观看直播的召唤师们纷纷欲哭无泪。我们都是虚假的召唤师，是天大神才是真正的召唤师。陈峰自然不知道，因为自己这无心之举，直接或者间接的打击到了无数召唤玩家的心。此刻他正在对平台内的召唤物加上鞭打的 buff， 因为没有技能冷却的影响，他鞭打的速度很快。骑在黑暗魔龙的背上一路疾驰，手中那根赤红色的长鞭向着两边挥舞，有点像星条国电影中的西部牛仔，只是牛仔骑着的是马，陈峰骑着的是龙。就这样，在如此高效的情况下，数十万的召唤物在短短的2分多钟的时间内都披上了一层赤红色的光芒，脸上都带着兴奋的神色。现在场上的召唤物有技能鞭打的效果，还有亡灵魔法师的狂热效果，还有各种光环的加成，战斗力大大的提高。陈峰此刻也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时间差不多了，看了看最后一波的倒计时已经快要结束，随即便指挥附近的召唤物对那头冰霜巨龙发动了攻击。轰轰轰，数道龙炎下去，最后那头冰霜巨龙也哀鸣一声，化为点点冰霜消失在副本的天空之中。紧接着系统提示音传来，叮咚，恭喜你成功抵挡5波天灾军团的攻击，副本的最终 BOSS 古龙王辛德拉将在10秒后苏醒，请做好战斗准备。10、9、8，竟然是他！陈峰看到系统提示音，表情一愣，他也没想到太阳井副本的最终 BOSS 竟然是自己的熟人欧布熟龙古龙王辛德拉。他记得前世副本最终的 BOSS 是一头半神级的冰霜巨龙统领，这次竟然是巫妖王之下最强的天灾 BOSS 古龙王辛德拉。古龙王又如何？现在的我早就今非昔比，再也不是需要别人庇护的青年了。陈峰的脸上露出了坚毅的神色，手中的法杖开始蓄力。3、2、1，随着倒计时的结束，整个副本突然变成化为了冰雪的世界。好！一声响彻天地的龙吟声传来，紧接着一头堪比山岳大小的巨大古龙降临到副本最中间太阳井所在的位置，随后一股特殊的威能释放而出。叮咚，你受到了龙威的影响，攻击速度下降 30%， 释放速度下降 30%， 移动速度下降 30%， 全属性下降 30%。 叮咚，由于你佩戴了屠龙者称号，免疫了此次龙威效果。2道系统判定的效果出现在陈峰的面板。古龙王辛德拉属于龙族，我现在的称号不仅仅可以免疫他的龙威，还能提升 100% 的伤害，接下来我才是输出的主力了。陈峰在这里想着，紧接着他直接将手中蓄力的禁咒对着刚出现的古龙王辛德拉释放了出去，周围的召唤物也在同一时间发动了攻击。轰隆隆，咻咻咻，吱吱吱，无数的技能铺天盖地般落到了古龙王辛德拉的身躯之上。787421，尘封法术攻击；114521，暗黑精灵法术攻击；84521，时空精灵法术攻击；23541，精灵王法术攻击；1121，路易斯法术攻击。大量的伤害在古龙王的头顶冒出，但是除了尘封和3种神级召唤物以外，其他的召唤物基本没打出什么伤害。果然，品阶压制加上龙威的影响下，召唤物的输出大大的折扣了。陈峰做出了判断，可恶，卑微的人类竟然敢伤害本王！吃到无数技能的古龙王发出了愤怒的咆哮，随后看向周围的环境，卑微的爬虫们，就凭你们还不够？好！龙与魔法，死亡咆哮，一道道声波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周围扩散开去。999999，999999，999999，声波扩散的范围，所有召唤物的头顶上不断的冒6位数的伤害数字，处在近前低品阶的召唤物纷纷被声波所影响，化为星光回到了次元世界。第195章，大战古龙王。
短短数秒时间，在古龙王辛德拉周围数万的召唤物直接被其技能所秒杀。陈峰见到这一幕也没有任何意外，神级的古龙王击杀这些史诗级和传说级的召唤物不秒杀的话，才算不正常。不知道时空精灵的控制还能不能奏效？陈峰在心里想着。虽然时空精灵和古龙王同为神级品阶，但是一个毕竟是召唤物，之前控制半神 BOSS 陈峰还是充满信心的，品阶相同陈峰就没有太大信心了。果然，数十头时空精灵同时释放了数道时空禁制，古龙王也只是短暂的停顿了一下，立马就恢复了正常。时空法术，古龙王看着面前飞舞的白色小精灵，略微侧目，随后他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人类身影。竟然是你！古龙王辛德拉略微诧异的看向骑乘在黑暗魔龙背上的陈峰。就是本大爷我！禁咒灭世神炎！陈峰当场释放了一道禁咒作为回应。古龙王辛德拉见状，也是数道冰霜魔法同时释放了出来，两道冰与火的禁咒碰撞到了一起，发出了呲呲呲的声响，瞬间就抵消了陈峰数道禁咒的威力。但是陈峰有禁咒法师的天赋，释放一个技能等于同时释放5个，虽然被抵消了数道禁咒的威力，还是有数道禁咒落到了古龙王辛德拉的身躯之上。1250817 2548452法术暴击1250818，又是超过几百万的伤害数字不断在古龙王辛德拉的头顶飘出，他的血量再次掉了几千万。吃痛的古龙王辛德拉巨大的龙眼愤怒地看向面前的小不点陈峰，可恶的人类，这就是你们遇到熟龙打招呼的方式吗？说完，巨大的龙爪带着破空声狠狠拍向陈峰。陈峰见状不敢大意，被这龙爪碰到了，自己很有可能被秒杀。时空穿梭，他的意念一动，直接出现在了古龙王的背部位置，紧接着又是数道禁咒连发，轰轰轰，连续不断的伤害落到 BOSS 的头顶，他的血条再次掉了一小格。与此同时，周围召唤物的攻击也不断的落到他的身上，让古龙王愤怒无比。没想到短短数月的时间，这人类竟然成长到如此地步。看到面前渺小的身影正不断依靠着闪烁躲避着他的攻击，古龙王的内心大为震撼。在几个月前，他随意一个分身都能轻松将他拍死，没想到几个月后，面前的人类竟然真的和他有了一战之力。这件事必须通知巫妖王大人，再这样发展下去，面前的冒险者将是阻挡我们一统大陆最大的阻碍。古龙王辛德拉此时巨大的龙眼闪烁着奇异的光芒，陈峰依旧在不断的释放着技能。由于古龙王的体型非常的巨大，随意释放的禁咒都能完美命中，加上召唤物的配合下，古龙王的血条也是狂掉。这时，直播间内的观众才在刚才震撼的场面中恢复了过来，他们没想到 BOSS 的体型竟然能有那么大，连整个直播间的画面都装不下。而且他们还看到 BOSS 随意的攻击就能将陈峰数万的召唤物齐齐的秒杀，这是在他们认知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太强了，已经不能用恐怖如斯来形容了，简直恐怖到极致啊！弑天大神面对的竟然是这种级别的恐怖的存在，实在是太强了。我上去恐怕连1秒都坚持不了吧？1秒，恐怕你都不敢进去吧？弑天大神，加油啊，干掉这个 BOSS！ 众人也为陈峰现在的处境感到紧张，毕竟只要陈峰略微有一些操作失误，很有可能就会被秒杀。陈峰此时也是依靠数十万召唤物的牵制，加上自己拥有无限时空穿梭的保命神技，才能在 BOSS 无数技能的宣泄下保持不败之地的。然而这头古龙王也凭借着大量免伤回血的技能，不断的和陈峰做着周旋，时不时就会释放几个大招，秒杀一片召唤物。只是陈峰的时空穿梭的施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他根本抓不到机会。可恶！疾冰风暴！恼怒无比的古龙王又是一道强大的禁咒级法术宣泄而出。只见到巨大的龙头上蓝色符文流转，一道蓝白色的能量球在古龙王辛德拉的口中射出，很快就在副本的内部形成了一道强力的冰雪风暴。那道冰雪风暴以极快的速度扩大，并且在古龙王的控制下，不断向着副本内的圆台开始了横扫。呼呼呼！只要在风暴周围的召唤物全都被吸入其中，紧接着风暴中无数的冰晶碎片如同刀子一般作用在召唤物的身躯之上。1008600 2015112法术暴击1008600，不断有超过7位数的红色伤害字体在风暴中冒出，只要被风暴席卷的召唤物无一例外都被秒杀。陈峰此刻早就躲闪到了风暴的另一端，风暴虽然移动的速度很快，但是还是比不上陈峰的瞬移。他此刻也慢慢的摸透了古龙王的进攻方式，他在释放技能都会有很长的前摇，只要把控好他技能释放的范围就行。就这样，时间也在缓慢的度过。10几分钟后，古龙王辛德拉的血条已经下降到了 25%，
他中途有数次释放了恢复自身血条的技能，也被陈峰摸清了规律。古龙王辛德拉每下降到 20% 的血量时，他就会飞到高空，然后开启无敌技能，随后副本内的房间就会出现5根漆黑的柱子，每根黑柱的顶端都有一颗紫色的能量水晶，能量水晶会释放一道紫色的能量光线，连接向古龙王的身躯，然后古龙王就会每5秒恢复水晶数量 1% 血量，要是不破坏的话 BOSS 总共可以恢复 50% 的血量，非常的恐怖。陈峰也是在吃了一次亏后知道了这个机制。接下来只要 BOSS 血量下降 20% 时，他就会通过技能时空穿梭，在黑柱即将出现的地方召唤出数万的召唤物，这样就能在柱子出现的一瞬间就将石柱上的紫色水晶破坏，这样 BOSS 就不能持续回血了。第196章击败古龙王。又是数道禁咒下去后，古龙王辛德拉的血条即将下到 20% 触发回血的机制，陈峰也早早让召唤物提前做好了准备。禁咒流星火雨，轰轰轰，5道禁咒法术下去， BOSS 的血条只剩下了 20%，古龙王辛德拉也在血条下降到 20% 的一瞬间，就再次开启了无敌技能，飞到了平台的最中心。与此同时，太阳井的平台周围再次出现了5道漆黑的立柱，立柱顶端的紫色水晶开始散发着柔和的能量光波，光波以极快的速度连接上了副本中间的古龙王，古龙王的血量也在缓慢着增长着。然而陈峰早就做好了准备，自己在第一时间就对一根黑色立柱释放了法术技能，禁咒流星火雨，轰轰轰，技能瞬间就落到了黑色立柱之上。然而此次和之前竟有所不同，只见到技能落到立柱前的一瞬间，周围竟然出现了一道透明的结界，但是结界只阻挡住一部分伤害后就应声破碎了，瞬间陈峰所在处的黑色立柱就被瞬间击溃，缓缓倒了下去。即使拥有保护结界，还是无法抵挡陈峰5道禁咒齐发的伤害。与此同时，其他几根立柱也在数万召唤物的技能轰炸下，在5秒的时间内全部被毁。古龙王辛德拉也在5根立柱倒下的一瞬间解除了无敌状态。可恶，竟然打破了本王的法阵！回血被陈峰破坏的古龙王无比愤怒，无敌结束的瞬间就是几发大范围的冰霜吐息，瞬秒了数百的召唤物。嘿嘿，召唤物我多的是，你秒了我继续召唤就行。陈峰呢喃了一声，继续释放法术，使古龙王辛德拉的血条持续的下降。然而就在古龙王辛德拉的血量下降到 10% 的瞬间，他再次发话，准备迎接毁灭吧。他对着陈峰发出了一声怒吼，然后巨大的龙身缓缓地降落到副本的地面上，巨大的龙头开始原地蓄力。很明显，被逼急了的古龙王辛德拉终于开始蓄力大招了。至于为什么不提前释放，陈峰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副本机制设定的原因吧。古龙王辛德拉在停止移动释放大招的同时，陈峰的面板上也出现了一道系统提示：叮咚，古龙王辛德拉神级正在释放技能极冰元素，蓄力20秒后将秒杀副本内低于神级的所有生物。古龙王辛德拉技能释放期间无法移动，无法释放其他技能，也无法被任意形式的控制打断。他在释放技能期间将会获得51点生命值的护盾。这条系统提示在副本的界面出现，瞬间就惊呆了直播间内的观众。卧槽，全屏秒杀，这 BOSS 打不过急眼了，直接开挂。低于神级阶位的必死，噬天大神现在2转 LV99 级，应该属于怪物中的半神级别，岂不是说噬天大神也要被这个技能直接秒杀了？噬天大神危险了，难道他的第一次就要丢在这个 BOSS 的身上了吗？一时间直播间内的观众们纷纷瞠目结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家都没想到副本的最终 BOSS 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技能，而且按照副本内提示的文字来看，这个技能可以秒杀神级以下所有阶位的生物，也就是说，除了时空精灵、暗黑精灵和地狱火这3种类型的召唤物，其他所有在场上的召唤物，包括陈峰，都将被秒杀。想到这里，直播间内的观众都露出了忧虑的神色。虽然大家都知道玩家在游戏中死亡了是可以复活的，即使这次副本开启失败了，陈峰依旧会在就近的复活点复活，等强一些继续来挑战就行了。但是陈峰从开服到现在，在所有元宇宙玩家的心中都是无敌的存在，也是他们心中的信仰，他们也不想看到他有一天也会倒在 BOSS 的脚下。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直播间内有观众就提出了疑问。有，除非噬天大神在20秒的时间内将51点的护盾加最后 10% 的血量打空， BOSS 死亡了，自然技能就无法奏效了。这怎么可能？谁能做到在20秒内打出如此多的伤害？护盾加血条估计需要打出至少11点的伤害了吧？这谁能做得到？噬天大神也做不到吧？现在玩家们的秒伤做到10万就非常不错了，想要秒伤突破到10亿，对面还是神级的 BOSS， 直播间内的玩家纷纷觉得不可能。20秒打出10亿伤害吗？将储存的神级召唤物都释放出来的话，应该不是很难吧？陈峰在内心盘算着，
现在场上低于神级的召唤物基本上都被古龙王清理的差不多了，盘龙戒指内的召唤物又有了空间可以释放。想到这里，陈锋没有犹豫，直接将戒指内的暗黑精灵、时空精灵加地狱火一并释放了出来。很快，大量的召唤物就挤满了平台的周围。与此同时，陈锋释放了召唤师的二转技能召唤兽狂化。技能释放的瞬间，整个副本内的召唤物都进入了技能无冷却的状态，攻击力也上升了100%，技能持续30秒。鞭打等各类型的 buff 技能也在同一时间释放而出，在各类型 buff 的加持下，所有召唤物瞬间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进攻！陈锋直接对所有召唤物下达了进攻的指令。紧接着，所有召唤物如同拥有无限弹药的魔法加特林一般，疯狂地向着古龙王辛德拉释放着各种类型技能。轰隆隆，轰隆隆，前所未有的爆炸声在副本的空间内响起。古龙王辛德拉的头顶上也不断地冒着6位数的伤害数字。254120，神级召唤物输出235154，1154120，陈锋禁咒输出。仅仅数秒的时间，陈锋加召唤物的集体输出就超过了5亿，又过了几秒，输出就超过了 BOSS 血条可以承受的极限。轰 ！BOSS 血条消失的一瞬间，巨大的古龙就犹如小山一般倒在了地上，原本蓄力的技能也胎死腹中。第197章，觉醒光明女神。但是尸体在倒下的一瞬间就化为黑气消散，并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连神级 BOSS 的神之力也没有出现。就在这时，击杀的公告在陈锋的个人面板上响起。叮咚，恭喜你击杀 LV100级古龙王辛德拉的投影分身，神级 BOSS， 获得经验0点，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经验0点。叮咚，全服公告，恭喜玩家世天击杀 LV100级古龙王辛德拉的投影分身，神级 BOSS， 成为国服首杀神级 BOSS 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世天技能点加500点，自由属性点加10000点，玩家声望加20000点，获得全服唯一称号弑神者。叮咚，全服公告。叮咚，随着3道全服公告落下，代表着太阳井副本已经被成功通关。所有亲眼目睹这一幕的直播间观众们纷纷露出来不可置信的神色。仅仅用了20秒的时间就能将神级 BOSS 10亿的血条打空，而且真正输出的时间只用了5秒都不到，简直就离谱，太强了！20秒就能打空神级 BOSS 10亿血量，简直恐怖如斯啊！神级副本 BOSS 啊，就那么被弑天大神手杀了。看到奖励的属性点，我承认我酸了。弑天真乃我辈之楷模，弑天已经超越神的存在了，简直无解。全服的玩家看到首杀神级 BOSS 获得的属性点后，纷纷露出来羡慕的神色。然而此时，陈锋暂时没有过多关注到首杀获得的奖励，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若若现在醒了没有，只要帮助他继续完成光明女神的传承，他就能真正的进阶为神明。想到这里，陈锋的心情就变得无比激动了起来。兄弟们，下播了，感谢大家的礼物。喜欢看我直播的观众，订阅走一波，角落那颗屎黄色的按钮点一下，给一点点支持，谢谢大家了。陈锋在和直播间内的观众告别后，便迅速的关闭了直播画面，一路小跑回到了他们进入副本的初始地点。然而此时的若若眼睛依旧紧闭，还在沉睡，不过她的身上有一层薄薄的光晕将她笼罩，而且原本环绕在太阳井平台上的黑气也在逐渐的消散，点点星光在平台之上散出，并聚集到中间祭坛的位置。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传了过来：叮咚，你已击败副本最终 BOSS， 解除了天灾对太阳井的封锁，请将精灵少女希若若带到太阳井祭坛位置完成传承。终于要完成了传承了。陈锋见状便直接将若若抱了起来，迅速赶到了中间那座祭坛所在的位置。刚踏上祭坛，迎面扑来一阵强大的光明气息，陈锋怀抱中的若若也被这道光明气息所引导，缓缓地飘了起来。此刻他身上的衣物逐渐的消散，没多久的时间，身上那洁白似雪的肌肤就在呈现陈锋的眼前，在白光的照耀下变得格外的圣洁。好美！陈锋忍不住呢喃了一句。没多久，若若就在白光的包裹下缓缓进入到了太阳井的圣水之中。在进入圣水的一瞬间，太阳井的祭坛上就缓缓地升起一道若有若无的女神虚影。这应该就是前任光明女神了吧？看到这道虚影后，陈锋直接判断到。只见在女神虚影出现的一瞬间，整个太阳井内的圣水直接化为了精纯的光属性能量，这些光明能量不断地涌入到若若体内。随着越来越多的光明能量涌入，若若的身躯也变得更加圣洁，让人无法直视。许久后，光明女神的虚影消散，若若也在圣水苏醒。在她睁开眼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光明能量席卷整个副本内部，她的身躯也缓缓地升起，身后4对精灵光翼缓缓地伸展出现，身上的铠甲武器也慢慢幻化形成。随后，一道美到极致的圣洁身影出现在陈锋的眼前。
哥哥！弱弱那犹如天籁的悦耳之音在陈峰的脑海中响起。陈峰听到这个声音，顿时变得激动了起来，赶忙踏步上前。弱弱也是收敛了全部气息，扑到了陈峰的怀里。就这样，两人紧紧抱在一起许久。第198章突发现实中的危机。直到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才将两人拉回现实。叮咚！精灵少女希若若已经完成传承成功，进阶为光明女神。海若，你的副本任务已经完成，将在10秒后自动传送出副本。10、9、8、7、1。随着副本的倒计时结束，陈峰和若若也回到了太阳井的外围。与此同时，陈峰的系统面板上飘出了6道金色的全服公告。叮咚！全服公告：玩家世天成功通关噩梦难度副本太阳井 LV99级，成为首个通关太阳井噩梦难度的玩家。特此奖励玩家世天技能点加500点，自由属性点加5000点，太阳井噩梦难度首通宝箱加1，获得称号王者之魂。叮咚！全服公告。叮咚！叮咚！全服公告：由于龙国服务器率先完成了太阳井副本任务，太阳井系列副本正式开启，玩家达到 LV60级以上时，可在对应副本传送点进入挑战。叮咚！全服公告。叮咚！6道全服公告接连不断的在全服玩家的光脑界面上弹出。陈峰这次不仅仅完成首通，最主要的是还开启了关于太阳井剧情的一系列副本。这个系列的副本涵盖了 LV60、LV99级的数个副本，这再次加快了整个服务器的发展进度，直接让整个服务器的玩家沸腾了。太强了，又帮我们开启了新副本，感谢世天大神！我一直在直播间，这副本是真难打，也只有世天大神才有机会通关。上午参加阵营战争，下午比武大会，晚上就去新副本开荒，世天大神总能让我们有事情做。不说了，今天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世天大神，永远的神！一时间，全服务器都繁忙了起来。各大新副本的开启，让一些大公会跃跃欲试了起来，都想要在这些新副本内拔得头筹。陈峰自然不会关注到那么多，现在若若已经成神，自己虽然没有完成觉醒任务，但是实力早就超过了神级，已经有足够的资本对抗即将到来的危机。不知道若若成神后变得多强大了。想到这里，陈峰便打开了若若的人物面板。角色：光明女神海若，等级 LV100， 种族：精灵族，职业：光明女神，觉醒，天赋：神灵祷告 SSS 级，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生命之光，光明女神的祝福，胜利之矛，圣光守护，洗礼之光，神罚之雷，圣光普照，圣佑之阵，圣洁之翼，圣光天启，救赎彼岸，惩戒之剑，省略恩。生命，神不显示具体属性。攻击，神不显示具体属性。防御，魔法，攻击速度5次每秒，1秒攻击5次。释放速度1000%。移动速度普通移动30米每秒，奔跑移动50米每秒，飞行状态1000米每秒。属性：力量、未知、智力、未知、敏捷、未知、体力、未知。装备：光明女神套装，包括首饰、光明之戒、光明裁决之剑、光明圣光法杖。武器可随意幻化。好感度999。依赖，果然成神后属性值已经无法显示了，或者说属性值已经无法显示成神后的强度了。前世让天灾无比惧怕的光明女神真正回来了。现在的陈峰充满了成就感，也非常庆幸自己当初做出了正确决定。若若现在的实力已经是站在整个元宇宙大陆的顶端了，实力堪比圣龙骑士和巫妖王的存在。有了若若作为后盾，陈峰再也没有任何顾虑。想到这里，陈峰就忍不住笑了起来。陈峰哥哥，你怎么了？若若看到陈峰一个人在那里傻笑，有些疑惑，便问道。至于若若为什么突然改了称呼，是陈峰在出副本之前将自己现实的姓名告诉了若若。毕竟游戏降临现实后，他已经准备将若若也带回到现实世界一起生活了。没什么，看到若若我就开心。陈峰笑着回应。若若见陈峰如此说，美眸轻颤，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红晕，小声的说道：我也是。说完后，若若的娇躯倒在了陈峰的怀里，小脸也贴在了陈峰的胸膛之上。就在两人享受片刻的温馨时光时，3道相同的系统警告突然出现在陈峰的面板上，准确的说是出现在全服玩家的面板上。警告：检测到数百道空间裂缝出现在蓝星各处，元宇宙天灾文明生物即将全面入侵蓝星。为了应对危机，玩家游戏中的实力将100%同步到现实世界，请大家做好对抗的准备。警告：省略2。看到这3道系统公告的详细内容时，陈峰顿时瞳孔一缩。前世就经历过这一幕的他，非常的了解这3道系统警告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来了！天灾文明的先锋部队
开始降临蓝星了。陈峰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在回忆着前世天灾刚刚打破空间裂缝时的场景。现在出现的应该只是天灾的先头部队，而且刚开始打破的空间裂缝还不足以承受超过 LV60 级以上的天灾生物。但是玩家现在即使继承了游戏中100%的实力，可是平均等级才40级左右，还不是天灾先锋部队的对手，除非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但是天灾生物源源不断，即使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只能挡得住一时，局部的战争伤亡肯定非常的惨烈。陈峰冷静地在心里做出了判断。第199章，回到现实紧急安排。即使现在蓝星有着数量非常多的蘑菇，但能简单的解决这次危机。但是天灾可不是只降临一次的，越到后期空间裂缝就越稳定，降临的天灾生物就越强，到那时候才算得上真正的决战。而且蘑菇弹投放的可是我们蓝星自己的领土，对我们后世子孙的伤害是空前巨大的，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然蓝星的所有高层也绝对不会动用这个杀招。我必须做些什么，至少能减少龙国一些不必要的伤亡。想到前世人类军队和天灾的先锋部队第一次战斗时，人类至少多付出了近10倍的伤亡比例，才将首批的天灾生物击退。这时的陈峰是不想看到这一幕发生的。以陈峰现在的实力，对付最开始的先锋部队还是非常轻松的，只是空间裂缝出现的地点是随机的，要是出现在荒漠戈壁还好，如果是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就糟糕了。龙国现在正在集体搬迁到内陆，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来不及或者是不愿意等等因素没有撤离。要是这时候天灾降临了，必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先下线，让沈将军早做安排再说吧。陈峰打定了主意，便准备直接下线，提早回到线下，用尽可能快的时间多布置几道时空精灵的空间坐标，以用来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此时在陈峰怀里的若若也看出了他焦虑的神色，便直接问道：陈峰哥哥，怎么了？有若若可以帮得上忙的吗？陈峰看向怀中的家人说道：没事，哥哥，现实的世界出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下，你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你现在这里精灵族可能会来找你的。若若成为光明女神后，精灵族肯定会信奉她，让她重新带领精灵族，这刚好可以整顿所有精灵力量，用来对抗天灾。若若听完后也是乖巧的点了点头。陈峰哥哥，你早些回来，若若在这里等你。陈峰点了点头，在若若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便点击了下线。下线之前，他还瞥了一眼工会群组，此时工会的群里早就炸开了锅，都在讨论着这次系统警报。游戏降临现实这件事，其实在游戏实力能逐渐同步到现实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这个观点，只是当时这个观点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所以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估计现在整个工会里只有军方的一部分人知道一些端倪，因为这件事陈峰也只和沈建国将军有所提起。意识回到现实世界，他直接发动瞬移就离开了游戏舱，来到了别墅外的空地上。在陈峰刚刚来到空地上时，光脑上传来了一道通话请求。陈峰点开光脑查看，发现是沈建国将军打来的。他大概也知道沈将军这次电话打过来是为了什么，刚好这次危机需要得到军方的帮助，陈峰便直接点击了接通。电话接通的一瞬间，对面那道苍老而又带着些许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喂，小陈，刚才元宇宙中的。还没等沈建国话说完，陈峰便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沈将军，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这些事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了，就是那个神秘 NPC 描述样子，他还给了好多天灾怪物的资料，我现在整理成了文档，需要沈将军尽可能多的宣传出去。还有，我现在需要军方派遣一架最顶尖的战机在我别墅区的位置，随时待命。陈峰一股脑的将自己的需求一次性都说了出来。电话另一边的沈建国还有一些发懵，不过随即他就缓了过来，也没有任何废话，直接说道：5分钟后神龙号战机就会到位，宣传的事情就交给我了。陈峰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就喜欢沈将军这样做事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人。接下来也没有过多的说些什么，陈峰直接就挂断了电话。之后陈峰就将自己之前整理出来关于各类型天灾生物的详细样貌、弱点、强项等等信息直接打包成了文件夹发送了出去。与此同时，他还登上了自己的10亿粉丝的账号，也将这篇文件通过游戏平台发送了上去，但是设置了樱花国地区的人不可见，至于后期文件是否会不会传到樱花国，他也管不了。根据前世来说，樱花国在经历了第一波天灾降临后就已经倒戈背叛人类了，估计他们也用不到这份资料。做完了一切，陈峰开始尝试召唤自己的人物和装备面板，因为实力同步达到100%后，所有人就能尝试将自己在游戏中的武器和装备具象化带到现实中来。这一世同步实力提前了，陈峰也是想先尝试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至于如何召唤面板，和游戏中差不多，在现实中直接用意念感知就能感觉到自己的人物和装备的面板，然后操控召唤出来就行了。
紧接着，在陈峰意念的操控下，他人物面板和装备面板就缓缓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角色是天，等级 LV99， 种族人族，第一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10星，第二职业禁咒法师2转10星，天赋100倍奖励增幅。第一职业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机甲哥布林白银级，召唤雷之精灵极光格雷林白银级，召唤黑暗骑士黄金级，召唤植物精灵魔界之花暗金级，召唤圣光精灵传奇级，召唤大魔法师路易斯史诗级，鞭打1转专属，支配之阵1转专属，召唤黑暗魔龙传说级，召唤精灵王伊加贝拉传说级，召唤亡灵魔法师尼古拉斯传说级，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召唤时空精灵神级，召唤暗黑精灵神级。第二职业技能禁咒元素火雨，禁咒冰封风暴，禁咒死亡黑洞，禁咒雷霆风暴时空穿梭，元素融合2转专属，省略。生命 145.2 万，攻击 22.1 万，魔法攻击，防御 18.2 万，魔法 150.8 万，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 1000%， 移动速度普通移动10米每秒，奔跑移动30米每秒。属性力量13532，智力99226，敏捷23150，体力29550，声望 N， 用不完，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神话传说戒指，主宰者戒指，神话传说级项链，主宰者项链，神话传说级主宰者手镯，神话传说级铠甲，深渊法袍，神话传说省略。称号屠龙者，全属性800。徽章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智力加10000，省略。防御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 100000，体力加10000，省略。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攻击速度正 1000%， 释放速度正 1000%， 基础人物属性正 10000%， 不包含装备。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 领域主宰领域。第200章现实危机准备。人物面板出现的一瞬间，陈峰游戏身上原有的装备都一一显现在现实之中，散发着强大的气息。太好了，基本上属于完全同步了。看到和自己游戏中相差无几的面板后，陈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最主要的智力属性，在经历了精灵之森这场战役后，智力已经快要突破到10万，这就代表着他可以释放的召唤物数量也即将突破100万。想着可以在现实中召唤出100万的召唤物大军，陈峰的内心就有些小激动。随即陈峰意念再次传达到自己的盘龙戒指处，仔细查探了一番，发现之前自己存储的召唤物都在里面，物品装备也一样不少。直接在盘龙戒指内召唤出10几头时空精灵，然后指挥1头时空精灵对着自己的别墅做了一处时空标记，用来当做返回的标记。与此同时，陈峰还在盘龙戒指处释放出数万头的黑暗魔龙和其他类型的召唤物，让他们自行散开，以用来保卫整个魔都。游戏都降临了，陈峰自然也不会考虑到人们会不会恐慌这件事情了。就在陈峰刚刚将这件事做完，不远处的天空中，一颗黑点正以极快的速度接近陈峰所在的别墅。陈峰连忙利用精神力感受了一下，沈将军效率可真高，龙国最顶尖的核能战机说到就到，牛逼！果不然，数秒后那颗黑点以超过马赫的速度来到了陈峰别墅的上空。在来到陈峰上空后，便开始缓慢的直线下降，很快就稳稳地落到了别墅的空地之上。不愧是人类科技的巅峰。陈峰看着眼前代表人类目前最顶尖科技的战机，忍不住感叹道。战机降落后，右侧的舱门缓缓打开，里面出来一名身穿航空服的飞行员。那名飞行员还戴着特制的头盔，看不到其面容，但是根据胸前的凸起来看，应该是个妹子。那名妹子飞行员一路小跑来到了陈峰的面前，脱下了飞行头盔后，对陈峰敬了个标准军礼。龙国神龙特别行动组飞行员青鹰向陈将军报道。在青鹰脱下飞行头盔时，陈峰才认出了来人的模样，一头干练的短发，小巧的身材，眼睛中透露着坚毅，妥妥的巾帼英雄。但是此刻陈峰没有管其他，回了个军礼后，便立即向着神龙战机走去。走吧，事情紧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都需要你当我的驾驶员了。是。说完后，青鹰也一路小跑的回到了神龙战机的驾驶位。将军，这小东西是？青鹰回到战机驾驶位置后，看到陈峰周围围绕着数十个白的小精灵，有些疑惑，便问道：游戏里的你不用多管，战机直接起飞，
接通国家最高指挥部后，随之准备出发。陈峰直接命令道。青音虽然还是有些疑惑，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素养，便没有继续追问。陈将军，随时准备出发的话，请将椅子上的航空服穿上。神龙战机的最大时速超过了10马赫，没有特制的航空服的话，以人类现在的身体会在5秒钟内失去知觉死亡。青音提醒道。没事，即使超过光速都不可能对我有任何的损伤。陈峰淡淡的回应。可是青音还想说些什么，但是被陈峰摆了摆手打断了。青音见此也只能作罢，可能这个神秘的陈将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手段吧。与此同时，龙国的最高指挥中心在魔都成立，频道传来的画面很快就同步到了神龙号战机的内部，外部也有一个独立画面。此时指挥中心内除去几名正在一线指挥战斗的将军以外，几乎整个龙国的高层都在场坐着。龙国的统领老人正坐在首座，他的面前正放着陈峰发给沈建国的怪物资料。小陈，你确定你能对付这些强大的天灾圣物吗？还需要国家为你做些什么吗？一道和蔼的声音在陈峰的战机上响起。陈峰听到电子屏幕前那道老人的声音后，心中不由得露出敬畏的神色。前世要不是这位老人在天灾降临前期时运筹帷幄，龙国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就覆灭了。你放心，统领，该做的事情我已经和沈江说过了，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发现空间裂缝时，第一时间将所在的位置坐标发过来，我好前去支援。陈峰对着屏幕说道。统领听到后满意的点了点头。小心点。陈峰心领神会，便将战机的画面切换到了外部的第一视角。第201章各国危机。就在陈峰等待着总指挥那边传来信息时，别国多处的空间裂缝早就出现多时了。樱花岛国富士山顶火山口附近，在全球系统警告落在之前，就有一道强大的能量划破了虚空，产生了一道长达10米、宽约5米的时空裂缝。紧接着，无数亡灵生物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1分钟、5分钟、10分钟过去了，足足有数十万的天灾大军直接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之上。这就是那群冒险家的世界吗？这时，天灾生物中一名 LV70级 ID 叫做苏加德的亡灵魔法师缓缓走了出来。回禀苏加德大人，根据我们收服的几名冒险家给出的情报来看，这里应该是一个叫蓝星的土著星球，这里的土著生物连魔法都不会使用，简直拉胯到极点。苏加德边上一名叫做凯尔的死亡骑士满脸不屑地汇报道。既然是这样，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我们作为巫妖王的先锋部队，必须为之后大范围的天灾降临打出一片大大的疆土。这个小岛貌似就是不错的选择。出发！先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控制了再说，要是他们敢反抗，就直接杀了。苏加德随即做出了决定。是，苏加德大人。随后10万天灾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着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城池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其他各国也在各地出现了数道时空裂缝，无数的天灾先锋部队降临到现实世界。虽然这些国家也有所准备，但是奈何天灾的先锋部队目前的实力远远地超过了玩家现在的实力。一时间，各个国家的伤亡非常的巨大，特别是一些科技力量不是很强大的小国家，它只能依靠游戏中玩家继承的微薄力量来对抗这次天灾的侵袭。短短的时间里，就有很多小国被天灾生物攻陷。而站在人类科技文明巅峰的大国，此时也不是很好过。这次降临的天灾的生物无穷无尽，而且空间裂缝出现的地点和数量都是不固定的，导致一些空间裂缝就直接出现在了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人口伤亡惨重。最后迫不得已使用了数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勉强抵挡住了第一波的危机。此时，星条国白宫就在遭受天灾生物军团的进攻。不过好在星条国的科技手力量还算非常强大，一时间也没被攻破。他们的特通特拉普早就躲到了专门为他建造的末日堡垒中，他正在地下数百米深的末日堡垒中开着紧急会议。这时，在会议室内的都是代表了各个势力的首脑人物。法克，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会突然降临到我们伟大的星条国国土上？特普发出来愤怒的咆哮，他最心爱的情人就在不久前死在了天灾的爪下。特统先生，这可能和元宇宙这款游戏有关，现在这情况应该是游戏正在缓慢地降临到现实了，我们在游戏中的实力也完全继承了过来，只是不能无限复活了而已。会议室那名金发碧眼的女秘书索西亚分析道，实力继承了也无济于事啊，外面的生物比我们的大兵可厉害多了，再这样下去只能动用大范围杀伤性武器了。一名叫罗伯特的议员说道，这次他们国家运气非常不好，单单超大型的时空裂缝就有5、6处，大型的也有4、5处，可谓摔到家了。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能暂时抵挡住这些恐怖生物，但是在城市中释放的话，我们的人损失的更多啊。又有一名女性议员持反对态度。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罗伯特议员再次说道。
听到这话后，众议员都陷入了沉思，貌似以现在的局势，只有这个方法行得通。我有个不需要动用大范围杀伤性武器就能解决这次危机。这时，站在特统特拉普身边的索西亚突然说道。特统特朗普眉毛一挑，看向他问道：“你说说看。”众人也期待地看向他。索西亚见状，整理了一下衣摆，直接说道：“既然游戏中的实力已经100%地继承到现实中，那么现阶段在游戏最强人是谁？相信大家也清楚，只要能得到他的帮助，现在的危机就不算什么。”这句话一出，底下的一众大佬一片哗然。这点我们也有想过，但是之前我们毕竟得罪过龙国的世天，他能帮助我们吗？有人提出了质疑。只要能付出对应的代价，我相信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毕竟现在降临的生物是我们全蓝星的公敌，我们国家沦陷了，对他们也是很大的危害。索西亚继续说道。众人听到后纷纷沉默了下来。付出对应的代价需要付出多少呢？又是谁来付呢？他们都是老资本家，谁都不想无缘无故的就拿出自己的资产。见到在座的星条国高层们纷纷低下了头不说话，特拉普随即冷笑地看向众人，他早就预料到了现在这个情况。只见他站起身，手上的高脚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随后愤怒地对底下的众人说道：“法克，你们这帮废物，现在还想着自己，要是整个星条歌欧沦陷了，你们屁都不是。”话音刚落，会议室周围突然出现了数十名全副武装的黑衣佛波勒成员，他们出现后也没有做些什么，就是静静地站在原地看着会议室的众人，其意思不言而喻。现在所有人都在这个地下堡垒中，谁也出不去，要是不拿出些实来帮助国家度过这次危机，恐怕他们走不出这个会议室。有人率先表态吗？特拉普再次发问。我愿意捐出海外石油公司10%的石油能源。一名财团的族长率先起身说道。我听说龙国最近非常缺少钢材，我捐我们家族10%的钢材储量。又有一名财团大佬发言。我愿意捐10万亿蓝星币。我愿意捐出我家族掌握的超级光刻机技术。我捐出。一时间，在座的大佬们纷纷表态。特拉普在听到众人的表态后，满意的点了点头。接下来，我会和龙国高层取得联系。外面最近太危险了，你们都暂时在堡垒里面生活吧。说完，特拉普就带着那名美女秘书离开了会议室。第202章，龙国危机。龙国的夜晚，龙国海城的城市中心，一片最繁华的街区。此时，大量的居民正在部队的组织下快速的转移中。就在这时，在一个废弃的体育场中心，一道强大的能量波动出现在体育场中心，紧接着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突兀地出现在操场的中心位置。与此同时，空间裂缝数量巨多的天灾生物正源源不断地在空间裂缝中迅速跑出。放眼看去，只见到一只仿佛剥了皮的巨大狗子，正拖着一根超级长的舌头，快步地向外冲去。远远的看去，就好似电影《生化危机》中的舔食者，一个个都非常巨大。这些生物刚刚落地，就好似遵循着嗜血的本能一般，以极快的速度向周围扩散而去。他们在沿途中遇到任何生物，都会蜂拥而上，迅速将其分尸，连骨头都不会剩下。而且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力量也是非常的大，数十米高的高楼几个飞跃就能上到顶部。它的利爪也是同样锋利，半米多厚的水泥楼房仅仅一次爪击就能轻易的切开。更为恐怖的是，他们口鼻仿佛红外线探测仪一般，总能准确的找到躲在楼房角落的人类，然后将他们抓出来吃掉。这些可怕的生物在空间裂缝处不断的涌出，足足几十分钟的时间就涌出了至少数以10万计的天灾舔食者，而且空间裂缝中还在源源不断的涌出。一时间，整个废弃体育场的周围数十公里内还没撤离的人类都被屠杀一空，堪比人间炼狱。就在天灾舔食者急速向外扩散之时，附近有一个负责国民转移的装甲师刚好发现了这里的惨状，然后他们迅速地组成了一道装甲防线，抑制了这些舔食者继续向外扩张的趋势。轰轰轰，哒哒哒！一时间，整个战场炮火连天，枪声不断。师长，这些怪物实在是太多了，再这样子下去，我们就快坚持不住了。师部一名年轻的通讯兵小李火急火燎地向着装甲师的李师长汇报道：“放你娘个屁！在我的字典里，只有坚持到底，没有坚持不住。要是现在让这些天灾杂碎越过了我们，受到伤害的将是无数龙国人民，所以我们一步都不能退。”李师长愤怒地呵斥道。可是，通讯兵小李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很快就被李师长打断。没有什么可是，他娘的二营长，把我的装甲火炮车拿出来，让这帮天灾杂碎好好享受享受。李师长对着对讲机怒吼。收到！对讲机内传来了回应。紧接着，数十辆比其他装甲车还要大上数倍的火炮车缓缓地向着前线开进。给我狠狠地打！随着李师长命令的下达，装甲阵营的火炮车集体开火，一时间整个战场炮声不断，暂时阻挡住了舔食者的进攻。师长，这样下去
我们的炮弹可能坚持不了10分钟，要是没了炮火的支援，我们恐怕……师团的作战参谋看着眼前的战局，担忧地汇报道：“炮没了枪上，枪没了人上，总之人可以死，阵地不能丢。”是。战场上的这一幕也被龙国的总指挥部通过卫星系统清楚地捕捉到。怎么样？通知陈锋将军了吗？统领老人此时端坐在控制室的主座上问道。回禀统领，已经通知了，陈锋将军在神龙号战机上已经向着目的地出发了。按照神龙号战机的飞行速度，从魔都到达海城估计只需要11分22秒。控制室内一名少校军官汇报道。其他地方有发现天灾的踪迹吗？统领老人再次问道。有几处小型的空间裂缝在魔都周围出现，依靠陈锋将军传过来的资料，这些天灾生物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了。统领老人满意的点了点头。接下来就看陈锋将军的了。与此同时，陈锋在神龙号超高速的飞行下迅速赶往事发地点。怎么样？还有几分钟才能到目的地？陈锋焦急地问道。他晚出现几分钟，可能就是成千上万龙国军人的牺牲。回禀陈将，还有31秒就能到达目的地上空。轻音柔和的声音传了过来。陈锋点了点头，看向战机头屏的外部。31秒后，神龙号突然一个急停，悬浮在了高空，准备降落。陈将军，我们到了，我现在需要选择一个降落的地点。不用，你就在空中等着我去就回。陈锋说完就释放了空间穿梭，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一脸懵逼的青音。陈将怎么突然消失了？陈锋通过时空穿梭来到地面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原本繁华的街区早已经变得破败不堪，整条大街上流淌着无数军人和怪物的血液，整个场面就如同人间炼狱。见到这样场面的陈锋瞬间就怒了。就在这时，一名龙国军人一边狂奔一边冲对着陈锋大声地喊道：“喂，那边那个，对，就是你，赶快离开这里，这里非常的危险。”一名士兵看到陈锋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赶忙大声地喊叫道，让他赶紧离开。但是就在他快速狂奔想要将面前那名青年带离时，一只体型比其他舔食者大上数倍的舔食者 BOSS 突兀地在楼房中窜了出来。危险！那名士兵的话还没完全说完，那头舔食者 BOSS 就已经扑倒了陈锋的头顶。这时在空中负责记录转播画面的青音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第203章海城危机。然而就在那名士兵和青音认为陈锋即将被那只舔食者 BOSS 撕成碎片时，一道奇异的能量瞬间就覆盖了陈锋所处的那片空间。同一时间，那头舔食者 BOSS 的身躯仿佛就被时间停止了一般一动不动。紧接着一道七彩的光芒闪过，轰的一声，那头巨大的舔食者 BOSS 就直接被气化消失在原地。这一幕直接让狂奔过来的士兵和神龙战机上的青音当场愣住了。刚才发生了什么？那名士兵忍不住呢喃了一句。看着消失面前的舔食者 BOSS， 陈锋收回了释放出来的精神念力，缓步走到了那名士兵的面前，说道：“你好，我是陈锋，我来支援你们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直接让面前那名士兵在震惊中缓了过来，随后他的脸色转变为了激动。你就是元宇宙中的是天大神，龙国最年轻的陈锋将军。那名士兵一时语无伦次了起来。陈锋笑了笑，拍了拍面前的士兵，继续说道：“你们辛苦了，接下来交给我了。”陈锋的话音落下，只见到天空中出现了10头一展足有数百米的黑色的巨龙，正俯冲向前方的战场。轰轰轰！俯冲的同时，黑龙口中积蓄的10道魔龙火焰宣泄而出，瞬间就落到了满是舔食者地幔之上。滋滋滋！血肉快速燃烧的声响，加上舔食者痛苦的哀嚎声，瞬间传遍了整片战场。仅仅数十秒的时间，就在战场上形成了一道由黑色火焰包围的火墙。紧接着，原本灰暗的天空中突然亮起了点点的红光，红光穿过云层，缓缓地变大。呼呼呼！物体高速落地的破空声响彻天地。只见到一颗颗燃烧着火焰的陨石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落向地面。处在火焰陨石覆盖范围的舔食者一个个好奇地看向天空那些红色光点，只有些许嗜血本能的他，在感觉到火焰陨石传来毁灭能量时，眼中也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一只只舔食者疯狂地向着远处遁逃，然而密集的魔龙火焰恰好阻挡了他们的去路。有些想要强行突破火墙的舔食者也全都被烧成了飞灰，倒在火焰之中。轰隆隆！没有给舔食者太多的反应时间，天空的陨石带着破空音落到了他们的身躯之上，一时间无数的舔食者被直接砸成了肉泥。尘封的陨石禁咒足足落了10几秒的时间，直接就将战场上数以万计天灾舔食者全部都消灭干净，一只都没有留下。这震撼的一幕直接让正在战斗的士兵当场愣住了。好强！这是龙国的神明降临了吗？你看天上的黑色魔龙，这不是游戏中是天大神的标志性召唤物之一吗？绝对不会错的，
就是天大神，他来拯救我们了！太好了，得救了！一众士兵纷纷为自己重获新生，开心的手舞足蹈了起来。在斩杀了数万的舔食者后，陈峰也并没有在原地停留，因为在他精神力的感知下，还有更多的天灾舔食者就在数十公里的体育场内。随即，直接连续释放时空穿梭，独自一人向着体育场方向赶去。不久后，就在自身精神力的指引下，陈峰来到了那座废弃的体育场前。这里应该就是裂缝的源头了吧？看着周围不断传来的嗜血气息后，陈峰做出了判断，不能放跑一只，必须将这些天灾杂碎全部消灭在这里。随即，陈峰在盘龙戒指内释放了出了数万召唤物，刷刷刷刷！这些召唤物在涌出来的瞬间，就向着废弃体育场的周围散去，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包围了整个体育场。紧接着，陈峰手上的法杖挥动，口中吟唱着游戏中的施法咒语。数秒后，一道道冰锥在体育场的空中形成。禁救疾冰风暴，无数道密集冰锥如同刀子一般急速落下。咻咻咻！密集的穿透声和野兽的哀嚎声响起，冰锥形成风暴，直接将整个体育场周边的看台撕碎。里面的舔食者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密集的冰锥射成了肉泥，倒在了原地。偶尔有一些依靠同伴尸体短暂阻挡而跑出来的舔食者，也会被周围的召唤物瞬间解决。就这样，在陈峰的技能和周围召唤物的倾角下，舔食者老巢内的10几万舔食者也被完全消灭。这一幕直接被天空中的青鹰通过战机的高清录像功能传播到了龙国最高作战指挥室。这就是天大神，我们龙国最年轻的将军，是10万的天灾生物就这样被陈峰将军消灭了。卧槽，牛逼啊！我龙国有陈峰将军，实乃幸事。陈峰将军竟然能在现实中释放如此多的召唤物，看来他在现实中的实力已经和游戏中相差无几了。是啊，现在在现实中还找不出第二个实力同步如此完美的人。不过陈峰将军的强大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事。一时间，指挥室内的所有龙国的高层们都激动坏了，包括看到这个视频的同龄老人。太好了，我们龙国有陈峰将军一人足矣。第204章救助邻国。画面回到陈峰那边，在解决了海城的天灾舔食者危机后，陈峰也是指挥时空精灵在原地释放了一道空间标记，以用来方便以后的传送。他准备在尽可能多的在龙国的范围内释放时空标记，这样子接来了的支援就会快很多。在时空精灵将时空坐标释放完成后，陈峰就回到了先前的战场。刚回到战场，就见到无数重伤士兵和重伤的幸存者，一个个都是缺胳膊断腿，正躺在地面上痛苦的呻吟。这些人要是不能得到及时救治的话，估计过不了多久可能也会死亡。看到这里，陈峰的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圣光精灵的治疗术应该能奏效吧？陈峰在愣神了片刻后，决定试试召唤物能否和前世一样帮助人类疗伤。召唤圣光精灵。陈峰法杖抬起，短暂的吟唱后，10道金色的六芒星法阵出现在地面之上，10只长着金色翅膀的圣光精灵出现在了战场周围。陈峰将军想要干什么？为首的理事长一路小跑来到了陈峰的面前，看到陈峰再度释放了召唤物，还以为天灾舔食者没有完全被消灭，顿时神色变得紧张了起来。理事长是吧？将周围全部的伤员都集中到这里，我来帮他们救治。陈峰看到跑来的大校军官，直接说道：什么？陈峰将军还有治病救人的能力？听到陈峰的话后，理事长明显一愣，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照做了。抓紧将全部伤员都集中在这里，由陈峰将军救治。理事长对着对讲机下达了命令。命令下达的一瞬间，周围的士兵立马开始忙活了起来，一个个抬着担架的身影穿梭自傲人群中，很快数千或重或轻的伤员集中在整个广场之上。陈峰见状也没有犹豫，又召唤了数千圣光精灵，开始对着下方的伤者开始了1对1的治疗。刷刷刷刷，数千道圣光连续的照耀在周围的伤者上，这些伤者的伤势在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只用了数十秒的时间，原本场上数千的伤者竟然奇迹般全都好了。果然，人只要没有彻底死亡，游戏里面的治疗术就会有效果。陈峰在内心嘀咕着，看着面前缓慢复原的龙国战士们，他的嘴角不由得微微扬起。而受到救治满血复活的战士和幸存者们纷纷对着面前的陈峰露出了感激而又崇拜的神色。但是这个状态还没持续多久，天空中一阵飞机降落的轰鸣声传了过来。原来是青鹰看到地面的怪物已经被全部解决，刚好这个广场也有一片空地可以让神龙战机降落，他就迫不及待地操控飞机落到了地面上。陈峰将军，青鹰满眼小星星地跑了上来，脸上还带着一丝对强者崇拜而产生的潮红。你怎么下来了？不是让你在空中待命吗？
陈峰看到青音竟然自己下来了，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啊！鹅晨将我只是想下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感觉到陈峰有一丝不悦的他，连忙低下了头，不敢说话了。见到小姑娘这样了，陈峰也有一丝丝尴尬。他其实也没有怎么责怪她的意思，只是他治疗好了，就得赶快赶往其他地方，消灭其他地方的天灾生物了。就在刚才，沈建国将其他国家发来的求救坐标都发给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帮助一下邻国解决掉这次危机。陈峰在看到发来的名单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因为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临近龙国边境的，这些国家的天灾要是蔓延开来，龙国也将永无宁日。就像中型白星星条当时进攻南半时，我们的先辈为了后代能少些战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援救计划中。陈峰现在就是为了龙国的以后不再持续地受到天灾的侵扰。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的援救请求中，陈峰竟然还发现了星条国请求援救的求援单。按理来说，一般的天灾先锋部队暂时还不是星条国科技的对手，怎么这时的星条国竟然向自己求救了？陈峰也是饶有兴致地点开看了看，最后发现现在正在入侵星条国的天灾生物足足有10几波那么多，而且都是超越龙国舔舐者强度的入侵，怪不得强大的星条国也开始向自己求救了。不过陈峰不准备跑那么远去救援，其原因有2个。第一，不说这些西方国家和龙国的关系一直都是僵持的状态，近100年来为了阻碍龙国的崛起，时不时就会给龙国来个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但是在龙国几代人的努力下，综合军力早就和星条国不相上下了，最后他们也在龙国强大的武力威慑面前夹着尾巴逃跑了。第二，游戏初期时，星条国为了不让自己发展起来，还想尽办法想要将自己击杀在魔界，要不是自己实力强悍，那个时候就栽在了魔界了。所以于公于私，陈峰都不可能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利益去帮助这些西方的国家。至于他们会不会这次灾难中毁灭，陈峰得到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现在仅仅是天灾第一波的先锋部队，实力也就那样，他们付出对应的一些代价还是能够自己解决的，只是要看他们醒悟的够不够快而已。先抓紧解决龙国周边的危机吧。既然这样想了，也不再犹豫，看着还在低头沉思的青音，直接说道：“我们走吧，去下一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龙国境内的天灾不是都被我们解决了吗？青音满脸疑惑。龙国范围内的确实暂时被解决了，但是周边邻国要是不帮忙解决的话，还是会威胁到我们的。陈峰直接说道。啊，哦，好的。青音恍然大悟。走吧，还需要你带我坐个顺风车。陈峰半开玩笑地说道。听到陈峰这样说，顿时就让原本有些消沉的青音立马恢复了活力。说完，两人就快速地回到了战机之上。短暂的起步缓冲之后，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巴巴扬国飞去。至于为什么第一个前往巴巴扬这个国家，其原因是因为巴巴扬所在的位置和龙国相邻，还有一点最为主要原因是，他们国家是唯一一个将和龙国的友谊写进宪法的国家。在龙国有难时，他们举全国之力募捐，将自己国家所有的物资都运到了龙国。这份情谊，龙国所有的国民都牢记于心，所以陈峰决定首先帮助巴巴扬解决了天灾危机。战机也在短暂的起步加速后，很快就突破了音速。由于是核能为动力，所以也不需要担心飞机的能源的问题。第205章，现实危机暂时解决。1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青鹰驾驶的战机就到了巴巴扬国的上空。由于龙国高层早就将陈峰回去支援的消息通报给了巴巴扬的高层，所以不用担心被其防空力量攻击。到了，陈将。青鹰的话刚刚说完，陈峰早就一个瞬移消失在了原地，直接就来到下方的战场上空。落在黑暗魔龙背上的一瞬间，就发现了整个战场目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8国大量的战士悍不畏死地守护在阵地之中，战场上随处可见龙国的制式武器。此时对面的天灾军队是由各种亡灵兵种组成的，虽然数量不是很多，只有数十万，但是都非常抗揍，而且在背后应该有天灾的智慧生物在指挥，8国的战斗也非常的吃力，失败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快速将这里解决，再前往下一个地点吧。陈峰看到战场情况后，直接做出了决定。随即他手上的法杖和装备直接幻化而出，他站在魔龙背上，直接开始吟唱禁咒法术。数秒后，禁咒雷霆万钧。随着陈峰一声大喝，原本漆黑的夜空中闪过点点白光，紧接着无数道10柱粗细的雷霆密集的劈下。轰隆隆，轰隆隆，战场数千米的范围都被雷霆所覆盖，仅仅一瞬间，处在技能覆盖范围内的天灾生物毫无意外的全都被雷霆之力秒杀。这一幕让原本陷入苦战的8军当场愣住了，恰好也被他们的战场电台通过直播的形式将这一幕给现场直播了出去。现在全球的人民都在关注外来生物的入侵事件，8国直播电台出现的异常画面也被有心的各国网友们捕抓到了。
各国网友纷纷涌入到巴巴羊的官方直播间，想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他们看到陈峰犹如雷神下凡的场景时，纷纷震撼无比。龙国网友：哪位道友在渡劫？高如基，这简直就是雷神降世。阿三国网友：为什么弱小的八国都有神明保护，作为文明古国之首的我们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龙国才是唯一传承到现在的文明古国，你们早就不知道被毁灭了多少次了，还敢称自己是文明古国？巴巴杨国网友：感谢龙国的救援，感谢龙国的是天大神。整容国，我去，竟然是龙国的是天欧巴救助了八国，我们也需要救援思密达。一时间，龙国是天支援各国的事情就在全蓝星传播开来，许多抵挡不住天灾进攻的国家纷纷向龙国高层发出求救信息，请求龙国能派兵，或者是让陈峰直接来救援。龙国事后也是做了回应，表示作为蓝星的五常之一，会帮助一些一直和龙国在同一阵营的友好国家，但也是在不影响龙国国内建设和国防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帮助，可以援助一些放在仓库的武器和空中支援什么的，帮助一些国家降低压力。最后，这项回应龙国也做成了一份协议书，发到了蓝星的联合论坛上。大概内容是，龙国军方的人会帮助他们在游戏中尽快提升实力，也会派遣一些专家帮助指导他们建设堡垒，以用来对抗天灾的入侵。这一份协议书一出，瞬间就让全蓝星的舆论哗然一片。而龙国的国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幕，纷纷感到骄傲和自豪。以前国家穷的时候需要别人来救援，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国家富裕强大了，能够援助别人了。祖国威武！我为生在龙国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龙国才是真正做到了大国担当，不像一些一直宣扬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一样，现在直接全都歇菜了。可是这条公告也让很多没有得到援助的国家的民众感到非常的不满，其中就有还处在水深火热的樱花国、整容国、香蕉国和阿三国等等。樱花国民众同样为亚洲邻国，为什么不援助我们？我们表示强抗议。整容国民众：为什么龙国不支援我们思密达？我们可是世界闻名的发明地思密达。香蕉国民众：难道龙国不想要我们香蕉国的香蕉了吗？为什么不来支援我们？阿三国民众：我们阿三国强烈抗议，我们也要龙国的援助。然而这些国家的诉求龙国根本不予理会，这些拿了好处也不会说你好的白眼狼，龙国早就领教过了，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回到巴巴杨国战场，刷刷刷刷，一头头强大的召唤物落到了八国的土地上。陈峰召唤了数万的召唤物，对着地面残余的天灾生物发动清理，留一些召唤物用来保护巴铁国吧。看着巴巴杨国的局势已经基本被召唤物控制住了，陈峰准备留数千召唤物用来守护八国。随后又操控了一头时空精灵，对着巴巴杨国的坐标进行了定位，以方便下次危机直接进行传送。做完了这一切，陈峰也不再停留，一个瞬移就回到了神龙战机之上，前往了下一个需要援助的国家。就这样，陈峰让青鹰驾驶着战机率先解决靠近龙国边境国家的天灾危机，然后一路向北开始横扫，直到横扫到龙国最北边的边境，并帮助大毛将他国内3个超大的时空裂缝全部清理掉，才算暂时解决了龙国周边的危机。呼，龙国应该暂时安全了。陈峰轻轻呼出了一口浊气，要不是依靠神龙战机超高的速度，加上不需要补充燃油，他不会那么快就清理完周边的危机。而且接下来天灾继续爆发的话，陈峰和龙国的军队也能依靠时空精灵的时空之门快速的传送到周边任意的地点，能够大大的解决了部队机动的烦恼。做完了这一切，陈峰便通过时空之门回到了自己的别墅内，准备回到元宇宙中，加快自己和龙国玩家的变强的速度，然后在游戏中对亡灵的冰封堡垒发动最后的进攻。回到别墅后，又花费了数个小时的时间，直到忙到了第二天天亮，才解决了关于国家的一些事情。送走了战机飞行员青鹰后，陈峰便准备直接进入游戏。值得一提的是，陈峰在沈建国将军的口中得知青鹰全名叫沈青鹰，是沈建国将军唯一的孙女。这次派遣年轻的青鹰来给陈峰做飞行驾驶员，竟然是沈建国亲自安排的，美名其曰年轻人多多交流，认识认识。陈峰的人直接妈了，有这样出卖自己孙女的，我真的会写。第206章，回到游戏，欢迎回来。一阵甜蜜的女声过后，陈峰再次出现在了精灵之森。上线的第一时间，陈峰就将之前忘记查看的2个称号点了出来：王者之魂称号，携带等级 LV0， 佩戴效果全属性加1000，非战斗状态下移动速度正 200%， 还不错，是冒险之魂的升级版，提升非战斗状态下 200% 的速度，可以用来赶路换装。第一个称号的属性看完后，陈峰点开了第二个称号：弑神者称号，携带等级 LV99， 佩戴效果1，所有属性加5000点，
佩戴效果2，佩戴此称号时，免疫神及阶位神之领域的影响效果。佩戴效果3，佩戴此称号时，削弱周围所有神级生物 30% 的属性。描述：神挡杀神。操，牛逼！看完这个称号后，陈峰也忍不住惊呼出声。直接加了5000点的4维属性，还免疫神及阶位神之领域。要知道，神之所以战斗力强悍，最主要就是它有神之领域的加持效果。要是没有了神之领域，也就比最强的半神巅峰强那么一丢丢而已。而且，这个称号还对神灵阶位有着 30% 的削弱效果，简直就是为弑神而准备的。直接将之前的屠龙者取了下来，换上了全新的弑神者称号。陈峰的属性又得到了小幅的提高，该去找若若了，看他能否团结精灵族的力量，用来对抗天灾了。陈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后，做出了决定，随即释放了噬魂面具的感知技能，一阵无形的光波向着周围扩散而去，很快发现了若若的位置。此时，感知传回来的讯息来看，若若的周围正密密麻麻的聚集了数量非常多的人，看来若若和精灵族人遇上了。陈峰对着自己呢喃了一句后，便连续释放了时空穿梭，向着若若所在的方向而去。精灵族圣殿内，大量的高等精灵正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一个个内心狂热地看着王座之上的女神。请女神带领我们向天灾复仇。对，杀了我们那么多远古精灵，必须让天灾付出代价。干掉巫妖王，为死去的精灵报仇！报仇！报仇！一众高等精灵在看到精灵族也有神级强者后，纷纷膨胀了起来，恨不得立马就杀上天灾堡垒手任巫妖王。然而此刻只有精灵族大长老马法里奥还是清醒的，看了看底下狂热的精灵族人们，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些精灵们的亲朋好友或多或少都被天灾杀害了不少，现在他们被仇恨所充斥也可以理解，只是以现在精灵族的实力，想要抗衡天灾基本是不可能。不说底层士兵的差距，就是顶尖战力的若若估计也不是巫妖王的对手，毕竟一个成神已经数百年，而若若才刚刚成神而已。就在大长老马法里奥不知道该如何劝说这群狂热的精灵族人时，一道光芒闪过，一个人类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圣殿的中心。这人类是谁？陈峰突然的出现，瞬间就引起了整个圣殿内所有精灵的哗然。大胆人类，竟然擅闯精灵圣殿！快给我拿下！一名精灵族的长老看到突兀出现的人类竟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冒险家时，瞬间暴怒，直接对着守护圣殿的精灵卫兵大声命令道。周围的精灵卫兵听到命令，赶忙拿起手中的武器，就准备将陈峰抓住。然而还没等卫兵靠近，让一众精灵长老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只见到处在王座上的若若一个闪身就来到了陈峰的身边，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就兴奋地扑到了陈峰的怀里。陈峰哥哥，你终于回来了！他那软糯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大殿。这画面让在座的所有高等精灵都露出了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啊，这……只有为首的精灵族大长老马法里奥脸上露出了笑容。此时陈峰环顾四周，然后又看了看怀中的家人，一阵无语。你现在可是精灵族的神明，要矜持一点好吗？只有马法里奥笑着走了上来，对着众人介绍道：哈哈，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青年，就是将天灾打跑的那名人族冒险家。此话一出，让原本震惊的众人更加震惊了。什么？他就是我们精灵族的救世主？既然是大长老说话，那就肯定不会错的。我去，这也太年轻了吧！他是怎么做到的？貌似他还和我们的女神关系匪浅。众人震惊的同时，看向陈峰的眼神也变成了感激。陈峰见状摆了摆手，没有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他现在可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和大长老马法里奥说了几句后，便带着若若离开了圣殿。走出圣殿后，陈峰直接对若若说道：你现在应该能指挥精灵族的军队了吧？若若听到后点了点头。陈峰哥哥，你昨天刚走了不久，大长老就召集了在各地的精灵族人聚集在圣殿，而且在看到我之后，就让我带领他们复兴精灵族，消灭天灾。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做，只想跟着陈峰哥哥。陈峰听到若若的话语后，笑着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继续道：天灾是必须要消灭的，不然大陆将永无宁日。现在哥哥正好需要团结所有力量进攻天灾了。你既然已经可以控制精灵族，这里就交给你来统御了。到时候哥哥会带兵一起进攻天灾。啊，这样的话，若若愿意帮助哥哥消灭天灾。你们先集结精灵族的兵力吧，哥哥要回人族和魔族集结力量，到时候我会使用时空之门用来团结一切力量一起进攻。我这就去做。说完，若若径直向着刚才的圣殿飞去。第207章，成为魔界之主。陈峰交代完精灵族这里的全部事宜后，直接开启了通往魔界的时空之门。他这次要做的就是将人类和魔界的阵营战争给结束了，让玩家提前将奖励都拿了，加快他们的成长。想到这里，陈峰便直接迈入了传送门。咻！
短暂的传送后，陈峰来到了原先被深渊魔王占领的魔主宫殿。这座宫殿代表着魔界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结束这次阵营战争的关键。陈峰刚刚步入主殿的大门时，苏德尔和一众魔王早就恭候在大殿多时了，现在就等候陈峰发话了。见到陈峰缓步走来，苏德尔一脸讨好的走上前去。老大，魔界所有魔王都到齐了，包括新上任的魔王也都来了。陈峰满意的对着苏德尔点了点头，随后看向底下的一众魔王们，现在新进的魔王又多了6个，算是补齐了死亡的6大魔王，现在依旧是10大魔王的编制。除了10大魔王之外，现在魔界实际的管理者是苏德尔。现在的他在陈峰的帮助下寻找到了永恒之火，并且完成了吞噬成功进阶半神巅峰的实力。他在进阶半神巅峰后便回到了炎魔族，将整个炎魔族统一，并且带领炎魔族直接加入了魔界，成为了一支新的魔军。他凭借着陈峰第一小弟的身份已然成为了魔界之首，现在魔界的日常事务都是由苏德尔负责。而陈峰今天召集他们过来，就是准备自己一统魔界，成为魔界新的魔界之主，然后他作为人族的一员，自然就算是帮助人族赢得了阵营战争的胜利。当然，实际的管理陈峰依旧交给苏德尔负责，自己管理实在是太麻烦了。旋即，陈峰挥了挥手，直接对着底下所有的魔王说道：臣服于我，奉我为主。和之前占领城池一样，成为新的魔界魔主也是需要魔界众魔王拥戴自己，才能触发系统公告成为魔主。话音落下，大殿内一连串扑通扑通的声音接连不断的响起，底下的魔王们都跪成了一排，大声高喝道：拜见魔主大人，拜见魔主大人，拜见魔主大人。一众魔王仿佛排练过一般，都发出一样的声音。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在陈峰的面板上响起：叮咚，你受到魔界的所有魔王的拥戴，是否愿意成为新的魔界之主？叮咚，警告，同意成为新的魔界之主后，可能会导致元宇宙的格局和剧情走向发生重大改变，请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现在还慎重的毛线？陈峰没有丝毫的犹豫，就选择了确定。叮咚，你做出了选择，你已成为了魔界的新魔主，你拥有魔界军队绝对的掌控权，可在统御面板上查看。随着陈峰系统面板的弹出，3道金色的全服公告也在同一时间弹出。叮咚，全服公告，由于玩家是天成功统一魔界，成为新的魔界之主，故此人族与魔界的阵营战争结束，所有参加阵营战争的玩家获得大量的阵营积分，玩家可以凭借积分在阵营军需官处兑换对应的奖励，特此公告。叮咚，全服公告。叮咚，随着系统提示音的落下，宣告人族和魔界的阵营战争真正结束了。而听到这3道全服公告的玩家也顿时沸腾了起来。这次的公告和之前关于陈峰的公告完全不同，这次的全服公告关乎的可是他们的高额奖励。陈峰没有记错的话，所有玩家能得到大量经验的同时，还能凭借获得的高额积分兑换一套适合自己的传奇装备和武器。如果按照正常阵营战争的发展的话，玩家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阵营战争的胜利。而这次陈峰的举动无疑就是加快了整体玩家成长的速度，一次性让所有的人都拿到了至少要数个月后才能得到奖励。刷刷刷刷！一时间，整个元宇宙中无数玩家的身上不停地冒着升级的白光，获得高额的经验后，所有人平均至少提升了3到5级，有些等级低一些的玩家甚至提升了5级到7级。而且不单单是经验值的提升，还有大量的自由属性点、技能点、声望值等等，可以说大大的加快了游戏的节奏。特别是整个蓝星刚刚经历了一次天灾入侵的危机，所有人都迫切想要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次陈峰的举动无疑是给所有人雪中送炭。一时间，无论国内外所有的平台和新闻报道都是感谢陈峰的壮举。感谢是天大神，你简直是全蓝星的救世主，真的牛逼，说一统魔界就一统魔界，我现在宣布我就是是天大神的死忠粉了。我也是，阵营战争经验实在是太丰富了，我直接提升了7级，我得到了1000点自由属性点和300技能点，岂不是直接起飞？牛逼啊！我现在的积分已经有15万了，可以兑换我梦寐以求的史诗武器了。我要去换一本牛逼的技能书。你们都弱爆了，我想要加入魔界，成为是天魔主大人麾下的战将。我也要加入魔界。众人纷纷为突然降临的奖励开心的手舞足蹈了起来。然而，作为阵营战争引起者和结束者的陈峰获得的奖励更为丰厚，单单自由属性点就超过了1万，其他杂七杂八的奖励一大堆，陈峰也懒得看了，直接放到新纪元给军方和工会的人提升实力。做完了这一切，陈峰也没有继续在魔界停留，现在的时间就是生命。简单的和苏德尔交代了几句后，自己便离开了魔界，回到了人类的主城。第208章死亡之塔。此时，人类主城也有大量的军队正在紧张的备战着，人族也做出了对天灾发动最后攻击的打算。陈峰自己的主城不需要特别安排，
他早就命人将自己的100万人族大军集结在一起，等到合适的时机会和人族的大军一起出击。玩家方面，由新纪元的人统一组织，但是他们现在的等级还不算太高，想要对付高等级的天灾亡灵根本不可能，只能让他们负责一下军队的后勤，偶尔集体击杀一些低等的天灾圣物。团结完全部的势力，现在只差团结龙域的势力了。毕竟龙域最强者兰若也是神级实力，加上大陆最强的龙骑士军团，这股力量也是不可小觑的。而且陈峰只差一块力量勋章就能合成秩序之证，他自己是没有任何线索了，想必神秘的兰若可能会知道最后的力量勋章究竟在哪里。想到这里，陈峰召唤了一头黑暗魔龙，直接向着龙域方向飞去。半个小时后，陈峰来到了熟悉的龙域小屋。此刻兰若依旧是一袭洁白的长裙，端坐在小屋前的木凳子正在刻画着些什么。你来了。见到陈峰的到来，他没有丝毫意外，淡淡的说道：陈峰点了点头，刚想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但是被兰若打断了。我知道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我这里马上就完成了，你再等我几分钟。兰若没有回头看陈峰，继续着手中的刻画。陈峰一愣，心里想着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目的，但是也没有多问，就在一旁安静的等待着。数十分钟后，一道白色的光芒在兰若的手上亮起，瞬间就照亮整片天空。完成了。兰若略显疲惫的声音传来过来，随后他将手上那枚发着白光的令牌递向了陈峰，并说道：这是破界令牌，有了它你可以暂时破开虚无空间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想要的最后那枚力量勋章就在虚无空间内的某处，你需要在破开空间后半个小时之内找到力量勋章，然后出来。虚无空间！陈峰在心里惊呼了一声，随后双手接过了兰若递过来的白色令牌。叮咚，你获得特殊物品破界令牌1，触发100倍奖励增幅，你获得破界令牌100。我去，这个竟然也能增幅！看着背包里99的破界令牌，陈峰差点惊呼出声。破界令牌，特殊消耗物品，作用：使用后可以暂时打开通往虚无空间的时空之门，时空之门持续半个小时的时间，玩家可以自由进出，但是必须在时空之门关闭之前回到原世界，不然你将永远的困在虚无空间。描述：来一场异世界的旅行吧。每块破界令牌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自己现在有100块，岂不是说自己有3000分钟的时间可以去虚无空间探索力量勋章？这实在是太妙了。陈峰在看完破界令牌描述的属性后，心里想着，建议你先完成了觉醒再去虚无空间，那里的生物可都是超越半神以上的存在，甚至有数量非常多的神明，你一定要小心。兰若提醒道。有神明吗？这也太好了。陈峰内心有些激动，正愁无法解锁噬魂面具最后的形态呢。我会先将觉醒任务完成了，再去虚无空间的。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下兰若大人。陈峰准备询问一下，这次龙域会不会参加讨伐天灾的行动？你想说讨伐天灾吧？我已经安排好了，等你从虚无之地回来，龙域的圣龙骑士军团会和人族一起行动的。兰若说道。这样子就太好了。陈峰非常开心，有了龙域这股力量，胜算将会更大。赶紧去吧，给你的时间不会太多的。告别了兰若，陈峰迅速通过时空之门来到了双职业觉醒任务死神的试炼进入地点，就是这里了。陈峰看向面前的传送阵，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就跨上去。叮咚，你已触发职业觉醒任务死神的试炼，当前地图为特殊地图，只有达到 LV99级时才可进入。提示：正在检测你是否拥有进入资格，请等待。叮咚，你已经满足进入条件，是否立即进入？进入。叮咚，你已做出了选择，正在进入死神之塔，检测到你是双职业玩家，塔内的所有生物属性翻倍，特殊副本难度大幅增加，通关死神之塔100层，你将自动完成双职业觉醒任务。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眼前的光芒一阵变换，随后他就被传送到了一座直插云霄的塔楼面前。死神之塔这个副本是整个元宇宙中等级最高的副本，也是整个大陆中最危险的地方。记得前世陈峰至少用了接近2年的时间才有资格进入其中，这事竟然才用了几个月，这是我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陈峰感慨了一番，随后直接踏上了塔楼的第1层入口。白光一闪，陈峰消失在塔楼前。叮咚，你已进入死神之塔第1层，请在规定时间内消灭第1层内所有生物。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陈峰在光芒中缓过神来，随后就看到第1层塔楼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哥布林，有冰霜哥布林、烈焰哥布林、胆小的哥布林、自爆哥布林、机甲哥布林等等。除了胆小的哥布林外，其他哥布林全都正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向陈峰冲来。但是没，
还没等这些哥布林冲到近前，就被陈峰召唤出来的召唤物几道技能群都秒杀了。都是 LV99级的黄金级哥布林，记得前世第一波只是白银生物才对，这是因为加强了1倍的属性，竟然增强了一个品级。看着倒在地上的哥布林，陈峰做出了判断。随即陈峰的脑海中开始回忆前世关于死神之塔的攻略。之所以要回忆攻略，是因为有一些层数不单单是普通的怪物，在靠后的层数中有非常多怪物，有不同的击杀机制，必须要非常了解怪物的机制才能击杀。也有很多是考验玩家在游戏中的技巧、走位和记忆力等一系列的关卡。加上这次因为双职业的关系，这些副本内的怪物属性都增长了1倍，对应副本的难度肯定也会有所增加。所以陈峰需要好好的回忆一番。第209章第50层考验记忆力。记得100层副本对自己有难度的副本，可能就是第50层和最后一层吧。略微思索后，陈峰想到了什么。在他的记忆中，其余的关卡自己需要挑战的基本都是在游戏中有的怪物和 BOSS。这些只要赶亮血条的怪物，对陈峰来说没有丝毫难度，只要了解怪物机制后，释放召唤物直接秒就行了。想到这里，陈峰便直接进入了死亡之塔的第2层。在进入的同时，陈峰准备开启游戏直播。至于为什么开启游戏直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试炼是以后玩家都需要经历的，自己非常了解里面的怪物机制，但是其他的玩家都不了解。作为一个先驱者，分享一些攻略给世人应该很合理。既然这样想了，陈峰也不再犹豫，直接就打开了游戏直播的按钮。这次直播距离上次直播太阳井副本的时间也不算太久，反正陈峰记得经过那一场直播以后，他的粉丝数量直接暴涨。现在他的全球粉丝已经达到了将近15亿，这15亿粉丝可都是真正的活跃粉，不是一些大主播买的死粉。要是陈峰能来一场直播带货的话，卖游戏装备，估计销售额可能突破到万亿。这15亿的粉丝也是在陈峰开启直播的同时，全都收到了直播提醒。一时间，兴奋的网友们就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到了陈峰的直播间。卧槽！卧槽！卧槽！噬天大神又开启直播了，奈斯又可以看到游戏中的大场面了。现在蓝星危机刚刚解除，不知道噬天大神想带我们看什么大场面。直播间内的众人既兴奋又期待，一时间内弹幕礼物乱飞。陈峰见状也是对着直播间内的观众解释了一番。大家好，你们现在看到副本是一个名叫死亡之塔的试炼副本，这个副本是玩家等级提升到 LV99时觉醒必须完成的副本。陈峰对着直播间的观众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副本的大致信息，以及对这个副本以后的重要程度也一并讲解了一番。至于自己怎么知道攻略的，陈峰也是随便找了个理由，说自己无意中帮助了一名神秘 NPC， 然后那名 NPC 将攻略给了自己。解释完一切之后，也给直播间观众一些消化的时间，他自己则是召唤了数千召唤物，直接开始了冲塔之旅。就这样，陈峰一边给直播间内的观众们解说着每一关怪物的机制，怎么破防，怎么击杀，一边指挥召唤物快速爬塔，一路上基本没什么压力，偶尔能遇到几头实力强悍的 BOSS 和 NPC， 也在陈峰无限禁咒下灰飞烟灭。时间很快过去，在不知不觉中，陈峰就通过了前49层，来到了第50层。刚到50层的房间后，只见到中间一名拿着月形权杖的奇异 BOSS， 在短暂的施法后，副本内瞬间就变成了由无数道格子组成了地面。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该层数的 BOSS 目前处于无敌状态，在 BOSS 解除无敌状态前，玩家也无法使用任何主动技能、被动技能、装备技能，并且在10秒后，副本内的格子会逐渐移动。20秒后，玩家需要按照格子移动的次序依次站在格子上，若是未按照格子的次序站立，将会降下雷罚，并且格子会重新记录次序。完成5次格子的站立后， BOSS 解除无敌状态，击败则可以进入下一层。提示：倒计时开始，10、9、8。连续2道系统提示音在陈峰的面板上跳出，同样也同步到了直播间观众的视角上。众人本来都对陈峰秒的过关表示麻木了，这下来了点不一样的，自然都打起了12分的精神。我去，总算来了点不一样的东西。看着噬天大神一路秒杀式的通关，都快睡着了。按照系统提升来看，这关是考验玩家记忆力的，不知道难度如何。噬天大神记忆力如何，还真没见过，不知道他会不会翻车，还有一点点小担心呢。快看，10秒的时间到了，地面上的格子动了。众人再次被第50层的关卡发生的变化吸引了过去。回到副本内，只见到这时关卡周围的环境变得灰暗了起来。陈峰现在就处于副本的门口，目前还无法移动，中间的 BOSS 也是无敌的状态。然后随着系统倒计时的结束，只见到副本内的格子开始一块一块的亮了起来，亮起下一块的瞬间，前面亮起的那一块就会按下去，依次无规则的向着周围扩散。这个关卡考验的就是玩家的眼力和记忆力，
和系统提示一样，玩家需要按照系统跳过的格子依次走过才能过关，然后 BOSS 才会在无敌中苏醒。陈峰记得前世他就被这个关卡困住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最后他疯狂地观看别人的直播录像，才在其中找到了一丝规律，最后也是运气好的情况下才完成了这关卡。但是这时的陈峰在提前同步了游戏中的实力后，自身的记忆力早就非比寻常了，即使这次的难度远超前世，他还是非常有信心一次性完成的。20秒的时间很快过去，陈峰的身体可以移动了，此时副本内的格子早就走了大半的路程，还在不停地闪烁着光芒。他一个箭步跳到其中，然后按照自己记忆里的内容开始依次踩了上去。不多时，一边记忆一边踩踏，很快就通过了第一次的关卡。随着最后一步的落下，陈峰再次被传送回到了原点。紧接着副本内的格子再次跳动，然而这次跳动的速度比第一次快了不少，而且跳动的格子线路也从1条变成了2条。我去，这第二波的难度直接堪比前世最高的难度了。陈峰呢喃了一声，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眼前2道不断跳动的格子。然而此时在直播间内的观众还刚从陈峰走出第一波的震撼中缓过来，就发现第二波走格子已经开始了。我去，刚才第一波的格子我都没记住，这一波直接2条路线，这还怎么记？太难了吧，2条线一起的话岂不是要一心两用？这才第二波走格子，不知道是天大神能坚持到第几波。加油加油！直播间内的弹幕又开始热闹了起来。第210章第100层考研走位。又是20秒的时间过去，陈峰在解除限制的一瞬间就跳到了第1条格子之上，凭借着超高的移动速度和记忆，很快就完成了第1条路线，紧接着就是第2条，很快第2条路线也被陈峰完成。这一幕只花费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而且陈峰还没有任何停顿，这就说明这点难度根本没有难倒他。这也太强了吧，感觉是天大神完全无压力。本以为是天大神只有吊炸天的属性，没想到他的记忆和走位也如此风骚，牛！直播间的众人纷纷惊叹无比。接下来是第3波和第4波，在陈峰超强的记忆力下也是直接完成了。直到最后一波时，陈峰的脸上难得露出了一丝谨慎的神色，因为这次既然是5条线路一齐出现，而且光点的移动速度也比之前快了好几倍，基本上就是你眼睛刚刚扫过，光点就已经移动了至少10几格的距离。直播间的众人也是屏住了呼吸，想要看清楚格子移动的规律，但是奈何刚刚看了1条线路的行进路线，就忘记了第2条，看到第2条后面几条又没看清楚，至于一次性记忆5条根本不可能。我去，眼睛都看花了1条都没记住，这是人能记忆的吗？看了之后，我觉得还是杀副本 BOSS 毕竟轻松，毕竟只需要输出就行了，这个不适合我。我赌1块钱，是天大神这波可能要翻车，简直太难了，脑子和眼睛突然不好使了。一时间，直播间内的弹幕络绎不绝，众人纷纷惊呼，这关也太难了，也开始为陈峰能否通过这个关卡担心了起来。不过此时陈峰暂时没有心思关注直播间内的事，他此刻的不停地记忆着5条格子行走的路线，不敢漏过1条。很快20秒的倒计时结束，陈峰也恢复了自由。然而这次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踩格子，他在等待5条光点将整个格子走完，然后自己再按照记忆的路线一次性走完就行了。这无疑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毕竟边走边记忆的方法虽然快，但是失误率高，陈峰不想冒险。然而众人看到20秒的时间到了后，陈峰竟然没有像之前一样直接开始走格子，一时间原本质疑陈峰可能会翻车的人更加确认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就说大神也有翻车的时候，你看这关根本不是给人设计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人能完成。确实太难了，是天大神再强，面对如此变态的关卡，失败了也情有可原。就在众人都认为陈峰也无法通关这个关卡时，副本内5条格子也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陈峰突然动了，只见到他就如同海中的鱿鱼一般，开始不停地穿梭，停顿在一块块格子之中。地面上一个一个正确的格子依次被点亮，很快陈峰就凭借着记忆完成了前2条。接下来在直播间观众目瞪口呆的表情中，开启了第3、第4条线路，依旧是一次性通关，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最后又直接踏上了第5条。这一幕直接让直播间的观众沸腾了，也让原本质疑陈峰不能过关的玩家纷纷被当场打脸。一时间直播间内的弹幕如同泉涌，众人纷纷目瞪口呆地看着陈峰超速走完5条线路，看着他在最后1条格子踏出的一瞬间，众人的内心不由得升起一丝深深的敬意。这走位，这记忆能力简直无敌，要是之前众人认为陈峰强的原因只是因为属性爆炸召唤物强的话，现在他们才发现陈峰一心多用的能力简直逆天，强，实在是太强了。随着最后1条线路的完成，一道强大的能量汇聚到中心 BOSS 所在的位置，这道能量的涌入直接让原本处于无敌状态的 BOSS
好像被攻击到大动脉一般，血量狂掉了一半之多，同时 BOSS 身躯上代表无敌的光罩也消失不见。见此，陈锋也不再犹豫，直接数道禁咒连发，将处于虚弱状态的 BOSS 直接秒杀，然后自己进入了51层。进入51层后，接下来的爬塔之旅又是杀怪，也都是被陈锋秒杀的，偶尔也能遇到几个强一些的特殊怪物，陈锋也会详细的和观众们讲解怪物机制，然后通过。就这样，一边和直播间内的观众讲解，一边击杀塔内的怪物，时间也过得飞快。很快，陈锋就一路杀到了第99层，在击杀了99层的剑术大师后，最终迈入了最后100层。叮咚，你已进入死亡之塔第100层，通过这一层的考验，你的2个职业将直接觉醒。提示：本关考验玩家在击杀死神虚影的同时，不能被死神虚影击中超过5次，超过5次后将自动判断本关卡失败，期间无法使用任何位移无敌类技能。系统提示音落下后，陈锋面前的副本变成了一片宇宙星空的模样，他刚好就悬浮在这片星空之上。此时，宇宙中一个巨大的死神虚影出现在太空之中，只见他手上的死神镰刀挥动，一道道死亡黑气急速向着陈锋冲来。陈锋赶忙闪身躲避，躲避的同时还将之前召唤出来的召唤物收了起来，只留了10几只移动速度快、体型比较小的时空精灵和暗黑精灵协同作战。第211章通关死亡之塔。轰轰轰！在陈锋躲过了第1轮的攻击后，星空中的死神虚影再次挥动镰刀，只见到2颗巨大的红色圆球向着陈锋袭来。这2颗巨大的圆球在星空中飞行了一段时间后，竟然直接在中途爆开，化为了更为密集的小球四散开来。化为小球后，它飞行的速度更是快了不少。陈锋见状，自己和召唤物攻击的同时，还要一心多用指挥召唤物和自己的走位，不能被小球攻击到。好在小球和黑气能量波虽然很多，但是也在陈锋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见到他不停地在小球的核技能的缝隙中游走，时不时还能释放几次攻击，打掉死神虚影一些血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持续，加上死神虚影血条的持续下降，他的攻击频率也在逐渐增加。仅仅过了1分钟左右的时间，比起第1波只有1道死亡黑气加上2颗球状物，现在的数量直接翻了1倍，这让陈锋可以移动的空隙大大的缩小。不过好在陈锋依旧可以凭借超快的移动速度加上强大的精神力算法，巧妙地躲避着一个接一个的技能。不知不觉又过去了3分钟，副本内的死神在原有攻击的手段上又加了雷霆攻击，这些雷霆即将落下时，会在陈锋的脚下短暂的闪过一丝红光，随后就会在 0.5 秒之内落下，给人的反应时间非常的短。他不得已打起了12分的精神，提前计算雷霆的落点，不能将自己的活路封死的前提下，快速的躲避黑气加小型能量球。这样的攻击一直持续了5分多钟，陈锋也逐渐的适应了死神攻击的节奏，依靠超高的移动速度，总能在无尽的攻击中找到生路。5分钟过后， BOSS 的血量也只剩下了 10%， 陈锋也将召唤物都收回了盘龙戒指中。按照他的推测，在 BOSS 只剩下最后的血条时，应该还会加强一次攻击，那时候可能自己无暇顾及10几头召唤物，所以提前将其收起。果然，在死神虚影血条掉到 10% 的一瞬间，原本黑灰色的死神虚影瞬间就变成了赤红色死神。与此同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也传到了陈锋的面板之上。叮咚， BOSS 死神虚影进入狂暴状态，所有攻击频率提升 100%， 技能移动速度提升 100%， 技能数量提升 100%， 持续60秒。60秒后 BOSS 将进入30秒的虚弱状态。系统提示音落下的一瞬间，面前的死神虚影疯狂地挥动镰刀，一个个技能疯狂地向陈锋攻来。轰隆隆，副本上的雷霆也不间断地劈下，每1秒至少都有数十道雷霆同时落到星空上。顿时，整个星空上几乎被雷霆产生的白光淹没，整个星空中至少超过 90% 的区域都没法待了。陈锋此刻也是凭借着他的超高移动速度，不停地在星空中闪烁，脚步移动间，他的身躯就犹如一道幽灵，不停地穿梭在雷霆和技能充斥的海洋中。卧槽，这一关也太变态了吧！可不是嘛，我都看不到噬天大神的身影了，全都是技能特效。以后我们觉醒也需要通关这个，好像我们的难度低一些。噬天大神因为是双职业，难度比我们高了不知道多少。我去，吓死我了！要是这个难度的话，即使我玩到游戏官服，我也不可能通关。不得不佩服噬天大神的走位和预判，简直是人形怪物。此时，直播间所有粉丝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全都是惊叹陈锋的走位和反应能力。这种壮观的大场面，直接让直播间内的礼物乱飞。陈锋此刻根本无暇关注直播间内的情况，他现在集中了全部的精神，应对着 BOSS 一个个技能。现在的他就好像无数技能海洋中的一片小舟，随时都有可能侧翻，但是他总能以一个巧妙的状态，完美的躲过一个个技能浪潮，屹立其中。他知道，只要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有可能让他前功尽弃，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
终于在躲过了无数的技能后 ，BOSS 60秒的狂暴状态结束。BOSS 虚影的颜色也从赤红色变成了灰色，紧接着进入了30秒的虚弱状态。见此，众人的心才缓缓地放了下来。这60秒的时间简直太刺激了。由于直播是第一视角，所有人都如同身临其境一般。在他们的视角看，往往一个技能衔接着一个技能，给陈锋躲避的空间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他总能险之又险地躲过，也让众人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生怕陈锋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技能击中。现在60秒的时间到了，他们也将提着的心缓缓放了下来。总算轮到我还手了。陈锋呢喃一声 ，BOSS 狂暴时，他只能全力走位，无法分心停下来释放攻击。现在有了30秒的攻击时间，他自然要火力全开。刷刷刷！一只只召唤物如同潮水一般在盘龙戒指中被释放了出来，直接将死神的虚影围在其中。进攻！随着陈锋的意念下达，无数召唤物的技能宣泄在处于虚弱状态的死神虚影上。轰隆隆！仅仅花费了数十秒的时间，死神的虚影就被直接击溃，消失在星空之中。第212章双职业觉醒，终于通关了。陈锋看着消失在面前的死神虚影，吐出来一口浊气。这样高强度集中精神的战斗是非常耗费精神力的，即使是他现在也略微感觉到有一丝虚脱感。应该可以离开副本，完成觉醒了吧？陈锋呢喃了一声后，看向周围的环境，发现自己还没被传送出死亡之塔，而且连系统提示音都没有响起。怎么回事？难道元宇宙也会卡 bug？ 陈锋满脸问号，随即想到自己还在直播，便向着自己的直播间看去。但是就在陈锋想要查看直播间的画面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卧槽！直播间怎么突然没了？而且系统面板和技能面板都不见了。陈锋看到自己的人物面板和直播间都消失不见了时，发出了一声惊呼。此刻他的状态就如同在现实中一样，无法看到任何技能栏，但是身上的装备一样不少，而且根据自己精神力的感知来判断自己应该可以释放技能和召唤物。就在陈锋疑惑之时，灰暗的星空中一道时空之门突兀地出现在他的眼前，紧接着一道身穿白色布袍的老者出现在陈锋的面前。哈哈，不错，年轻人，你竟然能通过我当年设下的考验。那道白袍老者看着眼前的陈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你谁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陈锋一脸懵逼，其他人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独立进入的觉醒副本之中？他判断这人肯定不一般。啊，我吗？过了如此多纪元了，我都不知道我叫什么了。不过根据你们的记忆来看，你们都喜欢叫我主脑，只是这个名字也太难听了吧。白衣老者有些不满地对陈锋说道。然而此刻的陈锋早就惊讶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尼玛，游戏主脑，岂不是说他就是创造元宇宙的创世神吗？陈锋在内心想着。然而面前的老人似乎可以感觉到陈锋内心的思想，直接说道：哈哈，不用在意我是谁，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我，也只是我本体的万千分身之一而已。在浩瀚的宇宙之中，还有无数类似元宇宙这款游戏，你既然完成了我设定的考验，我自然会给予你奖励。白衣老者话音刚落，只见到他的身躯变成了一个白色的智能光团，随后那道白色智能光团的中心位置，一道彩色的光芒闪过，直接就没入了陈锋的体内。紧接着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叮咚，恭喜你完成了双职业觉醒任务死神的考验，你的职业精灵召唤师2转世星成功觉醒为混沌之主觉醒。叮咚，恭喜你完成了双职业觉醒任务死神的考验，你的职业禁咒法师2转世星成功觉醒为混沌圣魔导觉醒。叮咚，你获得了创世神之力，成功进阶主神阶位。提示：主神阶位加成，所有属性值直接提升至最高属性值的点数，全属性增加1000%，突破限制所有主动技能等级加10级，拥有唯一被动技能主神领域，受到低于主神阶位的生物攻击时免伤 99.99%。叮咚，由于你是全服第一个达到主神阶位的玩家，奖励技能点加1000000点，自由属性点加1000000点。连续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后，陈锋的身上的光芒万丈，就好像飞升了一般，技能和人物面板也恢复了正常。我去，我飞升了吗？陈锋看着自己身体的变化，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随后他赶忙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首先查看了一下自己转职后的职业变化。混沌之主觉醒，觉醒基础提升1，人物基础属性提升 100%， 职业天赋1，召唤兽强化被动，提升召唤兽的属性 200%， 职业天赋2，限制解除被动，通灵召唤兽的限制解除，所有召唤物的数量不受限制，控制距离不受限制，召唤技能上限等级提升为不高于人物等级 LV10级，所有召唤物的存在时长为永久，
人物下线或者主人死亡后，召唤物不会消失，主人可以召回或解除才会消失。职业天赋3：召唤亲和，被动，释放召唤类技能时，原召唤数量乘1000，所有召唤物的品阶上升神级，超过神级的不上升。描述：无敌，混沌圣魔岛，觉醒，觉醒基础提升1，人物基础属性提升100%。职业天赋1：魔法之力，魔法基础攻击力增加100%，所有造成的伤害100%转化为真实伤害。职业天赋2：魔法源泉，魔法恢复速度增加1000%。职业天赋3：魔法掌控，释放任意技能时无魔法消耗。职业天赋4：魔之律动，释放法术技能时技能效果时。描述：牛批，无敌了。陈峰看到2个职业的天赋后，激动的无比。召唤物属性提升200%，而且召唤物永远不会消失，加上最主要的，自己现在召唤出来的召唤物直接都是神级。也就是说，原本自己一些无用的召唤物，现在都是神明一般的存在。想到这里，陈峰就将自己的召唤物们全都释放了出来，并查看其属性。首先是最低级的机甲哥布林、雷之精灵、极光格雷灵、黑暗骑士和植物精灵、魔界之花等一类最早被陈峰学习的召唤物。哥布林王高格，神级，等级 LV100， 血量8888万，攻击222万，攻击速度 1.5 次每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55米每秒，防御111万。技能：究极哥布林战车，召唤战车大幅增加防御，战车永久存在，会使用各类地精武器进行攻击。雷霆主宰，极光雷神，神级，等级 LV100， 血量6666万，攻击444万，魔法攻击，攻击速度2.0次每秒，移动速度普通移动60米每秒，飞行状态120米每秒，防御99万。技能1：天雷影，普通攻击会释放天雷，对目标造成自身魔法攻击150%的雷霆伤害，被动被技能攻击到的地方100%进入感电状态。技能2：崩雷级，位移，对路径的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200%的 AOE 伤害。技能3：狂雷击，释放大量雷霆，大范围的 AOE 技能。技能4：以雷霆击碎黑暗，变身，加强输出周围持续出现大范围的雷霆。第213章，所有召唤物进阶神灵。不仅仅召唤物的名称改了，属性和技能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没有什么用处的召唤物全都变得强大无比。陈峰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对这些召唤物做出了评价。总之，这些召唤物都改变了原有的拉胯属性，成为了陈峰不可或缺的得力战将了。然而，除了这些基础召唤物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之外，原本就很强的召唤物更加变态了。圣魔导师路易斯，神级，等级 LV100， 血量8000万，攻击500万，防御150万，攻击速度 1.5 次每秒，释放速度正100%，移动速度普通移动50米每秒，150米每秒，飞行状态。技能1：极寒风暴，向着范围内的敌人释放冰系魔法，召唤大量的冰霜风暴，对敌人造成自身法术攻击乘200%的冰属性魔法攻击，并且有100%的几率冰冻目标3秒，技能冷却时间90秒。技能2：好火球，对范围内的敌人释放好火球攻击，对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乘300%的火属性魔法攻击，技能冷却时间100秒。技能3：次元之刃，对目标释放强大的锋刃，造成大范围伤害，自身魔法攻击400的持续伤害，技能冷却120秒。技能4：天爱振兴，召唤5颗巨大陨石，对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自身魔法攻击乘300%的土属性魔法攻击，并造成5秒的眩晕效果，技能冷却时间120秒。拥有4系法术，伤害高，爆发高，还有控制，比起前面2种类型的召唤物还要强上不少。紧接着的就是陈峰的代表性召唤物黑暗魔龙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暗圣龙，神级，等级 LV100， 血量5亿，攻击888万，防御666万，攻击速度5次每秒，释放速度正100%，移动速度移动100米每秒，飞行5000米每秒。技能1：龙吟，对范围内的生物造成短暂的眩晕。技能2：圣龙火焰，对前方释放持续型火焰攻击，对命中的生物造成自身魔法攻击250%的多段魔法伤害。技能3：圣龙之威，被动，对范围内不高于神级别的生物造成威慑，最高降低该生物90%全属性。技能4：魔法免疫，被动，免疫任何魔法攻击和控制效果。技能5：圣龙之怒，大范围 AOE 高伤，
飞行 BOSS 类生物，可骑乘0-10000单位。精灵神伊加贝拉，神级。等级 LV100，血量2亿，攻击888万，防御666万，攻击速度2次每秒，释放速度正100%，移动速度移动100米每秒，悬空状态。技能1，光能波刃，省略。技能2，强化光环，强化召唤物属性。技能3，精灵王的屏障，对友方单位释放1道100米乘100米结界屏障，所有在屏障内的友军单位进入无敌状态，屏障遭受攻击时将进行判定免疫神阶位以下的伤害，屏障持续时间20秒，冷却时间20小时。灭世光线，发范围 AOE 高伤。省略。除了这些史诗级和传说级的召唤物得到了大幅加强外，本来就是神级的时空精灵、暗黑精灵、地狱火也都得到了大幅的加强，他们的技能形态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应的伤害属性得到了大幅增强。就比如时空精灵成功进阶成为了时空主宰，技能的控制效果也可以对神灵层次的生物奏效了。黑暗精灵和地狱火基础属性和技能伤害的效果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总之，以陈锋现在召唤物的实力，已经可以做到横扫整个元宇宙大陆了。哈哈，简直不要太强！陈锋看着一个个都进入神级的召唤物们，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他相信，只要释放出所有召唤物，管他什么巫妖王，还是亿万的天灾生物，都不再是威胁。即使召唤物的属性比之同层次的神级生物要弱上不少，但是他们有着陈锋天赋200%的属性的加强，加上他自身携带的一些光环属性，也差不了多少。至于第二职业混沌圣魔岛，更不用说了，简直强到离谱。单单所有的伤害都为真实伤害这一点就已经无敌了，再加上自己施法效果变成了10，也就是说自己释放一个禁咒的话，就等于释放10个禁咒，再加上都是真实伤害。想到10个拥有真实伤害的禁咒落到敌方生物的头顶时，恐怖的伤害画面，没有任何人能顶住一发禁咒的伤害，要是有那就再来一发。看完职业觉醒增加的面板后，陈锋略微计算了一下，2个职业对自己的属性都是100%的加成，再加上自己成为主神级后1000%的属性加成，就等于自己的属性直接暴涨了30倍。而且他现在是全方面发展，力量、敏捷、防御都是取最高的智力属性，难以想象现在自己的人物面板究竟强到何等程度了。想到这里，陈锋便怀着期待的心情打开了自己全新的人物面板。角色是天，等级 LV100，主神级，种族人族，第一职业混沌之主觉醒，第二职业混沌圣魔岛觉醒，天赋100倍奖励增幅。第一职业混沌之主技能侦查，探查不高于 LV5级的怪物属性。召唤哥布林王高格神级，召唤雷霆主宰极光雷神神级，召唤黑暗之主神级，召唤幽冥之花神级，召唤圣光天使神级，召唤圣魔导师路易斯神级，鞭打一转专属，支配之阵一转专属，召唤黑暗圣龙神级，召唤精灵神伊加贝拉神级，召唤亡灵主宰尼古拉斯神级，召唤物狂化2转专属，召唤时空主宰神级，召唤黑暗主宰神级，召唤混沌地狱火神级。第二职业混沌圣魔岛技能禁咒元素火雨，禁咒冰封风暴，禁咒雷霆风暴，禁咒死亡黑洞，时空穿梭元素融合2转专属，省略。混沌魔域觉醒技，生命2400.0万，攻击1600.0万，魔法攻击，防御800.0万，魔法12000.0万，攻击速度10次每秒，1秒攻击10次，释放速度1000%，移动速度普通移动50米每秒，奔跑移动100米每秒。属性力量800.0万，智力800.0万，敏捷800.0万，体力800.0万，声望 N， 用不完，幸运未知。装备武器破灭的混沌统治法杖，神话传说戒指，主宰者戒指，神话传说级项链，主宰者项链，神话传说级主宰者手镯，神话传说级铠甲，深渊法袍，神话传说省略。称号灭神者，全属性5000。徽章智慧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0，1000000，智力加1000000，省略。防御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0，1000000，体力加1000000，省略。敏捷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1000000，1000000，敏捷加1000000，省略。Buff 生命女神的祝福，省略。祖龙的祝福，技能无冷却时间，大复活术，可以复活1次恢复满 HPMP。领域
主宰领域，主神领域。第214章，横扫虚无之地。强！以陈峰现在的面板属性，加上一些光环和领域的加成下，已经可以随随便便的秒杀神灵级生物。而且他高达800万点的智力属性，可是能让他操控8000万数量的召唤物大军。现在的陈峰已经真正的无敌，接下来就需要自己疯狂的储存召唤物就行了。还有秩序之证拿到手之后就发动总决战吧。陈峰关闭了自己的任务面板，在心里默默的思索着。随后他便拿出了一枚破戒令牌，点击了使用。随着手中那枚令牌缓慢的消散，一道漩涡之门出现在陈峰的眼前。进去后就是虚无之地了吗？陈峰看着这道漩涡之门充满了期待，随后直接跨入了其中，消失在漩涡之中。叮咚，你来到未知地点。系统提示音落下后，陈峰的身形出现在一块新的大陆，赶忙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了这片空间的天空都是赤红色的，在天空的映照下，连同整片大陆都是赤红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片空间引力的问题，有很多巨大的山峰竟然悬浮在高空而不掉下来。这片土地还真是神奇啊！陈峰感叹了一声，他也没来过这片未知土地，自然对这里不是很了解。不过陈峰无所畏惧，以他现在主神的实力，加上数亿的神明召唤物，走到哪里不是横扫？旋即他也不再犹豫，直接在时空之门这里开始释放召唤物。召唤哥布林王高阁，召唤雷霆主宰极光雷神，召唤黑暗之主，召唤幽冥之花，召唤圣光天使，召唤圣魔法师路易斯，召唤黑暗圣龙，召唤精灵神伊加贝拉，召唤亡灵主宰尼古拉斯，召唤时空主宰，召唤黑暗主宰，召唤混沌地狱火。随着陈峰法杖的不停挥动，一道道六芒星法阵不断的出现在地面上、天空上。数十分钟后，整片区域就被陈峰的召唤物所覆盖。他现在的释放速度，召唤出一批召唤物，基本上都是1秒瞬发就能完成，加上没有技能冷却的限制。在职业混沌之主天赋释放召唤技能时，基础召唤物数量1000的加成下，陈峰现在1秒可以召唤出1000头神级召唤物。这样子计算的话，短短的10分钟，他就能召唤60万的召唤物。现在智力属性800万点，1点智力可以控制10头召唤物，那就是说陈峰总共可以召唤8000万召唤物。如果要全部召唤出来的话，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22个小时，还是在一刻都不停歇的情况下。唉，召唤物太多也是个甜蜜的烦恼。陈峰感慨了一声，估计第一次有召唤师会因为召唤物太多没时间召唤而感到烦恼。要是他将这件事发到工会讨论组中，估计他们都会说自己是个高级凡尔赛。不过召唤的事情可以慢慢积累，毕竟数千万神级召唤物一起出现的发动攻击的话，陈峰都担心会不会将这片大陆直接击毁。为了安全起见，还是随随便便释放个几百万召唤物，找到最后的力量勋章再说。随后陈峰指挥召唤物们开始横扫这片异空间，这一扫荡直接将这里的原住民吓得不轻。他们这片空间也可谓强者云集了，最低级的也是传说级的生物，半神更是无数，强一些的神明也有不少。但是他们在看到成建制的神明召唤物时纷纷淹了。这是哪里来的恐怖生物入侵？太可怕了！这简直就像一个高等文明对一个低等文明开始毁灭打击一样，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基本上陈峰召唤物所经过的地方，那些原住民生物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压根不敢出来。当然也有几个头铁的神明，在起初看到几十只神明召唤物时，仗着自己神明巅峰的实力，还斩杀了几只召唤物。但是在随后赶来的召唤物大军降临时，这些神明顿时吓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们也是在无数召唤物的围攻下化为飞灰。这刚好就成了陈峰噬魂面具进化的养料。第215章，获得力量勋章。最后在击杀了第2个不知好歹的神明后，陈峰通过时空之门传送了过去，将他的神之力吸收完后，噬魂面具终于进化到了终极形态。噬魂面具神话传说级特殊装备，全属性加10000点，等级需求无等级限制，部位面具，适用职业全职业。特殊效果1，伪装，可以重新伪装面容和玩家 ID。 特殊效果2，吞噬，释放技能后会在前方的空间形成一道吞噬漩涡，漩涡会不停地吸收周围的一切物体，只要物体被吸入其低于神级包含的生物都将被直接秒杀。特殊效果3，隐匿，主动释放时可以使自身包括友军在内500米范围的所有友军生物和物体进入隐身的状态，持续时间永久，主动发动攻击或则被攻击到隐身状态消失，也可以自主解除。特殊效果4，感知，主动开启后可以感知100万米范围内的所有生物信息、物品信息。描述：神秘莫测的面具拥有无限的可能。
总体属性差不多，只是原本进化的技能直接变成了大范围伤害技能，而且只要将神明吸入的话，就能直接秒杀神明，这就非常恐怖了。而且除了这个秒杀的吞噬技能外，陈峰使用最为频繁的感知技能，竟然从10000米扩大到了100万米，这简直就成了超高级的雷达，100万米都快可以覆盖一小片大陆了。感知这个技能既然可以感应物体，岂不是说自己只需通过时空主宰的不停传送，然后通过感知来寻找力量勋章，这样的话岂不是很快就能找到？陈峰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想到就去实验，旋即陈峰开始了到处传送寻找勋章的旅途。破解令牌半个小时的时间即将到了，他也会通过时空之门的传送效果回到进入的原点，随后再重新进入继续寻找。就这样，陈峰也在消耗了足足50多枚破解令牌的前提下，终于感应到了力量勋章的所在地。原来力量勋章就在一名普通的半神手上，怪不得陈峰将这片大陆所有的神明都探查了一遍，愣是没有发现。没想到这么重要的物品竟然在一个小小的半神手上。陈峰在找到后也不废话，直接就胁迫这名普通的半神将勋章交出来。那名半神看到恐怖的神灵大军，早就被吓得瑟瑟发抖了，哪里敢不从，直接将力量勋章交给了陈峰。陈峰看着这个半神竟然如此配合，就随手给了几件神话传说装备，这直接让这名半神感激涕零了起来。他没有理会这个半神，直接将力量勋章拿了出来，查看其属性。力量勋章传说级成长性装备，佩戴等级 LV0 级，佩戴属性1，力量提升10000点，佩戴属性2，强击光环，被动提升自身和周围友军 30% 的物理攻击力， 30% 的魔法攻击力， 30% 的所有伤害。佩戴属性3，魔法免疫，被动可以免疫所有的控制效果。佩戴属性4，绝地反击，被动面对2名或则高于2名的敌人时，每增加1名敌人时，自身全属性增加 1%， 最高增加自身 100% 全属性。佩戴属性5，感应在一定范围之内可以感应到同类物品的存在。对出了2个还算不错的被动和光环，主要是增加了魔免的效果，这样就不怕任意的控制技能了。其他2条属性倒是可有可无，反正现在已经是无敌了，增加些许攻击也没什么大用。将勋章收起，陈峰也不再继续逗留，直接集合和召唤物回到了元宇宙。第216章终章。哈哈，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回到元宇宙大陆后，陈峰看着手上的4枚勋章，心里乐开了花。现在终于凑齐了，大陆最强的神器也即将诞生。开始吧。陈峰低声呢喃了一句后，直接将代表4大属性的4枚勋章放到了一起。叮咚，恭喜你集齐4大勋章的智慧勋章、防御勋章、敏捷勋章、力量勋章是否立即合成？合成。陈峰做出选择后，他手上的4枚勋章缓缓地升到了空中，紧接着一道道七彩的能量缓慢地汇聚在一起。原本处于4个方位的勋章开始了融合。融合的途中，陈峰周边的画面突变，紧接着他的意识就出现在了无边的宇宙星空之中。只见到宇宙的画面也在缓慢的变化，由远到近，显示宇宙星空真实的背景。不多时，宇宙星空缓慢的倒退，星空也在急速聚拢，就好像时空倒流一般。数秒后，全部的星空汇聚成了一个点，紧接着轰的一声，一阵刺眼的白光闪过，无数的宇宙星辰就又缓缓地出现在了眼前。这画面让陈峰见证了宇宙的诞生与毁灭。这次宇宙新生之后，并没有继续倒退，而是出现了4股能量，这4股能量的介入才将整片宇宙趋于稳定。最后4道能量汇聚到一点，形成了宇宙秩序。随后陈峰也从刚才的画面缓了过来。叮咚，恭喜你成功合成秩序之证创世神器。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一枚散发着强大气息的物品缓缓地落到了陈峰的手上。秩序之证创世神器，佩戴等级 LV0 级，佩戴属性省略。4大勋章所有属性。秩序之力，唯一技能，掌控秩序的力量，消耗一定的秩序之力，可以短暂改变宇宙特定区域的时间、空间、生物的生死存亡，甚至可以毁灭，创造一片新域，只需要付足够多的秩序之力。当前的秩序之力100/100。提示：秩序之力为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无法通过时间来恢复，只能依靠神明的神之力缓慢的回复。100位神明的神之力等于1点秩序之力。看到秩序之证的唯一技能后，陈峰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时间他的脑子都一片空白。这秩序之力也太他喵的强了吧！可以任意的改变宇宙中特定区域的时间、空间，这2点就非常的变态了。这2点相当于，只要陈峰想，他就能暂时让一片特定的空间时间处于停止状态。只要在这片区域的所有物体，包含任意的强者，都会被自己停滞住，任由自己蹂躏，这就非常的恐怖了。还有就是空间的控制，
可以将一片空间和另一片的空间相连，这样就不需要时空精灵的时空坐标，就能快速的前往宇宙的任意地方了。要是作用在自己的身上，就相当于自己可以瞬间移动了一样。最恐怖的是，陈峰现在还拥有了破灭星系的能力，只需要足够多的秩序之力就行。不知道秩序之力怎么消耗的？想到这里，陈峰直接对着远处的那座山峰的空间释放了秩序之力，控制那片空间和陈峰交换位置。叮咚，是否消耗0点秩序之力进行空间交换？系统提示音传了过来。在目之所及的地方，竟然不需要消耗秩序之力。陈峰有些欣喜，旋即他意念操控了2处空间的转换，咻！仅仅一瞬间出现在了山峰顶端，这简直太好用了。陈峰有些开心，不知道毁灭脚下的大陆需要多少秩序之力。他突然好奇心爆棚，想要尝试一下。然后他操控秩序勋章，心里想着毁灭脚下的大陆。叮咚，是否消耗200点秩序之力毁灭元宇宙大陆？提示：当前秩序之力只有100点，无法强制施展。卧槽，消耗也不算很高啊！陈峰眼前一亮，击杀一名神灵就能得到0.01点的秩序之力，自己有100倍奖励增幅，只需要击杀1个就能得到1点。也就是说，只要自己击杀100名神灵，加上原本存在的100点秩序之力，就能将广阔的元宇宙大陆完全毁灭了。这个技能非常不错。陈峰有些欣喜，不过他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将元宇宙的大陆毁灭掉，他只想看看所谓的秩序之力究竟有多强而已。现在已经不需要继续证明了，已经强得离谱了。接下来也要为最后的事情做一个了结了。现在还有一个最终的目的还未完成，该回去了。陈峰意念一动，消失在原地。人族暴风城，巫妖王阿萨斯骑乘着古龙王望向天空，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一座1米高的地狱之门缓缓出现在暴风城外。轰轰轰！本神终于再次回到这片大陆了。一连串剧烈的爆炸声不断的在地狱之门处响起，紧接着一道1米高的身影缓缓地走出地狱之门，抵达元宇宙大陆。此人正是燃烧军团的首领阿甘门德，也是天灾军团最高的控制者。拜见阿甘门德大人。巫妖王阿萨斯满脸恭敬地看着面前的巨人。这次你干得不错。在我将这片大陆的灵气吸收干净后，我将赐予你神之力，帮助你突破。巨大的阿甘门德缓缓地开口。多谢阿甘门德大人。底下的巫妖王无比恭敬。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2道身影分别从不同的方向飞了过来。恶魔，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一道女声率先从天边传来。兰若。巫妖王看着率先飞来一龙一人，脸上露出了疯狂的笑容。哈哈，你来晚了，我已经将阿甘门德大人召唤出来了，迎接你们的将是死亡与毁灭。巫妖王的话音刚落，又有一道倩影出现在高空。若若此时也扑扇着翅膀来到了这片战场。本神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吧，刚来就有2个实力如此强大的神让我吸收。阿甘门德面露贪婪之色，随即他巨大的手掌一握，一道强大的神之力向着周围扩散而去。紧接着周围的光明阵营所有的人都被这道强大的威压压制着，完全无法移动分毫。甚至是兰若和若若2个神级强者也是一样。怎么可能？他竟然突破到了真神层次。兰若有些诧异地看着面前的巨大身影。哈哈，小小圣龙骑士，早在数百年前本神就已经突破了，只是无法自己回到主世界而已。现在吸收了你们2个，补全了神之规则，我必然能突破到主神之位。话音刚落，阿甘门德巨大的手掌上凝聚出一颗黑洞，一股强大的吞噬力量直接覆盖了整个战场。轰！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更为可怕的力量降临虚空。陈峰直接穿梭空间抵达了暴风城。是他！古龙王眼中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失声道：前段时间明明只有半神的气息，怎么现在连气息都感觉不到了？你感觉不到？难道你很强吗？陈峰露出了玩味的笑容。说话间，陈峰身边数百万神明召唤物一齐出现。轰轰轰！觉醒技混沌魔域，召唤物和陈峰一起出手。下一刻，连同1米高的真神阿甘门德一起，他们的血条仅仅在一瞬间就被完全清空。哪怕巫妖王和阿甘门德等人拥有大量的无敌和保命的技能，但是在陈峰主神阶位的压制下，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轰！阿甘门德巨大的身躯就这样消失不见，连同巫妖王和古龙王这2个神级 BOSS 也一并被秒杀。整个元宇宙的和现实世界的危机也落下了帷幕。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强了？解除了控制的兰若缓缓地飞了过来，笑着问道。哈哈，我也不知道，就那么突然就变强了。陈峰笑着打了个哈哈。现在元宇宙的劫难也结束了，我也该离开这个里，前往更强大的宇宙文明了。兰若突然感慨道。
说罢，他又看向陈峰，以你现在的实力，宇宙才是你更为广阔的舞台，你愿意和我一起吗？可以看出兰若此时有一丝期待。不了，陈峰笑着摇了摇头，我还有挚爱要守护，至于前往宇宙，我暂时还没想法。说完，陈峰便飞到了若若的身边，打开了一道通往现实世界的空间之门，两人走了进去。兰若见状，笑了笑，也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在天际。